夫人，侯爷回来了。江叔在厨房给沈老夫人看药，婢女谭玉着急忙慌地跑来禀报。江叔倒药的手一顿，嘴角扬起一丝喜意，6年了，终于回来了。走吧。江叔示意谭玉端药。夫人，谭玉踟蹰着不动。怎么了？江叔一脸莫名，咬了咬唇。谭玉愤声道：侯爷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同他一起的还有1名女子和2个孩子。江叔如遭雷劈，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捏着手往寿永堂去。艳阳、艳欢，快叫祖母和曾祖母。祖母、曾祖母。江叔进到寿永堂时，瞧见婆母林氏和沈老夫人膝上，一人抱着一个孩子，满脸欢喜。一身戎装的沈长泽和一女子坐在下手，面带笑容的陪着说话，一副阖家欢乐的景象。母亲、祖母。江叔端着药走到沈老夫人跟前，屋子里的气氛霎时静默下来，最后还是沈老夫人打破尴尬道：叔儿来了，把药放下，快见见长泽。侯爷。江叔俯身行礼，觉着眼前人熟悉又陌生。6年征战，沈长泽褪去了少年的青涩桀骜，蜕变成了刚毅冷肃的成年男子，唇角微抿，下颌紧绷，似一柄敛着锋芒的剑，危险又迷人。坐在他身旁的红衣戎装女子，梳着妇人的发髻，面容秀丽，眸光恣意，英姿飒爽，仿似画中的女将军。这位夫人是？江叔试探地问。母亲没同你说吗？她叫程景初，是我在边关娶的夫人。沈长泽开口，说出的话却令人生寒。说什么？这6年来从没人同他说过他在边关娶了妻。江叔转身望向沈母，母亲早便知道，为何不告诉我？这其中缘由颇为复杂，长泽在信中写的不甚清楚，我怕说不明白让你误会，便想等长泽回来亲自同你说。沈母心虚解释。江叔不语，定定地瞧着他。沈母被盯得不自在，推了推怀里浴血可爱的小姑娘，艳欢，快叫母亲。小姑娘约莫2、3岁，圆润的小脸上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好奇地瞧着江叔。对，艳阳，叫母亲。沈老夫人也碰了碰怀里的男孩，男孩4、5岁的模样，同沈长泽有几分相像，小嘴一撅道：我有母亲，她不是我母亲。这孩子，沈老夫人无奈，只得同江叔道：叔儿你别生气，孩子小不懂事。这2个孩子都是侯爷的。江叔捏紧了手，声音有些抖，纵然心里已然清楚，但他还是要听他亲口承认。沈长泽抿唇，微有些不悦。是，以后他们同我一起住揽云院，不会打搅到你。他是他的夫，是战场上杀伐果断的将军，被他一介妇人当众盘问，颜面何存？好一个不会打搅！当初沈长泽去边关后，江叔怕破坏主院格局，损坏沈长泽的物品，便搬去了隔壁的听竹楼，不成想竟成了给他人腾地方。纤细的娇躯一颤，江叔心如刀绞。6年来，他劳心劳力的养活侯府一大家子，丈夫却在外另娶生子，他浑然不知。这屋里都是血脉相连的一家子，只有他是个蒙在鼓里的外人，真是笑话。一直没说话的程景初起身开口：听夫君说，你比我小1岁，我便唤你一声妹妹，往后。夫人这声妹妹，江叔担当不起。语罢，江叔转身出了寿永堂。长泽，你快去同他好好解释，别让他误会，心生怨愤。沈母赶忙道：这侯府里里外外的开销都靠江叔，可不能惹恼他。沈长泽沉着一张脸不动，他此次带着功绩归来，必会加官进爵，成为京中新贵，凭什么放低姿态去哄一个商贾之女？沈母急了，你戍边这些年，他支撑侯府也不容易，这事儿说到底是你对不住他。更重要的是，往后侯府也还指着江叔呢。听了这话，沈长泽终于起身。听竹楼是一栋2层阁楼，院里有一大片紫竹，十分雅致清静。夫人，侯爷来了。婢女楚玉小声禀报完，拉走了愤愤不平的谭玉，留2人独处。江叔正在气头上，没有起身相迎。沈长泽进屋，瞧见一袭藕荷色苏绣月华锦裙的江叔坐在窗边，明媚的日光打在他肤白如玉的小脸上，衬得本就精致的五官明艳生辉，美得令人心惊。而此时他眉心紧蹙，眉梢微翘，红唇轻抿，一脸委屈，让人不自觉的就想哄他。沈长泽心头一软，带着歉疚道：娶妻之事我并非有意，而是迫不得已。江叔没搭话，但耳朵却竖了起来。6年前我初上战场毫无经验，险些死在敌人的长枪下，危急关头师父舍命救了我。临死之前，他将景初托付给我，求我娶她。景初跟着师父戍守边关，家中再无亲人可依靠，救命之恩我无以为报，不得不娶。沈长泽沉叹一声，在江叔身旁站定。江叔一脸惊诧，没曾想其中会有这般缘由。救命之恩，临终托孤，他确实别无选择，但那2个孩子可没人能逼他生。沉吟片刻，江叔问：你打算给他什么名分？他说娶妻，又唤他夫人。
究竟是何意？听江叔提起这事，沈长则沉默良久，方道：“景初她是将军嫡女，与我又有恩，且为我生了2个孩子，不好以妾室的身份辱没。我想立她为平妻，不好辱没她，侯爷便来辱没我吗？就因我是商贾之女，身份低微，便可随意折辱。”江叔气得脸都红了，胸口起伏不定。她一介富商之女，嫁入侯府却属高攀，但那也是侯府主动求娶。再则，当年她嫁入侯府时，侯府落败的几乎在上京站不住脚，全靠她丰厚的嫁妆供养方得以维持表面尊荣。如今她荣归回府，便要卸磨杀驴，委实欺人太甚。我并无折辱你的意思，我只是想给景初一个体面的身份，往后侯府依然由你掌家，什么都不会变。沈长则耐着性子同他解释。那他的体面呢？谁来给？抬眸看着眼前的男人，江叔冷着脸道：若我不同意呢？第2章平妻，他凭什么不同意？当年娶她，他便是100个不情愿，如今回府，难道还要看他脸色过日子不成？沈长则甩袖，失去了耐心。此事我已拿定主意，进宫面圣时会上禀圣上。侯爷既不给我留半点脸面，何不给我一纸休书，干净利落？江叔转过脸，心寒如冰。一府2妻，他必定沦为上京笑柄。这些年，他因出身低微，每参宴都被高门贵女们冷落嘲讽。沈长则此举无异于带头作践他，往后他还有何颜面见人？你威胁我？沈长则面上浮起薄怒。侯爷想多了，我只是想给自己留点体面。江叔看着竹林中的飞鸟，突然就不想困在这高墙大院里了。他想家了，想外面的天地了。没出阁前，爹娘对他管束并不严，他时常都能上街出游。可自从嫁进侯府，便要守颇多规矩，他再也没像以前那般肆意过。不可理喻。见江叔执拗得很，沈长则拂袖走了。2人闹了个不欢而散。夫人，楚玉、谭玉端着茶水点心进屋。方才他们上楼时，碰见侯爷一脸怒容离去，楚玉心中很是担忧。侯爷此次带着功绩归来，圣上必会大赏，侯府从此兴盛起来。夫人与侯爷这般针锋相对，往后日子恐不好过。自古女子以夫为天，得罪了夫君便失去了倚仗，在这府里怕是艰难。咱们夫人都被欺负成什么样了？难道你还想让夫人忍气吞声，委曲求全不成？便是那般日子就能好过了。谭玉不忿地替江叔鸣不平。他的话提醒了江叔，那就让侯爷明白，过日子靠的是银钱，不是功勋爵位。江叔眸光坚定，心中已有打算。揽云院，沈长则安顿好程景初母子3人，便进宫面圣了。不出所料，皇帝对他大为赞赏，不仅封他为中武将军，还赏赐了黄金1000两、良田100亩、珠宝器物10箱。爱卿戍边6年辛苦了，除了这些，可还想要什么赏赐？玉座上的皇帝和颜悦色地问。沈长则有勇有谋，骁勇善战，是难得的将才，他甚是器重。听到皇帝的话，沈长则一怔，臣却有一事想求圣上恩典。哦，何事？皇帝饶有兴趣地问。沈长则如实禀明缘由。皇帝听后抚着龙椅叹息，程将军为国捐躯，其情可悯，准了。拿着圣旨回府时，沈长则脑中不由自主浮现出江叔那张委屈的小脸。罢了，此事的确是他对不住他，是以他吩咐下人将圣上赏赐之物送一半到听竹楼给夫人。沈母听到这个消息，叫了沈长则去说话。母亲。沈长则一身疲惫，沈母心疼的让他坐下，命人奉上茶水后道：母亲叫你来，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母亲请说。平妻之事，你已求得圣旨，母亲便不多说什么，但江叔那边你须得好生安抚。这些年侯府全靠他，往后也得靠他，你可明白？沈母语重心长。江叔嫁入侯府时，陪嫁了100多间铺子，皆是上京旺铺，日进斗金，侯府能过的光鲜全倚仗他。我明白。想到自己堂堂一介男儿，竟要夫人用嫁妆养家，沈长则有些羞愧。母子俩又说了几句梯叽话，沈母便让沈长则回去歇息了。路过听竹楼时，沈长则停下了脚步，从敞开的院门往里张望。夫人，侯爷送来的这些赏赐如何处置？楚玉看着摆在院里的几口大木箱请示。江叔瞧都懒得懒，半声吩咐道：连同账册和库房钥匙送回揽云院，告诉侯爷既已立平妻，往后这家便由景夫人掌管。程景初不是唤他一声妹妹吗？那他自然要恭敬姐姐。院外的沈长则听到江叔的话，附在身后的手紧了又紧，忍住了进去的冲动，阴沉着脸回了揽云院。不过是长家罢了，他还当侯府离不得他不成？夫君，你回来了。程景初换了一身蝶戏水仙裙，牵着2个孩子出屋相迎。爹爹。2个孩子扑进沈长则怀里，沈长则一手抱一个，面目温和的听他们兴奋的说个不停。爹爹，这里好大好漂亮，那你们可喜欢？喜欢。2个孩子异口同声，欢喜不已。往后侯府就是你们的家，有什么想要的就跟爹爹说。
沈长泽看着两个孩子，满眼宠溺。程景初在一旁轻嗔：“府里什么都有，你别把他们惯坏了。”楚玉来送东西，瞧见这一幕，被深深刺痛。原本他还觉得夫人的做法有些不妥，现在他只为夫人感到不值。收敛心神，楚玉面无表情的开口：“侯爷，夫人让奴婢来送账册和库房钥匙。”把江叔的话原封不动的复述给他们。楚玉放下东西走了。妹妹这是生气了，我去给她赔个不是吧。程景初看着被退回来的赏赐以及桌上的账本和钥匙，心有忐忑。不论怎么说，江叔先他一步嫁入侯府，此事是他对不住他。沈长泽将两个孩子交给嬷嬷，一边宽衣一边道：“不必自讨没趣了，往后你只管过好自己，不去招惹他便是。”那账本和钥匙，程景初拿来备好的常服给他换上。沈长泽默了默，他寄送来了，你便收下吧，有什么不懂的去问母亲。管家劳心费神，往后要辛苦你了。他伸手揽他入怀。夫君放心，我一定会管好家的。程景初靠在他宽阔的胸膛上，对侯府生活充满了期待。这是他父亲用命给他换来的荣华尊贵，他一定要牢牢握住。回府的第一顿晚膳摆在沈老夫人屋里，席间江叔什么话也没说，只安静的用饭。沈老夫人对两个重孙稀罕的不行，恨不得亲手喂他们。燕欢，来喝碗牛乳。燕阳，多吃点，你瞧你瘦的哟，曾祖母心疼。江叔没什么胃口，随意用了点便放下筷子，静静的等他们吃完离席。然小孩子吃饭格外的慢，他等了许久，耐心都快磨光了。哐当，顽皮的燕阳打翻了热汤，泼到了江叔手上。第3章赔罪死。虽不是滚汤，但江叔的手背还是被烫红了，疼得他直吸气。夫人，楚玉急忙上前，用湿帕给江叔擦拭汤渍，又让谭玉打来冷水给江叔浸泡。突然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愣住了。沈母回过神后，赶紧吩咐下人，快去请方医女。方医女是难得的女医，是江叔重金请来供养在侯府，方便给沈老夫人瞧病。燕阳，快给你母亲道歉。程景初拉过呆滞的燕阳，年仅5岁的孩子似是被吓到了，不肯开口。程景初急了：“燕阳，行了，别吓坏孩子，不过就烫了手，上点烫伤药就好了。”沈老夫人有些不悦，在她眼里，江叔自然比不上重孙重要。低头查看伤势的江叔抬头看着冷漠丝毫不关心他伤情的沈老夫人，心凉了半截。这几年沈老夫人缠绵病榻，他不仅花重金请来医女，还便寻上京买来最好的药材，亲自熬了伺候他服用。如此种种，竟换不来半分情意。这侯府的良心果真从根上变烂透了。江叔只觉遍体生寒，一刻都不想多待。但他刚起身，方医女便来了。夫人，快让我瞧瞧。方医女一脸着急，比这屋里人都关心江叔的伤势。江叔心中暖了些许，轻声道：“没有大碍，回厅竹楼再瞧吧。”是。方医女背着药箱跟在江叔身后。等等，沈老夫人叫住他们：“你既没有大碍，就让方医女先给2个孩子瞧瞧，方才都将他们吓坏了。”2个孩子的确吓着了，但不至于吓坏。沈老夫人这是全然不在意江叔如何。烫伤疼痛难忍，让方医女先给夫人瞧。谭玉气不过，拉着方医女欲走。沈老夫人怒了：“站住！侯府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婢女做主了？”谭玉被吃得面皮通红，敢怒不敢言。江叔面色淡淡的瞧着沈老夫人，冷声提醒：“祖母莫不是忘了，方医女是我请来的。”“你反了你了！”沈老夫人气得老脸铁青。江叔懒得再理会他，头也不回的走了。方医女没有犹豫，也跟着走了。一是诚如江叔所言，他是江叔聘请来的；二来他打眼瞧过了，2个孩子面色正常，并无不妥。你瞧瞧，这就是你给长泽挑的好夫人。江叔走了，沈老夫人便拿沈母撒气。沈母满腹憋屈的咕哝：“这事儿本就是母亲做的不妥，再说了，当初您也是同意了的。”沈老夫人老脸一沉：“你什么意思？瞧着老婆子我年纪大了。”祖母。一直沉默的沈长泽终于出声：“今日是燕阳不对，您不该不分是非的袒护他。您这样只会教坏孩子，他日若伤了旁人，又该如何？至于江叔，他并没有对不起侯府。”沈长泽说完，带着程景初和2个孩子走了。妇人的无理取闹令他很是反感。沈老夫人看着嫡孙离去的背影，争冲了半晌。功名加身的靖安侯已不再是任由他训诫的孙儿，他成了靖安侯府的倚仗和主人。这侯府不由他做主了。回到揽云院后，沈长泽训诫了燕阳一番，领着他去给江叔赔罪。他虽疼爱孩子，但也辨是非。父子俩在厅竹楼外撞见了方医女。沈长泽询问江叔的伤势：“回侯爷，夫人的手没有大碍，只是灼痛难忍，这几日怕是难以安诊。”方医女如实回禀：“有劳。”
沈长泽领着艳阳进了听竹院。江叔刚上完药，躺在软榻上歇息。侯爷，楚玉红着眼见礼。沈长泽进屋，瞧见江叔在闭目养神，搭在软枕上的手红肿一片，疼得他面色发白，眉头紧皱。母亲，对不起，孩儿不是故意的。艳阳在软榻前跪下，带着哭腔给江叔认错。来之前，沈长泽言辞厉色地告诫艳阳，江叔也是他的妻，他们要换他母亲。艳阳从未见过爹爹如此严厉，不敢不听。被疼痛折磨得抓心挠肺的江叔掀起眼皮瞥了两人一眼，有气无力道：“我不欲与一个孩子计较，但凡事都要分个是非黑白，侯爷可明白？”“我明白，今日是祖母的不对，我代他向你赔个不是。”沈长泽躬身致歉。一个侯爷将军能做到如此，已经是莫大的抬举了。江叔不是不识抬举的人。侯爷既明白，那这事便算过去了，让孩子起来吧。江叔科眼，不欲与他们再说话。艳阳方起身，谭玉便端着冰块进屋。夫人，冰来了。见到沈长泽父子，谭玉不情不愿地俯身行礼。楚玉用帕子裹了冰，轻轻地放在江叔烫伤的手背上，给他消肿止痛。沈长泽瞧了一会儿，问：“可有觉得舒适些？”听到声音，江叔诧异地睁开眼，他怎么还没走？时候不早了，侯爷回吧。江叔直截了当地下逐客令。他心情不好，疼得又睡不着，实在不想再应付他。沈长泽没有走，而是问楚玉需要冰敷多久。自然是越久越好，侯爷放心，奴婢们会照顾好夫人。楚玉虽也心存不满，但仍保持着该有的恭敬。给我。沈长泽在榻边坐下，亲自给江叔冰敷。江叔吓了一跳，侯爷回去歇息吧，我这里有楚玉、谭玉伺候就够了。子不教父之过，就当我替艳阳赔罪。沈长泽摆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如此做的缘由是心疼他，也想趁此弥补这些年对他的亏欠。爹爹，艳阳揉着眼唤了一声，他困了，想回去睡觉了。沈长泽见状，对楚玉道：“宋少爷回揽云院。”是。楚玉领命，拉着艳阳退下。谭玉不想走，被楚玉硬拉走了。夫人已经空守了6年，不能再空耗下去了。屋内只剩下江叔和沈长泽，他不由想起6年前嫁入侯府那晚，那时他刚及笄，年岁尚小，面对高大英俊的沈长泽，忐忑又羞涩，紧张的2只手都搅红了。看出他的无措，沈长泽没有碰他，以出征还有诸多事宜需要准备为由，离开了新房。第2日一早，沈长泽就随军出发去了边关，所以他们还未有过夫妻之实。第4章长家。在想什么？见江叔愣怔出神，沈长泽不由好奇，触景生情，想起大婚那日。江叔回神，不再一想，这几年委屈你了，以后我会好好补偿你。沈长泽努力回想，却想不起大婚那日他是何模样。江叔笑笑，不予置否。征战沙场的将军，用舞剑握枪的手小心翼翼地给他敷手，说不触动是假的。为了掩藏心中的悸动，江叔随口扯了个话题：边关战场是什么样的？烽烟黄沙，狂风寒雪，刀光血影，尸横遍野。沈长泽口中的边关很不美好。江叔垂眸，瞧见沈长泽手背上有条细细的疤痕，于是问他：“你这些年是不是很艰难？”听他关心自己，沈长泽心头一震，喉结滚动，嗓音沙哑道：“第一次上战场，我被战争的残酷惊到，一愣神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危急时刻，师傅挡在了我面前，弯刀刺穿他的胸膛，滚烫的血溅了我一脸。一次敌军夜袭，神思不清的我被长枪扎中胸口，险些便没命了，是景初斩杀敌人救了我。数次死里逃生，我终于有了经验，学会了时刻警醒，保护自己。虽然仍旧避免不了受伤，但总能留得命在。那些伤也就算不得什么，养几日便好了。”听着他云淡风轻的口吻，江叔有些羞愧。比起他在战场受的伤，他这点烫伤实在不值一提。可他还是觉得疼，钻心的疼。景初也有一身好武艺，上阵杀敌丝毫不逊于男儿。这些年跟着我出生入死，留下了满身疤痕，这要是再上京，怕是都嫁不出去。说起程景初，沈长泽眼中有愧疚，也有心疼，糅合成浓烈的爱意，扎根在他心底。江叔知道，他无论如何都比不过程景初了。你们受苦了。江叔由衷道。抛开私人恩怨不谈，沈长泽和程景初保家卫国，值得他敬佩。沈长泽摇头，比起其他将士，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且我们比他们幸运，还能活着回到上京，我很知足了。听他心平气和地说着这些年的九死一生，江叔心中释然了些许。可他心疼了别人，又有谁来心疼他呢？以柔弱之躯撑起一个落败的侯府，他也并不容易。只是他的艰难无处诉说，只能埋在心底，不愿再想这些。江叔闭上眼，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夜风微凉，沈长泽见他睡着了，
动作轻柔的将他抱到了床上。江叔很轻，轻到他抱在怀里感觉一点也不踏实。拉过颈被给他盖好，沈长泽换了一块冰继续给他敷手。床上的人儿睡得不甚安稳，时而蹙眉，时而翻动。沈长泽怕他弄到手背，只得用手抓着他的皓腕。如此近的距离，清晰到能看清他根根分明的长睫，就更别说金雕玉琢的小脸和眉眼了。世人皆爱美，他也无法免俗。视线顺着玲珑俏鼻往下，落在殷红的唇瓣上，止不住喉头滚动。这是他的妻。咀嚼着这几个字，沈长泽心中生出丝丝甜意，俯身吻了一下江疏光洁的额头。翌日，江疏醒来时已是天光大亮。谭玉，什么时辰了？辰时过半了，夫人可还觉得疼？谭玉扶着江疏起身。江疏低眸瞧向已经消肿的手背，不怎么疼了。他在屋里搜寻一圈，没有见到沈长泽的身影，想必已经走了。看出他心中所想，谭玉道：侯爷守了夫人整夜，天明时给夫人上了药才走。他守了一夜，江疏有些难以置信。谭玉点头，楚玉也在屋外守了整夜，隔半个时辰送一次兵，亲眼所见。原本谭玉急不待见沈长泽，但现在却有了改观。奴婢觉得侯爷心里还是有夫人的，可他的心里不只有他。江疏不语，穿好鞋袜后任由谭玉伺候他洗漱，然后坐到铜镜前梳妆。揽云院里，艳阳艳欢在院子里玩耍，程景初在屋中查看账册。他虽识字，但侯府账册错综复杂，他看得十分吃力，许多地方都不甚明白。他想问沈长泽，然他刚歇下，且他一介男子也不一定懂后宅事务。思来想去，他带着账册去寻了婆母林氏。什么？江叔让你掌家？沈母惊得险些让茶呛到。见沈母如此大的反应，程景初以为是不信任他，于是信誓旦旦的保证：母亲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沈母摆手：我不是不放心你，只是你不了解侯府，这家不是谁都能掌的。沈母叹气，不知该如何同他说，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我初到侯府，居然什么都不懂，还望母亲不吝赐教。程景初是铁了心了，他就不信了，管个家还能比上阵杀敌更难。唉，事已至此，沈母知道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只能用事实说话。先别管账册了，你随我去库房看看吧。库房的确要盘点，程景初不做他想，拿上钥匙随沈母去了。侯府的库房很大，但里面却很空，只有10几口木箱。沈母让人打开，程景初瞧见木箱里装的都是古玩字画等器物，只有2箱白银和1箱黄金。这程景初不敢相信，偌大的侯府竟只有这点家产。沈母并退下人羞惭道：侯府自20年前就逐渐衰败，长泽他爹走得早，我一个妇道人家又不会生财之道，若非如此，又怎会娶一个商贾之女做主母？便是如此，他也觉得江疏嫁入侯府是高攀，所以江疏掌家所有开销都出自他自己。此时此刻，程景初终于明白沈母那句话了，这家的确不是谁都能掌的。沈母纳纳汗颜，要不是他，侯府早破败了。程景初捏紧手中的钥匙，面色发冷，难怪江疏如此大方地让出掌家权，合着是想挖坑羞辱他。他听沈长泽说过，江疏是上京富商之女，别的没有，就是银子多。我们先回去看账册。程景初深吸一口气，出了库房，身影坚毅决绝。沈母想劝他把掌家权交还给江疏，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他这2个儿媳，他是一个也得罪不起。第5章，景王。沈长泽醒来时，只见2个孩子不见程景初，询问后得知他去请教母亲了，便没有放在心上。他初回上京，还有诸多事宜要忙，眼下最紧要的就是去拜会族中叔伯耆老。等他忙完回府，夜色已深，2个孩子早已睡下，程景初却还在秉烛算账。明日再算吧，别熬坏了眼睛。沈长泽从他手中抽走账册。程景初神色欲沉地问他：你可知侯府近况？沈长泽略一思索便明白过来，可是库房空虚。岂止空虚，这偌大侯府分明就是一个空架子，谁往这架子里钻，就得自己撑起这架子，而一旦撑上便不能松手，否则架子倒塌一损俱损，想跑也跑不了。这哪是什么尊贵殊荣，分明是个烫手山芋。听程景初说完，沈长泽面色赧然，我不知侯府已拮据至此。6年前他离京时，侯府上有小办库序，难道是这几年？次日出府前，沈长泽去寻了沈母，询问库序之事，与舒儿无关。沈母叹道：那点家产一半给青荣做了嫁妆，一半给常怀做了聘礼。沈青荣是沈长泽一母同胞的嫡妹，沈长怀是他庶弟。侯府子嗣稀薄，这一辈就出了沈长泽和沈长怀2兄弟。沈长怀虽是庶出，但打小争气，挑灯苦读，考取了功名。前年受旨外放去了衡州做父母官。
官虽不大，但吃皇家粮饷胜在牢靠，且晋升空间极大，前途不可估量。往后侯府和沈长泽都少不了他协助，是以沈母对他很是宽容。我知道了，景处长家一事，还请母亲多协助。沈长泽起身欲走，沈母叫住他，有心无力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还是将掌家权还给叔儿吧。你给叔儿低个头，哄他几句，在他院中留宿。母亲，给儿子留点脸面吧。”沈长泽神色难堪的走了。沈母看着他的背影，苦笑低喃：“脸面不能当饭吃啊。”江叔喜静，但一墙之隔的懒云院整日传来孩子的吵闹声，扰得他心烦，想要出府透透气。让楚玉去知会了沈母一声，江叔带着韦茂出门了。上京城一如既往的热闹繁荣，不会因为谁人不高兴便有所改变。夫人，前面是酒香斋，可想吃莲子酥？谭玉问。车内出神的江叔闻言忙道：“停车。”马车停稳后，江叔竟要亲自下车去买。谭玉道：“夫人，奴婢去买就行了。侯门夫人不能抛头露面，若让人瞧见，少不得要说闲话。”好，谭玉，我带着韦茂呢。他实在憋闷的厉害，想透透气。谭玉无法，只得陪着他一同进了点心铺。酒香斋是上京颇有名气的糕点铺，因只卖9种糕点，味道绝佳而闻名。2斤莲子酥，3斤桂花糕，再来1斤梅花香饼。抱歉夫人，莲子酥卖完了。掌柜陪着笑，一脸歉意。谭玉皱眉：“一点都没了吗？我家夫人这几日食欲不佳，就念这一口。最后1斤让那位公子买走了，真没了。”掌柜指了指他们身后。江叔转身掀起帷帽一角，瞧见殿堂小桌前坐了一大一小2位锦衣公子，小的那位不过6、7岁的模样，正在往嘴里送莲子酥。这2人他认识，是景王玉征和平西将军府的庄小公子。2人皆是一身疏朗贵气，与这糕点铺格格不入。江叔看他们时，玉征也抬头望了过来，剑眉朗目，清俊非凡，一身靛蓝束腰锦袍上绣织金暗纹，尽显沉稳端方，即便做着通身金贵端肃之气，也逼人的紧。打扰了。自觉失礼，江叔赶忙放下帷帽，俯身致歉，让谭玉买了旁的糕点离开。夫人且慢。玉征叫住他，声音冷冽如山中晨露。江叔不明所以，公子有何指教？他没有点破玉征的身份，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玉征拿着半包莲子酥起身，克己复礼，在3步外站定，神色从容道：“我外甥年幼，这1斤莲子酥吃下去，非得积食不可。夫人可否帮他吃半斤？”这江叔为难，这般说辞，想要拒绝都没有理由。多谢公子相赠。江叔只能硬着头皮收下。夫人慢走。玉征勾唇，目送江叔上了马车离去。他依旧没有认出他，但他隔着帷帽也能认出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玉征有些纳闷，都说女大18变，难道男子也有18变？马车里，江叔打开纸包，拈起1块莲子酥，送至唇边轻咬一口，咯擦，酥脆的声音在口中炸开，令他不自觉地眯眸弯唇。吃到了喜爱的莲子酥，江叔郁结的心舒畅了许多。果然，出府走走是对的。夫人，你认识那位公子？谭玉一脸好奇。江叔摇头，算不得认识，只是参宴时远远见过2次。他是那家公子啊？谭玉追问。江叔用食指轻戳他的脑袋打趣，说出来吓死你。才不会，奴婢跟着夫人什么贵人没见识过。谭玉撅嘴不以为意。景王，可嗨，夫人你说什么？奴婢耳朵没听错吧？谭玉惊得被自己口水呛到。江叔惬意地吃着莲子酥，笑看他表演变脸。不怪谭玉如此惊讶，着实是景王的身份过于贵重。当今圣上共有7子，景王乃贵妃所出排行第3，是最受宠的皇子，连太子都要礼让3分。如此尊贵，却出现在街边糕点铺，实在稀奇。沈长则忙了几日，终于清闲下来。程景初盘了多日账册，也理清了侯府内务。这日晚间，程景初同沈长则道：“我细细盘算，库中银两加上圣上赏赐，以及我爹留给我的银票，堪也只能维持侯府半年开销，所以我们不能坐吃山空，得开源节流。你有何打算？”沈长则放下茶盏，认真倾听。程景初拿出当家主母的气势道：“先削减府中不必要的开支节流，再买铺子做生意开源。可上京富商云集，各路生意皆已饱和，想要赚钱实属艰难。他不是没有想过，只是觉得可行性不高。我有办法。”程景初狡黠一笑。第6章心动。见成功勾起沈长则的兴趣，程景初得意道：“你可记得我同你说过，我祖上是酒商，有祖传秘方。”沈长则闻言心下一震，随即面上露出喜色。男子接好酒，这的确是门好生意，且一本万利，稳赚不赔。明日我们就去寻寻合适的铺子，顺便带孩子们瞧瞧上京是何模样。程景初已然迫不及待，烦愁多日，这个大难题总算有了解决之法，令他畅快不已。
江叔不是想让他难堪吗？他必要让江叔好好瞧瞧，他是如何稳掌侯府的。好，这些日子辛苦你了。沈长泽歉疚地拉他入怀，低头吻上他的唇。程景初羞涩回应，双臂攀上他的脖颈，与之缠绵。两人正亲热，屋外响起婢女的声音：“侯爷，太夫人有请。”这么晚了，母亲找你做什么？两人分开，程景初微喘着问。沈长泽整理好衣服起身，不知，我去就回，你先歇息。吹了一路夜风，到沈母所住的听兰院时，沈长泽已经恢复如常。母亲叫我来，有何要事？沈母吃着燕窝道：“你回京已有多日，该陪淑儿回趟娘家了。我瞧明日就很好。过几日吧，明日我。6年前你便不曾陪她回门，丽嫔妻一事又惹得她心有郁闷，于情于理都不该再拖了。现下还有什么事比她更重要吗？”是啊，侯爷，夫人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发妻，你该敬她爱她。这几日你的冷落，已经让府里生出风言风语了。沈长泽的乳母苏嬷嬷也在一旁苦口婆心的劝诫。沈长泽是他带大的，疼爱如亲生子一般。6年来江叔为侯府的付出，他也看在眼里，实不该受此冷落。沈长泽沉默片刻，我知道了，明日我陪他回江家，你去知会淑儿一声，让他有个准备。沈母欣慰摆手，苏嬷嬷也宽心笑了。老母亲和嬷嬷为我操心了。沈长泽起身，脚步沉重的去了听竹楼。江叔刚沐浴完，坐在美人榻上，让楚玉给他擦头发。沈长泽一踏进屋子，带着水汽的氤氲幽香便扑鼻而来。侯爷，楚玉赶忙行礼。江叔穿着杏色寝衣，颈前大片雪肤裸露在外，纤细腰肢若隐若现，一双澄澈水眸盈盈而望。沈长泽忽觉腰腹一紧，脊背发烫，难耐的咽了咽口水。侯爷可是有事？江叔示意楚玉继续擦头发。沈长泽瞥了楚玉一眼，压下胸中燥热，低哑开口：“明日我陪你回江家。”江叔一愣，随后掩不住欣喜道：“当真？”沈长泽颔首：“需要我备些什么？”江叔展颜道：“不用，我早已经备好了，侯爷陪我走一趟便可。未曾回门，又6年方归，此次回江家意义重大，江叔早便将礼品准备妥当了。只是沈长泽一直早出晚归，他没机会同他提及此事。今日他主动提起，倒是难得。那明日一早我来接你。”看他如此高兴，沈长泽也生出几分愉悦，弯了唇角。好。江叔欢喜应下，末了见沈长泽没走，平眉问：“侯爷还有事？”他是他的夫，他竟半点也不留他，反而还赶他走。沈长泽抿唇，心底生出一股烦躁不愉。瞧着江叔姿容绝色的脸和窈窕的身段，沈长泽心神荡漾，很想留宿，但想到未跟程景初打过招呼，只得作罢。你早些歇歇。沈长泽转身走了。夫人，楚玉一脸嗔怪着急。怎么了？江叔莫名。侯爷好不容易来一次，夫人怎么能赶他走？如此下去，夫人和侯爷何时才能圆房？江叔心中一咯噔，他独自一人习惯了，又因程景初心生嫌隙，是以未曾想到这茬。现下听楚玉说起，他垂眸认真思考起来。他嫁入侯府，自是想要侍夫长家，好好过日子的。可一想到沈长泽已同他人育有子女，且日日与他人教养儿女，夜夜同他而眠，他心里很是膈应。若他留宿沈长泽，那他算什么事情吗？自嘲苦笑，若早知嫁入侯府是这般模样，他定不会高攀。夫人，下次侯爷再来，你可不能再如此了。景夫人的长子都已5岁，夫人再不抓紧，将来这侯府便是程景初母子的了。嫡长子继位袭爵理所应当，便是他现在生也来不及了。沈长泽回到揽云院时，程景初还没睡。夫君回来了。程景初笑着将他迎进屋，装作随意的问：“母亲找你有何要事？”沈长泽走到床榻边坐下，程景初事后他宽衣就寝。母亲让我明日陪江叔回江家。程景初解腰带的手一僵，非得明日吗？沈长泽颔首，抱歉，后日我再陪你们逛上京。好。程景初压下酸涩不快，扬起笑脸道：“那明日我就先数整侯府，消减节流。委屈你了。”沈长泽握住他的手，拥着他倒向床榻。一番缠绵后，程景初心中的不满消散，燕足的枕着沈长泽的臂膀入睡。翌日一早，听竹楼就忙开了。快把那套红翡滴珠金步摇拿来，配夫人这鸾凤凌云髻正适合。夫人，侯爷已经等在楼下了，请侯爷稍后，夫人马上就好。1刻钟后，楚玉总算满意自己的成果，扶着盛装的江叔下楼。沈长泽负手站在院里，看下人来来回回将礼品搬到马车上，眸色深沉，不知在想什么。夫人慢点。谭玉牵着裙角脆声道。听到声音，沈长泽抬眸，瞧见一袭翡翠烟罗起云裙的江叔踩着楼梯缓步而下。
发间的滴珠步摇在晨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衬得她雍容华贵，美似天仙。江疏对上沈长泽投来的目光，有一瞬间的怔神。今日沈长泽也穿了一身碧色绣银竹长袍，头戴金冠，腰束白玉带，琼林玉树的站在院里，惹得洒扫婢女频频侧目。两人竟穿了同色的衣服，还真是巧。夫人小心脚下。楚玉小声提醒。沈长泽几步走到楼梯口，朝江疏伸出手。迟疑了一瞬，江疏将被楚玉扶着的手放入了沈长泽宽大的手中。第7章回门。沈长泽的手宽大炽热，江疏微凉的手被他包裹着，一股暖流涌向心间。两人携手往寿永堂去，给沈老夫人和沈母请安。由于常年握剑，沈长泽的掌心粗粝带有薄茧，而江疏的手纤细小巧，滑腻柔软，仿似无骨。沈长泽忍不住捏了捏。江疏一颤，侧眸看他。沈长泽轻咳一声，压低声音道：“夫人的手好软。”闻言，江疏俏脸一热，觉得沈长泽的手烫得慌。他想挣脱，沈长泽却不让，两人就这么牵着手到了寿永堂。曾祖母的心肝肉，快来让曾祖母抱抱。还未进寿永堂，便听见欢快的交谈声和笑闹声。巨母、母亲，两人齐声请安。在城紧出，扭头望过来时，沈长泽松开了江疏的手。江疏收回手，捏于身前，心底生出的那点暖意被浇冷。爹爹，燕欢跑过来抱住沈长泽的腿。沈长泽弯腰将他抱起，指着一旁的江疏道：“叫母亲。”燕欢扑簌着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疏头上的滴珠步摇。母亲，好漂亮。对于3岁的孩子而言，亮晶晶的红宝石就是新奇的玩具。注意到燕欢的眼神，江疏轻声问：“你喜欢？”“喜欢。”燕欢伸出手碰了碰江疏的滴珠步摇，看着他浴血可爱的小脸，江疏弯唇：“回头母亲送你一套。大人的事与孩子无关，他不会迁怒于孩子。好了，时候不早了，你们快歇去吧。”沈母抱过燕欢，让他们赶紧走。沈老夫人一门心思逗弄曾孙，根本不予理会。沈长泽和江疏转身离开。程景初看着他们般配的身影，心中很不是滋味。沈长泽的衣服是他挑的，可他没有想到江疏竟会穿同色的。而方才沈长泽抱着燕欢叫江疏母亲，3人和谐相处的画面更是深深刺痛了他。他的孩子怎能承欢于他人膝下？前往江府的马车上，江疏和沈长泽各自端坐一侧，不发一语。瞥见他放于腿上的手，沈长泽似是想起什么：“你的手可好了？”“江疏浅浅应声。热汤虽然烫红了他的手背，但并不严重，没有出水泡，也没有蜕皮，擦了几日药便恢复如常了。看着眼前明艳生辉的小脸，沈长泽想同他多说说话，亲近亲近，于是没话找话道：“景初祖上是酒商，有祖传酿酒秘方，打算在上京开间酒房，你意下如何？”“挺好。”江疏神色淡淡，并不感兴趣。沈长泽嘴唇动了动，换了一个话题：“岳父岳母近来身体可好？可需要顺路再买些什么？”听他问起爹娘，江疏面色缓和了许多，唇角漾起点点笑意：“爹娘身体都很好，只是江宁正值顽皮的年纪，令他们颇为头疼。”“江宁？”“是了，他还有个幼弟。当年他去江家迎亲时，还拉着江疏的手，哭鼻子不让走，抹了他一身的鼻涕。江宁如今几岁了？”“过2个月满13岁。”江疏轻柔一笑，话多了起来：“他打小顽皮，日日在府里折腾的鸡飞狗跳，爹娘管不住，他将他送去书院，不到半年就成了书院小魔王。但他天资聪颖，学什么都很快，让夫子又爱又恨。岳父岳母想让他入仕。”沈长泽呐喊：“江家家财万贯，生意众多，又只得江宁一个独子，若他入仕，那江家的生意谁来接手？”江疏摇头：“爹娘未做慈想，不过是让他识字明理。至于往后如何，端看他的天分。读书需要天分，经商亦是。若江宁并无经商之才，强行让他接手，也只会败光家产罢了。”两人说着谈着，马车忽然停了下来。“侯爷，夫人，江府到了。”“阿姐。”江疏还未下车，便听到了少年欢快的声音。沈长泽率先出马车，一探头就瞧见了等在马车旁的俊秀少年，玉冠束发，身形挺拔，竟已过了他肩头，模样同江疏有几分相似，待长大不知的迷到多少金钟闺秀。“阿弟。”江疏钻出马车，沈长泽伸手扶他下车。江疏正要将手搭上去，却被江宁抓住了。“我来扶阿姐。”江宁一屁股挤开了沈长泽。沈长泽望了望空落落的掌心，看向亲密无间的姐弟俩，莫名有些堵心。那是他的妻，怎能让旁的男子搀扶？便是亲弟也不行。他欲开口提醒江宁，却被江父江母打断。“见过侯爷。”江父江母按规矩行礼。
沈长泽赶忙虚扶一把，岳父岳母快起。叔儿，江母握住江叔的手，欲语泪先流。娘，我回来了。江叔温软一笑，同江母撒娇。看着眼前的场景，家丁婢女纷纷红了眼。6年了，终于见到小姐带着姑爷回门了。两旁街道虽已经被家丁清理，但保不齐会有人路过，于是江父拧着眉头道：先进府。若是寻常人家，倒也罢了，侯府夫人不便露面。一行人进到大厅落座，婢女奉上茶水手退下。江父江母请沈长泽上座，沈长泽推拒，同江叔坐在了下手。此时他的身份不是靖安侯，而是子婿，理当让长辈上座。阿姐，你怎么瘦了？江宁盯着江叔清瘦的小脸，满是心疼，末了怪罪的瞪了沈长泽一眼。定是他带了夫人孩子回来，惹阿姐难过造成的。沈长泽自知理亏，没有计较。江父江母也心有怨愤，没有呵斥。江叔怕气氛越闹越僵，于是逗江宁道：那阿姐今日多吃些，都吃回来可好？江宁孩子气得点头，好。母亲让厨房准备的都是阿姐爱吃的菜，阿姐一会儿多吃些。昨夜收到江叔的来信，一家人激动不已。今日一早江府便忙开了，原本要去书院的江宁也告了假。江母想同江叔说几句提议话，于是让江父江宁陪沈长泽。他叫上江叔去了花园。侯爷他待你可好？江母边走边问。江叔挽着母亲的手，点了点头。他不想让爹娘为他担心。那你们可圆房了？江母盯着江叔的眼睛，十分在意此事。被这么盯着，江叔不敢撒谎。还未。第8章约定。这怎么行？江母急了。听说侯爷立了平妻，又带回一儿一女，你若再不抓紧，往后侯府还能有你的立足之处。出嫁从夫，母凭子贵，唯有生下一儿半女，他在侯府才有一席之地。我知道，娘你别担心，我有分寸。江叔拍着江母的手宽慰，但江母哪里肯听，一脸忧心道：咱们女子不比男子，纵使胸有丘壑，也无法建功立业，只得困于宅院，相夫教子。若是寻常人家，倒也罢了，以江家的财力，买也能为你买份安枕无忧。可你嫁的是靖安侯府，钱财在门第权力面前一文不值，你若没有子女承袭，这一辈子可怎么过？想到江叔往后的凄凉处境，江母竟哭了起来。娘！江叔急忙拿帕子为江母拭掉眼泪，轻声软语安抚：娘说的我都懂，我会抓紧的。侯爷他对我也并非全无情意。当真？江母红着眼追问。江叔点头，带着几分娇羞道：今早侯爷还抓着我的手不放，他心悦你便好。江母破涕为笑，稍稍放下心来，想着女儿未经人事，不懂夫妻相处之道，江母拉着她的手细心教导，只盼望她早日得子。另一边，江父江宁带着满腔怒气同沈长泽叙话。边关当真如此残酷艰苦？江宁半信半疑地问。沈长泽颔首：战场从来都是残酷的，我能活着回到上京，多亏了景初和师傅。这些年他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便是出于男子的担当，我也不能抛下他不管。听沈长泽讲清娶妻缘由，江父沉默了许久，方道：过去的事已成定局，无法更改，往后对舒儿好些，他这些年也不容易。我知道，我会对他好的，请岳父放心。沈长泽郑重许诺。江宁扬着细皮嫩肉的拳头恐吓：你要是敢辜负我阿姐，我饶不了你。都说长姐如母，她从小便是由阿姐带大的，感情深厚，无人可比。谁要是敢欺负她阿姐，不管那人身份有多尊贵，她也要跟他拼命。望着眼前青涩桀骜的少年，沈长泽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不由会心一笑。他握拳与他碰了碰，定下男人之间的约定：若我辜负了他，我便任由你揍，绝不还手。此时的沈长泽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少年当真会将他揍得鼻青脸肿。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后，父子俩对沈长泽改观许多，接下来的相处十分融洽。下这里112鸟。观其不语，爹你能不能别说话了？臭小子，你要是不会，就让我来。江叔同江母回到大厅时，见到这和谐的画面，惊愕呆愣了好一会儿。他们出去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老爷夫人，午膳备好了。管家前来禀报。沉浸在下棋中的三人充耳不闻，无奈江叔只得上前道：爹、侯爷、阿弟，用午膳了。三人恋恋不舍地起身，结束了棋局。席间，江宁不停地给江叔夹菜，好似他自己不会夹一般。一顿饭吃的江叔撑圆了肚皮，被沈长泽扶着上马车。阿姐，过2月我生辰，你们一定要回来陪我过。江宁扒着车辕，满眼不舍。知道了，一定给你备份大礼。江叔摸摸他的脑袋，笑意明媚。但车门关上，马车驶动的瞬间，江叔的眼泪掉了下来。一只大掌伸来，温柔地替他拭掉晶莹泪珠。别哭，往后你想回来，我便陪你回来。沈长泽将他揽入怀中，轻声哄慰。
江叔想起母亲的话，没有挣扎，将头靠在他肩上平复情绪。今日起得早，平日又武器的习惯，江叔觉着有些困倦，轻轻磕上了眼。怀里的人半晌不动，也不说话。沈长则试探地叫了一声“夫人”，没有回应。沈长则低头一瞧，弯了唇角，眼中浮起点点柔情。看着怀中人精致的眉眼、挺翘的鼻尖、莹润的阴唇以及稀白的脖颈，沈长则只觉喉间发紧。他很想亲吻她，又怕扰醒她，小心翼翼执起她的手，在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江叔睡了一路，马车停在侯府门前时，他都没醒。夫人，楚玉玉叫醒他。沈长则一个眼神制止，轻手轻脚地抱着他下了马车。侯府的下人见状，纷纷静声无声行礼。许氏走路的动作太大，没走几步，江叔就睁开了眼，迷蒙软糯地问：“到了吗？”“你睡你的，无碍。”沈长则抱着他走得很稳。意识到自己现下的状况后，江叔猛然惊醒，抓着沈长则的衣襟搔红了脸：“你放我下来，让人瞧见多笑话。”沈长则低笑：“该瞧见的都已经瞧见了，你现在下来更让人笑话，还是睡着的好。”江叔是再羞的没脸见人，只得将脸埋在他胸口装死。温香软玉在怀，沈长则只盼望回听竹楼的路长一些。经过揽云院时，听到下人禀报的程景初迎了出来：“夫君，你回来了。”几个字卡在嘴边，程景初犹如被一记重拳击中。不过半日的功夫，他们就如此亲密了。双眸骤然一缩，沈长则连起唇边笑意，略有些不自在道：“他睡着了，我先送他回去。”程景初没有搭话，怔怔地看着沈长则抱着江叔进了听竹楼。他在府中同奴仆周旋，被恶奴刁难，他却在外同江叔柔情蜜意。程景初握紧双手，愤怒、嫉妒、不甘渐渐从心底滋生而出。他爹牺牲了性命，他陪着他出生入死，满身疤痕。可江叔呢？他付出了什么？凭什么抢走他的夫君？他不甘心。终于回屋，江叔迫不及待从沈长则怀中下来。谭玉，水。憋了一路，他急得口都干了。谭玉赶忙奉上茶水，江叔接过一口气，喝了干净。沈长则在一旁瞧着他，觉得分外可爱。侯爷平复了心绪，江叔看着他认真道：“往后不可再如此了，与理不合。”好。沈长则没有辩驳，而是眸光炙热地盯着他道：“我还有事，晚间再过来。”第9章，人命。晚间再过来，过来做什么？江叔猛了好一会儿，明白过来后面皮通红。夫人，咱可得好好准备准备，今晚同侯爷圆房，可是大喜事。谭玉一脸兴奋，比江叔还激动。楚玉没好气地掐着他腰间的软肉道：“你再嚷大点声，整个侯府都听见了。”我错了，我错了。谭玉疼得连声告饶。扑哧，江叔被他俩逗乐，紧张的心缓和了些许。沈长则回到揽云院，看着敞开的屋门，脚步莫名沉重。爹爹，院中玩耍，艳阳看见了他。你们在做什么？沈长则走过去，发现兄妹俩蹲在树下掏蚂蚁。爹爹，你看，好多蚂蚁。艳阳用树枝兴奋地刨着蚁穴，惹得蚁群像无头苍蝇般乱窜。瞠目结舌了半晌，沈长则忽然醒悟，该给艳阳找点正事做了。堂堂侯府嫡长子，可不能养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纨绔。想到此，沈长则抬脚进了屋。程景初在擦拭他的红缨枪，听到声响，没有如往常那般起身相迎。怎么突然擦起枪了？沈长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程景初痴迷地盯着铮亮的枪尖，带着几分感伤道：“想念我们在边关的时候了。”喝水的沈长则一愣，可是近日累着了，若累了就歇2日，府中事务也不急于一时。程景初不说话，沈长则却道：“有一事我要同你商量。艳阳已经5岁了，该入学开蒙了，我打算过几日就将他送去族学。”提到孩子，程景初颇为在意，可他初到上京，人生地不熟，他是侯府长子，绝不能养成庸碌无能之辈。边关的贫苦残酷，你亲眼所见，我不想让他走这条凶险的路，我想让他入仕。沈长则一脸凝重，入仕便要打小苦读，10年寒窗可不是说说而已。程景初咬唇，可金榜题名那么容易，万一艳阳不是读书的料呢？他自是盼望艳阳能有个好前程，但这么小就去读书，他有些心疼。是与不是，读上几年便知晓了，总归要识字明理。沈长则异常坚持，江家坐拥万贯家财，江宁都要去书院读书，艳阳又怎可代揽？撑起侯府不易，败掉却很简单，只需什么都不做便可。你若当真为艳阳好，就该耳提面命地督促他，而不是溺爱纵容他。慈母多半儿，你可明白？程景初看向院中撅着屁股刨动的艳阳，回想起他爹的惨死，终是点了头。夫君说的对，他不能再让艳阳走他们的路。寒窗苦读同战场殒命比起来不值一提。夜里，
沈长则沐浴后被两个孩子缠着讲故事，心不在焉的讲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将孩子哄睡后，沈长则急不可耐的起身。这么晚了，夫君要去哪儿？程景初疑惑的看着他。沈长则轻咳一声，今夜我宿在听竹楼，你早些歇息。程景初怔怔的看着他离开，心口酸胀发涩。从一开始他便知道沈长则不属于他一个人，可真到了要同人分享的这天，他还是难以接受。今夜注定无眠。江叔倚在美人榻上看书看得入神，没有听见有人进屋。在瞧什么说？江叔愕然地从书中抬起头，瞧见俊朗挺拔的沈长则缓步朝他走来。小床幽记。他捧着书卷的手有些抖，心也砰砰激跳起来。沈长则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在榻边坐下赞扬道：“是本好书。”看到书，他想到了艳阳，于是闲话道：“我打算过几日送艳阳入族学。”想到艳阳的年纪，江叔点头：“是该开蒙了。世家大族的子弟，便是不考取功名，也该明志修身。”两人闲谈了一会儿，江叔放松下来，沈长则递着他姣好的容色，只觉浑身气血翻涌。良辰美景，春宵一刻。沈长则刚要有所动作，谭玉忽的在外拍门：“侯爷夫人，出事了！”江叔和沈长则同时一惊，尴尬的别开眼。江叔拿过外衣穿好后，打开屋门：“出什么事了？”谭玉急声道：“下人院刘婆子上吊自尽了。”“什么？出人命了？”沈长则眸光一凛，快步下楼，江叔紧随其后。打揽云院前过时，正好遇到从里面出来的程景初。“夫君！”程景初被吓懵了，声音里带着几分震颤。“去看看怎么回事。”沈长则上前握住他的手，相携而走。落后一步的江叔捏紧手心，默默跟上。只要有他在，侯爷就好似看不见夫人一样。提灯笼的谭玉不满的小声咕哝。楚玉低声呵斥：“行了，都什么时候了，别惹夫人心堵。”江叔抿着唇不说话，心却拧了起来。他们方到下人院不久，沈母也赶了过来。刘婆子就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声息。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出人命了？沈母又急又怒。有知情的下人回禀道：“回太夫人，刘婆子说她无夫无子，无处可去，就自缢了。”听到刘婆子的死因，程景初站立不稳地晃了晃。沈长则瞥他一眼，见他面色惨白，心知此事同他有关。哎，刘婆子孤苦无依，离了侯府会死在哪都不知道，如此倒也好，至少侯府会为她收尸。可怜啊！下人们低声叹息，为刘婆子，也为他们自己。无处可去是何意？江叔听得一头雾水。管家瞧了程景初和沈长则一眼，壮着胆子道：“今日景夫人召集全府下人，说府中人员冗多，余还生气遣散了一部分人，刘婆子也在其中。”江叔瞬间就明白了，刘婆子在侯府为奴几十年，已年近70，前几年病了一场后，身体大不如前，眼睛也瞎了一半，只能做些烧火洗碗的杂事。遣散李府对他而言，无异于逼他去死。我只是看他年纪大了，想放他归家容养，我不知道他没有家人。程景初面色惶惶的解释。沈长则听得拧眉，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他知道程景初是为了侯府，可眼下闹出了人命，若处理不好，侯府必会落得一个苛待下人、草菅人命的名声。第10章祸端。别说刘婆子了，离了侯府我也没活路，不如同刘婆子一道去了省市。可不是，都这把年纪了，还能上哪再去寻差事？我们倒是有力气，可也没处使啊。下人们怨声载道，借着刘婆子的死，将心中的怨怼都嚷了出来。原本他们在侯府做事做得好好的，突然来了个劳什子景夫人掌家，不仅缩减了府中花销，还要将他们遣离侯府，简直不知所谓。沈长则虽是骁勇善战的将军，但应对后宅庶务却束手无策。他望向沈母，沈母别过了头。他明白，眼下只有江叔能解决这件事。夫人，沈长则看向江叔求救。江叔抿唇看着乌泱泱的一众下人，沉声问：“你们当真不愿离开侯府？求夫人为我们做主。”众人纷纷跪下磕头，将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江叔身上。江叔骑虎难下，秀眉紧蹙。若留下他们，不仅打了程景初的脸，也会让侯府入不敷出。可若强行遣散，刘婆子的尸体就摆在眼前，遣散不得也留不得，着实令人头疼。认真思忖片刻，江叔忽然有了主意。他几步走到沈长则和程景初面前，压低声音道：“侯爷之前同我说要开酒坊，酿酒打杂售卖都需要人手，不如从府中抽调，按劳余酬如何？”闻言，沈长则眸光一亮，此法甚好。他没有问程景初同不同意，因为眼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商议好后，江叔捏着手同满眼期盼的众人道：“侯爷仁厚，景夫人心善，为让大家有个去处，有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决定开一间酒坊。凡是会酿酒、懂酒或会做生意的，都可以自请去酒坊做工，按劳余酬。去了酒坊，我们还是侯府中人吗？
有人提出顾虑，酒坊伙计和侯府下人可是有着很大区别的。寻常工人只拿酬劳，生老病死都与主家无关，而侯府下人虽受制于侯府，却也能得侯府庇佑，背靠大树好乘凉，谁也不愿失去侯府这座靠山。自是侯府中人，同府中下人一样，都由景夫人统管。江叔提醒他们主子是谁的同时，也将自己摘了个干净。自打将掌家权交给程景初起，他便不欲再插手。今晚若非沈长则恳求，他也不会管。谢夫人、谢侯爷、谢景夫人，下人们半喜半忧。喜的是能留在侯府，忧的是要在程景初手下讨生活。解决了众人去留的问题，江叔又命人好生安葬刘婆子，一切费用由他出。谢夫人同刘婆子交好张婆子，红着眼谢恩。还是淑儿会理家。沈母拍着江叔的手，长舒了一口气。经此一事，他更依赖江叔，打心底里觉得侯府离不开江叔，都是这些年母亲同祖母教得好。江叔谦逊有礼，毫不鞠躬。沈母听得十分满意，拉着江叔的手边走边闲话。走在后面的程景初看着江叔的背影，心中犹如烈火烹油般难受。从头到尾，江叔没有说过他半句不妥，但众人的态度已然表明了一切，足以令他羞愤无言。惊讶的是让他明白，侯府众人的心他抓不住，沈母的心也抓不住，他唯一能抓住的只有沈长泽。夫君。程景初扭头扑进沈长泽怀里，低低啜泣。沈长泽将他抱在怀里抚慰，目光却追随着江叔远去，直到江叔的身影没入夜色，再也瞧不见，他才不舍得收回。夫君，我是不是很没用，一点小事儿都做不好？程景初自责抽噎，哭得伤心欲绝。沈长泽耐着性子温声安抚，不怪你，你从未处理过内宅事务才会如此，往后遇事多请教母亲和江叔，便不会再出差错了。程景初不说话，只一个劲的抽泣，抓着沈长泽的衣襟不松手。沈长泽无法，只得将他抱回揽云院。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没了旖旎心思，索性留在揽云院哄程景初。至于江叔，改日再去谢他。这般想着，沈长泽便心安理得地拥着程景初睡了。夫人，这么晚了，侯爷怕是不会来了。楚玉换上一支新烛，提醒江叔别等了。江叔抬头看了眼已近中天的月牙，让谭玉关了窗户。侯爷真是太过分了，求夫人帮完忙，连句谢也没有。早知如此，夫人便不该管，让他们同景夫人闹去。谭玉愤愤不平地嘟嚷。楚玉嗔怪地瞪他一眼，不会说话就闭嘴，还嫌夫人不够闹心吗？我是心疼夫人。谭玉委屈撅嘴，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见他如此，楚玉也不好再骂他，毕竟他说的也没错。原本有些郁结的江叔被谭玉这么一闹，反倒看开了。行了，别气了，往后日子还长着呢。江叔递了块帕子，让谭玉擦眼泪。谭玉接过，撇嘴道：夫人就是心太软，人太好了。江叔摇头，细细道：且不说人命关天，便是只要我们身在侯府，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若冷眼旁观，当真出了什么乱子，传出去与我名声也有碍。再则，若因此引得心思不纯之人生了怨恨歹心，埋下不可预料的祸端，就得不偿失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宁得罪君子，勿得罪小人。夫人做事自有考量，现下明白了吧？楚玉戳了下谭玉的榆木脑袋，让他少操心。你别戳我脑袋，会戳傻的。谭玉不服气的哼哼，就你那脑子还能更傻？你说谁傻呢？你才傻。看两人打闹斗嘴，江叔忽然觉得有他们陪着，沈长则来或不来似乎也没那么重要。翌日，江叔让楚玉送了1袋银子给管事，作为刘婆子安葬费。楚玉回来后告诉江叔，侯爷带着景夫人和少爷小姐出府了。江叔在核对嫁妆铺子的账册，闻言拨算盘的手顿了一下，语气淡淡道：应当是去寻酒房铺子了。府中那么多人得养活，程景初想必十分着急。这些年他虽没有动过侯府一文钱，但府库中有多少银子他一清二楚。他倒要瞧瞧程景初究竟有多大本事。第11章，魔王。初时上京，晏阳和晏欢被上京的繁华迷花了眼。爹爹，那是什么？好厉害！晏阳指着杂耍团跳火圈的猴子，新奇的不行。晏欢则被卖小玩意的杂货摊吸引，一个个把玩，舍不得放手。见他们如此，沈长则愧疚又心疼，决心以后多带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好了，玩了半日了，也该去寻铺子，这才是正事。程景初不习惯戴围帽，总觉得闷得慌。姑姑，晏阳捂着肚子撇嘴：娘，我饿了。早上因要出门过于兴奋，两个孩子根本没吃几口，玩了这半日早已腹中空空。前面就是翠云楼，爹带你们吃好吃的去。沈长则一手抱一个，逗得两个孩子嬉笑连天。看着男人高大伟岸的身影，孩子欢乐无忧的笑脸，程景初无比满足。这是他的夫，是他孩子的爹，谁也别想从他们身边抢走。
谁也不行。翠云楼的雅间里，沈长泽一家4口正在吃饭，忽然听见隔壁雅间传来谈论声。要说最近的新鲜事，莫过于金安侯请旨立平妻了。啧，简直是吾辈楷模，佩服佩服啊！美事楷模，什么时候人渣烂事也成榜样了？若换成你们同胞姐妹遇到这事，你们可还觉得美？世子言之有理，金安侯这是干得忒不爷们。纳妾便纳妾，非得整个劳什子平妻侮辱人。听说当年金安侯娶江家女，为的只是钱财。这事儿我知道，我府里有个下人的表亲在金安侯府，说这些年侯府就靠侯夫人的嫁妆养着的。呸！软饭硬吃还这么欺负人，真不是个东西。啪！程景初搁下筷子起身，欲去找人理论。沈长泽赶紧拦住他，风言风语罢了，无需理会。不行，我不能容忍有人这般辱你。程景初铁了心要去。沈长泽无奈叹气：“你可知骂我的是何人？”何人？程景初纳闷，以他晋安侯的身份，难道还怕他不成？荣王府世子玉元，上京的混世魔王，招惹上他必惹一身腥，连太子都要避让他几分。沈长泽言有味色，显然吃过亏。程景初一愣，没料到对方如此大来头。那就这么算了吗？他不敢咬牙。沈长泽抿唇，当作没听见吧。闹开了，丢脸的也是我们。混世魔王可不是白叫的。7年前他无意中撞倒了一位闺秀，被玉元看见后胡乱编排，硬是将他传成了登徒浪子，害得上京闺秀对他避之不及。也正因如此，当年他母亲为他四处求娶碰壁，最后只能娶了江疏。这一顿饭吃得窝火，下午巡铺子也不太顺利，傍晚回府时两人脸色都不大好看。次日两人将孩子留在府中，争朝争夕的巡铺子，巡了3日，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铺子，交了银子拿到契证。程景初喜笑颜开，以后这就是我们的酒房了，叫个什么名字好呢？沈长泽打量着这处带宽敞后院的铺子，心底隐隐有些担忧。侯府本就拮据，买下这间铺子可谓是下了血本，若生意做不起来，不，酒房生意必须做起来，他根本没有退路。夫君，你觉得叫什么名字好？程景初沉浸在喜悦中，没有察觉到沈长泽的异样。回去慢慢想吧，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酿酒，铺名并不着急。两人回府时天色已晚，程景初见2个孩子不在揽云院，招来婢女询问。太夫人带少爷小姐去了寿永堂，于是两人一起去寿永堂接孩子。老夫人是当真喜爱2个曾孙，还在屋外就听到屋内笑声不断。祖母、母亲。沈长泽同程景初问安见礼。沈母朝他们招手，过来陪你们祖母说说话。两人一言过去坐下，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话家常。可寻到合适的铺子了，沈母的目光落在程景初身上，微有些不悦。妇道人家日日出府抛头露面，委实不像话。府外的事理当由爷们出面才对。已经交钱画押了，明日便开始酿酒。程景初自得意满的回。花了多少银子？沈母问。府中银钱吃紧，可得省着点花。7000两。这么多，万一酒房做不起来，这银子岂不是打水漂了？沈母急了。老夫人对此也很不满。这几日她的膳食大不如前就罢了，汤药里的名贵药材也换成了寻常的，令她极其不快。同沈母一样，她并不赞成程景初涨价。母亲别急，这铺子是用我爹留给我的嫁妆买的，不论成败都不会影响侯府。沈母和老夫人的态度让程景初有些不愉，但还是压着性子同他们解释。都一样，你们可得谨慎些，侯府都指着你们呢。这些年花江疏的嫁妆花惯了，沈母理所当然的觉得程景初的嫁妆也是侯府的。如此厚颜无耻的话，听得沈长泽俊脸一红，接过话头道：“我们心中有数，母亲就别操心了。”沈母还想再说什么，沈长泽借口累了，领着艳阳艳欢走了。而大不由娘，管不了了。老夫人叹息，苍老的眼中尽是悲凉和无力。沈母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能说出口。诚如老夫人所说，侯府已不由他们做主，他们如今就是2个闲人，没有话语权了。便是她每晚睡前的燕窝取消了，她也不敢牢骚。丈夫早逝，母家不兴，若再与儿子离了心，那便当真无依无靠了。爸爸，往后他什么都不管了，由他们去吧。晚膳时，谭玉打开食盒，看到里面的饭菜，脸色十分难看。又是这些，没一道好菜。楚玉将菜一一端出，江疏瞧后打趣道：“葱烧石鱼，鱼丸豆腐汤，寻常人家可还吃不上呢。”自从程景初削减了府中花销，厨房送来的膳食便差了许多，由往常的8菜变成了4菜，点心干果果脯也减少了一半。江疏一个夫人尚且如此，下人就更不用说了，2、3天才见点荤腥。怪到夫人吃得下去，奴婢看都看不下去了。谭玉气的脸鼓鼓的。第12章抬举。他们夫人何等富有，何时吃过这般差的膳食，
现在却要日日遭罪，有钱不能花，当真是憋得慌。江叔也不愿一直这般委屈自个，思忖片刻后道：“楚玉，你去告知景夫人一声，从明日起，听竹楼的花销我们自己出，再去请个厨艺好的厨娘，咱们自己开小厨房。”是，奴婢这就去。楚玉欢喜的去了。不怪谭玉牢骚，这几日的饮食他也吃得一脸菜色。他们虽是下人，但自小跟着江叔，衣食都比寻常人优渥许多。正值晚膳时间，程景初在哄燕欢吃饭，婢女通报时，他有些莫名。见过侯爷，景夫人。楚玉规矩行礼。沈长则放下筷子问：何事？难道是江叔来请他过去？想到前几日没有留宿成功，沈长则颇为遗憾。今日他心情不错，倒是个好时机。夫人体谅景夫人掌家不易，为支持景夫人的决策，往后听竹楼的花销便不由府中出了。楚玉悄悄瞥了一眼桌上的菜色，五菜一汤，比夫人的丰富些许。这些菜若放在寻常百姓家，自是丰盛，可这是侯府，未免过于寒酸。他什么意思？嫌侯府膳食简陋委屈他了。沈长则沉了脸，很是难堪。他入关时10天半月才能吃上一顿肉，有时粮食短缺，补给没到，饿肚子也有过。如此贫苦的日子，他过了6年。他这才几日功夫，便受不了，未免也太娇气了些。好心情一扫而空，沈长则感觉受到了莫大侮辱，面色红白交错，恼羞成怒。楚玉见势不对，赶忙找不到，侯爷误会了，夫人自小身子孱弱，有诸多忌口，不想景夫人为他费神，才做此决定。哼，他爱如何便如何，往后不必再来禀报。沈长则怒摔银筷，恼怒到了极点。楚玉不敢再触眉头，行礼后匆匆告退。程景初命人拿来新的筷子，一边安抚受惊的燕欢，一边道：是我疏忽了，没考虑到他身娇体弱，明日我就吩咐厨房按他的喜好单独给他做膳食，不必管他，往后都不必管。沈长则颜面受挫，对江叔的好感一扫而空。程景初窥了一眼他的神色，不再开口。楚玉面色凄凄的回到听竹楼，江叔打眼一瞧，便猜了个8、9不离10。侯爷好不容易同夫人亲近了些，如此一来怕是讲述完始末。楚玉一脸担忧。江叔抿唇，心底十分通透，若要以委屈自个来换取微薄的垂爱，那这辈子怕是有受不完的委屈。就是夫人在侯府受的委屈已经够多了。谭玉捏拳愤慨。楚玉细细一想，觉得他们说的对，如此也好，往后我们怎么舒服怎么过，不必再有顾虑。江叔长舒一口气，看着桌上飘散着淡淡腥气的鱼汤，毫无胃口。上京被兰江环绕，鱼产丰富，是以4道菜里有2道鱼，可他不爱吃鱼，闻着鱼腥味儿便反胃。有钱能使鬼推磨，一日一早，江叔便吃上了小厨房做的早饭：牛肉饼、豆腐脑、酥油条、热牛乳，再配上几个爽口小菜，江叔吃得舒心畅意。楚玉、谭玉一众下人也跟着沾了光，个个吃得撑场主妇，引得府中其他下人艳羡不已。如此过了几日，江叔晨间照例去同沈老夫人和沈母请安时，被留下用饭。吃吧，就我们娘几个，不必拘礼。沈老夫人慢条斯理地喝着粥，沈母热络地给江叔夹了一只包子，快趁热吃。江叔推脱不过，只能拿起筷子硬着头皮吃。3代主母，一粥一包子配2道小菜，半边桌子都没放满。江叔想夹菜，却不知夹什么好。怎么了？可是吃不习惯？沈老夫人关怀地问。江叔明白，老夫人是故意的。不怪叔儿，珍馐美肴吃惯了，我也有些不适应。说到此处，沈母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望着江叔道：听闻你从外请了个厨娘，不知厨艺如何？沈老夫人放下勺子，也望向江叔。按常理讲，江叔该请他们一同品尝，他们赞其美味，江叔顺坡下驴，每日给他们送上一份，以表孝义。当然，不止早膳，还有午膳、晚膳及茶点，凡是他江叔享用的一切，都该孝敬他们一份。然江叔千唇一笑，语带讥讽：外头的厨娘哪比得上侯府大厨，做的都是些粗劣江湖菜，入不得祖母母亲的口。什么入不得？是他舍不得吧？沈老夫人瞬间沉了脸，沈母面色也僵了下来。作为长辈，他们如此低声下气已是极限，他竟半点抬举也不识。不欢而散，回到听竹楼。楚玉知道江叔没吃饱，吩咐小厨房给他煮了一碗鲜肉馄饨。钟姑娘的手艺真好。空落的肚子被美食填满，江叔的心情明媚了起来。见他心情不错，楚玉提议：方才奴婢瞧见园子里的芍药开了，夫人可要去走走？自从程景出入了侯府，江叔便深居简出，许久不曾逛过花园了。听竹楼的景致再好，日日相对也看腻了。江叔一听来了兴致，起身道：走吧，带上纸笔，咱们也去附庸风雅。侯府只有沈长泽一个男子，其他几房都分府别住，是以女眷逛园子没什么顾忌。寻了一处景色极佳的位置，摆好桌凳纸笔，江叔款款落座，提笔望着初开的芍药，
有些犯难。都说万事开头难，作画也一样。蹙眉观察了许久，江叔终于落笔。专注作画的江叔没有察觉，后方廊下有一双眼睛盯着他瞧了良久，静女其姝，温婉如玉，令人挪不开眼。侯爷，该走了，骁骑都尉孙大人还等着。侍卫霍冲看了眼天色催促。中武将军本是个闲散官职，但皇帝看重沈长则在边关作战的经验，令他指导骁骑都尉训练骑兵。公务要紧，沈长则敛神收回视线，快步离去。夫人画得真好。谭玉瞅一眼画，又瞅一眼园中芍药，觉得一模一样。江叔画完最后一片叶子搁笔，凝眸审视后却不满意。他画的芍药虽形似，却无神无韵，如同一个空有美丽皮囊却了无生趣的人。江叔望着娇美绚丽的芍药，怅然出神。第13章受罚。小姐慢点！揽云院婢女银环幽声提醒前方奔跑的小人。砰！追赶蝴蝶没看路的燕欢直直撞上了画桌。啊！夫人的画！谭玉惊呼出声，手忙脚乱地拿绢帕蘸掉晕染到画上的颜料，但画还是毁了。哇！撞疼的燕欢捂着额头放声大哭。银环吓坏了，急忙跑上前查看。小姐别哭，让奴婢看看伤势。你怎么看的孩子？夫人半个时辰的心血都被你毁了。谭玉愤懑迁怒银环。燕欢是小姐，她骂不得，只能拿银环撒气。银环急得快哭了，赶忙跪地赔罪：夫人恕罪，奴婢不是有意的。谭玉不依不饶：你一句不是有意的就完了，你可知？行了，别为难他了。江叔出声制止，末了对银环道：赶紧看看小姐有没有撞伤。谢夫人饶恕。银环小心拿开燕欢捂额头的手，看后稍稍松了口气。万幸小姐没有撞破皮，只是撞红了一块。哇！撞疼的燕欢仍旧哭个不停，任凭银环怎么哄都不行。远处经过的下人好奇地朝这边张望，心生揣测。夫人，楚玉小声提醒，今日这出要是传开了，夫人怕是要落个刻薄狭隘的名声。江叔在心底暗叹，今日出门没看黄历，想起从前江宁哭闹时用糖一哄一个准，于是江叔试探道：燕欢，我请你吃糖好不好？一听有糖吃，燕欢果真止了哭声，红着眼像只小兔子似的巴巴望着江叔。看着如此惹人怜爱的小姑娘，江叔心中柔软，过去将她抱起温声诱哄：燕欢乖，吃了糖就不疼了。楚玉动作很快，没一会儿就拿来了一包酥糖，还有一盒药膏。吃吧。江叔把糖放到燕欢面前。燕欢试探地看了他一眼，嫩藕般的小手抓起酥糖往嘴里送。到底只是个3岁的孩子，哪能抵挡得了糖的诱惑？趁着他吃糖的功夫，江叔用食指挖了冰凉的药膏，细细涂抹到他撞红的额头上。银环战战兢兢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小姐受了伤，又冲撞了夫人，他做下人的难辞其咎，一顿责罚在所难免。然江叔只字未提，令他侥幸又忐忑。抹完药确认无大碍后，江叔叮嘱燕欢，以后玩耍要小心些，不要盯着天上，要看路。燕欢吃着糖奶声奶气的应，知道了，母亲。听到这声母亲，江叔一怔，心中漾起微妙情感。你哥哥呢？怎么没陪你一起玩耍？江叔温柔的同一个小孩闲话。哥哥去学熟了。燕欢撇嘴，哥哥不在，一点都不好玩。江叔恍然，是了，沈长则同他提过此事。陪着燕欢玩了一会儿，见他小嘴打起了哈欠，江叔吩咐银环带小姐回去吧。是。银环小心翼翼上前抱过燕欢。燕欢恋恋不舍地看着江叔旁边桌上的酥糖。小馋猫。江叔好笑，将剩下的酥糖都给了他。送走燕欢，谭玉一边收拾画桌一边嘟嚷：真倒霉，画被毁了不能生气，还得拿糖哄小孩。谭玉觉得景夫人母子3人就是来克夫人的，一包酥糖换一声母亲，我捡大便宜了。江叔办事真心，办事打趣。谭玉气得干瞪眼。江叔明白谭玉为何生气，也明白程景初母子对他的威胁，但他实在没办法对一个孩子置气。稚子无辜，不该迁怒。楚玉，你去帮我买几样东西。江叔突然吩咐。晌午的时候，程景初回到揽云院陪燕欢吃午饭，但燕欢吃了几口就不肯吃了。小姐上午吃什么了？程景初问。银环怯声道：回夫人，小姐吃了半包酥糖。哪来的酥糖？程景初眼尾凌厉地扫向银环。银环不敢隐瞒，如实回禀。当听到燕欢额头撞上了桌子，程景初面色冷凝，拨开燕欢额前的碎发查看，没有破皮，但鼓了一块小包。夫人恕罪，奴婢往后一定小心看护小姐。银环扑通跪地，惶恐求饶。居高临下的逆着地上颤抖的银环，程景初抿唇道：小孩顽皮，便是我自己也有看不住的时候，不怪你。燕欢受伤他自是心疼，但他出掌侯府前不久又闹出了人命，
府中上下对他多有不满。若再因小事处罚下人，怕是会彻底失了人心。再者，眼下他忙于酿酒和酒坊开张，根本无暇顾及燕欢，只能让下人照管。若过于严苛，怕是会让燕欢成为烫手山芋。思来想去，现下他只能宽容待人。往后仔细些，你我都是女子，当知容貌贵重。若小姐破了相，便是侯爷也饶不了你。程景初软硬兼施的警告。是，奴婢往后一定小心谨慎。银环害出一身冷汗。还有，少让小姐同他人接触。程景初没点名道姓，银环却听得头皮一紧。傍晚，晏阳从学塾归府，耷拉着脑袋，一脸不快，身后的小厮也愁眉苦脸。怎么了？见两人神色不对，程景初赶忙询问。小厮抱着书袋，瞅了一眼晏阳，小声道：“少爷被先生训斥了。”为何？小厮如实回禀。原来晏阳从小也惯了，出入学堂诸多不适，别说认真听课了，连做定都很难。且他脾性还大，先生训斥几句他还顶嘴，气得先生吹胡子瞪眼，罚他回来背《弟子规》。他当是什么事儿呢？程景初听后松了口气，并没觉得事态有多严重。这事儿我来处理，先别告诉侯爷。知子莫若母，程景初明白晏阳被约束了一天，定然烦了，于是同他说先去玩一会儿，等晚饭后再教他背书。一听可以玩，晏阳高兴坏了，立时便将挨训受罚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沈长则踏进懒云院时，瞧见晏阳、晏欢在院子里追逐玩耍，欢笑声不绝于耳。爹爹！见到沈长则，两个孩子欢呼着朝他奔来。沈长则弯身将他们抱起。程景初听到动静，从屋里出来，四人相视一笑。夫君回来了，洗洗手吃饭了。沈长则应了一声，抱着两个孩子大步朝程景初走去。第14章苏堂。每月初1、15，侯府主子一道在寿永堂用晚膳，以表孝义。饭后，下人奉上茶水。沈老夫人抱着晏阳问起他读书的事。原本眉欢眼笑的晏阳一听，立时变脸了笑脸。沈老夫人见了，眉头一皱，关心追问：“怎么了？可是读书不顺，还是有人欺负你？”晏阳刚要说话，被程景初抢先了。老祖母挂心，晏阳初入学堂，难免有些不适，过些日子就好了。沈老夫人不悦地看了程景初一眼，转而慈祥地问晏阳：“是这样吗？”晏阳闷闷地应了一声。娘不让他说，他只能不说。好孩子，读书是顶重要的事，你一定要用心。像你二叔就凭自己的本事考中了进士，光宗耀祖。说起沈长怀，沈老夫人面上露出自豪的神情，与有容焉。沈长则十分认同，趁机叮嘱：“记住曾祖母的话，用功读书，考取功名。”晏阳抬头看了他一眼，抿着嘴不说话。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意。江叔缓和道：“上次答应给晏欢的头面，我命人打好了，顺带买了套笔墨纸砚给晏阳。楚玉、谭玉呈上礼物，给晏阳的是文房4宝和一株葵花，给晏欢的是一套宝石头面。葵花寓意夺魁，将来晏阳定能一举夺魁。”沈母瞧着那株葵花格外喜爱。现下才5月，还不到葵花开放的时节，这株葵花江叔定然费了大力气才寻得。至于那红宝石头面，莹润生辉，一瞧便价值不菲，等晏欢长大了戴上，定然十分有面。晏阳、晏欢，还不快谢过你们母亲？沈母提醒两个孩子。谢母亲。晏欢欢喜道谢，晏阳却有些不情愿，原因无他，他不喜欢这份礼物。但沈长则却很满意，甚至因此打消了对江叔的怨愤。在他眼里，江叔此举不仅是识大体顾大局，也是在向他示好。妹妹有心了。程景初看着那红得刺眼的宝石头面，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这个做娘的，从未给过孩子如此贵重的东西，而江叔他随随便便就送了，分明是在打他的脸。从寿永堂出来，江叔与沈长则几人同路。夜浓如墨，下人提着2盏灯笼在前方引路。程景初领着两个孩子走在前面，江叔和沈长则跟在后面。穿过回廊进入花园，经过一处转角时，江叔被近边的石头绊倒，险些跌倒。一条坚实有力的臂膀横空而来，及时扶住了他。谢侯爷。站稳后，江叔心惊道谢：“你该唤我夫君。”沈长则握住他的手，深情凝视。昏暗的光线勾勒出朦胧身姿，清冽梅香混着女子独有的馨香涌入鼻尖，令人心神荡漾，想入非非。夫人。沈长则有些动情，拉着江叔往他怀里靠。男子的手掌宽大温热，烫得江叔心间一颤，低哑的声音更是听得他起了鸡皮疙瘩。他不适地退后一步，抽出手道：“在外面呢，让人瞧见该说闲话了。”好，我们回去再说。沈长则心情大好，喉间溢出愉悦的低笑。江叔可笑不出来，他把他当什么？不高兴了就晾着，高兴了就宠幸。江叔心中气恼，想以身体不是为有婉拒，却见前方的程景初屡屡回头偷瞧他们，瞬间他改了主意。
便是只争一口气，今夜沈长泽也得宿在听竹楼，哪怕不与他同榻。行至分岔路口，程景初不死心的停下等沈长泽。时候不早了，你们回去早些歇息。留下这句话，沈长泽抬脚往听竹楼走。程景初看着他的背影，面色僵白。娘，我困了。燕欢揉着眼喊他。程景初回神，牵着2个孩子进了懒云院。洗漱后，燕欢恢复了几分精神，缠着程景初讲故事。程景初心不在焉，眼睛一直盯着跳动的烛火。白烛淌泪，犹如他的心。娘讲的故事没有爹爹好，我要爹爹讲。燕欢不满的控诉。程景初眸光微闪，你想要爹爹？燕欢点头。那你就听娘的话。程景初唤来银环，吩咐了他几句。银环诧异，不敢置信地看着程景初，犹疑不决。一仆不忠二主，你想清楚。程景初不悦地警告。银环头皮一紧，心中天人交战。夫人温良谦和，从不为难下人，他不该坑害他。可如今侯府是景夫人掌家，侯爷也明显偏爱景夫人，加之子女傍身，景夫人的地位无可撼动。便是夫人往后生下子女，景夫人的孩子也是嫡长子嫡长女，他根本别无选择。听竹楼，江叔与沈长泽在对弈，谭玉忽然进屋，满脸不快。侯爷，银环求见，说有要紧事。何事？沈长泽手捏黑子，盯着棋局思索，不以为意。得到允许的银环进屋，心急如焚的禀报：侯爷，小姐肚子疼得厉害，吵着要见你。怎么回事？方才不是还好好的？沈长泽丢了棋子，快速起身。快去请方医女。江叔吩咐谭玉。末了他迟疑了一瞬，决定跟去看看。但沈长泽走得很快，将他远远甩在后面。燕欢怎么了？一进屋子，沈长泽就急切询问。程景初守在床边，燕欢躺在床上，捂着鼓胀的肚子，直叫唤：爹爹，我肚子好痛，好痛。沈长泽听得眉头紧蹙，心揪成一团，坐在床前缓声轻哄：燕欢乖，方医女马上就来了。江叔站在门口，没有进去打扰。银环偷瞟了一眼平眉担忧的江叔，愧疚地低下了头。没一会儿，谭玉带着方医女来了，江叔制止了他们见礼，让方医女赶紧进去给燕欢诊治。方医女先摸了摸燕欢的肚子，又探了探脉。何故？沈长泽一直注视着方医女，见她收回诊脉的手，立即追问。方医女回道：小姐是吃多了，积食不化，引起腹痛。怎么会积食？晚膳时我瞧她吃的并不多。闻讯赶来的沈母觉得奇怪，江叔也颇为呐喊。所有人都看向程景初，她是燕欢的娘，没有人比她更清楚。众目睽睽之下，程景初抿唇道：我问过了，燕欢说她回来吃了半包酥糖。酥糖？听到这2个字，江叔敏锐地感觉到一丝不妙。第15章维护。大晚上的给孩子吃什么酥糖？你怎么当娘的？沈母气得当众斥责程景初。程景初面皮一红，委屈道：不是我给的。那是谁给的？沈母质问。银环扑通跪地，颤声道：酥糖是前几日夫人给小姐，小姐没吃完，奴婢就收起来了，没想到今晚被小姐找到偷偷吃了。江叔给的。沈母错愕地看向江叔，沈长泽也望了过去，心中不好的预感被证实。江叔坦然道：前几日我的确给过燕欢1包酥糖，但吃几次，一次吃多少，并非他能左右。爹爹，我疼。燕欢哭嚷着打滚。沈长泽收回视线，问方医女：现下该如何？事情已然发生，责怪谁都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治好燕欢。方医女道：先轻柔按摩肚脐4周，缓解疼痛，再辅以汤药化食，大解后便好了。说着，方医女示范了按摩位置手法，让程景初按着，她回去抓药煎汤。屋里一时陷入沉寂，只有燕欢在痛苦哼叫。沈母望了眼神色自若的江叔，转而看向银环怒斥：来人，把他拉下去杖责。银环面色刷得白了下来，害怕的咬紧唇瓣。他知道一顿责罚在所难免，早便做好了准备，没有挣扎求饶，甚至他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也是他应得的下场。只要夫人没有被牵连，他甘愿受罚。程景初竖着耳朵等了一会儿，没有听到沈母斥责江叔，他有些不满，假意求情道：燕欢自己贪吃，怪不得妹妹和银环，母亲饶了他们吧。江叔一听这话，抬眸看向程景初，原本他以为此事只是意外，现下看来并非如此。作为贴身婢女，事后不周，理当受罚。你身为长家主母，应当赏罚分明，不能过于心慈手软。沈母坚持要罚银环，顺带教导程景初。程景初一脸受教道：母亲说的是，但此事非银环一人之过，请母亲罚轻些吧，他还要照顾燕欢呢。沈母一想也是，于是改口道：那就掌嘴，20以示惩戒。银环被拉下去掌嘴了。江叔身形笔直地站着，
眸光平静地与程景初对视。程景初屡次提出非银还一人之过，然沈母和沈长泽却像是听不懂般不予理会。程景初不死心道：“我知妹妹是好意，但燕欢年幼，不懂节制，也不知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该吃，所以往后请不要再私下给她吃食，以免她再吃坏肚子。”好，我记住了。江叔脸容抿唇，面色不济。沈母见状，赶忙圆场：“孩子贪吃鸡食而已，不是什么大事，叔儿也是一番好意。”沈长泽也附和道：“往后让银环仔细些便是，不必放在心上。”他这话既说给程景初听，也说给江叔听，只可惜两人谁也没听进去。真正不放在心上的只有他。闹出这么大动静，今夜沈长泽是不可能宿在听竹楼了，是以江叔与沈母一道离开了。叔儿你别见气，景初只是爱子心切，言语不当之处你多见谅，往后等你做了母亲，便能明白为人母的心了。沈母拉着江叔的手宽慰：“做母亲？以程景初这般做派，他还能做母亲吗？”这一夜江叔失眠了，已在窗前吹了一夜的风。忧思过重，加之越是体虚，第二日江叔病倒了。方医女给他瞧完后道：“药只能医身不能医心，夫人当放宽心怀，开明心境，比什么良药都管用。”我知道了。江叔孱弱应声，疲惫地磕上了眼。见他睡了，方医女轻脚出了屋子，让谭玉跟他去拿药。两人行至听竹楼与揽云院路口，迎面撞上了下朝归来的沈长泽。见过侯爷。两人恭敬见礼。沈长泽颔首，以为方医女刚给燕欢瞧完离开，但目光落在谭玉身上，又觉得不对。夫人身体不适？方医女点头，夫人受凉染了风寒，我方瞧完正要回吴华堂给夫人配药。元华堂是方医女在侯府的居所，也是药堂。听闻江叔当真病了，沈长泽朝服都没回去换，直接去了听竹楼。楚玉守在床前，见到沈长泽有些意外，欲开口，见礼被制止：“别吵醒他。”沈长泽低声说完，看向罗床锦被中熟睡的人儿，刚毅冷硬的面庞上流露出几分疼惜。因为生病，江叔明艳的小脸变得憔悴苍白，仿佛精致易碎的玉瓷娃娃，惹人怜爱。沈长泽在床边坐下，抬手抚平江叔紧蹙的眉头，带有薄茧的手指轻拂过他滑腻的面颊，温润的触感令他爱不释手。若非身有药物，他真想就这么陪着他，看着他。退出屋子后，他问楚玉：“好端端的夫人怎会病倒？”方医女说：“夫人本就体弱，越是亏损了气血，一受凉就容易染病，要好好调养。”沈长泽听完，忽而想起之前江叔要开小厨一事，当时楚玉也说他身子孱弱，但他却并未相信。现下看来，江叔的身体的确需要小厨房精心调养，府中的膳食并不适合他。先前的郁愤瞬间消散干净，沈长泽叮嘱楚玉：“好好照顾夫人，我晚间再来看她。”沈长泽回揽云院换衣，顺带瞧了瞧燕欢。喝过消食汤药后，燕欢已恢复如常，只是折腾了大半夜，困倦得很。吃过早饭后又睡下了。听闻妹妹也病了，怎地这要巧？程景初心有一窦。沈长泽道：“她昨夜染了风寒，怕是要病上几日。妹妹身子还真是娇弱。”程景初半是玩笑，半是讥讽。沈长泽却神色认真道：“她是深闺女子，又不曾习武，自然比不得你矫健。她竟然维护她。”程景初的笑僵在嘴边，再也笑不下去。时候不早了，我该去军营了，你好好照顾燕欢。沈长泽没有察觉到他的异样，起身离开。程景初追至门边：“夫君忙完公务早些回来，我们一道去探望妹妹。”沈长泽身形一顿，回了一个好后，大步离开。男人高大的身影消失在院外，程景初收回视线，看到了院中向阳盛开的葵花。这盆葵花，沈长泽特意摆在阳光最好的位置，命下人好生照料。他到底是在意这盆花，还是送花的人？第16章妒忌。江叔浑浑噩噩睡了一日，到傍晚才恢复几丝精神。勉强用了半碗饭后，他神色恹恹地靠在软榻上看窗外的竹林。暮色沉沉，竹林被即将到来的黑夜笼罩，看不清模样，只听得风拂过竹叶的沙沙声。方医女说：“夫人不能见风。”谭玉上前关了窗户。江叔幽怨道：“我都闷了一日了，不让下楼也不让吹风，我会被闷死的。”呸呸呸，什么死不死的，夫人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噗！江叔被逗笑，心情好了些许。楚玉端着刚熬好的药进屋：“夫人，该喝药了。”看着满满一大碗黑乎乎冒着热气的药，江叔痛苦地蹙起了眉：“我觉得我已经好了，不用喝药了。”好没好的方医女说了算。楚玉端着药寸步不让。江叔撇嘴，可怜巴巴地说好话：“好楚玉，你去找方医女拿点药丸，我一定乖乖吃。”楚玉不为所动。方医女说了，药丸的效果不及汤药一半，夫人要想好的快，就得喝汤药。从早上到现在，江叔就喝了一遍药，还是趁他迷糊不清时半哄半灌下去的。
现如今江疏清醒着，想让他喝药怕是不容易。正僵持着，沈长则同程景出来了。这是在做什么？见楚玉端着药，谭玉拿着蜜饯，而江疏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沈长则感到纳闷。程景初也面露不解，好奇地望向江疏。江疏身着荔枝色散花水雾缎寝衣，慵懒地倚在酱香黄檀软榻上，青丝披散，仅用一根白玉簪挽了一半，为施脂粉的脸上显露出病态，却丝毫不影响她的美，反倒增添了几分若柳扶风我见犹怜之感。便是程景初一个女子见了，也心生怜惜，更遑论沈长则了。果然，程景初扭头瞧见沈长则一双眼都看直了，几乎粘在了江疏身上。夫人不肯喝药，侯爷快劝劝夫人吧。楚玉机敏求助。沈长则缓步走过去，接过楚玉手中的药碗，在软榻前坐下道：“我喂你喝。”江疏摇头：“太苦了，喝不下去。良药苦口，喝完吃颗蜜饯就不苦了。”沈长则耐着性子哄。江疏明紧了嘴巴，不说话也不喝药。沈长则愕然，没料到江疏生病竟如此孩子气，一时之间手足无措。被忽略的程景初环顾屋内，见罗床壁橱、妆台桌椅皆是梨木黄檀，窗纱床帐全是绫罗锦绸，茶壶杯盘都是羊脂玉瓷，处处都透着精致奢雅。他知道江疏富有，却不知他竟富有到这种地步。程景初又惊又妒，还有几分羡慕。江疏注意到程景初的神色，唇角微扬。程景初打量完，视线落到沈长则手中的药碗上，幽声开口：“我小时候也怕喝药，每次我娘总要哄我很久，可后来我娘走了，再也没有人耐心哄我喝药。没娘的孩子像野草，我忽然就不怕苦了，再苦的药也能一口气喝完。妹妹到如今还不肯喝药，是一直都有人哄吧？”程景初说完，露出艳羡又落寞的笑容。在边关的6年，他也曾受伤生病，每次喝药时，他都端着碗一口气喝下。沈长则从不曾哄过他，喂过他。他不明白，什么都不做的江疏，为何总能轻而易举地拥有一切？尊贵富有的身份，疼爱他的爹娘，怜惜他的夫君。他什么都不做，却什么都有。江疏眨了眨眼，被程景初的话触到。的确，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有人哄才敢闹脾气。给我吧。江疏从沈长则手中接过药碗，闭着眼一饮而尽。好苦。江疏吐舌，将空碗递给楚玉，张嘴含住谭玉送来的蜜饯，带着果香的甜意在口中化开，逐渐盖过汤药的苦涩。江疏的眉头舒展开来，瞧见他这一系列的变脸，沈长则忍俊不禁，觉得分外可爱。程景初看着他们，心口酸涩难当。妹妹还病着，应当多休息，我们就不打扰了。程景初提示沈长则该走了。凳子刚坐热，沈长则有些不舍：“好好养病，我明日再来看你。”江疏目送他们离开，心绪复杂。精心调养了几日后，江疏的病好了。这日他在院中散步，门房送来一张帖子。江疏打开一瞧，乐了：“谁的帖子让夫人这般高兴？”谭玉好奇地把脑袋凑过去：“长公主约夫人后日去昭觉寺礼佛。”谭玉看完也笑了：“这位长公主可是个妙人。江疏没什么闺中好友，高价侯府又为人所不齿，世家大族的夫人小姐都不屑与他来往，唯有平西将军府的长公主，不论出身与江疏交好。去准备吧。”江疏将帖子递给谭玉，心情大好，晚上多吃了半碗饭。一墙之隔的揽云院，沈长则却被气得食不下咽。今日他忙完公务，顺道去接艳阳下学，夫子将艳阳这段时间的表现都告诉了他。上课睡觉，还带着族中子弟扰乱学堂捉弄夫子，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艳阳跪在地上，被沈长则的冷肃严厉吓哭了。往日爹爹从不曾这般凶过他，自从回了上京，爹爹已经凶过他好几次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叫别人母亲，为什么一定要读书？他不喜欢那个母亲，也不喜欢读书。回去跪着背《弟子规》，背不会不准起来。沈长则挥袖让小厮带走艳阳。爹爹，我错了。艳阳惶恐地哭喊。他方入学不足1月，大字都不识几个，哪里会背什么《弟子规》？上次夫子罚他背《弟子规》，他勉强背会了几句，现下让他全都背会，比登天还难。瞧见艳阳被责罚痛哭，程景初分外心疼。可沈长则动了真怒，他也不敢驳逆，只得温声劝道：“夫君别恼，我爹说调皮的孩子才聪明，等过些时日艳阳适应了，定能好好读书。”听他这么说，沈长则稍稍消了气，捏着眉目头道：“但愿吧。你别光顾着酿酒，有空多管教艳阳。”“我会的。”程景初给他按头放松。沈长则舒适的闭上眼，酿酒进行的可还顺利？半月后酒房就能开张了。程景初胸有成竹。听他如此说，沈长则放了心。第17章，热闹。
艳阳跪着背了半夜书，困得倒在地上睡着了。程景初心疼地将他抱回床上，卷起裤脚，看到他红肿的膝盖时红了眼眶。天快亮时，艳阳竟发起了烧，嘴里不停地说着胡话：“爹爹，我错了，娘，我不要读书。”呜。程景初听着心揪成一团，命人去请了方医女。方医女诊断后道：“少爷没有大碍，我已给他服了退热丸，再服以汤药休养几日便可。”沈长则一身朝服驻足在艳阳床前，听到方医女的话后放了心，匆匆赶去上朝。程景初寸步不离地守着，亲自给艳阳擦身喂水，药熬好后又哄着他喝药。江叔一个大人尚且怕苦，艳阳又怎会乖乖喝药？艳阳乖，喝了药今日就不去学堂了，娘给你告假。程景初端着药碗温声诱哄。拒不喝药的艳阳一听不用去学堂，皱着眉头喝了下去。娘，好苦！艳阳迷蒙不清地喊。程景初赶忙给他喂了一颗蜜饯。艳阳终于消停了，含着蜜饯沉沉睡去。沈长则下朝回来时，艳阳的烧已经退了，程景初正在喂他喝粥。爹爹！看到沈长则，艳阳有些怕。往常这个时候他早已经去学堂了，而今日他不仅在家，《弟子规》也没背会，他怕爹爹生气又罚他。可好些了，沈长则摸了摸艳阳的额头，恢复了慈父面容。艳阳见了，紧张的心终于放松下来。好多了。程景初点头，拢在一起的眉头却未松开。方医女说发烧通常会反复几日，让我们多留意观察。那这几日好好休息，我派人去同夫子告假。沈长则出去吩咐下人。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艳阳小声问：“娘，我这几天都不用去学堂，也不用背书吗？”程景初舀了一勺粥喂他，温柔笑道：“对，等你病好了再读书，放心吧。”艳阳喝着粥，眼睛咕噜噜地转动，脑袋瓜里打起了歪主意。翌日一早，江叔带着谭玉去了昭觉寺。昭觉寺位于城南的南屏山上，风光秀丽，香火灵艳，是上京贵族名流最喜爱的佛寺。马车行驶了1个时辰左右，在山门前停下。江叔戴着帷帽下车，提着裙角缓步登上台阶。长公主还未到，江叔先去了禅院歇息。院中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江叔摘了帷帽，仰头望着它出神。菩提意为觉悟，可世上之人大多执迷不悟，譬如他。让你久等了。一道清丽的声音自背后响起。江叔恍然回神，瞧见长公主玉兰向他走来。玉兰比江叔年长5岁，一身银紫色如意纹锦裙，衬得她雍容温雅的面庞如明珠生韵，美玉荧光。他俯身见礼，玉兰亲手扶起他。走吧，我们一道去宝殿礼佛。昭觉寺香火旺盛，有不少夫人小姐来此上香求签，有些江叔认识，有些不认识，但很显然他们都认识玉兰，见了纷纷行礼。两人避开人多的地方，拜完佛祖后去找主持解签。江叔心神不宁，摇出一支下签。梦中的宝醒来无，自谓南山只是雏。若问婚姻并问病，别寻修路为相符。江叔眉心微蹙，将签递给主持。主持接过，认真思索了片刻，捻动着手里的佛珠道：“梦中得宝，谋望之事看似有，实则劳而无功。若逐姻缘事，此如陈朝露，转向他处去，以待真情意。”何意？江叔平没追问。主持行了一个佛礼，夫人是聪慧之人，自当领悟。阿弥陀佛。从禅房出来，江叔同玉兰沿着寺中拾径而走。然江叔心事重重，没有看路，险些撞到一棵树上，幸好玉兰眼疾手快，拉了他一把。江叔，你怎地了？江叔摇头，深吸一口气道：“没事。”他一直在想主持的话，心绪纷乱。自古女子以夫为天，他要如何另谋出路？听沙弥说后山的紫藤开得正盛，咱们去瞧瞧。玉兰兴致盎然。好。江叔敛神，两人一同往后山走去。昭觉寺的紫藤颇有盛名，不少礼佛完的夫人小姐都到此赏花，三三两两的好不热闹。贱丫头，说你2句还敢顶嘴？啪！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引得周围人纷纷望了过去。繁盛的紫藤树下，一粉衣姑娘狠狠抽了绿衣姑娘一巴掌，同行几人还对着绿衣姑娘指点唾骂：“你那点破事人尽皆知，你便是不承认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哼，仗着有几分姿色就去勾引男人，想攀高枝做侯府夫人，凭你也配？我呸！还侯府夫人呢，做妾都没人要。放眼整个上京，哪个姑娘22了还嫁不出去，真是徐家的耻辱！你怎么不去死？”粉衣姑娘恶毒的咒骂完，同行几人发出嘲讽的笑声，周围赏花的夫人小姐也在小声议论。绿衣姑娘羞愤难当，娇媚的面容涨红如血，又霎时惨白如纸。突然，她抬头看向粉衣姑娘身后粗壮的紫藤树，发疯似的冲了过去。她想撞树自尽。江叔惊得瞪大双眸，唇瓣微张，险些叫出声。千钧一发之际，一红衣姑娘从天而降，
拦下了绿衣姑娘。怡君好厉害！玉兰看着红衣姑娘赞叹出声，眼中满是惊艳。江叔也是同样的神色，被风姿卓绝的孙怡君吸引了目光。佛寺后山杀人，徐令轩你好大的胆子，不怕佛祖降罪吗？孙怡君冷冷地瞪向始作俑者。他在树上打瞌睡，打得好好的，被他们的聒噪吵醒，很想打人。一身粉裙的徐令轩害得面色一白，咬牙道：大家都看到了，他是自己寻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的对，大家都听到了，是你教唆杀人，想必佛祖也听到了。孙怡君冷笑着继续恐吓。徐令轩恼羞成怒，憎恶道：不要以为你爹是大理寺卿就可以胡说八道，长公主在此由不得你放肆。看戏看得正起劲的玉兰莫名被拉下了水，轻咳了一声，玉兰无奈走了过去。女人的纷争，江叔向来不愿参与，但他与玉兰同行而来，只能硬着头皮跟去。呀，金安侯夫人也在。啧啧，今日这处可热闹了。什么意思啊？听到周围人的低语，江叔一头雾水。玉兰担忧地看了他一眼，让江叔越发迷茫了。第18章积德。徐令轩是文渊阁大学士嫡女，而被他当众欺辱的绿衣姑娘是他的庶姐徐令仪。见过长公主。孙怡君等人见礼。玉兰看向缩在人群后方，红肿着半边脸，满脸泪痕的徐令仪，几分同情，几分怜悯。孙怡君、徐令轩等人看江叔的目光极其古怪，令江叔浑身不适。怡君说的没错，这里是佛寺，杀生辱生会被佛祖怪罪，当谨言慎行。玉兰说完，又对徐令仪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今日怡君救了你，便不要再想不开了。徐令仪不说话，拿眼偷偷打量江叔。江叔被他盯得发毛，满心疑虑。他努力回想，确认自己不认识徐令仪，也从未与他有过交集，自然也不可能结怨。都散了吧。玉兰说完，同江叔转身离开。然刚走了没2步，江叔就被人拦住了去路。夫人，求你救救我，给我一条生路。徐令仪冲到江叔面前，一脸绝望。江叔一怔，不明白他此话何意。玉兰叹气，心知此处不是说话之地，让徐令仪随他们回了寺中禅院。关上门坐下来后，徐令仪跪到江叔面前，把江叔吓了一跳。徐小姐，你这是作何？快起来！江叔不明所以，伸手扶他，但徐令仪却坚持不肯起身，哭求道：夫人今日瞧见了，我实在没活路了，求夫人收了我，便是侍妾我也甘愿。侍妾是低等贱妾，以徐令仪的身份何至于此？她虽是庶出，但其父官拜五品，完全可以寻个良人做正妻，又何苦如此？江叔满头问号，怔愣失神。你当真不知？玉兰诧异。江叔一脸迷茫，我该知道什么？玉兰神色复杂地看着他，说起了一段往事。7年前牡丹宴上，沈长则酒后撞倒了一位闺秀，身形不稳的他整个人都扑到了闺秀身上，恰巧被人瞧见，引得众人围观，导致那位闺秀失了清誉。此事当年传遍上京，金安侯也因此四处求取碰壁，你怎会一无所知？玉兰觉得不可思议。江叔满面惊愕，喃喃低语：我不知。他若知晓，定不会嫁入侯府。那位闺秀是徐小姐。江叔看向面前的徐令仪，终于明了。徐令仪含泪点头，再次哀求：求夫人给我一条活路。看着绝望无助又羞辱难当的徐令仪，江叔心生怜悯：我会给你一个交代，你且安心回去等着。今日此事闹开，侯府若不给徐令仪一个身份，怕是他当真活不下去了。回京的路上，江叔一直蹙眉不展，一半因为徐令仪，一半因为那支签。谭玉在一旁看着，有些担忧。驾！后方有人驾马越过了他们的马车，然后马车停下了。怎么了？江叔不解询问。车夫回道：夫人，有人拦住了长公主的车驾。何人敢拦长公主车驾？江叔纳闷，示意谭玉打开车门瞧瞧。是景王殿下。谭玉小声惊呼。闻言，江叔眸光闪了闪，下车见礼。此处是京郊，人迹稀少，江叔便没有戴帷帽，但走过去才发现，除了景王，还有荣王府世子玉元。两人并肩而立，景王一身霁蓝色劲装，玉冠高束，风神俊朗；玉元这雪青色劲装，金冠束发，风流倜傥。见过王爷，玉世子。江叔俯身行礼。玉征颔首示意，玉元只是瞟了他一眼。玉兰站在马车旁同两人说话：这么多猎物，收获颇丰啊。阿姐喜欢吃什么？我让人送去将军府。景王同长公主是一母所出，两人是嫡亲姐弟。江叔扫了一眼他们的马，瞧见两侧挂满了猎物，才明白他们是打猎方归，正好遇上了。玉儿说想养一只鹰，今日恰好捉了一只，阿姐带回去给他吧。玉征将关着诱鹰的铁笼递给车夫，车夫接过小心放到车上。玉兰嗔道：你就纵着他吧。玉征牵唇：没办法，谁让我是他舅舅。
他们说话的功夫，江叔瞥见一匹黑马上挂着一只铁笼，里面关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动了动，江叔才勉强看出那是只幼兔。这么小的兔子也能吃？江叔感到惊讶。怎么不能？玉圆接话道：抹上蜂蜜，用炭火炙烤，肥美鲜嫩，人间美味。可它这么小，能有多少肉？柿子不如将它放了。江叔不忍求情。那只幼兔不过巴掌大小，根本不到食用的时候。玉圆吃道：这兔子蠢得很，放了它也会被别人抓住，不被人抓住也会被野兽吃掉，总归都是死，不如让本世子吃掉。江叔杏眸一转，道：他既是个蠢的，吃了定会影响世子的聪明，可否将他给我养着？玉圆愣了一下，我费尽心机抓的，凭什么给你？也对。江叔思索用什么东西跟他换，一旁的玉珍开口了：我拿鹿跟你换如何？此话当真？玉圆挥手让侍从取来兔子，又将玉珍猎到的鹿放到了他的马上，生怕晚了一瞬玉珍就反悔了。江叔看得瞠目结舌。夫人拿好。玉珍将兔子递给他，江叔正接过。王爷想要什么作为交换？他那只鹿定然费了许多力气才猎到，一只兔子而已，不用跟他客气。玉兰避重就轻。玉珍轻笑：阿姐说的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夫人将他养着也算是为我积德了。江叔懵了，玉圆也懵了。他若真想积德，又缘何去打猎？玉兰别有深意地看了一眼玉珍，转身上了马车。江叔也回到车上。谭玉抱着笼子问江叔：蠢兔子吃了真会影响聪明吗？噗！江叔戳了一下他的脑袋，道：你年年都吃猪肉，影响聪明了吗？谭玉一愣，还没反应过来。瞧他这副模样，江叔若有所思，好像还真影响到了。才没有。谭玉终于明白过来，恼红了脸，惹得江叔一阵开怀。回到侯府，江叔打开铁笼，将兔子放了出来。楚玉睁大眼睛看着黑漆漆一团满院子乱窜的小东西，讶异道：这是从哪儿来的？谭玉刚要开口，江叔抢先道：从猎户手里买的。他不是要瞒着楚玉，而是院中还有其他下人，不能落人口舌。呀，这是花，不能吃。打理花草的婢女惊呼。江叔笑着吩咐楚玉去厨房弄点菜叶给他。楚玉很快拿来了菜叶，身后还跟着厨娘中月。中月手里拿着菜刀，熟练地拎起兔子比划了一番，还么小都不够一盘菜。谭玉一听吓坏了，赶忙将兔子抢了过来。这可不是吃的，景王殿下要是知道这兔子被吃了，那后果谭玉不敢想。第19章，名分。兔子不是吃的，还能淡吗？中月努力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哦对，它的皮毛还能做帽子围脖披风，可就这么一只，做什么都不够啊。谭玉仰天翻了个白眼，没好气道：你别打这兔子的主意。哼，明儿我去买10只。中月下巴一抬，傲娇的走了。说来中月也是个趣人儿，不仅菜做的一绝，性子也洒脱随性。已年近20却并未嫁人，一心只想除名扬天下。楚玉请到他，实乃幸运。夫人不给他取个名字吗？谭玉将兔子放到石桌上，拿着菜叶喂他。江叔盯着他瞧了片刻，道：就叫不白吧。不白，哈哈哈，确实一点也不白。谭玉笑抽了。江叔起身回屋歇息，吩咐楚玉道：侯爷回府了，告诉我。是。楚玉不知道昭觉寺的事，以为江叔是想同沈长泽亲近培养感情。是以傍晚时分，沈长泽一回府，楚玉就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江叔，还特意给他梳妆，去通知侯爷、景夫人和太夫人到寿永堂，我有事要同他们说。江叔俏脸沉凝。谭玉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立即便去了。1刻钟后，侯府主子齐聚到了寿永堂。你有何事要说？如此兴师动众，惹得沈老夫人微有不悦。沈长泽几人呐喊地盯着江叔，等着他开口。江叔看向沈长泽，阴唇轻启：侯爷可还记得徐令仪？听到这个名字，沈长泽只是微愣，沈母和沈老夫人却面色大变。看他们的反应，程景初明白其中必有内情。怎么突然提起他？沈母讪讪地问，神色十分古怪。江叔不理他，只盯着沈长泽问：侯爷可记得？记得。沈长泽俊脸冷肃地点头。他知道江叔突然提起，必然是知晓了什么。都是陈年往事了，提起来做什么？沈老夫人想糊弄过去。江叔瞥了他一眼，道：今日我去昭觉寺上香，在后山撞见徐小姐被人欺辱，他们说她名节有失，逼她羞愤寻死，幸被孙小姐救下。事后她拦住我，求我给她一条活路。说到此处，江叔再次望向沈长泽：侯爷可知他此话何意？沈长泽握拳，沉声辩解：当年我并非有意，只是一场误会。误会？江叔心中冷笑，面色不忌道：女儿家的名节重于性命，侯爷可知徐小姐因这场误会误了一生，甚至都活不下去了。他想如何，
沈长则收紧拳头问。江叔如实道：“徐小姐所求不高，只想入府做个侍妾。然她毕竟是大学士之女，侯府不能如此折辱她，所以我想让侯爷抬她做偏房。侍妾只是低等贱妾，而偏房是仅次于正室夫人的贵妾。”哐当，程锦初失手打翻了茶盏。他知今日有大事发生，但他没想到竟是给沈长则纳妾。他方回侯府不久，立身未稳，一个江叔就够他头疼了，再来个妾室，他根本无力应对。淡淡的扫了他一眼，江叔继续道：“今日之事，众夫人小姐亲眼目睹，长公主也在场，侯爷择个吉日迎人吧。”说完，江叔起身离开寿永堂。等等，程锦初追了出来。江叔在院中停下脚步，回头：“你当真能容忍夫君身边有旁的女人？”程锦初不甘质问。他不想让沈长则纳妾，但他一人反对定然无用，所以他想拉江叔一起。可他不明白江叔为何要引狼入室。递着瞠目切齿的程锦初，江叔笑了：“于我而言，一个两个并无不同。没有女子能容忍夫君身旁有其他女人，但自程锦初出现那一刻起，就毫无意义了。”程锦初面色一僵，张口结舌。这一晚，沈长则同程锦初同床异梦，难以安枕，但江叔却睡得很香。这次的事情闹得很大，次日便流言四起。早朝时，沈长则还被参了几本。沈长则明白这妾是非那不可了。下朝归府后，他找到江叔，颓然道：“徐小姐既求了你，这事便交由你操持，择个良日迎她进府吧。以合名分。”江叔平静地插着话。沈长则似是很疲惫，揉着眉心道：“依你所言。”见沈长则一脸被逼不愿，江叔劝道：“徐大人虽只五品大学士，但隶属内阁是天子近臣，与侯爷仕途有异。”一语惊醒梦中人。沈长则震惊地望着江叔，眼神逐渐炽热。她一介商贾之女，竟然懂朝政，实在令人惊奇。江叔说的不错，他虽有爵位官职在身，但武将地位远不及文官。往后有了那个大学士相帮，他在朝中定然顺遂许多。夫人所言极是。沈长则面上的不愉消散，心头也松快下来。江叔低眸弄花：“侯爷既明白，往后便对徐小姐好些。”“我明白。”沈长则定定地看着他，别有深意。他最该厚待的是他，纳妾不似娶妻那般讲究繁琐，择个吉日一顶小轿抬进府便可。但想到徐令仪这些年受到的非议羞辱，江叔尽量给足他体面。因他处事周到，原本憋了一肚子火的徐家挑不出半点错，欢欢喜喜地应了这门亲事。程锦初看到下人将空置的松兰院打扫干净，挂上红绸，贴上喜字，胸口堵得慌。这几日艳阳生病，将他完全交给下人，他不放心。可酒房开业也需要他跟进，是以他一边照顾艳阳，一边顾着酒房，忙得脚不沾地，人都累瘦了一圈。再加之心气郁结，竟吐了一口血。可即便如此，既定的事也无法改变。他忽然明白，想要在侯府站稳脚跟，他该依赖的人是艳阳。不论沈长则娶多少女人，生多少孩子，艳阳始终都是他的嫡长子。他一定要教导好艳阳，让他早日拿下世子之位。而被他当作倚仗寄予厚望的艳阳，此时正拿着剪刀霍霍江叔送他的葵花。程锦初回到揽云院时，葵花已经被剪了个稀巴烂。“艳阳，你在做什么？”沈长则立刻出声。做坏事被抓包的艳阳吓得手一抖，剪刀掉到了地上。多亏多好的意头，竟被他亲手毁了。程锦初冲过去，看到地上稀烂的葵花，抬手给了艳阳一巴掌。第20章度量。这是程锦初第一次打艳阳。艳阳捂着脸，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这几日他在家过得开心肆意，但方才小厮告诉他明日要继续去学塾念书，他心中十分气闷，于是就拿葵花撒气。只是他没想到捡了一株花而已，爹娘竟如此生气。娘！艳阳捂着脸，仰头看程锦初的眼中全是困惑和委屈。望着小小的人儿眼中不断涌出泪水，程锦初心如刀绞，但他还是狠着心训斥：“葵花代表的是你的前途，你将来必要夺魁。从明日起用功念书，若有倦怠，我定不轻饶。”艳阳听不懂前途，可他看见了程锦初面上的严厉，心生惧意。廊下的沈长则拧眉疑惑，不明白素来疼宠孩子的程锦初为何突然变得如此严酷。翌日，艳阳被送去了族学，纳妾之事由江叔操办，程锦初便不予理会，安心忙着酒房。5月28，一顶花轿从侧门入了侯府，江叔备了酒席，一家人坐在一起用了顿晚膳，便算是庆祝了。散席后，沈长则同徐令仪回了松兰院，江叔也起身回厅竹楼歇息。程锦初盯着沈长则离去的背影，赤红的眼中全是怨愤和不甘。江叔怕他生事，吩咐下人守着松兰院，有任何事都来找他，不准惊扰沈长则。都是女人，程锦初那点心思他再清楚不过。你可真大度，但愿你往后不会后悔。见江叔一脸淡然，浑不在意，
程景初心中极不平衡。江叔瞥了他一眼，缓声道：“他是晋安侯，三妻四妾在所难免。你早在嫁给他时便该明白，可明白归明白，能不能接受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春宵一刻值千金，鸳鸯锦被翻红浪。”徐令仪本就生得娇媚可人，衣衫下的玉体更是玲珑有致，曼妙多姿。沈长则一见便移不开眼，长夜寂寂，软玉温香在怀。沈长则此刻只想好好疼爱怀中人。如江叔所说，男子三妻四妾实乃平常，他并不觉得他做的有什么不妥。皙白的玉臂勾着沈长则的脖颈，徐令仪深情地仰视着他等了多年的男人，主动吻了上去。沈长则热烈回应，听得屋外的婢女骚红了脸。次日一早，徐令仪到寿永堂敬茶，沈老夫人和沈母象征性地训了几句，喝了他敬的茶。轮到江叔和程景初，奉茶的婢女犯了难，不知该让徐令仪先给谁敬。先入为尊，徐令仪端着茶走向江叔，跪地行礼：“夫人请喝茶。”江叔接茶时，近距离瞧见徐令仪眼底有倦色，似是没睡好，可他面色却极好，红润生辉，好似得到滋养的娇花。待到徐令仪起身去给程景初敬茶时，江叔仔细观察他的姿态，发觉他身上多了一丝妩媚。难怪都说姑娘家与妇人不相同，今日他可算是明白了。程景初铁青着脸接了茶，却并没有喝。徐令仪不计较，沈老夫人却不悦地斥责了几句。程景初面上挂不住，又不敢出言顶撞，只得寻了个借口走了。越来越不像话了，半点正式夫人的度量也没有。要我说，这家还是得交由叔儿来长。沈老夫人看向江叔，满眼期待。被江叔尊养了6年，沈老夫人早已习惯了奢靡，这才过了1个多月苦日子，她便受不了了。尤其是沈老夫人病痛缠身，日日都需饮药。往日江叔总是寻最好的药材入药，想尽各种法子减轻苦味，让他喝得舒坦些。可现在的药苦得他想死。江叔不为所动，一脸真诚道：“长家并非儿戏，换来换去惹人笑话，祖母莫要再提。我是为你好，不识抬举。”被驳了面子的沈老夫人很不快。长家主母，长家主母，只有长了家才是主母，才能抬得起头，挺得起腰。然江叔油盐不进，似是毫不在意，让徐令仪很疑惑。直到他回了松兰院，从下人口中得知了长家内情，方才明白，难怪夫人不肯长家，外面的传言竟是真的。徐令仪惊诧沈笑，这几年京中都传晋安侯府是为了钱财，才纡尊降贵，娶了商贾之女。这看似光鲜尊荣的侯府，竟是个绣花枕头。徐令仪有些迷茫，不知自己赌对赌错，但木已成舟，后悔也没了路，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为了感谢江叔，徐令仪绣了一把团扇，亲自送去听竹楼。夫人，徐姨娘来了。谭玉通禀。江叔并不意外，让他上来吧。徐令仪踩着楼梯而上，仔细盯着脚下，不敢四处乱瞟。饶是早有准备，一进屋却还是被屋里的金奢震惊到了。难怪侯府不惜受人非议，也要迎娶江叔，这富贵当真是迷人眼啊！妾身见过夫人。徐令仪收起心思，恭敬行礼。江叔在焚香，动作优雅，不疾不徐，专注的模样很是迷人。坐吧，我很快就好。江叔示意他等一会儿。徐令仪一言坐下，安静地看着江叔焚香。终于做完最后一步，江叔盖上香炉盖，用谭玉端来的水净手擦干，方才与徐令仪说话。夫人的恩情，妾身没齿难忘，然妾身身薄无以为报，只能轻绣一把团扇聊表心意，望夫人莫要嫌弃。徐令仪紧张地递上团扇，生怕江叔瞧不上眼。他已选了最好的丝绸，精心绣了一朵牡丹，但与江叔屋里的东西相比，实在不值一提。夏日来临，你这扇子送的可真及时。江叔接过就轻摇了起来。见状，徐令仪松了口气，不嫌弃就好。楚玉。江叔唤了一声，楚玉从妆台捧来一只锦盒，打开，一只莹润通透的翡翠玉镯静静地躺在里面。江叔取出玉镯，执起徐令仪的手，套到了他手腕上。徐令仪是个识货的，一眼便瞧出镯子贵重不凡，忐忑道：“夫人，这太贵重了，妾身不能收。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安心收着吧。”江叔拍拍他的手背，笑容温和。徐令仪只觉手腕发烫，又按捺不住欣喜。女子都爱珠宝首饰，她也不例外。侯爷对你可还满意？江叔问。徐令仪愣了一下，羞赧道：“应当是满意的。”那就好，你既入了府，就好好侍候侯爷，早日生下一儿半女，也好有个倚仗。江叔一脸坦然，半丝嫉妒也无。第21章。是曰。徐令仪懵了，猜不透江叔的心思，但有一点他明白，程景初憎恶他，他只能站在江叔这边。思虑良久，徐令仪道：“夫人大度良善，品性高贵，日后妾身若有了孩子，定放到夫人身边教养。”江叔听得一愣，旋即明白过来。
徐令仪是在向他表忠心。杏眸闪了闪，江叔故意逗他，把孩子给我教养，你舍得？天底下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更没有那个母亲舍得让孩子在他人膝下承欢。徐令仪这是在证明他的诚意。舍得。徐令仪一脸真诚道，妾身自己便是庶出，所以明白庶出的命运。若妾身的孩子能放到夫人身边教养，是他的福分。江叔一直盯着他的眼睛，明白他这番话是真心真意。只是他不需要。可我觉得孩子只想跟着自己的亲娘。夫人。徐令仪一时急了，以为江叔是怕养不熟。江叔转头看向窗外竹林里的飞鸟，道：你看那几只鸟。徐令仪顺着他的视线看出去，那2只大鸟是一对夫妻，今年春日他们孵出了3只小鸟。我瞧着他们日日觅食捕育小鸟，风里来雨里去，很是辛苦，就萌生了收养幼鸟的念头。我命下人去取鸟窝，可下人刚靠近，留守的大鸟就激烈的叫了起来，窝里的幼鸟害怕的躲在大鸟的羽翼下，半步也不肯离开。鸟尚且眷恋父母，人又怎会不眷恋？徐令仪怔怔地看着枝头闭着眼睛享受大鸟疏语的小鸟，说不出话来。他曾怨过自己的出身，可却从未怨过他娘，因为他明白他娘已经尽力给他最好的了。谢夫人教诲。除了恭敬，徐令仪对江叔多了几分敬仰。离开听竹楼时，徐令仪瞥见院角有团黑乎乎的东西在蠕动，吓了一跳。姨娘别怕，那是不白。送他的楚玉解释。不白。楚玉微笑，夫人养的兔子。原来是只兔子。徐令仪笑自己胆小。这几日沈长泽十分忙碌，他和程景初开办的酒房终于开业了。外人不知酒房是程景初开办，只道是晋安侯府的产业，是以江家和徐家都带了人去捧场。闻香醉，好名字。还别说，这酒香闻着确实诱人。咱们进去尝尝。过路的行人三三两两结伴踏入。沈长泽亲自招待江父和徐大人，程景初不能露面，只能在后院坐镇。日暮西沉时，两人疲惫归府。大家都说你酿的酒很好，咱们这酒房算是开起来了。沈长泽握着程景初的手，眼中温情脉脉。酒房开业顺利，程景初一直高悬的心落回了肚里，露出自信得意的笑容。我早便说了，我有祖传秘方，辛苦你了。沈长泽揽他入怀，感念他为侯府的付出。程景初回抱住他，温声道：为了夫君和2个孩子，做什么我都甘愿。因为这句话，沈长泽半月来一直宿在揽云院，好似忘了江叔和徐令仪。夫人，后日就是少爷的生辰了。楚玉将江叔让他准备的礼物呈给他过目。江叔看后十分满意，略微思索后道：你去同侯爷说一声，让他别忙忘了。是。楚玉转身去了。沈长则早将此事忘到了九霄云外，楚玉说了他才想起来，后天现在买礼物还来得及。于是他问楚玉：江宁平日喜欢什么？我让人去买了给他做生辰礼。楚玉道：夫人都已备好，侯爷只需陪夫人一同回去便可。我知道了。沈长则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江宁并不缺什么。6月17，江宁生辰。江叔一早便起来梳妆，备好马车礼物，欢欢喜喜地回江家。可他等了许久，却不见沈长则踪影。夫人，沈长则的亲卫霍冲来了。侯爷呢？江叔问他。霍冲道：萧齐都为孙大人有急事找侯爷商议，侯爷让夫人先回江家，他晚些过去。江叔面容沉凝，有些不悦，但沈长则是忙公务，他也不好怪罪，只能道：让侯爷忙完早些去江府。是。霍冲应下，匆匆走了。走吧。江叔起身，独自回了江家。方到江府，马车还未停稳，江宁就迫不及待冲了过来。阿姐，姐夫。少年的声音急切又兴奋。楚玉打开车门，江叔走下马车。姐夫呢？江宁疑惑地探头往车里瞧。江叔点了一下他的脑袋，没好气道：怎么，你想他不想我？臭小子，不过就同人下了几局棋而已，就被收买了。阿姐说什么呢？我当然想你了，可姐夫答应来给我过生辰的。没见到沈长则，江宁有些恼，倒不为别的，只是觉得沈长则不守信用。侯爷怎地没来？江父也出声询问。前些日子他去闻香醉喝酒，见过沈长则，相谈甚欢，还想着今日高兴同他畅饮呢。见一家人都无比期待沈长则的到来，江叔不忍扫他们的心，宽慰道：放心吧，他忙完公务就来。那就好。一家人放了心，拉着江叔入府。因心有期盼，是以一家人在叙话时总是时不时往门口张望，望到最后，江叔都有些紧张了。已临近午时，他怕沈长则不来了。又等了一会儿，管家来叫他们，说席面备好了。姐夫怎么还没来？有那么多公务要忙吗？江宁不满地嘀咕，
垮着脸很不高兴。他心中对沈长泽的那点好感瞬间消失殆尽。江父叹道：“朝堂政务我们不懂，吃饭去吧。”叔儿，江母担忧地拉着江叔的手。江叔不想让母亲担心，挤出笑容道：“娘，我们吃饭去，早上没吃几口，我都饿了。”江母明白他的心思，没有拆穿。江家合族都在上京，今日本该十分热闹。因沈长泽要来，江父怕他们吵扰到沈长泽，便让他们都别来。如今丰盛的酒席只有一家4口用饭，显得有些冷清。饭后，江叔陪江母到花园消食。江母问起他的近况：“我很好，娘不用担心。听说你给侯爷纳了个妾。”“徐姨娘也是个可怜人。”第22章反击。江叔同江母说了徐令仪的事。江母听后叹息：“女子艰难，不论投生到谁家都一样。”这句话，江叔深表赞同。江母又道：“若早知晓7年前的事，或许他们就不会同意侯府求娶了。可这世上又哪来早知和或许？娘，不说这些了，咱们说点高兴的。”江叔岔开话题，好不容易回一次家，他不想留下的全是感伤。江母生江宁时难产，虽调养多年，仍体虚不济，同江叔说了一会儿话后就乏了。江叔事后他歇下，同江父江宁话别后回了侯府。夫人回来了。门房下人开门相迎。江叔随口问：“侯爷可在府中？”“在的，侯爷上午便回府了。”下人如实答。江叔怔住，上午便回府了，那他为何没去江家？饶是江叔脾气再好，此时也恼了，容色不济的直奔揽云院兴师问罪。夫人，揽云院的下人见到江叔，很是意外。江叔问：“侯爷可在？”“在。”江叔抬步往主屋走去。夫人，婢女想拦，被江叔冷眼一扫后退下了。刚熬好的安胎药，小心烫。夫君喂我喝。好。沈长泽用瓷勺舀了药汤，吹凉后温柔送至程锦初唇边。江叔站在珠帘门外，冷眼瞧着卧房内恩爱的两人。他方才听到了什么？安胎药？程锦初有孕了。妹妹来了，快进来坐。倚在软榻上的程锦初瞧见了江叔，笑容灿烂。江叔明白程锦初是在故意刺激他，可他还是觉得十分刺眼，心中顿痛。沈长泽扭头看到江叔时面露愧色：“你先回听竹楼，我稍后去找你。”沈长泽说完，回过头继续喂程锦初。江叔冷笑，拂袖离去。2刻钟后，沈长泽来了听竹楼。江叔在伏案写字，沈长泽走到他面前，他也没有搁笔。今日我并非故意失约。沈长泽沉声解释：“我忙完公务回府换衣，锦初突然晕倒。方医女来瞧后说她有了身孕，因近日操劳过度，胎气不稳，需好生静养。所以呢，侯爷是养胎药引，江叔讥嘲。”沈长泽听得气恼，不可理喻。侯爷失信在前，反倒说我不可理喻。若非你将掌家重任丢给锦初，他又何至于操劳过度？不过一顿饭而已，下次我再陪你回去便是。如此说来，景夫人胎气不稳，竟成了我的过错。江叔唇边泛起冷笑：“锦初并没有怪你，所以侯爷是要我谢他宽宏大量吗？”江叔，你太让我失望了。两人夹枪带棒的吵了几句，沈长泽怒容满面的走了。谭玉、楚玉在屋外听得心惊胆战，小心翼翼的进屋想劝江叔：“我想一个人待会儿。”江叔声音冷冽。两人见他动了真怒，只得关门退了出去。写完最后一个字，江叔搁笔看着纸上的字，沉思：梦中得宝醒来无，自谓南山只是雏。若问婚姻并问病，别寻修路为相扶。是上次在昭觉寺求的签文。江叔反复看了许久，心中引生念头：程锦初被诊出有孕，沈老夫人和沈母很是高兴，在寿永堂摆席庆祝，真是太好了，侯府又要添丁进口了。沈母高兴地喝起了果酒。沈老夫人盯着程锦初上且平坦的小腹，笑眯眯地盼求：若是个小子就最好了。是啊，多子多福。沈母也对程锦初的肚子充满了期待。哦，程锦初突然不是干呕，怎么了？可是哪里不是？沈长则关心询问。程锦初皱眉，指了指摆在他面前的鱼汤：快将鱼汤放远些，摆那边去。沈老夫人指向江叔，婢女立即将鱼汤端走，放到了江叔面前。而江叔爱喝的酸萝卜老鸭汤则摆到了程锦初面前。婢女盛了一碗给程锦初，程锦初喝得眉目舒展。沈老夫人一直注视着他，见他放下碗，立即问道：你喜欢喝这汤？程锦初点头，这汤香醇酸爽，十分可口。快，再给他盛一碗，把那鸭腿也剩给他。沈老夫人激动地指挥婢女。都说酸儿辣女，锦初这般喜酸，怀的定是个男孩。沈老夫人喜不自禁。沈母和沈长泽面上都流露出期冀。江叔和徐令仪木头般的坐着，
食之无味。叔儿，你可也得抓紧了。沈母借着酒意催促。江叔抬眸看向对面的沈长泽，想到下午两人的争吵，心生冷意。沈长泽也尚在气恼中，看江叔的眼神冷然不悦。一桌子人各怀心思。回到松兰院，徐令仪坐在铜镜前，细细端详镜中面容。碧桃，我生得好看吗？徐令仪带着几分忐忑，犹疑问她的陪嫁婢女。她向来对自己的容貌很有自信，可见到仙姿玉貌、明艳动人的江叔后，她不确定了。碧桃肯定的回：好看，姨娘的容貌放眼整个上京都是极好的。那为何侯爷许久不来了？徐令仪对镜自怜。洞房花烛后，沈长泽未再踏入过松兰院，令徐令仪产生了自我怀疑。碧桃抒发的手顿了顿，认真思索道：许是侯爷太忙了，又许是被孩子缠住了，所以我不能等侯爷空闲了想起我要主动出击。徐令仪眼神坚定。程景初又有孕了，若他再搓磨下去，这侯府哪还有他的位置？江叔沐浴后懒懒地倚在榻上，任由楚玉给他擦发，谭玉给他捶腿。想起晚膳时程景初的做派，谭玉气闷的咕哝，景夫人得意显摆那样，真是看得人生气。母凭子贵，他有得意的资本。江叔秀眉微蹙，神色郁郁。谭玉不平道：夫人谦和大度，从不与他计较，他却用尽手段同夫人争斗，委实欺人太甚。再让他这般猖獗下去，夫人怕是连立足之地都没了。谭玉，楚玉呵斥。谭玉别过头，气得直掉泪。谭玉说的没错，是该反击了。江叔起身走向书案，楚玉赶忙铺纸研墨，披着半湿的长发，江叔提笔，容色沉凝地写了几封信。楚玉派人将这封信送到我父亲手上，还有这些分别给酒房的佟掌柜、粮铺的王掌柜。江叔手中有几家酒铺和粮铺，但远比不上江家繁多，是以他想要成事，必须得请江父帮忙。第23章，装病。是。楚玉接过信，立即去了。夫人在信里都写了什么？谭玉好奇地抓心挠肺。江叔勾唇，轻描淡写道：没什么，只是想着夏日炎热，请父亲同我手中的酒房一道回馈顾客，酒水半价，再让粮铺的王掌柜与江家一同上调粮价，尤其是酿酒常用的粮食。江家粮铺遍布上京，只要江家上调粮价，其他粮铺定然也会跟着涨价。酿酒的原料上涨，酒水却跌价，不出1月，闻香醉就要赔本。既然程景初想斗，那就玩死他。至于江叔和江家，酿酒所用的粮食都出自自家，成本并不高，便是半价出售酒水也不会亏，不过少赚点罢了。再则粮价上涨也能弥补酒水的亏损。沉浸在喜悦中做着美梦的程景初对即将发生的一切毫无所觉。翌日，艳阳没有去学堂。怎么了这时？程景初匆匆穿戴好，来到艳阳屋中询问。艳阳躺在床上，抱着脑袋痛苦道：娘，我头好痛好痛，快去请方医女。程景初急声吩咐。床上的艳阳有一瞬的慌乱，胡搅蛮缠道：娘，我不想再喝苦药了，我不要看病。艳阳乖，有病就得看，喝了药才能好。程景初温声诱哄，摸了摸他的额头。不发烧啊？好端端的怎么会头疼呢？我不要看病喝药，我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艳阳可怜巴巴的哀求，但程景初哪里会应，生怕他有什么闪失。很快，方医女来了。少爷，让我看看。方医女在床边蹲下。艳阳哭着抗拒：不要，我不要看病。艳阳，你若不听话，我派人去请你爹爹了。程景初冷着脸吓唬。艳阳瞬间老实了。方医女探了探脉，没瞧出异常，便问：少爷是哪里疼？脑袋疼。艳阳眼神躲闪。具体何处？不知道，就脑袋疼。方医女细细检查了一番，又瞧了瞧艳阳的神色，心下了然。夫人，请随我去外间说话。程景初不解，跟着方医女去了外间后追问：艳阳她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得了什么奇症怪病？做娘的最怕孩子生病，程景初紧张又忐忑。方医女摇头道：夫人别紧张，少爷他没病。没病？没病是什么意思？程景初懵了，好一会儿才道：你的意思是艳阳她装病？方医女点头，背着药箱走了。她只能治病，无法医心。看到程景初回来，艳阳祈求道：娘，我不喝药，我在家休息几天就好了，真的。你们都下去。程景初并退屋中下人。娘，看到关上的房门，艳阳忽的有些害怕。程景初走到床前站定，神色冷凝地问：告诉娘，为什么要装病？我没有。艳阳避开眼，不敢看程景初。程景初深吸口气，稳住情绪，在床沿坐下，轻抚着艳阳的背。跟娘说实话，否则你爹问起来，娘只能说你装病了。不要告诉爹爹。艳阳慌了。
那你就跟娘好好说。程景初又哄。艳阳抬头，眼泪唰的涌了出来，扑进程景初怀里大哭：“娘，我不想读书，我不要读书。”原来是为了不去学塾。为什么不想读书？程景初忍着怒气问。艳阳抽咽着道：“读书太难了，夫子太凶了，他们都笑话我，说我笨得跟猪一样。娘，我不要去学堂了，不要读书了。”不行。程景初沉了脸，别的什么娘都能依你，唯有读书不能放弃。你必须好好念书，将来定要考取功名。我不要，我不喜欢上京了，我要回边关。艳阳哭闹，他才5岁，不懂道理前途，也不想要尊贵荣华，只想随心所欲的玩耍，就像从前在边关一样。胡闹，侯府才是你的家，除了这你哪都不能去。程景初怒其不争，气得肚子疼。他明白是动了胎气，当下不敢再生气，闭了闭眼皮，负心续后道：“今日在家休息1日，明日去学塾。”艳阳绝望了，神色恹恹的流泪。程景初看得心痛，索性走了，眼不见为净。许是近日劳累过度，又许是前2次生产伤了身子，程景初这胎怀的极不稳，示意他只能卧床养胎，将府中事务交由沈母打理，酒房由掌柜和沈长泽经营。第2日艳阳去了学堂，程景初松了口气。沈长泽忙完公务去酒房巡查，却见酒房冷冷清清，没有生意。怎么回事？沈长泽疑惑。掌柜愁眉苦脸道：“打昨日起，城中多家酒房半价出售酒水，全城的人都争着抢着去买，咱们酒房就没人来了。”半价出售？沈长泽惊了，谁会干这么缺德的事？这影响的可是全城的酒水生意。还有一事得请侯爷定夺。掌柜一脸苦恼说：“粮价上涨，是否继续购粮酿酒？酒价下跌，粮价上涨，事出反常必有妖。”沈长泽吩咐霍冲去查查是谁在操纵控价，扰乱市场。是。霍冲领命去了。沈长泽在酒房坐了片刻，见一个进店买酒的人也没有，沉着脸回了侯府。程景初方睡醒在陪宴欢玩，沈长泽不敢让他知晓，缓了面色，装作若无其事。夫人，该喝药了。婢女端来安胎药。沈长泽抱过宴欢，道：“爹爹陪你玩，让娘喝药。”程景初搅着药，看着屋外的天色道：“艳阳快下学了。”虽然艳阳今日去了学堂，但程景初还是很忧心。他可以逼艳阳去上学，却没办法逼艳阳学得进去。他近来可有长进？沈长泽随口问。程景初面色一僵，不自然地笑道：“我今日太忙没顾得上，待他回来我问问。”沈长泽颔首，没有再追问。傍晚时分，霍冲回来了。沈长泽同他去了书房。你说什么？江家？怎么可能？听完霍冲的禀报，沈长泽震惊起身，满脸不可置信。霍冲道：“属下多方查证，却是江家无疑。”江叔。沈长泽猛然想到什么，怒气冲冲去了听竹楼。第24章求他。侯爷，夫人在更衣，请稍等。楚玉拦在门前。让开。沈长泽怒目而视，一把挥开楚玉。砰的一声，屋门被重重推开，沈长泽大步闯进屋内。隐隐绰绰的纱帐后，江叔拉上里衣，谭玉在帮他系带。察觉到有人进屋，江叔扯过一旁的外衫披上，缓缓转身。侯爷。江叔拧眉，挑开纱帐走了出来。方才的一幕令沈长泽看正了，此时方回过神来，一开口，气已消了大半。你为何要让岳父半价售酒，上调粮价？沈长泽不明白江家为何要行如此损人不利己之事，思来想去，只能是江叔受益。江叔走到桌边坐下，倒了杯冷茶喝尽，不急不缓道：“侯爷在说什么？”他仰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沈长泽，澄澈的眼中尽是迷惑不解。沈长泽皱眉：“你不知道？”江叔无辜眨眼：“我该知道什么？侯爷不妨明说。”见他似当真不知，沈长泽在他旁边坐下，将事情原原本本同他说了一遍。依你之见，岳父此举为何？江叔认真思忖道：“商人所为皆为利，父亲此举应当是一种营商手段。”侯爷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些？沈长泽略有些难堪道：“闻香醉的生意受到了影响，听闻景夫人有祖传秘方，应当影响不大。”沈长泽叹气摇头：“有半价酒水出售，哪个傻子还会再去买高价酒水？便是闻香醉再有独家秘方，也不管用。很严重吗？”江叔眸光微闪，笑意深藏。沈长泽点头。江叔宽慰道：“侯爷不必过于担心，父亲此举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届时一切都会恢复如常。可闻香醉等不起，他们筹备了近2月，开张20日就受此重创。别说买下店铺的钱了，便是酿酒的本钱都还未赚回。此等手段对老铺影响不大，但对新铺的打击却是致命的。过个10天半月，闻香醉客源已失，想再恢复兴隆，怕是艰难。”沈长泽明白，
现下能帮他的只有江叔，可江叔东拉西扯的宽慰，绝口不提帮忙。可沈长泽低咳一声，厚着脸皮道：“你可否同岳父说说，别再半价售酒了？只要不再半价售酒，粮价涨就涨吧，大不了少赚点，总比没生意强。我一个出嫁女，插手娘家的生意。”江叔一脸为难。沈长泽抓着他的手道：“我知此事令你很为难，但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于江家而言，降价涨价只是营商手段，全凭心意，根本不在乎一时盈亏。可文香最是他和程景初的全部，若经营不善，侯府没了进项，支撑不了多久。为着这一大家子，沈长泽豁出这张脸了，深情款款地看着江叔请求：“夫人，请你帮帮我。”炎炎夏日，江叔被他抓着手，热烘烘、汗津津的，十分难受。然他还要做出一副害羞的模样，带着几分娇羞点头：“好，我这就写信给父亲。多谢夫人。”沈长泽心头一松，亲自给江叔铺纸研墨，直到亲眼目睹江叔写好信交给楚玉，沈长泽才放心离开。方低声下气求过人，他实在无颜面对江叔。江叔站在窗前，杏眸嫌恶地望着沈长泽出了听竹楼。“谭玉，打水来，我要净手。”沈长泽出了听竹楼，准备去花园里透透气，迎面撞上了徐令仪。“侯爷！”徐令仪恭敬见礼。她穿着束腰绿裙，勾勒出饱满胸膛和杨柳小腰，乌发高盘露出新长白皙的脖颈，以及胸前小片肌肤，犹如夏日里的一株清凉绿荷，引人采撷。见他手里端着个托盘，盘里放着青瓷小盅，沈长泽问：“你端的什么？”“妾身自己做的冰酪，给夫人送去。”“好吃吗？”沈长泽问。徐令仪微怔：“松兰院还有，侯爷可去尝尝。”“沈长泽颔首道：“你快些，我在此等你。”“是。”按捺住欣喜，徐令仪快步去了听竹楼。怕沈长泽久等，徐令仪将冰酪交给下人，就折还了。沈长泽果然在等他，望着男人挺拔伟岸的身影，想到那晚的缠绵，徐令仪面皮一烫。“侯爷！”徐令仪唤了一声。“走吧。”沈长泽迈步，似是有些迫不及待。两人穿过半边花园，回了松兰院，将沈长泽引到主屋落座。徐令仪亲自盛了一碗冰酪给他。“不错，夏日吃上一碗，身心清凉。”沈长泽尝过后赞不绝口。徐令仪趁机道：“侯爷若喜欢，可常来吃。为何不送去揽云院？他事务繁忙，可没空日日来吃。”徐令仪颦眉道：“侯爷同景夫人和少爷小姐同住，我若只给侯爷送，他们瞧见了怕也犯馋。几碗冰酪而已，你这般小气。”沈长泽有些不快，他能给江叔送，怎么就不能给程景初和两个孩子送？侯爷误会了。徐令仪跪地，急声解释道：“非是妾身小气，只是景夫人怀有身孕，不能食寒凉之物。少爷小姐年纪尚小，恐吃坏肚子。”沈长泽听后愕然，没料到徐令仪竟如此细心周到。“是我误会你了，起来吧。”他伸手将人扶了起来。徐令仪起身，强忍泪水，一副有委屈但不说的模样，看得沈长泽自责又心疼。“让人备水沐浴吧，今夜我宿在此处。”“是。”徐令仪温驯服从。然他刚侍候沈长泽沐浴完，揽云院的下人来寻沈长泽，说程景初动了胎气。沈长泽一听，立时就撇下徐令仪走了。“侯爷！”徐令仪不甘地追了几步。沈长泽脚下生风，头也不回，很快就没入了夜色中。“姨娘！”碧桃来扶徐令仪。徐令仪抓着门框的手指收紧，气得面容扭曲。“好你个程景初，这笔账他记下了。”“景初！”沈长泽风风火火回到揽云院，满目焦急。方医女正在给程景初诊脉。程景初躺在床上，虚弱的笑笑：“夫君，我没事。”沈长泽凝视着他，俊脸沉重。片刻后，方医女诊断完，沈长泽急切询问：“如何？”方医女躬身回禀：“景夫人前2胎伤了身子，没有调养好，这胎怀的不太稳，稍有不慎可能会……”后面的话方医女没说，但两人都懂。“安胎药没用吗？”沈长泽拧眉，神情冷肃。方医女一脸凝重道：“安胎药只能预防为稳，但景夫人气血两亏，心绪波动又大，极其危险。”一句话害得程景初面无血色。第25章出气。他的孩子绝不能有事。深吸几口气，冷静下来。程景初紧张道：“现在调养还来得及吗？”方医女慎重道：“若夫人保持心绪平和，卧床静养，再辅以汤药补身，应当能平安生产。”“我可以的。”程景初眼神坚定。他前2胎生得十分顺利，这1胎定然也……等等，方医女是江叔的人。程景初心中大骇，生出怀疑。待方医女走后，程景初并退下人，同沈长泽说了心中猜想：“不可能，江叔不是如此恶毒之人。”沈长泽毫不迟疑地否定。程景初道：“
夫君既如此信任他，更应该请大夫来一验便知。好，我现在就派人去请。沈长则坚信江叔不会谋害他的孩子，但为了让程景初安心，也为了证明江叔清白，他命霍冲去请了城中有名的妇产大夫。前来探望的沈母和徐令仪见竟然从外请了大夫，当下便明白程景初的情况不太乐观。怎么样？沈母忧心忡忡地问。年过半百的大夫面色凝重，诊断出的结论与方医女几乎一致。程景初听后面色灰败，心中最后一丝期冀破灭。沈长则却长舒了口气，送走大夫后道：现下你可放心了，江叔绝无害你之心。原来竟担心我谋害，如此说来，我带来的这些东西，景夫人也是断然不敢吃了。江叔从珠帘门外走来，身后的谭玉、楚玉捧着几只锦盒，见几人瞧过来，两人打开锦盒，露出里面的东西。百年老餐、野生灵芝、深海鱼翅、金丝燕盏，全都是难得的好东西。叔儿有心了。沈母看的眼睛都直了，恨不得替程景初收下，只可惜景夫人不敢吃，我只能带回去了。江叔瞥了床上的程景初一眼，一脸遗憾地带着谭玉、楚玉走了。来匆匆去匆匆。叔儿，沈母看着江叔离去的背影，着急心痛。那么多好东西，本来都到手了，却又飞走了，真是可惜。本就情绪低落的程景初被江叔冷嘲热讽的几句话气得肚子隐隐作痛，眉头都皱到了一起。徐令仪在一旁瞧着，解气得很。哎呀，大夫说了，你不能动气，要保持心绪平和。平和。沈母见程景初神色不对，坐到床边忧心念叨。为了腹中孩子，程景初闭眼，强迫自己平心静气。娘！燕欢跑进了屋，直直往床上的程景初奔去。沈母拦住他，问：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我想让娘抱着我睡。燕欢撅着小嘴，眼巴巴地看向程景初。他虽已分屋，但毕竟年幼，每晚都需程景初哄睡。然程景初方动了胎气，此刻根本无心也无力去哄他。燕欢乖，娘不舒服，自己去睡好不好？程景初语气虚弱。不，我要娘，我要跟娘一起睡。燕欢挣扎着闹了起来，怕他吵得程景初又动胎气，沈母示意沈长则将他抱走。你今天想听什么故事？爹爹给你讲。屋子里终于安静下来，程景初疲惫地磕上眼。见状，沈母起身，同徐令仪悄声出了屋子。沈长则在哄燕欢，沈母去了寿永堂给沈老夫人报平安，否则老夫人怕是担心的睡不着觉。听竹楼里，江叔摇着徐令仪送他的团扇，悠闲地倚在窗边关心。谭玉铺着床，没忍住笑出声来。方才他们的表情真是太精彩了，哼，敢污蔑夫人，气死他们！你小声点，让人听见了又是是非。楚玉低声提醒。知道了。谭玉满心佩服道：夫人这招真高，不损一丝一毫就将他们气了个半死。得知方医女给程景初瞧完，沈长则又从府外请了大夫，江叔便猜到程景初定是生了疑心，于是江叔掐准时机，带着礼物前去探望。他此举一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是引起沈长则的愧疚。一切刚刚开始。这几日沈长则忙得焦头烂额，可满腹烦扰又无法跟程景初说，只能来找江叔。侯爷尝尝刚冰镇好的葡萄。江叔捏着颗紫红色裹着白霜的葡萄，优雅剥皮。沈长则以为是包给他的，满心期待地等着，结果江叔喂进了自己嘴里。好甜。侯爷怎么不吃？是不喜欢吗？江叔一脸疑惑。沈长则放在膝上的手握紧，碍于脸面，只能违心道：不喜。君子不强人所难，侯爷不喜，那我只能自己吃了。江叔又扯下一颗慢腾腾的剥皮。沈长则凝眸，瞧着他水葱般的手指撕下深紫色的果皮，露出绿莹莹的果肉，送入红唇轻轻咀嚼，当真是秀色可餐。他竟从不知看人吃东西也如此美妙。对沈长则的窥视，江叔视而不见，自顾自地吃了一颗又一颗，直到一串葡萄去了一半，江叔肚子都吃饱了，沈长则也未开口。江叔坐不住了，拿湿帕擦干净手，打趣道：侯爷今日是专门来瞧我吃葡萄的。沈长则这才回神想起正事，低咳道：我来是有事想请教你。侯爷请说。沈长则满面愁容道：这几日酒水已恢复原价，但闻香醉还是没有生意，该如何是好？他虽骁勇善战，却对经商一窍不通。而江叔名下有100多间铺子，听母亲说他都经营得很好，想来必有过人手段。是以他愁恼了几日，最终还是厚着脸皮来找他。我一见内宅妇人，侯爷为何来问我？江叔装傻。沈长则俊脸一滞，颇有些难为情道：我知你定有办法。江叔浅笑：闻香最是景夫人所开，以他对我的成见，便是我说了，他又能听任？我会说服他。沈长则神色坚定，现下闻香醉已入绝境，由不得程景初任性了。江叔信谋谈嫂：我为什么要帮他？
他对我如何，侯爷再清楚不过。沈长则无从辩驳，只能舔着脸道：夫妻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就当帮我可好？夫妻一体没错，可他有2个妻子，到底跟谁一体？江叔垂眸，遮住眼中的讥讽和冷意，以程景初对他的所作所为，想让他帮忙，总得拿出点诚意。见他半晌不语，沈长则惶急道：你要如何才肯帮我？第26章逃学。江叔托腮，正思索着提什么条件时，霍冲神色匆匆的进来了。侯爷，少爷不见了。沈长则猛然起身，同霍冲往外走。江叔愕然回神，也跟了上去。事后艳阳的灰衣小厮站在院中，面色慌张焦急，一见到沈长则下楼便惶恐跪地。怎么回事？艳阳不是在上学吗？怎么会不见？沈长则问。小厮惶恐道：小的也不清楚。每日清晨少爷进学熟后，小的便在外院等少爷下学，今日也是如此。可到了午间休息时，孟夫子却很生气的同小人说：少爷要是再不去上课，以后便不用去了。艳阳逃学了。沈长则浓眉紧蹙，面浮怒意。小厮点头。他人在哪儿？小厮哆嗦道：少爷不见了。说清楚。沈长则冷喝。小厮吓得浑身一抖，如同倒豆子般道：孟夫子说他3天没见过少爷了，可小的每日都亲眼看见少爷进了学塾，一直守在外院，没见他出来。发现少爷不见后，孟夫子命人将学塾找了个遍，没有找到少爷的踪影。你确定艳阳没有出学塾？沈长则拧眉问。小厮肯定点头。除了上学和下学，学塾的大门一直锁着，少爷不可能出去。不在学塾，也没有出去，艳阳去哪儿了？此事先不要声张，尤其别让夫人知晓。沈长则嘱咐完，带着霍冲快步离开了。江叔返回屋内，摇着团扇，满心困惑。他也想不明白，艳阳到底去哪儿了。沈氏的族学开设在沈家旁支的一处院落，此院落僻静清幽，背靠青山，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沈长则在院中转了一圈，确认院墙高垒，艳阳翻不出去，只有大门一个出入口。侯爷，这墙是松的。霍冲忽然道。沈长则闻声过去，瞧见花丛后的墙壁上有几块砖石松动，轻轻一推就掉了。1尺见方的洞，足够5岁的孩子钻出去。沈长则用轻功翻过墙头，霍冲也跟了过去。墙下有尘土，也有爬行过的痕迹。霍冲检查后道：少爷很聪明，从洞中出来后把砖石回填，很难发现。只可惜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沈长则冷沉着脸，抬眼观察四周，猜测艳阳会去哪儿。此处是几条巷子的交叉口，2条通往大街，1条通向后山。沈长则抬脚往通往后山的巷子走去。来啊来啊，快来追我呀！我抓到鱼了。山脚缓缓流淌的小河中，一群孩童正在玩水嬉闹。沈长则打眼一扫，在一片树荫下瞧见了艳阳。他不会水，不敢往水深的地方去，坐在浅水区艳羡地看着游水抓鱼的孩子。少爷！或冲唤了一声。艳阳回头看见沈长则的瞬间，满脸惊慌，下意识地往河中跑。艳阳！沈长则一边喝止，一边往河边奔去。然艳阳此时如同受到惊吓的小兽，一个劲地往河中游，很快就到了深水区。但他不会水，扑腾几下后沉了下去。少爷！霍冲惊出一身冷汗，以最快的速度跃入河中，将艳阳捞了起来。嗨嗨！艳阳呛了水，咳得小脸通红。沈长则面色铁青，从齿缝中挤出2个字：回府。艳阳回头看着仍在河中自由戏水的孩童，流下绝望的泪水。沈长则将艳阳带回府，本想教训一顿不惊动程景初，但任凭他如何训斥，艳阳也拒不上学。沈长则气急，用家法将艳阳屁股打开了花。读不读书？沈长则打一下问一句。艳阳屁股已经被打得见了红，但他仍死死抱着木凳，倔强咬牙不读。啪！沈长则扬手又是一下，2指宽的竹板打在光屁股上，疼的人直哆嗦。艳阳疼得满脸涨红，哭得声嘶力竭。住手！住手！闻讯赶来的沈老夫人和沈母尚在厅外，瞧见沈长则又扬起了手，急忙喝止。祖母、母亲，你们怎么来了？沈长则俊脸紧绷，盛怒难消。2人没有理会他，第一时间查看艳阳的伤势。待看见艳阳的屁股被打开了花，疼得浑身颤抖，冷汗不断，沈老夫人心疼的老眼通红，气得指着沈长则骂：你是要打死他吗？他可是你的嫡长子。嫡长子是什么？是侯府的未来。正因为他是嫡长子，我才要严加管教，不能让他长成个庸才。沈长则疾言厉色，寸步不让。沈母抱着艳阳，抹着眼泪道：他不听话是该管教，可你也不能太心急，真要把他打出个好歹，悔之晚矣。艳阳，快给你父亲认个错，
告诉他你会好好读书的。沈母哄劝晏阳，晏阳疼得牙齿打颤，却犟得很，不，我不要读书，祖母，我不读书。听到这话，沈母和沈老夫人噎得说不出话。他们心疼孙子没错，可堂堂侯府嫡子怎么能不读书呢？祖母、母亲，你们也听见了，他毫不知错，可该管教。沈长则握家法的手收紧，气得胸膛起伏不定。沈老夫人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妥协道：他已经被你打伤了，便是要罚，也该换个不伤身的法子。依祖母之见，该如何？沈长则将家法递给了霍冲。沈老夫人思忖道：让他先跪着，把景初和舒儿叫来，一同商议。景初他情绪不稳，若让他知晓，怕是会动胎气。沈母有些担忧。沈老夫人瞪他一眼，道：闹成这样，你以为还能瞒得住？沈母不说话了。晏阳跪在厅中，沈长则几人坐着，等江叔和程景初。晏阳，莫一会儿，程景初就匆匆来了。夫人慢点，小心门槛。搀扶程景初的婢女小声提醒。程景初进屋，看到晏阳跪在地上，直接扑了过去，让娘看看你的伤。他听下人说，晏阳因逃学被家法伺候了，屁股都打伤了。夫人，霍冲向江叔行礼。江叔缓步踏进厅里，沈老夫人趁机道：景初，先坐，晏阳的伤没有大碍。他怕程景初看见晏阳的伤，一激动了胎气。原本失态的程景初在看见江叔时冷静了下来，被婢女扶着坐下。他不能让江叔看了笑话。第27章教子。江叔扫了一眼厅里的几人，见个个愁眉不展，满面忧虑，便知事态严重。不知侯爷唤我来作何？江叔问。沈长则示意霍冲将晏阳逃学一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打也打了，罚也罚了，晏阳宁死不肯读书，可如何是好？沈老夫人愁得直捶胸。程景初没料到事态竟如此严重，他又气又怒，恨铁不成钢的给了晏阳一巴掌。这书你读也得读，不读也得读。晏阳被打懵了，本就难过的他此时愈发伤心，往日泛着亮光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一片死灰。他不犟嘴，不反驳，不认错，也不吭声。晏阳，程景初苦口婆心的说教，晏阳却好似听不见，没有给出任何回应。程景初被他气得动了胎气，手捂着肚子，眉头紧凝。夫人，流血了！婢女惊恐失措。夏日衣衫单薄，一缕血线顺着程景初的裙角滴到了地上，触目惊心。快把方医女请进来！沈老夫人急声吩咐。幸好她早有远见，提前将方医女请了来。沈长则小心将程景初抱到椅子上，方医女细细给她诊脉。许久，方医女才收回手，一脸凝重道：景夫人隐有滑胎之象，万不可再牵动心绪，一定要静养。说到此处，方医女抿了抿唇，欲言又止。有话直说。沈长则道。方医女道：景夫人的身子再经不起折腾，最好不要再让她过问任何事。长则，送景初回去，剩下的事我们商讨，别再让她操心。沈老夫人果断道。程景初看着晏阳，不放心离开，却又疼得受不住，只能任由沈长则将她抱走。晏阳安静地跪着，对程景初险些滑胎没有任何反应。看他如此，沈母愁的不知如何是好。舒儿，晏阳也唤你一声母亲，此事你有何见解？沈老夫人将难题抛给江叔。江叔瞧了一眼阴郁沉毅的晏阳，道：他虽唤我一声母亲，可我毕竟没有真为人母，不懂如何教子，倒是祖母和母亲当有经验才对。沈母同沈老夫人面面相觑，他们虽为人母，养育过子女，但从未遇到过像晏阳这般执拗顽固的。许是在边关那几年纵坏了。沉默了片刻，沈老夫人道：总之，晏阳晏欢不能再住在揽云院了。母亲的意思是？沈母疑惑。方医女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从今日起，府里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影响到景初。沈老夫人语气坚定，不容置喙。晏阳已经这般了，万一他是个不成才的，那程景初肚里的孩子就是新的指望。两个孩子总要保住一个。沈长则很快回来了，沈老夫人同他说了方才的决定。祖母说的有理，我这就命人将他们的东西搬去母亲那里。沈长则道。沈母一脸惊慌，道：我接管了府中庶务，每日忙得头疼，哪还有功夫照管两个孩子？沈老夫人不满地瞪他一眼，道：送去寿永堂，我老婆子闲得慌，我来管。沈母讪笑，不是我不想管，实在是有心无力。晏阳这般不听话，他实在管不了。要不送去舒儿那里？舒儿聪慧机敏，识字明理，比我们适合教养孩子，这倒是个不错的提议。沈长则看向江叔，江叔眸子微动，带着些许嘲讽道：让我教养，景夫人怕是夜夜都不能安枕。
程景初对江叔的态度，旁人不清楚，沈长泽却心知肚明，当即打消了这个念头。行了，就让他们去寿永堂，陪陪我这个寂寞的老婆子。沈老夫人一语定音，人无故不亲，江叔不可能真心以待。是以，沈老夫人还是觉得自己教养最为妥当，有什么需要找江叔便是。谁教养定下了，可如何教养却犯了难。对于冥顽不灵的艳阳，几人头疼的无计可施。夫人，你可有见教？沈长则问江叔。如沈母所言，江叔聪慧明理，定有高见。江叔本不欲插手，但见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一脸绝望死寂的模样，实在可怜，便道：侯爷是想让艳阳明理成才，还是让他听话读书？有何区别？沈长则不解。江叔道：侯爷看外面那些树。沈长则一眼望出去，看见院中种了许多树，银杏、玉兰、桂花、罗汉松，它们都是树，有的能结果，有的会开花，有的能吃，有的好看，它们各不相同，却都受人喜爱。孩子同树一样，不同的孩子会长成不同的树，但再厉害的人也不能让玉兰变银杏。江叔顿了顿，又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教不成才，但也要因材施教，不能一概论之。你的意思不让他读书了？沈长则皱眉。江叔摇头：不是不读，是不逼。侯爷不妨问问艳阳，他到底喜欢什么，想学什么？沈长则深深地看了江叔一眼，转而问艳阳：告诉爹爹，不读书你想学什么？艳阳抬头看他，鼓起勇气颤声道：我想习武，像爹和娘一样做威风凛凛的将军。不行！沈长则一口否决。战场凶险，他不能让艳阳步他的后尘。艳阳被沈长则吼得身子一抖，垂着脑袋不说话了。看着一点就炸的沈长则，江叔平眉道：孩子犯错，为父母者当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只会斥骂打罚逼迫，不愿耐心善诱教诲，孩子如何能懂事？不仅不能成才，10日一场恐生怨恨。他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将军。沈长则声音缓了下来，却十分坚持。江叔道：习武并非只能做将军，做将军也不仅只习武便可。侯爷若想改变艳阳，不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何意？江叔道：左右这书他也读不进去，便索性先磨2年性子。侯爷将他带在身边，教他习武强身，看读公文，让他知小武将也需识字，武将也需识字。听到这句话，艳阳身心一颤。祖母、母亲以为如何？沈长则请示2人。不读书可是一件大事，他怕做错决定误了艳阳前途。沈老夫人同沈母对视一眼，道：就这么办吧，现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第28章夺取。商量好艳阳的事，沈老夫人让下人将他带回揽云院，请方医女给他看伤。江叔玉起身离开，沈长则叫住他：夫人且慢，我还有一事请教。江叔坐回椅子，示意沈长则有事快说。沈长则扫了一眼沈老夫人和沈母，2人也都好奇地等着他，想着都不是外人。沈长则便直言道：闻香醉门庭冷落，我不善经营，还请夫人不吝相助。先前他也同他说过，因艳阳打断了。酒坊生意不好吗？沈老夫人一脸担忧。沈长则颔首，带着几分羞惭道：孙儿不懂营商之道，只能求助夫人。沈母却道：一家人何必这么见外，直接将酒坊交由叔儿打理，岂不更好？左右你也不会，有公务缠身，分身乏术。这……沈长则心有犹疑。沈老夫人没好气地瞪了沈母一眼，暗骂他没长脑子。闻香最是程景初开办，怎能交由江叔经营？沈母看懂沈老夫人的意思，小声嘀咕：一间小酒坊，叔儿才看不上呢。打量着心思各异的3人，江叔缓声道：侯爷既开口了，母亲也吩咐了，我自是无法推脱。但丑话说在前面，既将闻香最交于我经营，那便要完全由我做主。若信不过，便另请高明。沈长则怔住，原本他只是想请教他经营之法，并未说将闻香最交由他经营。可话说到这个份上，骑虎难下，他根本别无选择。略带责备的望了帮倒忙的沈母一眼，沈长则硬着头皮道：我自是相信夫人，有劳夫人了。江叔趁热打铁道：让掌柜带着账册来见我。沈长则命霍冲立即去办。闻香醉的赵掌柜原是侯府驿馆事，江叔掌家时打过许多照面，很是熟悉。侯爷、夫人。赵掌柜恭敬见礼，呈上账册。江叔同沈长则端坐于上首，接过谭玉呈来的账册翻看。如沈长则所言，闻香最近来生意惨淡，进账寥寥。江叔拨弄算盘，细算出成本和盈利，同赵掌柜商议经营之策。想要生意兴隆，首先要做的便是引客，只有客人进店了，才有做成生意的可能。如何引客？沈长则诚心发问。
江叔沉吟道：“凡家有喜宴者，赠美酒1坛，购10坛再赠1坛。如此买10坛，便要送出2坛，岂不亏了？”赵掌柜惊诧。江叔沉稳地拨着算盘道：“以屠苏酒为例，12坛酒只需5坛便能回本，如何会亏？酒水本就是1本万利的生意，只分赚多赚少，绝不会亏。送酒的目的是引客，没有谁家会天天办喜宴，但酒水却几乎日日都需。是，小人明白了。”赵掌柜认真听着，仔细记下。再挂一块猜酒牌，每月初8举办闻香品味猜酒会，前3位猜中酒名者赠酒1坛，猜不中者需购酒1坛。猎奇好胜是人的本能，凡好酒者绝不会放过此机会。夫人高见，小人佩服。赵掌柜听得两眼发亮，衷心敬服。沈长泽的目光一直粘在江叔脸上，眸中全是惊叹与欣喜。这是他的妻。细细品味着这几个字，沈长泽心口炙热滚烫，感到荣幸与骄傲。江叔千唇浅笑，欲开口接着商议时，程景初的婢女秋霜来了。侯爷，夫人醒了，要见侯爷。秋霜面露黄色，显然程景初定是发了脾气，他不得不来。沈长泽眼中闪过一丝烦躁和不耐，你没到，你们接着谈，我去就来。江叔没有在意沈长泽的离去，左右他在与不在也无甚区别，反倒是赵掌柜暗暗摇头叹气，为江叔感到惋惜。虽然他是闻香醉的掌柜，按理说是程景初的人，但他没有忘记这活计是江叔为他们争取来的。再者，6年来江叔对侯府的付出以及待下人的宽厚，赵掌柜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相较于程景初，侯府下人更敬服江叔。我们继续。江叔叫回走神的赵掌柜，两人又商谈了一会儿，事无巨细。江叔抿了口茶，淡声道：“可都记下了？”“都记下了。”“那回去着手准备吧。”江叔道。“是，小人告退。”赵掌柜躬身退下。江叔朝厅外望了望，估摸着沈长泽一时半会儿抽不开身，便回厅竹楼了。揽云院主屋，程景初得知艳阳停学，闻香醉交由江叔经营，生了好大的气。沈长泽耐着性子哄劝了许久，他仍旧不肯同意。他定是想毁了艳阳，想抢走闻香醉。程景初愤恨又惶恐。沈长泽揉着眉心道：“你别乱想，江叔不是那种人。侯爷就如此信任他，信任到忘了我才是艳阳的娘，我才是闻香醉的主人。”程景初红着眼盯着沈长泽，无声流泪。瞧着他这副无理取闹的撒泼模样，沈长泽只觉疲惫头疼，想要逃离。好在这时沈老夫人同沈母来了，及时解救了他。祖母、母亲。沈长泽面色阴郁，声音低沉。沈老夫人知他定是被烦着了，便道：“你忙去吧，这儿交给我们。”沈长泽感激地行了一礼，逃也似的走了。程景初躺在床上，满面泪水，神色凄楚，赤红的眸中满是愤恨和不甘。“你这是作何？伤着身子和肚里的孩子，得不偿失。”沈母劝道。程景初颠笑：“这府中还有人在意我和孩子吗？”沈老夫人道：“这是什么混账话？若非为了你和孩子，长泽又何须放低姿态同舒儿说好话，求他帮忙？为何一定要找他？明知他与我不睦，定不会真心相帮，为何还要给他害我羞辱我的机会？”程景初恨恼。沈母皱眉：“你这是什么话？舒儿最是谦和良善，怎会害你？”程景初露出嘲讽的笑。所有人都觉得江叔好，都护着江叔。那他呢？他算什么？你眼下最要紧的事是养胎，旁的事都不要再想，以免忧思过度，动了胎气。沈老夫人苦口婆心的劝诫。程景初冷哼着道：“你们若真在意我腹中的孩子，就不要让江叔插手。”“你这是何意？拿孩子做威胁？”沈老夫人恼了。程景初不语，算是默认。母凭子贵，谁叫他有这个资本呢？第29章故纵。程景初倦狂的态度惹恼了沈老夫人，引得她十分不悦。重重一甩袖，沈老夫人训诫道：“你为侯府诞下长子长女，确然有功。长则感念你的不义，请只抬你做平妻，这放在整个上京也是先有的宠爱。但你若不懂珍惜，消磨了他对你的怜爱，可悔之晚矣。莫要总想着拿孩子做法，你得明白，这孩子你能生，别人也能生。只要是长泽的孩子，都一样是侯府子嗣，你同你的孩子都并非无可取代。”最后一句话落下，程景初如遭雷击，心中大震。见他似清醒了些，沈老夫人奉劝道：“你若想保住在长泽心中的位置，便不要再任性胡闹，安心生下孩子是正经。”程景初茫然地看着帐顶，痛苦无助，却不似先前那般激愤。沈母见状温声道：“景初，长泽他都是为了你，艳阳的倔强你也见识过了，强逼他读书只怕会出事，倒不如先退一步。至于闻香醉，长泽不善经营，若不教尤淑儿打理，怕是不日就要关门。道理都已说与你听，
孰轻孰重，你自己掂量吧。沈老夫人不耐再劝，起身走了。沈母又温声劝慰了几句，嘱咐下人好生照顾。已是晚膳时间，沈长泽却不想在懒云院用饭，抬脚去了听竹楼。江叔净了手，正准备用饭，见到沈长泽，颇感意外。出于礼节，江叔问：“侯爷可用过了？”“还未。”“拿副碗筷来。”沈长泽自顾自坐下，毫不客气地吩咐谭玉。谭玉不情不愿取了碗筷来。食不言，寝不语，两人沉默用饭，并无交流。饭后，楚玉奉上茶水。江叔喝完一盏，见沈长泽未有要走的意思，莫名有些心烦。“夫人，热水已备好，可要现在沐浴？”谭玉问。江叔应声，起身去沐浴。沐浴洗头，半个时辰的功夫，江叔想着沈长泽应当走了，却没想到他披着轻薄纱衣出来时，沈长泽还在。他拿了卷书，心不在焉地瞧着。江叔一愣，天色已晚，侯爷不回去歇息吗？今夜我就宿在此处。沈长泽放下书卷道。眼前人一身藕色纱衣，相间半透，如瀑长发随意披散着，清纯中透着丝丝妩媚，勾得他移不开眼。察觉到沈长泽眼中的异动，江叔拢了拢纱衣道：“听竹楼没有侯爷的换洗衣物，怕是不便。”不知为何，他并不想让沈长泽留宿，许是天气燥热，又许是近日事多烦心，总之他毫无兴趣。无妨，让谭玉去取一套便是。沈长泽打定了主意。江叔抿唇，别有深意道：“侯爷还是亲自回去同景夫人说一声吧，以免他又差人来换。”回想起之前几次留宿未果，沈长泽心中了然，觉得江叔的话很有道理。“你备好期盼，我很快回来。”沈长泽起身走了。江叔赶忙进内室换了件外衣，酷暑难耐，方才他以为屋中无人，才穿了清凉的纱衣，并非有意勾引。想到沈长泽还要回来，今夜怕是避不开了，江叔有些烦躁。他不是对徐令仪很满意吗？怎么不去寻他？对了，徐令仪。江叔眸光一亮，唤来谭玉耳语了几句。谭玉听完，奇怪地看着江叔，不明白他此举何意。江叔红着脸，轻咳一声催促：“快去！”谭玉只好去了。沈长泽一直跟程景初同屋居住，同榻而眠，衣物自然也都放在一处。他轻手轻脚地进屋，拿了衣物准备离开时，床上的程景初不知何时睁开了眼，静静地盯着他。“可是吵到你了？”沈长泽故作镇定。程景初盯着他手上的衣物，平心静气地问：“夫君这是作何？”“我怕吵到你静养，准备去别处歇歇。”沈长泽道。以程景初现在的身体和情绪，绝不适合与他同住，是以沈长泽打算另居他处。“夫君要去哪儿？”程景初紧盯着他的眼睛。沈长泽如实道：“听竹楼。”“好，夫君去吧。”如他所料，程景初死死地抓着床单，目送沈长泽离去。人心易变，毫不牢靠，但只要保住孩子，他在侯府永远都有一席之地。月上枝头，沈长泽沐浴更衣后踏进听竹楼。尚在楼下，他便听到楼上主屋传出女子的交谈声，以为江叔在同婢女说话。沈长泽不做他想，满怀期待地上楼进屋。“侯爷。”徐令仪柔声见礼。沈长泽懵了：“你怎么在这儿？”江叔道：“是我请他来抚琴助兴的。”沈长泽望着江叔，眸光晦暗不明。江叔低头装作没看见，走到棋盘一方坐下。徐令仪也在琴案前坐下，素手纤纤拨动琴弦。沈长泽无法，只能一边听琴一边与江叔对弈。三个人的夜晚，总有一人多余。江叔下了一会儿，忽然手捂肚子，面容扭曲。“怎么了？”沈长泽奇怪。江叔急急道：“我肚子疼，去就来，侯爷稍后。”语罢，江叔匆匆起身下楼。不用想也知道他去了哪里。沈长泽皱眉，盯着下了一半的棋局，觉得索然无趣。徐令仪弹完2支曲，江叔才慢吞吞地回屋。“该谁了？”江叔捏着棋子问。沈长泽兴致缺缺道：“你。”“哦。”江叔观察棋局，专注又认真。沈长泽瞥眼，目光落到抚琴的徐令仪身上。徐令仪面容姣好，身姿窈窕，性情温顺。沈长泽不由想到洞房那晚，喉头上下滚动。说起来，他进府将近1月，他只同他同房过1夜。“侯爷，该你了。”江叔轻声提醒。沈长泽回神，随意落下一子。“咦？”江叔盯着棋局，小声嘀咕：“侯爷落在此处是何意？莫不是欲擒故纵，引我入瓮？”沈长泽低咳一声，凝神看自己落子的位置。两人你来我往，一局很快结束。江叔兴致勃勃，又开始了新的一局。沈长泽此时万分后悔，没事提什么下棋。如此良辰，美人在侧，赏赏月，谈谈天不好吗？啊，我肚子又疼了，去就来。江叔捂着肚子跑了。沈长泽一脸错愕。楚玉自顾自的道：“夫人定是贪兵吃坏了肚子，
我去找找治腹泻的药。沈长泽闻言浓眉紧蹙，面上生出嫌恶。徐令仪垂手抚琴，心知肚明。第30章拿捏。江叔回屋时，抚琴下棋的人都已不在，谭玉、楚玉在收拾棋盘茶具。人呢？江叔明知故问。谭玉配合道：“徐姨娘累了，侯爷送她回松兰院歇息了。”哦。江叔满面遗憾，然轻快的脚步却出卖了他。谭玉同楚玉对视一眼，不明白江叔为何要将沈长泽往外推。自从被沈老夫人训诫后，程景初消停了下来，日日在揽云院安心养胎，不问世事。就连沈长泽搬去侧屋居住，他也没有阻拦。夫人，侯爷又去了松兰院。秋霜低声回禀：“知道了，下去吧。”程景初毫不意外。沈长泽将衣物用品搬去侧屋，却未在侧屋住过1日。让程景初不解的是，沈长泽接连几日宿在松兰院，江叔却没有半点反应。难道他就不想要夫君宠爱，还是他坚信他的地位无可撼动？这是乌梅红糖饮，夫人趁热喝。徐令仪送上他亲自煮的糖水，江叔接过，轻轻搅动。你怎么知道我的小日子？聪明人面前，徐令仪不敢卖乖弄巧，如实道：妾身本想给夫人送冰酪，楚玉姑娘说夫人这几日不能食冰，妾身便猜到了。江叔尝了一口，味道不错。夫人若喜欢，往后妾身每月给夫人送。徐令仪趁机道。江叔笑：你不必如此，事后好侯爷便成。事后侯爷和夫人都是妾身的本分。徐令仪态度恭敬，毫不焦躁。江叔定睛瞧他，有些捉摸不透。侯爷近来心情如何？江叔随口问。近日沈长泽似乎格外忙，没有空闲来寻他，他也乐得清静。徐令仪斟酌道：阴晴不定，有时被少爷气得头疼，有时又因酒房欣喜。江叔慢条斯理地喝着糖水，从徐令仪口中得知了沈长泽近况。见徐令仪说起沈长泽时容光焕发，满目柔情，江叔觉得不可思议。你很喜欢侯爷？他以为徐令仪嫁于沈长泽为妾是不得已为之，但看徐令仪的反应，却似真心爱慕。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他不知道的隐情？江叔笃定的语气让徐令仪无从否认，面皮微红的反问：侯爷气宇轩昂，英俊风逸，夫人不喜欢吗？沈长泽的身份和样貌虽不说数一数二，但在上京也是中上之姿，且他还是英勇善战的将军，是多少闺秀想要的梦中郎婿。徐令仪大着胆子瞧向江叔，发现他的眼中没有半丝情愫。也是喜欢过的吧，就像刚破土的种子，还未看见太阳长什么模样，便被大雨淹死了。江叔怅然失笑。在徐令仪心里，沈长泽这般英俊尊贵、不滥情还怜香惜玉的男人，简直是世间难觅的良婿。这样的人，江叔竟不喜欢。他不理解，也不敢问。你从什么时候喜欢侯爷的？江叔问。徐令仪眼中的情愫太浓，定是积年累月之故。可沈长泽戍边6年，方归来几月，与他并无机会见面。难道是7年前的牡丹宴？见江叔眼神清明，似已猜透，徐令仪羞臊咬唇道：7年前的牡丹宴上，妾身对侯爷一见钟情。他在赌江叔对贵族往事并不知晓，最多也只知道7年前的牡丹宴，而实际上他爱慕沈长泽的时间更早更久。但这是他心底最深的秘密，他不会让任何人知晓。江叔对他人的私情并不无兴趣，只是惊叹于徐令仪的痴情。如今你也算得偿所愿了。江叔恭叹。以徐令仪庶出的身份，她是绝无可能做侯府正妻的。她想嫁给沈长泽，只能为妾。徐令仪也明白，万分感激道：妾身能如愿，全靠夫人成全。江叔轻笑，笑而不语。直至方才他才明白，那日昭觉寺偶遇，并非偶然。就凭这份等待7年的坚韧，徐令仪也绝无可能自尽。昭觉寺的走投无路，不过是他的精心谋划。被人利用虽心有不悦，但江叔并不怪徐令仪。女子不义，徐令仪的行为也并未伤害到他，是以他可以原谅。从听竹楼出来，徐令仪后背竟出一层薄汗。江叔虽没怪罪，但他总归是心虚。一番兜底，往后他便被江叔拿捏住了把柄，只能听之任之。不行，他不能任人拿捏，他要在侯府站稳脚跟。瞧了一眼天色，沈长泽即将回府，徐令仪抚了抚鬓发，回去精心打扮去了。一段时间的相处，徐令仪已经摸清了沈长泽的喜好。知他不喜浮华妖艳的扮相，他便拾掇得干净清新；他不喜拈酸吃醋、无理取闹，他便大度宽和、懂事体贴。如此，将沈长泽抓得牢牢的。顶着酷热累了一天的沈长泽回府，将艳阳送回寿永堂，给沈老夫人请了安，遂去了松兰院。徐令仪捧上一碗冰酪，给沈长泽解暑。一碗冰酪下肚，沈长泽舒服的喟叹。这几日是他回京后过的最舒坦的几天，不用解释，不用哄人，他可以全身心的放松。侯爷累了一天了，可要泡个热水澡去罚？徐令仪试探的问。
因近日都宿在松兰院，沈长泽的衣物也都在此处。沈长泽应声。徐令仪立即吩咐碧桃去准备热水。不一会儿，热水备好了，徐令仪拿了干净衣衫，侍候沈长泽沐浴。一身疲乏的沈长泽坐在浴桶里，闭着眼享受徐令仪的轻柔按摩。估摸着泡的差不多了，徐令仪拿了澡豆沾水后抹到沈长泽身上，滑腻柔仪轻轻揉搓，骚得沈长泽酥痒难耐。猛地睁开眼，半露酥胸猝不及防撞入眼中，沈长泽目光一紧。徐令仪毫无所觉，仍专注地给沈长泽洗澡。为了凉快，他只披了一件清透薄纱，玉肤相间朦胧半透，引人遐想。沈长泽只觉得浑身气血翻涌，伸手抓住徐令仪的手，用力一拽，将她拽进了浴桶。啊！徐令仪小声惊呼，轻薄纱衣湿透后贴在身上，越发勾人。沈长泽逆着她干净的面容，妖娆的身姿，觉得又纯又媚，堪称尤物。水波有节奏地拍打着浴桶，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娇吟和低喘，听得屋外的碧桃骚红了脸。这大白天的，太阳还没落山呢。第31章依赖。小半个时辰后，屋里的动静消失。碧桃听到传唤，带着2个婢女进屋收拾浴室。沈长泽穿戴整齐地坐在外室，喝了盏茶后起身道：“酒房有些事，我得去找夫人商议，就不同你用晚膳了。”他一脸舒心畅意，眉眼带笑。徐令仪起身送他，贴心地提醒：“夫人这几日身子不太舒适，侯爷一完事就让夫人休息，可莫要拉着夫人下棋了。”沈长泽脚步一顿：“他怎么了？”徐令仪面皮一红，羞耻道：“女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过几日妾身也到了。”沈长泽明白过来，顿觉尴尬，不自在地低咳了一声：“景夫人养胎憋闷，侯爷若得空去陪陪她吧。”徐令仪暖心道。想到程景初，沈长泽眉头不自觉地拢了起来。姨娘为何要让侯爷去陪景夫人？沈长泽走后，碧桃不解地问。徐令仪轻斥：“难道我不让她去，她就不会去吗？”碧桃一愣，随即了悟：既明知她要去，又何不做个顺水人情呢？落日融金，暮云合璧。江叔倚着轩窗看晚霞日落，忽地听到有人进屋。夫人，侯爷来了。楚玉提醒。楚玉撩起珠帘，沈长泽抬步入内，趴在窗沿上的江叔回头，四目相对。金黄灿烂的落日映衬下，江叔明艳的小脸柔和娴静，看得人赏心悦目。沈长泽眸中划过惊艳之色，缓步过去。侯爷。江叔懒洋洋地欲起身见礼。沈长泽道：“不必了，坐吧。”江叔也不跟他假客气，安安稳稳地坐着。沈长泽在他身旁站定，从窗口往外看去，以江叔的视角去看他每日所瞧的风景。可惜此处并不能看到完整的落日，今日的落日也不甚完美。沈长泽心生怜惜，脱口出道：“改日我带你去看完整的落日。”江叔微怔，略有些意外道：“好。”自从嫁入侯府，他便鲜少出门，便是出门也定要在落日前回府。是以他也有多年没见过完整的落日了。近日闻香醉的生意逐渐好了起来，多亏了你。沈长泽看他的眼神带着钦佩。江叔早便料到，并不意外，神色淡淡道：“侯爷满意就好。”沈长泽凝望着他，有些难以启齿道：“酒房生意有了起色，便需要继续购粮酿酒，可粮价时涨时跌，导致成本不稳定，不知夫人可有解决之法？这便是他来找他的目的吧？”江叔心中讥讽，面上却不露声色，摆出冥思苦想模样。沈长泽不敢打扰他，安静地矗立在一旁，耐心等待。眼瞧着落日余晖由金色转为橘色，快到晚膳时间了，江叔才悠悠开口：“我记得圣上赏赐了良田100亩。”“距离上京有100余里路，我一直是忙，还未去验看。”沈长泽不知他突然提起是何意。江叔思忖道：“加上侯府先前的祖业，共有1000多亩田地山林，往年大都荒置着，只随意种了些瓜果作物，并未精心打理过。如今侯府有了酒房，需要源源不断的粮食花果酿酒，不如将这些田地山林都利用起来。良田种上粮食，薄瘠的土地山林种上花果，如此一来，最多2、3年，酿酒原料便能自给自足。妙啊！既避免了田地荒废，又解决了酿酒原料，一举两得。”沈长泽两眼放光地看着江叔，如看一件稀世珍宝。江叔被他盯得毛骨悚然，颦眉道：“侯爷可是觉得不妥？”“没有，很妥。”沈长泽伸手轻抚他发顶，未有他这样的夫人感到与有荣焉，幸甚至哉。此事至关重要，侯爷定要派遣得力之人去做，最好亲自去走一遭。江叔提醒：“京中达官贵族大多置有田地山林，然显贵之家从不在意田中所出的微薄之利，一般都是租给当地佃户或闲置。侯府亦是如此，多年未管，突然想要精心打理，大肆兴耕，怕是有些艰难。但这世上本也没那么多义士，
艰难才是事之常理。沈长则也明白这个道理，慎重道：“等忙完手中事务，我同圣上告假几日亲去一遭。但府中人事庶务，夫人比我清楚，还得有劳夫人协助。”江叔没有答应。沈长则有些慌，夫人可是不愿？他近日央求他帮了太多，实在有些没脸。然江叔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当，又让沈长则无比依赖，不想放过他。江叔眨了眨眼，道：“现如今侯府是景夫人掌家，母亲代理庶务，我不好越俎代庖。”沈长则揣摩道：“夫人的意思是要重掌侯府？也不是不行。”侯爷误会了。江叔失笑摇头：“这样吧，侯爷若实在要我帮忙，我将合适之人的名字写出来，侯爷同母亲去安排便成。田庄远离上京，僻远清苦，没人愿意去，他才不做这招人恨的恶人。”沈长则从未处理过庶务，自然不懂其中弯绕，未做他想答应了下来。两人说话间，谭玉进来道：“侯爷夫人，晚膳摆好了。”江叔起身同沈长则一道用晚膳，解决了烦忧之事，又消耗了诸多体力。沈长则胃口大开，吃了2碗饭。江叔看得惊奇。饭后，谭玉送上漱口茶水。沈长则漱完起身道：“你身体不是便多休息，我就不饶你了。”江叔奇道：“侯爷怎知我不是？难道他表现的有那么明显，还是他的心思细腻到如此程度？令仪特意提醒我的，怕我饶你休息。”沈长则如实道：“令仪？”听他这口吻，想必对徐令仪十分主意了。江叔似笑非笑道：“徐姨娘当真是个可心人儿，有她侍候，侯爷舒心不少。”沈长则颔首，语带感慨：“说来都要感谢夫人。”江叔笑不达眼底，都是侯爷自己的福分。沈长则满面春风，离开时脚步轻快，身影恣意，无不透露出他的愉悦心情。吃完就走，侯爷是来蹭饭的吗？谭玉小声嘀咕。江叔被他逗乐，轻笑着唤来楚玉：“夫人有何吩咐？”楚玉问。江叔看着手中的团扇道：“去查查徐姨娘的过往，越仔细越好。徐令仪如此关心她，他自然也要关怀关怀她。”第32章手段。打览云院过时，沈长则迟疑了一瞬，还是抬脚走了进去。近来程景初似是懂事了，不再吵闹责问，温顺的过分，反倒让沈长则心里没底。他悄声走进屋内，瞧见程景初在缝制幼儿新衣。沈长则心有触动，温声道：“这些事自有秀娘做，你别累坏了眼睛。”程景初抬头看着他柔和一笑：“可我想为孩子做点什么。”沈长则在程景初旁边坐下，宽大的手掌轻抚上他的腹部。还不到3个月，感受不到。程景初的手附上他的手，温暖热烈。沈长则反握住，将他揽入怀中道：“辛苦你了，等孩子生下来，我带你出府游玩透气。”程景初靠在他胸膛痴痴的笑：“夫君莫不是傻了？生完孩子的坐月子不能四处跑，那就等坐完月子再去，总归得好好弥补你。”沈长则心生疼惜，毕竟同床共枕6年之久，又为他生养了子女，情深意厚无法言喻。好，夫君可要说话算话。程景初还抱住沈长则的腰，闭上眼感受这一刻的温情脉脉。他相信沈长则是爱他的，只是他的爱不只给他，也分给了别人。可累了要休息了，沈长则抚着他的背问。程景初摇头：“白日睡了太多，不困。”末了似明白过来，程景初体贴道：“夫君可是有事要忙？”“要去书房处理些文书。”“我陪着夫君吧，给夫君研墨。”想着研墨也累不着他，沈长则便同意了。两人一道去了书房。他专心看写公文，他安静研墨，气氛融洽宁和。长夜寂寂，程景初托腮看沈长则处理公务，回想起两人在边关生死相依的日子，竟有一丝怀念。可过去终究是过去，人总要向前看。烛火跳动中，时间缓缓流逝，有孕在身的程景初极易犯困，以手眼唇打了个小小的呵欠。会神看文书的沈长则听见了，扭头道：“困了就回去睡吧。”说着就要唤秋霜送他回去。情急之下，程景初伸手捂住沈长则的嘴，撒娇道：“我想陪着夫君，等夫君一同安歇。”唇上传来的温润触感，以及耳中听到的绵柔之音，令沈长则心头一软，合上文书道：“走吧，我陪你回去安歇。”“可夫君不是还没处理完吗？”“无碍，不是什么要紧事，明日再看也行。”沈长则扶着他起身。程景初眉欢眼笑，同他回了主屋歇息。秋霜看在眼里，一颗心落回了肚里。前几日两人大吵一架，沈长则搬出了主屋，又接连几日宿在松兰院，秋霜还以为程景初失宠了。如今看来他的担心实属多余，夫人自有手段。雨滴滴答答落下时，碧桃前去关窗，听到雨声，徐令仪如梦初醒，自言自语道：“侯爷不会来了，无所谓，今日他也觉得有些乏累，往后还有的是机会。”想到傍晚沐浴时沈长则失控与他缠绵，徐令仪勾唇媚笑。
既已抓住了沈长泽的身体，抓住他的心不过早晚的事。雨噼里啪啦的下了一夜，到次日还未停。江叔在廊下听雨，拿着胡萝卜喂不白。因食物充足，短短1个多月，不白长大了几圈，抱在怀里同一只猫差不多。寻常的野物都带有野性，轻易不肯与人亲近，但不白对人却毫无防备，任谁都能捉到。又蠢又贪吃，你先前怎么活下来的？江叔垂手抚摸不白柔顺光滑的皮毛，纯黑的野兔很少见，若落入旁人手里，定要将它剥皮吃肉，拿它的皮毛做误食。遇到它，算它长命。沈长则撑着伞走入廊下，逆着江叔腿上的不白道：“这兔子倒是个有福的。寻常人养宠物都是养个小猫小狗，亦或是鸟雀，极少有养野兔的。”江叔浅笑道：“是有福。那日我从昭觉寺礼佛回来，刚巧看见他。若他那日没有去礼佛，没有同长公主一道，没有景王积德，他怕是早已入了轮回。”沈长则移开目光，并不在意一只兔子。江叔放下不白，问：“侯爷今日怎么有空？”沈长则望着断断续续如珠帘般的雨幕，深沉道：“下雨不宜练兵。”江叔了然，起身道：“那便趁今日侯爷的空，一同理理是河，打理田庄之人吧。”两人撑伞上楼，一待便是一上午。侯府的田庄共分为5处，每处庄子都有一位庄管，只是放任多年，对侯府并不那么忠心。是以想要打理好田庄，必须重新委派忠心可信之人。侯爷觉得这几人可行，江叔一一分析。沈长则略微斟酌后道：“很好，稍后我就同母亲去安排此事。”江叔将写着几人名字的纸张递给他，沈长则接过，折好收入袖中。江叔提醒道：“田庄僻远艰苦，定然无人愿去。侯爷要恩威并施，方可让他们甘愿前去。夫人可否具体？”沈长则听得有些茫然。江叔道：“冯管事的妻女在厨院做活，可将平管事之妻王氏提升为厨院采买，他女儿派遣到后院侍候。”沈长则不傻，一听便懂了。只是他对府中人事安排不熟悉，不知从何下手。府中老人都是母亲和祖母的人，侯爷不妨去问问母亲和祖母的意见。江叔给他指路。沈长则颔首，觉得江叔聪明有度，进退合宜，与他相处极其舒适。乍然更换庄管，先前的庄管必然不满，侯爷可想好如何应对？江叔问。更换庄管虽是主人的权利，但若处理不当引起怨恨，必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沈长则拢眉肃杀道：“服者留下，不服者驱离。”江叔摇头：“不可。庄管虽势威，但盘踞多年，根基颇深，正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须得妥善处置。若强硬处理惹起愤恨，他们必会挟私报复。庄上的人都是他们的，不可能更换彻底。倒是新庄管必定寸步难行，侯爷的计划也难以实行。这般麻烦。”沈长则眉头紧锁，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江叔挑眉：“侯爷以为掌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沈长则望着他，张口结舌。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从不觉得掌家理宅能有多难。第33章贪婪。沉默是最好的回答。江叔心中泛寒，唇角牵出讥讽的弧度。沈长则见了，面上有些挂不住，不由心生恼意。他是他的夫，是他的天，便是他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该如此明目张胆的鄙夷。沈长则觉得江叔什么都好，就是不安夫妻之道，不解风情。罢了，现如今侯府已不由他掌家，他无需与他置气。想通后，江叔脸神正色道：“依我之见，对待先前的庄管庄户，也当恩威并施，分而化之。”谈及正事，沈长则压下心中情绪，认真思量商讨。具体方法我未上想到，侯爷足智多谋，当比我一介内宅妇人更有智慧。沈长则无言以对。坐了这许久，江叔觉得有些腰酸，起身走向软榻。沈长则见他躺下，恍然道：“你多休息，我就不扰你了。左右线下也商量不出什么了，不如先去解决府中人员事宜。”侯爷慢走。江叔挥手，毫不留恋。沈长则走出屋子时已雨过天晴，但他心中却阴郁不明。江叔的那抹讥讽实在刺眼，如一根尖刺扎在了他心底。沈长则先去了听兰院，后与沈母一道去了寿永堂。沈老夫人听了他的话，老脸紧皱，陷入了沉思。非得如此不可。在侯府清闲了半辈子，谁会愿意去庄上吃苦？这怎么看都是门苦差事。孙儿都是为了侯府繁荣谋划，如此一石二鸟之策，不仅能节流，也能开源。沈长则拱手作揖，一副用心良苦不得已而为之的模样。在他看来，下人就是为主子所用，并无不妥。沈老夫人无奈叹气，侯府和下人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毕竟曾是侯府主母，沈老夫人同沈母处理启宅中事，也是得心应手。不多时，三人就商议好了，
召来选定好的几人同他们交涉。如江叔所料，他们虽不情愿去庄上，但恩威并施之下，也并未不满。放心，侯府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会妥善照顾你们的家人。便是以后你们老了，也会让你们好生容养，定不亏待。沈老夫人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经他一番劝说，几人都点了头。沈长则长舒一口气，正准备交代具体事宜时，有下人匆匆来禀：侯爷、老夫人、太夫人，小姐来信了。沈母激动不已，又惊又喜道：快把信给我。沈老夫人挥手，让几人先回去交接手中事务。雨后放晴，江叔惬意地躺在软榻上看天边彩虹。夫人、老夫人，请你过去一趟。谭玉进屋禀报。江叔错，可有说是什么事？谭玉摇头，奴婢问了，说有要事，请夫人即刻过去。侯府门庭冷落，人口简单，能有什么要紧事？带着疑惑，江叔去了寿永堂。沈长则三人聚在一起，满面春风，有说有笑。见到江叔进屋，沈母欣喜招手道：叔儿，快过来，坐我这儿。江叔一言过去坐下，见三人皆满脸喜色，狐疑道：不知祖母唤我来所为何事？青荣带着姑爷回来省亲了，姑母还有半月就到。沈老夫人老脸含笑，打心底里高兴。沈母也眉欢眼笑道：青荣这次省亲也算回门，可是大事。4年前沈青荣远嫁平阳，离京几年未归，此次不远千里回京省亲，定是收到了沈长则荣归的消息。华清院空置多年，许多东西都就损了，得抓紧时间置换。这事儿可得抓紧。青荣带着心远一道，心远才2岁，正是娇贵的时候，衣食住行可不能马虎。陆心远是沈青荣同陆明科之子，是平阳郡守的嫡长孙，虽不是皇子王孙，却也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少爷，金贵得很。沈老夫人同沈母你一言我一语，计划着怎么迎接沈青荣一家3口。都说长嫂如母，叔儿你可得上心。沈母忽然握着江叔的手道。江叔从正愣中回神，浅笑道：母亲放心，我会给心远备好见面礼。沈母噎了噎，愁眉道：近日府中事多，我被缠得抽不开身。翻修华清院和回门宴一事，你可得帮母亲分担分担。如何分担？出力又出钱那种吗？江叔唇畔勾起一抹若有似无的讽笑。从前他将侯府视为荣辱与共的家，是以从不计较，花起银子来半点也不心疼。可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江叔望向对面的沈长则，缓声道：侯爷让我协理田庄之事，2件事撞在一起，我实在分身乏术，有心无力。原本他是想找个由头推脱，不与沈长则去田庄的，但现下看来只能2选其一了。江叔无奈，他并非舍不得银子，只是不想再当冤大头。当初沈青荣出嫁，他就是听信了长嫂如母4个字，为沈青荣添置了丰厚嫁妆。可沈青荣出嫁时却说他恨他，出了银子不讨好，反落怨恨，这种蠢事他不会再干第2次。然沈老夫人同沈母却不想放过江叔这棵摇钱树。长则田庄之事可否缓缓，等青荣回来后再去？沈老夫人道：青荣是你唯一的妹妹，什么事能比她更重要？沈母帮腔，一唱一和。沈长则迟疑了一瞬，眼看就要答应。如今已是7月，秋播就要开始了，若不赶紧翻整好田地播种，怕是会耽误明年的收成。江叔慢条斯理地说着，提醒沈长则孰轻孰重。身为男子，沈长则自然更在意功业，不似妇人那般重情短见。经江叔提醒，沈长则果断道：田庄之事刻不容缓，府中之事母亲多费些心吧。沈母一听，气得险些背过气去，真是不当家不知花钱如流水。华清院里里外外翻整下来，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沈老夫人同样恨铁不成钢，却无法明说，只能生闷气。妇人盘算本就上不得台面，沈长则是男子，不好与他直说。眼瞅着沈老夫人同沈母恼的似要心梗，江叔幽声道：听闻平阳郡十分富庶，想来此次省亲，姑爷定会带不少礼物，母亲可得收拾好库房摆放。一听这话，沈老夫人昏暗的老眼泛起亮光，沈母面上也浮出笑意。他们怎么把这茬给忘了？第34章命脉。当年陆明科来上京迎亲时，送上的聘礼十分丰厚，都快赶上王爷娶妻了。以陆家的大手笔，此次回门礼定然也不轻。如此一想，沈老夫人与沈母释然了。江叔细细窥察着他们的神色，心底的讥讽越来越甚。从前他怎么就没发现他们如此贪婪自私呢？撕掉愚孝的面纱后，江叔才真正看清沈老夫人和沈母。想到要同他们相处一辈子，江叔心中生出浓烈反感。他无比悔恨，从前只看到了侯府浮于表面的殊荣尊贵，却没有瞧见隐藏在那里的腐败恶臭。从寿永堂回来，江叔的面色不太好，午膳也没吃几口。楚玉担忧地问：夫人这是怎么了？
可要请方医女来瞧瞧。江叔摇头，神色恹恹道：“我没事，只是有些烦心。疾病可治，心病无医。”沈长则极为在意田庄之事，3日后就告了假，同江叔一起带着挑选出的几人去了庄子。按照路程远近，他们先去了最近的桑岩庄，早上出发，下午抵达。见过侯爷夫人。对于他们的到来，庄管杨老福极其意外，毫无准备。但沈长则却是有备而来。一进庄，沈长则就问起庄上情况，命霍冲带人去巡查田地，要了账册、路簿来看。杨老福心虚道：“侯爷同夫人车马劳顿，定然疲累了，不如先歇息一晚，明日再看。”沈长则没有理会，同江叔一人一本翻看起来。如江叔所料，账册和田地等记录都含糊不明，全是糊涂账。若要追究，怕是得费上3、5日功夫，且对出来的窟窿也难以找不回来。沈长则没这闲功夫，也不屑深究这等没结果的事。他走下高位，越过屏风，将手中账册重摔于地。往日种种都不计较，更换庄管，重新分配田地。从明日起，重新造册记录，庄上所有佃农统一数管，所产作物都归侯府处置。若再有徇私作乱者，依法处置。沈长则是从战场浴血归来的将军，杀伐果断，冷厉肃杀，发起怒来面色可怖，令人生畏。犯错的庄头杨老福跪伏在地，战战兢兢道：“谢侯爷开恩，往后小人一定老实本分，为侯府尽心尽力。”沈长则瞥了一眼屏风后的江叔，按照两人商议好的道：“杨老福降为副庄头，其子杨有才调去侯府当差。新庄管对庄上的情况一无所知，必定需要熟知庄上事务之人从旁协助，方能迅速接管。而杨老福无疑是最佳人选。但杨老福此人有前科，为防止他糊弄欺负新庄头，煽动庄户作乱，故将他儿子调去侯府，以作人质。若他胆敢再存坏心，或有半点不忠，那葬送的便是他儿子的前途和性命。世间父母劳碌营算，皆为子孙后代。江叔此计不可谓不绝，直接拿捏住了杨老福的命脉。这杨老福大惊失色。沈长则沉了脸，目光狠厉：“怎么，你有不服？”“不敢，小人听命，谢侯爷。”杨老福再作威作福，也不过是狐假虎威的纸老虎，而沈长则却是真敢提刀杀人的猛兽，只一个眼神便让人不寒而栗。处理完桑岩庄的事务，天色已黑，简单用了晚饭。江叔沐浴后，看着屋内的一张大床，陷入了沉思。他们来的匆忙，杨老福没有任何准备，一切都很仓促。屋内只有一张大床，没有软榻，这意味着江叔今晚只能同沈长则共眠。庄上虽有其他客房，但不能再外浮了沈长则的脸面。江叔立在床前，不知如何是好。怀着少女心嫁入侯府时，他盼望着与沈长则做一对恩爱夫妻。苦等6年沈长则归来时，他也曾想着与他相敬如宾。可不知从何时起，他对沈长则再无期许，排斥与他亲近。平日在府中，他还能想办法避开他，可这几日巡庄只有他们2人，避无可避。怎么了？这床不合意？沈长则带着沐浴后的水汽出现在他身后。江叔吓了一跳，却也因他的话生出极致：“我有些认床，这几日怕是都睡不安枕，恐扰到侯爷休息。”在边关养成了警惕的习惯，沈长则夜里听到一星半点动静都很容易惊醒，可若是分屋别住，又会惹人非议。我打地铺吧，侯爷好生歇息，这几日还有的忙，须得养足精神。江叔主动让步。沈长则看着他抱了被子铺到地上，拿了一只枕头就准备合衣躺下。他抓住了他的手臂。江叔心中一紧，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他：“地上湿硬，你睡床上，我睡地上。”沈长则松开了他的手。江叔暗自松了口气，乖顺地躺到了床上。江叔本不认床，但头一次与男子同屋而眠，他很不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沈长则侧身竖耳听着床上的动静，相信了江叔认床的事实。睡不着，他在黑暗中低声问。冷不防听到他说话，江叔吓了一跳，迁就道：“我尽量不动。”沈长则一听知他误会了，思忖道：“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噗嗤，江叔没忍住笑了：“侯爷这是拿我当小孩哄吗？”哄小孩的故事他没兴趣，但边关的见闻他倒是可以听一听。侯爷同我讲讲边关吧。沈长则想了想，思绪陷入回忆中，缓缓开口。江叔侧耳倾听，渐渐入神。他从未离开过上京，无法想象沈长则口中所说的荒凉塞北是何模样。他从小富裕，衣食无忧，难以理解让沈长则长吁短叹的艰苦到底有多苦。他从未见过死亡和杀戮，不明白使沈长则噩梦惊醒的战场有多残酷。但从沈长则的语气中，他明白，他再也不想回到塞北。当然，塞北也有美丽的时候。春末夏初，万物复苏，嫩绿的草地上开满各色野花，牧羊人挥着马鞭，哼着不知名的曲调。
江叔闭着眼，跟随着沈长泽的声音想象入梦，呼吸渐稳。习武之人耳力极佳，听到床上人睡熟后，沈长泽止了声音，唇畔扬起一抹宠溺笑意。近日他夜夜宿在松兰院，床子之事有些过度，加之此次出门要事在身，他并无旖旎心思。这般分床而眠，心平气和的续话入睡，也别有一番温情。沈长泽觉得江叔或许不是个可心的妻子，但一定是个称心的贤内助。第35章包庇。一日一早，沈长泽同江叔从桑岩庄出发，去往岑河庄。两庄间隔不过30里路，5时前便到了。与桑岩庄不同，岑河庄的庄管是沈母的远房子侄。侯爷夫人一路劳顿，快快进庄休息用饭。庄头赵德柱满面笑容地将两人迎进庄。许氏收到了消息，赵德柱有所准备，丰盛的膳食，干净的屋子，毫无纰漏的账册。江叔明白定是沈母派人给赵德柱通风报信了，什么也查不出。但他早有耳闻，赵德柱此人荒淫好色，借着庄头的身份和侯府的名头淫人妻女，作恶无数。是以在进庄前，江叔命霍冲和谭玉离开队伍，悄摸去暗访庄户。天气太热，我乏了，先就到这儿吧。江叔放下账册起身，隔着薄纱屏风，赵德柱色眯眯地盯着屏风后的倩影，脑中遐想连篇。这屏风是赵德柱特意准备的，薄透可见人影，惹人一想。起身离开的江叔察觉到一道灼人的视线，他回头往屏风看去，看到赵德柱在探头窥视，简直色胆包天。江叔狠狠皱眉，怎么了？沈长泽顺着江叔的视线看去，也跟着皱起了眉。赵德柱好色一事，江叔同他说过，但他没想到赵德柱竟如此大胆，连他的夫人也敢觊觎。沈长泽恼了，当下便要发作。江叔拦下了他。回到屋中后，沈长泽气恼地问：“你为何拦我？”江叔抿唇道：“我若不拦，侯爷打算如何？自然是兴师问罪教训他。再是远亲，敢对他的夫人不敬，也不能容忍。以何罪名教训？觊觎侯府夫人，乃大不敬，可有实证？如何夫人？”沈长泽默了，只是隔着屏风看了一眼，算不得凭证。再者，侯爷又打算如何教训？江叔多多逼问。对付赵德柱这种老色鬼，训斥责骂不痛不痒，小惩小罚无足轻重，根本无法遏制其恶行。要处置就得处置彻底，让他再无作恶可能。傍晚时分，霍冲和谭玉回来了。侯爷夫人，这是庄上佃户所述赵德柱的罪行。霍冲呈上一叠纸张，沈长则接过，认真翻看。5年前6月初8，赵德柱打伤王老爹，强占了王老爹年仅14的女儿，强娶为妾。4前年2月初3，赵德柱侮辱李梅娘，李梅娘不从，被逼跳河自尽。4前年腊月初5，赵德柱强纳陈秀娥为妾被拒，与陈秀娥未婚夫林磊起了冲突，后挟私报复，让林磊雨夜巡庄，致林磊被山上滚石砸断腿，落下终身残疾。去年4月16，赵德柱趁张大下地农忙，潜入张大家中奸淫其孕妻，致其胎儿流产。沈长则一张张看下来，面寒如冰，额头青筋暴起。霍冲和谭玉静立着，面上皆是愤怒憎恶。这些罪状是霍冲拿着沈长则的令牌，挨家挨户的去询问，谭玉一笔一字记录下来的。一开始庄民都很抗拒，怕侯府包庇赵德柱，反而为难他们不敢说出实情。霍冲和谭玉费尽口舌，才劝得庄民们半信半疑的开口。他眼里还有天理王法吗？沈长则怒不可遏，江叔从他手中接过，仔细阅看。看着看着，江叔的眉头一点点蹙起，到最后也同沈长则一样满脸憎怒。他们为何不报官或上报侯府？沈长则大为不解。霍冲道：报过，但赵德柱买通了牙叉，又证据不足，无法让他伏法。至于侯府，庄户说上报后没有任何回应。再后来，赵德柱命打手严加看管，无事不让庄户离庄，并以他们的家人做威胁。区区一个庄头，竟妄图只手遮天不成？沈长则气得来回踱步。他们曾上报过侯府，你可知晓？沈长则问江叔。过去的6年里，侯府都由江叔掌家。对上沈长则怀疑的目光，江叔冷声道：此事我有所耳闻，但当时那人是母亲召见的，我并未见过。他依稀记得那是他嫁入侯府的第2年，虽执掌了侯府庶务，但有些事情却还是由沈母处理，未经他手。沈长则这质问实在可笑。你的意思，母亲在包庇他？沈长则大为震惊，难以置信。侯爷觉得呢？江叔杏眸凉凉地望着他。沈长则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忽然想起李府时，沈母曾叮嘱他，对待自家亲戚要宽厚些，便是有错也当酌情处理。好一个宽厚，好一个酌情处理。沈长则此时才明白是何意。见沈长则半晌不语，江叔含着脸问：侯爷打算如何处置？
加归国法，赵德柱全犯了，且犯得极重，不论以何由处置，都罪无可恕。可赵德柱是沈母的远房子侄，沈长则会秉公处理吗？还是会跟沈母一样继续包庇？沈长则心中天人交战，最后咬牙狠声道：“严惩不贷。若是在军中犯了此等重罪，必将以军法处置，斩首示众。”沈长则对赵德柱的行径深恶痛绝。霍冲、谭玉，你们再跑一趟。江叔吩咐。是。两人听完，领命离去。走吧，侯爷，让我瞧瞧你如何严惩赵德柱。江叔起身往大厅走，沈长则拧眉跟上。临近晚饭时间，赵德柱备好了小酒，在屋中等着吃饭，乍然被传唤，有些莫名其妙。侯爷、夫人，不知唤小人前来有何吩咐？赵德柱躬身立在屏风前问。不知即将大祸临头的他，还在贼眉鼠眼的窥视江叔。看到他的举动，沈长则气怒起身，一脚踹翻了薄纱屏风。狗胆包天，竟敢觊觎侯府夫人！你当本侯是死的吗？沈长则突然怒喝，吓得赵德柱腿一软，跪倒在地，头低垂着，不敢看上座的江叔。侯爷息怒，小人不敢。赵德柱惶恐求饶。赵德柱是沈母远的八竿子勉强能打着的子侄，与侯府并无亲缘关系，是以他不敢在沈长则面前放肆。江叔冷眼打量跪伏在地的赵德柱，年约30，肥头大耳，满面油光，一瞧便知他没少搜刮剥削庄户。你不敢？你有何不敢？本侯看你胆子大得很。沈长则将赵德柱的罪状怒摔在他面前。赵德柱心中一咯噔，暗道不好，哆嗦着捡起地上的纸张查看。待看清纸上的内容后，他惊慌失措地磕头喊冤：“侯爷明察，小人冤枉。”第36章，冤屈。此等龌龊禽兽，竟还有脸喊冤！江叔被赵德柱的无耻气笑了，冷声道：“你既觉得冤枉，那便将此事交由有司衙门审理，让他们来查个彻底，查个明白。”赵德柱心中大骇，下意识抬头，没了屏风的遮挡，赵德柱一抬眼就看到了江叔。一袭青玉色与纱裙的江叔端坐于上首，眉目如画，明艳又高贵，似9天仙女下凡尘。庄上的村姑农妇与江叔相比，犹如陈妮与高云。赵德柱看呆了，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混账！见赵德柱盯着江叔不眨眼，沈长则怒火中烧，重重一脚踹在赵德柱胸口。赵德柱被踹翻，心惊胆战的回神，顿觉胸口剧痛，但他不敢喊疼，顶着冷汗重新跪好求饶：“侯爷恕罪，小人无心冒犯。”暴怒的沈长则不想再听他狡辩，厉声道：“赵德柱欺压庄户，欺男霸女，色胆包天，犯下种种恶行，罪无可恕。现废除他庄管身份，押交有司衙门秉公审理。”厅外的人听到沈长则的话，皆是浑身一震，面露喜色。赵德柱此人实在过恶，庄上众人都瞧他不惯，却又无可奈何，今日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侯爷，小人冤枉，都是贱民们胡编乱造，当不得真。不见棺材不掉泪。赵德柱仍在喊冤。霍冲！沈长则朝厅外高喊。霍冲应声而入，身后跟着一位缩妇人，带着个3、4岁的女童。爹！女童跟在妇人身后，怯生生地喊了一声。赵德柱回头看到妇人和女童后大惊：“你们怎么跑这里来了？快回去！是本侯请他们来的。”沈长则负手而立，居高临下的逆着赵德柱比驳道：“你不是口口声声喊冤吗？本侯为了不冤枉你，特意寻了人证物证，你可还觉得冤？”赵德柱满目惊恐，回头看着妇人和女童，眼神凶狠的低声警告：“侯爷夫人面前不要乱说话。”妇人被他吓得身子一抖，害怕的攥着衣角，紧咬着唇，不敢开枪。霍冲！沈长则喊了一声。霍冲会意，上前压起赵德柱，将他拖出了大厅。侯爷，不要听他胡说，小人对侯府忠心耿耿。赵德柱不死心的嚷嚷。霍冲恶心透了他，脱下他的鞋子硬塞进他嘴里，堵上了他的嘴。赵德柱还想反抗，谭玉赶忙递上绳子，霍冲3下5除2将他捆了个结实。圆滚滚的赵德柱倒在地上，涨红了脸，垂死挣扎，像急了待宰的猪。有什么冤屈，现在你可以大胆说了。江叔柔声开口。妇人拉着女童颤巍巍的跪地行礼：“民妇王翠，见过侯爷夫人。”沈长则回到上首坐定，沉声道：“今日本侯为你做主，你什么都不用怕。”王翠被折辱多年，生不如死，现下终于有机会申冤，他鼻子一酸，抹起了眼泪，泣不成声。江叔和沈长则耐心等着，没有责怪催促。待情绪稳定后，王翠红着眼痛声说出了5年前他被强娶一事。赵德柱他就是个禽兽，我生病有孕都不肯放过我难产生下小桃，他嫌弃是个女娃，月子都没做完就糟蹋我，导致我伤了身子，无法再有身孕。他见我不能再生孩子，就让我当牛做马的侍候他，半点不顺心就对我和小桃非打即骂。王翠涕泪横流地诉说着，眼中迸发出10股恨意。
江叔打量王翠，见她形容憔悴，发丝干枯，面上还有淤青和红痕，沧桑的如30多岁的妇人。可王翠明明才19岁。紧挨着王翠的小桃干瘦的像只小猫，蜡黄的小脸瘦可见骨，湿漉漉的眼中透着胆怯和害怕。亲生骨肉都如此对待，赵德柱简直就是个畜生。江叔心头火起，问王翠想要如何处置赵德柱。我恨不能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可又嫌他恶心。王翠咬牙恨声道：求侯爷夫人为民妇做主，杀了赵德柱，丢去后山喂狼。那你和孩子往后怎么办？江叔觉得他们母子实在可怜，回家一边照顾父亲尽孝，一边将小桃养大。王翠搂着瘦弱的小桃，眼中情绪复杂。出于母性本能，她自是爱自己的孩子，可一想到小桃是她被赵德柱强辱后生下的，她又恨得心痛。同为女子，江叔明白王翠心中的痛苦，却又无可奈何。想了想，江叔对沈长泽道：侯爷，赵德柱这些年应当蓄积了不少财产，你的意思是？江叔靠近他，低声耳语了几句。沈长泽稍作思索，高声道：霍冲，将他带进来。霍冲拎着赵德柱进屋，扯下了他嘴里的臭鞋。侯爷饶命，小人知错了，小人再也不敢了。赵德柱痛哭流涕。沈长泽冷睨着他，肃杀道：现在本侯给你2个选择：一，交出你所有财产，押送官府审理；二，直接将你绑了，丢去后山喂狼。沈长泽虽没有随意杀人的权利，但只要他想，理由多的是，甚至他都可以不用背杀人的罪名，直接对外宣称赵德柱失足落崖便可。赵德柱显然也深谙此道，没有多想便选了一。押送官府尚有一线生机，被绑了丢去后山就只能葬身狼腹了。暂得生机的赵德柱被关进了柴房，沈长则命霍冲带人去清点他的财产。赵德柱所犯罪行甚大，王翠只是受害者之一。为了给其他受害者一个交代，沈长则命人将赵德柱的财产都分给了他们，以作补偿。小桃是赵德柱的女儿，王翠又是境遇最悲惨的一个，是以他们分得的财产最多，但他们却并不满意这个结果。这些脏钱我们不要，我们只要赵德柱死。王翠等人跪地请求。沈长则安抚道：你们放心，赵德柱罪恶深重，按律当斩。江叔也耐心劝道：钱没有脏与不脏，端看在谁的手里。这里面有一部分甚至是赵德柱从你们身上剥削来的，本就该是你们的。王翠等人听了这些话，心中稍安，都等着看赵德柱的下场。而被关进柴房的赵德柱冷静下来后，不甘认命，想尽办法要见沈长泽一面。看守的护卫本不屑理会，但赵德柱嚷出一句话后，护卫面色一变，迟疑了一瞬，去禀报沈长泽。第37章误会。江叔在屋中沐浴，沈长泽在院子里同新任庄管商讨庄上事宜。侯爷，属下有要事禀报。护卫脚步匆匆，面色黄急。孙管事是个人精，识趣的退下。四下无人，沈长泽道：说。赵德柱说：侯爷要是不去见他，等到了衙门，他就说是太夫人包庇纵容他的。护卫如实禀报。沈长泽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好个刁奴！护卫站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沈长泽愤怒起身，快步往柴房走去。他倒要看看赵德柱究竟想干什么。江叔沐浴完出来，想叫沈长泽去洗沐，却见院中空无一人。山中夜里凉快，江叔坐在院中纳凉。谭玉给他擦着湿发，仰头看了一眼天空后叹气：阴云重重，今年是看不到牛郎织女星了。江叔一愣，今日是乞巧节，夫人忘了吗？江叔的确忘了，这几日脑中想的都是田庄，不曾留意日子。牛郎同织女1年才见一只，今年不会见不到了吧？谭玉语带惋惜。江叔轻声道：或许织女并不想见牛郎呢。怎么会呢？谭玉奇道：牛郎同织女那般相爱，天地星河都无法隔绝他们，1年1次鹊桥相会，多感人啊！感人？江叔讥讽道：一个仙女，一个凡人。牛郎若真爱织女，便应放她自由，而不是偷走织女的羽衣，迫使她留在凡间受苦，更不该私定婚事，哄骗她生下儿女。相爱应是两情相悦的你情我愿，而不是自私的禁锢占有。谭玉听懵了，所以他们并不相爱。江叔不置可否的笑笑，仰头望着黑沉沉的天幕，江叔秀眉微蹙，明日怕是要下雨。这2日天气一直阴郁着，时时都似风雨欲来，下雨山路就更难走了。谭玉小声抱怨。江叔幽声道：再难走也得走。谭玉怔了怔，明白江叔说的不是路。夜风微凉，江叔的湿发快被吹干时，沈长泽怒气冲冲的回来了。侯爷这是怎么了？江叔不解询问。沈长泽看到他们，收敛起怒容，敷衍道：没什么。语罢，他径直进屋洗沐去了。主仆俩面面相觑，直觉有事发生，但沈长泽不想说，江叔也不好追问。夜里，
沈长泽还是同昨日一般睡在地上。江叔躺在床上，两人各怀心事，没有说话。夜半时分，江叔睡得迷迷糊糊的，隐约听到屋外下起了雨。地上的沈长泽被雨声吵醒，不悦地翻了个身。大雨哗哗啦啦地下着，守在柴房外的护卫退到一旁的廊下避雨。轰隆，惊雷落下，似在掩盖，又似在提醒什么。次日，雨势小了下来，滴滴答答地落着。江叔同沈长泽用过早饭后，正准备上路，护卫惊惶来报：不好了，侯爷，罩得住跑了。你说什么？沈长泽沉着脸喝问。护卫神色慌乱道：方才属下进柴房，欲押罩得住去衙门，发现柴房里空空无人，墙下有个新挖的大洞。你昨夜在做什么？有人挖洞都听不见。沈长泽勃然大怒。护卫惶恐跪地道：昨夜雨下得太大，属下退到廊下避雨，一直盯着柴房的门，未曾料到会有人趁下雨挖洞，是属下失职。找，赶紧带人去找，一定要将他抓回来。沈长泽铁青着脸，怒不可遏。护卫不敢违逆，赶忙带了几人去追踪寻找。可大雨下了半夜，将所有痕迹都冲刷得干干净净，根本无从找起。沈长泽同江叔等了半日，没有等到满意的消息。王翠等人听说赵德柱跑了，恐慌不已，害怕他暗地报复。沈长泽沉着脸向他们保证，一定会将赵德柱抓回来。若赵德柱再敢逃，直接杀了魏郎。江叔看着他一本正经的模样，心下讥诮。下午雨停了，沈长泽留下一半护卫搜寻赵德柱，同江叔上路去往下一处庄子。雨后的山路不大好走，马车颠簸得有些厉害。沈长泽冷着脸正襟危坐，还在为赵德柱逃跑一事恼怒。江叔不愿看他惺惺作态，靠着车壁闭目养神，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在暮色降临时赶到了小远庄。与前两处庄子不同，小远庄几乎没有可耕种的良田，全是薄瘠的山地，随意种了些药材，并未精心管理。因无甚油水可捞，此处的账册问题不大，庄头人也老实憨厚，只是年纪过大，不再适合奔走巡山。小远庄交接得很顺利，原庄头保留了管事的身份，在此养老。江叔和沈长泽因地制宜，决定在小远庄种植花果，用来酿酒。还剩2处田庄，歇息一晚后继续上路。贪婪是人的本性，剩下2处田庄与桑岩庄情况相似，都是账册混乱不明，贪淫欺民。好在性质不似赵德柱那般恶劣，沈长泽便同桑岩庄一般予以宽大处理。绕了一圈巡完庄，江叔同沈长泽打道回京。赶了一整日的路，日落前抵达了岑河庄。4日过去，赵德柱还没有抓到，岑河庄人心惶惶。沈长泽只能命护卫留下继续搜寻，以为庄民。夜里，江叔收拾完上床歇息。沈长泽问他：你觉得赵德柱会藏到哪里去？赵德柱家中已无甚亲人，沈母当初便是念着他孤苦无依，才给他寻了个安身立命的所在，却不想引狼入室，养虎为患。他会藏到哪里，侯爷不知道吗？江叔反问，语带讥讽。沈长泽听出不对，此话何意？江叔默了片刻，沉吟道：那天晚上，侯爷可是去见了赵德柱？那晚沈长泽回来时面色愠怒，江叔便猜想与赵德柱有关。第2日，赵德柱逃走，江叔便确定了心中猜测，对沈长泽失望至极。是，他用母亲的名声威胁我去见他一面。沈长泽坦白承认。江叔讽笑，不再言语。沈长泽在黑暗中重重拧眉，不快道：你以为是我徇私放走了他？是与不是，侯爷心中自有分晓。江叔背过身去，不欲再说。沈长泽却恼了，坐起身质问：在你眼中，我如此不堪？侯爷言重了，不过是权衡利弊罢了，我懂。江叔长叹，他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做不了。好一个你懂！沈长泽气得咬牙。第38章遇险。沈长泽气恼地躺下，思来想去又不甘道：我若怕他威胁，直接杀了他便是，何必如此大费周章留下隐患？床上的人呼吸清浅，没有回应。沈长泽胸中气闷，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力到心梗。难怪这几日他对他态度冷淡，没有好脸色，原是如此。两人同屋异梦，分床离心。次日一早，江叔醒来时，地上空空无人，沈长泽打地铺用的被子叠放在床角。江叔起身下床，唤来谭玉梳洗。谭玉端着水盆进屋，一脸纳闷地问：夫人和侯爷吵架了吗？为何这么问？江叔愣了愣，他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谭玉道：天刚亮，侯爷就动身回京了，冷着脸什么也没说。他撇下他先走了。江叔心中一怔，有些难以置信。夫人，我们怎么办？谭玉边给江叔挽发边问。江叔抿唇，收拾东西，尽早出发。此地离上京要大半日的功夫，若耽搁久了，落日前怕是入不了城。沈长泽只带走了霍冲，两人骑马离去，将马车和护卫都留给了江叔。随意用过早饭后，
江叔抓紧时间上路，往上京而去。为了安全好走，下了山便一直走的官道。可行至一半，官道被山上滚落的几块大石堵住，无法越过，只能绕小路。江叔撩起车帘，看着外面倒退的树木山林，轻轻皱起了眉。沈长则骑马而行，脚程比马车快，此时应当已入了城。不知他独自回府，府中上下会作何感想，又会生出何种揣测谣言。江叔不明白，他费尽心力帮他谋算，他为何连这点体面都不肯给他？他为他做的一切，值吗？思绪纷飞时，马车猛然停下，巨大的惯性迫使江叔往前栽去，险些摔倒。夫人小心！谭玉扶住江叔，打开车门责问护卫：“你怎么驾车的？”车辕上有1名护卫驾车，后面还跟了5名护卫保护。此时他们皆神情戒备，拔出腰间刀剑，严阵以待道：“保护夫人。”怎么回事？谭玉抬头瞧见狭窄的山道上，一群凶神恶煞的山匪扛着大刀，如饿狼般盯着他们。他急忙关上车门，护着江叔道：“夫人快躲好！”他们此次出行原本带了10几名护卫，但留了一半在岑河庄抓赵德柱，沈长则又带走了霍冲，便只剩下6名护卫。谭玉心中恐慌，不确定6名护卫能否打得过一群山匪。他方才粗略扫了一眼，山匪少说也有20多人。怎么了？江叔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山匪拦路打劫。谭玉声音发颤，小脸煞白。江叔霎时明白了他们的处境。山匪都是群体出动，6名护卫怕是难以敌过。若只劫财倒也罢了，就怕他们还要杀人淫妇。他可是靖安侯府夫人，若失了清白，如何还能活得下去？听着车外的打斗声，江叔俏脸紧绷发白，用理智强迫自己保持镇定，快速思索着逃生办法。他悄悄掀起车帘一角，窥探外面的情况。山匪人多势众，护卫已经负了伤，仍拼死护着马车。找死！给老子上！匪头一声令下，攻势越来越猛。几个瞬息，有2名护卫倒下了。他不能坐以待毙。江叔快速审视四周，见两边都是山林，无路可逃，只有前方的山道是唯一的生路。匕首呢？他放下车帘问谭玉。谭玉慌忙找出匕首递给他。江叔拔出匕首紧紧握住，让谭玉打开车门。他迅速冲到车辕上，将手中匕首狠狠扎进马屁股。下手之果决，眼神之坚定，让谭玉惊叹道：“忘了害怕。”受伤吃痛的马发出一声惨鸣，发疯狂奔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山匪始料未及。等他们回过神来时，马车已撞飞了几名山匪，跑出了老远。愣着干什么？快给老子追啊！匪头提着豁口大刀，一马当先追了上去。拖住他们！负伤的4名护卫不顾性命，与追击的山匪缠斗。然寡不敌众，没一会儿，他们就都倒下了。穷凶极恶的山匪驾马朝前追去，很快就追上了马车。江叔和谭玉都不会驾马，只能任马乱跑，不慎跑进了山中小路，很快便被树枝杂草拦住了路，无法继续前行。在被山匪追上前，江叔果断弃车奔逃。夫人，奴婢跑不动了。谭玉气喘不及，满头大汗。江叔伸手拉住他，咬唇坚持，用尽全身力气向前跑。跑到2条腿如灌了铅般沉重，江叔也不敢停，因为一停下等待他们的便是生不如死。他们在前面，驾！2条腿终究敌不过4条腿，他们很快被追上了。夫人，你快走！谭玉推掉了江叔紧抓着他的手，回头望了一眼身后的山匪。谭玉知道跑不掉了，想为江叔多争取一点时间，万一会有奇迹出现呢？谭玉，江叔不敢停下，流着泪往前跑。这个婢女给你们了，罩得住，我们去追前面那个。侯府夫人，老子倒要尝尝是什么滋味。匪头舔着舌头盯着江叔惊慌逃窜的倩影，如猎人盯着绝境里的猎物。嘿嘿，保你快活4神仙，做鬼也忘不了。赵德柱鼠目猩红，色欲熏心。4日前他从岑河庄逃出，自知无处可去，既憎恨沈长泽的绝情，又垂涎江叔的美貌，于是他找上了一群亡命山匪。夫人，谭玉被一群淫笑的山匪团团围住，望着他们朝他逼近，绝望的泪流满面。嗖！一支羽箭破空而来，射倒了1名山匪。什么人？其余山匪快速转身，拿着刀警惕地环顾四周。嗖！又是几支羽箭飞射而来。驾！伴随着马蹄声，一队人显现出身影，如天神降临。杀！山匪举着刀冲了过去。两方人打斗在一起，有3人骑马朝谭玉而来。离得近了，谭玉一眼便认出了为首之人。景王殿下，快救救我家夫人！谭玉喜极而泣，跪地哀求。听到谭玉的话，玉征面色一变：你家夫人在何处？那边。谭玉颤抖着手指出江叔逃离的方向。玉征猛抽马鞭，以最快的速度往江叔的方向奔去。
第39章相救。江叔拼命往前跑，前方却忽然没了路，是一处断崖。哈哈，跑啊！老子看你往哪跑！匪头在江叔身后几丈远的地方勒住马，命手下围住四周，准备来一场猫戏老鼠的游戏，增添乐趣。江叔回头一眼看到了赵德柱，竟然是你！他大惊，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是我，夫人，我们又见面了。赵德柱搓着手，猥琐逼近。江叔恶心至极，强作镇静，冷声道：“你们可知冒犯侯府夫人是死罪？”哈哈，匪头呲着大黄牙，猖獗大笑道：“老子干的哪一桩哪一件不是死罪？等享用完你，我们还要去血洗岑河庄。”什么？江叔心中大震，望向赵德柱道：“赵德柱，你可有一丝人性？小桃可是你的亲生骨肉，那又如何？女娃都是赔钱货，早晚要给别人的，有跟没有无甚区别。”赵德柱满不在乎。江叔满目震惊，无法相信这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话。这娘们长得太他妈好看了，赵德柱你眼光不孬啊！匪头解着裤带，淫笑着靠近。早跟你说了是人间绝色，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江叔扭头望了一眼身后的悬崖，眸光决绝。他宁死也不愿落入这群泯灭人性的畜生手里。眼看他们越来越逼近，江叔坚定转身，朝近在咫尺的悬崖冲去。不好，这娘们要跳崖，快抓住她！匪头怒目圆睁的大喝。在他们身后有三人驾马急速奔来，江叔决绝跳崖的身影也落入三人眼中，然距离尚远，无法阻止。情急之下，玉贞惶急的大喊出声：“江叔！谁在叫他？”江叔在悬崖边缘及时止步回头，瞧见一身黑色锦衣、墨发高树清俊金贵的玉贞从马背上纵身而起，朝他飞来。那一刻，江叔觉得时间仿佛静止了。等他回过神来时，玉贞已经挡在了他面前，拦住了赵德柱几人。上！赵德柱和匪头都不知玉贞身份，只知玉贞搅了他们的好事，欲杀之后快。王爷小心！江叔惊声提醒。玉贞丝毫不惧，从腰间抽出一柄薄如蝉翼的软剑，墨眸中杀意尽显。为防止伤到江叔，玉贞主动出击，将战场拉远，给江叔留下一丈安全之地。铮铮锵锵！玉贞与几人交锋时，他的2名贴身侍卫也赶到了，迅速加入战斗。以3敌7，却半点不落下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赵德柱几人就落败了。你们是什么人？赵德柱撑着受伤的身体后退，此时方感到后怕，后怕下还有一丝不甘，只差一点，他就能尝到江叔的滋味了。坏他好事，这人眉目凌厉，气势逼人，从头到脚都透着尊贵，绝非普通人。玉贞不屑回答，复剑转身朝江叔走去。江叔一直紧张地站在悬崖边，此时危机解除，他忽然觉得双腿脱力，一抬脚腿抖得厉害，险些滑下悬崖。你别动，别动！玉贞害得墨眉紧拧，加快了脚步。待走近了，玉贞伸出手，示意江叔把手给他。江叔犹疑了一瞬，将手递给了他。攸关生死，顾不得男女之防了。玉贞紧紧握住，用力一拉，将江叔带离了悬崖边缘。两人同时松了口气。玉贞改握手为扶臂，扶着腿打哆嗦的江叔走到一块干净的石头上坐下。多谢王爷相救。死里逃生，江叔的声音有些发虚。玉贞仔细打量他，见他发丝凌乱，容色金黄惨白无色，衣裙脏乱，见有血迹，便问可有受伤。江叔摸着膝盖道：跑的时候摔了一跤，没有大碍。玉贞放了心，让他坐着歇息。安顿好江叔，玉贞望向赵德柱几人，眸光倏然变冷。胆敢冒犯侯府夫人，你们是活够了。是他先逼得我没活路的。赵德柱咬牙，将罪责归咎于江叔。江叔回首，憎怒地望着死不悔改的赵德柱道：你狼心狗肺，灭绝人性，做下种种禽兽不如的恶事，压交有司衙门已经是便宜你了。哼！赵德柱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威胁道：你若不放我一条生路，等到了公堂，我便说你已被我淫辱，让你声名尽毁，被晋安侯休弃，终身受人耻笑。赵德柱放肆大笑，笃定江叔不敢与他对簿公堂。惊魂未定的江叔听了这话，的确被害到，面白如纸。对簿公堂？你以为你能活到那个时候？玉贞手执长剑，眼中杀气暗涌。赵德柱心中一慌，你什么意思？我朝律法，在十恶不赦之徒，也当由衙门审理定案，任何人不得擅自格杀。玉贞面寒如冰，一群山匪拦路截杀本王，打斗中被本王一剑毙命，合情合理。不仅无人敢质问本王，本王倒还要责问他们失察之罪。话落，玉贞的剑已经横到了赵德柱肥硕的脖颈上。感受到蚀骨冷意，赵德柱惊慌错乱，眼中满是恐惧，垂死挣扎道：便是你杀了我，也还有其他人，只要他们透露一点口风，那就都杀了。死人总不会胡说。
玉铮眸光一冷，手腕微动，锋利的剑刃轻松割破赵德柱脖颈，血涌如注，喷洒到草地树丛上。赵德柱难以置信地瞪大眼，不甘倒地。其余几名山匪见赵德柱死了，意识到他们遇上了狠角，惊恐万分，四散奔逃。玉铮冷眼瞧着，沉声喊：“追云逐风！”主子！追云逐风躬身而立，等待吩咐，一个不留。玉铮声音平缓，却如冬日寒风般冷得惊心。是。追云逐风得令，施展轻功追上山匪，动作利落的格杀干净。亲眼目睹一群活人变成尸体，江叔害得杏眸轻颤。害怕就别看。玉铮以身挡住他的视线。江叔咬唇，憎恨道：“他们该死，我要亲眼看见他们死了才放心。今日若非遇上玉铮，不仅他必死无疑，岑河庄的庄民怕也难逃一死。”向来仁善的江叔头一次觉得杀人是件大快人心的事。主子，都解决了。追云逐风回来禀报。玉铮瞧了眼仍在颤抖的江叔，吩咐两人俱将剩下的山匪都料理了，收拾好马车候着。是。追云逐风领命驾马走了。玉铮拿出一块锦帕，仔细擦拭软件上沾染的污血。江叔盯着他的动作，觉得玉铮同他手中的软件一样危险又迷人。第40章往事。察觉到他的注视，玉铮不解道：“夫人怎会独自出京？还只带了几名护卫，实在危险。”提及此，江叔杏眸收缩，容色冷凝道：“我是与侯爷一道出京办事的，他有些急事，今日一早骑马先行回京了。”玉铮瞥他一眼，何事比夫人的安危更重要？江叔不语，玉铮便猜测道：“可是吵架了？”提起沈长泽，江叔的神色委屈中带着怨愤，是吵架后的模样没错了。王爷会读心术，江叔愤开话题，不想将夫妻私事说与人听。玉铮也不再问，将擦净的软件收回腰间。今日多亏王爷了，否则我怕是已经摔成了肉泥。想到方才之凶险，江叔心有余悸。若非玉铮碰巧路过，他不敢想自己会是何下场。自古女子重欲，他被一众山匪逼下悬崖，怕是死了也要落得满身污名。玉铮于他算是再造之恩了。许是夫人素日机得动赶上苍，特派我在此时此刻搭救。玉铮神色认真，墨眸虔诚地望着苍天。江叔受他蛊惑，也抬头看向青天，一半阴沉的灰色，一半明亮的蓝色，半阴半晴，阴云和阳光交替出现，似明与暗，正与邪在争斗。江叔心有所触，惊奇道：“王爷真是恰巧路过吗？”“没有早一刻，也没有晚一刻，路过的刚刚好。”玉铮轻叹：“是啊，恰巧。前2日有件事务需要离京办理，原本他是派追云去办的，可不知为何，追云临行前，他又忽然想亲自前去。定下的明日归京，昨夜他却梦魇不断，导致心烦意乱，天未亮就醒了，急切的想要回京。玉铮从前不信命也不信神佛，可现在他有些信了。种种反常，皆是冥冥之中的指引。在山道上发现尸体后，逐风查看时有一护卫尚未断气，说出了身份：晋安侯府夫人。听到这几个字，玉铮心中一紧，下了马车策马疾行。循着痕迹追进山林时，玉铮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听到谭玉求救的那一刻，他浑身紧绷如拉满的弦，生怕迟了一步。王爷大恩无以为报，我回府后定为王爷立长生牌位，日日供奉。江叔一脸真诚。玉铮墨眸中划过一抹亮光，意味不明道：夫人为一个外男供奉长生牌位，传出去怕是于夫人名声有碍。江叔嗤笑：若非王爷，我性命与声名都荡然无存。生死一遭，有些东西便不那么看重了。王爷放心，我定小心供奉，不让人瞧见传出谣言，毁了王爷声誉。玉铮哑然失笑，劝他不必如此。江叔却执拗得很，坚持知恩图报。玉铮无奈，同他说起了一件往事。他少时出宫游玩，被刺客追杀，与侍卫走散。当时他受了伤，慌不择路，逃到京郊迷了路，又累又饿，虚弱地晕倒在林中。他以为自己死定了，却被一小姑娘所救，不仅给他吃食，还送药为他治伤。出于警惕，他吓唬小姑娘不能把他的行踪告诉任何人，否则就杀了他。小姑娘信守诺言，独自一人给他送了3天水食伤药，没有告诉任何人。那年他12岁，小姑娘9岁。第3天夜里，他被暗卫找到，回到了皇宫。待伤好后，他命人查清小姑娘的身份，与暗中守护，却再未相见。江叔听得满心震惊，不可置信地盯着玉铮，颤声道：“你是阿珍哥哥？”玉铮颔首，笑道：“若要立长生牌位，我是否该先给你立一个？”当年他没有告诉江叔他的身份，只说他姐姐唤他阿珍。幼时的江叔善良勇敢，见他浑身是血也不害怕，细心地给他清洗伤口，上药包扎。当时他的伤虽不致命，但若没有遇到江叔，怕是会被饿死。堂堂皇子死于饥饿，仅是想想
就觉得滑稽可笑。幸好他遇到了善良的小姑娘，救他性命，保他名声。王爷莫要折杀我了。江叔不好意思地低头，终于打消了立长生牌位的念头。他一介商户之女，让王爷给他供奉长生牌，怕不是祈福，是折杀了。那年他救玉征，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他记得那时是春日，他随母亲去京郊别院小住，独自在别院附近玩耍采花时捡到了玉征。玉征满身是血，头发凌乱，衣衫破损地倒在草丛里，吓了他一跳。他以为他死了，查看后才发现玉征只受了轻伤，衣服上的血不是他的。他平日里经常捡一些受伤的小猫小鸟，给他们吃食，为他们治伤。他想着人也应该差不多，于是就用照顾猫的方法照顾玉征。可第4天早上他再去时，树林里空空荡荡，仿佛玉征从未出现过，一切都只是他做了一场梦。后来他便将这件事淡忘了。如今旧事重提，江叔只觉命运神奇。当年他随手救的竟然是皇子，可千万不能让玉征知道，当年他给他治伤用的药是他平日里用来治猫的。你救我于往昔，我救你于今朝，都是天意。玉征眼中盛着温润笑意。江叔柔和回望，两人相视一笑，像多年未见的老友。可些好了？玉征问。江叔点头，撑着石头起身。历经生死的惊惶无措，在与玉征的交谈中淡去，恢复了平静。只是江叔的膝盖摔伤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疼得他直吸气。玉征举起手只吹了一声口哨，不远处吃草的马嘶鸣一声，哒哒跑了过来。我扶你上马。玉征一手牵马，一手扶着江叔胳膊。然江叔腿疼的几乎完全使不上力，试了几次都爬不上马。玉征迟疑了一瞬，拖着他的腰将他抱上了马。坐稳了。玉征利落的翻身上马，一抖缰绳马奔跑了起来。江叔害怕的抓紧马鞍，心扑通扑通似要跳出胸腔。谭玉的脚扭伤了，无法行走。追云将他抱出密林，回到山道上，给他抹药油包扎。我家夫人真的没事吗？谭玉频频抬头看向路口，期待江叔的身影出现。他很好。追云一边包扎一边耐心回答，但没亲眼见到江叔平安无事，谭玉始终不放心，一遍又一遍焦急地询问。追云没有责怪他，一遍一遍耐心回答。同为下人，他明白他的心情。第41章周到。一旁搬东西的竹风听不下去了，不耐道：你都问多少遍了，烦不烦啊？你家夫人有事无事，你都做不了什么，就别添乱了。晋安侯府的马车坏了，无法再用，但车内的东西完好无损，竹风正将他们搬到王府的马车上。对不起，我只是担心我家夫人给你们添麻烦了。谭玉很是歉疚。追云打开水囊递给他，宽慰道：有主子在，不必担心。谭玉点头，接过水喝了起来。跑了一路折腾许久，他的却渴了，正喝着水，忽然听到有马蹄声。谭玉放下水囊，看到江叔与玉征同乘一骑。主子。追云竹风上前相迎。玉征翻身下马，把缰绳甩给竹风，将江叔抱下马，扶着他往马车走。夫人，你受伤了。谭玉心急如焚，跳着脚想要去扶江叔。啊！可他伤得比江叔还重，一使劲就疼得泪眼汪汪。谭玉，你别动。江叔制止住他，几步就到了马车跟前。有什么话上车再说。玉征看穿谭玉的心思，抢先开口。谭玉只好将涌到嘴边的话憋了回去。待江叔上车后，谭玉瘸着条腿努力往车上爬。噗！滑稽的模样逗乐了竹风。追云扫他一眼，上前扶了谭玉一把。主仆俩上车坐稳后，玉征再次上马，下令队伍前行。夫人，让奴婢看看你的伤。谭玉艰难挪到江叔跟前。江叔轻轻挽起裤腿，露出摔伤的膝盖。谭玉自责道：都怪奴婢没用，保护不了夫人。江叔轻笑道：傻丫头，跟你无关，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奴婢就是气自己没用。谭玉瘪嘴抽泣。江叔柔声哄了几声，转移注意力道：夫人，我疼死了，快给我上药包扎。是。谭玉慌忙拿过追云备好的药箱。想到谭玉自己也受了伤，江叔问他：你伤到哪儿了？谭玉提起裙角给江叔看他包的像粽子的脚踝。跑得太急，没看路扭了一下，养几天就好了。江叔伸手摘掉他发间的枯草，轻声道：今日我们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谭玉重重点头，多亏了景王殿下相救。提起景王，江叔的唇边泛起一抹温柔笑意。主仆俩说着话，马车忽然停下。两人正纳闷，追云沉稳的声音传入耳中：夫人的东西都在车内，旁边有条河，可供夫人梳洗。江叔闻言撩开车帘一看，果然瞧见了一条清浅小河。夫人先换身衣裳吧。谭玉打开箱笼，麻利的翻找出一套衣裙。一番奔逃，主仆俩都满身脏污，十分狼狈，的确该换衣梳洗。
在马车里换好衣裳，谭玉打开车门，将书挪到门边准备忍痛下车时，一探脑袋，瞧见玉铮立在车旁。慢点！玉铮朝他伸出手。江叔有些不好意思，抬眼四顾，发现侍卫都背对着他们，无人窥看。江叔心中一震，为玉铮的细致周到叹服。谭玉的脚伤的重一些，几乎无法走路，只能让追云抱去河边。景王殿下和他的属下都好温柔体贴。谭玉红着脸同江叔低语，江叔深表同意。他从未见过如玉铮这般细腻周到的男人。主仆俩梳洗时，玉铮一行人在石柴生火准备午饭。不多时，有香气丝丝缕缕的飘到河边，钻进谭玉鼻尖，好香！谭玉沉醉深嗅，馋得直咽口水。午时已过，江叔也饿了。就在两人发愁怎么过去吃饭时，玉铮同追云过来了。主仆俩很默契，一人扶一个，一人抱一个，把江叔和谭玉移到了火堆前。吃吧。玉铮将烤好的鱼递给江叔，江叔迟疑着没有接。谭玉在一旁道：“我家夫人不爱吃鱼。”玉铮闻言微愣，将鱼放到一旁，拿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有一只冷透的烧鸡。在江叔的注视下，玉铮熟练地用干净的树枝穿上烧鸡，放到火上烤热，撕成小块后送到他面前。这个可喜欢？谢王爷。江叔双手接过，小口吃了起来。见江叔吃得满意，玉铮唇角微勾，拿起一旁的烤鱼，慢条斯理地吃着。竹风惊诧地瞪大眼，难以置信，他家王爷竟然在吃鱼。玉铮从不吃鱼，不是因为不爱吃，而是他小时候不会吐刺，经常被鱼刺卡到，觉得吃鱼是件极麻烦的事，索性便不吃了。在他看来，吃鱼和吃其他肉类无甚区别，并非非吃不可。但上京被兰江环绕，渔产丰富，上京人都爱吃鱼，是以玉铮以为江叔爱吃，才特意烤了给他。江叔不爱吃鱼，出乎玉铮的意料，他却并不生气，反而有些高兴。吃饱喝足，一行人收拾好，重新上路。因耽搁了许久，入城时已是日暮时分。沈长则回府时，顺口问门房：“夫人可回府了？”“还未。”沈长则刚进府的脚步顿住，心底猛地一沉，这么晚还没回来，难道路上出了意外？他换上或冲正要出城去寻，一出府门，见到一辆马车缓缓停下，不是侯府的马车，但江叔却从车上下来了。王爷看到扶江叔下车的人，沈长则惊愕不已。此时暮色四合，天色昏暗不清，沈长则怀疑自己看错了，可走近细看，却是玉铮无疑。景王怎会亲送江叔回府？他们很相熟。沈长则怔愣当场，脑中生出数种揣测。玉铮抬眼扫向沈长则，神色淡淡：“令夫人和她的婢女腿伤了，行动不便，金安侯先换人将他们扶进府吧。”沈长则回过神，忙让霍冲进府换来几名婢女。江叔受伤了，怎么回事？沈长则从玉铮手中扶过江叔，心中充满疑问，但不敢在玉铮面前失礼。他以眼神询问江叔，江叔却避开了眼，什么话都没有说，气氛有些尴尬。幸好婢女来得很快。夫人小心。婢女小心搀扶着江叔和谭玉进府。多谢王爷将陈夫人送回，改日陈定登府致谢。沈长则躬身拱手，但他客套话说完，玉铮却并没有走，反而抬步往侯府走。本王有事同金安侯说。什么事非得现在说？沈长则满腹疑惑地跟上。到了前厅落座，婢女奉上茶水后，玉铮让下人都退下，只留了他和沈长则两人。如此慎重，到底是何事？沈长则头皮绷紧，严阵以待。第42章，怀疑。玉铮高坐于上首，默谋审视下手的沈长则，淡漠开口：“金安侯可知，令夫人今日险些跳崖。”什么？沈长则大惊：“王爷此话何意？”玉铮简明扼要讲述了江叔遇险一事。沈长则听得满目震惊，难怪侯府的护卫一个未归，原来都被山匪杀了。王爷大恩，臣没齿难忘。沈长则起身拱手致谢。今日若非玉铮出手相救，不仅江叔命丧悬崖，晋安侯府的脸面也保全不住。治家不严包庇亲属，致夫人被辱丧命，定会沦为上京笑柄。本王会告知衙门，山匪劫杀的是本王，不会提及令夫人。至于侯府中人，端看晋安侯治家如何了。玉铮说完起身，阔步走了。他只能做到如此地步了。臣送王爷。沈长则跟在玉铮身后恭敬相送。玉铮没有理会，径直出了侯府。对于丢下夫人独自回京的人，他很是鄙薄。送走玉铮后，沈长则直奔听竹楼。江叔疲惫地倚在软榻上，方医女在给他看伤抹药。望着江叔红肿一片的膝盖，沈长则拧眉问：“伤得可重？”方医女道：“没有伤及筋骨，休养几日便能走路了。”沈长则憋了一肚子的话，强忍着等方医女抹完药离开。待方医女一走，
沈长则并退下人，关上了屋门。江叔知道他有话要问，好整以暇的等着。沈长则回到榻前站定，道：“景王说赵德柱勾结山匪，逼得你险些跳崖，你可还好？”江叔不语，以沉默作答。沈长则知道他在为他丢下他生气，软了声气道：“我不知赵德柱竟如此胆大妄为。”末了，他又郑重其事地补了一句道：“现在你该明白，赵德柱并非我放走了。若是他放走的，赵德柱又怎会激虑报复？”江叔气笑了：“侯爷是想让我为错怪你道歉吗？他死里逃生回来，他竟同他掰扯此等微末小事，难道在他眼里，他的生死比不上他那无关紧要的清白？”看到赵德柱的那一刻，江叔便明白他逃走与沈长则无关，只是沈长则在此时提起，他委实觉得可笑。“对不住，侯爷。”江叔眼眸微湿，哽咽道歉。沈长则皱眉：“我并非此意。”江叔扭过头看向窗外，一滴清泪顺着面颊滚落。见他如此不可理喻，沈长则气闷道：“你同景王很相熟。”素来淡漠不喜与人结交的景王，不仅救了江叔，还亲自送他回府，扶他下车，甚至还特意同他解释，主动帮江叔掩护，保他清誉。如此这般，定有隐情。侯爷是在怀疑什么？江叔直勾勾地盯着沈长则，眸中尽是讥讽。沈长则被他的目光刺到，神色微恼：“我是你的夫，你与外男结交，我有权过问。”“好一个有权过问！”江叔勾唇从容道：“若我说与景王并不相熟，侯爷可信？他与玉征虽对彼此有救命之恩，但并无交集往来，何谈相熟？”沈长则抿唇睨着他，面上写满了不信。江叔轻笑，心中早有所料：“你与景王当真不熟？”沈长则不死心地追问，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便信任全失，说什么都枉然。江叔深知此理，懒得废话，直接问：“侯爷想听什么？”“我只想听你一句实话。”沈长则眸子微缩，语带逼迫：“我同景王并不相熟，倒是同长公主有几分熟识。”江叔觉得十分疲累，不愿同沈长则多做纠缠，转过身躺下。然沈长则却不肯就此放过他，不休道：“只是如此。侯爷还想听什么，不妨直说。”江叔有些恼了，声音冷了下来。沈长则的怒气一下提了上来：“你什么态度？”江叔秀眉紧蹙道：“我今日实在乏了，不想与侯爷无谓争辩。侯爷若觉我态度不好，去寻徐姨娘吧。”“江叔，你是不是忘了这府里有谁做主？”沈长则忽然俯身压住他，杏眸猛然睁大，而后厌恶的微缩。江叔颤抖着冷声质问：“侯爷想做什么？”“我是你的夫，想做什么都可以。”沈长则愤恼抬手扯开了江叔的衣领。江叔自知反抗不过，索性放弃挣扎，心如死灰的讥诮道：“侯爷此举与今日逼迫我的山匪别无二致。”“你说什么？”沈长则气急败坏，恼红了眼，模样凶狠的似要生吞了江叔。江叔不愿再瞧他，嘲弄的闭上眼，一滴热泪滚落而下，滴到了沈长则的手背上。撑在江叔脸庞的手被烫得一颤，沈长则疏忽起身，恼怒离去。江叔躺在软榻上一动不动，他睁开眼望着闪烁的烛火，回想着沈长则执着不休的问题，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上京闺秀夫人都瞧不上她是商贾之女，唯有玉兰毫不嫌弃，主动与她交好，在她被人刁难欺负时，毫不避讳地挺身而出维护她。所谓何来？玉征是他受益的吗？景王送江叔回府，又与沈长则密谈一事传入沈母和沈老夫人耳中，立即寻了他去问话：“祖母、母亲。”沈长则沉着脸问安。沈老夫人并退下人，急问道：“景王怎会送江叔回府？找你又所谓何事？”沈长则简短道：“江叔回京时路遇山匪，景王碰巧路过，顺手救下，与我商谈引去江叔遇匪一事，保全侯府声誉。景王为何要帮侯府？沈母不解。景王的性情上京人人皆知，绝非多管闲事之人。”沈老夫人也同样一脸疑问。沈长则拧眉，说出了江叔给他的理由：江叔与长公主熟识。瞧我急的，竟忘了这茬，如此便说得通了。沈母恍然一笑，疑窦顿消。沈老夫人也不再怀疑，转而问起了其他：“你怎会与叔儿分开回京？以沈长则的武功，若他同江叔一道，或许便用不上景王相救了。我收到了急信，需赶回处理。”沈长则随口扯了个谎。沈母轻抚心口道：“幸好你提前回京了，没有遇上那些凶恶的山匪。他听说府中护卫都死了，若沈长则在，不死怕也要受伤。至于江叔，左右他平安无事，谁救都一样。现下最要紧的是约束府中下人，不让他们胡说，毁了侯府声誉。”第43章有孕。玉征回到王府时，天色已黑，用过晚膳沐浴后，在书房处理公务。追云面色沉着地走了进来，低声道：“主子，
属下清理马车时，发现沈侯夫人落了一样东西。哦，玉贞放下手中文书，追云从袖中取出一物，呈了过去。玉贞接过一瞧，墨眉拧起。一方锦帕并不贵重，但却十分要紧，只因上面绣了一个书字，带着名字的贴身之物，极易引起是非误会。若将其送回侯府，让人知晓，恐难以说亲事无意遗落，还是有意相赠。慎重斟酌一番，玉贞起身打开暗格，将锦帕放入了存放机密文书的最底层。翌日，江叔已坐在软榻上看书，沈母来了。母亲，江叔撑着榻欲起身见礼。快躺好，别起来，一家人不讲这些。沈母忙将他按了回去。楚玉搬来凳子，沈母在榻前坐下，与江叔叙话。一番嘘寒问暖的关心后，沈母话锋一转，提起了玉贞和玉兰，弯弯绕绕说了一堆，归根结底是想让江叔多同玉兰走动，继而搭上玉贞，让沈长泽在朝堂上有个支撑。江叔听得秀眉紧拧，若他真按沈母说的去做，只怕沈长泽心中的疑心会越来越甚。他想了想，委婉道：“我同长公主的交情并不深，若心存利用，恐令长公主厌恶。再者，女子不得干预朝政，这都是男人们的事，且让他们自己去营交吧。”沈母纳闷，他说的是在朝堂上有个帮衬，怎么就扯上朝政了？虽说这是男人的事，但你作为长泽的夫人，也该尽心为他盘营才是。江叔抿唇，这是侯爷的意思。若是沈长泽受益，那他未免太无耻了些。沈母摇头，我是长泽的母亲，自然也要尽心为他盘算。江叔闻言心头一松，敷衍道：“侯爷顶天立地，自有主见，我不能擅作主张，以免损了侯爷颜面。与景王结交，怎会折损颜面？只会面上增光才是。”沈母心生闷恼，觉得江叔不如以往恭顺听话了。想了想，沈母决定回头去劝沈长泽，让他来同江叔说道：“女子以夫为天，夫君的话江叔总不会违逆。”送走沈母，江叔喝了盏茶，准备小憩一会儿。徐令仪又来了。今日他这听竹楼还真是热闹。听闻夫人摔伤了腿，妾身特意炖了猪骨汤，夫人喝了定能好得快些。徐令仪将汤盅放到桌上，拿了碗欲给江叔盛。江叔出声制止道：“我才喝了茶，过会儿再喝。那妾身先放着，夫人记得喝。”徐令仪搁下碗，走到榻前同江叔说话：“妾身真羡慕夫人能同侯爷一道出门。妾身长这么大，去过最远的地方也就是昭觉寺。”江叔沈笑：“我同你也差不多，此次行得远了些，却也并无甚好，还伤了腿。夫人与妾身不一样，夫人便是不能出远门，却还能出府门。可妾身……”说到此处，徐令仪黯然伤怀，免笑着转移话题道：“好端端的夫人怎会摔伤？”徐令仪小心窥探着江叔的神色。昨日江叔被景王送回府，沈长泽虽及时封了口，但还是有不少人知晓。对于其中缘由，实在引人好奇。不小心摔的。江叔轻描淡写，看出江叔不欲多言，徐令仪识趣的不再追问，转而说起了别的。两人说话间，方一女来给江叔换药。哦，徐令仪忽然捂着心口干呕。江叔抬眸看向他，怎么了？身体不适？徐令仪难为情道：“许是吃坏了肚子，这几日总是头昏犯困，偶尔还反胃。吃坏了肚子会头昏犯困？”方一女狐疑的瞧了徐令仪一眼。江叔会意，缓声道：“正巧方一女在这，让她给你瞧瞧什么毛病。”那就有劳方一女了。徐令仪伸出手，方一女凝神仔细探脉，探清后眼睛猛然睁大。瞧见方一女的反应，徐令仪惶恐道：“怎么了？我不会得了什么难治之症吧？”方一女摇头：“姨娘没病，是有孕了。”江叔微怔，片刻后恢复如常：“有孕？我当真有孕了？”徐令仪轻抚着平坦小腹，惊喜中带着几分不敢置信。方一女道：“我已反复确诊，姨娘若不放心，可请大夫过府。”“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太意外，太突然了。”徐令仪急忙解释：“她这才刚刚有孕，往后劳烦方一女的地方还多着，可不敢得罪了。”好在方一女并不见罪。想到程景初胎气不稳，日日喝药卧床，徐令仪惴惴不安道：“我这第一次有孕，什么也不懂，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还请方一女明示。”方一女遵从医者本分道：“姨娘身体很好，胎相也很平稳，无需担心。”顿了顿，方一女又补充道：“只有一点姨娘需要注意，有孕不宜行房。”徐令仪一听，脸霎时红了，偷偷瞧了江叔一眼。江叔神色如常，仿佛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盘。“谢方一女提醒，我记住了。”徐令仪羞臊应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入府上不足2月，竟这么快就有孕了，老天待她真是不薄。恭喜你！江叔语气平和地叮嘱道：“往后仔细些身子，别再去厨房忙活了，想吃什么吩咐下人去做。”“是，妾身记下了。”徐令仪压下心中狂喜，低眉顺目。有江叔这般宽容大度的主母，实乃幸运。不像他的嫡母，
心思狠毒到让他差点死在娘胎里。江叔并不知徐令仪的心思，温声吩咐楚玉去我的装匣里把那只富贵双喜金步摇取来，给徐姨娘贺喜。是。楚玉转身去了，没一会儿捧回来一只精美贵重的纯金步摇。江叔以眼神示意，让楚玉给徐令仪簪上。谢夫人。徐令仪恭谨行礼道谢。江叔瞧着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的肚子道：回去歇着吧，我也乏了。是，妾身告退。徐令仪欣喜若狂地走了。走到楼下，看见草地上圆滚滚的不白，徐令仪吞了吞口水，他忽然想吃兔肉了。江叔从轩窗看着徐令仪离开的身影，想起昨晚楚玉给他的那几页纸，薄薄的几张纸记载着徐令仪的过往。第44章悲喜。徐令仪的过往简单干净，只有一页引起了江叔的注意。10年前，徐令仪的兄长与沈长泽在同一书院读书，曾邀沈长泽过辅论诗会友。那时徐令仪才12岁，芳情窦初开的年纪，被14岁俊才绝艺的沈长泽吸引，一眼钟情。牡丹宴上，徐令仪撞入沈长泽怀里，而后沈长泽娶妻数关，徐令仪顶着非议嘲笑，一直未嫁。苦等多年，如今他终于得偿所愿。牡丹宴上的意外，当真是意外吗？夫人，徐姨娘送来的汤要喝吗？楚玉问。江叔回神，看着桌上的汤盅道：我这腿只是皮外伤，这汤对我无甚用处，拿去给谭玉喝吧。伤筋动骨100天，谭玉怕是要养上些日子了。楚玉同谭玉是亲生姐妹，此次谭玉崴伤了脚，他心疼不已，亲力亲为的照顾。这是什么汤？好香。谭玉盯着楚玉端来的汤碗，馋得咽口水。楚玉舀起一勺吹了吹，送到他嘴边，喝吧，馋猫。这是徐姨娘送给夫人的猪骨汤，夫人想着与你脚伤有益，让我端来给你喝。夫人真好，徐姨娘厨艺也好。谭玉满足的咂舌，末了他嫌楚玉喂得太慢，端过碗自己喝了起来。看他喝得如此开心，楚玉却一脸忧愁道：方医女诊出徐姨娘有孕了，不知夫人何时才能有孕？徐姨娘这么快就有孕了？谭玉微讶。楚玉点头，景夫人和徐姨娘相继有孕，夫人却迟迟没有动静，怕是会生出揣测流言。谭玉咬着汤匙道：我觉得夫人不喜欢侯爷，也不想同侯爷有孩子。此次巡庄，所有人都以为江叔跟沈长泽同床共枕数日，早有夫妻之实。可只有谭玉知道，江叔排斥沈长泽的亲近，两人并未同床。你这话可别让旁人听见了，省得给夫人惹麻烦。楚玉听得心惊，低声嘱咐。谭玉舔着嘴角残留的汤汁道：知道。还有吗？有，足够堵上你的嘴。楚玉没好气地接过碗，又给他盛了一碗。徐令仪有孕一事很快传到了沈老夫人和沈母耳中，当然程景初也知晓了。盼望侯府子嗣绵延的沈老夫人和沈母自是喜不自胜，但程景初却气得摔了药碗。一旁侍候的秋霜见程景初胸口起伏不定，面色愠怒至极，怕他动了胎气，赶忙劝慰：夫人别恼，徐姨娘便是有孕了，她的孩子也在夫人后面出生，且远不及夫人的孩子尊贵，损伤不到夫人。程景初根本听不进去，捏紧手心愤声道：江叔竟让一个妾室在他前面有孕，愚蠢至极。自徐令仪进府，程景初一直没有在意过他，便是想着有江叔在，徐令仪再受宠也翻不出浪花。可他没想到江叔竟放之任之，什么都不做。他是真大度还是真愚蠢？忽的，程景初眉头皱起，肚子隐隐作痛，下意识地伸手捂上。夫人，奴婢扶你到榻上躺下。秋霜吓出冷汗，以程景初如今这阴晴不定的脾气，若是他腹中孩子有个闪失，作为贴身婢女，怕是难逃责难。好在程景初明白腹中孩子的重要性，强行平复了心绪，腹痛渐渐缓和。去重新煎一碗药来。程景初心平气和地吩咐。秋霜不敢怠慢，立即去了。有人惆怅，有人欢喜，人的悲喜从来不相通。松兰院里，徐令仪换了身稍宽松的裙子，让碧桃指挥婢女把院中所有可能存在的隐患一一清除，以确保她腹中孩子的安全。这是她跟沈长泽的第一个孩子，一定要平安出生。碧桃，你说我肚里怀的是少爷还是小姐？徐令仪满含期待地问。碧桃脊背发僵，脑子快速转动，急领道：不管是少爷还是小姐，都是侯府主子，贵不可言。徐令仪很满意这个回答，轻抚着平坦小腹，满目温柔。傍晚时分，沈长泽带着艳阳归府，下人立即将徐令仪有孕一事告知于他。当真，沈长泽面露喜色，大步往松兰院去，命霍冲将艳阳送去寿永堂。艳阳看着沈长泽欣喜离去的背影，面上有些失落。今日艳阳看沈长泽训练骑兵骑射，颇感兴趣。沈长泽瞧出来了，说回府后给他打造一把小弓，教他射箭。艳阳期待了一天，沈长泽却抛下他走了。徐令仪在院中浇花，沈长泽一进院子就瞧见了他。
身着松轻着襦裙的人儿，动作轻柔的给花草浇水，绚丽多彩的霞光拢在她身上，仿佛花茎一般，美得让人心惊。沈长泽望着她，心不自觉柔软了下来，几步过去，夺过她手里的花椒割下，带着几分责备道：“你有身子了，这些事儿就别做了，当心累着。”徐令仪娇笑道：“时日尚短，还不到累的时候，那也得注意些，不可再做事了。”沈长泽严肃叮嘱。徐令仪听得心生暖意，温顺应下。沈长泽这才放了心，牵着她往屋里走。到屋中坐下后，沈长泽伸手抚上徐令仪的肚子。徐令仪羞赧道：“方医女说3个月才显怀，4个月才有动静。”沈长泽收回手，问他可有什么不适。程景初这胎怀的极不稳，以致沈长泽也不放心他。徐令仪认真思索道：“除了昏沉犯困，偶有干呕外，没有旁的不适。”那就好。沈长泽松了口气。徐令仪观察着他的神色，试探地问：“侯爷希望是个小子还是女儿？”沈长泽思忖道：“小子吧，将来能帮衬兄长，撑起侯府。以后再生个女儿，既不用承担重任，又有哥哥护着，无忧无虑地过一生。”徐令仪柔柔一笑：“侯爷同妾身想的一样，有江叔和程景初在，他不敢妄想侯府基业，但也希望有个儿子做倚仗。就像沈长泽的庶弟沈长怀那般，考取功名后谋个官职在身，不仅能活得坦荡恣意，也能为母撑腰。”两人在屋中说着话，碧桃忽然进屋禀报：“侯爷，太夫人院里来人了，请侯爷去一趟。”“可有说什么事儿？”沈长泽问。碧桃摇头：“我去就来。”沈长泽起身，略带疑惑的去了。徐令仪目送他离开，等着他回来一同用晚膳。第45章离心。沈母双居多年，院中十分冷寂，闲来无事时便侍弄花草打发时间，还养了一条狮子犬解闷。沈长泽走进听兰院，看见沈母正在给花树剪枝，苏嬷嬷跟着10多只夜狮子犬围着他们打转玩耍。“母亲，嬷嬷。”沈长泽走近问安。听到声音，狮子犬乐颠颠地跑过去，仰头望着沈长泽摇尾巴：“侯爷来了，快进屋说话。”苏嬷嬷接过沈母手中的剪刀，让母子俩进屋。“雪球，过来。”狗跟着往屋里跑，苏嬷嬷忙将它唤了回来。沈母净了手，进屋后坐下。“母亲唤我来有何事？”沈长泽开门见山地问。苏嬷嬷端着茶水进屋，给母子俩奉上。沈母端起喝了半盏，才慢悠悠地开口：“景初和令仪都有孕了，淑儿却迟迟未有消息，你可得抓紧点。”沈长泽皱眉：“这是我和他的私事，母亲就别管了。”“我怎能不管？淑儿是你明媒正娶的正妻，她第一个进府，却一直未有孕，你让旁人怎么说她？”沈母语重心长地劝道。自打沈长泽回京，江叔的变化十分明显，再如此下去，只怕江叔会同沈长泽离心。沈长泽拧眉，想起江叔昨日的态度，声音冷沉，强扭的瓜不甜。他不是没有主动亲近过江叔，而是被江叔推开了。既然他不愿，那他也不屑强迫，他要等他后悔，主动服软。什么意思？沈母一脸茫然。沈长泽不欲多说，转而叹道：“母亲，江叔这几年可有同谁亲近相熟？”沈母点头：“有的，他同长公主交好，隔上3、2月便约着去上香或过府相会。除了长公主呢？那便没有了。或许有呢，只是母亲不知。”沈长泽不死心。沈母笃定道：“不可能，他每次出府都会同我知会，且有府中下人护卫跟着，回来都会向我禀报。”沈母的话提醒了沈长泽，他决定去问问常跟江叔出府的下人护卫。母亲若没别的事，儿子告退了。沈长泽急不可耐。沈母却道：“我还没说完呢。”沈长泽只能耐着性子恭听。今日我去乔叔，同他说了会话，提到让他为你赢算时，他却拒绝了。你可是什么地方惹他不快了？前些日子江叔还费心尽力地为沈长泽出谋划策，怎地今日突然就转了性了？沈母觉得奇怪，回来经苏嬷嬷提醒后，才恍然大悟。听沈母话里话外让他在江叔面前低头，沈长泽十分不快。沈母似没有看出来，接着道：“你只有让淑儿对你死心塌地了，他才会心甘情愿地为你赢算，通过长公主搭上景王，往后你在朝中才能官途亨通。我自会努力上进，无需搭上他人。”沈长泽立时反驳：“若是旁人倒也罢了，玉征是万万不行。”沈长泽明白景王是棵大树，但他不愿在景王面前失了尊严。你怎地如此执拗？官场本就是拉帮结派，官官相护，你如此冥顽固执，可是要吃亏的。沈母急得不行。沈长泽道：“朝中并非只有景王一人，景王也并非最佳人选。既要结交，何不结交太子？”沈母一听愣住了：“你能搭上太子？若能搭上太子，自然是最好不过了，毕竟那是下一任帝王。太子刚正公谦，知人善用，只要我奉公守纪，能力出众，
总会被太子瞧见耐用。沈长则神情凝重，颇有信心。听他如此说，沈母不再劝了。他虽是内宅妇人，但也明白一臣不忠二主的道理。从听兰院出来，沈长则命霍冲寻来常跟随江叔出府的下人护卫，仔细问询。夫人甚少出府，大多是约见长公主或回江府探望，偶尔上街看看事务紧筹，买些糕点吃食。除了长公主和江府中人，可还与其他人会过面？沈长则问。下人护卫努力回想，摇了摇头。有一护卫道：上次夫人同长公主从昭觉寺回京时，在城外遇上了景王和御世子，发生了何事？沈长则立即追问，神情紧绷。护卫道：就寻常的行礼，说了几句话，没别的了。小的想起来了，夫人向御世子要了一只兔子。御园。沈长则懵了，怎么又扯上那个混世魔王了？沈长则脑子绕得打结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只得暂且作罢。松兰院里，徐令仪频频望向门口，等的饭菜都快凉了，沈长则才姗姗回来。用饭时，沈长则心不在焉，挑着碗里的白饭不加菜。徐令仪一瞧便知他有心事，但他懂事的不去问，只加了菜放到他碗里。正因为徐令仪懂事体贴，沈长则同他在一起时才会觉得身心放松，才愿意来松兰院。饭后，徐令仪侍候沈长则沐浴，滑腻的柔仪在光裸的胸膛上游走，引得沈长则闷哼不断，伸手欲将始作俑者拉下水。侯爷，不可！徐令仪红着脸制止。怎么了？沈长则声音低哑，已然异动。徐令仪娇羞道：方医女说有孕不宜行房，那他怎么办？沈长则憋得脸红脖子粗。徐令仪伸手探入水下，媚眼如丝地看着沈长则道：妾身换个法子侍候侯爷可行？他能说不行吗？沈长则闭上眼，任由徐令仪侍弄。望着沈长则英俊的面庞，精壮的身躯，徐令仪的眼亮晶晶的，满是爱慕。这是他一眼倾心，苦等多年费尽心思才得到的男人。便是有孕在身，他也不会让别的女人有机可乘。晋安侯府可以有2位夫人，但只能有他一个妾室，做不了正妻，能独享宠爱也是赢家。7月16下了场雨，天气一下子凉爽下来，正好江叔的膝盖好的差不多了，已能下地走动。养了几日，他闷坏了，迫不及待下楼活动。夫人，谭玉在院子里透气，坐在椅子上问礼。江叔走过去问他：你的脚还疼吗？谭玉撒谎道：不疼了，再养几天就能侍候夫人了。江叔一眼看穿他的拙劣谎言，俏脸沉凝道：我有人侍候，你安心养伤，有任何不适立即同方医女说，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银子，只管捡好药用。你家夫人，我有的是银子，夫人对奴婢太好了。谭玉感动的抽鼻子。江叔道：你要是哭，我可就从你月钱里扣了。谭玉立即将泪意憋了回去。好女有泪不轻弹。第46章刁难。江叔被谭玉逗乐，心情甚好的在院里散步，转了几圈舒活了筋骨后，江叔拿着菜叶逗弄不白：不白，你又圆润了。不白听不懂他的话，蠕动着3瓣嘴，飞快的嚼菜叶，妥妥一吃货。的确，这体型都够下锅了。钟月拿了根黄瓜站在廊下，一边啃一边盘算着兔肉怎么做好吃。谭玉听得心惊胆战，你可别打他的主意。难道你不想吃吗？爆炒兔丁可美味了。钟月凑到谭玉耳边低声诱惑。谭玉很没出息的吞了吞口水。钟月瞧见了，唇边泛起一抹坏笑，抬眼看向憨头憨脑吃菜叶的不白，从心起。晚饭时，钟月亲自给谭玉送饭，看谭玉吃得津津有味，钟月满含期待的问他：怎么样，好吃吗？这是什么肉？鸡丁吗？谭玉连连点头，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钟月促狭笑道：兔丁。谭玉如遭当头棒喝，嘴里的兔肉含着不敢吞下去，结结巴巴的问：哪只兔？钟月抬手遥指向屋外，就那只。谭玉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院里的树杈上挂着一块油亮的黑兔皮。谭玉吓坏了，死盯着桌上的爆炒兔丁道：这是不白，扒了皮肉挺白的。钟月用手指捻起一块肉丢进嘴里，嚼了几下道：还挺香。谭玉快哭了，嘴里的肉不知该咽下去还是吐出来。快吃呀，可不能让兔子白死。钟月故意催促。谭玉一想是这么个理，难过的拿起了筷子，一边吃一边在心里默念：呜，不白，你死得好惨，吃着太香了。不得不说，钟月的厨艺真是绝了，做的菜比翠云楼还好吃。谭玉一不小心下了2碗饭。摸着鼓胀的肚子，谭玉看着剩下的小半盘兔丁，悲伤的瘪着嘴：别倒了，留着我明天吃。不白都已经死了，可不能让他再浪费了。哈哈，钟月再也憋不住，捧腹大笑起来。笑声吸引了下楼送碗盘的楚玉，好奇的进屋查看。你们在笑什么？
楚玉不解问。钟月笑着将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从外买了一只黑兔，做成爆炒兔丁给谭玉吃，且故意不告诉谭玉真相，让谭玉蒙在鼓里。什么？这不是不白？你骗我！谭玉惊的眼睛都圆了，气愤地瞪着钟月。钟月笑嘻嘻地问他：剩下的明天还吃吗？谭玉吧唧了下嘴：吃。楚玉戳着他的额头笑骂：出息！谭玉轻哼：什么出息不出息？他只知道一顿不吃就饿得慌。7月17，天气放晴，沈长则请休1日，带着下人护卫去码头轻迎沈清荣一家3口。据回来的下人说，沈清荣带了颇多礼品相拢，从船上卸货搬运到马车，花了1个多时辰，足足装了好几车，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刻江叔坐在寿永堂里，听穿戴的像只花蝴蝶的沈清荣，眉飞色舞的讲叙平阳郡的风光。比江叔小1岁的沈清荣，长得同沈母有几分相像，生得花容月貌，身姿婀娜，是标致的美人。今日她穿了件绯红金海棠花拽的长裙，头上簪满珠翠步摇，随着她的动作摇曳生辉，华贵逼人。看得出来陆家待她极好。坐在沈清荣旁边的陆明科，一身空青色绣松柏暗纹行绸，干净利落，清新俊逸，与沈清荣很是般配。平阳真是个好地方，你是个有福的，落了个福窝。沈老夫人这话听着是赞沈清荣，实际却是在夸赞陆家。陆明科听出来了，恭谦道：平阳郡再好也比不过上京，家父家母一直称赞清荣，实礼明理，大方得体，说侯府教养有方，不愧是名门大族。这话沈老夫人和沈母听得很受用，看陆明科越发顺眼，尤其想到那一车车的贵重礼物，对这个姑爷就更满意了。对于陆明科的进退有度，恭谦明理，沈长则也很是满意。他与沈清荣一母同胞，自小便十分疼爱这个妹妹，亲眼看见她嫁得良婿，夫妻和美，打心底里为她高兴。心远坐了这么久的船，累不累啊？沈母喜爱地逗弄着陆心远。不累。陆心远白胖胖的像个雪团子，说话奶声奶声，十分可爱。就是怕他颠着累着，才特意乘船到上京，否则坐马车早几日便到了。沈清荣看陆心远的眼中满是疼宠，晚几日不打紧，孩子最重要。一家人和乐融融的有说有笑，江叔安静地坐着，宛如木头。沈清荣显摆够了，将目光移到江叔身上。大嫂怎地不作声？可是不欢迎我回来？哪怕他如今过得很好，他也还是憎恨江叔当初劝他远嫁。沈清荣一句话，屋里人的视线瞬间集中到了江叔身上，尤其是陆明科，这些年听沈清荣说了不少江叔的坏话，看江叔的眼神带着审视偏见。众目睽睽之下，江叔神色自若地扯出一抹清浅笑容，从容道：小妹何来此言？晋安侯府是你的娘家，你回府省亲是一等贵客，自当以贵礼相待。可是哪里做的不妥，让小妹生了误会？江叔此言是在提醒沈清荣，出嫁女回娘家，再尊贵也是客，便该懂得为客之道。可沈清荣毫无觉悟，仍如出嫁前一般，姿态随意傲慢，盛气凌人。哪里不妥？他看他不顺眼，就是最大的不妥。沈清荣心中气闷，故意找茬道：心远进府时被路上的石子绊得险些摔跤，庭院是如何打扫的？明知我爱喝雪山云雾，下人奉茶时奉的却是西湖龙井。沈清荣列举了几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当众质问江叔，想让他难堪。可江叔却笑了，杏眸微抬看向沈母道：小妹说的这些，母亲可听见了？沈母一脸尴尬，神色讪讪。沈老夫人同沈长则也面色赧然，在陆明科面前无地自容。你还想让母亲袒护你不成？这都是你掌家不当的证据。沈清荣不依不饶。江叔叹道：小妹有所不知，如今这家是母亲在掌。什么？沈清荣满脸错愕。沈长则回京后，侯府给他去了一封书信，里面只说了沈长则和程景初带着2个孩子荣归，并未提及其他。第47章算计。沈清荣此次回京省亲，就是抱着扬眉吐气，顺带看江叔笑话的心态。一府2妻简直是天大的羞辱。侯府不是由大嫂掌家吗？怎么换成母亲了？沈清荣不解地询问沈母。沈母瞥了一眼陆明科，强颜欢笑道：此事说来话长，等有时间了，我再与你细说。陆明科垂手喝茶，只做听不见，给足了侯府颜面。沈清荣倒也知晓轻重分寸，便是疑惑满肚，也忍住了没有继续追问。他转而看向沈长则道：听闻大哥从边关带了一位嫂嫂回来，怎地没见到？只见到了艳阳艳欢2个孩子。许是怕生，艳阳艳欢安静地站在沈夫老人身后，好奇地打量沈清荣一家3口。他有孕在身，身子有些不适，便没让他过来，等晚间用膳时再唤他来。沈长则言简意赅。沈清荣一听表示理解，恭贺道：侯府又要添丁进口了，真是太好了。是啊，令姨也有孕了，侯府往后可热闹了。
沈老夫人老脸欣慰。另一是谁？沈清荣好奇问。是我的妾室。当着陆明科的面，沈长则有些不好意思。沈清荣毫无所觉，眼睛一转，兴奋道：喜上加喜，侯府便是三喜临门了。几人一愣，沈母不解道：何来三喜？沈清荣走到沈老夫人身旁，亲热道：下个月是祖母70大寿，又恰逢大哥荣归，难道侯府不该办场大宴吗？沈母等人一听，面面相觑。祖母为侯府操劳一生，侯府又许久不曾宴请，的确该为祖母办场寿宴。沈长则赞同道。上手的沈老夫人听得心底暖意融融，只觉没有白疼这2个孙儿，那此事便定下了。沈清荣一脸欢笑期待，在回上京的路上，他便想好了，一定要让上京闺秀瞧瞧他如今过得有多好。当年他倾慕那人，众闺秀都笑他痴心妄想，后来他远嫁平阳，他们又笑他嫁去偏远之地，从此上京再无沈清荣此人。现下他回来了，就一定要让当年笑话他的人看看他的风光，狠狠打他们的脸。便是他省亲完回了平阳，也会在上京留下他的言说美谈。操办寿宴可不是小事，我一个人怕是忙不过来。沈母看向江叔，期望他能识大体的出面操持。大办寿宴不仅要忙里忙外，还要花费大量银钱，沈母实在心疼。若是以往，江叔必然会出力又出钱，可现在他只当听不懂瞧不见，悠闲地品着西湖龙井。沈清荣不爱喝这茶，江叔却觉得很顺口。我来帮母亲一起操办，一定将祖母的寿宴办得隆重热闹。沈清荣主动请缨，跃跃欲试。这些年他在陆家跟着婆母学了几年礼家，却还未真正实操过，此次恰逢良机，正好试炼试炼。没料到沈清荣会出此言，厅内几人皆诧异不已。陆明科赶忙找补道：侯府有2位嫂嫂，皆精明能干，哪里用得着你费心？你回京省亲一趟不易，多与家人叙话才是正经。沈清荣已出嫁，府中又有长嫂，哪里用得着他出头？再则外嫁女插手，娘家事是大忌，这要是传出去，沈陆2家都要被骂没家教规矩了。陆明科不明白，在平阳懂事明理的沈清荣，怎么一回到上京跟没了脑子一样。姑爷说的没错，你有空多陪我这个老太婆说说话，下一次回来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府里的事有你母亲和大嫂呢。沈老夫人也道。沈母此时也回过味来，一直给沈清荣使眼色。沈清荣闷恼地跺了跺脚，不情愿地回了位置坐下。江叔从头到尾都在品茶，好似今日的茶格外好喝一般，看得沈清荣一肚子气。这份常人难比的镇定自若，倒是让陆明科多看了一眼，心生敬佩。见江叔不开口，沈母只好主动道：仅出身子不便，此次寿宴就由叔儿与我一同操办。江叔虽不愿，却也无法推脱。此事就此定下，沈清荣一家回了华清院安置，江叔和沈长则被沈母留下议事。叔儿，这几年你掌管侯府妥帖周到，操办宴席也得心应手，此次寿宴也由你全权操持，母亲相信你。沈母一句话，想将担子全都丢给江叔。江叔秀眉轻挑，缓声道：我虽长了几年家，却只操办过2场宴席，都是母亲在旁指教才堪没给侯府丢脸。此次寿宴意义重大，有半点不妥都会损伤侯府颜面。我经验不丰，无法独当大任，还是母亲主持，我从旁协助的好。沈母正要说话，江叔又补了一句道：再则我的腿也没好全，忙里忙外的怕是撑不住。江叔所言句句在理，沈母张了张嘴，被堵得无话可说。沈母看向沈老夫人，期望她能帮自己说句话，可沈老夫人再喝药，根本不理会。沈老夫人虽然年纪大了，脑子却清醒得很。若是旁的世道也罢了，可此次是给她操办寿宴，凡事她只能听听，不便开口说道。沈母气闷不已，捏着手硬着头皮道：隆重操办花费颇多，然府库空虚，叔儿你比谁都清楚，这银钱的事母亲不必忧心。江叔道。沈母一听心中一喜，满面笑容道：我就知道叔儿最是大度孝顺。知沈母误会了，江叔幽声道：侯府大宴，前来赴宴的都是京中显贵，送上的寿礼币十分贵重，若宴后府中银钱短缺，挑些寿礼当卖即可。这怎么能行？沈母立时反驳：若让人知晓侯府靠当卖寿礼度日，岂不笑掉大牙？江叔蹙眉，一脸为难道：那不然我将送给祖母的寿礼折成银子给母亲。江叔向来出手大方，寿礼折成银子定然十分可观，足够操办寿宴。沈母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看向沈老夫人示下。毕竟是沈老夫人的寿宴，也是送给沈老夫人的寿礼，总要经过她同意准允才行。我如今老了，不管事了，都依你们吧。沈老夫人闭了眼，盖住眼中悲凉。堂堂侯府办场寿宴，竟算计至此，实在可悲。也罢，钱财乃身外物，
左右他也活不了多少年了，由他们去吧。第48章羞辱。母亲既同意，那便这般定下了。沈母面色欣喜。沈老夫人沉闷地应了一声。沈长泽实在听不下去了，拧眉道：库中银钱尚足，不至于此。如今的侯府虽不宽裕，但也不至于办不起一场宴席。将寿礼折成银子，他丢不起这人。你不当家，不知花销如流水。库中银钱虽足办寿宴，但你可想过寿宴过后还需花销过日子？沈母一脸嗔责。沈长泽噎了噎，张口结舌。江叔虽出谋为侯府解决了远虑，但却无法解近忧。你放心，此事只有我们几人知晓，连青荣都不会告诉，不会有人笑话。沈母耐着性子宽慰，可他自己知道，自己会瞧不起自己。沈长泽觉得耻辱至极，尤其是在对上江叔的眼神后。江叔眼神平淡无波，沈长泽却觉得里面蕴藏着波澜涟漪，全是讥讽。他不愿在江叔面前毫无尊严。祖母寿宴银钱从府库出，撂下这句话，沈长泽愤懑起身离开。我一心为侯府着想，又没私吞1两银子，怎么反倒成了我的不是，落得处处埋怨。沈母委屈是泪。沈老夫人听得心烦，先前的愉悦一扫而空，有些后悔答应办这寿宴。可话已说出，若现在反悔，陆家不知怎么看待侯府。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办了。华清院里，沈清荣看着翻修一新的院子，觉得亲切又熟悉。夫君，这就是我的闺房。沈清荣带着陆明科走进主屋，面上浮起一抹娇羞自豪。侯府虽比不得陆家机锋，但他打小也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半点不比其他闺秀差。后来将书嫁进侯府，为了讨好他出手阔绰，给他置办了诸多衣物首饰、器具摆件，将他的闺房装点得金奢华美。陆明科随意扫了一眼，走到软榻前坐下，并退下人。夫君可是累了要歇会儿？沈清荣体贴地问。陆明科瞧着他，俊脸沉凝道：方才在寿永堂，你言行皆失，所谓何故？陆明科看上去温和平顺，实则教子待妻极为严格。每次沈清荣言行有失时，他必然要说教改正。一见他摆出这副模样，沈清荣就头皮发紧，有一种被先生训斥的感觉。我太高兴激动了，一心想着为母分忧，一时疏忽，没有顾及其他。沈清荣咬着唇辩解。陆明科神色凌肃道：你如今是陆家父，所言所行皆代表着陆家，当谨言慎行，不可言行无状，损了陆家颜面。我知道了，夫君。沈清荣走到陆明科跟前，拉着他的胳膊撒娇。陆明科很吃他这套，缓和了神色，语气道：晚膳时换身衣服装扮，不要如此张扬招摇。今日沈清荣盛装打扮，陆明科本不赞同，但沈清荣坚持说上惊显贵人人如此，尤其是他大嫂江疏挥金如土，穿戴精奢。陆明科信了，想着姑娘家回门，装束华丽一些也正常，便默允了。可到了侯府一瞧，江疏依着简约妆容清淡，并不像沈清荣所说那般穿戴奢华。且不论江疏此人究竟如何，他们回京省亲都不该过度张扬。平阳郡富庶又远离上京，几乎脱离朝廷管控，引得皇帝猜疑朝臣忌惮，明里暗里的眼睛都盯着他们，须得小心行事，不能行差踏错半步。然沈清荣不懂朝政，他只知道陆家有钱又有权，他好不容易回趟上京，就要风光炫耀。可陆明科素日清简低调，不喜欢奢华张扬，性情执拗凌肃，沈清荣便是心有不悦，也不敢违逆。晚膳前，沈清荣换了身衣裳，卸下满头珠翠，重新梳妆。看着秀丽端庄的沈清荣，陆明科十分满意。一家三口来到寿永堂时，宴席已摆好，沈长泽几人都到了。瞧见坐在沈长泽身侧的陌生女子，沈清荣欢喜上前，这位便是大哥从边关带回来的景初嫂嫂。沈长泽应了一声。程景初扬起笑容歉就道：白日我有些不适，没来迎见，妹妹莫怪。嫂嫂放心，我大度着呢。沈清荣拉着程景初的手，一副一见如故亲热不已的模样，挑衅地瞥了一眼江疏：你给大哥生下了长子长女，如今又有孕在身，是侯府的大功臣，理当嘉奖。沈清荣说着，从婢女手中捧过一只宝石装盒，送到程景初手上。程景初受宠若惊地打开一瞧，被里面的东西惊到了。装盒里是一套南珠头面，以黄金为底，拇指大的南珠为主，搭配镶嵌着各色宝石和彩珠，流光溢彩，名贵非凡。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程景初欲还回去，沈清荣按住他的手，佯装不悦道：嫂嫂不收就是不喜欢我。这太贵重了。程景初有些心愧，贵重才符合你的身份。沈清荣煞有介事道：下个月祖母寿宴，你作为侯府夫人首次亮相，带上这套南珠头面正好。可无功不受禄，这实在太贵重了。程景初自知拿不出合适的回礼，
犹豫着不敢收。沈清荣眼睛一转，看向江叔道：“这礼物人人都有份，我给大嫂也送了呢，是吧，大嫂？”程景初闻言望向江叔，见江叔没有反驳，以为沈清荣送江叔的礼物一样贵重，这才忐忑收下。可他不知，沈清荣白日送给江叔的只是一条成色不错的海珠项链，虽贵重，但远不及南珠头面。江叔看穿沈清荣的心思，却并不点破。他知沈清荣是故意羞辱欺他家世低微。沈清荣心情舒畅，继续恶心江叔道：“大嫂，景初嫂嫂怀着身子多有不便，你可得多关照关照她，顺便向她取育儿金，早晚用得上。”江叔平眉，实在不耐沈清荣的纠缠，淡声问：“这礼物是陆家备的，还是小妹自己备的？”啥？沈清荣一时没反应过来。陆明科倒是机警，第一时间道：“回门礼是家母备的，其余是青荣备的。”顿了顿，陆明科又道：“家母不了解大家的喜好，便让青荣做主选备，若有不当之处，还请包涵见谅。”陆明科向江叔拱手致歉，他也觉得沈清荣做的有些过分了。第49章憎恨。回门礼是给侯府的大礼，而沈清荣送出的只是见面小礼。方才江叔问这小礼是陆家所备还是沈清荣所备，问的并非礼物，而是态度。若是陆家所备，那便是陆家不懂礼数教养，以权欺人；若是沈清荣所备，那便只是沈清荣不懂事，与陆家无关。江叔轻飘飘的一句话，陆明科惊出一身冷汗。他抬眼看向江叔，重新审视。他总觉得江叔此人与沈清荣口中所说并不相同。得到满意答案的江叔唇边泛起一抹浅笑，道：“礼表心意，小妹有心了。”一句话既点明了沈清荣别有用心，也表明了他不怪陆家。陆明科心头一松，对江叔的明理通情生出一丝好感。被反将一军的沈清荣不服气，欲开口回击，被陆明科一个眼神制止。沈母瞧出不对，赶忙圆场道：“哎呀，别光顾着说话了，菜都快凉了，先用膳。”江叔并非的理不饶人之人，陆明科制止了沈清荣，他也就懒得计较了。只是程景初听出他们话中的深意，明白他收到的礼物比江叔贵重，心中有些不安。可东西都已经收了，断没有退回的道理。一顿回门宴，众人心思各异，食不知味。饭后，婢女奉上茶水瓜果，江叔端起尝了一口，是雪山云雾。几个孩子吃着瓜果嬉笑玩闹，大人轻松笑谈，气氛还算融洽和乐。常怀外放衡州后就未曾回来过，清荣难得回来一次，写信叫他回来见见吧。沈老夫人眼露慈爱想念。沈长泽兄妹三人从小相处和睦，没有纷争，兄友弟恭，手足情深，让沈老夫人很是欣慰。尤其是沈长怀，懂事孝顺，恭谦十里，最得沈老夫人喜爱。好，明日我就给长怀写信，让他回来给祖母贺寿。沈长泽道。提起沈长怀，沈长泽也有些想念。他们兄弟二人已有6年未见，就连沈长怀高中娶亲，沈长泽都没能见证，甚是遗憾愧疚，感觉枉为人兄。沈母也道，开春时收到长怀来信，说他夫人已有身孕，侯府今年真是喜事连连。听到这话，沈老夫人满脸笑容，心情十分愉悦。陆明科笑着恭贺道：“两位兄长一武一文，皆是栋梁之才，加官进爵指日可待，侯府定会愈加昌盛繁荣。”沈清荣与有荣焉，心中很是自豪。他虽骄纵，却也明白侯府是他的靠山，兄长是他的倚仗。沈陆两家同气连枝，都会越来越好。沈老夫人笑着回敬。江叔不爱说这些客套话，便只能垂手品茶。好在沈老夫人要喝药，程景初身弱，也不能久待，很快便散了。回听竹楼的路上，沈长泽和程景初与江叔同路。江叔不想与他们同行，故意在花园停下，仰头看天上的明月。回华清院的沈清荣瞧见江叔在花园赏月，轻哼道：“惺惺作态，附庸风雅。”陆明科本没留意，听沈清荣这么一说，他扭头看了一眼。清冷孤寂的月光下，江叔静立在花园中，高仰着头望着天上明月，露出纤长脖颈，清贵优雅，似白狐拜月。皎洁的月光洒在江叔的长裙上，似披了一层银光，美丽宛如月光精灵。陆明科险些看正了，他自诩见过美人无数，也从不贪图皮相。可此时的江叔实在美得惊心，无知无觉印刻进他心底。夫人，侯爷同景夫人走远了。楚玉小声提醒。江叔闻言舒了口气，抬脚往听竹楼走。凉爽的夜风吹起江叔的裙摆，犹如花朵盛开在黑夜里，转瞬即逝。操办寿宴是件大事。翌日，沈母寻了江叔商议分工，召集府中下人开始筹备。院落、客房、前厅、花园，所有地方都需要翻修打扫，必不能让人觉得侯府破落灰败。
府中下人之前分了一小半去酒房做伙计，如今人手有些不足，江叔提议从各院抽调。为示表率，江叔只留了楚玉和中岳2人，让听竹楼其余人都去帮忙。沈母很满意江叔此举，安排了诸多事务给他，推脱不过，江叔只能应下。好在凡事不必他亲力亲为，只需吩咐监督查验即可。至于采买置办等与银钱相关的事情，沈母都自己揽下。这日沈母在屋中算账，算来算去都不满意，愁眉不展。母亲，沈清荣走了进来。沈母放下账册，长叹口气。沈清荣见了便问：母亲为何事烦忧？沈母道：侯府空虚，大办寿宴，花销甚大，有些头疼。沈清荣诧异：江家落败了，大嫂没银子了？自打江叔进侯府起，府中花销便由江叔一力承担。时日一久，沈清荣便觉得理所当然了。说起这个沈母就难受，唉声叹气道：你大哥回府后发生了些事，叔儿交出了掌家权，也不再管府中花销了。发生了何事？沈清荣追问。自家女儿不是外人，沈母便一五一十都跟沈清荣说了。沈清荣听后勃然大怒，他凭什么？就因为大哥在边关另娶生子，秦止立了平妻，他就敢耍性子威胁？他也不想想他什么身份。若论家世出身，他只配给大哥做妾。当年母亲亲自登门求娶，给了他正妻之位，已是莫大抬举，他竟如此不知好歹。要我说，母亲平日就是待他太宽容了，才纵了他不知天高地厚。出身高贵的沈清荣一直瞧不上江叔的身份，便是江叔为侯府付出再多，沈清荣也觉得江叔嫁入侯府是高攀，就该感恩戴德，做小伏低。屋外前来寻沈母商议事务的江叔，听到沈清荣的话，唇边勾起一抹讽笑，心中发冷。当初他嫁进侯府时，沈清荣便将对他的不喜写在了脸上，时常找茬刁难。可江叔想着终归是一家人，便多般忍让，甚至将沈清荣当作自己的妹妹疼爱。上京一出什么新鲜玩意，衣裳首饰，江叔第一时间买来给沈清荣，让他在上京闺秀面前赚足了艳羡。渐渐的，沈清荣态度好转了些，开始缠着江叔要东要西。只要沈清荣高兴，江叔从不吝啬银子，甚至在沈清荣出嫁时，江叔还给他添了1半嫁妆，让他带着底气风光嫁去平阳。可沈清荣不仅不感激江叔，反而还憎恨上了江叔，只因当年沈清荣心目他人，想要退婚。第50章教训。少女怀春总是情，年少的沈清荣揣着满腔欢喜爱慕，不计后果的想去追求心中所爱，完全昏了头脑。然沈母和沈老夫人明白沈清荣所慕之人是妄想，嫁给陆明科是她最好的选择，是以不同意退婚，并在出嫁前将沈清荣禁足，让江叔去规劝她。江叔顶着沈清荣的怒气谩骂，苦口婆心劝慰了近2月，沈清荣终于妥协了，却因此记恨上了江叔。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沈清荣就是只为不熟的白眼狼。听到屋内的沈清荣仍恶语不断，江叔面色发冷，抬脚走了进去。不知小妹嫁进陆家是如何恭顺婆母，聆听教诲，体贴夫君的，不如说来让我学学。没料到江叔会突然出现，沈清荣没说完的话卡在嗓子眼里，险些噎着。你竟然偷听，无耻！江叔乐了，背后嚼人口舌搬弄是非的人不可耻，反倒是撞破的人可耻，真是可笑。小妹如此气愤，不如请陆公子来评评理，顺便同陆公子讲讲当年往事，也好叫陆公子明白你为何如此恨我。你敢！沈清荣气的脸都绿了，娇躯因恐惧愤怒而颤抖。时隔4年，她早已不是无知妄想的小姑娘，如今的生活富足安稳，她十分满意，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江叔冷了声音道：那我们便试试。若是以往，江叔定不会做这种损人不利己之事，可面对沈清荣这等忘恩负义、以怨报德之人，他也不介意用些下作手段。2人剑拔弩张地对峙着，沈母正欲相劝，江叔就蛇身往外走了。叔儿，叔儿！沈母吓坏了，赶忙追了上去。沈清荣没想到江叔竟真敢，愣了一瞬后，气急败坏地喊：江叔，你站住！江叔脚步轻快，已然踏出了屋门，全然没有半点要停下的意思。沈清荣急了，小跑着追出去拦住江叔：让开！江叔神色冷漠。沈清荣激怒道：你要是敢胡说八道，我就让大哥休了你。对，休了你！自以为找到了江叔的命门死穴，沈清荣还特意重复了一遍，高扬着下巴，盛气凌人，全然没把江叔放在眼里。休了我！江叔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沈清荣得意的哼声道：你一个商贾之女，被侯府休弃归家，我看上金河人还敢娶你？在那之前，不如我们先瞧瞧陆公子会不会厌弃你。江叔唇边泛起冷笑，丝毫不惧。这侯府他早便待够了，
但他若要离开，也绝不可能是休戚。江叔，你别给脸不要脸！沈清荣怒火中烧，恨不能撕烂江叔的嘴。见他俩谁也不让谁，争吵的动静越来越大，沈母怕被人听见，急得不行。幸好院中下人都去忙寿宴了，无人听见。叔儿，你别跟青荣计较，他什么性子你最清楚了。青荣，你说什么胡话呢？叔儿永远都是你大嫂。沈母两头劝，试图化解这场争吵。可沈清荣在江叔面前趾高气昂惯了，仍以为江叔是当年那个任他揉捏的软柿子，而受够了委屈的江叔却生出了傲骨，不再忍气吞声。啪！江叔扬手给了沈清荣一巴掌。沈清荣被打懵了，偏着头捂着脸，不敢置信地瞪着江叔：“你敢打我？”沈清荣气疯了，他自小受靖家中疼宠，谁都舍不得碰他一下。便是嫁进陆家，有什么过错也是言语训诫，从未有人动过他一根手指。而江叔一个低贱的商贾之女，竟然敢打他！不敬长嫂，口出胡言，嚼弄是非，搅乱家宅，打的就是你！江叔俏脸冷肃，身板挺直，娇小的身躯散发出摄人气势，让沈母怔愣，当场忘了反应。沈清荣双目赤红，仇视地瞪着江叔，扬手想要打回去。江叔早便料到，抬手抓住了沈清荣的手腕，冷声警告：“今日之事到此为止，若你不服，我们就去陆公子面前分说，请他断个公道。他是我夫君，你以为他会向着你不成？”沈清荣强装镇定，实则心中虚得不行。陆明科是什么性子，他再清楚不过了。他虽然爱他宠他，却刻板认理，尤其是关陆家声誉和男人尊严，断不会袒护他。陆公子会向着谁，你不清楚吗？昨日的试探，江叔已然看出陆明科是什么人，是以他十分笃定。沈清荣不敢与他去陆明科面前分说。你卑鄙无耻！沈清荣气得咬牙，恨不得生吞了江叔。他没想到江叔竟然会威胁他，好自为之。江叔轻蔑甩开沈清荣的手，抬脚离开。经过沈母身边时，江叔没有致歉，反而给了沈母一个失望痛恨的眼神。这侯府一家皆是狼心狗肺之辈，没有一个值得他真心相待。他本想维持表面平和安稳度日，可他们偏要来恶心他欺辱他，那他就撕破这层遮羞布，谁也别想好过。母亲，你可看见了，他被你纵得目中无人，无法无天。再这么下去，你都得看他脸色过日子了。江叔一走，沈清荣又开始挑拨嚼舌。沈母哀叹一声，带着几分认命道：“我老了，仅出也无掌家之能，只有叔儿才能撑起侯府，侯府离不开他。可他未免也太嚣张了，竟然敢打我！”沈清荣耿耿于怀，怒气难平。进屋吧，我用帕子给你敷一敷，别让姑爷看出端倪，否则追问起来甚是麻烦。沈母本就性情软弱，又被沈老夫人压了半辈子，早已磨平了心性。虽心疼沈清荣挨了一巴掌，但沈母明白是沈清荣有错在先，又有把柄在江叔手中，只能劝他息事宁人。沈清荣虽不甘，却投鼠忌器，不敢生事，强咽下这口气，安分了几日。一转眼已是8月，离寿宴越来越近，府中也越来越忙。沈清荣作为客人无所事事，约了程景初在花园闲谈赏景，看陆星远同艳阳艳欢追着雪球玩闹。本是欢乐和谐的场景，被一只迷路窜进花园的兔子打破。咦，兔！陆星远最先发现兔子，迈着小短腿跑过去，想跟兔子玩耍。察觉到有危险靠近，兔子蹬腿跑了。兔！陆星远没抓着，摔了一跤。沈清荣瞧见了，吩咐婢女道：“去，把那兔子给少爷抓过来。”第51章虐杀。不白一直养在听竹楼中，没几人见过。沈清荣的婢女从小便跟着沈清荣，在侯府跋扈惯了，全然没把一只兔子当回事。2名婢女合力围堵拦截，没费什么力气便抓到了不白。不白蹬腿挣扎，被重重打了几巴掌。少爷，兔子在这儿。婢女寻了条绳子，将不白拴在一棵树上。陆星远3人围着不白抚摸逗趣儿，雪球也好奇地闻来闻去。纯黑的兔子倒是少见，哪儿来的？沈清荣随口问。立在程景初身后的秋霜不确定地回：“好像是夫人养的。”哪个夫人？江叔。沈清荣反应过来，瞬间来了精神。秋霜点头，面露忧色。江叔在侯府多年，从未养过什么宠物，如今养了只兔子，怕是宝贝的紧。这要是玩坏了，可不知是什么后果。他的兔子送上门来了，正好。沈清荣眼睛一转，面上浮起恶笑。程景初瞧见了，试探道：“妹妹想要做什么？”沈清荣摸着肚子道：“自然是夹菜了。”程景初闻言眉梢微挑，心情甚好。江叔要是知道他养的兔子被吃了，一定会难过吧？可一只兔子而已，他便是难过又能如何呢？
想到江叔痛苦伤心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的模样，程景初期待不已。被3个小孩加一条狗玩弄，不白惊恐交加，拼命地扯着绳子想要逃跑，可绳子拴得太紧，他根本挣不脱。兔兔，陆星远不懂不白的害怕痛苦，仍旧不停地逗弄他。雪球也在一旁跳来跳去的吠叫吓唬。汪汪汪汪！不白受了惊，张嘴咬了陆星远的手。哇！被咬伤的陆星远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婢女赶忙上前查看，将陆星远抱回凉亭。夫人，少爷的手被咬伤了。什么？快让我瞧瞧！沈清荣心疼地捧起陆星远的手，温声哄慰。陆星远白嫩的小手被咬出了血，疼得他嚎哭不停。沈清荣气炸了，命婢女将陆星远抱回华清院，请方医女看伤。小畜生，敢咬伤我儿，看我怎么收拾你！沈清荣恶狠狠地瞪着不白，起身走了过去。程景初察觉到不妙，吩咐秋霜和银环将艳阳、艳欢带回凉亭。母子3人坐在凉亭里，看沈清荣对不白又踢又踹。不白惊恐至极，却又被绳子拴着，无法逃脱，绝望无助的嘶叫。娘！艳欢从未见过虐打动物的场面，害怕地躲进程景初怀里。程景初抱着艳欢，让艳欢将脑袋埋在他怀里，轻抚着艳欢的背安抚。想到一旁的艳阳，程景初欲让秋霜挡住他的视线，却见艳阳目光直直地盯着，眼中不见一丝害怕。罢了，男儿当勇敢坚毅，就当练胆了。踢打累了，沈清荣轻喘着气教唆雪球道：“雪球，去咬死他！”沈清荣下脚极重，不白的嘴边已经溢出了血，血腥味刺激起狗的捕猎本能，兴奋地扑了上去。不多时，不白就断了气，软绵绵的像块破抹布一样，被雪球咬着甩来甩去。雪球真乖，沈清荣狞笑着夸赞，心中很是舒爽。来人，把这畜生送去厨房，收拾了给雪球加餐。原本沈清荣是打算自己吃了解气的，可如今不白是被雪球咬死的，他有些嫌弃，便赏给了雪球。秋霜和银环对视一眼，在对方眼中看到了担忧不忍。他们如今虽是程景初的婢女，但却换了江叔6年夫人。若有的选，他们必然愿意跟随江叔。只可惜命不由人，他们别无选择。江叔午睡后醒来，下楼透气时，习惯性的拿了胡萝卜喂不白。不白，快来吃胡萝卜了！不白，不白。江叔一连唤了几声，都没有见到不白的身影，拿着胡萝卜在院子里寻找。楚玉和钟月听到动静，也帮着一同呼唤找寻。奇怪，往常不白都是躲在草丛或树底下，一叫就出来了，今儿躲哪去了？楚玉纳闷不已。3人将院子仔仔细细翻了一遍，也没找到不白。屋内养伤的谭玉听到他们的话，拄着拐杖跳了出来。不白不见了，估计跑出去了，我晌午就没瞧着，还以为他躲哪里睡大觉，现在看来他怕是上午就不见了。钟月拖着下巴推测，今日院中下人都去忙寿宴了，无人看守，不白跑出去了也没人知道。江叔听完秀眉紧拧，我们分头找。听竹楼外是一条岔路，通向3个不同的地方。我也去。谭玉道。钟月翻了个白眼，你就别添乱了，安生待着，万一不白回来了，或者从什么地方出来了，你也能瞧着。钟月说的没错，你就在听竹楼守着，哪儿也别去。楚玉将谭玉扶到凳子上坐下，3人出了听竹楼，一人择了一条道，分头寻找。楚玉见懒云院的门大敞着，寻思着不白会不会跑进去，于是进去询问，可有见着不白。看守院子的婢女摇头，说她没有见到。端着药碗从廊下走过的秋霜，听到他们的对话后，脚步滞了滞。打扰了。楚玉没有多想，转身走了。江叔沿着青石路寻到花园，一边轻声唤着不白的名字，一边细细寻找。花园很大，江叔先是沿着外围找了一圈。小日子在身，江叔走了一圈有些累，到凉亭坐下歇息。歇了片刻后，江叔以凉亭为起点继续寻找。走了没多远，江叔瞥见路边草坪被践踏得厉害，草上似有血迹和毛发。他走近蹲下细瞧，在草地上发现了动物的蹄印，能在厚厚的草坪上留下脚印，很不容易。江叔仔细对比，发现有2种不同的脚印，毛发也分黑白2种。而侯府有雪球和不白2只宠物，结合草坪上的痕迹和脚印毛发，江叔心中已有猜测，不安地平起了眉。你在做什么？忽然响起的声音吓了江叔一跳。江叔起身回头，看见了沈长泽和陆明科，看他们的模样，应当是一道从外回来，路经花园。不白不见了。江叔指了指草地，声音发颤。沈长泽同陆明科定睛一瞧，瞬间明白了江叔的意思。只是陆明科不明白不白是何物，于是便问猫还是狗。一只黑色的兔子。江叔俏脸紧绷，面色不大好。陆明科微讶，养兔子当宠物，他还真是别具一格。
第52章失望。江叔无心同他们说话，草地上的毛发和血迹让他恐惧不安。你先别急，我陪你去找。沈长泽不在意一只兔子，但他明白江叔在意。同陆明科打了声招呼后，两人直奔沈母的听兰院。江叔能想到的，沈长泽自然也能想到。望着沈长泽同江叔相携离去的身影，陆明科垂眸看了一眼草地上的血迹，心中了然。江叔的兔子怕是凶多吉少了，但这是侯府家事，与他无关。沈长泽同江叔一进听兰院，就瞧见雪球翻着圆滚滚的肚皮，大拉拉的躺在院里，惬意的呼呼大睡。侯爷夫人，婢女上前行礼。江叔指着雪球问：今日他可有出听兰院？婢女一怔，点头如实道：上午三小姐带雪球出去过，说让雪球陪少爷小姐和表少爷玩耍。沈清荣排行第3，府中下人都唤她三小姐。确认雪球今日去过花园，江叔没有直接去找沈清荣，而是先去了寿永堂。沈老夫人刚起来一会儿，看了眼屋外明亮的天色，呐喊道：你们怎地来这么早？今日是初一，是侯府主子在寿永堂用晚膳的日子。祖母，我们想问艳阳艳欢几句话。沈长泽解释。沈老夫人不明所以，让婢女将艳阳艳欢叫了过来。爹爹。艳欢见到沈长泽很高兴，欢快地扑进他怀里。沈长泽抱起他，轻声问：艳欢，你们今日可有去花园玩？去了，跟娘和姑姑一起，还有心远弟弟和雪球。那可有见到一只兔子？江叔有些急迫地问。艳欢似是被吓到，瑟缩着躲进沈长泽怀里，小脸发白。沈长泽察觉到不对劲，看向艳阳道：艳阳，你来说。相较于艳欢的害怕，艳阳十分镇定，口齿清晰地讲述了上午花园发生的事。没人同他说过不能说，所以艳阳照实全说了。当听到艳阳说沈清荣纵狗咬死了不白，还让人将不白煮给雪球吃时，江叔气得浑身颤抖，眼眶发红。沈清荣！江叔咬牙，怒气冲冲地起身往华清院去。沈长泽大感不妙，赶忙放下艳欢后跟上。沈老夫人也被江叔的反应害到了，派了名婢女跟去，有什么事好回来向他禀报。陆明科方回到华清院，陆星远便拉着他告状撒娇：爹爹，手流血了。怎么弄的？陆明科捧着陆星远包裹着的手心疼问。兔兔咬我，好痛。陆星远委屈瘪嘴，眼泪都快出来了。听到兔兔2个字，陆明科敏锐地皱起眉头，问一旁的沈清荣道：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这要巧，江叔的兔子不见了，星远被兔子咬了。沈清荣有些心虚，却又理直气壮道：上午我带星远在花园玩耍，不知从哪儿窜出只兔子，星远同他玩，他竟不识好歹咬伤了星远。然后呢？你把兔子怎么了？陆明科盯着沈清荣，观察他的神色。沈清荣眼神躲闪，避重就轻道：我教训了他一顿，然后雪球把他咬死了。心中猜测得到证实，陆明科重重拧眉，让婢女带走了陆星远。正欲斥责沈清荣时，江叔来了。沈清荣，你个毒妇！江叔愤恨怒骂，扬手要打沈清荣，被陆明科拦住了。大嫂，这事的确是清荣不对，但你先冷静冷静，我一定给你个交代。追上来的沈长泽拉住江叔，看向沈清荣的目光带着责备和薄怒。你还敢打我？你养的畜生咬伤了星远，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沈清荣倒打一耙，丝毫不觉自己有错。江叔怒不可遏，双眸通红的质问陆明科：这就是陆公子所谓的交代？陆明科面色难堪地看向沈清荣，肃声道：给大嫂道歉。凭什么？他养的小畜生咬伤了星远，要道歉也该他道歉。沈清荣梗着脖子不服气：一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兔子也配让他道歉？绝不可能！你若不将不白抓住拴起来，不让孩子和狗惊吓他，他怎会咬伤星远？再者，便是他咬伤了星远，你自可寻我商量解决。可你千不该万不该虐杀他，虐杀完你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竟狠毒到将他剥皮煮熟喂狗。沈清荣，你太恶毒了！江叔声嘶力竭，杏眸猩红，恨不能让沈清荣偿命。不知内情的陆明科听到江叔的话，震惊不已。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沈清荣问：你当真如此残忍狠毒？星远被咬伤，我自然要处置了罪魁祸首，给星远出气。沈清荣不以为意的辩解：一只兔子而已，死了就死了，这般大惊小怪做什么？看着执迷不悟、态度蛮横的沈清荣，陆明科心痛又失望。他与沈清荣同床共枕4年，一直以为沈清荣只是有些骄纵，爱使小性子，从不知他内心竟这般恶毒。大嫂，对不住，我不该拦你。陆明科侧开身，暗示江叔教训沈清荣。换成是他，不打沈清荣一顿也难以平怒。江叔气怒正盛，举手就朝沈清荣冲了过去。江叔，沈长泽再次拉住了他。侯爷是要包庇他吗？江叔红着眼问。
沈长则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他的行为已经表明了一切，什么解释的话都显得苍白虚伪。你也觉得一只兔子而已，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咬伤了人就该死。江叔语气讥讽，看沈长则的眼中全是失望和愤恨。沈长则被刺痛，硬着头皮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但不白已经死了，你便是打死青荣也无济于事，所以就要放过凶手，什么也不做。”江叔心寒如冰，身子止不住的轻颤。沈长则，你这般大度，怎么不去庙里立地成佛呢？这是江叔第一次直呼其名，显然对沈长则失望到了极点。沈长则心头一颤，直觉将要彻底失去什么。对不住，我替青荣给你道歉，你打我骂我都可以。沈长则愧疚道，一边是明媒正娶的夫人，一边是一母同胞的妹妹，他实在为难，不忍他们任何一方受伤害。你要敢打我大哥，族中齐老定不会放过你。沈青荣气焰嚣张，全然没把江叔放在眼里。第53章打脸。沈长则和沈青荣互相维护，兄妹情深到令人作呕。啪！陆明科实在忍不下去了，转身给了沈青荣一巴掌。在平阳时，沈青荣做错了事，呵斥一两句就会立即收敛悔改。如今回了上京，有母亲兄长庇护，他跋扈张狂到让陆明科惊愕。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将几人都打懵了。江叔怎么也没想到，替他主持公道、教训沈青荣的人，竟然会是陆明科。他忽然就后悔当年阻止规劝沈青荣了。骄横恶劣的沈青荣根本就配不上雅正端方的陆明科。沈青荣捂着被打歪的脸，满目震惊地看着陆明科：“夫君，你打我，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打我。”成婚4年，这是陆明科第一次动手打他。沈青荣委屈的眼泪夺眶而出。沈长则见了心疼不已，责备陆明科道：“她是你的妻，你怎可打她？正因为她是我的妻，父母兄长管教不好她，我才要管束。侯府不在乎礼教规矩，我陆家在乎。”陆明科这话说的已是极重，不仅打了沈青荣的脸，也打了沈长则的脸。沈长则眉头紧拧，面色很是难堪，却又找不出话来反驳。他本就不是能言善辩之人，在自知理亏的情境下，更是无话可说。可他如珠如宝腾虫长大的妹妹，自己从未动过他一根手指，旁的男人却当着他的面打他，委实心疼。长吸一口气，平稳心绪，沈长则语重心长道：“青荣便是有错，也该言辞说教，何至于动手？她毕竟是侯府嫡女，又是你的正妻，如此损她颜面，叫她往后如何见人？”陆明科还未开口，江叔嗤讽着道：“侯爷心眼不好，耳朵也不好了，方才规劝的话，侯爷一个字也没听见。”沈长则被对得哑口无言。沈青荣气疯了，目眦欲裂地盯着江叔，恨声道：“都怪你，为了一只卑贱野兔，闹得家宅不宁，夫妻不睦，你就是个祸害。”听到沈青荣的谩骂，江叔面色平静，杏眸冷凝地看着沈青荣恶毒且毫不知悔的嘴脸，别有深意道：“沈青荣，我的兔子不会白死。”留下这句话，江叔折身头也不回地走了。沈青荣心中一咯噔，生出巨大恐慌。江叔什么意思？是要告诉陆明科当年的事吗？不行，不可以。沈青荣心中惊恐万分，却又不敢表露出来，让陆明科察觉。陆明科和沈长则的心思全在江叔的话上，没有留意到沈青荣的异样。两人都明白，此事必须要给江叔一个交代，否则江叔定不会罢休。大哥，进屋说话吧。陆明科沉着脸邀沈长则一同商议对策。沈青荣跟着他们进屋，心中又恨又怕。进屋落座后，陆明科问沈长则：“大哥觉得大嫂是个什么样的人？知己知彼，才能对症施策。”沈长则认真思索片刻，抿唇道：“他素日良善大度，待人宽和，并非锱铢必较之人。”那青荣呢？陆明科又问。听到沈长则对江叔的评价，结合今日沈青荣的言行，陆明科心中已然确定，之前沈青荣同他说的关于江叔的那些话，都是恶意重伤。沈长则抬眼看着哭红了眼的沈青荣，皱眉斟酌道：“骄纵自傲，任性妄为，无理取闹。”陆明科听完沈长则避重就轻的评价，唇边浮起一丝若有似无的讽笑。他不信沈长则看不见沈青荣的恶劣，不过是眼明心瞎，有心包庇罢了。也不知他上辈子做了什么孽，这辈子娶到沈青荣，盲婚哑嫁，真是害人不浅。无可奈何的喟叹一声，陆明科道：“依大哥之见，此事当如何解决？”解铃还须系铃人。沈长则看向沈青荣，方才已然试过，他道歉根本不管用，想要江叔谅解，还得沈青荣亲自道歉。可沈青荣骄傲惯了，从未在江叔面前低过头，今日闹成这样，再让他去给江叔认错，比杀了他还难受。青荣，你以为人母该懂事，给心远做个榜样了。沈长则谆谆告诫。陆明科也道：“陆家家规森严，若让父亲母亲知晓你所为，你当知会有何后果？”沈青荣一震，心生畏惧。不论他犯下什么错，
侯府都会无条件的包容他、原谅他，但陆家不会。陆明科是在隐晦的提醒他，他是陆家父，他的命运捏在陆家手里，不由侯府做主。方才打他那一巴掌就是最好的证明。陆家根本不惧侯府。想通利害关系后，沈清荣咬唇艰难道：“我可以给大嫂道歉，但她若不肯原谅，那便不怪我了。你大嫂虚怀若谷，定会原谅你的。”沈长泽长松口气，如释重负。陆明科瞧着自信满满的沈长泽，眉头微皱，有些不放心。他并非质疑江叔的度量，只是觉得沈清荣没有诚心悔改，一句轻佻敷衍的道歉，怕是难以平息江叔的愤怒。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随机应变了。晚膳时，沈长泽等人齐聚寿永堂，但江叔却没来。若是平日，沈老夫人定然震怒，要向江叔问责。可今日，沈老夫人心平气和地吩咐婢女道：“去请夫人过来用膳。”婢女领命，匆匆去了。听竹楼里，江叔听到楚玉的禀报，直接回绝：“我身子不适，不去。侯府规矩，长辈相请，贵客相候。换成以往，便是天下上刀子，江叔也一定会去。可现在，他对侯府上下失望透顶，已经懒得再同他们虚与委蛇了。商贾之女虽低微，却并不轻贱。听到婢女的回话，沈老夫人有些微恼，反了他了。江叔恭顺多年，沈老夫人习以为常，认为今日相请已是莫大容忍。江叔时是不识抬举，尤其当着陆明科的面叫长辈下不来台，让侯府颜面扫地。沈老夫人正要发作，陆明科忽然起身道：“我去请大嫂。”这怎么行？姑爷你是贵客，那有客请主的道理。沈母大为震惊，羞愧不已。陆明科神色从容道：“正因为我是客人，大嫂才不好驳我脸面。”众人一听，好像是这么个理。如今侯府能在江叔面前存有脸面的人，怕也只有陆明科了。第54章逼迫。江叔让楚玉去厨院找回了不白的毛皮，亲自挖坑埋在了不白平日爱蹲的树下。埋葬好不白，江叔进手时听到楚玉禀报：“夫人，陆公子来了。”江叔诧异：“他来做什么？”陆公子说：“请夫人去寿永堂用膳。”江叔不愿去，可冲着那一巴掌，他也得给陆明科几分情面。秀眉微微拢了拢，江叔随意换了身衣服，缓步下楼。大嫂。等候的陆明科拱手见礼，没有丝毫不耐。江叔欠身回礼，态度冷淡：“陆公子请。”陆明科并不计较，能请动江叔便已心满意足。寿永堂里气氛沉毅，连2岁的陆星远也察觉到氛围不对，安静本分地坐着。姑爷和夫人来了。婢女进屋通报。沈老夫人等人闻声望向门口，瞧见江叔同陆明科一前一后走了进来。叔儿来了，快坐，菜都要凉了。沈母强挤出笑容招呼。江叔走到沈长泽右边的空位坐下，陆明科也坐到沈清荣身旁。沈老夫人满脸不悦，压着怒火道：“用膳。”众人拿起银筷，默默用膳。等了这许久，桌上的菜已有些冷了，大家都无甚胃口，象征性的吃了几口。陆明科吩咐婢女将3个孩子带了下去。大嫂，今日之事是清荣不对，我让他给你赔礼道歉。陆明科打破沉寂，给沈清荣递了个眼色。江叔闻言割下筷子，杏眸凉凉的看着沈清荣，好整以暇的等着。沈清荣不情不愿的起身，敷衍虚伪道：“我错了，对不住，请大嫂原谅。”沈老夫人等人看向江叔，等着他表态，将这事接过。迎着他们期盼的目光，江叔阴唇轻启，一字一句道：“我不原谅。”什么？沈老夫人怀疑自己老耳昏聩听错了，可看沈母几人满脸错愕，沈老夫人便明白她没有听错。被当众驳面的沈清荣羞愤地瞪着江叔：“你不要不识好歹，他肯纡尊降贵给他道歉，已是天大抬举，他竟敢拒绝，他凭什么拒绝？”沈清荣感觉受到了莫大屈辱，欲发疯时被陆明科制止：“大嫂，你要如何才肯原谅？只要我们能做到，绝不推辞。”陆明科诚心相问。江叔讥诮道：“一命偿一命，先把雪球杀了，以示诚意。杀了雪球，也只是抵不白的命。至于沈清荣虐打不白的账，另算。”陆明科为难地看向沈母。雪球是沈母养的，他不好擅自做主。沈母一脸哀戚：“叔儿，你的兔子已经死了，杀了雪球也无济于事，能不能放过他？毕竟也是一条性命。母亲的狗命是命，我的兔子便不是吗？”江叔反唇激问。沈母哑然，语气哀伤道：“可雪球陪我多年，感情甚深，你也知晓。若没了他，往后我可怎么过？那母亲可想过，没了不白我怎么过？还是母亲觉得我养不白的时间不长，便没有你对雪球的感情深厚？”江叔冷声诘问。沈母张了张嘴，答不上来。见沈母被刁难，沈长则出面解围道：“你若喜欢兔子，我再寻只一样的给你可行？侯爷怎么不问问母亲，
杀了雪球再寻之一样的给他可行？江叔语气冰寒，看都懒得看沈长泽。沈长泽吃瘪，羞恼得面红耳赤，对江叔当众羞辱不留情面，让他难堪，心生怨憎。沈清荣忍不下去，几次想出头，都被陆明科摁住了。至于程景初，他巴不得他们越闹越大，让沈长泽厌弃江叔，他好坐收渔利。最终沈老夫人看不下去了，端着长辈的威严施压道：“你顶撞婆母，忤逆夫君，待客无礼，到底意欲何为？我只想要一个公道。”江叔迎上沈老夫人的目光，毫不退怯。沈老夫人一滞，气怒道：“青荣已跟你道歉，长泽也答应再寻一只兔子给你，你还要如何？不过就是一只兔子，还能比过得血脉至亲不成？”江叔被沈老夫人偷换概念的无耻气笑了。他不过是要狗偿命，又没让沈清荣偿命。明明他才是受害者，不还他公道便罢了，竟还反过来谴责他。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不想同他们争辩了。江叔收回视线，眸光落在面前的鱼上，悠然一瞬，他顿悟了。他与沈长泽就如这鱼一样，明明不是心中所喜，硬吃下去只会反胃作呕。从一开始他就不该妥协委屈自己。在这一刻，江叔终于想明白了，他要和离。想通后，江叔假装退让道：“我可以不再追究，但有一个条件。”突然的转变令众人愕然无措，齐齐看向江叔，好奇纳闷。什么条件？沈长泽问。江叔正襟端坐，清脆开口：“给我一纸和离书。”你说什么？沈长泽怀疑自己听错了。陆明科等人震惊过度，呆愣着忘了反应。江叔面色平静，从容不迫道：“侯爷归府至今，与我相处不睦，长久下去恐成怨偶，不如趁此了断，一别两宽。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沈长泽盛怒，面色冷肃骇人。沈母几人吓得不敢出声，连胆大妄为的沈清荣也有些惧怕。胡闹！沈老夫人到底经历过风雨，拿出长者威严。官宦世家之妇，从来只听病死自缢，从未有过和离。你今日口出妄言，可想过后果？便是非要离弃，也只有休妻，断没有和离的道理。沈老夫人提醒警告。江叔紧抿着唇不说话，他知道沈老夫人说的都是事实，可他不甘心。沉了沉眸，江叔据理力争道：“当年侯府求娶时，隐瞒了诸多内情，与骗婚无异。然女子出嫁从夫，我为了夫妻和睦，都忍下了。可侯爷是如何待我的？新婚之夜丢我独守空房，瞒着我在边关另娶生子，回京后又以平妻如我，让他人入主揽云院。这桩桩件件，不如请两族耆老评评理吧。”江叔同沈老夫人对视，毫不畏惧。他既已下定决心，便不惧任何艰难险阻。沈老夫人气得浑身发抖，哆嗦着手指着江叔道：“瞧瞧，这就是商贾之家教养出来的，半点礼数妇德也无。”说教不听，沈老夫人气得谩骂，甚至累及江叔父母，毫无高门气度风范。第55章发飙。听到沈老夫人竟辱骂他爹娘，江叔愤怒平眉，眸光凌厉地看向沈老夫人。不忍气吞声便是无礼，不温顺服从便是失德。敢问老夫人，侯爷和青荣言行不当时，我可有说是您和母亲教导无方？老夫人口口声声礼教妇德，可有自省？还是说老夫人所谓的礼教妇德，律人不律己？你混账！沈老夫人背对的老脸涨红，气得胸口剧烈起伏。江叔冷哼：“我敬您是长辈，也望您自重。”沈老夫人简直要背过气去，怒瞪着江叔，说不出话来。够了！沈长泽怒火中烧的告诫：“江叔，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忍耐？到底是谁在忍耐？江叔冷声回敬：“我的忍耐也有限度。”见他冥顽不灵，沈长泽隐忍着满腔怒火质问：“你当真要和离？”是。江叔俏脸冰寒，凝视着沈长泽阴沉的目光，字字清晰道：“我要和离。若我不同意呢？”沈长泽面色铁青：“那就请侯爷将这些年我为侯府支出的花销悉数归还。堂堂侯府让夫人用嫁妆养活，传出去多惹人笑话。”江叔讥诮：“你威胁我？”沈长泽振奋，额上青筋暴突。是。江叔直言不讳。两人剑拔弩张的对视，沈长泽看到了江叔眼中坚定不移的决心。那决心让沈长泽害怕，也让他明白江叔是当真想要离开他。突然的，沈长泽心生恐慌，不敢再继续争吵下去，逃也似的起身走了。陆明科怎么也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他张了张嘴想劝，却又不知该劝谁。若换成是他，也不愿在这个蛇鼠窝蹉跎一生。和离，凭你也配？一纸休书倒是可以。陆明科稍不留神，沈清荣便逮着机会跳了出来，为落荒而逃的沈长泽出头。休憩与和离，那可是天差地别。江叔眸光森寒地看着沈清荣，鄙薄道：“先把你的嫁妆还回来，再来同我知会。”你什么你？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不懂吗？沈母震惊的瞠目结舌，她从不知道江叔竟如此伶牙俐齿，能言善辩。程景初也很意外，没想到江叔发起飙来如此厉害，一张嘴堵得侯府上下理屈词穷。程景初完全不敢搭腔，他被气得动了胎气。母亲，你看他。沈清荣被羞辱得面红耳赤，向沈母求救。沈母却不敢接茬，怕一开口江叔也让他还银子。这些年他花销了江叔多少银子，他自己都记不清。祖母。沈清荣转向沈老夫人，沈老夫人借口头痛要喝药，让婢女扶着她回屋了。最后一层遮羞布扯下，便是沈老夫人老脸在后，也无地自容。陆明科惊愕不已，没想到偌大侯府竟真如外界传言那般，靠江叔的嫁妆养着。他们趴在江叔身上吸血吃肉，不仅不感恩戴德，反倒联起手来欺辱他，实在令人不齿。江叔离开后，沈清荣怨愤地同沈母道：“他是不是疯了？为了一只野兔闹到河里？”此时的沈清荣还不知道，他会因为一只野兔付出何种惨痛代价。回到听竹楼后，江叔因不白惨死而伤心难眠，便索性让楚玉帆找出这些年侯府花销记录，连夜整理成账册，次日一早送到沈长泽手上。听楚玉说，沈长泽看后摔了碗筷，一口没吃就出了府。再后来又听给谭玉换药的方医女说，沈长泽意外坠马摔伤了腿，被抬回侯府养伤。报应来得这么快？谭玉精神抖擞地追问：“伤得可重？”方医女道：“不重，养几日便好了。真可惜，摔断才好呢。”谭玉一脸惋惜。楚玉低声呵斥：“别胡说八道，给夫人惹事。”眼下江叔同侯府关系紧张，府中多少双眼睛盯着他们，等着抓他们的错处把柄。知道了，知道了。谭玉吐舌，末了又问道：“夫人当真要和离吗？”他脚还没好，没办法在江叔跟前侍候，好多事便不知晓。楚玉抿唇思忖了片刻，道：“我乔夫人是认真的，昨夜一夜没睡整理，出账册给侯爷，便是撕破了脸，不打算留退路余地了。如此也好，咱们夫人有花不完的银子，在哪儿都能过得舒坦滋润，没道理在这地方受气。”钟月啃着胡萝卜道：“哪有那么容易？我瞧寻常百姓两口子过不下去了，修篱都得脱层皮，还不一定成功，就更遑论高门贵族了。那怎么办？”谭玉愁的眉头都要打结了。夫人会有办法的，我们不给他添乱便行了。楚玉坚信。几人对视一眼，点了点头。午时，江叔睡醒后起来用膳，楚玉将沈长泽坠马一事告诉了他。江叔听后眉目舒展，多吃了小半碗饭。楚玉见他如此，便明白他对沈长泽半分情意也无了。饭后，江叔让楚玉研墨给江父写了一封家书，信中表明了他的打算，也解释了缘由。这封信至关重要，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你亲自跑一趟，一定要交到父亲或母亲手中。江叔谨慎嘱咐。奴婢明白。楚玉仔细收好信，转身去了。睡了半日，江叔下楼透气舒活筋骨，走到埋不白的桂花树下时，瞧见树下土堆前插了根胡萝卜。谁干的？江叔上前蹲身，欲将胡萝卜拿掉，却发现胡萝卜上刻了字：不白之墓。他好像知道是谁干的了。江叔哑然失笑，杏眸染上湿润，抬手抚摸着不白两个字，回想起不白啃胡萝卜的模样，江叔轻声道：不白，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楚玉去了许久，傍晚时分才回来。夫人，这是老爷的回信。楚玉从怀中拿出密封的信，交给江叔。江叔接过带着楚玉体温的信，拆开，凝神细看。江父在信里说，后悔当初将她嫁入侯府，也痛恨侯府的欺瞒折辱，让江叔不要顾虑，想做什么只管去做，江府永远都是他的家。江叔眸眶微红，让楚玉端来烛台，将信烧了。侯府不是他的家，不能留下任何痕迹。抬眸看着窗外辽阔的天空，江叔吩咐道：从明日起暗中清点库房，将东西都收拾好，做好随时离开的准备。楚玉一怔，躬声应下。江叔的嫁妆物品极多，都存放在他的私库里，悄无声息的盘点收拾，很要费些日子。第56章受礼。自提和离之后，江叔便不再管府中事，关了听竹楼的院门，谁也不理会。沈清荣因江叔的警告忐忑不安了几日，见江叔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连听竹楼都不出后，他放宽了心，觉得江叔不过是知虎人的纸老虎。眼看寿宴临近，沈清荣盘算着如何在寿宴上大放光彩。8月初9，桂花飘香时，沈长怀回来了，一身青衣，身姿笔挺，气宇轩昂，眉目与沈长泽有2分相似，气质却截然不同。沈长泽是刚毅冷肃的将军，沈长怀是朗润正气的儒官。当天的团圆宴摆在寿永堂，江叔没有去。沈长怀大惑不解，大嫂怎么还没来？在沈长怀的印象里，江叔明里守里，从不会如此。
他有些不适，不用等他。沈长泽牵强解释。沈老夫人岔开话题：“你怎地一个人回来？淑琴和月瑶呢？”柳淑琴是沈长怀的生母，王月瑶是沈长怀的正妻，都随沈长怀在衡州生活。沈长怀躬声道：“月瑶身子重了，不日便要临产，不敢远行，姨娘不放心她，留在衡州照顾。”沈老夫人点头：“是该如此。”一番寒暄后，众人开始用膳。沈长怀看着沈长泽旁边的空位以及众人的神色反应，总觉得江叔没来另有原因。可他只是庶子，又搬出了侯府，府中事不便过问。与此同时，听竹楼里，楚玉抱着一只2尺长的锦盒，同江叔道：“夫人定做的玉观音送来了。”江叔打开，取出细细欣赏了一番，十分满意。收起来吧，回头送给长公主。这不是给老夫人备的寿礼吗？观音慈眉善目，大慈大悲，不适合老夫人。江叔嘲讽。楚玉懵了，过几日便老夫人寿宴，不送礼吗？虽说江叔打定了主意离开，但毕竟还未和离，他还是侯府夫人，什么都不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恐引人诟病。楚玉能想到的，江叔自然也能想到，于是他道：“送，自然要送。”那送什么？楚玉问。杏眸瞥见屋中屏风，江叔忽然有了主意，去拿几张5、6尺长的宣纸来。夫人要这么多宣纸做什么？楚玉费解。江叔勾唇：“拿来你就知道了，快去。”他不仅要送礼，还要送份孝感动天的大礼，保管让人挑不出刺来。至于沈老夫人喜不喜欢，那就不好说了。楚玉的动作很快，不多时便拿来了江叔要的宣纸。江叔把纸铺在书案，让楚玉研墨。楚玉依言照做，看江叔润笔沾墨，在纸上写字，1个寿字，2个寿字，每个寿字形状大小都不一样。写完一张纸，江叔写累了，让楚玉收起来，明天再写。翌日吃过早饭，江叔提笔继续。这些寿字各不相同，写起来极为麻烦缓慢，但一想到沈老夫人收到寿礼时的表情，江叔便干劲十足。花了将近2日功夫，江叔终于写完，揉着手腕吩咐楚玉拿去用桃木做成屏风，仔细些别弄破了。做成屏风，楚玉讶异。江叔颔首轻笑道：“对，做成百寿图屏风，给老夫人做寿礼。”楚玉微愣，随后了然，笑着去了。侯府空虚，沈老夫人最喜爱贵重之物，对字画文墨一窍不通，毫无兴趣。更何况这百寿图是江叔所写，毫无价值。但江叔要的就是毫无价值。8月13，江叔让楚玉给陆明科送了一封信，一封4年前沈清荣写给心目之人却被退回来的信。这封信江叔收藏多年，本是为了帮沈清荣遮掩保守秘密，却不想成了对付沈清荣的利器。陆明科看到信里的内容后面色巨变，心中气怒交加。他知道江叔不怀好意，但信上的笔迹的确是沈清荣的。这封信是沈清荣写给爱慕之人的情信。你家夫人此时拿出这封信，意欲何为？陆明科警惕问。楚玉按江叔的话道：“夫人说是为了还陆公子的人情，也叫陆公子看清枕边人。”什么意思？陆明科拧眉。这封信是几年前所写，现如今沈清荣已嫁他为妻，过去的事已然过去，还需看清什么？明日寿宴，陆公子多留心，便能寻到答案。陆明科听后心中大震。江叔的意思是，明日寿宴沈清荣会与信中之人私会。想到此，陆明科握紧双拳，面色阴郁。他可以不计较沈清荣曾喜欢过别的男人，但绝不能容忍沈清荣如今还与那人不清不楚。8月14，沈老夫人寿辰，侯府大宴。江叔踏出听竹楼，沈长怀终于见到了他。大嫂。沈长怀恭敬见礼。当年江叔嫁入侯府时，沈长怀还在苦读，受江叔供养3年后才考取功名。而后沈长怀娶妻，聘礼宴席也都是由江叔出资操办。这份恩情，沈长怀一直铭记于心，对江叔十分敬重。这几日沈长怀见不到江叔，便在府中多方打听，对府中发生的事知晓了个大概，也听闻了江叔想和离之事。长怀见到他，江叔有些意外。今日大宴宾客，他应该跟沈长泽在前院迎宾待客才是。后院是女眷所在，江叔收拾妥当，正要去见客。回来几日不见大嫂，大嫂可还好？沈长怀关忧问。江叔莞尔一笑，道：“放心，我很好。”见江叔容光焕发，神色从容，却没有半分不好后，沈长怀放了心，安心去前院帮沈长泽招呼宾客。此时的沈长怀还以为和离只是江叔一时之气，并不当真。江叔赶到招待女眷的后院时，沈母同沈清荣正在与人说话。盛装打扮后的沈清荣华贵艳丽，夺人眼球，成了后院焦点。一众夫人闺秀好奇地打量沈清荣，有艳羡，有嫉妒，令沈清荣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看沈清荣一脸春风得意，江叔心中冷笑连连。江叔，
玉兰瞧见了江叔，招手唤他过去。江叔回神，笑着朝玉兰走去。带走近后，玉兰拉着江叔的手凑近问：“那就是沈侯从边关带回来的夫人？”与其他人一样，玉兰也对程景初充满了好奇。江叔看着沈清荣身旁运度危险的程景初，点了点头。华服锦衣配上南猪头面，程景初穿戴的比江叔更像侯府夫人。一群人围着程景初问东问西，好似完全看不见江叔的存在。第57章不平。程景初虽无娘家庇佑，但出身将门，身份也算贵重。而江叔便是再有钱，也终究是商贾之女，身份低微，入不了高门显贵的眼。一群虚伪的势利眼。一袭红衣的孙怡君轻哼着唾弃。特立独行的孙怡君向来不屑与那些矫揉造作、表里不一的闺秀为伍，尤其是沈清荣，孙怡君看他就没顺眼过。自然，沈清荣也不喜他。每次两人撞上，少不得冷嘲热讽。噗，怡君真有趣儿！玉兰喷笑出声。心直心快、嫉恶如仇的孙怡君，简直就是上京闺秀里的一股清流。听到玉兰的打趣，孙怡君走了过去。江叔温笑着招呼：“孙小姐请坐。”孙怡君同玉兰亲近，江叔也同玉兰亲近，合计下来，两人也算朋友。孙怡君一屁股坐到玉兰身旁，歪着肩凑近江叔，小声道：“瞧着那什么夫人又有孕了，加上之前的2个都3孩子了，往后这侯府还能有你的位置吗？”江叔微愕，随即轻笑：“不重要了。”什么意思？孙怡君将好奇写在了脸上。江叔虽大闹侯府提了和离，但外面的人并不知晓。今日寿宴，不少人都怀着看江叔热闹笑话的心思，只有孙怡君和玉兰为江叔忧心不平。我懒得同他们争了，随他们去吧。江叔轻叹。玉兰和孙怡君听得一头雾水，正要追问时，沈老夫人与江母一同来了。沈清荣等人当即围了上去，争先恐后的给沈老夫人贺寿道喜。如今的靖安侯府，有身为将军的沈长则撑着，又有沈长怀和陆家帮衬，跻身天子重臣是早晚的事。尤其听闻近来太子数次召见陆明科同沈长则，今日也亲来侯府贺寿。新四9区18绕的显贵们嗅到气息，对靖安侯府热络起来。江叔看到江母被挤开，孤零零地站在一旁，赶紧起身迎了过去。娘。江叔拉着江母到无人处坐下说话。江母拍了拍江叔的手，关忧道：“你可还好？”江叔点头，忍住喉间汹涌的哽咽，笑着道：“我很好，娘怎么跟老夫人在一起？”江母瞥了一眼被簇拥着老脸笑开了花的沈老夫人，低声道：“你尚未和离，还是侯府夫人，我入府参宴1礼，当去拜见老夫人。如此关键之机，可不能让人说我们不懂礼数，以此唯有给你定罪。并且我也想探探老夫人的口风。”江叔闻言竖起了耳朵。江母低叹道：“老夫人话中未有和离之意，侯府并不想放你离开。高攀不易，离开更难。江母悔的肠子都青了。”江叔听完面色冷了下来，放与不放，由不得他们。今日寿宴，上京显贵几乎都来了，他便要借沈清荣的嘴，将和离之事抖开，闹得人尽皆知。侯府不放他走，那他就逼得他们不得不放。母女俩低声私语，互相宽慰，商议着对策。那边厢沈清荣有意出风头，故意当着众人的面送上寿礼：“祖母，这是南海赤玉珊瑚，愿祖母长寿安康。”沈清荣献上一株近2尺高的赤玉珊瑚，惊艳了在场所有人，连玉兰和孙怡君也伸长了脖子瞧稀奇。珊瑚生长在海底，寻常人根本潜不下去，极难采摘，显示少有。而像沈清荣拿出的这般大小，更是罕见珍贵。便是玉兰贵为长公主，府中也不曾有这般大的。太漂亮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我在玲珑阁见过一株粉色的，是他们的镇店之宝，但只有巴掌大小。我可以摸摸吗？有人试探着问。沈清荣得意大方道：“当然可以。”有人开了头，便有人跟上，排着队观赏触摸。沈老夫人见到如此情景，心中很是自豪荣光，笑得满脸褶子。7摸一下是能长生不老，还是包治百病，一个个丢人现眼。孙怡君讥讽。玉兰好笑地问他：“你不想摸摸吗？”孙怡君嘴硬道：“不想。”玉兰惋惜叹息：“那便算了，我也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漂亮的珊瑚，本想叫你一同观摩，你既不愿，我就不强人所难了。”孙怡君。玉兰悄悄瞟了他一眼，起身朝人群走去。孙怡君跺了跺脚，起身追上道：“公主相邀，不敢不从。”“那就委屈你了。”玉兰掩嘴轻笑，并不拆穿。孙怡君绷着脸，试图挽回些颜面。长公主。见到玉兰，围作一团的人群分散两边，给玉兰让路，躬声见礼。孙怡君跟在玉兰身后，大摇大摆地占便宜。徐令轩狠瞪了孙怡君一眼，气得攥紧手心。孙怡君瞧见了，故意轻哼了一声。徐令轩脸都绿了。
孙一军看得浑身舒坦，俏脸上挂着明晃晃的笑容，分外刺眼。长公主，沈老夫人起身问礼。玉兰颔首道：“老夫人，我瞧这赤玉珊瑚很是稀奇，想凑近些观赏。”长公主请。沈老夫人忙道：“能得玉兰青睐，是侯府的福气。”沈老夫人喜不自胜。沈清荣也与有容焉，热情地为玉兰讲解。孙一军稀罕地瞧着，上手将每一处都摸了个遍。玉兰忍着笑听沈清荣聒噪。终于，孙一军转了一圈摸够了，玉兰也观赏完了。两人准备回座位时，徐令轩突然开口，将矛头指向江叔：“听闻江家富可敌国，不知沈侯夫人准备了什么寿礼，可否让我们开开眼？”霎时，所有目光齐齐看向江叔。江叔莫名其妙，被迫停止了与江母叙话。沈清荣幸灾乐祸地等着看江叔出丑。孙一军和玉兰明白徐令轩是故意的，报复江叔迎徐令仪进了侯府。江叔还未开口，孙一军看不下去，先站了出来：“江家富可敌国是你封的吗？你这话保真负责吗？”我听说的。徐令轩恨咬牙：“孙一军这个贱人，怎么什么闲事都管？”孙一军翻了个白眼：“我还听说你刁蛮任性、恶毒无礼呢，能当真吗？你胡说八道！”徐令轩气得跳脚：“孙一军这个贱人，竟敢当众污他名声，实在可恨！我都是跟你学的啊，你急什么？心虚还是害怕？”孙一军眨了眨眼，一脸无辜。玉兰暗暗拍手叫好，险些憋不住笑。第58章捉奸。顶着长公主的身份，玉兰不能随性妄为，所以她特别喜欢看孙一军私人，那叫一个畅快。孙一军不负玉兰所望，继续道：“再者说了，江家父不复同沈侯夫人有何干系？难道堂堂侯府还要靠沈侯夫人娘家供养不成？陆夫人送礼阔绰花的也是夫家的钱，没听谁家出嫁女花娘家钱供养夫家的。你究竟同晋安侯府有什么仇什么怨？这般泼脏水坏人名声！”徐令轩气得快哭了：“怎么没人管这个贱人啊？”“你闭嘴！”徐令轩急红了眼，惶然辩解：“沈老夫人，您不要听他胡说，我绝无此意。”沈老夫人自然明白，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事要处理不好，侯府怕是真会背上这污名。孙一军简直是个煞星，有他在的地方，总会生出风波。沈老夫人头疼道：“道听途说的话，徐四小姐往后还请慎言，否则害人害己，悔之晚矣。”“是，谨听沈老夫人教诲。”徐令轩冤哭了，有口难辩，只能认下。见气氛僵毅，沈母赶忙出来圆场，将这事接了过去。但经此一闹，众人对江叔的礼物越发好奇起来，纷纷盼望。如此正中江叔下怀，他大方地吩咐楚玉将他准备的寿礼搬了过来。寿礼足有1人高，用红绸盖着，很是神秘。什么东西这么大？看着像个大盒子，可这么大的盒子里面会装什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测，引得沈老夫人和沈清荣也心生好奇。江叔上前扯下红绸，2名婢女将寿礼展开，竟然是屏风，上面写着字，好像全是寿字。百寿图，这是百寿图屏风。江叔温声道：“这是我一边诵迎佛经一边写下的百寿图，祝祖母福寿绵长，松鹤长春。祖母大寿，你就送一架屏风敷衍。”沈清荣诧异，怎么也没想到江叔送的寿礼如此轻贱。江叔瞥向沈清荣，秀眉轻皱，送礼自古论的是情义，这是我一笔一字诵着佛经为祖母祈福写出的百寿图，难得比不得黄金白银。这一问，堵得沈清荣张口结舌。沈清荣若说比不得，那便是自认侯府贪财轻义，惹人鄙薄。谁知道这是不是你写的？有没有念佛经，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沈清荣愤恼道。江叔轻叹：“孝心孝心，看的是心。小妹是质疑我对祖母的孝心，还是质疑我的诚信？”沈清荣很想说他都质疑，可沈清荣还没来得及开口，江叔又道：“小妹送的赤玉珊瑚，一非小妹亲采，二非小妹所买，仅是从陆家拿来转送，也没人质疑小妹对祖母的孝心啊。还是小妹觉得孝心是以礼物贵贱论？”江叔接连发问，问的沈清荣憋红了脸，也答不上来。晋安侯府这些年的名声本就不大好，如今刚有所好转，若因一句话断送，那沈清荣可成了莫大罪人。且沈清荣顶着陆夫人的名头，陆家的声誉也会一并折损。江叔这坑挖的不可谓不毒，这屏风我很喜欢，说而有心了。沈老夫人及时出声解围。寻常宣纸，普通桃木，看得出来江叔是1文钱都不想多花。相比去年寿辰所送的纯金佛像，前年寿辰所送的翡翠玉镯，今年这屏风委实上不得台面。可偏偏江叔一番巧言丽语，让人挑不出错来。祖母喜欢就好，我这边让人送到寿永堂去摆放好，让祖母日日都能瞧着。江叔恭顺笑语：“日日瞧着膈应他吗？”
沈老夫人气闷不已，面上的笑容快要维持不住了。众夫人闺秀不明就里，还为江叔大笑之举心生敬佩。只有玉兰和孙怡君品出端倪，对江叔此举感到迷惑不解。午宴后，戏班登台唱戏，沈老夫人同一众女眷在后院看戏，江叔拉着江母回了听竹楼。一出戏未完，沈清荣的婢女疾步而来，附耳同沈清荣说了句话。沈清荣神色一变，匆忙离席。孙怡君不爱听戏，正百无聊赖之际，瞥见沈清荣仓皇离开，眉梢一挑跟了上去。直觉告诉他有戏看。沈清荣一路疾行，来到了花园里的一处假山，躲在假山旁紧盯着原路。收到消息的陆明科迅速赶来，离远了些，隐在山腹洞中。如测出来的玉征昂首阔步往前院去，路经假山时，听到有人唤他：“景王殿下留步。”玉征微愕，回头瞧见一非一女子立在假山旁，金目羞怯地望着他。玉征拧眉：“陆夫人。”玉征记忆极佳，虽对沈清荣印象不深，但见了也能识得。景王殿下，你还记得我？沈清荣又惊又喜，以为玉征心中有他。看着眼前这张出现在梦里无数次的脸，沈清荣仿佛瞬间回到了少女时期，娇羞、期盼、欣喜。玉征微微颔首，语气疏离淡漠：“陆夫人可有事？”沈清荣脚着手，涨红了脸，磕绊道：“我就想问问景王殿下，当年可有看过我给你写的信？”当年他写了信托江叔送给玉征，盼望着玉征对他有意，看信后前来侯府提亲，但江叔却告诉他玉征将信退了回来，因此他才死心嫁去平阳。时隔4年，沈清荣心中仍有不甘，也心存怀疑。他要亲口问问，当年究竟是玉征对他无意退了信，还是江叔在诓骗他？没有，玉征坦言。沈清荣错愕，急声追问：“景王殿下没有收到我的信？”玉征墨眉轻皱：“有，但所有女子送来的信件，本王都退回没看。”沈清荣闻言如遭雷击，他不死心地问：“我心慕殿下多年，殿下对我可有一丝喜欢？”如此轻狂之语，玉征听后重重拧眉，神色冷了下来。陆夫人自重。话落，玉征转身离开，不愿多待片刻。沈清荣不甘心地追了几步：“我就想问问殿下，我可有入过殿下的眼？”他只是想要他一句话而已，并不奢求其他。从未。玉征冰冷的声音随着风飘入沈清荣耳中，让他呆愣当场。第59章闹开。眼看着玉征越走越远，高山雪松般轻挺的身影转入回廊，消失不见。沈清荣落寞转身，看到了陆明科。陆明科目光阴鸷，面上萦绕着浓重怒气，似要杀人。沈清荣从未见过陆明科如此可怖的模样，吓得心猛烈激跳，抚着胸口，胆战心惊的开口：“夫君。”沈清荣不明白陆明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也不知道他来了多久，但看陆明科的脸色，定然听到也看到了。沈清荣神色慌乱，惶急道：“夫君，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什么？”陆明科声寒如冰，只是多年前写过一封情信，只是你一厢情愿，只是得不到忘不掉，想再看一眼。陆明科连声质问，问得沈清荣百口莫辩。敢如此折辱我陆明科，你好得很！陆明科气得面色铁青，胸膛剧烈起伏，双拳捏得咯吱作响。夫妻相处4年，沈清荣还是头一次见陆明科如此震怒，心中惶恐不已。夫君，我错了，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沈清荣壮着胆子扑过去，抱住陆明科撒娇认错。陆明科眉头紧皱，嫌恶地推开他道：“不贞不洁之人，别碰脏了我。”这话过于难听。沈清荣踉跄几步，勉强稳住身形，面色惨白地望着陆明科，屈辱咬唇道：“夫君，我没有不贞不洁，从始至终，我只同你一人亲近过。”他倒是想过亲近玉征，可玉征从未给过他机会。爱慕多年，他都未进玉征1丈之内，心不贞不洁，也是脏了。一想到被欺骗了这么多年，陆明科心中激愤难平。昨夜他想了许久，想要看在陆星远的份上给沈清荣一次机会，只要他今日没有同人私会，他便当什么都没有过，与他和睦度日。可沈清荣却让他失望了，不知廉耻的拦路示爱，将他身为男人的尊严踩在脚底践踏。沈清荣也知道自己犯了男人无法容忍的大忌，痛哭着求饶：“夫君，你原谅我一次，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他是想要同他好好过一辈子的，今日只是不甘想要一个答案，并无其他妄想。看着沈清荣恶心的嘴脸，陆明科冷声讥诮：“以后我陆明科蠢到何种地步，才会再给你折辱我的机会？”沈清荣，你太让我失望了。陆明科说完，愤怒拂袖离去。沈清荣心狠狠颤了颤，惊惶地望着陆明科决绝的背影，害怕得浑身哆嗦。孙一军躲在假山后，大气都不敢出，紧捏着手抑制住激动的心。孙一军悄然离去，寻了处僻静无人的地方，闷声大笑：“天爷，这是什么鬼热闹？太刺激，太精彩了！不行，
他不能一个人高兴，得分享给玉兰和江叔。深吸一口气，孙一军调整好情绪，决定先去如个厕。江叔同江母关起门来说了一通体己话，调整好情绪后，相携回到后院，在玉兰旁边坐下听戏。玉兰坐得有些无聊了，对台上的戏也无甚兴趣，便拉着江叔闲话。后院一片和乐，沈老夫人同沈母长舒口气，放松身心，听着台上戏曲。江叔凝神同玉兰说着话，沈清荣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江叔！沈清荣咬牙切齿，死瞪着江叔质问：“你算计我？”陆明科走后，沈清荣失魂落魄地呆立了许久，绞尽脑汁思考陆明科为何会出现，将他抓个正着。碰巧，不可能。江叔，对，江叔，只有江叔知道那封信一定是他告诉陆明科的。想通以后，沈清荣怒火中烧地冲回后院找江叔算账。算计什么？江叔神色从容的幽声反问。沈清荣怒声道：“那封信，你是不是给我夫君了？我只是还陆公子一个人情。”江叔坦然承认。沈清荣气疯了，上前厮打江叔：“你个毒妇贱人，为什么要害我？”江叔早有预料，在沈清荣朝他扑上来时，他借机踢翻椅子，做出被沈清荣推倒在地的模样。巨大的动静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不看戏台了，快速围聚到一起看沈清荣厮打江叔。贱人，你不让我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若是被陆家休了，我大哥也会休了你。沈清荣气昏了头，全然不顾场合人群，只想出了心中恶气。玉兰和江母离得最近，拉架时被无辜波及。清荣，住手！快住手！沈母快步赶来，急声喝止。今日前来参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沈清荣当着他们的面打骂江叔，沈陆两家的名声都完了。况且长公主也在，要是误伤到长公主，那后果不堪设想。沈老夫人颤巍巍赶来，看到沈清荣把江叔扑倒在地，扭打成一团。拉架的长公主也被误伤跌倒，乱了衣衫妆容。混账！胡闹！沈老夫人厉喝，气得直哆嗦。清荣！喝止不听，沈母赶忙吩咐下人，快把他们拉开。几名婢女挤进人群，硬拉开了沈清荣，扶起了江叔和玉兰。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会打起来？不知道，我好像听到陆夫人说什么算计和信，我还听到陆夫人说休气。看热闹不嫌事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沈老夫人听在耳里，气得快要绝过去。清荣，你胡闹什么？沈母怒声训斥，脑中快速思索着化解之法。当着众人的面闹成这样，还伤了长公主，不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沈陆两家都完了。母亲，江叔他害我。沈清荣愤恨哭诉，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得闹成这样。沈母和沈老夫人并不知道那封信，自然也就不明白沈清荣为何如此发疯。沈清荣恨恨地瞪着江叔，控诉道：“他害得我夫君对我生了误会嫌隙。”众人听得一头雾水。沈母和沈老夫人虽不明白其中缘由，但下意识地偏袒沈清荣，不满地训斥江叔：“你是长嫂，怎能坑害姑妹，惹得他夫妻不睦，家宅难安？”江叔闻言冷笑，他被沈清荣一通厮打，无端损了颜面，受了折辱，他们半点也不关心，竟还反过来责问他。发髻散乱地看向沈老夫人，江叔挺直了脊背，冷声道：“祖母怎么不问问我到底如何坑害他了？”这沈老夫人一滞。沈清荣跳脚道：“你敢说你没算计我？”江叔瞥向沈清荣，低声诘问：“究竟是我算计你，还是你自己不守妇道？”既然沈清荣自己不要脸，那他就索性给他撕个稀巴烂。第60章休气。不守妇道4字一出，所有人都惊了。对女子而言，这4个字可是致命的。如厕归来的孙一军看到这场面都懵了，这又是什么鬼热闹？你胡说什么？沈母从惊愕中回神，惶急呵斥。然江叔根本不惧，与沈清荣对峙道：“你敢做？你敢认吗？”沈清荣又气又恨，却说不出话来。他不说话，便等同于默认了。一时之间，众夫人闺秀看他的眼神立时变了。堂堂晋安侯府3小姐，陆家少夫人，竟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实在令人不齿。见众人都用唾弃鄙夷的眼睛看着他，沈清荣感觉自己就像被扒光了衣服，再无半点尊严。我不就是写了封信，不甘心去问了问，我做什么了？你们这些人，难道就没有心目过他人，没有偷偷写过信？你们凭什么这么看我？凭什么？沈清荣气疯了，不管不顾的嘶喊：“江叔，你毁了我，你也别想好过。想和离你做梦，你就等着被休吧。”一语出，又是满众皆惊。沈侯夫人要和离，发生了什么？许是因为沈侯另娶生子，还立平妻吧？这个谁能忍得了？可她一介商贾之女，能嫁入侯府已是祖上积德，还有何不满？听着众人的议论，沈清荣爽快得意的颠笑，
听见了吗？他们都说你不配。闻讯赶来的沈长泽和陆明科看到此番情景，顿感大事不妙。玉兰和孙一军看着江疏，终于明白他之前所说的话是何意了。原来他竟生了和离之心，难怪不在乎侯府地位。杏眸冰冷地看着发疯的沈清荣，江疏平静道：“我供养侯府时，你怎么不说我不配？我给你添妆时，你怎么不说我不配？你问我要东要西要银子时，怎么不说我不配？沈清荣，你可要点脸吧！”江疏一番话激起千层浪。原来外面的传言都是真的，靖安侯府真是靠侯夫人养着的，花着人家的银子还如此欺辱人，真是狼心狗肺，猪狗不如。有不平者愤声议论，沈老夫人听后气怒攻心，一口气没上来绝了过去。快把老夫人送回寿永堂，找方医女。沈母慌乱吩咐下人送走沈老夫人。沈母看到了沈长泽，仿佛瞬间找到了主心骨，恍然无措道：“长泽，你快想想办法！今日闹成这样，沈母简直想不出该如何收场，恨不得也同沈老夫人一样晕过去一了百了。”沈长泽沉吸一口气，看向江疏道：“今日祖母寿宴，你为何要如此大闹？多日不见，不曾想再见时竟是这般场景。”沈长泽心痛又失望。江疏被他气笑了，指着周围众人道：“侯爷要不要问问他们，究竟是谁先闹的？”一直没出声的江母此时也忍不住了，红着眼抹着泪道：“我今日才知我叔儿这6年过的是什么日子。侯爷一来便不问缘由的责怪叔儿，全然不问自家过错，难怪我叔儿想要和离。这侯府我江家高攀不起，还请侯爷与我叔儿一纸和离书，从此以后各不相干。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这6年侯府所花的银子，江家便不计较了，全当济贫。”不轻不重的一番话，既指出了沈长泽的过错，也点明了江疏要和离的缘由，更说出了沈长泽吃软饭的事实。顷刻间，众人看沈长泽的眼神变得十分古怪。沈长泽恼羞得无地自容，咬着牙道：“我不会和离。”江疏冷笑着讥讽：“不肯和离，也不肯还钱，侯府是祖传的不要脸吗？”沈长泽一个男人，一个有爵位在身的将军，被当众讽骂，简直是奇耻大辱，颜面扫地。他紧捏着拳头忍了又忍，强压下怒气道：“为了一只兔子，你要闹到什么地步才肯罢休？”直到此时，沈长泽还觉得江疏是因为一只兔子。江疏也懒得解释，直言道：“事已至此，你我之间除了和离，没有第二条路。”看着决绝的江疏，沈长泽心痛难忍。理智告诉他，江疏胡闹至此，理应给他一纸休书，尽力保全侯府颜面。可一想到江疏要离开侯府，离开他心中就惶恐不已，割舍不下。大哥，他害我名声，折损侯府颜面，你为什么不休了他？沈清荣愤愤不甘地问。经此一闹，沈母也有些动容，低声劝道：“长泽，侯府经不起折腾了。”沈长泽闭了闭眼，痛声道：“你若非要离开，便只有休弃，没有和离。既然他留不住他，便只能选择保全侯府和家人。你们欺人太甚！”江母气得浑身颤抖，他当初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竟答应了侯府求娶？这狼心狗肺的一家人究竟做了多少欺辱他叔儿的事？他叔儿又受了多少委屈？既已打定主意，沈母也不怕了，挺起胸膛，拿出气势道：“仅凭江疏今日之举，便已犯了妇德妻出，休他是理所当然。”你江母从未见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江疏上前一步，指着沈清荣道：“依太夫人所言，沈清荣也犯了妇德妻出，可该被陆家休弃。”沈母治了治，强撑着道：“这是陆家的事，与你无关。”玉兰和孙一军闻言，同时睁大了眼，面上露出鄙薄之色。周围众人也开了眼，纷纷看向陆明科。陆明科紧抿着唇，觉得无地自容。不好了，不好了！一名下人仓皇跑来，急声禀报：“侯爷，出事了！少爷在花园玩耍时，同人起了争执，不小心打伤了庄小公子。”什么？玉兰面色巨变，厉声道：“带路！”今日他带了庄韵一同来参宴，进府时遇到玉贞，庄韵便跟着玉贞留在了前院。沈长泽眉头紧拧，快步跟了上去。江疏等人迟疑了一瞬，也跟了上去。一行人匆匆来到花园，玉贞早一步到，此时已将庄韵抱在了怀里。玉儿，玉兰快步上前，仔细查看庄韵的伤势。庄韵伤到了额头，脑袋磕破，流了不少血，看上去很是吓人。玉兰心疼坏了，温声询问：“玉儿，你怎么样？是不是很疼很难受？”庄韵本想说还好，只有点疼，但她话到嘴边，却看到玉兰冲她眨眼。聪颖的庄韵顿悟，啊呀叫唤起来：“母亲，我好痛，头好晕。”玉兰安抚了一阵，转而冲沈长泽和沈母怒声道：“侯府的待客之道，今日我算见识了。”第61章大祸。本就忐忑惊惶的沈母听了这话，险些害晕过去。沈长泽紧拧着眉头，拱手欠声道：“长公主息怒，先让府医给庄小公子看伤要紧。”
消受不起。阿征，我们走。玉兰怒容满面，怒视着沈长泽道：韵儿若有事，我定饶不了你们。话落，玉兰同玉征带着庄韵愤然离开。经过江叔身边时，玉兰小声同他道：机会来了。江叔愣了一下，不明其意。长泽，这可怎么办啊？沈母看着站在一旁惶惶不知所措的艳阳，痛心疾首。祖宗爱，他怎么能打伤庄小公子？闯下这等他天大祸，沈母愁的不知如何是好。午宴后便回了揽云院休息的程景初，听到下人禀报后，匆忙赶来。艳阳，你可有伤着？程景初抓着艳阳的手臂仔细检查。他不知道庄小公子是谁，也不明白艳阳打伤他意味着什么，他只是关心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受伤。但这一幕落在旁人眼里，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打伤了别人，他能有什么事？沈长泽怒其不争。程景初听出他语气不对，再看周围人的神色，意识到了不对劲。侯府的待客之道真别致，下次不来喽。玉元嗤笑一声，大摇大摆地走了。不仅别致，还热闹得紧。孙一军别有深意地看了沈清荣一眼，也走了。有了玉元和孙一军带头，其他宾客也纷纷告辞。不消半刻，宾朋满座的侯府人庭冷落，一片寂寥。太子玉成十分看重沈长泽领兵作战的本领，给予忠告道：把家事处理好，大丈夫万不可折损于内宅。是。沈长泽沉声应下，送玉成离开。将宾客都送走后，沈家人去了寿永堂议事。沈老夫人方转醒，得知艳阳打伤了庄韵，差点又绝过去。程景初不明所以，茫然问：庄小公子是谁？打伤他很严重吗？沈母唉声叹气道：庄小公子是长公主独子，平西将军府4代单传的唯一血脉。听到这，程景初已然明白庄韵身份贵重，但却有些不解。孩子间的打闹而已，登府赔礼道歉不就行了吗？你懂什么？沈老夫人愤斥。程景初不懂，陆明科却是懂的。他沉声解释：8年前西南战乱，圣上让庄将军父子前往平乱，但庄家3代单传已无足轻。庄小将军方及弱冠尚未娶妻，这一去生死难料。是以出征前，庄将军请求圣上将长公主下嫁，为庄家留下子嗣血脉。后来庄将军父子平了西南战乱，但庄小将军战死沙场，庄将军伤病加深，不久也去了。平西将军府便只剩下庄小公子这唯一血脉。公主和将军独子又顶着父祖勋功，圣上怜悯疼爱，说庄韵贵比皇子半点也不为过。艳阳不仅打伤了庄韵，还伤着了脑袋，这祸闯得不可谓不大。程景初听完，无力地跌坐到椅子上，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长公主会如何处置艳阳？程景初颤声问。沈长则沉重道：不知，现在只期望庄小公子伤得不重，否则侯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沈母忧心忡忡，一屋子人都愁容满面，全然没了半点办寿宴的欢喜。思忖良久，沈长则起身道：母亲处理好府中事务，我带艳阳去平西将军府请罪，顺便探望庄小公子伤势。程景初抓着沈长则的手，哀声道：夫君，你一定要救救艳阳，他还这么小。我知道，我会尽力，你好生待着。沈长则说完，带着艳阳走了。平西将军府，玉兰让府医给庄韵看了伤，又命人去宫中请了太医，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玉征不解他的做法，玉兰将今日侯府后院发生的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他要和离，玉征微讶。玉兰点头：你是不知道今日闹得有多厉害，晋安侯府有多不要脸，有多欺辱人。别说江叔了，任谁都想逃离那个虎狼窝。玉征想起在侯府花园瞧见江叔时，他神色凄婉，妆容不整，当时他还觉得奇怪，原来竟是被沈清荣厮打的。晋安侯府真是好教养，陆家好规矩。玉征面色冷然，已然动怒。玉兰道：晋安侯府的确有失礼教，但陆家却是无辜的。你是没见当时陆公子的脸色，羞惭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说到底，陆明科同江叔一样，都是受害者。玉征冷静下来，收敛了情绪，缓声问：你打算借庄韵助他和离？正好天赐良机，能助他脱离侯府院，这伤也不算白受。玉兰愤愤道：亲儿子受了伤，玉兰心疼的要死，对晋安侯府也生了不满。多谢阿姐。玉征同他道谢，末了又道：玉儿受了委屈，日后我会弥补。玉兰怔了一瞬，随即无奈道：我帮他并非是因为你，你不必如此挂怀。这几年同他接触相处，我是真喜欢他的性子为人，真拿他当朋友。玉征正要说话，忽然有下人来禀：晋安侯携子前来负荆请罪。玉兰听后冷笑：他们还真是想得简单，把他们轰出去。是。下人领命去了。玉征道：这事儿我不便出面，就劳烦阿姐了。行了行了，本来就跟你没关系。
玉兰起身，两人一同去看庄运。府医已给庄运清理干净伤口，正准备上药包扎。如何？伤得重吗？玉珍问。府医恭敬回道：只是皮外伤，养几日结痂后再涂抹祛疤药，不会留下痕迹。玉兰听后不甚满意，道：只是皮外伤可不行，得是伤到脑子，可能会影响日后读书科考才行。伤得太轻，怎么够为难晋安侯府呢？府医也是精明人，立即改口道：小公子虽伤口不深，但碰到了脑子引起眩晕，恐对日后读书考取有所影响。记住了，对谁都得这么说。玉兰满意了，让府医给庄运上药。庄运安静地坐着，不解地问：母亲为何要骗人？玉兰一本正经道：晋安侯府的人太坏了，给他们一个教训。对此庄运没有多想，府医却是打了个冷战。晋安侯府怕是要大祸临头了。第62章驱逐。沈长泽领着晏阳背着金条，在平西将军府门前等了许久，终于见大门打开，有人从里面出来。玉征亲自送太医出府，边走边道：陈太医，玉儿的伤劳你多费心，一定要治好他。王爷放心，臣一定尽力。陈太医背着药箱拱手。沈长泽见到玉征，想要上前搭话，玉征却不给他机会，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转身进府命下人关上了府门。沈长泽吃了个闭门羹，只能去询问太医。大人留步。遇上马车的陈太医回头疑惑道：阁下是？陈太医身居皇宫，极少出宫看诊，并不认识眼前人。晋安侯府沈长泽。沈长泽自报家门。陈太医闻言面色瞬间变了，瞟了一眼背负金条的晏阳，冷然道：便是令公子打伤了庄小公子吧？是。沈长泽硬着头皮道：敢问陈太医，庄小公子伤势如何？陈太医冷淡道：伤口不深，但震到了脑袋，引起晕眩，若治不好，恐影响读书前程。沈长泽听完后退了半步，不愿置信道：当真如此严重？侯爷若不信，问我做什么？陈太医冷哼一声，回身上车。沈长泽见状，急忙拱手作揖赔罪：大人勿怪，我并非此意，还请大人费心医治好庄小公子。我受长公主和景王所托，自当尽力。陈太医说完，命车夫驾车走了。沈长泽站在原地，看着将军府紧闭的大门，惶惶不安。为表诚意，沈长泽同晏阳站到夜色渐深，将军府的人都歇下后才回府。沈老夫人几人一直等着，一见到沈长泽回来，便立时追问：如何？长公主可原谅晏阳了？沈长泽摇头，神色萎靡。宫里的太医诊断，庄小公子伤到了脑袋，若治不好，恐影响前程。祖宗哎！沈母只觉天都要塌了。程景初抱着晏阳，无声流泪。陆明科问：长公主可说什么了？沈长泽沉叹：长公主拒见，将军府大门紧闭，我们连府门都没进到。由此可见，长公主怒气颇深，此事恐无法善了。几人相顾无言，只能忐忑等待。陆明科同沈清荣回到华清院，洗漱后，沈清荣心惊胆战地靠近陆明科，欲解衣带侍后他就寝。陆明科后退一步，晏贤道：我去同心远住，明日让下人将我的物品都搬去心远屋里。夫君，你这是不要我了吗？沈清荣垂泪，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若是以往，陆明科见到他这副模样，定然会将他揽入怀中，温声安抚，什么气都消了。可现在他只觉得恶心虚伪。我说过，你脏了别再碰我。陆明科转身绝情离开。沈清荣无力地跌坐在地，满心绝望。江叔，江叔，都是这个贱人害的。沈清荣眸光愤恨，将错全归咎到江叔身上。此时的听竹楼里，江叔还未睡，听着楚玉同他说着刚探听到的消息。晏阳少爷下手也太狠了，希望庄小公子没事。楚玉愤声不平。江叔信眸闪了闪，也不解释，只吩咐道：尽快把东西都收拾好，我们很快就能离开了。是。楚玉虽不解，但他相信江叔自有打算。楚玉离开后，江叔回想起白日玉兰同他说的那句话，不胜感激。他知道庄运之所以伤得如此之重，是为了帮他和离。玉兰在见到庄运受伤的那一刻，就想到了助他和离的办法。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等沈长泽来求他和离。翌日，沈长泽上朝时被皇帝怒斥。不仅如此，庄老夫人还以诰命之身入宫状告，为庄运讨说法。皇帝和群臣商议，念在晏阳尚且年幼，又是无心之失的份上，免他重罚，将他驱逐出京即可。看似轻罚，可侯府嫡长子驱逐出京，无异于断了前程富贵。沈长泽将这消息带回侯府，沈老夫人听后老眼一黑，昏了过去。沈母也直捶胸口，哭天喊地的抹泪。程景初只觉一阵天旋地转，猛咬舌尖，强撑着才没有晕过去。夫君，你想办法救晏阳，他还那么小，
一个人离开上京要怎么活啊？他可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你不能不管他。沈长则重重拧眉，心力交瘁道：圣上旨意已下，无法更改。今日他在朝堂上跪了1个多时辰，极力恳求挽救。然庄老夫人以庄将军父子的功绩陈情，以死相逼，铁了心要罚晏阳。便是太子玉成出面求情，也无济于事。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晏阳要是走了，这侯府我也待不下去了。程景初满面悲痛，哭成了泪人。沈长则揉着额头，疲惫无力。一直沉默的陆明科开口道：若要圣上收回旨意，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程景初迫不及待地询问，目露戚忌。沈长则几人也看向陆明科。陆明科沉声道：让庄老夫人撤回控告。这怎么可能呢？若有余地，庄老夫人便不会以死相逼了。沈母叹气否决。程景初再次陷入了绝望。我听闻大嫂同长公主交好，或许可以从长公主入手。陆明科提议。沈母丧气道：昨日闹成那般，他怎会相帮？程景初却好似看到了希望，起身道：我去求他，只要他肯帮忙，我给他下跪磕头都可以。作为母亲，只要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尊严骨气什么都可以不要。程景初急不可耐，步履匆匆没有看路，过门槛时被绊得摔了一跤。啊！一声惨叫。沈长则飞奔过去，将程景初抱起，急声询问：你怎么了？摔到哪儿了？肚子好痛。程景初捂着肚子，额头冷汗直冒。流血了。沈清荣惊叫。一听这话，沈母赶忙吩咐下人：快去请方医女。沈长则将程景初抱到寿永堂的侧屋，沈母命婢女去准备热水棉帕。方医女去之前，给江叔传了个信儿。江叔会意，让楚玉立刻去府外请妇产大夫，领去寿永堂。程景初本就胎气不稳，今日这一摔，腹中孩子怕是凶多吉少。而方医女是江叔的人，若真出了事，恐将罪责怪到方医女身上，借故为难江叔。第63章条件。一盆又一盆的清水送入房中，一盆接一盆的血水端出。沈长则焦灼地在屋外走来走去，煎熬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沈母惶急不安地守在屋中，双手合十闭眼祈祷，嘴里念念有词：老天保佑，佛祖保佑，祖宗保佑。半个多时辰过去，方医女和刘大夫终于止住了程景初的血，捡回了他的命。怎么样，孩子可还好？沈母急声询问。方医女抬臂用衣袖擦了擦额头的汗，遗憾道：孩子没保住，景夫人也险些丢了命。不。沈母大受打击，难以接受。方医女和刘大夫进了手，打开屋门走了出去，将同沈母说的话又同沈长则说了一遍。沈长则听后面色灰败，承受不住的后退了2步。陆明科早有预料，并无多大意外。沈清荣不依不饶地责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尽力？那可是侯府嫡子，胆敢谋害，要你们狗命。刘大夫同方医女惶恐跪地，磕头颤声道：侯爷明鉴，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绝无半点谋害之心。沈清荣还要刁难，沈长则拦住他道：与他们无关，起来吧。刘大夫和方医女不胜感激，哆嗦着起身去抓药。沈长则抬头看着阴沉的天空，只觉心中空荡绝望，一片死寂。静默了片刻，沈长则抬脚走进屋内，浓郁刺鼻的血腥气瞬间充斥满鼻腔，令他不由自主皱起了眉。上一次闻到这么浓重的血腥味，是在战后尸横满地的战场。回上京几月，沈长则都已快忘了战场的残酷可怖，此时又想了起来。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程景初也不喜欢，所以他用被子包裹着，将昏迷的程景初抱回了揽云院。失血过多的程景初一直昏睡着，喂了几次参汤和补气药，吊着微弱气息。方医女忙完后去了听竹楼，向江叔禀报：孩子没了，大人也险些没了。楚玉唏嘘，觉得生命当真是脆弱。方医女点头，景夫人的命虽就回来了，但她往后都无法再有孕了。江叔听后并无幸灾乐祸的喜悦，反倒生出几分同为女子的悲悯。谭玉的脚勉强能下地走路了，你回去也将药堂收拾一下，能带走的便带走，不能带走的便算了。江叔道。方医女应下，给谭玉换完药便回去收拾了。夜半时分，程景初悠悠转醒，发现自己在揽云院。夫人，你醒了。守在床边的秋霜惊喜出声。程景初有些发懵，怔了一瞬后虚弱张嘴：孩子可还好？秋霜面上的欣喜迅速褪去，哀戚道：孩子没了。什么？听到孩子没了，程景初心头大痛，悲痛欲绝。夫人，您仔细些身子，别太难过。秋霜小心翼翼的宽慰。可程景初哪里听得进去，泣不成声的问：侯爷呢？我要见他。夫人别急，侯爷在书房，奴婢这就去请。秋霜不敢耽搁，立马去了。程景初绝望的躺在床上，眼神空洞，泪流不止。
沈长泽进屋，看到他此番模样，眉头拧了起来。别哭了，大夫说你流血过多，元气大伤，情绪不可太过。沈长泽在床边坐下，拿帕子擦掉程景初面上的泪。程景初扭头看他，悲痛道：“夫君，我们的孩子没了。”沈长泽点头：“我知道，但我们还有艳阳、艳欢，你一定要振作。”提及艳阳，程景初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夫君，你一定要救救艳阳，她不能离开上京。艳阳是侯府的嫡长子，将来要承袭整个侯府，若离开上京，这尊荣锦绣便与他无关了，那他的辛苦银算还有何意义？”程景初不甘心，他好不容易得到了正妻之位，让艳阳成了嫡长子，怎么能败在这里？他一定要让艳阳留在上京。夫君，我们一起去求江叔，我给他下跪磕头。程景初说着，撑着身子要下床。沈长则忙将他按了回去，沉声道：“你身体虚弱不能走动，有什么事先养好身体再说。可艳阳他等不了，圣上命他7日内离京，我们若不赶紧求得庄家原谅，就当真无回旋余地了。”程景初不管不顾，推开沈长泽的手，挣扎着下床，却体虚无力，摔在了地上。啊！程景初满面痛苦，感觉肚子像被车轮碾过。景初！沈长泽急忙将他抱回床上，担忧不已。两人在边关生死相依了6年，有些情感已深入骨髓，谁都不能取代。更或者说，他们早已成了彼此的一部分。夫君，我求你救救艳阳。艳阳要是离开了上京，我和艳欢也定要跟着他去。程景初痛得冷汗不断，仍旧惦念着艳阳。我肚里的孩子已经没了，不能再失去艳阳了。看着痛哭悲戚的程景初，沈长则无法，沉重的点了点头。他们娘仨若走了，那他独自留在上京也无甚意义。再者，艳阳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在他心底有着不一样的分量。次日一早，沈长则便在程景初的催促下去了听竹楼。夫人，侯爷来了。楚玉进屋通禀。江叔从内室出来，一眼便看到了等在外室的沈长则。不过一日不见，沈长则似沧桑了许多，下巴生出了青黑色的胡茬，神色颓废萎靡，全然没了往日的精神气。而江叔吃得好，睡得香，容色明艳照人。沈长则望着他，艰难开口：“艳阳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你能否去向长公主求情，请庄老夫人撤回控告？”江叔轻笑了下，语气嘲弄：“侯爷凭什么觉得我能说服长公主，劝动庄老夫人？”沈长则治了治，色声道：“我知道很难，但只要有半点可能，也总要试试。那侯爷便去吧，慢走不送。”江叔蛇身欲回内室，沈长则慌忙拉住他，急声道：“长公主不肯见我，能为艳阳求情的只有你。”江叔回身扶掉沈长则的手道：“侯爷既求我帮忙，可有诚意？你知道我要什么？”沈长则张了张嘴，哑声道：“只要你能求得庄老夫人原谅，让艳阳留在上京，我便同意和离。”空口无凭。江叔并没有立即答应。沈长则微恼，面色不愉道：“那你要如何？”江叔定定地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道：“我要先见到和离书，还有雪球的尸体。”第64章偿命。沈长则目光狠厉地盯着江叔，切齿道：“你不要太过分，侯爷若觉得过分，大可不必勉强。”江叔镇定自若，丝毫不惧，半分不退。沈长则从未见过如此硬气的江叔，有些惊愕。僵持片刻，见江叔确然没有让步的意思，沈长则妥协道：“和离书我可以先给你，但雪球只是一条狗，什么都不懂，能不能放过他？”江叔冷笑：“我们要沈清荣偿命，以示明理。雪球虽不是元凶，但他咬死不白是事实，并不无辜。至于沈清荣，江叔明白让他给一只兔子偿命是不可能的妄想，所以他给了沈清荣别的教训。一条狗和侯府嫡长子相比孰轻孰重，侯爷还需要想吗？”江叔冷声讥诮。沈长则目光深沉地看了江叔一眼，转身走了。当沈母得知江叔要雪球的命时，他抱着雪球不肯撒手。雪球的确只是一条狗，但他陪伴沈母多年，对沈母而言如同孩子亲人一般，难以割舍。母亲，这是救艳阳的唯一机会。沈长则皱眉相劝。沈母红着眼愤声道：“他为什么非要雪球的命？雪球死了，他的兔子也活不过来。”沈长则缄默不语。原本他也不明白江叔为何非要雪球偿命，可看到沈母护着雪球万分不舍的模样后，他明白了。因为明白，便知这事没有商量的余地。雪球必须死。景初伤了身子，恐无法再有孕。艳阳是侯府唯一的嫡子。沈长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沈母听后，终于放开了雪球，抚摸着雪球的毛发道：“让他死得痛快些，少些痛苦。”雪球什么都不懂，伸长舌头，欢快地舔着沈母的手。沈母哽咽流泪，最后看了一眼雪球，狠心进屋关上了门。雪球欲追上去刨门，被沈长则一掌击毙，瞬息而亡。
没有痛苦。沈长泽上前拎起雪球的尸体往听竹楼去。江叔已换好衣服，梳妆齐整，喝着茶耐心的等着。不多时，沈长泽便拎着雪球的尸体来了。江叔扫了一眼，让楚玉检查，确认雪球已死没有生气后，楚玉冲江叔点了点头。江叔会意，问沈长泽道：“和黎叔呢？”沈长泽从怀中取出一张薄纸，递给江叔过目。江叔凝神细看，不放过一字一句。最后看到沈长泽已落了明盖了印，江叔满意的勾起唇角。楚玉让人备车去平西将军府。江叔说着，将和黎书小心叠好收了起来。沈长泽不放心道：“你收了和黎书，若没有求得庄老夫人撤控该如何？那他可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了。”江叔秀眉轻挑，不以为意道：“我既答应了，自当尽力，但庄老夫人毕竟与我无亲无故，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江叔所言句句在理，沈长泽无可反驳，只能提心吊胆的等着。备好车，楚玉抱着江叔一早让他备好的礼盒，同他一起去了平西将军府。此事牵扯到庄老夫人，江叔自然要给庄老夫人备一份厚礼。听闻庄老夫人信奉观音，正好江叔手中有一尊成色不错的玉观音。至于玉兰，江叔改送了她一对东珠耳坠，玉兰瞧见时喜欢的不得了。其实你不必送此大礼。玉兰嘴上说着，手上却将耳坠收了起来。她虽贵为公主，见过不少好东西，但这样的极品东珠耳坠也很难不爱。江叔淡笑不语，看着楚玉捧着的锦盒道：“我想去拜见一下庄老夫人。”应该的，这事儿他老人家可出了不少力，现在还蒙在鼓里呢。玉兰心虚讪笑。江叔瞪大眼，被玉兰的胆大妄为惊到了。江叔不敢想，庄老夫人知道真相后会如何。看出他的担忧，玉兰宽慰道：“没事，顶多骂我2句，又不痛不痒。”江叔一路忐忑，玉兰却跟没事人一样，想来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庄老夫人在府中供奉了一尊观音像，此时正在观音像前诵念观音经。听到下人禀报后，他从观音像前起身，步履平稳的一步正厅。见过老夫人。江叔俯身恭敬见礼。庄老夫人瞥他一眼，道：“坐吧。”江叔和玉兰规矩坐下。你们来找我这个老婆子作何？庄老夫人明知故问。江叔起身，看着上手满面威严的庄老夫人，抿唇道：“我想求庄老夫人撤回控告，放过沈艳阳。”庄老夫人冷哼道：“放过他？我平西将军府的公子，岂是他想打就能打的？既然做错了事，就该付出代价，这事儿没得商量。”母亲。玉兰起身道：“其实玉儿只是皮外伤，并没有伤到脑袋，也不会影响读书。”庄老夫人一听，拍桌震怒：“你是玉儿的母亲，竟然为了帮外人，连这种诓骗的话都说得出口，良心何安？”玉兰神色讪讪，硬着头皮道：“我没有骗您，玉儿当真只是皮外伤。您若不信，可亲自去瞧瞧问问。”庄老夫人自然不信，事关庄运，庄老夫人半点不敢马虎大意，一定要亲自验证。于是3人一道去了庄运院里。玉儿。庄老夫人踏进屋子，看见庄运坐在榻上玩9连环，那是江淑芳送给他的。庄运新奇得很。陈太医在一旁整理药品，准备给庄运换药。祖母。庄运声音明亮的唤了一声，精气神十足。庄老夫人走过去问他：“你头可晕可疼？”庄运摇头：“不晕，也不怎么疼了。”庄老夫人还是不放心，又问陈太医。陈太医看了一眼玉兰，见玉兰点头，便如实相告：“小公子只伤及表皮，伤口不深，也未碰伤脑袋，不会有任何影响，老夫人放心。”正巧要换药，陈太医索性拆开庄运头上的棉布，让庄老夫人亲自查看。庄运本就只是皮外伤，陈太医又用了宫中最好的药，2天时间就已结痂。从结痂大小可以看出，伤口不深也不长，用不了多久便能恢复如初。庄老夫人放了心，愠怒地责问玉兰之前为何要骗她，害她担忧痛心，还去宫里告御状。玉兰轻咳道：“母亲，让陈太医给玉儿换药，我们换个地方说。”哼！庄老夫人甩袖，走在前头，回了他的院子。玉兰和江叔赶忙跟上。第65章大礼。听玉兰说明前因后果，庄老夫人目光深沉地看了江叔一眼，不悦道：“就为了助他和离，你就敢诓骗我去告御状，也太胡作非为了些。”玉兰讨好道：“母亲别恼，我父皇母妃也蒙在鼓里呢，且我不打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一直蒙着。”庄老夫人听完更气了：“你可知这是欺君？欺君之罪，可祸连全族。”玉兰点头，满不在乎道：“父皇要治我的罪，那他自己也得一起。”庄老夫人和江叔被玉兰大逆不道的言语惊到了。玉兰笑了笑，朝江叔递了个眼色。江叔会意，将锦盒捧到庄老夫人面前打开。这是白玉观音像，请老夫人看在观音大士慈悲为怀的份上消消气。庄老夫人递了眼锦盒里的白玉观音，冷哼道：“你们以为送尊观音像就能打发我了？”庄老夫人曾跟着庄将军征战数10年，
沉淀出一身肃杀之气，发起怒来吓人的很。江叔捧着盒子，大气都不敢出。玉兰绷着头皮道：“您若还生气，那我将我这对东珠耳坠也给您。”玉兰说着，从袖中掏出江叔给她的东珠耳坠，煞有介事地送到庄老夫人跟前。庄老夫人被她气得哭笑不得，气骂道：“我一个老婆子，要她做什么？那母亲就别恼了。”玉兰温声笑哄。庄老夫人沉叹：“我前日才去以死相逼告御状，今日又去求圣上收回旨意，这话怎么说得出口？你当圣旨是儿戏吗？”玉兰眨眼道：“我陪您一同进宫，就说陈太医已经治好了院儿，念在靖安侯军功赫赫、赤胆忠心的份上，放过沈彦阳。父皇本就器重靖安侯，一定会同意的。”庄老夫人听完，没好气道：“合着你早就想好了后招，就等着我往你的坑里跳。”玉兰愧疚垂头，没有辩解。这事儿他的确利用了庄老夫人，是他不对。行了，回去更衣进宫吧。看在观音大士的份上，庄老夫人原谅了他们。是，母亲。玉兰应了一声，拉着江叔走了。出了庄老夫人的院子，江叔仍心有余悸。老夫人好生威严，公主不害怕吗？都是婆母，庄老夫人可比沈母和沈老夫人厉害多了。不怕，我父皇发起火来比她凶多了。玉兰无畏轻笑。天子一怒，生死难料，哪是庄老夫人一个妇人能比的？玉兰的话让江叔肃然起敬，也让江叔明白，玉兰对庄老夫人的恭敬是出于礼貌教养，并非惧怕。庄老夫人也定是明白这一点，才会在被欺骗震怒后，还答应进宫陪玉兰胡闹。你的和离书呢？给我看看。玉兰换好衣服后问江叔。江叔从怀中取出和离书，展开递给玉兰。玉兰快速瞧了一眼，愕然道：“果然还没经官府落印，快把你的名字写上，再摁上手印。”玉兰拉着江叔去了书案。江叔不明所以，但还是依言照做。待墨迹干透后，玉兰将和离书折好收了起来，冲江叔鬼笑道：“等着，我送你份大礼。”玉兰同庄老夫人进了宫，江叔耐心在将军府等候。身为皇帝的第一个女儿，玉兰自小聪慧喜人，深受皇帝宠爱。下嫁平西将军府，又令皇帝心怀愧疚，是以特许她可以随意进出宫门。陛下，长公主和庄老夫人求见。皇帝正在批阅奏折，听到内侍禀报，有些微讶。他不是已经下旨惩处了靖安侯之子吗？他们还来做什么？让他们进来吧。皇帝搁下笔，放下手中奏折。玉兰同庄老夫人进殿行礼，皇帝抬手让他们起身赐座。你们忽然前来，有何要事？皇帝直截了当地问。庄老夫人没脸开口，玉兰只好起身道：“却有一事要求父皇应允。”哦，何事？皇帝狐疑。玉兰将准备好的说辞同皇帝说了一遍。皇帝听后重重拧眉，面伏薄怒：“你当圣旨是什么？说收回就收回。”玉兰道：“父皇不用收回，再下一道恩旨即可。”皇帝不解其意，以眼神询问。玉兰一本正经道：“庄运经太医诊治已无甚大碍，念靖安侯戍边有功，其子年幼无心，驱逐出京，改为毕府司过1年，靖安侯罚俸半年。你倒是想得周到。”皇帝皮笑肉不笑。若是旁人见皇帝如此，定然惶恐惊惧，然玉兰司空见惯，浑然不怕，甚至还冠冕堂皇道：“儿臣这也是为父皇着想，靖安侯可是难得的将才，恩威并施，才能让他更加忠心。”皇帝被玉兰的无耻气笑了，说吧，你如此大费周章，所谓何故？玉兰知道瞒不过，便如实道：“靖安侯夫人江叔是儿臣的好友，他在靖安侯府受了委屈，想要和离。靖安侯提出调要父皇赦免沈彦阳，才同意与他和离。”皇帝哼道：“你倒是有情有义，谢父皇夸赞。”玉兰装作听不懂，厚着脸皮应下。皇帝懒得同他计较，沉声道：“行了，朕允了。谢父皇。”玉兰上前2步，从怀中取出遗物道：“儿臣还有一事求父皇。”“你还有何事？”皇帝皱眉，有不好的预感。这是靖安侯与江叔的和离书，儿臣想请父皇在上面盖个印。玉兰将和离书屏放到皇帝的御案上。皇帝瞪大龙目，扬怒道：“你当朕的玉玺是随便盖着玩的？”玉兰小声咕哝：“小时候我还拿它盖过阿征的屁股呢。”皇帝气得说不出话，郁愤地拿玉玺在和离书上落了个印，头疼道：“赶紧走，没事少来气朕。”玉兰满意的收起和离书，嬉笑道：“儿臣告退，改日再来看望父皇母妃。”庄老夫人全程没说话，出了御书房，看着玉兰的身影，面色沉沉。圣上如此宠爱玉兰，若哪一日她不在了，可会下旨让玉兰再嫁？到那时，平西将军府可还会存在？可还会姓庄？玉兰不知庄老夫人心中所想，欢喜回府，将和离书还给了江叔。去吧，处理好后再来与我细说畅聊。江叔不甚感激，
揣着盖有玉印的和离书，底气十足地回了晋安侯府。第66章离开。既已和离，晋安侯府的马车下人都不会再为江叔所用，是以江叔派人去江家送信，让江家带着马车前来接应。沈长则一直等着江叔一回侯府，他便迫不及待地追问：如何？圣上会下一道新的旨意，侯爷等着吧。江叔说完便绕过沈长则，匆匆回听竹楼收拾东西准备装车。这蛇鼠虎狼窝他一刻都不愿多待。沈长则跟上去想问清楚，江叔却关上听竹楼的门。新的旨意？什么旨意？沈长则满腹疑惑，却也只能耐着性子等着。你们回来了，午饭马上就好了。中岳系着围裙，拿着锅铲从厨房探出脑袋。江叔道：不吃了，收拾东西回江家，我们可以离开了。谭玉听到声音从屋里走了出来。现在就走。楚玉笑得一脸开怀，心情舒畅。谭玉兴奋得恨不得蹦起来，赶忙回屋去拿他的包裹。那我煮的饭怎么办？带着路上吃。中岳犯了难。江家的马车和下人来得很快，但却被拦在府外进不来。楚玉得知消息，急忙禀报江叔：姑娘，侯府不让江家人进来搬东西。江叔闻言放下手中物品，提裙快步往府门去。我来接我姐姐，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这里是晋安侯府，岂是你们想进就进的地方？两方人堵在侯府大门口，吵嚷的快要打起来了。阿弟！江叔一眼看到江宁，急步奔了过去。阿姐！江宁神情激动地冲江叔招手，让开！江叔冷斥侯府下人。看到江叔横眉怒目，下人犹豫一瞬，让开了道。江宁终于得以进府，立时冲到了江叔面前。阿姐，你还好吗？他们有没有为难你？江叔摇头，我很好。你怎么来了？我来接阿姐回家。江宁欢声道。前几日寿宴，江父江母怕江宁冲动惹事，便没让他来。今日得知江叔和离归家，江宁说什么也要来接。听到回家两字，江叔杏眸泛红，忍下哽咽道：我们搬东西回家。好。江宁欢喜点头，挥手命江家下人跟他去搬东西。侯府下人看着他们明目张胆闯进侯府，浩浩荡荡往听竹楼去，不知如何是好。这时通禀沈长则的下人回来道：侯爷说让他们搬。众人松了口气，退到一旁看热闹。江叔往日待他们极为宽厚，若非有令在身，他们压根不想拦。楚玉早已将东西都收拾整理好，江家下人一入听竹楼，便迅速搬走装车，这些桌椅杯盘也全都搬走。江宁指挥道：江叔扶额有这个必要吗？有，拿回去赏给下人，也绝不便宜他们。江宁神情激愤，江叔知道他是在为他出气抱不平，便也不再阻拦，由着他去。姑娘，二公子来了。楚玉轻声道。江叔怔了怔，下楼去见了沈长怀。大嫂。沈长怀躬身见礼。江叔俯身海礼道：我已与你大哥和离，不可再如此话。你们当真和离了？沈长怀难以置信。江叔笑道：东西都搬了许多了，还能有假？沈长怀目光黯淡下去，遗憾不舍道：真是可惜，我还欠着你的恩情未还。作为兄弟，沈长怀为兄长失去这般好的正妻感到惋惜；作为小叔，他为失去这般好的长嫂感到难过。可遗憾的是，他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来送别一程。前尘往事化云烟，不必记挂于心，珍重。江叔欠身告别。沈长怀之事已成定局，江叔离开侯府会过得更好，便不再多言，拱手道别，望江姑娘一生顺遂，平安无忧。多谢。江叔笑着回礼，目送沈长怀离去。当年嫁入侯府时，江叔带来的嫁妆极为丰厚，加上他这些年置办的物品，挤挤攘攘装满了15辆马车还不够，运回江家后又调了10几辆马车来。终于最后一车东西装好，江叔同江宁带着楚玉、谭玉、中岳方一女大摇大摆地离开。听竹楼其余婢女看着他们的背影，恋恋不舍地哭红了眼。若非身契在侯府，他们也想跟着走，可身不由己，命不由人。站住！谁许你们搬侯府东西了？沈清荣跳出来拦在门口。江叔还未反应，江宁便道：好狗不挡道，让开！商家之子辱骂侯府小姐，你好大的胆子！沈清荣瞪着侯府下人怒道：还愣着干什么？把他拿下杖责！这一众下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迟疑着没动。沈清荣气疯了，指着下人鼻子一通怒骂，威胁他们不动手就要重罚他们。下人被迫无奈，只能去捉拿江宁。沈清荣露出得意之色：贱民，敢骂我，让你知道厉害！江叔上前一步挡在江宁跟前，俏脸声寒道：你若敢动江宁一根头发，我必上告，让你将嫁妆悉数奉还，少一文都不行。沈清荣哼了一声无耻道：谁能证明我的嫁妆是你给的？有证据吗？
沈清荣，脸是个好东西，我劝你还是要一点。江叔轻蔑讥讽。沈清荣恼羞成怒，涨红了脸道：偷盗侯府财物，把他们一起拿下。你敢？江叔眸光冰冷。哼，这里是侯府，我说了算。沈清荣张狂跋扈惯了，根本没把江叔放在眼里。以前江叔顶着侯夫人和他大嫂的名头，他还有几分忌惮。现如今江叔只是一介平民，商户之女，还不任他拿捏。侯府下人慑于沈清荣淫威，不敢不从。阿姐，我保护你。江宁忽然上前，把江叔护在身后。楚玉几人也挡在他们面前。江叔从怀中取中和离书，展开道：沈清荣，你可看清楚了，这是圣上御印。你说我偷盗侯府财物，可是在质疑圣上。自古女子嫁妆皆归女子私有，若合离休契，嫁妆可悉数带走，与夫家无关。沈清荣污蔑他偷盗，岂非说圣上昏聩纵容？你怎么会有圣上御印？沈清荣惊愕地睁大眼，生怕自己看错了。他在胆大妄为，也不敢与皇帝叫板，那不是找死吗？第67章算账。上前捉拿的下人看到圣上御印，纷纷退后，不敢造次。沈清荣气愤难平，跺脚道：江叔，你别太得意。左右江叔现如今已是平民，他有的是机会整治他。我得不得意与你无关，你且先把嫁妆还回来，否则我便告你欺诈盗窃。江叔冷声道。他一再退让，沈清荣一再相逼。既如此，那就把账算个清楚明白。你不用担心我没有证据，你的嫁妆原单在我手上，每一件物品出入都有记录，甚至还有购买路票，你抵赖不了。那又如何？都是你自愿赠送的，凭什么要我还给你？沈清荣齿无下限。他怎么这么不要脸？江宁愕然地瞪大眼，开了眼界。谭玉几人面上也露出鄙夷之色。沈清荣被他们激怒，正要发作时，沈长泽、陆明科闻讯赶到，刚好听见沈清荣的无耻之言。清荣！陆明科喝止。沈清荣浑身一颤，转头看见陆明科俊脸含怒，心生畏怯。沈长泽会纵容他、包容他，陆明科不会。江姑娘，对不住。陆明科拱手致歉。江叔叔离淡漠道：此事与陆公子无关，我只要沈清荣将嫁妆还回来。沈长泽蹙眉道：清荣的嫁妆远在平阳，你这岂不是故意为难？江叔气笑了：那不如侯爷替他还，又或者侯爷先把这6年侯府的花销还我。沈长泽一噎，说不出话来，窘迫得无地自容。莫前难倒英雄汉。沈清荣为沈长泽出头道：你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都说了不用还钱，难不成你想出尔反尔？江叔嗤笑一声，冷声道：我娘那天说这话是以此为条件谈和离，可侯府并没有同意，这条件自然也就作罢。至于今日这和离书换的是新的条件，与银子无关。怎么，侯爷不会是想赖账不还吧？江叔眸光灼灼地凝视沈长泽，让他避无可避。沈长泽羞窘难当，面红耳赤道：夫妻一场，你非要如此相逼吗？他并非不想还钱，而是根本没有。呵！江叔冷嗤：侯爷以休戚如我时，可念过夫妻一场？他求他时，他狠心绝情，现在又来跟他提情分，简直可笑。可你已经得偿所愿，为何还要多多相逼？沈长泽捏紧了拳头，觉得江叔过于绝情。江宁听不下去了，愤声道：你对我阿姐造成的伤害，这辈子都无法抹平消除。你可记得你之前是如何答应我的？你做到了吗？沈长泽一怔，想起他曾对江宁做出的承诺，信誓旦旦亲口所说的承诺都做不到，你还有脸提夫妻情分？我呸！江宁鄙薄地唾了一口唾沫。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少年教训，沈长泽颜面扫地，羞愤难当。你若能遵守诺言，让我打一顿不还手，这银子便作罢，如何？江宁挑衅讥讽。陆明科看向沈长泽，好奇他会做出何种选择。你们欺人太甚！沈清荣再次跳出来为沈长泽鸣不平。江宁嫌恶道：你这么急，要不你先还。你！沈清荣气结，毫无仪态的泼骂：贱民，能嫁入侯府是你们的荣幸，如此高攀，不知感恩戴德，活该做一辈子贱民。这话过于难听，江宁欲争执，被江叔拦下了。他平心静气地问沈清荣：你去了平阳，傅荣富、德富、严权都忘了得干净，还是平阳不讲这些？轻飘飘的一句话，震得陆明磕头皮一紧。江叔这是在提醒他，沈清荣丢的不仅是侯府的脸，还有陆家的。沈清荣仍不知收敛，继续发疯道：与你个贱民何干？你闹够了没有？啪！陆明科忍无可忍，打了沈清荣一巴掌。他数次提醒警告，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甚至越闹越甚，丢尽了脸面。当众被打，沈清荣羞愤欲绝，
怨恨地瞪着江叔。江叔不屑理会，问沈长泽道：“侯爷是打欠条，还是让打江宁打一顿？”侯府有多少财产，江叔一清二楚。他知道沈长泽还不上，便提出打欠条。沈长泽别无选择，只能答应打欠条。一桩事了，江叔又问沈清荣：“你何时还？你说个数，我替他还。”陆明科道。江叔惊诧，不明白陆明科为什么要替沈清荣还？难道他对沈清荣还有情谊？若真是如此，那他倒要高看沈清荣一眼，赞他手段高明了。一看江叔的神色，便知他想愤了。陆明科苦笑道：“就当全了我与他夫妻一场的情分。”这话太有深意，耐人寻味。江叔杏眸闪了闪，同意了，让陆明科还钱时带上沈长泽的欠条。账已算清，江家与侯府再无瓜葛。眼看江叔几人欲动身离开，沈清荣捂着脸不甘道：“大哥，不能让他们走，他答应救艳阳还未有结果。”沈长泽一听，生出几分犹豫。陆明科看向沈清荣，眼中尽是失望。这时从外跑进来一名下人，急声道：“侯爷，宫里来人了。”沈长泽神色一凛，赶忙出府相迎。将传旨内侍迎进府后，沈长泽亲领着内侍一道往侯府正厅去。陆明科和沈清荣抬步跟上。我们走。江叔收起和离书，拉着江宁离开。站在远处的徐令仪看着江叔潇洒离开的身影，流下了两行清泪。宽容大度的江叔走了，往后这府里便是程景初独大，他的日子恐不好过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江叔竟会和离开。自从和离之事闹开后，徐令仪曾几次求见江叔，却被江叔拒见，只让楚玉转告他4个字：好自为之。夫人，徐令仪万分不舍，眼睁睁看着江叔出了侯府。踏出侯府大门那一刻，江叔仰头望天，露出开怀笑容。他终于自由了。阿姐，我们回家。江宁抓着江叔的手，往等候已久的马车走。好，回家。姐弟两人携手上车，楚玉几人上了另一辆马车。不远处高耸的屋顶上，追云目送着他们离开后，转身回去禀报。景王府，玉征在伏案书写：“主子，江姑娘已平安离开侯府。”追云躬身道：“派人暗中盯着，护她安危即可，不要打扰到她生活。”玉征笔尖未停，江叔以为回了江家便高枕无忧了，但玉征并不这么觉得。第68章归家。今日的江家格外热闹，府门外聚集了许多人，好奇观望。江家这是做什么？拉了几十车厢龙桌椅。你没听说吗？江家姑娘同晋安侯府和离了，这是搬嫁妆回娘家呢。和离？江家可真行啊！阿姐，我们到家了。江宁跳下马车，回身扶江叔下车。江叔戴了帷帽，围观群众看不见他的模样，只能根据身段来揣测她是个美人。江宁护着江叔快步进府，将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隔绝在外。叔儿，江母同江父迎了出来，见到江叔喜极而泣。爹娘，我回来了。江叔抱住江母，热泪盈眶。江父拍着江叔的背，哽咽抚慰：“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一家人团聚，自是有许多话要说，可眼下最要紧的是先安顿好。你的书童院一直留着，我已让下人收拾过，你去瞧瞧还有什么不妥。江母抹掉眼泪，陪江叔去安置。江宁跟在他们后面，像个快乐的尾巴。时隔6年，再次踏足自己的闺阁，江叔感触万千。你瞧瞧，可有什么缺的？我命人添置。江母拉着他四处查看。江叔摇头道：“娘布置得很好，什么都不缺。”咕咕，什么声音？江宁竖起耳朵细听。江叔微窘，肚子控制不住，又发出声音。咕。江宁听出声音来源，惊讶道：“阿姐的肚子在唱曲儿。”江母被逗笑，没好气地拍了江宁一巴掌：“你阿姐饿了，还不赶紧让厨房备饭？我也饿了，我也要吃。”江宁嬉笑一声，脚步飞快地去了。小半个时辰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不伦不类的团圆饭。没吃午饭，又折腾了半天，江叔饿坏了，吃什么都觉得香。这个也是阿姐爱吃的。江宁把一盘香辣河虾端到江叔面前。江叔受不了鱼腥味儿，是以他吃的虾需要用白酒和多种香料去腥，确保没有一点腥味儿。好吃吗？江宁一脸期待地问。江叔点头，好吃，就是包个太麻烦了，我先吃别的，等会儿再吃虾。我给阿姐包。江宁自告奋勇。他记得小时候他也嫌吃虾麻烦，每次都是阿姐包好了给他吃，现在该他给阿姐包了。宁儿长大了，知道疼人了。江母笑得欣慰。江父看江叔的眼神慈爱又心疼，给江叔加了一块糖醋排骨道：“8月26是个吉日，我想给叔儿办个归家宴。”啊！江叔惊诧，咽下口中食物道：“会不会太张扬了些？自来女子休憩和离归家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来都是低调不声张。
可到了他这，竟要大办归家宴，岂不是让全上京的人都知晓？就是要张扬，让所有人都知道，是我江家看不上他靖安侯府。江父愤声道：“对，就要大办。”江宁极力支持。娘，江叔看向江母，征求他的意见。江母看着一脸坚决的父子俩，温声道：“随他们去吧，出口恶气也好，省得憋出毛病来。”江叔闻言也妥协了，他知道他们是想为他出气。靖安侯府，程景初亲眼看过圣旨后，终于放下心来。太好了，晏阳可以留在上京了，我们不用分离了。沈长则收起圣旨，并无多大欣喜道：“你安心休养，我还要有许多事要忙。”程景初知道他是为与江叔和离难过，便问：“夫君，你可怪我？”沈长则道：“与你无关，你别多想。他与江叔已入绝境，不是和离也是休戚，早已无转圜余地。江叔离开他纵然难过，可那些要还的银子更让他头疼。”沈长则信步走进听竹楼，看到婢女在收拾打扫。他上楼走进主屋，见里面空空荡荡，竟连床榻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空壳子。沈长则惊愕，呆立了半晌没动。华清院里，沈清荣同陆明科激烈争吵。我多次警告你，你浑然不听，陆家的脸都被你丢干净了。陆明科满面沉痛，极尽失望。沈清荣满腹委屈道：“你为了外人打我，还责怪我丢脸，你到底有没有当我是你的妻？”陆明科冷哼：“你背着我与他人私会时，可有想过我是你的夫？又是私会！”沈清荣气疯了，说出积压心底已久的怨愤：“你不也同苏柔青梅竹马，不清不楚吗？凭什么责怪我？”苏柔是平阳商会会长之女，同陆明科一起长大，两情相悦。4年前沈陆两家议婚时，陆明科也曾抗拒，想要退婚娶苏柔过门，但陆父极重信诺，坚决不允。陆明科为此还挨了一顿家法。沈清荣嫁进陆家后，陆明科同苏柔仍有往来，陆母也曾跟沈清荣说过让苏柔进府为妾，可苏柔轻傲，不肯做妾。此时听沈清荣提及苏柔，陆明科怔了一瞬，随后道：“你说的极是，委屈了他这么多年，回平阳后我便择日迎他过门。”“你什么意思啊？”沈清荣愕然。陆明科肃声道：“你大哥可以立平妻，我自然也可以。”“我不会同意的。”沈清荣恨恨咬牙。陆明科冷嗤：“那你便留在上京，做你的侯府小姐。”“你要休我！”沈清荣睁大眼，瞳孔中满是震惊和不可置信。陆明科思量道：“看在父辈的情谊上，我与你一纸和离书，留你几分颜面。不，你不能如此待我。我是你定下婚约、明媒正娶的正妻。”沈清荣双目赤红，几近癫狂。陆明科嫌恶皱眉：“江叔不是你大哥明媒正娶的正妻吗？侯府是如何欺辱他的？可我为你生下了嫡长子，若和离那心远怎么办？”沈清荣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然陆明科却道：“心远您幼尚不记事，等他长大根本不会记得你。况且有你这般德行败坏的母亲，是他的耻辱。敬人者敬受敬，辱人者自辱，这都是你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沈清荣呆滞了片刻，疯狂摇头道：“不，我不要和离，我不要跟心远分开。我是心远的母亲，谁也不能把我跟他分开。”说着，沈清荣冲出屋子，跑到院里，紧紧抱住玩耍的陆心远。这是他10月怀胎生下的孩子，是他的命。第69章预谋。陆明科追到院里，让沈清荣放开陆心远。沈清荣死活不放，疯癫模样吓哭了陆心远。下人见势不对，急忙去禀报了沈长泽和沈母。沈母同沈长泽赶来，得知陆明科要与沈清荣和离时，大惊失色：“姑爷，不可呀！清荣若有什么过错，斥责责罚便可。心远还这么小，不能没有亲娘。”沈母苦口婆心的劝。沈长泽也道：“明科，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商量解决。清荣是骄纵了些，往后让他改正便是。”“对，改正，我们进屋说。”沈母拉着沈清荣往屋里走，将陆心远交给婢女照看。陆明科紧抿着唇，沉默跟上。几人到屋里落座，并退了下人。陆明科沉声道：“自从回到上京，他多次言行无状，是我的提醒警告如耳旁风。寿宴时更是胆大妄为，竟不守妇道私会，他人还闹得人尽皆知。便是如此，我也念在心远的份上，一再容忍，想留他体面，可却纵得他越发狂妄。今日又跑去生事，将我陆家的脸面摔在地上践踏。若家父家母知晓他的所作所为，定然会直接休了他，断不是和离这般简单。”沈母和沈长则听得心神一震，明白陆明科提和离是认真的，不是一时之气。而陆家明理重礼，家教甚严，他们也有耳闻。沈母自知理亏，只能好言道：“清荣的确有错，但看在心远的份上，宽宥几分吧。”陆明科直问：“如何宽宥？”沈母厚着脸皮道：“不要和离，留他正妻之位，
怎么责罚都行。陆明科没说话，似在考量。沈母给沈长泽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说好话。沈长泽浓眉紧蹙，看了一眼哭得双眼通红的沈清荣，硬着头皮道：“我知清荣犯了不可容忍之错，但念在心远和两家的情谊上，可否原谅他这一次？若他不知悔改再犯，休戚和李沈家都不会再有半句多言。”陆明科眉头皱了皱，似是被劝得有些松动。沈母见了，赶忙趁热打铁道：“只要不和离，怎么都行。”沈清荣在寿宴上发疯大闹，上京人人皆知他不守妇道，若被和离归家，别说再嫁了，出门都会被人指点唾弃。是以沈清荣唯一的活路，只有远离上京，而陆家无疑是最好的归宿，是吗？若我要娶平妻呢？陆明科道。沈清荣猛地抬头，愤恨不甘地盯着陆明科。他想说他不同意，可又不敢。同床共枕4年，沈清荣清楚陆明科的性子，他不是商量，而是知会。若沈家不同意，那陆明科便会和离后再娶。总之这苏柔，陆明科是娶定了。这沈母和沈长则对视一眼，有些措手不及。他们不是在说和离吗？怎么又扯到平妻上去了？还是说陆明科早有预谋？思索片刻，沈母商量道：“姑爷若看上了那家姑娘，那位贵妾可好？清荣定不与之争宠。一夫二妻，先前的夫人便是个笑话，往后沈清荣还有何颜面示人？高门贵族的正妻，最重要的不是夫君宠爱，而是颜面尊荣。陆明科但吃，若贵妾便可打发，大哥为何会立平妻？”一句话堵得沈母哑口无言。沈长则此时方明白，陆明科是早有打算。若娶平妻，陆家如何待清荣？沈长则问。陆明科沉吟道：“只要他安分守己，上京的事不会传到平阳，他依然能尊荣风光的做陆夫人。若他死性不改，兴风作浪，便寻一宅院将他软禁，以保陆家安宁体面。”同为男人，沈长则明白陆明科已做出最大让步，他无可挑剔。清荣，你自己选吧。沈长则看向沈清荣，他们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妹，若他和离归家，他养他一辈子便是。我是心远的母亲，谁也不能把我和他分开。沈清荣咬牙，已然做出选择。沈长则深吸口气，叮嘱道：“既如此，回平阳后你便安分守己，好生教导心远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要再想其他。倘若再生事犯错，便任由陆家处置。清荣，记住你大哥的话，别再惹恼姑爷。”沈母也劝。陆明科不愿听他们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起身道：“后日我们便启程回平阳，母亲和大哥有什么话，趁早说吧。”话落，陆明科出了屋子。沈清荣欠江叔的嫁妆，他还要去钱庄兑银凤还。看着陆明科无情离开的身影，沈清荣泪如雨下，在沈母和沈长则面前放肆嚎哭。沈母心疼不已，母女俩抱头痛哭。沈长则烦躁地捏了捏眉心，耐着性子哄劝。终于沈清荣哭够了，脑子也清醒了，认真聆听沈长则的嘱咐：“回平阳后好自为之，大哥无能护不了你。”沈母抹着眼泪道：“你别怪你大哥，他撑起侯府已然很不容易。平阳天高皇帝远，陆家事大他鞭长莫及。”最后沈母叹声道：“临走之前去看看你祖母吧，自寿宴接连受积晕厥后，他便一病不起。你下次回来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说不好便是最后一面了。”沈清荣点了点头。翌日，陆明科凑齐银子，带着沈长则的欠条去了江家。江叔亲自接待，江姑娘点点可对。陆明科把欠条递给江叔，江叔看了眼沈长则写的欠条，又扫了一眼打开的8口红木箱子，温笑道：“我相信陆公子的为人。”陆明科闻言目光微闪，对江叔越发敬佩，真诚道：“江姑娘往后若去平阳，一定要知会陆某，我定好生款待。”江叔笑道：“平阳是陆家的地盘，我若去了，便是不说也瞒不过陆公子的眼。”两人相视一笑，江叔亲送陆明科出府。此时的两人尚且不知，他们随口一句笑言，竟会成真。次日一早，陆明科同沈清荣登上陆家的船，心思各异的回了平阳。沈长则送完他们回府，见沈长怀也备好马车，欲回衡州。兄弟俩话别后，沈长怀乘车离去。沈长则抬步入府，下人无精打采，沈母哀声怨气，府中气氛沉寂又压抑。秋风萧瑟，吹落桂花，一片冷清寂寥。沈长则不明白，不过就是少了江叔而已，怎么侯府好像失了主心骨？第70章姐妹。8月26，天气晴朗，秋高气爽。江府大摆宴席，府内接待亲朋好友，府外设流水席招待邻里路人。许多人闻讯而来，江府内外宾朋满座，热闹非凡。江叔穿了件梅青色织金连烟锦裙，上缀水晶无数，随着他的一举一动闪闪发亮。这裙子真漂亮。家中姐妹嫂嫂投来艳羡目光。江叔有些不好意思道：“我觉得太过花哨，江宁非要我穿。”阿宁好眼光，
这裙子极衬舒姐姐你，像9天仙女下凡尘似的。江叔的堂妹江云一脸羡慕，她们虽是堂姐妹，却有着天差地别。江记是由江父创立，江家生意大多由江父主理。江家叔伯虽一人分了几间铺子经营，但富贵程度远不及江叔家。就如江叔身上这件裙子，于江叔而言不过是一件寻常衣服，于江云而言却可望不可得。江家的财富都流入了江叔一家。云妹妹既喜欢，我送你一件。江叔随口道。江云听得面色一喜，机灵道：那我可得换个款式，若跟叔姐姐你一样，我穿着可没你好看。人靠衣装没错，可样貌气质也能反衬衣裳。江叔的容色质都属上乘，江云自知比不了，便不讨那没趣儿。云妹妹真会说话，就这么3两句就得了件好衣裳。其余几人半是羡慕，半是嫉妒，说出的话酸溜溜的。江叔笑了笑，十分大方道：改日得空，我们一同去江家筹装，一人量身做一件。当真？几人面露欣喜。江叔点头，于是几人开始商量日子，讨论上京时兴的衣料款式。江叔听着他们的谈论，嘴角的笑容渐渐消失，觉得甚是无趣。寻常商户家的姑娘不用饱读百书，不用学那么多规矩礼仪，平日里最爱做的就是讨论衣饰女工。江叔从前就与他们不甚合群，做了6年主母，眼界宽广后更融不进去。姑娘，长公主和孙小姐来了。楚玉凑到江叔耳边低声道。江叔闻言起身，对江家姐妹道：你们先聊着，我去就来。玉兰和孙怡君都是官家闺秀，不便在人前露面，楚玉将他们引到了江叔的书童院。公主，孙小姐，你们怎么来了？江叔见到他们很是意外。江叔自知与他们身份悬殊，也知他们前来参宴多有不便，便没有给他们送请帖，是以他们不请不自来，让江叔又惊又喜。怎么，你不欢迎我们？玉兰故意打趣儿。孙怡君也道：不欢迎，我们也来了，怎么也得吃了饭再走。江叔被他们一唱一和逗乐，配合道：岂敢岂敢，二位大驾光临，比府蓬荜生辉，幸甚之哉。噗！3人笑作一团。楚玉忙去吩咐厨房送一桌宴席到书童院来。吃过席面后，3人在江叔的闺房中闲话，问起江叔离开侯府那日的事。江叔知他们好奇，便细细同他们说了。孙义军听后气愤拍桌，简直欺人太甚，沈清荣要再赶回来，我定玩死他。玉兰吓了一跳，抚着心口嗔道：你恼什么？他不都以牙还牙抱回去了吗？况且一路公子所言，沈清荣回平阳后，日子只怕不会好过。活该！孙义军幸灾乐祸。玉兰和江叔对视一眼，喷笑出声。孙义军这善恶分明、嫉恶如仇的性子，可真招人稀罕。临走时，玉兰同江叔道：你如今自由了，往后得空多来将军府陪陪我，或者去昭觉寺上香也行。还有我，你们以后会面都得带我一个，否则我会生气的。孙义军把脑袋凑了过来。是，以后第一个给你送帖子。玉兰和江叔异口同声。哼！孙义军傲娇地抬起下巴。江叔替他拉下帷帽道：今日江府鱼龙混杂，可得遮好了，别让人窥见。整理好后，江叔亲送玉兰和孙义军出府，马车就停在江府门口。玉兰和孙义军一出府门，就被下人掩映着上了车，不露分毫。送走他们后，江叔回去继续招待江家姐妹嫂嫂。叔姐姐，你可回来了。江云上来热情地挽着江叔胳膊，拉着他同他们坐一起闲话。听闻长公主来江府了，可是真的？有人试探打听。玉兰是明目张胆来的，瞒也瞒不住，江叔只能承认。方才已经走了。长公主长什么样？我还没见过公主呢。有年纪小的妹妹好奇发问。江云拍了下她的脑袋，嘲弄道：我们什么身份？长公主哪里会见我们？说到这里，几人再次用艳羡的目光看向江叔。她们明明是姐妹，一样的家世出身，但命运却截然不同。对了，叔姐姐，我表哥前年考上了秀才，仪表堂堂学富五车，我瞧着与叔姐姐你很是相配，改日我叫他来让你见见。江云想起了他娘交给他的重要任务。江叔一愣，没料到江云竟会同他说这个。争冲了片刻，江叔婉拒道：不用了，我方归家，暂时没有议亲的打算，缓缓再见也是可以的。江云不死心。江叔俏脸微凝，有些恼了，不咸不淡道：云妹妹年纪也不小了，若瞧她顺眼，不如考虑考虑自身。江云一噎，涨得满面通红。他那表哥虽是秀才之身，长得也算俊秀，但家境普通，无甚前途，他才不要嫁过去活受罪。看到江云吃瘪碰了一鼻子灰，其余几人暗自嘲笑，打消了心里的念头。他们今日来江家，都被爹娘交代了一个任务，探听江叔的口风，伺机牵线。可眼下看来，今天并不是个好时机。入夜送走所有宾客后，江叔卸下钗环，散了发髻，准备沐浴。姑娘，有人送来一样东西。楚玉捧着一只锦盒进屋。江叔放下木梳，
胡姨接过打开，盒子里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玉蝉，雕工精湛，栩栩如生。玉蝉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江叔抽出来展开，纸上只有寥寥几字：恭获新生，玉筝。江叔杏眸诧异睁大，拿起玉蝉细细观赏。蝉力永化而获新生，玉筝这礼物他甚是喜爱，只是他没想到玉筝竟会送他礼物。第71章学商。次日一早，江母来到了书童院。娘。见到江母，江叔起身相迎。江母拉着他的手问：昨日同家中姐妹相处的可还好？自江叔出嫁后，甚少回江家，同江家姐妹见面不多，感情疏离冷淡。可如今江叔归家，往后同他们见面的日子常有，总得习惯。江叔摇头道：不太好，往后能不见便不见吧。怎么了？可是他们说了什么惹恼你了？江母追问。江叔抿唇，同江母说了江云给他牵线一事。江母听后气道：他想得美，你就为这事儿生气，不想再见他们？江叔道：也不全是，主要是他们谈论的我都无甚兴趣，相处不来。江母轻叹：娘知道你眼界宽广，你不愿同他们相处，娘也不逼你，重活一次不易，往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当真？江叔眼露戚忌。江母见了眼皮一抖：你想做什么？江叔杏眸晶亮，一字一句道：我想跟爹学经商。这得去问你爹。江母做不了主。江母虽比寻常母亲开明通透，但毕竟是内宅妇人，不太能理解江叔的想法。在江母看来，女子能觅得良人，安于后宅，衣食无忧，便是顶好的日子，就如她这般。可显然江叔不这么认为。爹出门了吗？我现在就去问他。江叔迫不及待。江母道：他昨日喝了不少酒，这会子刚起来。江叔闻言眸光一亮，拉着江母去寻江父。江父方洗漱完，准备用早饭。江叔见了，立即上前给江父盛粥。女儿在家就是好啊。江父眼眶发热的感慨。看着江叔盛粥布菜的身影，江父心头暖意融融，仿佛这6年只是一场梦，江叔还是当年那个围在他们身边孝顺的乖女儿。江母没说话，默默地看着江父往江叔的坑里跳。爹，快吃吧，一会儿该冷了。江叔把吹到温度正好的粥放到江父面前，江父接过，心情愉悦地吃了起来。耐心等着江父吃完，江叔才斟酌道：爹，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什么事？江父不以为意。江叔郑重道：我想跟您学经商。啥？江父以为自己听错了，诧异地看了江叔和江母一眼。我想跟您学经商。江叔重复。江父皱眉：女儿家不能抛头露面，学什么经商？经商可不是在后宅指点就行，得时常出去巡铺考量，观察时事。我可以扮成男子，这样就方便出门了。江叔早有打算。江父瞪大双目，看向江母道：他这是魔怔了还是发烧了？赶紧找大夫看看。江母轻咳道：叔儿他好得很，就是想学经商。女儿家经什么商？在家享清福不好吗？江父大为不解。经商并不是件好玩的事，不仅要与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出远门跑商更风餐露宿，危机四伏，并不适合江叔这样的女儿家。江家产业众多，阿弟年纪又小，爹一个人经营太辛苦了，我想为爹分担分担。江叔承笑道。江父心下感动，叹道：经商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江叔明白江父的心思，于是提议道：我跟爹学3个月，若3个月后我没有经商之能，我便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看来你是铁了心了，你就不怕抛头露面，坏了声誉，往后无人敢娶？江父隐有担忧。江叔一脸正色道：若真是如此，那这样的男人也不值得我嫁。6年时间足够让江叔明白，温顺规矩并不能换得尊重和怜惜，不如坦然做自己。江父沉默良久，觉得江叔说的似乎有理，犹豫着同意了3月之约。谢谢爹，谢谢娘。江叔激动不已，壮志满怀。傍晚，江宁放学归家，看到江叔身着男装，乌发高束，不施脂粉描粗眉毛，从女娇娘变成了江公子。如何？江叔嘚瑟的在江宁面前转了一圈。江宁看呆了，惊得笔掉到了地上。阿姐，你穿成这样做什么？江叔挑眉道：我要跟着爹学经商。女子经商，江宁觉得他姐实在太飒了，于是从那天起，江父身边就多了个俊秀公子，跟着他学做生意。江叔本就聪慧，对经商又颇感兴趣，之前掌管嫁妆铺子也略有接触，事已学得很快。不过1、2月功夫，他就了解了江家各类各铺的要点，成了江父的得力助手。这日江叔同江父寻完粮铺，中途歇息喝茶探讨时，绸庄伙计匆匆来报：东家，不好了！江父放下茶盏：出什么事了？伙计道：今日我们去码头接货，一车货都没有接到。怎么回事？江父肃色问。给我们供货的绸商出尔反尔，改与方家合作，今日到货的丝绸都被方家拉走了。岂有此理！江父拍桌而起，
步履匆匆。江叔赶忙起身跟上。眼下已是初冬，正是换季添衣的紧要关头，绸庄盈利的重要时期。若断了货，江记绸庄将损失惨重。江父到绸庄了解清楚始末后，去客栈找送货的赵掌柜。我们合作多年，你们为何突然断货？江父愤怒质问。赵掌柜早有准备，拿出同江家签订的货契和几张银票道：“江老板别恼，按照规矩赔偿双倍定金。”你点点。看到那几张银票，江父顿时了悟。从几个月前他就中了方家和赵掌柜的圈套。往常江家向赵掌柜订货时都会付3成定金，而这次赵掌柜以合作多年、信任江家为由，主动提出只要江家付1000两的定金即可。江家当时虽有疑惑，但并未多想。直到此时，江父才明白是何缘故。方家此计不可谓不毒，可偏偏江家毫无证据，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卑鄙无耻！江父气得心口发紧。赵掌柜冷哼道：“为商之道在于利，江老板什么也没干，白赚1000两，还有何不满？”你！江父气得说不出话来。江老板好走不送。赵掌柜将契约和银票塞给江父，下了逐客令。无耻小人！江父怒气冲冲回到绸庄，叫来刘掌柜商议对策。库房还有多少余货？现在去找新的货源，可还等得及？刘掌柜愁眉道：“库房只余几十匹，等不及寻新货源。那现在怎么办？”江父急得来回踱步。刘掌柜垂着头不吭声。第72章改封。江父和刘掌柜愁眉不展时，一直没出声的江叔开口了：“或许可以试试别的布料，比如蜀锦。这些年吃穿享用，江叔对衣料也有些了解。可上京显贵偏爱丝绸，鲜少有人买蜀锦。”刘掌柜叹气，觉得江叔的想法不切实际。江叔沉吟道：“显贵们喜爱什么，追捧什么，大都是跟风。只要我们改变风向，他们也可以喜欢蜀锦。尤其是后宅夫人闺秀，十分热衷于追求时兴。很多时候，他们并不在乎时兴是什么，只为求一乐。这个想法过于冒险。”刘掌柜迟疑地看向江父。江父停止踱步问：“如何改变？”江叔杏眸微闪：“我自有妙计，爹和刘掌柜抓紧时间去采购蜀锦便可。蜀锦虽也名贵，但在上京销路不畅，常有积压，想要采购并不难。你当真有把握？”江父不确定地问。这可不是儿戏，若赌输了，江家不仅会损失丝绸之力，采购的蜀锦也会砸在手上。做生意光守成不够，还要敢于突破。爹，您相信我。江叔俏脸沉凝。江父忖量片刻，点了点头。东家。刘掌柜提醒他三思。江父长出口气道：“做生意本就有赢有亏，便是我也有赌错的时候，就当给叔儿练手了。”当爹的如此说，刘掌柜便是再不赞成也无可奈何，只能照做。左右拜的也不是他的银子。事情定下来后，江叔便与江父兵分两路。江父负责采购，江叔负责改封。上京显贵中最大的风向标，无异于长公主玉兰，是以江叔直奔平西将军府。你怎么办成这样？玉兰见到江叔一身男装，满脸惊愕，险些不敢认。江叔简单同他解释了缘由，也说明了来意。我说你怎么这么久也不来寻我？原是跑去学经商了。玉兰惊诧之余，很是敬佩，还有一丝艳羡。她艳羡江叔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因是胡闹，便没有同公主说。江叔解释。玉兰道：“谁规定女子就只能嫁人生子，不能经商了？我支持你。”多谢公主。江叔感激不已，决定多给玉兰做几身冬装。你坐会儿，我这就让人去给母亲和月儿量身。玉兰说着便去了。江叔耐心等着，拿到玉兰量好的尺寸、喜好的颜色式样后，江叔回去便着手安排，还给孙一军写了封信。做冬衣不收钱，还有这种好事？孙一军拿着信瞪大了眼，怀疑江叔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管他呢，有新衣穿就成。孙一军放下信，去找他爹娘量身去了。短短几日功夫，江父和刘掌柜便采购了上千匹蜀锦，足够绸庄卖上2月。江叔挑了些品质极佳的蜀锦，让绸庄绣活最好的绣娘，按玉兰和孙一军给出的尺寸要求，赶制出了第一批冬装。亲自查验无误后，将书送去给了玉兰和孙一军。以往穿惯了丝绸，没想到蜀锦做出来的衣服也这般好看。玉兰试了试，有些意外惊喜。江叔道：“蜀锦虽不似丝绸那般光滑柔软，但纹样繁复，色彩艳丽，质感厚重，更适合做冬衣。”玉兰笑着打趣儿：“那今年冬日，我的冬衣可都交给你了。”江叔满口应下。临近年底，各种宴会频多，玉兰和孙一军都收到不少帖子。两人赴宴时，穿上江叔给他们做的蜀锦冬裙走上一圈，引得无数闺秀夫人问询。而庄韵在国子监上学，穿上蜀锦冬衣也引得其他学子兴起跟风。不仅如此，孙一军还让他爹赴宴时也穿蜀锦，
渐渐地引起其他朝臣注意。孙大人这衣料有些特别啊。孙大人按孙仪君嘱咐的道。江记绸庄的蜀锦穿着暖和舒适不透风，比丝绸好。共同参宴的玉征听见了，回府后便让竹风去定做了10套。一次玉征去看玉兰，玉兰瞧见他的新衣，惊奇道：“你也改穿蜀锦了？”玉征也看见了玉兰穿的同款衣料，道：“你也是从江记绸庄买的？”玉兰摇头：“不是啊，江叔送给我的，他给母亲和月儿也送了。”玉征闻言默了默，忽然想起什么道：“那孙大人的蜀锦冬衣也是江叔送的，仪君和他爹娘都有。”玉征彻底说不出话了。江叔给孙大人都送了冬衣，为何不给他送？难道他觉得他穿上影响力不如孙大人？玉征有些气闷，让玉元又去做了10套。这下轮到玉元气闷了，这料子好归好，也不用一下做这么多吧，我还是更喜欢丝绸。玉征喝着茶道：“我觉得蜀锦很好，你给王叔王婶也做几套，表表孝心。”啊！玉元懵了，不明白玉征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玉元是个闲散士子，平日无事呼朋唤友，满上京游玩。几次过后，公子哥们都穿上了蜀锦冬衣。如此潜移默化，不出1月，蜀锦变成了上京星的时星。等显贵们开始追捧蜀锦时，其他绸庄大都以丝绸为主，只有江家绸庄蜀锦式样繁多齐全，独占鳌头。东家，近日蜀锦畅销，可要再继续采购。刘掌柜笑着请示。江父翻着账册笑眯了眼，趁其他绸庄还没反应过来，赶紧采购。除此之外，你去寻访几家蜀锦原商，我亲自跟他们谈。是。刘掌柜应下去了。江记绸庄对面的茶楼，一绸衣男子坐在窗口饮茶，目光却一直盯着江记绸庄。看到江叔同江父从绸庄走出，绸衣男子眯了眯眸。就是他让蜀锦热销。男子问对面的随从。随从看了一眼江叔道：“是，以前没见过他，2、3月前突然出现在江老板身边。去查查，越详细越好。”是。江叔扮成男子跟在江父身边，只有江家几个掌柜和叔伯知道，外人并不知晓。是以误以为江叔是江父从他处请来的高人，想要挖角或者毁掉。晚间，江家饭桌上，爹，我做的可好？江叔得意地向江父邀功。很好，你是个天生的商人，有胆有谋。江父心悦诚服的赞赏。得到想要的答案，江叔眉梢一挑，跃跃欲试道：“爹，我有个想法。”江父夹菜的手一抖：“什么想法？”“我想自己开铺。”江叔道。第73章熟人。江家的生意在上京扎根多年，早已成熟步入正轨，只需稳妥经营便可。而江叔觉得真正学会做生意，得从零开始。哦，你想做什么？江父微讶。江叔摇头，不知道，我明日出去转转，看看铺子和行类。考察市场是很重要的一步。江父沉思道，独自开铺，算是我对你的考量。若你能经营得当便，可出师了。我一定不会辜负爹的期望和教导。江叔信心满满，干劲十足。翌日，江叔带着同样扮成男子的谭玉，大摇大摆地出了门。主仆俩在城中漫无目的逛了半日，走累了，到翠云楼歇脚用午饭。为了探听消息，他们没有要雅间，在2楼寻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也不知翠云楼会落入谁手中，往后这菜还是不是这味儿。你说这经营的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要转手拍卖了？你不知道，佟掌柜的儿子生了怪病，得去江南调养，佟掌柜无法，只能卖了翠云楼，举家南迁。什么病这般怪，非得去江南？这我就不知道了。江叔听到身后桌的谈话，转过身向他们打听：翠云楼何时拍卖？我怎么没听说啊？嘿，孤陋寡闻吧你。后日，酒楼铺子通常都是转让出售，翠云楼为何要拍卖？江叔不解。想要翠云楼的人太多了，出价也各不相同。佟掌柜为了不得罪人，干脆当众拍卖，价高者得。这佟掌柜倒是个聪明人。江叔赞叹，不聪明能在上京开翠云楼？玩笑，老兄说的极是，多谢了。江叔转回身，心中已有主意。少爷，你不会想买翠云楼吧？谭玉压低声音道。江叔眉梢轻挑，为什么不能？这练手练得也太大了，江家也没有经营酒楼的经验。谭玉忧心忡忡，翠云楼是上京数1数2的名楼，来这里吃饭的人非富即贵，一个弄不好，赔本不说，还很容易得罪人。急什么？我先看看，合适就买，不合适就当看热闹了。江叔宽慰谭玉。听他这么说，谭玉稍稍放了心。主仆俩吃完饭离开，下楼时撞见了熟人。你怎么穿成这样？沈长则大惊失色，差点没认出来。真是晦气。江叔皱眉，眸光冷冷地瞥了沈长则一眼，与你无关。说完，江叔便侧身下楼，一句话都不想多说。沈长则欲追，
楼角突然出现一名灰衣侍卫：“沈大人，我家主子已等候多时。”沈长则看了一眼江叔离去的背影，抬脚上楼，跟着侍卫去了雅间。自从上次揭露民科的光见过几次玉成后，沈长则成功得了玉成青睐，如今已是玉成器重之臣。今日玉成约他在翠云楼会面，同另外几人一起商议要事。从翠云楼出来后，江叔和谭玉便径直回江家，路上看见卖糖炒栗子的，顺手买了2斤。主仆俩边走边吃，完全没注意到身后有人跟踪尾随。亲眼看见2人自如进入江宅后，尾随之人守在江宅附近，一直到天黑后才离开。你说他住在江家？绸衣男子看着手中的信息，结合下人的话猜测江叔的身份。是，小人等到天黑也没见他离开，定是住在江家无疑。他今日出门都做什么了？上午在城里胡乱逛了半日，午间去翠云楼吃了饭，然后就回江家了。姓江，住在江家，2、3月前出现，难道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在绸衣男子心中呼之欲出。与此同时，景王府主子暗卫来报，有人跟踪调查江姑娘。追云躬身禀报。玉贞刚沐浴完，擦干水珠，披着寝衣走出屏风。记者带缓声开口：“何人？”方家少东家。盐商方家。玉贞拧眉：“是。前些日子方家和江家在生意上有些冲突。”追云说明缘由。玉贞沉吟片刻道：“盯紧些。方家是上京最大的盐商，富甲一方，这几年胃口越来越大，开始插足别的行类。江叔怕是挡了道，被盯上了。”第二天，江叔没有出门，在家看翠云楼的资料，为拍卖做准备。中月端来一盘桂花糕，让江叔品尝。自打回了江家，江叔几乎都同家人一起用饭，中月便失去了用武之地，天天研究新菜。江叔尝了一块甜香扑鼻的桂花糕，杏眸一亮：“这糕不错。还有吗？让楚玉给我娘送些去，给江宁也留一点。”“有，已经给夫人送了。”中月道。江叔满意点头，吃完一块又拿起一块，看他吃得一脸满足，中月有些不舍道：“我想离开江家。”“为什么？”江叔诧异抬眸：“你在江家过得不开心？”中月摇头：“江家很好，但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大厨，声名大噪的那种。江家不需要我，我想去外面闯一闯。”他无父无母，无亲无故，孤身一人来到上京，并不只是为了找份差事，而是想闯出名声，实现自己的抱负。很幸运，他遇到了江叔，度过了一段安稳美好的日子。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该离开了。“你再等等，或许不用离开。”江叔坚定了买下翠云楼的决心。中月不解其意：“什么意思？明天回来再告诉你。”江叔并非故意卖关子，而是他怕提前说了，明日又没能买下翠云楼，会让中月失望。中月虽打算离开，却也不急这1、2日，便耐心等着。次日，江叔带上银票和谭玉去了翠云楼。翠云楼人满为患，1楼大堂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2楼的拍卖座需要交10两银子才能入席。江叔交了钱，领着谭玉上了2楼。谭玉紧紧抱着怀里的木匣，生怕被人抢了去。相较于1楼的拥挤喧嚷，2楼安静又宽敞。江叔坐下后长舒口气，开始观察四周，打量他的竞争对手们。拍卖开始后，各方争先出价，江叔仍在四下打量。忽然，江叔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玉元。他仔细观察，见玉元一直在喝酒看热闹，却并未出手竞拍，很是奇怪。江叔心有揣测，决定过去问个究竟。“玉世子。”江叔像男子一样拱手见礼。玉元随意瞟了一眼，然后嘴里的酒喷了出来。“你！”玉元一副活见鬼的表情，京城了结巴。第74章争夺。江叔虽故意描浓了眉毛，竖起头发，将自己伪装成男人，刻意变粗了声线，但认识他的人还是能一眼认出来。看了看左右，见无人注意他们，江叔这才小声道：“我可以坐下说话吗？”玉元神色古怪的点了点头。“你怎么穿这样？”玉元好奇。江叔礼貌笑道：“方便出门。”“那你来寻我做什么？”玉元一脸狐疑。他们虽打过几次照面，但并不相熟。江叔直言道：“我见旁人都在出价竞拍，玉世子却一次价未出，觉得奇怪，便来问问。”玉元嗤笑：“你当买玩意儿呢？这可是翠云楼，我哪来那么多钱？”他爹是个闲散王爷，他是个闲散世子，虽有些想法，但他爹不给他银子，只能望而兴叹。果然让他猜中了。江叔勾唇试探道：“若我出钱与玉世子合作，玉世子可愿意？”“你有钱为什么不自己拍？做什么要找我？”玉元不解。江叔叹了口气，坦诚道：“我虽有钱，但却无权，恐支撑不起翠云楼，所以想同玉世子合作。合着是打这主意？”玉元略想了下，有些心动：“怎么合作？”“我出钱，你出面，我主内，你主外。”
江叔早有打算，你出钱我出面能理解，你主内我主外什么意思？玉元感觉脑子有些不够用。江叔轻笑道：拍下翠云楼后，如何经营由我做主，明面上的事你去处理，所以我只需要出面出力，那如何分账？玉元觉得这才是重点。江叔思索道：你3我7。江叔觉得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毕竟玉元不用出1文钱，也不是事事都需要他出面，粗算下来这钱等于白捡。成交。江叔能想到的，玉元自然也能想到，有钱不捡是傻子。谭玉。江叔唤了一声，谭玉将紧抱着的木匣放到玉元面前，用钥匙打开，整整1满匣银票。玉元感觉他攒一辈子阅历也攒不出这么多。拍卖快结束了，玉世子再不出手可没机会了。江叔提醒走神的玉元，玉元低咳一声，让一旁的随从喊价竞拍。3万两。翠云楼位于崇明主街最热闹繁荣的地段，一半酒楼，一半客栈，占地宽广，比寻常商铺贵出许多。即便如此，也引得各方人员争先抢夺。3万5千两。有人加价。玉元看了一眼江叔，征询他的意见。江叔淡淡点头，玉世子只管拍，钱不够我让谭玉回去取。好。玉元就喜欢他这财大气粗的做派。4万两。玉元再次出价。满场寂静，所有人都被这高价害到不敢再出价。翠云楼再好，也要有本事拿得下才行。就在玉元沾沾自喜，以为稳操胜券时，对面有人喊价了。4万5千两。谁家这么高跟他过不去？玉元愤然起身，看向出价人，一身穿藏蓝色绸衣的青年男子，沉着端坐，一副势在必得的模样。5万两。玉元亲自喊价，他就不信了，只要有钱，这上京城还有他拍不下来的铺子。绸衣男子抬眼看到玉元，再往旁一瞥，看见江叔，目光猛然微缩，沉默片刻后，同随从说了句什么。随从点头，快步去跟佟掌柜交谈了几句。他们干什么？想作弊？玉元眯了眯眼。江叔第一次参与这种拍卖，也不懂其中门道，但他相信不管他们想耍什么手段，玉元都不会怕。上京魔王可非浪得虚名，更何况玉元身后是皇室。就在玉元忍不住欲去质问时，佟掌柜喊话了：方老板忍痛割爱，翠云楼由玉世子拍得。方老板，那个盐商方家。玉元重新审视绸衣男子。绸衣男子端起酒杯，起身朝他们走了过来。在下方明旭，恭喜玉世子拍的翠云楼。伸手不打笑脸人，便是心中不喜。玉元也端起酒杯，接下了方明旭的恭贺。两人碰杯后一饮而尽。方家，方明旭。听到这个名字，江疏微微蹙眉，暗暗打量。方明旭年近30，身量颀长，相貌出众，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他身上的藏蓝绸衣一般，沉稳内敛，深不可测。他嘴角上扬，温润笑着，但却并没有平易近人的感觉，反而让人觉得危险，不敢靠近。想到他给江家设下的毒计，江疏打起12分的精神提防，生怕他又给玉元下套。这位是？方明旭装作不认识江疏，诧异询问。玉元哽了哽，不知道如何作答。他总不能实话实说吧，可谎话一时也编不出来。好在江疏自己站了起来，拱手道：在下姓江，久闻方老板大名。哦，江公子认识我？方明旭微讶。江疏摇头，历来只闻其名，今日才有幸得见。方明旭盯着江疏的眼睛，见他眸光澄澈，便知他没有说谎。目光移到江疏裸露的耳垂上，细看之下隐有小孔，方明旭便知自己猜对了。她是女子，是3个多月前与晋安侯府和离归家的江家大小姐江疏。心下了，然后方明旭将目光移回江疏面上，装作随意道：我瞧江公子眼生得很，可是近日才来上京，可上京人口何止千万，方老板总不可能都见过。江疏扯了个理由。方明旭深以为然，江公子说的是方某浅薄了。玉元见他俩你一言我一语，说个没完没了，皱眉道：你到底是来恭贺我还是找他闲聊的？听到玉元毫不客气的话，方明旭面不改色道：方某素爱结交朋友，见江公子面善，便多说了几句，玉世子勿怪。鬼才想跟你做朋友，谁不知道方家奸诈狡猾，心狠手辣。我们还有事就不奉陪了，方老板自便。玉元抱起桌上的木匣，抬步走了。江疏冲方明旭拱了拱手，赶忙跟上去找佟掌柜办理交接。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方明旭握紧手中酒杯，心有所思。江家竟也开始扩展产业，将手伸向翠云楼了，还找了玉元做靠山。看来以后对付江家越发棘手，得从长计议了。第75章贵客。成功买下翠云楼后，江疏揣着地气兴奋回家。中月，你可愿去翠云楼做大厨？中月百无聊赖的啃着萝卜，无精打采道：怎么，
你有后门？翠云楼是他想不想去的问题吗？是人家让不让他去的问题。对，我把翠云楼买下来了。江叔豪气千云，他就是中岳的后门。中岳听呆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道：啊，就为了让我去做厨子，你买了翠云楼？不，江叔欲解释，却被中岳打断。天啊，你这般豪掷千金，是要我以身相许吗？中岳丢了萝卜，激动地抱住江叔。江叔用力推开他，扶额道：我没有这种想法。那你想要我回报你什么？中岳纳闷。你好好做菜，帮我多赚点钱就行。他是个商人，买下酒楼自然是为了赚钱，不是玩乐。那工钱会涨吗？中岳搓着手，眼冒金光。不图工钱的厨子不是好员工。江叔双手抱胸，故作思考道：看你表现吧，菜卖得好就给你涨。好的，老板，我一定会努力的。中岳摩拳擦掌，恨不得现在就去翠云楼炒菜。晚饭时，江叔在饭桌上宣布他买下了翠云楼，三人全呆住了。江父，我让你练手，没让你败家呀。江母，以后办宴可以请翠云楼的厨子来了，多有面儿。江宁，那我往后跟同窗去吃饭不用付钱了吧？江叔给他们一人夹了只鸡腿，平静道：爹放心，我花的是我的嫁妆，便是亏损也不会累积家里。娘喜欢翠云楼的厨子，随时都可以请。至于阿弟，你跟同窗去吃饭的付钱，因为我是与人合作分账的。谁？你跟谁合作？江父抓住了重点。江叔轻咳一声，荣王府御世子。你跟御世子相熟？江父疑惑。江叔如实道：不熟，但合作只需有利可图，熟不熟不重要。江父有些担忧，御世子虽是棵大树，但与皇室结交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惹祸上身，祸及家族性命。这一点江叔也有想过，但以他对玉元的浅薄了解，玉元虽有些胡闹霸道，却并非蛮横无理之人。再则实在有什么冲突，他也还可找玉兰调解。于是他宽慰江父道：爹放心，我会小心谨慎的。事已至此，后悔也无路，只能硬着头皮走一步是一步了。江父沉叹一声，觉得江叔过于胆大，也不知是好是坏。刚接手翠云楼，有许多事要忙。江叔日日早出晚归，同玉元在翠云楼处理酒楼事宜，准备半月后重新开张。这日玉征受玉元之邀到翠云楼品菜，瞧见江叔一身男装，同玉元挨得很近，专注地说着话，墨眉不自觉拧了起来。征哥！玉元瞥见玉征，热情地同他打招呼。玉征微微颔首，墨眸落到一旁的江叔身上。看见玉征，江叔诧异地扯了扯玉元的衣袖，低声问：景王殿下怎么来了？我请来品菜的。玉元自豪地答。江叔额角抽了抽：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我请人来品个菜有什么好说的？玉元不解，好歹他也是半个老板，连请客吃饭的权利都没有，那他这老板当得也太憋屈了吧？知玉元误会了，江叔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像景王殿下这种贵客，我们应该提前做准备，以免招待不周。玉元听后无味道：征哥不是摆谱的人，就当他是寻常客人就行。你要是害怕，就忙你的去，我去招待。玉元十分善解人意，说完便去接待玉征了。看着他们进雅间的身影，江叔思来想去，觉得于公于私还是该去打个招呼。玉征在雅间落座，听玉元眉飞色舞的讲了一堆，有些不耐的皱起眉头。你不是说是菜吗？菜呢？哦，我去催催。玉元戛然止住话头，起身。玉征抬眼望向墙上的挂画，脑中不由自主浮现出江叔同玉元探讨的画面，心绪有些烦躁。很快，玉元回来了，带回来一壶酒和几碟小菜。我们先喝着，正菜马上就来。玉征不语，默默地端起酒杯喝酒。玉元同他碰杯，他也不理。玉元早已习惯玉征的脾性，没有放在心上，自顾自地说个不停。叩叩，有人敲门。何事？玉元高声问。小二在门外答：玉世子，您的朋友来了，问您可有时间过去。玉元看向玉征，有些犹豫不决。去吧，我不用你陪。玉征道。玉元眼睛一亮，立时起身：我去就来，征哥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伙计。玉元走后，玉征没有叫人侍候，自斟自饮。一壶酒快见底时，敲门声再次响起。王爷，菜来了。听到这声音，玉征墨眸一震，温声道：进来。江叔领着小二推门进屋，将菜呈上桌摆好。小二退下后，江叔向玉征介绍：王爷，这是新来的厨子做的新菜式，王爷尝尝可合口味？玉征应了一声，执起筷子一一品尝。江叔给他倒了杯酒，满怀期待地问：王爷觉得如何？很好，堪比王府厨子。玉征放下筷子喝酒，这已是极高的赞赏，但江叔却有些心虚。王爷说的可是真的？他们在开业前请人来试菜的目的，是为了听取意见，有不妥的地方好及时改正。虽然他也觉得中岳厨艺很好，
但千人千味，做生意就得迎合顾客口味。玉征瞥他一眼，道：“你若不信，可去王府尝尝。”这不妥吧？王爷真会开玩笑。江叔干笑，提起酒壶给玉征倒酒，倒了一半没有了。江叔不死心的抖了抖酒壶，玉征被他的举动逗笑，千唇道：“你再怎么抖他也是没有了。”江叔尴尬的红了脸，轻声道：“王爷稍后，我再去拿一壶来。”好。玉征不是贪酒之人，但今日却忽生兴致，觉得多喝几杯也无妨。玉征吃着菜，江叔很快去而复还。这是江记酒坊的桂花陈酿，王爷尝尝可喜欢。江叔换了只杯子倒上，酒香四溢，桂花的甜香盈满鼻尖。玉征细细品尝，一杯酒下肚后满意点头，醇厚柔和，余香长久，略带甘甜，很适合冬日暖身。听他如此说，江叔松了口气。王爷若喜欢，走的时候可带上一坛。为何？玉征问，酒意微醺的逆着他。第76章找茬。江叔微愕，不明白玉征此问何意。见他一脸茫然，玉征放下酒杯道：“为何要送我酒？难道来翠云楼品菜的人你都送？”玉征神色慵散的凝视他，手置于酒杯旁，食指和中指随意的轻敲着桌面，发出低沉声响。江叔下意识看向玉征的手，见他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像精致的艺术品。杏眸闪了闪，江叔轻声道：“不是，我只送王爷。”哦，为何送我？玉征饶有兴趣，非要问个清楚明白。江叔暗吸口气，一边斟酒一边道：“感谢王爷的相救之恩，也答谢王爷送我玉蝉之礼。”玉征闻言，墨眸微动，两件事怎可混为一谈？江叔彻底懵了，跟不上玉征的脑子。玉征瞧着他一副迷蒙无措的模样，心间有些发痒，喉间难耐的滚了滚，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醇酒入喉，玉征借着酒意将心中所想说了出来。今日的酒只能谢一次，剩下的下次再谢。江叔眨了眨眼，怎么也没想到玉征是这个意思。难道他很喜欢收谢礼？真是奇怪的癖好。玉征被他盯得有些不自在，拿起筷子假装吃菜。江叔见状，赶忙将酒倒上，轻声道：“桂花酒虽好，但饮多伤身，王爷还是多吃点菜，我就不打扰王爷了。”话落，江叔起身行礼告退。玉征没有留，他找不出理由。玉元一见着他的狐朋狗友，就高兴得忘了北。等他想起玉征时，玉征已经走了。他懊恼地跺了跺脚，责怪小二道：“你怎么也不去叫我？”小二一脸无辜：“你也没说啊，猪脑子！”玉元气骂。小二满肚委屈，但不敢说。晚间，江叔从翠云楼回江宅，带回2个食盒。爹娘，阿弟，你们尝尝味道如何？为了迎合翠云楼先前的顾客口味，江叔留下了之前的大厨和中岳分为2个菜系，各掌一半。这2个食盒里的菜就是出自中岳和之前的厨子。3人认真品尝，江宁吃一道眼睛便亮一分。这个好吃，这个也好吃，都好吃。江叔没好气地戳了下江宁的额头，让他吃慢点。江父江母将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客观道：“都很不错，但我更偏好这几道，鲜辣爽口。”江母喝了口汤：“我不爱吃辣，口味清淡，这几道菜很合胃口。”江宁咽下嘴里的菜道：“辣的有味儿，清淡的鲜美，我都喜欢。”馋猫。江母笑骂，一家人和乐融融的用饭。饭后喝茶时，江父问江叔：“翠云楼不日便要开张，可都准备好了？”江父本想去帮忙，但江叔执意自己操持，不让他插手，是以江父并未去过。佟掌柜什么也没带走，要准备的东西并不多，已经安排妥当了。热茶入喉，江叔觉得整个身子都暖了。江宁兴奋道：“阿姐，开业那天刚好书院放旬假，我带同窗去给你捧场，那你可得去早点，晚了只能看着别人吃。你不给我留雅间吗？上京遍地都是贵人，我想留也留不住。”江叔这话倒是真的，江父不免担忧道：“翠云楼是块肥肉，多少人都眼红，开业时恐有人生事，可得注意些。”江叔宽慰道：“放心吧爹，有玉世子在，谁要敢生事，那是自寻死路。玉元身份尊贵，却又无官职在身，是以做事无需瞻前顾后，可随性而为。放眼上京，少有玉元不敢动的人。”江父也是听过玉元的凶名，稍稍放宽了心。寒风瑟瑟，年关将至，上京越发热闹起来。翠云楼开张当天，门口人流如织，楼里座无虚席。一来是翠云楼本就声名在外，二来玉元交友众多，前来捧场的人占了一半雅间。小二不停穿梭于大堂和楼梯厨房，掌柜算账拨算盘拨出残影。玉元在前堂招呼，江叔在后厨监督。看到络绎不绝进出的客人，玉元仿佛看到天上下起了银子雨，笑得合不拢嘴。玉世子，可还有雅间？方明旭领着几个人走了进来。玉元的笑容瞬间消失，张口就道：“没了，
都坐满了。末了还补充一句，1楼和2楼也都坐满了。方明旭有些遗憾，抬眼瞥见3楼下来一行人，小二扬声高喊，空出雅间一间。看来我们运气不错。方明旭笑道，开门做生意没有赶客的道理，玉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方明旭几人上了楼。他抓住过路的小二，低声同他耳语了几句。小二听后一脸为难，这不太好吧？啰嗦什么？赶紧去！玉元不满地踹了小二一脚。小二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几位客官想吃点什么？小二满脸堆笑地问。方明旭看向其他几人，让他们先点。几人对视一眼问，翠云楼换了老板，可有换厨子和菜市？小二躬声道，之前的厨子和菜市都在，但新聘了一位厨子，增添了许多新菜，客官们可尝尝。哦，你且说说有什么新菜？小二按照玉元的吩咐，只报贵菜，不报寻常菜。东坡肘子、五味贝鸡、花吹鹌鹑、鸳鸯烩肚、烟熏宰鹅、螃蟹酿豆腐。方明旭几人听得头晕脑胀，根本记不住，也不知道是啥味，索性便道，把你们的特色招牌菜都上一遍。是。小二应下，又问，几位客官喝什么酒？我们有桑洛酒、新丰酒、菊花酒、桂花陈酿。得，一样来一壶。有人打断，冬日饮酒可驱寒意，一人一壶并不多。好嘞，几位客官稍后，马上就来。小二心虚退下，这一桌子下来，少说也得100-200两，玉柿子也太狠了。玉元等在楼下，见小二下来，立即询问怎么样。小二点头，他们让把贵菜都上一遍。那你还不赶紧去？玉元心情大好，想着席位已满，决定上楼去跟朋友喝一杯。然他刚走上2楼，1楼大堂就传出异动。这菜怎么做的？竟然有耗子尾巴，里面的肉不会也是耗子肉吧？把你们掌柜叫来！一番愤怒质问，引起周围食客注意，全都看着桌上的菜，陷入怀疑，不敢再动筷。第77章坑害。这种低劣伎俩虽不新鲜也不高明，但却极其有效。毕竟吃进肚子的东西，谁也不敢大意。快找找我们的菜里有没有。哼，这是什么？菜青虫？又有人在菜里扒拉出一条绿色的虫子，这一下如同油锅滴水，呲啦一下沸腾起来。2楼和3楼雅间的客人听到动静，也都站到栏杆处观看。玉元回到楼下时，已经完全乱了套，食客吵嚷不停，掌柜有口难辩。后堂的江叔听到小二禀报，匆匆赶来，却并没有出面，只站在人群后方观望。一点小事，他相信玉元和掌柜能处理好。谁在炒本柿子，把他丢出去！玉元一声大喝，大堂暂时安静下来。所有食客都看向玉元，半是畏惧半是气愤。玉元扫了他们一眼，道：一个一个说，怎么回事？一精瘦男子走出人群，用筷子夹着一根灰色的细长尾巴，愤怒控诉：这是方才在爆炒兔丁中吃出来的，拿耗子肉充当兔肉，翠云楼成黑店了。玉元紧盯着那条尾巴问：你说是从爆炒兔丁里吃出来的，那它经过爆炒定然是熟的，对吧？玉元转头吩咐小二去拿刀来剁开看看是生是熟。小二很快拿来了刀，从精瘦男子手里拿来尾巴放到桌上，当众剁开。如玉元所料，是生的。大家伙都看看，这条尾巴是生的，根本没有入锅爆炒过。玉元目光犀利地看向精瘦男子，精瘦男子有些心虚，强行狡辩道：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掉进菜里的，或许是炒熟后才掉进去的。再则，这也并不能证明你们用的不是老鼠肉。玉元闻言冷笑：你的意思是，厨子将菜炒好出锅装盘后，故意放了条耗子尾巴进菜里，等着你来发现？可能吗？厨子得了什么大病才会这么嘎？翠云楼今日卖出了几十份爆炒兔丁，依你所言得抓多少老鼠才够用？你这么能耐，你去抓几只老鼠本事子瞧瞧。精瘦男子支支吾吾，被问得哑口无言。还是说这尾巴是你带来，趁人不注意放进菜里，故意坑害翠云楼？玉元声音陡然加重，面色阴沉，害得精瘦男子恐慌的猛吞口水。我没有。精瘦男子想到什么，指向吃出菜青虫的食客道：他们也从菜里吃出了虫子，总不能也是巧合吧？玉元看向吃出虫子的大汉，不屑地问：说吧，你的虫子是怎么回事？就从炒青菜里吃出来的，你剁开让大伙瞧瞧，这虫子可熟透了。大汉有恃无恐，当时怕虫子跑了不好看管，他随手用沸水烫死，不想弄拙成巧，刚好能圆谎。你怎么知道它熟透了？你尝过了？玉元反向提出质疑。大汉一愣，恶心道：谁会吃这玩意儿？我猜的。他一动不动，身体发硬，肯定熟了。玉元不置可否的嗤笑了声，转而看向掌柜道：你来处理。翠云楼不养闲人，他和江叔也不可能时时盯着，
掌柜必须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是。掌柜拱手应声上前，低声吩咐了小二一句。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掌柜高声道：“如今已是数九寒天，各类菜虫都躲起来避寒了，想要捉一只菜虫实属不易，想必这位客官费了不少功夫吧？”你胡说八道，有何证据？大汉心中咯噔一声，色厉内荏的质问。掌柜不慌不忙，待小二取来他要的菜筐后，他才老神在在的开口：“这是今早送来还未摘洗的青菜，还带着泥呢。各位客官可来仔细翻看，找找这菜里可有虫子。”有心存怀疑者当真上前去菜筐翻看，可任凭他们如何翻找，也没见着一只虫影。咦，真的没虫子？掌柜说的没错，我以前种过菜，一到寒冬虫子都消失了，得来年春天暖和了才出来祸害庄稼。大汉有些慌了神，硬着头皮咬牙道：“这菜是从翠云楼厨房拿出来的，定是他们提前将虫子都抖掉了。”这话同方才经寿男子的狡辩如出一辙，根本站不住脚。眼见事情败露，经寿男子和其同伙想要趁众人都盯着大汉时悄无声息地离开，可他们刚挪到门口，一只脚还没来得及踏出去，门外走来几名精壮护院堵住了门。3楼的栏杆处目睹全程的玉征同一旁的中年男子道：“何大人，你可都看见听清了？”“是。”何大人赶紧拱手应声，终于明白景王为何突然请他吃饭了。玉征望着楼下，声音冷冽如霜：“既如此，何大人还在等什么？还不赶紧抓人回去审问？”“是，下官这就去。”何大人抬袖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快步下楼，一声令下：“来人，把他们抓起来，带回衙门审问。敢坑害诬陷翠云楼，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穿上常服伪装成食客的衙差立时走出人群，将大汉和精瘦男子及其同伙抓了起来。“何大人，本世子开张第一天就出这样的眉头，你可得静心查清楚，还翠云楼清白。”玉元冷声提醒。何大人拱着手连连应声：“是，下官一定查个水落石出，严惩不贷，给世子一个交代。”临走前，何大人还冲众食客道：“大家放心吃，本官方才也吃了，翠云楼的菜干净得很，没有任何问题。岂止他吃了，景王和太子殿下也吃了，怎么可能会有问题？”看着胆大包天抹黑翠云楼的几人，何大人又气又恼。几个狗贼害得他饭只吃了一半就要回去，看他怎么收拾他们。一场闹剧就此结果，众食客虽打消了疑虑，但吃饭的心情大受影响，对翠云楼的好感也有所下降。江叔看出这一点，叫了玉元和掌柜过去商议对策。片刻后，掌柜宣布为表歉意，给每桌客人送一份菜，一壶热酒。意外之喜和白得的东西总是让人兴奋，众食客渐渐打消了心中的不愉快，有说有笑起来。纵观全城的玉城，看着重新热闹起来的翠云楼，赞赏道：“玉元也算找了点正经事儿，王叔知道该欣慰了。”玉征瞥了一眼下方得意神气的玉元，缓声道：“皇兄，热闹看完了，我们回去继续喝酒吧。”“叫玉元也上来喝2杯。”玉成转身进了雅间。玉征跟着进去时，察觉到一道凌厉的视线敏锐地扫了过去，四目隔空相对，方明旭笑着拱手见礼。第78章奸计。年关将至，翠云楼的生意稳定下来后，江叔便交由玉元和掌柜打理，他在家陪着江母办年货，指挥下人洒扫宅院。江宁的学塾放了假，日日跟在他们身后帮忙打趣，气氛欢乐融洽，时时传出阵阵笑语。腊月17，天气阴沉沉的格外寒冷。江叔穿了蜀锦棉衣，又披了件狐毛披风，手里揣着个汤婆子，风一吹，仍冻得俏脸泛红。江宁没江叔怕冷，却也没好到那去，边走边抱怨：“这么冷的天，办什么生辰宴，冻死个人。”今日是江云的生辰，请了家中亲戚前去庆贺热闹。上了马车后，江叔递出手里的汤婆子给江宁：“给你暖暖。”江宁摇头：“阿姐自己揣着吧，我是男子汉，冻一下不打紧。”宁儿当真是长大了。江母笑得一脸欣慰：“对，我长大了，能保护阿姐和娘了。”江宁一脸少年骄傲。江父故意板着脸问：“那你爹呢？”“爹和我一起保护阿姐和娘。”江宁机智作答。哈哈哈！一家4口同乘一辆马车，虽有些挤，但说说笑笑，很是开心。到了江云家，江叔和江宁先是跟着江父江母同长辈问礼，然后便同家中兄弟姐妹一道玩去了。因是自家人，便没有那么多讲究，加上江云母家的几个表兄弟表姐妹都聚在一起玩闹，屋中生了炭火，比外面暖和上许多。江叔解了披风，被江云拉着玩博戏：“咱们这里面就数叔姐姐最有钱，大家可不用让着她。什么让不让的，各凭本事。我阿姐赢了你们，也别想耍赖。”一屋子年轻人玩耍笑闹，气氛尚算和谐。午宴后，一行人坐在屋中喝茶，商量着下午玩什么。在屋里呆闷了，咱们去园子里玩吧。可今日外面好冷，
冻得人。怕什么？咱们去完头湖，玩一会儿手脚就暖和了。少数服从多数，一行人穿上披风去了花园。冬日的花园早已无花可看，只有几棵桂花树的叶子还绿着。江叔同他们玩了一会儿，觉得有些无趣。江云瞥了他一眼，装作随口道：“后花园有几棵梅树，这几天刚好开了，等会儿玩腻了，我们可以去赏梅。”江叔听到这话，瞧了一眼玩得起劲的江宁，独自去了后花园。江云一直注视着江叔的动向，见江叔果真往后花园去了，给他表兄林睿递了个眼色。林睿有些紧张，看了一眼玩闹的人群，见无人注意他后，蹑手蹑脚朝走远的江叔追去。今日是个绝佳时机，若成事，那他就是江家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后，全家都能跟着他荣享富贵。他再也不用羡慕别人锦衣玉食，他只能布衣素食；再也不用在冬日冻得缩手缩脚时，却还要想办法谋生；更不用在家家户户办年货时，还在给人写春联挣几个铜钱。更重要的是，有了钱，他娘就能请名医吃好药了。后花园一个人都没有，只有几株梅树孤零零的绽放。江叔嗅着扑鼻梅香，加快脚步走近，看着傲骨尽战的梅花，江叔踮脚伸手拉下低垂的梅枝，欲折一枝回去。林睿轻手轻脚的靠近，打算趁江叔不备从后扑上去抱住他。女子只要失了名节，就只能嫁给他了。隐在暗处的暗卫远远看见这一幕，急得不行，弹出一颗石子到林睿脚下，扑通！林睿踩到滚动的石子，摔了一跤，巨大声响惊到折花的江叔，慌忙回头查看。林公子，江叔微诧，待他看清林睿同他的距离，扫视一眼见没有其他人同来后，恍然明白了林睿的意图，杏眸当即冷了下来。江叔愤恼之问：“你想做什么？”林睿有些慌张地爬起身，看着美若天仙的江叔，目光一狠道：“我想娶你。”话落，他快步朝江叔扑去，想要抱住他。江叔急忙闪身避开，往梅花树后躲。林睿边追边道：“江姑娘，我倾慕你已久，不嫌弃你嫁过人，只要你嫁给我，我一定会对你好的。”他倾慕的是江家的钱吧？江叔俏脸生寒，脑中快速思索着对策。若就这么跑出去，就算侥幸逃脱，没有被追上，但让人看见林睿追在他身后，又孤男寡女的在后花院相处过，加上林睿的攀灭，他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林公子，你既真心倾慕，便不该行如此无耻之举。江叔试图稳住林睿。林睿停下脚步，挣扎道：“我也不想，可表妹说她替我问询时，你满口回绝，若光明正大求娶，你定不会答应，只能出此下策。”江云，江叔在心中恨恨咬牙，面上却平静从容道：“他骗你。”林睿一愣，什么意思？难道江姑娘你对我有意？想到此，林睿面露欣喜，欲靠近江叔。江叔退后一步，抬手制止道：“你站住，我们好好谈，否则我就一头撞死。”见他一脸狠厉决绝，林睿害怕闹出人命，偷鸡不成蚀把米，只得同意。江叔深吸口气，捏着手强自镇定道：“云妹妹的确跟我提过你，但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方和离归家，暂时没有议亲的打算。你可有想过，我为何会与晋安侯和离？”林睿不明白他突然提这个作甚，却也心生好奇，为何？因为我不能有孕。江叔一本正经的胡说。林睿听得怔住，女子不能有孕，的确是大错，被晋安侯厌弃也理所当然。若他娶了她，富贵是有了，可孩子……见林睿有所松动，江叔劝道：“你若真想娶妻，为何不娶了江云？云表妹她不喜欢我。”林睿面上划过难堪之色，他不是没有想过娶江云，而是被拒了。江云家虽远不及江叔家富庶，但寻常百姓过日子也足够了，那就让他不得不同意。江叔循循善诱：“你若想娶她，我可以帮你。”林睿看向江叔，有些挣扎犹豫。江叔再接再厉：“我从晋安侯府都能全身而退，你觉得你拿捏得住我吗？与其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如抓住你能抓住的。你怎么帮我？”林睿终是动摇了。相比江叔，江云头脑简单，的确更好把控。第79章恶果。江叔拿了枝梅花回到花园，江云等人还在玩投壶，只是江云心不在焉，一直瞟着通往后花园的路。见到江叔时，他猛地一惊：“江叔怎么一个人回来了？”江云脑中疑惑万千，快步走到江叔面前问：“叔姐姐，你去后花园赏梅了？”“梅花开得很好。”江叔言笑晏晏的答。江云往他身后看了看，试探道：“那你可有看见什么人？”江叔摇头：“后花园无人。”“怎么会没人呢？林睿跑哪儿去了？”江云大惑不解，随意找了个借口，急不可耐地往后花园跑去。江叔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身影，轻轻勾起唇角，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江云，这是你自找的。缓步走回投壶地，江叔手中的梅香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咦，好香，梅花真的开了，我们也去折一枝吧。正巧投壶也玩够了，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往后花园去。江叔也被江宁拉着一起。后花园幽冷空旷，几株梅树安静地绽放。梅花树下的假山石侧，一男一女抱在一起，衣衫凌乱，纠缠不清。一行人刚入后花园，就瞧见了这令人震惊的一幕。啊，云姐姐，那是瑞表哥！惊呼声吓到了梅花树下的两人。林瑞怔怔了一下，江云趁机挣脱开，狠扇了林瑞一巴掌后，惊慌地捂着脸跑了。经过众人身边时，江云看到了江叔，恶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这怎么回事啊？这你都看不懂，很明显的私会啊！天啊，姨父姨母知道了会打死云姐姐的，咱们快去劝劝。一行人呼啦啦的朝江云追去。江宁嘴角抽了抽，咕哝道：跑这么快，是去劝架还是告状看热闹？江叔看了一眼远处惶恐气喘的林瑞，转身同江宁一道走了。事已至此，林瑞别无选择，只能硬着头皮往下走。他理了理衣衫，努力压下心中的紧张害怕，迈步往前搪去。啪！江少和气怒的打了江云一巴掌，恨铁不成钢的怒骂：丢人现眼的东西！爹，我不是，我没有，是表哥他轻薄我。江云顾不得脸上的疼痛，哭喊着辩解。江李氏又气又心痛的追问：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会同林瑞在后花园私会？我是去找表哥的，不是私会。江云有些心虚。好端端的你找他作甚？江少和怒问。江云支吾道：我见表哥和舒姐姐一同去了后花园，过了一会儿舒姐姐独自出来了，没见到表哥，我觉得奇怪，就去找寻。可我没想到表哥突然从假山石后扑过来，紧抱着我不松手。江云委屈极了，他也不明白林瑞发的什么疯。你的意思是江叔和林瑞联手设计你？江李氏抓住了重点。对，就是江叔害我。江云恨得咬牙，到现在他也没弄明白林瑞为何会反过来欺辱他，江叔到底同他说了什么？岂有此理，太过分了！江李氏气得直哆嗦。好在江少和还有些理智，皱眉问：他为何要害你？到底怎么回事？云儿，你可得跟爹娘说实话，否则爹娘怎么帮你啊？江李氏愁红了眼。女儿家的名声毁了，一辈子也就毁了。江云咬唇，和盘托出：孽障，害人不成反害矣。江少和听完气的踹了江云一脚。江李氏心疼坏了，赶忙扶起倒地的江云，哭着哀求道：老爷，云儿知错了，现在该怎么办？能怎么办？那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他和瑞私会，想瞒也瞒不住。为今之计，只能当众责问林瑞，看林瑞可否会供出江叔，证实江云是被设计坑害。三人合计一番，带江云去了厅堂。江父等人见到他们，忙问怎么回事。江少和紧绷着脸，看到林瑞愤怒的一脚踹了过去。混账！林瑞被踹得踉跄后退，刚好撞到了江云，两人摔作一团。江少和一看，险些气晕过去。江李氏赶紧扶起江云，远离林瑞。林瑞的爹娘见了，心中顿痛，羞辱难当，恨不得立即离去。可这事儿没个结果，江家定不会放他们走。思来想去，林母强撑着病体，厚着脸皮道：小妹，今日这事定是有什么误会，瑞儿她不是那种人。江李氏一听便恼了，顾不得什么姐妹情分，愤声道：姐姐这话的意思是我鱼儿不知羞耻了，你不妨问问你的好儿子，到底是谁欺负谁？对不起，姨母，此事都是我的错，便是再情难自禁，我也不该同表妹私会，损了她的清誉。林瑞贵的痛声忏悔。你说什么？江少和大惊，江李氏和江云等人也惊住了，没料到林瑞会出此言。真的都是我的错，跟云表妹无关，你们要怪就怪我吧。林瑞按江叔教他的，诚恳又沉痛的将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林瑞的话一出，满堂皆惊，连江少和都分不清他和江云谁说的才是真的。原来瑞表哥和云姐姐是两情相悦。我想起来了，今早我来的时候就见云姐姐在同瑞表哥说悄悄话，还不肯告诉我。江云气得浑身发抖，牙齿打颤，说不出话来。早上他在跟林瑞商量怎么设计江叔，当然不能告诉他了。既是两情相悦，便大事化小，尽早择个吉日成婚。江父道：是啊，好在今日都是自家人，只要我们都不说，外人也不会知晓。江家大伯母附和。江云懵了，不明白事情怎么发展成这样。江少和同江李氏面面相觑，有些茫然无措。他们明明是来责问林瑞，让林瑞供出江叔喜亲江云的，怎么成了商议婚事了？婚姻大事岂可如此儿戏？江少和想了半天，憋出这么一句。林母赶忙道：自然不能委屈了云儿，我们会择吉日请媒上门，该有的规矩礼数一样都不会少。江云急了：谁说要嫁给他了？
此言一出，满堂皆愣。江家大伯母问：“你不想嫁给林睿，又为何要同他私会？现下闹成这样，不赶紧成婚，难道还要闹得人尽皆知不成？若真叫外人知晓，你的名声可就全毁了。整个上京河人还会要你？”如珠连炮的一番诘问，轰得江云脑袋嗡嗡作响，濒临崩溃。我没有同他私会，是他和江书和谋害我。第80章，活该！江云双手捂着耳朵，疯癫的大喊。江父江母闻言怔住，不明白此事怎么又扯上了江书。江宁第一时间护在江书身前，嗤声道：“你别胡说，我阿姐为何要害你？”“是啊，你同舒儿是堂姐妹，无缘无故她为何要害你？”江母也出声维护。江父沉了脸道：“你把话说清楚，否则莫名其妙攀灭我家叔，我定不饶恕。”江少和同江李氏听后面上露出惶急之色，生怕江云口无遮拦说出真相。云儿，不可胡说！江李氏急忙喝止住欲开口的江云。江家整个家族都靠江叔家拉扯支撑着，若让江父得知真相，定不会再帮扶他们。江云恨恨地瞪着江叔，愤恨又不甘。明眼人一瞧便知别有内情，但牵扯到江叔都不敢贸然开口，谁也不想惹恼财神爷，引火烧身。江父盯着江云道：“你若不说，那就给我家叔儿道歉，他的女儿可不是能随意攀咬污蔑的。”江云哪里肯，怨恨地咬着唇不说话。眼见江母要发作，江李氏赶忙道：“是，这事儿是云儿不对，一时情急说错了话，我代她向叔儿道歉。叔儿，对不住，你别同云儿计较。”一直未出声的江叔望向江云，声音平静清冷：“若做错了事，可让他人代替承担后果，那云妹妹是不是也能找个人代驾，便可当私会之事从未发生过？这是什么鬼话？他人代驾怎能掩盖私会事实？”众人听得微愣，随即明白了江叔的意思。他是拐着弯的告诉江李氏，他替江云道歉无用，要想让他原谅，必须得江云亲自道歉。姐妹一场，只要江云亲自道歉，认下这恶果，江叔可以不追究其他。江云恨得切齿，却也知道此时说出真相毫无作用，反而会让人觉得他活该给家中带来灾祸。江叔和林瑞定是吃准了这一点，才敢如此算计他。江叔这个贱人实在太恶毒了。云儿，快给叔儿道歉！江少和警告催促。江云掐着手心，强压下憎恨，艰难开口：“舒姐姐，对不住，我一时口快胡言，你别与我计较。”江云只觉面如火烧，心似油烹，这辈子都没这么难堪屈辱过。云妹妹往后可要谨言慎行，否则换成旁人，可没我这般好说话。江叔大度劝告。舒儿说的是，云儿她记住了。江李氏帮着江云找台阶，江叔也懒得再深究，见好就收。误会既然解除了，还是来说说婚事吧。正巧两家人都在，能商量的确切一些。林母适时出声，今日已经闹成这般，索性趁热打铁，定下林睿和江云的婚事，也不枉丢脸一场。江少和同江李氏对视一眼，心生妥协。这种事不论谁对谁错，吃亏的都是女子。江云如今除了嫁给林睿，也没有旁的选择了。娘，我不嫁。江云看出他们的打算，急声制止。江少和厉声呵斥：“败坏门风的东西，你不嫁想干什么？去庙里当姑子不成？”江云一怔，被吓得不敢说话，无声流泪。江李氏见状，耐心劝说：“云儿，你就认命吧，嫁给你表哥怎么也好过去庙里做姑子。”江云听得一脸绝望，扑在江李氏怀里痛哭不止。江家大伯母好言劝道：“林公子好歹也是个秀才，嫁过去当正头娘子也不算辱没。商户之家虽有点钱财，但地位低微，身份贵重的人家压根瞧不上他们。”江云这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好云儿，我从小就喜欢你，疼爱你，你嫁过来，我定当你如亲生女儿般，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林母当众表态。林睿也举起手道：“表妹，我发誓我一定会对你好，绝不变心。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过完年你们挑个吉日请媒上门。”江少和一语定音。林睿和林父林母闻言同时松了口气，丢脸就丢脸吧，老找个媳妇也不亏。江云心灰意冷，哭都哭不出来了，只恨恨地弯着江叔。江叔性谋凌厉地盯回去，以眼神警告江云，再敢有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好好的生辰宴闹成这样，江少和与江李氏没了招待的心情，众人也没了吃晚饭的心思。寒暄几句后，各回个家。叔儿，今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回江宅，江父就急不可耐地询问。江叔抿了抿唇，将江云撺掇林睿设计坑害他一事，从头到尾说了清楚。他们好大的胆子！江父气怒拍桌，江母也气红了眼，咬牙道：“江云一个姑娘家，心思竟如此恶毒，太可恨了！敢害我阿姐，我饶不了他们！”
江宁起身就往外冲。阿弟，江宁，站住！江叔厉声叫住江宁。江宁在门口止步，愤愤不甘道：阿姐，你别拦着我，我要去找他们算账。江叔一把抓住江宁的手，牵着他往屋里走。江云自食恶果，已经是最好的惩罚了。江母也道：你阿姐说的没错，你现在再去闹也无济无事，反而会折损你阿姐的名声。若让人知晓事情真相，那江叔同林睿在后花园独处了那么久，不知会被传成什么样。谣言是可以杀人的，难道就这么算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江宁气得捏拳，俊脸鼓鼓的。江叔戳戳江宁气鼓的脸，安抚道：日子还长着呢，急什么？放心，我不会让你阿姐白受欺负的。江父心中已有打算。听到这话，江宁总算消了气。入夜，景王府，玉珍在书房处理文书，一黑衣暗卫忽然出现在屋内，跪地禀报。听到暗卫的话，玉珍手里的文书被捏得变了形。下次再遇此类事，尽早出手，不要让他置于险地。若再如今日这般，你便不用来见本王了。是。暗卫低头应下，背上尽出冷汗。玉珍放下手中变形的文书，拧眉问：你当真听到他说他不能有孕？暗卫点头。当时属下虽离得有些远，但花园清静无人，听得很真切。习武之人本就耳力极佳，暗卫受过专门的训练，耳力目力更是异于常人，应当是没有听错。退下吧。玉珍挥退暗卫，拧眉沉默了许久。第81章共度。夜半时分飘起了雪，由小见大。天明时已将上京笼盖，入目之处皆是白茫茫的一片。江宁早起背书，看见雪后，兴奋地跑来了书童院。阿姐，快起来，下雪了。江叔还在温暖的被窝里，听到江宁的呼喊，不舍起身。姑娘穿厚些，雪还没停，外面可冷了。楚玉叫住欲出门的江叔，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裘皮斗篷。谭玉打开门，江淑芳走出去，一个雪球迎面来，砸在了他脑门上。哈哈，江宁放肆大笑，又弯下身抓了雪团雪球。江叔佯装生气：好啊，你皮痒了是吧？看我怎么收拾你。江叔快步跑到院子里，取了雪团成雪球砸向江宁。江宁灵活闪避，反手一个雪球砸向江叔。江叔蹲身躲开，雪球砸中了后方的谭玉。谭玉抖掉头上的雪，气呼呼道：姑娘，奴婢帮你团雪球。地上、树上、石桌上到处都是积雪，还有鹅毛大雪洋洋洒洒的飘下，不一会儿三人身上就落满了雪。楚玉怕他们受寒生病，忙将他们叫进屋内，吩咐厨房煮了姜汤送来。今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好大。江叔捧着姜汤，望着窗外的飞雪感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江宁想起放假前学的新诗，此时念来很是应景。江叔听后赞赏道：上过学堂的就是不一样。他虽也读了许多书，但却没有像男子那般进过学堂，学识终究是有所不同。阿姐想学吗？我教你。江宁兴致勃勃。江叔摇头：你念的诗我也读过，只是不像你这般信口拈来。阿姐也很厉害，不仅会帮娘理家，还能跟爹一样做生意，比这世间好多男儿都能干100倍。江宁眼中满是钦佩敬爱，在江宁眼里，江叔就是世上最好的姐姐。江叔轻笑，像小时候那般去摸江宁的脑袋。江宁歪头避开，一脸正色道：我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是，过完年就13岁半了。阿姐，你笑话我。新年在姐弟俩的笑闹中到来，因为江叔归家，这个新年过得比往年都要热闹。阖家团圆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事。最让江叔触动的是，江父江母竟给他也准备了压岁钱。在爹娘眼里，不管他多少岁，是否嫁过人，永远都是他们的孩子。年后不久，便是上京人最喜爱的节日上元节。平日里被礼教归宿在宅院的姑娘闺秀，在上元灯节时都可出门赏灯游玩，是上京城最热闹的一天。早几日玉元便同江叔打过招呼，上元节他要入宫赴宴，让江叔去坐镇翠云楼。江叔和掌柜一直守到戌时末，店里的客人都结账走了，估摸着不会再有人来吃饭了，便让小二收拾打烊。厨房还剩一些菜，江叔也让掌柜和伙计们带回去了。江叔同掌柜落锁准备离开时，身后响起一道声音：打烊了。江叔回头瞧见玉珍身着黑色大氅，似一只雄鹰静立在翠云楼门前。王爷，江叔诧异：这么晚您怎么来了？玉元都入宫参宴了，他应当也去了才是。玉珍望着他，隐有几分委屈道：宫宴没吃饱，来寻口饭吃。这……江叔看了看已经熄灯落锁，厨子伙计都回家了的翠云楼，提议道：今日外面有许多小摊，我请王爷去吃碗元宵可好？玉珍默了默，微微点头。于是两人一道
往热闹的街道走去。江叔正想问他怎么一个人出来时，一回头瞧见追云、竹风远远跟在后头。今夜的上京城人潮如织，到处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灯笼，街道两边摆满了各种小摊，一派喧嚷繁荣景象。两人走了半条街，寻了楚人少的小摊，要了2碗元宵。摆摊的是一对老夫妇，头发花白，粗衣布衫，满是褶皱的脸上挂着满足幸福的笑容。江叔看着他们滚元宵煮元宵，嘴角浮起艳羡笑意。你认识他们？玉珍狐疑地问。江叔摇头，轻声道：不认识，只是有些羡慕。世间夫妻千千万，难得几人共白首。玉珍品味着他的话，不解道：我朝休妻和离少有，除了中途病故，大多夫妻都能共到白首。江叔闻言看了他一眼，轻叹道：可大多都是怨偶，白首入土都带着不甘和怨憎，那样的白首又有何意义？玉珍还未答话，老夫妇端着元宵过来了。两位公子吃完快去看鳌山吧，听说今年的鳌山可大了。是吗？那我可得去看看。江叔笑着应声，用勺子舀起一个元宵轻吹。玉珍捏着勺柄，姿态优雅地吃着，眸光盯着江叔清骨的脸颊。待江叔看向他时，玉珍飞快收回目光，装作认真吃元宵。王爷吃完去看鳌山吗？江叔咬着元宵问。玉珍低低应声。江叔闻言笑了，那我们一道去吧。他现在是男人，同玉珍一起去看个鳌山也没什么不妥。玉珍面上平静无波，心中却滋生出丝丝喜悦，如藤蔓般蔓延全身。看鳌山的人很多，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江叔在人群外挤了许久，也没能挤进去。他有些泄气，准备放弃时，忽觉腰身一紧，玉珍带着他纵身飞上了屋顶。第一次站这么高，江叔有些恐慌，抓着玉珍的大氅不敢松手。想看鳌山还得往前走走。玉珍回头朝他伸出手，上都上来了，江叔也不矫情，伸出手放进了玉珍掌心。玉珍紧紧握住，牵着他在屋顶上缓慢行走。江叔的手有些凉，玉珍只觉一股凉意从掌心直击心底，生出酥麻异样之感。害怕掉下屋顶，江叔一直盯着脚下。玉珍停下来，他也不知道，直直撞了上去，身子失去平衡。玉珍眼疾手快，拉着他稳住身形后道：就在这看吧。好。江叔站稳脚，扭头看向下方的鳌山，真漂亮。头一次以这个视角看鳌山，江叔一整个被惊艳到了。他6年没看过鳌山，都快忘了鳌山长什么样了。只因沈长泽不在京中，沈母说他一个妇道人家出门易惹是非闲言，他便6年未瞧过上元节的热闹。杏眸轻扫下方，江疏忽的眸光一紧。玉珍也瞧见了，转头看向他。第82章参奏。绚丽壮观的鳌山前，沈长泽同程景初领着2个孩子站在人群前端近距离观赏。一家4口和美幸福，羡煞旁人，真是碍眼又扫兴。江叔失了兴致，小声跟玉珍道：我们下去吧。玉珍没有答话，只是牵着他的手往回走。两人刚回到地面，一身着官服腰配长刀的俊挺男子朝玉珍拱手行礼：西街发生了掳人案，王爷当心些。玉珍颔首，沉声道：方才我瞧见晋安侯带妻子在观赏鳌山。男子一愣：圣上不是令晋安侯之子毕府思过1年吗？玉珍道：没错，交给你了。男子一脸冷肃地点了点头。待走出一段距离，江叔才好奇地问：方才那位大人是？殿前都指挥使周伯旭。江叔惊诧，这么年轻就坐上指挥使了。玉珍墨眉微挑，他长我5岁，都30了。那也很厉害了，周大人真是年轻有为。江叔咂舌。玉珍墨眉皱起，抿了抿唇道：今夜京中不太平，我送你回去。江叔本想拒绝，可一想到方才周伯旭的话，他将不用2个字咽了回去。什么客气麻烦都不如性命重要。两人走到街尾，追云逐风等候在马车旁，还是上次那辆马车，江叔有些熟悉的心安。去江宅。玉珍吩咐。车轮转动起来，马蹄哒哒的声音在夜里十分清脆。玉珍坐在主座，江叔坐在侧方，气氛有些微妙沉意。江叔撩起车帘透气，意外惊喜道：下雪了。雪下的不大，却有些急。江叔仰头看着漫天银色的雪花从幽深如墨的天幕上簌簌落下，美丽极了。车壁上挂着一盏灯，昏黄的烛光映照在江叔纯真的笑脸上，看得玉珍牵起唇角。方才的那点不悦顿消无踪，只可惜这条路太短，片刻功夫就到了江宅。江叔下车后冲玉珍拱手：多谢王爷相送，下次王爷去翠云楼吃饭算我的。玉珍却道：往后别这么晚回家，不安全。江叔微怔，解释道：平日都是坐马车回家，今日车夫家中有事，我便让他先走了。玉珍点头：进去吧。亲眼看到江叔进了江宅后，玉珍才让竹风调转车头回府。翌日早朝，沈长泽被周伯旭参了一本。
告他违抗圣旨，于上元节带子出府上街游玩，藐视皇威。沈长则惶恐跪地解释，却掩盖不了他带子出府的事实。皇帝大怒，打了沈长则20大板。沈长则下朝后是被霍冲背进侯府的。怎么会这样？谁打的？程景初急声问。沈长则趴在软榻上，没好气道：昨日我说了，晏阳毕府思过未满，不能出府，你不肯听，坚持要带他出府，这便是后果。圣上怎么会知道？程景初不解。他们初回上京，没见过上元灯会，想着晏阳晏欢在府中关了几月闷坏了，便带他们出府看看热闹，没曾想竟惹出祸事来。殿前都指挥使周伯旭巡查时看见了，今日早朝在大殿参奏。死！沈长则疼得直吸气。宫中侍卫的板子打得结结实实，半点水分也没有。程景初气恼，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沈长则闷声道：他同长公主一起长大，情谊深厚。程景初说不出话了，合着他们是直接撞人家眼前去了。这上京真是处处危机，一步都行差踏错不得。往后把晏阳看紧些，绝不能再踏出府门一步。沈长则咬牙叮嘱。昨日他们便是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上京这么大，这么多人，晏阳偷偷出府一次不会有人知晓。可事实证明，上京到处都是皇帝的眼睛，一举一动都逃脱不过。若再有下次，他就不是矮板子这么简单了。翠云楼里，江叔同玉元一完事，眸光瞥见玉元穿的蜀锦，他随口问：你很喜欢蜀锦吗？我瞧你穿了一个冬了。说起这个玉元就来气，扔了手里的花生道：你以为我想穿啊？真哥逼着我做了10套，我不穿怎么办？你们江记绸庄也是奇怪，怎么突然就卖蜀锦了？江叔愕然，简短道：合作的绸商背信弃义，改与方家合作，断了江记的货，一时找不到新货源，只能改卖蜀锦。方明旭那个方家？玉元追问。江叔点头，恍然想起他见玉珍几次，好像他次次穿的也是蜀锦。果真是个坏胚子，不干人事。玉元鄙薄地吐了口唾沫，将这笔账记到了方明旭头上。江叔被他逗笑，轻叹道：商场如战场，尔虞我诈，兵不血刃，都是只为自身利益。下次他再来吃饭，我还宰他。玉元愤声道。江叔没有阻拦，他也不喜方明旭此人，总觉得他深不可测，极其危险。正月还未过完，江父便出门跑商去了，将江家产业交由江叔打理。这一举动引起江家大伯和江少河的不满，尤其是江少河极其不平。因江云坑害江叔一事，江父收走了江少河手中2间旺铺，害得江少河收入大减。如今又让江叔打理江家产业，是全然拿他们当外人防着了。这日两人在酒馆喝酒抱怨时，方明旭出现在了他们面前。江掌柜，可介意我坐下共饮？你想干什么？酒意半醺的江少河提起警惕。方明旭笑道：帮你们执掌江家，有兴趣吗？方明旭笑得像一只坏狐狸，可他说出的话诱惑实在太大，两人终是点了点头。江家产业众多，江叔不敢掉以轻心，日日巡查了解各铺情况，有问题及时商讨解决，另众掌柜叹服。姑娘若是个男子，江家偌大产业便后继有人了。可惜了，姑娘终究是要嫁出去的。江叔没有听到这些话，也不在意，他只想做好江父交给他的事。到了2月，天气渐渐暖和起来，江母看着树梢的嫩芽数着日子。你爹走了快1月了，这几天该回来了。江叔难得歇息半日，晒着太阳打趣：娘想爹了。江母嗔道：胡说什么，我只是挂念他的安危。江叔笑着宽慰：放心吧，爹跑商多年经验丰富，又带足了家丁护卫，不会有事的。江母抬头看天，像往常一样在心中祈求江父平安归来。第83章参宴。2月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白日还是阳光明媚，晚间就下起了雨。次日早上，江叔出门时雨停了一会儿，临近午时又下了起来。春雨连绵了3日，阳光才重回大地，万物得到春雨的滋润，几日之间焕发出勃勃生机，争先恐后的生长着。2月25，玉兰办了场杏花宴，给江叔也送了帖子。此次杏花宴只请了女眷，是以无所顾及，赏花煮茶谈天逛园，众夫人闺秀都玩得开怀尽兴。逛得累了，孙一军折了枝杏花拿在手中把玩，坐下歇息时问玉兰：怎么突然想起办杏花宴了？玉兰看着园中3、5成群的夫人闺秀，弯唇笑道：太寂寞了，办个宴热闹热闹。她生性活泼，喜爱热闹，却被拘在平西将军府，日日与清冷孤寂作伴，消磨的都快失了本性。江叔闻言看向玉兰，见她眉眼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落寞阴郁，似哀似怨。他不由想起他在晋安侯府的6年也是这般过来的。庆幸的是他脱离了，而玉兰却还被困着。可悲的是他们帮不了他，只能尽量多陪陪他。也是这些个花枝招展的长舌妇最适合解闷逗趣了。孙一军抓了把瓜子，
边嗑边闲话。三人说着京中趣闻，聊到了沈长泽被杖责一事。给了恩旨不珍惜，还敢明目张胆的抗旨，20大板打少了。孙一军喝了口茶，又抓了把瓜子。玉兰轻哼一声，是公生教，确定该给些教训。周大人这事儿干得真漂亮，不过也是因着与你有关，否则他可不耐管这闲事。孙一军冲玉兰挤眉弄眼。包着橘子的江叔微差抬眸，公主与周大人是朋友？他还以为周伯旭是因着玉征的缘故才参奏沈长泽，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朋友，当年差点就……孙一军一时嘴快，等反应过来后，赶忙住嘴，满脸歉意地看向玉兰。江叔不明所以地看着他们。玉兰长睫忽闪，温柔笑道：“周大人以前在宫中伴读，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算是至交好友。只是好友吗？”那他眼中一闪而过的遗憾和伤怀是为何？江叔虽好奇，但也知道有些事不能问，尤其玉兰出身皇族，很多秘辛是会要人命的，知道越多死得越快。江叔垂眸，认真包着橘子，不再多问。气氛一时有些微妙。孙一军忽然丢下手里的瓜子道：“阿叔，你去如厕吗？我们一起。”啊！江叔看了眼手中刚包完还未吃的橘子，想说他不去，可看孙一军期盼的眼神，他默默放下橘子起身。玉兰顺手从碟里子拿过，谢谢阿叔给我包的橘子。他掰开一半放进嘴里，难耐地皱起了眉头，好酸，酸的他都流眼泪了。江叔回头正好瞧见玉兰闪着泪光笑道：“这橘子是酸的，宫中进贡的橘子怎么可能酸呢？让他一个人待会儿吧。”孙一军拉着江叔快步走了。玉兰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笑意渐渐敛起，化成苦涩咽回喉中。江叔和孙一军如厕完回来，经过花园假山时，听到另一侧几人的谈话。一介商贾之女敢同靖安侯和离，真当自己是高门贵女了。也就长公主抬举她，竟还叫她来参宴，早知她来我便不来了，省得折了身份。那可说不好，万一她又高价了呢？一群人眼唇大笑，似是听到什么极好笑的笑话盘。笑过后，有人不屑嗤道：“还高价呢？我看这上京是没人会求娶她了。”孙一军听不下去了，几步冲过去愤声道：“背后嚼人舌根，你们也不怕烂嘴？”闲话的几人吓了一跳，神色愕然地看向突然出现的孙一军。孙一军瞅着他们丑恶的嘴脸道：“你们倒是黄花闺秀，怎地也没见求娶的人踏破你们家门槛啊？还好意思在这里笑话别人，操心操心自己能不能嫁出去吧。”你！几人被孙一军踩到痛脚，气得说不出话来。孙一军翻着白眼冷哼：“你什么你？一指多厚的粉都遮不住你丑陋的嘴脸，赶紧找个地方再刷2层吧。再让我听见你们嚼人舌根搬弄是非，我就拿纸笔把你们说的话都记下来，找上京最厉害的说书先生，保管让全上京都知道你们这群长舌妇，我看谁还敢娶？关你什么事？我们又没说你。”有人气不过，孙一军双手抱胸，眉梢轻挑：“我就爱管闲事，怎么了？不服憋着。算了，咱们走，别跟他一般见识。”几人互相推拉着走了，惹不起他们躲得起，一个人骂跑一群人，你可真厉害。江叔笑着走过来，孙一军回头瞪他：“他们说你坏话，你听不见吗？”江叔无奈叹气：“听见了，但他们说的是事实，我无法反驳。你不是有钱吗？拿银子砸死他们！”孙一军怒其不争。江叔被他逗笑：“砸死人是要偿命的，他们可不配。”他们确实不配，这一点孙一军深表认同。午宴后，玉兰命人在园中置了2条长桌，桌上摆满了花材，众夫人闺秀坐下插花。这是杏花宴的最后一项，花插好后可各自带回家。插花这事儿看似简单，做起来却极难。江叔和孙一军摆弄许久，总是不尽人意。而从小受宫中嬷嬷教习熏陶的玉兰做起来得心应手。江叔和孙一军索性不瞎摆弄了，专心看玉兰插。察觉到他们的目光，玉兰温声道：“来，我教你们。”江叔和孙一军盯着玉兰的举动，用一样的花材跟着她一步一步学，到最后3人插出来的却各不相同。难怪我娘说插花是门高深学问，一模一样的东西都能叫我们做出3种模样来。孙一军对比过后有些泄气，将手里的花材扔回桌上。玉兰细瞧着他的作品，夸赞道：“插花能映射出人的品性心境，你这花瞧着随性肆意，张扬灵动，很符合你的性子。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孙一军左瞧瞧右看看，最后抬眼询问江叔。江叔张纯正欲说话，忽然一婢女匆匆而来，说江宅来人有急事寻江叔。第84章，请医。江叔眼皮猛然跳了跳，起身同玉兰打了声招呼，快速往府门去。一众夫人闺秀见状，纷纷猜测，小声议论。玉兰凤眸威严地扫了他们一眼，他们才有所收敛，装模作样的继续插花。江家下人等在将军府门前，一看到江叔便急声大喊：“姑娘，快回家，东家出事儿了！”江叔闻言一震，
提起裙子，快步奔向府外的马车。江叔回到江宅时，家中下人全都神色哀戚，族中叔伯等人都聚在江父的院里。方医女和从外请来的张大夫在屋中为江父诊治。怎么回事？我爹他怎么了？江叔颤声询问。随行的护卫哀声道：前几日下雨，回来的路上遇上山体崩塌，东家被滚石砸中，昏迷不醒。不止江父，同行的家丁护卫皆被滚石击中，死伤惨重。受轻伤的护卫第一时间救起江父，到最近的城镇找大夫治伤。伤口虽上药包扎了，但江父一直未醒。大夫说恐无力回天，让他们赶紧送江父回来与家人见最后一面。护卫轮流驾车赶了1日1夜，才在今日午后赶回上京。我爹不会有事的。江叔情绪失控，冲进屋里，看到双目紧闭躺在床上毫无生气，头上身上都包裹着棉布的江父，江叔的眼泪砸了下来。爹！江叔跪在床前，想去握江父的手，可又怕弄疼江父的伤口，只得收回。江母早已哭红了眼，见到江叔，眼泪又止不掉了下来。叔儿，他们说你爹醒不过来了。不会的。江叔起身抓住方医女的胳膊问：我爹他现在怎么样？方医女看着他艰难道：老爷被滚石砸中了脑袋，现如今气息微弱，恐撑不了多久了。不会的，我爹他不会有事的。我再去请大夫，把上京的名医都请来。从外请来的张大夫迟疑道：最好的名医在宫中，姑娘若能请到院正陈太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陈太医？江叔抬手抹掉眼泪，杏眸坚定道：你们照顾好我爹，我一定常把太医请来。欲出门时撞上从学堂赶回来的江宁，江宁问亲后也要同江叔一起去。江叔深吸一口气，指着院里的江家叔伯沉声道：他们都在外面盼着爹死，你觉得你能离开吗？自从江云逝后，江叔便不再相信什么血脉亲情，不过是一群唯利是图、喂不饱的白眼狼。你在家陪着娘，守着爹，等我回来。沉重嘱咐完，江叔不再耽搁，快步出门。江宁红着眼跟到门边，目送江叔出了院子后回到屋内。他会守好爹娘，等阿姐回来。江叔上了马车，命车夫以最快的速度去平西将军府。杏花宴刚散，玉兰芳送别众夫人归绣，准备回屋同孙怡君说点私房话，就见下人领着江叔，神色匆匆的来了。阿叔，出什么事了？见江叔眼眶泛红，面色黄极悲伤，玉兰和孙怡君急忙询问。他们从未见过江叔这样。我爹受了重伤，昏迷不醒，求公主帮我请陈太医出宫救治。江叔说着，西湾一屈欲跪地。玉兰伸手扶起他，温声安抚道：你别急，我这就派人去请。来人，拿我的令牌去。算了，我亲自去。若让下人拿令牌去宫中，还需要通禀等候，但玉兰可以直接入宫，省下不少时间。更重要是的，陈太医若有药物在身，得知伤重之人与皇族无关，恐不会立即出诊。怡君，你陪着阿叔，我很快回来。事出从急，玉兰没有回屋更衣，直接出府坐了马车入宫。孙怡君扶着江叔进屋等候，江叔心神不宁，脚下发虚，险些摔倒。别担心，公主亲自去请，定能请到陈太医，江伯父一定会没事的。孙怡君扶着江叔坐下，让婢女端了一杯热茶给他。江叔强装镇定，捧着茶盏的手却止不住哆嗦，茶汤溅到了手上。孙怡君明白此时说什么都无用，只能耐心陪着他。喝完半盏茶，江叔的情绪稳定了些，杏眸一直望着门外，期盼玉兰快些回来。玉兰入宫后，去往太医院的路上遇到了出宫的玉贞。得知玉兰进宫的目的后，玉贞眷脸冷沉，当机立断：你去马车上等，我脚程快些，我去请陈太医。玉贞的脚程的确很快，陈太医年迈跟不上他，玉贞便让2名孔武有力的侍卫驾着陈太医走，让陈太医体会到了健步如飞的感觉。王爷，这是去救人还是救火呀？老夫的胳膊要折了。陈太医痛苦地垮着老脸。玉贞头也不问，声音冷冽：救人如救火，委屈陈太医了。陈太医想不明白，宫外有谁这么大脸面，能让玉贞这般心急？上次庄小公子磕到头都没这么急。马车早已在宫门外候着，侍卫将陈太医移驾上车，车轮便立时滚动了起来。陈太医没坐稳，被惯性甩的脑袋撞上了车壁。到底谁要死了这么急啊？他这把老骨头都要散架了。玉贞扶稳陈太医，略带歉疚道：人命关天，辛苦陈太医了，事后我定有重谢。憋了一肚子火的陈太医听到玉贞的话，稍稍消了气，皱着老脸不解地问：王爷这是要老夫去救谁？勋爵入宫请太医，尚需要圣上批准，否则都只能无功而返。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同时老景王和长公主大驾亲请？是的，方才上车时，陈太医匆匆一瞥，瞥见了另一辆马车上的玉兰。恩人之父。玉贞言简意赅。陈太医不说话了，陷入沉思。能对景王有恩，真是祖上积了8辈子的德。江叔坐立难安的绞着手指，看着天边落日一点点西沉，心越揪越紧。终于
他看到下人脚步匆匆来报，嗖的起身迎了出去。陈太医已至府门外，请姑娘速去。江叔闻言面色一喜，提着裙子慌忙往外跑。阿叔，你慢点，我跟你一起。孙一军起身跟上，想着或许能帮上什么忙。两人急行到府外时，看到2辆马车，愣了愣。追云打开车门道：“姑娘坐这辆，主子的车行得快些。”孙一军很自觉地上了后面玉兰的马车，顺便向玉兰打听景王为何也在。看到陈太医在车上，江叔来不及多想，赶忙上了车。见到江叔，陈太医颇感意外：“姑娘是？”第85章看诊。陈太医记得他之前在将军府见过江叔，但当时他的身份是沈侯夫人，怎么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景王恩人？民女江叔家父重伤不醒，多方寻医无果，迫不得已劳烦陈太医，还请见谅。江叔尽量保持冷静，却止不住眼睫微颤，俏脸难掩焦急之色。陈太医看了一眼玉箏，慎重道：“治病救人乃医者本分，但老夫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听江叔说的如此严重，陈太医并没有把握一定能把人治醒，不免有些忐忑。“我明白，但您是家父唯一的希望，请您尽力而为。”江叔紧捏着手，心中惶惶不安。玉箏凝眸瞧着，至于膝上的手紧了紧。此时临近酉时，忙碌一天的百姓或归家或出行，街道上人潮如织，正是拥挤的时候。让开，让开！竹风一路大喝，百姓见到景王府的标志，纷纷退至两边，生生避让出一条道。景王的车果然行得快些。到了江宅，陈太医下车，脚尖刚落地，就被追云、竹风一左一右扶着，快速进了江家。陈太医连江家的牌匾都没瞧见。江家下人跑在前面带路，江叔提着裙子追了几步，恍然想起还有3位贵客。王爷、公主、怡君，这边请。江叔将他们引到大厅落座，命婢女奉上茶水后，他才一步去江父屋里。陈太医凝神在给江父看诊，方医女同张大夫屏息敛声，立在一旁打下手，顺便观摩学习。探过脉搏和鼻息，陈太医让张大夫拆了江父头上包裹的棉布，查看致命伤口。糊涂糊涂啊！陈太医看后气得跺脚。张大夫和方医女不明所以，赶忙询问何处不妥。陈太医小心拖着江父的脑袋，指着后脑勺的伤口道：“他因后脑受创陷入昏迷，你们却让他仰面躺着，一直压着后脑的伤口，这能醒来才有鬼了。可不仰面躺，还能怎么躺？江父浑身都是伤，若侧躺，受伤的胳膊和腿也受不住。先把他的脑袋侧放，再命人去做个空心枕。”陈太医道。江叔闻言，立即去吩咐下人。方医女和张大夫如醍醐灌顶般对陈太医肃然起敬。医术深浅，与灵活的头脑和丰富的经验息息相关。如此便可醒来了？张大夫惊奇地问。陈太医瞪他一眼，吹着胡子道：“你当我是大罗神仙呢？先以银针刺穴，再重新上药包扎，后服以汤药调养。你们把他扶起来，我来施针。”陈太医从他的衣箱中取出银针，用烛火炙烤后施针。江叔和江母远远看着，大气都不敢出。江家叔伯一众人等在院中，不时朝屋里探头张望。他们几次想进去探看，都被江宁拦下了。阿姐说了，除了大夫和近身侍候的下人，谁也不能进这个门。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转眼天色渐暗，江家众人已在院中等了一个下午，失去了耐心。江宁，你看我们腿都站断了，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安个心可好？你们若是累了，可以去偏厅坐着歇息，也可以回家，不用在此站着。江宁守着屋门，寸步不让。你这孩子怎的这般不懂事？你爹伤重昏迷不醒，我们怎么可能放得下心离开？你们既知我爹昏迷不醒，那还有何可看的？这众人背对的哑口无言。江宁什么时候也这般伶牙俐齿了？走吧，不合适也不甘心，继续等着吧。腿又实在受不住了。江少河端出长辈的威严道：“里面躺着的虽是你爹，但也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有权进去探看。”说完，江少河给江家大伯江少华递了个眼色，两人一起往屋里闯。他们是长辈，江宁不敢对他们对手，两人对付江宁一个，定然能够进屋。太医再给我爹看诊，谁也不许进。江宁和上屋门挡在门口，冲里面喊：“阿姐，把门拴上，想进去，除非把门拆了。”江宁，你眼里可还有我们这些长辈？江少东指着江宁怒骂：“我若不是敬你们是长辈，早让下人将你们轰出去了。好啊，你日日去学堂，先生便是这般教你的，教你不敬尊长，忤逆顶撞。”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吵得江宁耳朵都要炸了。屋内施针的陈太医受到干扰，下针不稳，让江叔去处理。江叔打开屋门出来，复又将门合上。叔儿，你爹他怎么样了？醒了吗？大伯母一脸关心的询问。江叔扫了他们一眼，俏脸生寒道：“太医在给我爹诊治，需要安静，请你们出去等。”太医在皇宫，你怎么请来的？他真的是太医吗？你可别害了你爹。
江少河一边盘问一边给江叔扣帽子。江叔懒得再跟他们废话，直接喊来下人赶他们走。反了你们！你爹一倒下，你们姐弟俩就这般无法无天，到底是何居心？这里是我们家，你们处心积虑干扰太医给我爹治伤，你们到底是何居心？江叔冷声诘问，让下人强行将他们赶出了院子。被两个小辈强行驱赶，江少华、江少河觉得颜面无光，愤怒至极，在花园同江叔、江宁争吵起来。江叔和江宁想走，却被团团围住，无法抽身。他们毕竟是江家长辈，下人也不敢对他们动手。正是仰仗着这一点，江少华、江少河肆无忌惮的大闹，甚至扬手要教训江叔和江宁。上门欺主，本王倒要看看何人如此狂妄！玉贞阔步而来，声音冷沉凌厉，气势迫人。江家众人有些懵，不明白来者是何方神圣。大胆，见了景王殿下还不下跪！竹风厉喝出声。景王殿下！江家众人如梦初醒，赶忙下跪行礼。玉兰同孙义军将江叔、江宁拉到一旁，询问情况。得知这些人竟然质疑陈太医的身份，故意干扰陈太医救治江父，玉兰大怒，胆敢质疑干扰宫中太医，便是质疑皇室蔑视皇威，你们可是活够了！这语气气势，震得江少河等人浑身一颤，赶紧求饶。贵人息怒，我们并无此意，纵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蔑视皇威，质疑皇室，请贵人明察。玉兰没有表明身份，但一个景王就够他们吓破胆了。这里是上京，天子脚下，定然无人敢冒充皇族。只是他们想破了，脑袋也想不明白，江叔是怎么搭上景王的。第86章，分量。玉贞看向江叔，见他被欺负的俏脸涨红，胸口起伏不定，顿时怒从心起。追云，属下在，去衙门走一趟，让何大人带人来江宅，将上门闹事欺主、蔑视皇威的相干人等带回府衙大牢，关押3日，以示惩戒。是。追云领命去了。江家众人一听，登时吓破了胆，纷纷磕头求饶。然玉贞面寒如霜，不为所动，抬步走了。玉兰和孙义军也拉着江叔、江宁走了，几人一起去了江父的院子。江家众人想跟上去求情，被竹风拦下。谁再往前一步，休怪我不客气。竹风抽出别在后腰的虎头钩，拿在手上把玩，看着那锋利锃亮的钩子在眼前晃荡，江家众人害得面白如纸，当下不敢再造次。关3天就关3天吧，再闹下去还不知是什么下场。欺负自家人算不得什么，尚可辩解，可他们质疑太医、蔑视皇威，便无可辩。何大人来得很快，衙差押着江家众人过街时，引起百姓围观。江家众人从未这般丢脸过，全都低垂着头，生怕被人认出来。夜色茫茫，万家掌灯时，陈太医收起银针，让方医女给江父重新上药包扎。陈太医细致查看江父身上其他伤处，发现右腿腿骨断了，忙又给江父接骨，确认无其他重伤后，他才交给方医女处理，开了方子让张大夫去抓药。玉贞几人等在偏厅，江宁引着陈太医走了进来。王爷、公主。陈太医拱手见礼，坐下说话。玉贞道。陈太医落座，婢女奉上茶水，陈太医可得端起就喝。耐心等他喝完放下茶盏后，江叔急声询问：大人，我爹他怎么样了？陈太医长出口气，老脸凝重道：令尊暂无性命之忧，但何时能醒尚未可知。江父伤得太重，又被庸医耽搁了最佳救治时机，拖了几日能抢救回性命已是不易，只要能醒就好。江叔紧蹙的秀眉松开，高悬的心落回肚里。陈太医望他一眼，欲言又止。大人有话请直说。江叔的心又提了起来，紧张惶然。陈太医神色沉凝道：令尊的腿断了，需将养数月乃至1年，伤好后虽能走路，但与往日无可相比。再则便是头脑伤损伤严重，往后记忆思考可能会受影响。饶是早有心理准备，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当真听到时，江叔、江宁还是大受打击。但姐弟俩明白，江父此番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不易，不能再奢求其他。辛苦大人了。江叔俯身致谢。陈太医颔首示意，转而看向玉贞：王爷，江老爷的伤须每日银针刺血2次，但老夫在宫中还有药物，恐……陈太医放心，我会亲自向父皇禀明，你且安心在江宅住下，待江老爷醒后再回宫。玉贞一语定音，阻断了陈太医未说出口的话。陈太医心底一震，见玉贞面色坚决不容置喙，便知这恩人在玉贞心中分量极重。是。陈太医只能领命。对此，江叔感激不尽，赶忙吩咐下人给陈太医安排晚饭住处。玉贞几人起身欲离开，张大夫拿着陈太医开的方子寻来，说方子上有2味药江家没有，药铺也难以买到。那2味药极其珍贵难寻，江家没有储备也属正常。我府中有，你随我去取。玉贞同江叔道：多谢王爷。请医之事，玉贞已帮了大忙，江叔很是过意不去，
但舅父要紧，他别无选择，只能厚着脸皮随玉珍去取。至于欠下的桩桩恩情，以后慢慢还吧。陈太医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捋着花白短须，若有所思。天界事不可言，他还是洗洗手吃饭去吧，饿死他了。江叔本想留玉兰几人用饭，但三人都拒绝了，让他料理好家中事，不必管他们。出了江宅，孙一军还是上了玉兰的马车，让玉兰送他回孙府。江叔则上了玉珍的马车，随他去王府取药。走过一段长街，两辆马车分道而行。看着消失在人潮的马车，孙一军放下车帘，凑近玉兰低声问：景王殿下同阿叔有何渊源？今日玉珍对江叔的态度过于明显，孙一军便是个傻子也瞧出了不对劲。玉兰瞥了孙一军一眼，心知不告诉他定会胡乱猜测，只得如实道：江叔曾救过阿征。啊！孙一军惊得瞪圆了眼，难怪玉珍待江叔格外不同，原来竟是有救命之恩。孙一军感觉自己知道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这事连我父皇母妃都不知晓，你可明白？玉兰意味深长。孙一军闻言打了个冷战，举手发誓道：我一定保密，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说。他素来喜爱听秘密看热闹，这是头一次感到后怕懊悔，早知道就不问了。玉兰失笑：你忍得住吗？不问今晚睡得着吗？忍不住，睡不着。孙一军瘪嘴垮肩，对自己的臭德性深恶痛绝。玉兰无情嘲笑，笑声飘出车外，融入上京的繁华喧嚷中。江叔疲惫地靠着车壁，听着车外的喧闹声，神思飘忽，提心吊胆了一下午。此时静下心来，觉得空落落的。直到此时，他仍不敢相信他爹重伤昏迷。他多希望只是一场噩梦，醒来就好了。可是吓着了，见他神色不愉，玉珍温和出声，转移他的注意力。江叔抬眸，杏眼惶然惊切，似无助的孩子，让玉珍的心轻轻揪起。今日多亏王爷了。江叔声音微微发颤，带着浓浓感激。玉珍听得心头一酥，放缓了声音道：别担心，有陈太医在，你父亲会醒来的。江叔点头，他相信陈太医，也相信玉珍。想到陈太医之前的话，江叔平眉问：陈太医不回宫，可会让王爷为难？他不懂宫规，但他知道陈太医不是王府中人，不归玉珍管。宫中还有其他太医，陈太医缺席几日不打紧，不必放在心上。玉珍一脸的云淡风轻，好似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江叔闻言放了心。玉珍从旁拿出一只食盒，打开，递到江叔面前：我母妃做的芙蓉糕，我不爱吃，你尝尝。这不合适。江叔受宠若惊。第87章挑嘴。见江叔不肯吃，玉珍轻叹，故作惋惜。这点心最多放2-3日，不吃便浪费了。江叔怔了怔，迟疑着拿了一块道：那我尝尝，贵妃的心思不能浪费。玉珍牵唇，将食盒放到他边上。原本听玉珍说她不爱吃，江叔还以为是贵妃手艺不好，可尝了后他惊讶发现，这糕点丝毫不比九香斋的差。这般可口的糕点都不爱吃，他委实也太挑嘴了些。奔波折腾了半日，江叔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一口气吃了半盒。正当他觉得有些干腻时，一只打开的水囊出现在他面前。谢谢。江叔不好意思地接过，小口喝了起来。玉珍沉静地瞧着，唇角微扬，浮出笑意。喝完水，江叔把水囊递还给玉珍，搁上食盒。不吃了？玉珍挑眉问。江叔点头：我吃饱了，剩下的王爷自己吃吧，别辜负了贵妃的爱子之心。末了，江叔又补充道：王爷若是不爱吃甜的，可就着茶水吃，如此便不会发腻了。好。玉珍低低应下。肚子吃饱心不慌，江叔感觉心绪平静稳定下来，先前的惊惶空落，荡然无存。他深吸一口气，打起12分的精神。不论是好是坏，事已发生，忧愁都无用，只能从容面对。到了王府取了药材后，玉珍让追云驾车送江叔回去。临走时，江叔问玉珍：这药材是折成现银给王爷，还是等我寻了同样的归还？不急，往后寻到同样的归还便可。顿了顿，玉珍又道：若有需要，我府中还有，只管来取。他既答应给他，便从未想过要他归还，只是他知他心愧，便顺着他的话，让他少些负累。王爷大恩，我铭记于心，他日定当结草衔环以报。江叔抱住装着药材的锦盒，欠身行礼。玉珍墨眸微闪，心有期待道：好，我等着。江叔一愣，没料到玉珍会作此回答。想到陈太医还等着他怀里的药材入药，江叔同玉珍告别后上车离去。目送马车走远后，玉珍回到府中，看着桌上的食盒，牵起唇角。他让婢女端来热茶，如江叔所说那般，就着茶水吃剩下的芙蓉糕，果真没那么甜腻，顺口许多。主子，晚膳马上就来了。竹风以为玉珍饿了，玉珍瞥他一眼，神情惬意地吃着。竹风挠头，
不明白玉征今日是怎么了。玉征自来律己慎言，因太医说晚间吃甜食不利于身，是以多年来从不在晚上吃甜食。今日这是怎么了？难道真是饿坏了，还是太久没吃贵妃做的芙蓉糕想念了？玉征没有给他答案，竹风只能带着满脑疑惑去下饭。江叔回到江宅时，陈太医几人已用过饭，拿到江叔带回来的药材后，立即称量煎药。江母一直守在江父床前，不肯去吃饭。看着江母哭肿的双眼，江叔温声劝慰：“娘，爹一时半会醒不来，我们先去吃饭。”江母摇头：“你跟宁儿去吃吧，我吃不下。”江叔望了一眼床上的江父，凝了脸色道：“爹如今需要人照顾陪伴，娘若不吃饭饿坏了身子，谁来照顾爹？大伯三叔他们各怀心思，翘首以盼，万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只有娘守着爹，我才能放心。你放心，我一定会守好你爹，不让任何人有机会害他。”江母郑重保证。江叔握着江母的手道：“我相信娘，但娘要守好爹，就得先吃饱饭，否则爹还没醒，娘就倒下了。”江母闻言斟酌了片刻，终于起身同江叔去吃饭了。饭桌上三人都没有食欲，但江叔还是吃完了一碗饭，也让江母、江宁多吃些。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和精神。救回江父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接下他们还有许多事情要面对，比如照顾江父、处理宅中内务以及打理江家产业。依陈太医所言，江父需养伤近1年，伤后也不宜操劳，那江家生意便只能由江叔打理。可江家叔伯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想要掌权并不容易。前路艰难，道阻且长，只有吃饱了才有精力面对。第一次入牢狱，江家众人各种不适应，饭食简陋粗糙，难以下咽不说，7、8人挤在一间牢房里，没有床铺，没有桌椅，只能蹲坐于地。2月的天乍暖还寒，到了半夜温度急速下降，冻得他们瑟瑟发抖，只能挤挨在一起取暖。这里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我要回家。江云受不了了，起身跑到牢门处叫喊。听到动静的狱卒赶来，不耐烦地呵斥，让他们老实点，否则就鞭子侍候。江云拔下头上的金钗，哀声祈求：“钗大哥，我把这个给你，你行行好，放我出去吧。”看见金钗，狱卒眼睛一亮，贪婪地搓着手道：“上头打过招呼，放你走是不可能，不过我可以让你好过些。”江云满心绝望，颓然不甘问：“怎么好过些？”“一只钗换一床被子。”狱卒盯着江云手中的金钗，眼冒金光。江云闻言面色一冷，收回手，气恼道：“你当我傻吗？一只金钗换一床被子，你怎么不去抢？不识好歹！”狱卒唾骂着走了。江云气鼓鼓的回去，扑进他娘怀里痛哭：“娘，我不想待在这儿，我要出去，我要回家。”江李氏大眉丧眼，一脸哀戚：“娘也想回去，可我们得罪了贵人，这罪是非受不可了。忍忍吧，3天很快的。”平日里3天时间的确很快，一晃便过。可在这阴暗潮湿的牢狱里，时间过得特别慢，每一刻都是煎熬。到了后半夜，温度降得更低了，迷迷糊糊睡着的江云被冻醒，浑身发抖：“娘，我好冷。”江李氏也觉得冷，紧紧地挨着江少河取暖。江云受不住了，再次跑到牢门处大喊。被吵醒的狱卒脾气很不好，甩着鞭子凶恶咒骂。江云再次拿出金钗，哆嗦着讨好：“钗大哥，我用它换床被子。”看见金钗，狱卒脑袋顿时清醒了，盯着江云头上的另一只金钗道：“现在涨价了，得2只钗才能换一床被子。你是土匪吗？”面对贪得无厌、变本加厉的狱卒，江云气的下意识就想骂人。狱卒冷哼，语气凶狠不耐：“你到底换不换？”第88章豺狼。江云冷得牙齿打颤，实在熬不住了。想到接下来还有2个晚上，只能忍着气拔下头上另一只金钗，不舍得递了出去：“拿一床厚点的。”狱卒抽走金钗，喜滋滋地揣进怀里。片刻后，他抱来一床潮润脏污的棉被，打开牢门丢给江云。江云欣喜接住，一股刺鼻臭味迎面而来，他瞬间皱起眉头：“怎么这么脏这么臭？给我换一床干净的。”“妻，你当住客栈呢，这里是牢狱。”狱卒啐了一口，锁上门走了。江云抱着2只金钗换来的被子，愤恨地回到江李氏身边。母女俩将被子披在身上，紧紧裹住，人都要冻死了，也顾不得脏不脏臭不臭了。其他人见了，也纷纷找出身上值钱的物时，叫来狱卒换一床破被取暖。这一夜，几个狱卒高兴的不行，他们在牢中当差多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冤大头。终于熬过3日，江云急迫的大声嚷嚷，让狱卒放他们出去。吵什么吵？大人说了，少1刻钟都不行。等着吧，还有半个时辰。狱卒不耐地挥着鞭子，让他们老实点。这半个时辰是江家众人度过的最漫长的半时辰，时间似是静止了一般，让他们度时如年。受江父庇佑帮扶，锦衣玉食多年，早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众人，冷不丁受此灾祸，如身处地狱般苦不堪言。仅3日功夫，都瘦了一大圈。终于关够时辰，牢门打开，
踉跄着跑出牢狱大门时，他们才感觉又活了过来。这鬼地方，我就是死也不来了。江云蓬头垢面，似个疯子般，眼中满是憎恨。学识浅薄的江云不知道，这世上有个词叫一语成谶。有了这几日的牢狱教训，江家众人不敢再去江宅闹事，回家洗沐用饭后，只派了个下人去打听消息。可江宅大门紧闭，别说打听消息了，连门都进不去。休整了一晚，江少河觉得不能坐以待毙，同江少华商量，他们亲自去趟江宅。我们怎么说也是长辈，又是老二的亲兄弟，去探望理所当然，没理由不让我们进。行，走吧，不弄清楚这心里始终不踏实。两人达成一致，随意拎了点补品往江宅去。江宅位于闹街旁，门前随时有行人过往。兄弟俩打定主意，若是江叔不让他们进，他们就在门口编排他不孝，毁他名声，让他无法立足。只要他们不进江宅里面闹事不动手，就在外面叫嚷几句，天王老子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做足了准备，用力叩门叫嚷。紧闭的大门打开，管家将他们迎了进去。大爷三爷随我来。两人对视一眼，有些摸不着头脑，怎么跟他们预想的不一样？管事直接将两人带到江父的院子，站在敞开的屋门前道：大爷三爷请。这两人迟疑着没动，警惕问：江叔江宁让我们探看了。一切顺利的有些诡异，两人不敢贸然进屋，生怕里面有什么坑等着他们。管家点头，姑娘出门前吩咐了，大爷三爷来了可以探看。江少河听出重点，诧异问：江叔不在家？姑娘一早便出去打理铺子了，夫人和少爷在家照看老爷。管家如实道：那老二醒了吗？大爷进去瞧瞧便知。大哥，你先进。江少河礼让。江少华瞪了他一眼，一起进。想让他一个人跳坑，门儿都没有。两人提心吊胆进屋，警备的扫视一眼，好像没什么不妥。江少河胆子大了起来，抬步往内室去。江母和江宁扶着江父，陈太医在给江父施针，方医女在一旁打下手。二哥，江少河试探的喊了一声。江父紧闭着眼，毫无反应。江少华微诧，老二还没醒，这都多少天了，还醒得来吗？陈太医回头瞥了他们一眼，神情严肃，语气不悦：不要出声干扰老夫施针。两人立时噤若寒蝉，远远的看着，不敢再发出半点声音。上次他们就是因为质疑这个太医，才惹怒贵人，招来牢狱之灾。陈太医施针拔针近半个时辰，两人便一动不动的在屋里站了近半个时辰，出去使腿都麻了，两股颤颤。江母随他们一道出屋，在院中说话：二嫂，我二哥他一直没醒吗？江少河低声问。江母一脸悲戚的摇头，欲语泪先流。江少华假意劝了几句，问：那太医怎么说？江母用帕子擦干眼泪，悲声道：太医说10日内不醒，就再也醒不过来了。10日？两人听得眼中金光一闪，心思开始转动。二嫂你别太担心，二哥吉人天相，定会醒来的。是啊，有宫中太医在，老二一定会没事的。两人言不由衷的宽慰了几句，告辞离去。江母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甩袖冷哼：两条豺狼。今日的一切都是江叔事先安排好的。江叔知道他们不亲自看一眼定不会死心，是以故意让他们进来探看。为了稳住他们，也为了让他们露出狼子野心，特意告诉他们江父情况不容乐观。事实上，陈太医说江父这1、2日便会醒来。晚间，江叔回到江宅，听江母说了白日之事。江叔俏脸沉凝，笃定道：他们一定会有所动作。接下来几日我会很忙，娘和阿弟一定要照看好爹，除了陈太医和方医女，不能让任何人近身。爹醒了也不要声张。我晓得，你一个人在外也当心些。江母很不放心他，她一个姑娘家扛起江家产业本就十分不易，还要应对一窝豺狼，真是苦了她了。娘别担心，我会小心的。江叔信谋坚定，已做好了斗争准备。江家产业是他爹一手建立起来的，绝不能落入他人手中。江宁年纪尚小，又不懂营商之道，只能由他接管。待日后江宁长大了，再一点点交给他。为了接管江家产业，江叔起早贪黑，将每一间铺子都摸透，掌控于心。第2日晚间，江叔回府时，照例去看江父。母子3人坐在江父床前说着话。江叔给江父喂汤药时，瞧见他眉头似皱了皱。江叔激动不已，他怕自己看错了，赶忙叫江母和江宁来看。3人盯着江父的脸瞧了许久，什么动静也没有。难道真是他太累了出现幻觉了？3人有些失望。江叔深吸一口气，继续给江父喂药。一勺药下去，江父的眉头又皱了皱。第89章笑醒。江叔眨了眨眼，转头看向江母和江宁，见他们一脸惊诧，便知自己没有看错了。怎么阿姐一喂药爹就皱眉？江宁惊奇不已。江母了然道：你爹怕苦，最不喜喝药，定是苦着了。听闻此言，
江叔赶忙又喂了一勺药。果不其然，江父的眉头又皱了，眼皮也动了动。江宁看得神情激动，恨不得抢过药碗来一口给江父灌进去，这样肯定能直接把他爹苦醒。随着一勺勺汤药喂进去，江父眉眼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甚至手指也微微颤动。你爹要醒了，快去叫陈太医来。江母欣喜万分地吩咐江宁。江宁转身欲走，江叔赶忙嘱咐，把脸上的笑收一收，别让人瞧出来。江父情况尚不明朗，不宜让人知晓。江宁轻咳一声，收敛神情，重新做出悲伤模样，悄摸去请陈太医。得知江父因药苦而颤动欲醒，陈太医二话不说，让江宁掰开江父的嘴，塞了一块黄连进去。待黄连的苦味在口中化开，江父眉眼剧烈颤动，手指也拼命震动，似在努力冲破束缚。四个人八只眼睛期盼地盯着江父，暗暗给他鼓劲打气。终于，江父睁开了眼，哆哆嗦嗦张开嘴，奋力将嘴里的黄连吐了出来。真是神了，老夫第一次见昏迷的人能被苦醒。陈太医咂舌。江父刚醒，脑子还未清明，愣愣地睁着眼看着帐顶，苦得眉头打结。江母捡走江父吐出的黄连，端来茶水，用棉布沾了给江父洗口，反复洗了几遍后，又用勺子给江父喂了一杯茶水。江父的眉头渐渐舒展了。大人，您快看看，我爹可有不妥。江叔拉着江母让开位置，让陈太医诊断。陈太医先是探了探脉，后将手置于江父眼前，左右移动。江父的眼珠随着陈太医的手而转动。在陈太医拿了一片黄连药喂给他时，江父瞪大眼，死命摇头。爹的脑袋能动了。江宁惊喜出声。陈太医收回黄连，面露喜色，令尊已无大碍，休息片刻后便能说话，接下来只需服药静养便可。多谢大人。江叔三人鞠躬致谢，不胜感激。陈太医长舒口气，令尊醒了老夫的任务便完成了，还请姑娘明日安排辆马车送老夫回宫。这是自然，大人安心歇息一晚，明日一早我便让人送大人回宫。江叔连声应下，末了又请求道：家父醒来一事，还请大人帮忙保密。去把那个医女叫来，我嘱咐她些重要事项。陈太医神色怡然，为明日就能离开而高兴。江宁又脸起笑，绷着脸去叫来方医女。陈太医事无巨细，将如何治疗，需注意什么，如何助江父尽快恢复等等，都告诉了方医女。最后陈太医问：你可会银针刺穴？方医女含蓄点头，略懂皮毛。那你看我施针几日可记住了？大概记住了。行，你来施针给我看。陈太医让江宁扶起江父。江父虽清醒过来，脑袋能动了，但还不能说话，身体也不太能动，怔怔怔看着方医女拿着银针逼近，要往他头上扎。他想反拒，脑袋刚一动就被江宁摁住。爹，这是银针刺穴，能帮你快速恢复神智行动。江父睁圆了眼，鼻孔吭哧吭哧喷气。往脑袋扎针，那得多疼啊！快放手，臭小子！知府莫若期，江母温声劝告：老爷，你都昏迷了快10天了，要不是这银针刺穴，你恐怕都醒不来。一听这话，江父不抗拒了，闭上眼装死。方医女以往都只在人身上扎过针，第一次往人脑袋上扎，有些不敢下手。陈太医见了，在一旁低声提醒：找准穴位施针，下手稳、准、狠，切忌害怕犹豫。方医女闻言深吸口气，强行稳住心神后，看准穴位，学着陈太医之前的方法下针。陈太医目不错眼地盯着，指导施针顺序及下针深浅。击针过后，方医女放松下来，下针越来越果敢稳准。很好，是个学医的好苗子。陈太医赞赏点头。江父睁开眼，好像没有预想中那般疼痛难忍。头上施针完毕，陈太医又指导方医女给江父的断腿施针，刺激骨骼恢复。一遍下来，方医女手法精准，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她是个好大夫，医术精湛，你们可放心让她治疗令尊。陈太医对方医女评价极高，大人谬赞。方医女谦逊俯身行了一礼。这几日跟着陈太医，她学了不少东西，说是偷师学艺也不为过。陈太医很满意方医女谦卑的态度，欣慰道：你我也算有缘，这套银针便送与你了。方医女受宠若惊，赶忙再次道谢。陈太医笑笑，收拾好他的衣箱，回屋歇息去了。等待拔针的空隙，江叔三人同方医女一起商量，怎么暗中照顾江父不会人察觉。虽然江父院中留下侍候的下人都是信得过的，但将宅下人护卫尽百，难保不会有他人眼线。其他的都还好，最难的是吃饭。方医女皱眉，江叔沉吟着道：以后娘和阿弟改在屋中用饭，以娘染了风寒咳嗽为由，让厨房多送粥和汤。江父刚醒，身体极其虚弱，头几天都只能喝粥和汤。江父听着他们的话，很想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他们要这般警惕。他奋力张嘴吐声此字一出，几人全都愣住。
江父自己也愣了，他刚才想说的明明不是这个。阿姐，你听到了吗？爹会说话了。江宁一脸新奇。江母心疼道：“你爹饿了，快去厨房要碗粥汤来。”行，我这就去，就说我晚上没吃饱。江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晚上经常会饿，要点宵夜不会引人起疑。看着江宁离去的身影，想到他们说的粥汤，江父咽了咽口水。他的确饿了。昏迷这些日子，虽每日都有喂食汤水，但只能勉强续命，并不能饱肚。此时一恢复清醒，江父只觉饥肠辘辘，饿得头晕眼花。江宁回来的很快，拎着的食盒一打开，粥的香气便飘散出来。江父闻得食指大动，吧嗒着嘴喊：“吃！”第90章面目。方医女赶忙收了针，让江母喂江父喝粥。一碗粥下肚，江父咽足的叹了口气，终于感觉自己活过来了。饿死我了！爹，你能好好说话了？江宁一脸欣喜。江父瞪他一眼：“我之前是饿得没力气，又被苦得受不住，你们不给我吃饭就算了，还喂我吃黄连，是想苦死我吗？”江父奋声控诉：“呸呸呸！”江母焦急的连呸3声，嗔道：“你好不容易才醒来，可不能说这些不吉利的话。爹，你可冤枉我们了，要不是那片黄连，你哪能醒这么快？”江宁一脸委屈，丝毫不觉得有错。若是重来一次，他会喂2片，说不定醒得更快些。江父吹胡子瞪眼，询问他昏迷的这些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三人面上的欣喜瞬间消散，从江父昏迷后一点点说起。得知陈太医给他治伤，江家众人在外闹事干扰，甚至想动手打江叔江宁时，江父气得不行。江母赶忙抚着背给他顺气：“你别动怒，陈太医说了，你刚醒要平心静气，否则有可能会再次气昏。”“是啊，爹，我们之所以告诉你，是知道瞒不住你，不是为了让你生气。”江叔握着江父的手劝慰：“爹，你越生气，他们越得意，正中他们下怀。”江宁另辟蹊径的劝：“行，我不生气，不生气。”江父咬牙自语，怒气渐渐平息：“你们继续说。”他倒要听听江家这些白眼狼究竟都干了什么，竟敢趁他昏迷时欺负他的妻儿，他饶不了他们。大伯三叔这几日一定会有所动作，且看看他们到底意欲何为。江叔同江父合计，来一招引蛇出洞。行，爹现在这副模样，什么也做不了，都听你的。江父怅然长叹，既恼命运不公，也恨兄弟戏强。他想帮江淑芬丹出谋划策，可一动脑费神思考，便觉脑袋疼痛不已，只能什么都不想，静心养病。江家偌大重担压在江叔一个姑娘家身上，令人心疼又无能为力。看到江父头疼欲裂的模样，江叔更加坚定了要撑起江家，不让江父再操劳的决心。娘爹护了他20多年，现在该他护着他们了。一日一早，陈太医离开前让方医女再施针一遍。这次陈太医什么都没说，只在一旁观看。确认方医女能独自照顾江父后，陈太医放心走了。江叔送陈太医上马车，千恩万谢道：“车里给大人备了点谢礼，聊表心意，望大人笑纳勿弃。”陈太医看着知恩图报、谦逊有礼的江叔，想到那日玉铮的态度，笑得讳莫如深。待上车看到江叔准备的谢礼后，陈太医嘴角的笑更深了。车里只有一只1尺见方的木匣，里面装着100两黄金，黄金上面还有几张大额银票，加起来足有1万两。这只木匣的大小刚好能放进衣箱，能让他毫不惹眼的带回宫。出手大方，仪态端方，气度从容，思虑周到，此姑娘日后必定不凡。陈太医暗叹，不愧是能入景王和长公主眼的人。目送马车走远后，江叔折身回去：“姑娘，太医怎么走了？”门房下人好奇问。江叔婉叹：“宫中有诏，陈太医不得不回。”“那老爷？”陈太医说他尽力了，只能听天由命。江叔红了眼，眸眶湿润。江父醒来一事瞒得极好，有方医女和江母江宁照看，江叔十分放心，全心全意打理江家产业。眼瞧这个掌柜对江叔唯命是从，江家叔伯坐不住了，在江叔巡铺时找上了他：“叔儿，你一个姑娘，日日抛头露面，总归不好。再者，你年纪轻轻，经验不足，还是交给大伯和三叔来分担吧。”江叔听后心中冷笑，面上却不动声色，4两拨千斤道：“经验是一点点积累的，这些日子江家生意一切正常，足以证明我没有出错。可经营产业不是一朝一夕，也不仅仅只是这些寻常事，总会有风浪。你想的太简单了。”江少和一副为他着想的模样。江叔眸光一闪，有样学样道：“听闻云妹妹婚期将近，三叔有空该多上心云妹妹的婚事，终身大事可马虎不得。”末了他又看向江少华：“大伯母身体不太好，宣堂兄整日流连花丛，还未正经娶妻，大伯身为一家之主，该多关心归属，否则后继无人，挣再多家产也无甚意义。这是我们的家事，
无需你操心。被说到痛脚，江少华面色很不快。至于江云的婚事，也来得极不光彩。江叔分明就是在故意羞辱，江少和也很是恼怒。看着瞬间变脸的两人，江叔秀眉轻挑，神色冷然的回敬：江家生意也是我的家事，无需大伯三叔操心。你敬酒不吃罚酒！江少华气得甩袖。江少和装不下去了，露出本来面目道：江家产业是我们跟你爹一同壮大的，理当有我们一分。你若不要我们管，那就把江家产业一分为3，各管各的。对，一分为3，谁也不吃亏。江少华附和。好一个都不吃亏！江叔俏脸生寒，冷声鄙薄：当年我爹邀你们外出一同闯荡，你们不仅拒绝，还分文不借。后来我爹白手起家创立了江记，念在血脉亲情的份上，不计前嫌分你们铺子，让你们同享富贵。如今倒好，你们半点不知感激，反而妄图吞没江家产业，可有半点良心，就不怕天打五雷轰吗？你们口口声声说江家壮大有你们的功劳，可这些年我爹外出跑商时，你们无一次同往，出了纰漏时全都缩在我爹身后。你们倒是告诉我，你们究竟为江家做过什么？面对江叔的诘问，两人恼羞成怒，涨红了脸，却反驳不出一句话，只能胡搅蛮缠。这么多年，我们便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江家产业怎么也该有我们一份？人心不足蛇吞象，你们既要分家，那就把铺子交还，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江叔挺直了脊背，气势凌厉慑人。6年的侯门主母可不是白做的，晋安侯府的人他都不怕，又岂会惧他们？你欺人太甚！江少和怒而拍桌，力道过大阵翻茶盏，滚烫的茶水洒了他一手，烫得他龇牙咧嘴。第91章诬陷。面对咄咄逼人不留余地的江叔，两人气得面色铁青。你爹都不敢如此同我们说话，你简直是背宗忘本，不敬尊长，难怪会被晋安侯厌弃。江少华搬出长辈的身份威压，并以江叔的过往做法攻击。杏眸淡淡的地着他们，江叔反唇相讥。古话说上贤下孝，大伯三叔不妨先检讨检讨自身。至于我与晋安侯和离，是我厌弃他，非是他厌弃我。大伯若质疑，我们可去问问长公主，我的和离书上还盖着圣上御印呢。你！两人气结，脸红脖子粗的瞪着江叔，鼻孔吭哧吭哧似要喷出火来。僵持片刻后，江少华问：我再问你一遍，你可同意平分产业？休想！江叔眉眼凌厉，寸步不让。好，好得很，我倒要看看没了你爹，你一个女流之辈如何撑起江记。你既无情无义，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两人大放厥词后，愤怒离去。江叔望着他们的背影，俏脸沉凝。既已彻底撕破脸，那他们定然会不择手段。他要做好防患准备，应对他们使坏作乱。事不宜迟，江叔命伙计叫来各铺掌柜，告知商议。众掌柜虽忠心于江父，可毕竟与江少华、江少和打了多年交道，其中不乏有与他们交好之人，是以一时之间难以确信。大爷和三爷当真会对江记不利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如此做有何好处？江叔抿唇，愤声道：他们见我爹昏迷不醒，妄图平分江家产业，我不同意。这众掌柜面面相觑，东家生死未卜，他们毫不关心，竟还趁火打劫，实在过分。有人义愤填膺的怒斥：是啊，这些年他们手下的铺子遇了难题，也是东家去解决，他们几乎就是个只拿银子的甩手掌柜，如今这扳着时，让人寒心。姑娘放心，我们定然站在姑娘这边，绝不让他们得逞。听到他们的话，江叔心有触动，郑重承诺：诸位的忠诚我铭记于心，必不亏待。与众掌柜通气达成一致后，江叔照常打理生意，空闲时还去江少华和江少和手下的铺子巡查。此举就是要让他们明白，江家的产业不论由谁打理，都是江家的，能给出去也能收回来。他们若老实本分，就给他们一条活路；若痴心妄想，就什么也捞不着。江少华和江少和死守着自己手下的铺子，挖空心思煽动挑唆其他铺子的掌柜，甚至勾结供货商给江叔使绊子。江叔从容应对，见招拆招，发现背叛的掌柜直接辞掉，提拔铺中精明能干的伙计为新掌柜。如此一来，那些观望着蠢蠢欲动的掌柜不敢叛变，铺中伙计个个忠心卖力，想成为新掌柜。杀鸡儆猴，说儿这招用的甚好。江父喝着汤赞叹。江叔给他捏着腿道：所以爹你安心养伤，放心把江记交给我。江父闻言宽慰地笑了笑，抬眼看向一旁的江宁，有意道：你一个人过于辛苦，要不让宁儿跟着你，一边帮忙一边学习营商之道。江叔不是没有想过，只是江宁年纪尚小，又喜爱读书，恐不愿跟着他学。果不其然，听到江父的话，江宁立时将脑袋摇成了拨浪鼓。
我不想学经商，我只想读书。江父沉叹，可你阿姐一个人太苦了，你是男子汉，应当保护她才是。我努力读书，将来考取功名，能更好的保护阿姐，为她撑腰。江宁豪言壮志，目光坚定。他不学营商，并非不懂事，不愿为阿姐分担，而是他读的书和见的事让他明白，商人势微，再富也多方受制，所以他要用功读书，考取功名，入仕为官，做阿姐的靠山。只有这样，他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他们。阿姐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到的。江叔拍拍江宁的肩，感动的心中一片柔软。经历过高门贵族的轻视冷落后，江叔的想法与江宁一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若不入仕，只一味营商赚钱，财富越多便越危险，甚至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敛财容易守财难。哎，你们大了，比我们有想法，我们做不了你们的主了。江父欣慰叹气。江母趁机道：那你就什么都别管了，好好养身体，别让他们担心，比什么都强。是，你们说的都对，我听话行了吧？江父妥协认输。三人相视而笑，一家人和乐融融，像从前那般。每月初10是江记合账的日子，这一日各铺掌柜都会带着账薄到江宅，将账薄交给东家核查，汇报铺中事宜。江叔坐于厅堂主位，认真翻看各铺账簿，听掌柜们汇报，与他们商讨。大爷、三爷，姑娘在忙呢。管家的声音从厅外传来。江叔一抬头，瞧见江少华、江少和气势汹汹闯了进来。坐于两侧的众掌柜纷纷转头，不明所以的看着两人。好你个孽女，竟然勾结外人害死你爹，霸占江家产业，其行恶劣，人神共愤。江少和指着江叔怒骂。江少华也奋声指责：当日我们横加阻拦，你却伙同他人将我们关押入狱，残忍毒害亲父，其行恶独当诛。两人的话一出，众掌柜大惊失色，齐刷刷望向江叔。什么？东家死了？江叔放下手中账簿，杏眸森寒地盯着厅中两人，俏脸倏然变冷。我敬你们是长辈，一直给你们留着3分颜面，可你们竟罔顾亲情咒我爹死，还红口白牙的诬陷我，简直狼心狗肺，丧尽天良。哼，你爹是死是活，大家去一瞧便知。江少和煽动众人。那日他们来江宅探看，江母同他们说10日内江父若醒不过来，便凶多吉少了。如今10日已过，并未传出江父已醒的消息，他们方才去江父院中探看，下人也拦着不让他们进，必定有鬼。结合江叔近日的举动，他们猜测江父已死，江叔想独吞江家产业，故而瞒下了江父身亡的事实。一介女流竟想只手遮天，实在可笑。大夫说我爹需要静养，不能打扰受祭。江叔冷声道。江少华、江少和闻言越发肯定心中猜想，底气十足道：你们听听，他心虚了，不敢让我们去瞧。第92章反江。厅堂中一时鸦雀无声，气氛剑拔弩张。众掌柜，你瞧瞧我，我看看你。有一道：姑娘，要不带我们去见见东家吧？是啊，东家出这么大事，我们理该探望。江叔皱眉，没有立即回应。江家叔伯咬定他心中有鬼，猖獗的大声嚷嚷：今日若见不到我二哥，我们就去报官，告你谋害亲父。到那时，别说同他们争抢江家产业了，江叔死都落不到全尸。大招律法有定，凡不孝谋害父母者，判千刀万剐之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还之父母。江少华和江少和是想置江叔于死地。话已至此，不带他们见见江父是不行了。江叔起身，盯着江家叔伯道：我可以带你们去见我爹，但若我爹安然无恙，你们便从此脱离江家，与江记再无瓜葛。凭什么？江少华立时反驳：江记还由不得你做主。江少和嘲讽：不由他做主，难道由他们做主吗？江叔懒得与他们废话，带头往江父的院子走去。江少华、江少和与众掌柜赶忙跟上。见到江叔，下人不再阻拦，任由他们进了院子。进屋前，江叔提醒他们：我爹的病要静养，进去后不要喧嚷。众人点头应下，轻手轻脚进到屋内。屋中十分安静，江母在床前打盹，江宁在窗前看书。阿姐，他们来干什么？见到江家叔伯等人，江宁面色不济。江叔缓声解释：他们来看看爹，一会儿就走。江母被说话声惊醒，睁开眼看到这么多人，也是一愣。你们瞧瞧，我没说错吧？江叔谋害亲父，这就是证据。江少和指着躺在床上毫无声息的江父，言之凿凿。这众掌柜犹疑不定，什么证据？三叔可验证过了？江叔质问。江少和冷哼一声，上前证明。二哥，二哥！他一边喊一边盯着江父瞧，还伸出手去探了探鼻息。睡得正香的江父被吵醒，
不悦地睁开眼。二哥！江少河吓了一跳，猛然后退。这是诈尸了！看清眼前人，江父皱眉不快道：“你来做什么？”我来看望二哥。江少河磕巴，心虚地吞了吞口水。东家醒了，东家好好的。众掌柜喜不自禁，高悬的心落回了肚里。江少华争冲着喃喃自语：“怎么会呢？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江父瞥见屋中众人，让江母扶着他坐起身，不解道：“你们怎么都来了？”有忠心于江父的掌柜上前道：“今日是合账的日子，大爷三爷说姑娘害死了东家要报官，我们这才来一看究竟。”“谁死了？你们才死了！”江父瞪着江家叔霸气骂。两人眼神躲闪，嗫嚅辩解：“江叔一直拦着不让我们探望，又隐瞒了二哥已醒的事实，我们也是担心二哥，这才……”“呸！”江父啐了一口，毫不留情的唾骂：“你们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自己心里不清楚吗？趁我昏迷上门欺我妻儿，妄图吞没江家产业，叔儿不同意还给他使绊子，还诬陷他想报官，你们还有人性吗？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脑袋进了水，竟会拉扯帮扶你们，忘恩负义、狼心狗肺的东西！”江父一通怒骂，骂得两人耻辱至极，抬不起头来。到最后，他们恼羞成怒，愤怒指责江父：“江少东，你以为你很大方是吗？江家那么大的产业，你一点都不肯分给我们，只给了几间铺子让我们经营，就那几间铺子出的钱都不够你养下人的，你有拿我们当亲兄弟吗？江叔出嫁你陪嫁100多间铺子，大方阔绰的很，我们一母同胞兄弟几十年，你一间铺子都舍不得给，你还有脸说恩情？到底哪来的恩情？没错，你才是薄情寡恩、无情无义的那个人。爹娘早逝，要不是我拉扯你，你早饿死了。”江父听着他们的话，气得胸口起伏不定。江母江叔赶紧给他顺气，轻声宽慰。江富强压下怒气，看着露出丑陋面目的两人，咬牙道：“你们既说我无情无义，那从今日起便收回你们手中的铺子，从今往后你们与江记和我再无瓜葛，断绝关系可以，从前我拉扯你的情分，你得还。”江少华厚颜无耻道。江父愤愤咬牙：“行，我还你2间铺子。”江少和见状也持恩协报道：“小时候你高热不退，是我上山挖草要救的你。行，我还你2间铺子。”当年江父正是念着这些点滴，所以发达后将他们接来上京，让他们同享富贵。之所以不给他们过多铺子，是知晓他们能力有限，经营不好。这些年除了铺子的地契在江父手中，营收全归他们，足够他们在上京衣食无忧。却不想他们并不满足，反而还嫌他给的太少，从而憎恨上他。人心不足蛇吞象。江父今日才深明其意。江叔没有阻止江父给他们铺子，一是尊重江父的决定，二是成全江父心中的情谊，三是买一份清净。江家产业庞大，4间铺子实在算不得什么。撕破脸闹成这样，江少华、江少和知道多要也要不到，便愤愤甩袖走了。江父长舒口气，缓和了情绪道：“从今日起，江记由我女儿江叔做主，从今往后她就是你们的东家。”“东家，三思啊！”有人劝告。“我们并非不认同姑娘，只是她毕竟是个女儿家，年轻上卿，经验不足，恐无法撑起江记。”众掌柜纷纷进言，劝江父三思。江父目光沉静地望着他们，心平气和地问：“这些日子叔儿打理江记，可有不妥和纰漏？”众掌柜互看一眼，没有。江父得意微笑，老神在在的动情已经晓之以理。叔儿的确年轻，经验不丰，但我当年在他这个年纪时，江家还未有如此壮大，也并无他这般机敏果敢的应对处事能力。再则，你们也都瞧见了，我全身都还裹着布，断腿上不知何时才能恢复下地，脑子也时常疼痛，无法理事。江宁年少，对营商一窍不通，江记不交给叔儿，能交给谁？方才出去的那2个白眼狼吗？第93章东家。江父字字句句在理，众掌柜听得心服口服，再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来。静默片刻，有人担忧道：“女子经商虽有之，但都是小本生意，从未有过掌管如此大产业的女东家，怕是会引起对家轻视，从而对江记出手。难道这些年我掌管江记，对家就不曾设计坑害吗？”江父反问。此话一出，众人立马想到了去年的绸庄事件。东家说的有理，去年绸庄出事后，一开始我也曾质疑过姑娘的决定，可事实证明姑娘做得很好。与江叔深刻接触过的刘掌柜站出来力挺。有了刘掌柜带头，近日来对江叔心悦诚服的其他掌柜也相继表态。江父见状适时出声：“我明白你们都是为江记着想，但我如今这样实在没有旁的选择。我相信叔儿会打理好江记，若万一败落，也是江记的命数，与任何人无关。”话说到这个份上，谁也无法再说什么。毕竟江记是江家的，
想如何处理都是江父的自由。是，东家。众掌柜躬声应下。江父笑着提醒，这称呼该换人了。众掌柜一怔，转而向着江叔拱手，东家。这一礼便是承认江叔的身份了。今日耽搁大家时间了，我们现在就去核查剩下的账包，争取让大家早些忙完回去歇歇。江叔起身同江父道：爹你好好休息养伤，我去核账了。去吧。江父欣慰摆手。江叔同一众掌柜回到厅堂，眼瞧着临近午时，江叔吩咐下人让厨房备几桌席面。忙完刚好到饭时，江叔邀众人一同用午饭。众人对江叔的做法极其满意，心中越加认可诚服。下午，江叔趁热打铁，带着江父的印信和几名德高望重的老掌柜去收回江家叔伯手下的铺子。这一举动引起轩然大波，铺中伙计诚惶诚恐。他们叫了江少华、江少和10几年大爷三爷，早已认主。如今铺子突然被收回，那他们该何去何从？江叔没有当面告知他们，只让他们关了铺子，回去歇2日。这2日功夫，江少华、江少和找上他们，请他们到酒楼吃酒。大爷、三爷，众伙计一如既往的恭敬。2人很满意，招呼他们坐下。今日我们做东，大家伙只管吃只管喝，我们不醉不归。酒过3巡，众人天南地北的闲话说了一箩筐后，聊起了正事。老东家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任命大小姐为新东家，还收回了大爷三爷的铺子？是啊，我们跟着大爷三爷这么多年了，突然换主，可有考虑过我们？大家伙可还想跟着我们？江少华问。众人点头，自然是想的。江少和见此得意笑道：那大家伙就听我们的，保管不出3月，铺子就能重新回到我们手上。大爷三爷有何吩咐？江少华、江少和对视一眼，露出奸笑，低声说出他们的计划。众伙计听后提出疑问：这计策虽好，可必得留在铺中才能实施，万一新东家把我们解雇，该如何是好？不可能。江少华道：你们这么多人，他若都解雇，一时之间去哪找这么多新伙计？再则你们在铺中做活多年，对铺子了如指掌，他若换新人，一时半会很难上手。所以你们放120个心，他绝不会将你们都解雇。万一有那被解雇的，直接来找我们，我们不会让你们没活计。2人拍着胸脯承诺保证。众伙计放了心，与他们沆瀣一气，商讨着怎么给江叔设限。2日休整结束后，众伙计照常去铺子上工，可去到铺里，他们发现铺中竟有了新掌柜、新伙计。东家这是什么意思？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解雇我们，太欺负人了！众伙计怒气冲天，欲打砸铺子，报复出气。哎，大家伙别冲动，听我把话说完。新任掌柜赶忙拦下他们。东家说了，一切都按规矩来，无提前知会无故解雇，补偿3个月的工钱。大家伙的工钱都已备好，随我来摁印领取便可。掌柜招呼众伙计跟他去领钱。江叔江氏做得滴水不漏，便是他们闹到官府也无济于事。事已至此，众伙计别无选择，犹豫片刻，都跟着去了。领完钱，众人一同去寻江少华、江少和。大爷、三爷，我们都被解雇了，你们看看给我们安排什么活计？什么？你们都被解雇了？2人大惊，面色骇然巨变。是。众人将今早发生的事讲了一遍。这不可能，短短2日功夫，他从哪儿找来这么多人？江少华难以置信。我们也不知道，但铺中的确有了新伙计。大爷三爷若不信，可亲自去瞧瞧。江少和眼珠一转，顺坡下驴道：行，你们先回去，等我们把事情弄清楚了再去找你们。众人有些犹豫，大爷三爷，我们等着你们，可不能不管我们啊。是啊，我们对大爷三爷忠心多年，绝无二心。放心，等我们弄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伙一个交代。江少华、江少和敷衍打发走他们，迫不及待去铺子查看。2人在铺外晃悠，探头往铺里瞧，那不是南街的丁掌柜吗？江少华惊诧，那2个伙计我瞧着也有些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江少和眯着眼思索回想，对了，我想起来了，在江记东街的粮铺，我见过他们。江少和神情激动，十分笃定。东街的粮铺，江书正与钱掌柜议事，新伙计可招到了？招到了，今日已经在跟着老伙计做事了。东家放心，不出半月就熟悉上手了。钱掌柜道。提起这次的换伙计掌柜一事，钱掌柜对江叔佩服得五体投地。9间铺子，9个掌柜，几10名伙计，若2天内全招新的，便是能招齐人手，但不熟悉铺中事务，也会影响生意，多出纰漏。所以江叔另辟蹊径，未用一个新人。第94章承诺。一朝天子一朝臣，江叔怎会给江少华、江少和留下可乘之机，让他们来坑害他？
他故意关铺休整2日，趁这2日功夫更换掌柜伙计，不能用新人，那就全用老人。江叔先从江记其他铺中抽调掌柜，再从铺中提拔能干伙计为新掌柜，然后从每间铺子里抽调1、2名老伙计，跟着掌柜去接管收回的铺子。如此一来，虽换了铺，但都是老伙计，对江家事务熟悉，轻易便能上手。至于抽走伙计的铺子，招1、2个新人很容易，且有老手带着，也不会影响铺中生意。江叔此举不费吹灰之力，便瓦解了江家输败的阴谋，赢得江记众掌柜的大力赞赏。江少华、江少和不死心，一口气将西街的几间铺子跑了个遍，亲眼所见后恨恼不已。这死丫头片子，我们低估她了。2人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计策，却因伙计全被解雇而无法实施，气得他们咬碎了牙。奸计败落，沮丧颓废的2人随意进了间酒肆喝闷酒。老三，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江少华味同嚼蜡的吃着下酒菜，眉目皱得能夹死苍蝇。江少和猛然灌下一杯烈酒，咬牙下定决定道：去找方老板，跟他合作。他想要江记的产业，我们也想，既然目的一致，那就联手。死丫头不让我们好过，他也别想好过。2人面目狰狞，心中无半丝血脉亲情。临近午时，江叔忙完铺中事宜，顺路去了翠云楼。哟，江大东家，今儿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江叔一踏进翠云楼，玉元就阴阳怪气的调侃。自从江父离京跑伤，江叔顾着江继就甚少过问翠云楼，而江父出事后，江叔更是一次都没来过，仿佛忘了他是翠云楼的老板。可江叔不好意思的轻咳一声，恭维道：这段时日辛苦玉世子了。哼，再让我一个人看店，我可得多要份工钱。玉元双手抱胸，捏斜着眼，不悦哼哼。江叔讪笑，带着几分讨好问：玉世子想要多少工钱？啥？玉元一愣。江叔摸了摸鼻子，面露愧色：我往后可能也甚少有空，翠云楼就交给玉世子了。什么？玉元瞪大眼睛，用小指掏了掏耳朵，我没听错吧？你要当甩手掌柜？江叔无奈叹气：我也不想，可我刚接手江记，分身乏术。哼！玉元冷哼甩袖，转身上了楼。傲娇的玉世子生气了。江叔深吸口气，正准备跟上去哄，忽听身后响起小二迎客的声音：景王殿下，您来了。江叔闻声回头，瞧见玉征带着追云逐风走了进来，四目相对，2人皆是一怔。王爷，楼上请。江叔脑中灵光一闪，忽然有了主意。他哄玉元很难，但玉征哄玉元就很容易。亲自将玉征引到雅间落座，江叔满面感激道：多亏王爷相助，我爹才能化险为夷，往后王爷来翠云楼吃饭都记我账上。玉征闻言墨眸微挑：你要请我吃一辈子饭啊？江叔愣了愣，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可又说不上来。是，王爷大恩无以为报，只能以此聊表心意。那我若天天来呢？这一辈子可还长？玉征墨眸定定地凝视着他，观察他的反应。江叔弯唇一笑，大方爽快道：只要翠云楼在，王爷只管来。那若翠云楼不再获易主了呢？玉征问。江叔懵了，他想的是不是太远了些？还是说他喜欢让人请他吃饭？他的癖好可真奇怪。脑子快速转了转，江叔试探道：那我就请王爷去旁的酒楼吃可行？请一辈子？江叔别扭点头。好，你可要信守承诺。玉征满意笑了。江叔感觉怪怪的，但转念一想，不过就是吃饭而已，便是翠云楼真不再获易主了，他也请得起。且不说他还要请玉征帮忙，就仅凭这次救回他爹，他请玉征吃一辈子饭也是理所应当。王爷今日想吃些什么？我来给王爷安排。玉征不答反问：你吃了吗？还未。玉征听后眸光一亮，低刻道：一个人吃无甚食欲，你陪我一起吃吧。行，玉世子也没吃，我叫他一起。江叔随口应下，心想着正好借机让他帮忙哄劝玉元。墨眉微拧，玉征的神色机不可察的凝了凝。王爷想吃什么？江叔锲而不舍地问。玉征语气淡淡吐出2字：随便。许是玉征一向待人冷漠，又许是他的身份摆在那，江叔并未察觉出有何不妥，只当玉征无所偏好。那我就让厨房上一桌招牌菜。王爷喝酒吗？喝什么酒？随便。那就喝点蜜酒吧，佐餐适口，玉世子爱喝。江叔自顾自地说完，便去吩咐小二了。玉征坐在雅间里，眷帘紧绷，在心底暗暗给玉元记上一笔。看来得想点办法，不能让他们走太近，有过多机会接触。莫一会儿，江叔回来了，俏脸堆笑的开口：王爷，我有一事相求。何事？玉征心不在焉。江叔搓着手道：
我接手了江记，无暇再顾及翠云楼，只能让玉世子一个人照看打理。他恼怒生气了，王爷可能帮我哄劝哄劝。玉铮一听，神思瞬间清明，毫不迟疑的应下：好，此事交给我。他正愁找不到法子呢，真是天赐良机。那我现在就让人去叫玉世子过来。江叔长舒口气，心中的一块大石落下。他虽不需翠云楼这点产业，但这毕竟是他自己开的酒楼，对他有独特意义，不想轻易放弃。江记是责任，翠云楼是理想。酒菜上来时，玉元也来了，江叔给他们倒满酒，举杯赔罪。哼，你别以为拿真哥当法子，我就会原谅你。玉元傲娇的别过头。玉铮瞥他一眼，端起酒杯道：喝酒。哦。玉元听话的端起酒杯，同玉铮碰杯。江叔会意，赶忙将自己的杯子也凑了过去，三人一起碰了杯。玉元愕然睁大眼，气呼呼道：你凑什么热闹？我真哥叫你了吗？我喊他一同用饭的。玉铮接话。第95章陆宅。玉元拿玉铮没办法，气得瘪嘴说不出话，仰头喝闷酒。他一喝完，江叔便趁机道：玉世子喝完酒，可不能再生我气了。哼，一杯酒就想打发我，本世子可没那么廉价。玉元拿起筷子愤愤吃菜。那你要如何？玉铮放下酒杯问他。玉元不满：铮哥，你干嘛要帮他说话？咱俩才是亲兄弟。堂的。玉铮提醒。那也是一脉相承、血浓于水的亲兄弟。玉元固执的回。末了看向江叔道：怎么也比跟他亲？那可不一定。玉铮墨眸闪了闪，没说话。见玉元似乎没那么生气了，江叔告错道：抛下翠云楼，不管是我不对，但我实在分身无术，只能劳玉世子多担待。你当初让我跟你合作时，不是这么说的。玉元愤声指责。江叔自知有错，退让道：翠云楼的盈利，我多给玉世子1成如何？这可比工钱高多了。按翠云这几个月的营收来算，1成的盈利，1月少说也有200两，比他的月例还多出不少。有钱能使鬼推磨，没人会跟银子过不去。玉元端持道：那得从这个月就开始算，上个月的我就不跟你计较了。是，玉世子大人有大量，我自愧不如。江叔给他倒满酒，说了几句恭维话，这事儿总算过去了。忙了一上午，江叔也饿了，专心吃起饭来。玉铮出身皇族，有食不言寝不语的习惯，正经吃饭时也不说话。玉元虽不守规矩，平日同他那帮朋友吃饭喝酒时高谈阔论，但在玉铮面前他收敛许多。三人规矩吃着饭，屋中陷入安静，只剩下杯盘交错的声音和细微的咀嚼声。桌上有一道鱼放在玉铮和江叔中间，玉元伸长手夹了几次，玉铮和江叔却未动一块。你们都不吃，跟我换一下。玉元端起一盘食蔬，示意江叔把鱼给他。江叔看向玉铮：王爷不吃鱼吗？玉铮颔首：不吃，给他吧。江叔把鱼端给玉元，接过食蔬放下。玉铮动筷去夹食蔬，江叔也伸出筷子去夹。两人微愣，旋即相视一笑。蔬菜送进口中时，江叔想起他之前见玉铮吃过鱼，那他今日怎么不吃？江叔细细观察，见玉铮雨露均沾，什么菜都吃一些，他悟了，许是今日菜多，他又不太喜吃鱼，所以便没吃吧。如此想着，江叔也没放在心上。饭后送走玉铮，江叔也赶着去巡铺。走之前，他特意叮嘱玉元和掌柜，往后玉铮来吃饭都记他账上。掌柜诧异不解，却识相的没有多问。至于玉元，他虽不知道玉铮同江叔的渊源，但他知道这次玉铮帮江叔救了江父，是已没有多大意外。哎，这酒楼往后就是我一个人的了。玉元伸着懒腰感叹：辛苦玉世子了。江叔朝他拱了拱手，抬脚走了。看着他匆忙离去的背影，玉元轻叹着嘀咕：这么能干一姑娘，靖安侯是瞎了眼吗？捧着珍珠当榆木，真是有眼无珠。等着吧，有他后悔的时候。江叔巡铺奔走于上京各处，难免会遇到熟人。下午巡铺到南街时，江叔撞见了沈长泽。真是冤家路窄。江叔下意识拧眉。听闻你接手了江记。沈长泽率先开口：与你无关。江叔抬步欲绕过他，经过沈长泽身边时，沈长泽抬手抓住他的手臂。靖安侯自重。江叔奋力挣开，防贼似的退开几步。沈长泽面色有些难堪，沉声道：你一个女子穿着男装抛头露面，已然不像话。现如今还成了江记东家，日日游走于上京各处，同各路男子打交道，实在不成体统。听到这话，江叔被气笑了，忍不住爆了句粗言：关你屁事！你怎可这般粗言秽语？沈长泽似被惊雷劈中，满面震惊，不敢置信。他定是同那些粗鲁的生意人打交道，跟着他们学坏了。看着沈长泽那虚伪的嘴脸，江叔讥诮道：你要实在闲得没事干，就想法子多赚点钱，
赶紧还我！你……沈长泽被堵得哑口无言，对江叔很是失望。短短数月，他怎么变得满身铜锈，再无半点端方大度？不还钱，少来恶心我！江叔厌恶透了沈长泽，一句话都不想同他多说，像躲瘟一般快步走了。街上人来人往，江叔很快便引入人群，不见踪影。沈长泽失魂落魄地收回视线，迈步往文香醉去。侯府一大家子等着他养活，欠江叔的银子也还未还，全都指着文香醉，可得细心经营。傍晚，沈长泽忙完回府，程景初照旧迎了上来。见沈长泽手里拎着一个纸包，程景初问：“夫君买了什么？”江叔走后，侯府便盛程景初独大。小产做完月子后，他便从沈母手中接回了掌家权。沈长泽主外，他主内，他很满意这种生活。面对笑脸相迎的程景初，沈长泽心中并无多大欣喜，浓眉微皱道：“令姨这几日没什么食欲，我给她买了点酸果脯，夫君给秋霜吧，让她送给徐姨娘。”程景初给秋霜递了个眼色，秋霜上前去拿，沈长泽却避了避：“我自己去，正好看看她。”也行。程景初面色一僵，努力维持着笑容：“那夫君快去快回，我等着你一同用晚膳。”“不必等我了，你自己用吧。”沈长泽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望着沈长泽高大挺拔的身影，程景初男声自语：“男人为何要三妻四妾呢？都说酸儿辣女，徐姨娘瞧着是要生个少爷呢。”秋霜捏手垂头，不敢应声。自从小产后，程景初性情大变，旁人可能看不太出来，但作为贴身婢女的秋霜却是一清二楚。寻常事倒还好，但一提到徐令仪腹中的孩子，程景初就变得阴狠诡异。他自己不能生了，自然也不想让别人生。可徐令仪很谨慎，无事不出松兰院，程景初送去的东西他也不吃不碰。沈长泽又时常去看望他，让程景初无从下手。徐姨娘的月份已经大了，这1-2月便要生产，稳婆可找好了？程景初问秋霜。秋霜赶紧回道：“已找好，过几日就来侯府侍候。”程景初闻言满意一笑，他可以容许徐令仪生下腹中孩子，但绝不容许在徐令仪再有孕了。第96章为敌。第96章为敌。天气一日日变暖，绸庄将蜀锦冬衣收了起来，换上春装售卖。卖了几日，问题便出现了。这日江叔到绸庄巡查，刘掌柜一脸焦急忧惶。蜀锦做冬衣甚好，但做春衣和夏衣远不及丝绸，所以我们还是得寻丝绸原商才行。方家去年挖走了江记最大的丝绸原商，让江记的丝绸断了货。后来江父联络了几个小绸商，勉强支持过冬季。可眼下换季后，丝绸需求量变大，小绸商供应的那点货远远不够，江记必须找到新的原商才行。刘掌柜跟随我爹多年，可有认识知晓的原商？此事迫在眉睫，江叔也很是头疼。刘掌柜摇头，寻原商得去产地，怕是得东家亲自跑一趟。与原商合作姿势甚大，一般都是东家亲自前去，一来当场验货确认品质，二来了解原商诚信，互相交底，才敢确定合作。否则货品质量和供货一旦出现问题，很是麻烦，掌柜根本担不起这个责。江叔思忖片刻，下定决心道：“行，我亲自跑一趟，但我经验不足，还请刘掌柜与我同行。”不说别的，仅是辨认丝绸种类和品质，江叔就远不及刘掌柜眼光毒辣。再者便是定价和压价，江叔也不甚清楚了解，他便是再有天赋，也需学习积累经验。好，东家准备何时出发？刘掌柜满口应下，比江叔还急迫。绸庄生意好坏直接关系到他的工钱多少，他自然十分积极在意。就这几日吧，我回去向我爹取经，交代一下各铺事宜便出发。江叔早便知道接手江记后必定要外出跑商，但他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傍晚回到江宅，江叔顾不上吃饭，立即去找江父取经。听完他的话，江父喟叹：最好的丝绸产地当属江南，可此去路途遥远，为父实在有些不放心。娘也不放心，非得你亲自去不可吗？一想到江叔要奔劳吃苦，可能还会遇险，江母就忍不住红了眼。江父已经这样了，江叔若再出点什么事儿，那他可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要不就让刘掌柜去吧，实在谈不妥，绸庄生意不做也罢，性命要紧。江母想着江家产业庞大，少了绸庄生意也不打紧。江父被他的想法惊无语了，这不是因噎废食吗？江叔耐心解释道：跑商是必须的，便是这次不为绸庄去江南，下次也会为粮铺去别的地方。可你从未出过远门，娘实在不放心。江母眼中已有泪意，儿行千里母担忧。江叔明白江母的为母之心，拿出手帕给江母擦了擦泪。江叔温声劝慰：娘，别胡思乱想，我会格外小心的，我绝不会像爹那样冒险，一定等雨停了再赶路。一句话把江母逗得哭笑不得。跑商虽辛苦，倒也没那么危险，
我这次纯属意外。江父理性劝告，这样的意外，但凡遇上一次就够悔恨终生了。想到江父死里逃生的不易，江母还是忧心忡忡。他甚至在想，把江家产业全卖了，换来的银子也够他们挥霍一生了。可理智提醒江母，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江叔也不会答应。娘说的对，我谨记娘的教诲，一定特别小心注意，杜绝一切意外，平平安安的回来。江叔再三保证，江母勉强同意了。江叔松了口气，向江父请教跑商经验和技巧，怕江母听了又心生忧虑，便让江宁拉着江母走了。父女俩畅谈到月上树梢，江父该喝药休息了，才恋恋不舍地结束谈话。翌日，江叔同各铺掌柜交代，做出门准备时，刘掌柜着急忙慌地寻来了。东家，不好了，那几家小仇家也被方家抢走了。什么？江叔大惊，方明旭究竟想干什么？为何总要跟江记过不去？江叔俏脸灵素紧绷，决定找方明旭问个明白。似是料到江叔会找他，方明旭并无多大意外。两人到茶楼要了间雅室，江老板先请。方明旭笑着让江叔先落座，江叔可笑不出来。坐下后冷着脸开门见山问方老板为何要与江记过不去？可是江记得罪方家了。江老板多虑了，江家与方家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方明旭如实道。江叔不解，那方老板为何要针对江记？非也。方明旭摇头，一脸正色道：我是个商人，一切都只为利。这几年盐市行情不佳，自然要想点旁的出路。除了时，这上京城也就蜀绸庄最赚钱，大家各凭本事而已。方明旭笑得很无耻。江叔隐忍着怒气质问，既是各凭本事，方老板为何要抢走江记的供货商？方明旭闻言失笑，这不也是个凭本事吗？江叔虽聪明，但太天真。做生意本就是尔虞我诈，你争我夺，哪来那么多规矩道义？那方老板为何挑江记下手？柿子要捡软的捏，江老板连这都不懂。杏眸定定地瞧着方明旭，江叔从他眼中看见了毫不掩饰的轻视与嘲讽。做生意确然味力不错，但这世上的商人也分儒商和奸商。方明旭此人唯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压根不是一路人，没什么好谈的。受教了。江叔起身欲走，方明旭叫住他，朝他举杯道：江老板茶还没喝呢，方老板自己喝自己结账吧。留下这句话，江叔利落开门走了。他好像很生气啊。方明旭望着江叔愤然离去的身影，悠闲地品着杯中茶。从茶楼离开后，江叔去寻了与江记交好的黄记绸庄东家。经过一番商议，江叔以多出进价1成的价钱向黄记购买少量丝绸，维持江记绸庄的基本需求。大侄女，你动作可得快些，这天气一日日变暖，对丝绸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我最多也只能帮你支撑1个月。黄老板语重心长，若非与江父交好，他是绝技不会伸出援手的。毕竟分给江记多少，他自己便要少赚多少。友情不能以金钱衡量，自然也不能与生意挂钩。我明白，多谢黄伯父。江叔深鞠一躬，以示感谢。方明旭说江记是软柿子，他会让方明旭明白，软柿子捏了也会沾染一手之水。第97章同往。第一次出远门跑商，江叔忐忑又期待。当他的马车驶离上京时，玉征方收到消息，他去跑商了。去往何处？玉征神情激动地站了起来。暗卫回禀道：江南。上京离江南千里之遥，这一去恐要月余。她一个女子，虽带了护卫，但离开这么远这么久，玉征始终不放心。副手踱步请客后，玉征让暗卫跟上去保护江叔，他则在一堆文书中翻找什么。今年的江南怎么这般太平，什么事也没有？一旁的竹风听得挠头，江南太平不好吗？大招百姓安居乐业，海晏和亲不是主子的夙愿吗？玉征闻言扫了竹风一眼，绷着倦脸不说话。追云思索半晌，拱手道：江南位于淮河末游，每年到了雨季极易发生洪涝水患，今年的雨季即将来临，当去巡查淮河河堤，预防水患。玉征听后墨眸霎时一亮，当即拍桌道：对，事关数万百姓身家性命，本王该亲去巡查，防患于未然。这么点小事，哪用得着主子亲去？大老远的多累啊！竹风满脸都写着不值当。玉征瞥他一眼，出去绕王府跑10圈。为什么？竹风愕然睁大眼，眼中透着清澈的迷茫。玉征再瞥他一眼，20圈。竹风不敢说话了，用委屈迷惑的眼神看向追云，绝望地往外走。他到底哪句话说错惹主子生气了？追云眼观鼻鼻关心，身姿笔挺的像颗白杨。这日王府下人忙完手中活计，全都挤在偏门侧门耳门看竹风跑圈。多少圈了？你们数了吗？我数了，第10圈了。有人估算了下时间，惊叹道：半个时辰跑10圈，竹风大人好厉害。
景王府占地面积甚广，寻常人绕着跑一圈少说也得1刻钟。主要王府后院有片园子，50多亩呢，加上王府前院，足有70亩，20圈跑下来可不轻松。这一日，竹峰成了王府最亮的风景，像只大黑鸭似的绕着王府飞了1个多时辰。只是飞到后面鸡圈，它的速度明显变慢了。20圈跑完，竹峰瘫倒在王府后院的草地上，远远看去像具死尸。追云拎着茶壶出现，走到竹峰身旁后踢了踢他，张嘴。竹峰闭着眼张开了嘴，追云倾斜茶壶，壶嘴流出琥珀色茶水，飞入竹峰口中。一壶茶见底，竹峰睁开眼，撑着手坐了起来。主子为什么罚我？追云哀叹，谁叫你没眼色，不知主子心事？主子有什么心事？竹峰心生好奇，瞧着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模样，追云觉得好笑。主子担心江姑娘的安危，想去保护她，你看不出来？怎么看？竹峰真诚发问。追云无奈仰头看天，察言观色，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你往后管住嘴，少说话，总不会错。哦。竹峰闷头应下，末了似醒悟般道：那主子是不是要去江南？还算没蠢透。追云说完，拎着空茶壶走了。竹峰又躺了下去，茫然望天，觉得主子的心思好难猜。翌日早朝，玉征当朝请旨，亲去巡查淮河河堤，以防江南水患。皇帝同满朝文武皆惊，不明白玉征此举何意。近年来大招国泰民安，唯有天灾无可控制，尤其是江南几乎年年遭遇水患，儿臣怀疑地方官员修筑河堤不力。下月便进入汛期，为防江南水患，百姓流离失所，儿臣请旨亲去督察河堤修筑。皇帝听后征询百官意见。周太傅站出来道：景王殿下所言甚是，每年江南水患造成数万百姓受灾，赈灾银高达几十万两，与其年年赈灾，不如将这银子花到加固河堤之上。臣等附议。有了周太傅带头，便相继有人出面赞同。行，这事儿便定下了，由景王替朕亲临，巡查加筑河堤，暗查贪官污吏，寻访民意。皇帝一语定论。太子党惶惶不安，赶忙站出来道：此事滋事甚大，景王殿下一人恐顾不过来，臣以为当加派人手随景王殿下同往协助。哦，吴爱卿想举荐谁？龙椅上的皇帝看透一切。吴大人硬着头皮道：工部侍郎孟静凡。皇帝龙目扫向后方，孟爱卿可愿同往？被点名的孟静凡出列，躬声道：臣愿听从陛下圣令，协助景王殿下。行，那你就一起去吧。皇帝无未定下，末了递着百官问：可还有人要一起去？周太傅道：景王此次亲临，定会引起贪官污吏的不满，为景王殿下的安全考虑，请陛下让殿前都指挥利州伯婿同往，随身保护景王安危。周太傅考虑的甚是周到，准了。皇帝满意颔首，周太傅的话可是说到他心坎里了，他最疼爱的儿子可不能有半点损失。下朝后，玉征去后宫同玉贵妃辞行。什么？你要下江南？年过40保养得宜的玉贵妃眼角不见一丝细纹，一袭水影红蜜之金海棠花宫装，衬得她雍容端庄，美丽动人。便是身处在百花争放的后宫，她也能独秀一枝，盛宠不衰。母妃别激动，而臣此去并无危险，最多1月便会回京。玉征温声安抚。玉贵妃美目瞪了他一眼，臣道：你次次都先斩后奏，哪儿容得我同意不同意？他此来不过是知会他一声，根本没给他留反对的余地。圣上也是，怎么就由着他胡闹呢？听说江南物产丰富，母妃可有什么想要的？儿臣给您带回来。玉征试图转移注意力。玉贵妃极爱美，胭脂首饰衣裳，只要是漂亮精致的，她都喜欢。虽然宫中有各地进贡什么也不缺，但民间来的新鲜玩意儿总是让人格外喜爱。你看着买吧，多买些新鲜玩意儿，给你阿姐和月儿也带些。玉贵妃嘱咐。提起玉兰，她眉眼尖隆上，心疼愧疚。你阿姐不容易，这辈子怕是只能困在平西将军府，没旁的指望了。你多疼疼她。我知道，母妃别想太多，阿姐她没有怪过你。玉征安慰了几句，告辞离宫。他还得去平西将军府走一趟，然后赶紧回王府收拾准备。江叔已经先行了1日，他最快也要后日才能出发，中间隔了3日，怕是追不上了，只能江南见了。第98章契机。第一次出远门，江叔对外面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新鲜。休整落脚时不嫌累的四处看，坐在马车里赶路时也撩起车帘，探出脑袋往外看。姑娘，外面的景色真漂亮啊，山山水水都跟上京不一样。谭玉咂舌惊叹，眼中满是惊艳。说了多少遍，在外面要叫我东家。江叔无奈提醒嘱咐：是东家，小的记住了。
谭玉在心中反复默念：他们是男人，他们现在是男人。离上京越远，风景便越别致旖旎。恰逢春日，万物都在蓬勃生长，生机盎然，叫人瞧了心中欢喜。一路上主仆俩就没闲着，一人趴一边车窗，新奇的欣赏沿途风景。晚上到城镇客栈落脚时，若天色还早，江叔都会出去逛一逛，看看当地的商铺，了解一下各地人情商机。一连赶了8日路，临近江南时，忽然落起了雨。东家是找个客栈歇脚等雨停，还是继续赶路？车夫带着斗笠请示。江叔想起他对江母的承诺，皱眉道：找个客栈等雨停了再上路。是。车夫应下，到就近的镇子落脚。镇子不大，却有好几间客栈，专供南来北往的过路人歇脚。江叔捧着姜汤站在窗前，平眉望着雨幕出神，希望这场雨不要下太久，明日就能重新上路，否则行程耽得太久，江记绸庄必定断货。东家，午饭好了。谭玉推门叫江叔下楼吃饭。江叔回神，下楼一边吃饭一边听客栈里的人闲聊。王老板这病来得急，也来得怪，好好的人忽然就卧床不起了。那王公子乍然接手家业，懵懵懂懂的啥也不会，我看王家离衰败不远了。哼，把偌大家业交给一个花天酒地的纨绔，不败落才稀奇呢。只可怜那王少夫人，听说都要临盆了，这往后可怎么过哟？江叔听他们说的唏嘘，不由好奇打听：几位兄台，你们说的这是何方热闹？小弟怎么没听过？几人闻声望向俊俏面善的江叔，心生好感，大方解惑。就临安府王家，大名鼎鼎的绸商，临安府排名前3的产绸大户。临安府产绸大户，听到这几个字眼，江叔杏眸一亮，这不正是他们要去的地方，正是他们要寻的丝绸原商吗？江叔来了兴致，让店家给几人上了一桌好菜好酒，向他们细细打听。几人吃了江叔的酒菜，王家的事又不是什么奇闻密谈，便一股脑儿把知道的全说了。2个月前，王老板忽然得了怪病，一病不起，寻遍临安府所有名医都束手无策。王家偌大家业一下子落到王老板的独子身上，可那王公子是个只会吃喝玩乐的败家子。仅仅2个月的时间，王公子已搅黄了好几扇大生意，令王家丝绸囤积滞销，急得王老板病情越发严重，听说都吐血昏迷好几回了。照这么败下去，不出3、5年，王家就到了。要我说，王公子干脆别做什么生意了，直接把家产卖了挥霍度日，还能滋润的过一辈子。哎，也不知王老板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得了这么个败家子。如此说来，这位王公子的确是不成器。江叔恶叹，同为商人，他很能理解王老板的纠结痛心。辛苦挣下的家业突然变卖，定是难以割舍。可若苦苦支撑，恐也撑不了多久。或许他可以去捡捡便宜。王家机智的筹货，正是江记所急需的。且不论长远，先解决燃眉之急要紧。望着屋外的雨，江叔越发心急，只盼望着今日下够了，明日就别下了。心有所忧，便难以安枕。这一夜，江叔睡得很不安稳。好在第2日雨停了，江叔心中大石落下。赶路时，在马车里打了一上午盹。这里到临安还要多久？午饭歇脚时，江叔啃着馒头问茶摊摊主。摊主面目和蔼，一边给他们倒茶，一边道：若马车行得快，后日上午能到。多谢。江叔端起碗喝茶。这一路行来，他总算体会到他爹跑商时有多不易。风餐露宿，车马劳顿，吃不好睡不稳都算不得什么，最磨人的是赶路的心焦。越靠近目的地，江叔的心便越急迫。东家别急，心急易错易乱，尤其是与原商谈判时，一定要稳住心性。经验丰富的刘掌柜低声劝诫。江叔听得一怔，这才意识到自己急乱了。他听从刘掌柜的劝告，深吸口气，强行收敛心神。马车一路疾行，终于在第3日上午赶到了临安府。一行人寻了客栈安顿好，下午江叔便同刘掌柜出去巡逛。不愧是丝绸产地，丝绸铺遍地都是。江叔逛了几家后感叹。刘掌柜道：产地货品繁多，品质参差不齐，不擦亮眼很容易买到次品。再则小铺货量有限，不适合合作。我们去王家绸庄瞧瞧吧。江叔深表赞同，决定不再浪费时间。他们一路打听，装作客人走进王家绸庄，仔细挑看铺中丝绸。王家作为临安府3大绸商之一，按理说当客满盈门才是。可江叔他们进去转了一圈，发现铺中并无多少人。几位想要什么样的布匹？伙计舔着笑脸问。江叔没有说话，以眼神示意刘掌柜开口。刘掌柜扫了一眼铺中货品，摆出行家姿态道：我们想要高品上乘货。伙计十分机灵，一下听出他们不是本地人。再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和通身气质，定不是普通顾客。几位贵客稍等，
我去叫掌柜来。伙计匆忙去叫来掌柜，几位楼上请。掌柜将他们迎到楼上客座，奉上茶水。趁江叔几人喝茶的功夫，掌柜是探问，不知几位贵客从何处来。上京。江叔如实道，他们的口音十分明显，便是不说掌柜怕是也能听出来。询问不过是试探他们的态度罢了。听到上京两字，掌柜眼睛一亮，笃定道：几位远道而来，定不是为了买几匹布，当是为寻货源而来。与聪明人打交道就是简单，不用拐弯抹角。掌柜既知晓，便将你们铺中的上品货拿出来瞧瞧吧。刘掌柜放下茶盏起身，请跟我来。掌柜将他们引到内室，展示王家家底。第99章较量。江叔几人进到内室，看青屋中陈列的瞬间，立时被惊到了。一排排一列列入目之处摆放着的全是丝绸，就连墙上也挂着绸布。江叔看得眸光一亮，抬手一匹匹轻抚，这丝滑微凉的触感，满目琳琅的花色款式，饶是江叔见惯了丝绸，也还是为之震撼。刘掌柜在江记经营了小半辈子绸庄，也从未见过这么多式样花色。临安三大绸商并非浪得虚名，这里面陈列的便是王家所有丝绸，其中有3种是王家独有。掌柜在一旁结印。哦，那3种？江叔一听便来了兴趣。高门显贵为了彰显身份和独特，最喜稀有或独有之物。若能寻到稀有丝绸，惹高门贵族青睐，那江记绸庄定能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公子请随我来。掌柜将他们带到里侧，这便是用王家独门秘技织染出来的丝绸，整个临安府独一份。临安府独一份，那这天下便也是独一份。江叔怕自己不识货，让刘掌柜上前过目长眼，细看光泽，轻柔听声，触摸肤感，摩擦感温。掌柜在一旁瞧着，目露赞赏。几位一看便是行家。江叔笑道：不敢不敢，我们是成商，你们是原商，这些技巧在你们面前都是班门弄斧。公子谦逊。掌柜进退有礼。刘掌柜仔细验看过后，朝江叔点了点头。东家，这些都是上品货。掌柜听到刘掌柜对江叔的称呼，笑脸微讶。这般年轻俊俏的东家真是少见，不知是何方神圣。希望是个大商户，能多买走些绸货。行，那我们去外边谈吧。江叔抬脚往外走。几人来到客座坐下，掌柜略有些急迫地问：不知公子要购多少绸货？这得看你们的出货价来决定。若是贵了，便少购些回去试试；若便宜，那就多要些。江叔细品着西湖龙井，神色从容悠然，并不着急。掌柜也是人精，挑明道：上京离临安族有2000里之遥，公子劳顿至此，定然是大需或急需。我王家绸货不论是品质还是价格，都是临安府最公道的，公子可去打听打听。江叔淡笑不语。刘掌柜适时接过话头道：上京乃天子脚下，贵人满地，吃穿用度皆是最精良之物，若非上品，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刘掌柜此话是在告诉掌柜，他们先前卖的绸货品质也不差，同时也是在暗讽王家绸货一直未入上京，也未见得有多好。两人你来我往，暗中较劲，互相试探对方虚实底线。江叔和谭玉喝着茶，默默聆听学习。见两人较量的差不多了，江叔搁下茶盏道：来的路上听闻了王家的一句闲话，说王老板病重，少东家不善经营，不知可有此事？江叔说得很含蓄，但掌柜明白他既能说出此话，便知悉事实。深深看了他们一眼，掌柜神伤点头，可怜老东家一番心血。哎，江叔赶忙道：我问此别无他意，只是想知道王家绸货能供应多久。说实话，王家绸货品质甚好，他很想与之长期合作，可按王公子的行事之道，恐无法如愿。几位既已听闻王家之事，我便也无所隐瞒。说实话，我也不知将来会如何。掌柜摇头，重重叹息。江叔也不强求，只谈眼下道：若我们要的多，价格掌柜可能做主。这掌柜迟疑了一瞬，慎重道：公子先草定下所需品类数量，再将底价告知于我，我去问询老东家。王老板重病卧床，微末小事都由掌柜和王公子做主，只有大买卖才会劳王老板费神决策。行，拿纸笔来吧。江叔干脆果断，并不拿瞧。王家等不起，江记也等不起，没必要互相拖延为难。纸笔拿来后，江叔直接让刘掌柜写。江记绸庄向来由刘掌柜负责，所需货量和价格，刘掌柜都比他更清楚。将写好的纸张交给掌柜后，江叔起身道：掌柜事忙，我们便不打扰了。公子慢走。掌柜送他们下楼，顺道问了他们的落脚客栈。从王家绸庄出来后，天色还早，江叔决定再去逛逛其他绸铺。走了没多远，在闹街看到一家气派绸庄，
铺前人竟人出络绎不绝。江叔和刘掌柜对视一眼，抬脚走了进去。他们虽想买王家的货，但也并没有把握一定能成。再则，王家不能长期合作，只能暂时供货，他们还需另寻援商。几人进铺挑看了一番，问了问价格，也向掌柜询问了下合作定价。掌柜姿态散漫，只当他们是问着玩，随意敷衍了几句。江叔也没有计较，出来后又随意往前逛。方才那家绸庄生意甚好，恐价格偏高难以压价。刘掌柜细致分析。江叔点头，我们再看看其他家，也不一定非盯着前三的名头。临安府前三的绸庄品质自然是好，可排名再后的也未必不好。之前与江记合作的原商便不甚有名，但货品质量过硬，从未出过差错。若非方家挖角，江既定会与之长久合作。江南水乡就像从画中映出来的一样，真美啊！谭玉不懂生意，只顾着欣赏美景。江叔闻言也细瞧起来。与热烈繁荣的上京不同，临安秀美如画，充满了诗情画意，瞧得人心旷神怡。三人继续往前走，天色渐沉，落日与晚霞交相辉映，提醒赶路人夜幕将临。主子，前面就是驿站，天马上就要黑了，只能在此处落脚歇息。追云打开车门，向玉征禀报。玉征闻言看向前方，莫眉微拧着点了点头。按10日计算，他应当已到临安了，而他们还需2日。接到临安后，要先巡查河堤，定下修筑事宜，不知何时才能得空去巡他。莫谋看向天边落日，至于膝上的手紧握成拳。玉征虽焦急，但也知孰轻孰重。此行虽有徇私之嫌，却也是真心想防治江南水患，为百姓谋福祉。是以玉征压下心中情绪，一切以政务为先。第100章纨绔。入夜，王家绸庄掌柜到王宅向王老板禀明情况。他们可是嗨，真心够货。王老板靠坐在床榻上，边说边咳。掌柜点头，将货单呈上。我派人尾随，他们一直在逛绸铺，定是急需且大需。鬓容满面两颊消瘦的王老板点头，看到价格后皱起了眉，这价太低了。嗨，王家从未卖过如此低价，可库中积滞了太多绸货，若不抓紧售出，织染坊那边就只能停工。顿了顿，掌柜又道，更重要的是，以少东家的声名行事，如今少有人愿与王家合作。若无人合作，那王家绸货便会一直积滞，织染坊也就会一直停工。到那时，且不说赔赚与否，底下的工人定要闹事。工人一闹，王家离败落也就不远了。唉，王老板哀叹一声，思索片刻后沉痛道：“就这个价，嗨，让他们与王家长久合作，嗨，少赚总比卖不出去好。便是王家不在意，底下的工人也等不起。是，明日我和少东家一道去找他们协商。”掌柜应下，让王老板放宽心，身体要紧，也不知我还能活多久。王老板怅然沉叹，实在放心不下他那个孽子，便是死了也难以瞑目。翌日傍晚，掌柜带着王公子一同去客栈找江叔和刘掌柜。白日掌柜曾差人到客栈问了2次，江叔和刘掌柜都不在，想是出去寻绸铺了，只能晚间来找。到了客栈，江叔和刘掌柜还未回来，掌柜要了一间雅间，点了酒菜候着。约莫等了2刻钟，酒菜上桌后，江叔和刘掌柜还未归来。王公子不耐烦了，什么人这么大排场？他到底是不是诚心的？等这么久还不见人影，我看多半是逗你玩。少东家再等等，天马上就黑了，他们定然快回来了。掌柜耐着性子劝慰。王公子将腿搭在旁边的凳子上，一脸不屑颐指气使。我告诉你，最多再等1刻钟，他们要不来我立马走人，我还约了人去醉红楼谈事呢。掌柜闻言紧沉着脸，垂下的眼中满是愤懑和鄙夷。醉红楼能谈什么正经事？扶不上墙的浪荡子。门外的江叔和刘掌柜听到屋中传出的言语，轻摇着头敲响了门。快请进。掌柜迅速打开门，看到江叔和刘掌柜如同见到了亲人般激动。王公子漫不经心抬头，在看见江叔的瞬间惊愕住，这般年轻俊俏的东家，怕是比他还要不靠谱。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2位请坐。掌柜将2人迎到桌边坐下，边吃边谈。还未请教2位是上京哪家商号？江记，上京5大商号之一的江记。掌柜震惊不已。是。江叔一脸镇定从容，语带骄傲。他并非骄傲他是江记东家，而是骄傲江记是他父亲的功绩，名冠大招。失敬。掌柜赶忙举杯赔礼。王公子也听过江记的名头，当下看江叔的眼神有些不一样了。注意到他的视线，江叔扫眸回看，打量这位传闻中的纨绔子。王公子生得俊秀，衣着华贵，但双眼无神，身形瘦削，有一种放纵过度的病态。略扫了一眼，江叔便移开了视线。
他只谈生意，对王公子其人并无兴趣。双方都诚意十足，便没有互相为难，谈得十分顺利。只是听到掌柜提出要长久合作时，江叔和刘掌柜沉默了。掌柜见状，心生忐忑。王公子自以为聪明的出声质问：江记那么大的商号，总不会1年就进一次货吧？既然长期虚货，为何不能达成长期合作？三人听闻此言，不约而同看向王公子。为何不能？你心里当真没点数吗？掌柜面色讪讪，笑容有些僵。王家诚心想与江记合作，保证供给江记的货品最优，价格最低。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江叔思忖半晌，有些勉强道：若要长久合作，也不是不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江老板请说。定期时需注明，若王家供货出现任何问题，合作立即终止，且王家需加倍赔偿江记损失。江叔实在信不过王公子，但他们今日出去转了1日，也没有找到比王家更好更便宜的筹货，是以江叔想铤而走险，与王家合作试试。当然，以防万一，他不会拴在王家一棵树上吊死。若是以往，掌柜定然立即应下，且拍着胸脯保证王家不会出任何问题。可现在老东家倒下了，少东家接手做主，掌柜心中无底，不敢轻易应承。他只是个领工钱的，可担不起这个责。不就是加倍赔偿吗？我答应你，我来跟你定钱。王公子自得意满地掏出王家印信，以示诚意。这2月他搅黄了几桩生意，都笑话他无脑无才，只会花天酒地的败家。他这回定要谈桩大买卖，证明给所有人看看，他也是能干大事的。王公子爽快，我敬你一杯。江叔温笑着端起酒杯，把压力风险都给到王家，便是出了差错，江记也不会有过大损失。此次合作不亏，来干！王公子兴奋地与江叔碰杯，一饮而尽。一旁的掌柜见他如此，轻轻摇了摇头。罢了，比起搅黄生意，谈成生意总是好的。双方定气后，王公子搭着江叔的肩膀，兴致勃勃道：你这人干脆，我喜欢。走，我请你去醉红楼，咱们接着喝。江叔闻言面色一黑，不着痕迹地推掉王公子的手挽具。我赶了10几日的路，着实吃不消，就不扫王公子兴致了。王公子像是听不懂，自以为体贴道：那你先歇2日，过2日我再邀你去。江叔只得跟他打哈哈，说过几日再说。好不容易送走王公子，江叔长舒口气，揉着额角回屋沐浴歇息。紧绷着心赶了10余日路，身心俱疲。线下一放松下来，江叔睡得格外沉，甚至还做了一个旖旎又香甜的梦。早上醒来时精神抖擞，嘴角还挂着笑。谭玉见了忍不住好奇，东家这是梦到什么了这般高兴？可没什么。江淑清咳一声收敛神情，做出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模样。谭玉撇嘴，他才不信呢。第101章，难搞。江记急需筹货，是以江叔和刘掌柜用过早饭，便去了王家筹庄。验货后协商日期装运去上京。第一次装运量大，两家又是初次合作，为免对接出错，刘掌柜决定亲自押运，省去许多麻烦。晚饭时，刘掌柜有些不放心地问江叔：“东家一个人可以吗？”江叔点头：“这2日我跟你学了很多，辨别品质应当没有问题。再则，你后天才走呢，明日我们还可以再巡1天。”刘掌柜闻言稍稍放了心：“快吃吧，听说西湖夜游美如仙境，我们也去瞧瞧。”江叔兴致勃勃，好不容易来一次临安府，可得好好欣赏感受一番。谭玉一听，低头猛扒饭，恨不得现在就走。江叔看得好笑，倒也不用这么急，噎死我可不负责。嗨嗨！谭玉成功被呛到，刘掌柜赶忙倒了杯水给他。蠢丫头！江叔无奈笑骂。谭玉气鼓鼓的，却又无法反驳。三人吃完饭，随意带了几名护卫，便朝着西湖去了。临安府富饶美丽，除了各地商人，还吸引来许多游览山水的文人墨客。江叔他们到湖边时，湖中已飘满游船画舫，船舟挂满彩灯，远远看去像一朵朵彩莲盛开在湖面，真美啊！谭玉看的眼睛都直了。东家，我们要那艘。江叔循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秀眉轻皱：“我们不到10人，要那么大一艘太夸张了，低调点。”谭玉看中的是一艘2层豪华画舫，足以容纳几十上百人。江叔觉得过于招摇，便要了艘单层简约的。他虽不差钱，但出门在外还是谨慎内敛些好，免得招人惦记惹上麻烦。交了钱上了船，谭玉像个孩子似的四处乱跑乱看。江叔走到船尾，感受4月的和风，欣赏西湖夜色。船靠近湖心时，谭玉指着一艘3层画舫惊叹：“什么人这般招摇？”江叔摇头：“不知，你小声些，别叫人听见了。能包下这么大画舫的，定然不是普通人。”谭玉深知此理，赶紧噤声。主仆俩仰头望向画舫顶层，
觥筹交错欣赏歌舞的一群人暗暗咂舌，真是奢靡。让开让开，你们挡道了！画舫上的护卫大声呵斥，让湖心周围的游船避让开路。真霸道！谭玉不满的小声嘀咕。江叔也觉得画舫上的人有些过于无礼。那艘画舫行驶的速度极快，有几艘游船避让不及发生碰撞。江叔所在的游船被殃及后失去方向，不受控制地撞上了画舫。停！一声巨响，江叔的游船被画舫顶了一下，猛烈的冲击力险些让江叔和谭玉掉进湖里。怎么回事？画舫上的玉珍问。林安府府尹赵仁贤赶忙询问护卫，随后禀明玉珍道：有艘不长眼的游船撞上了画舫，惊扰了王爷。玉珍闻言吩咐身后的竹风去看看船上的人有没有事，可有人落水。是。竹风领命去船沿查看。此时江叔和谭玉受了惊吓，已躲进船舱。竹风只看到几名护卫，他高声问了一句，得到答复后去回禀玉珍：主子，无人落水。玉珍颔首，让画舫长长眼，行慢些，别冲撞惊吓到百姓。赵仁贤一听，老脸一红，有些挂不住。玉珍虽没有直接斥责他，但如此明显的当众反讽，也够让他难堪了。在座除了孟静凡和周伯旭，还有几名临安府官员，以及赵仁贤的侄女赵曼莹。赵曼莹年方18，身姿曼妙玲珑，眉目如画似出水芙蓉般清丽脱俗，有临安府第一美人之誉。赵仁贤让她来做陪玉珍，其意不言而喻。王爷宅心仁厚，爱民如子，曼莹敬佩不已，敬王爷一杯。赵曼莹执起玉杯，眸光娇柔地看着玉珍。玉珍两眼盯着桌上的菜，神色淡漠地伸手去夹。本王饿了，先吃菜。是，王爷和两位大人一路辛劳，定然饿了，先吃菜。作陪官员出声圆场。赵曼莹举着酒杯的手有些僵，黯然咬唇收回手。这么大年纪还未娶王妃的人，果然不解风情，难伺候得很。要不是叔父那没法交代，他真想起身走人。好不容易熬到游湖湾，赵曼莹想溜之大吉，却被赵仁贤一个眼神制止。王爷和两位大人劳顿至此，明日先放松休整1日，我让曼莹带王爷逛逛临安府。赵大人，玉珍眷脸灵肃的提醒，我们此来是为修筑河堤，并非玩乐。今夜之举已然不合规矩，若再如此，本王可要参你一本了。啊！赵仁贤错愕，没料到玉珍如此难搞。王爷恕罪，下官一时失言。玉珍睨他一眼，沉声道：下不为例，明日一早便去巡查河堤。是。赵仁贤抬袖擦了擦额上冷汗，再也不敢自作主张。赵曼莹默然看着，在心中嘲讽鄙夷。回去后，失了颜面的赵仁贤将赵曼莹叫到跟前训斥：你今夜怎么回事？叫你把景王哄开心陪高兴，兴许还能捞个侧妃当当，你怎么就不上心？赵曼莹垂手听着，轻声辩解：叔父您也看到了，非是我不愿，是王爷不愿。一个巴掌拍不响，他能怎么办？赵仁贤冷哼，面目狰狞的警告：叔侄一场，别怪我没给你大路。若不能攀上景王，你便只能嫁给巡抚大人。赵曼莹一听，捏紧了手心。那巡抚都50多岁了，大腹偏偏油光满面，像头烤猪，让她嫁给他，不如死了干净。可她还没活够，一点儿也不想死。看来她得想办法脱身了。次日，玉珍几人在赵仁贤的陪同下去巡查河堤。1日巡查下来，发现诸多问题，赵仁贤惶恐的满头大汗。他想了满肚托词应付，玉珍却什么也没问，叫人摸不着头脑，越加胆战心惊。回去后，玉珍命人拿来图纸，同孟静凡商议修筑河堤事宜。此事一定要尽快，江南的雨季说来便来，时间不等人。玉珍肃声道。孟静凡点头，下官今夜便将修筑事项拟定好，赵大人安排好人手，明日便能动工。事关数万百姓身家性命，一定不可偷工减料。玉珍严厉叮嘱。王爷放心将此事交给下官，下官一定事必躬亲，绝不出半点纰漏。玉珍听出弦外之音，墨眸微挑。你的意思让本王不用亲自督工？第102章圈套。屋中气氛立时变得紧张沉毅。赵仁贤观察着玉珍神色，没出息的吞了吞口水，大气都不敢出。即便他远离上京，但也知道朝中分中太子党和景王党两派。很显然，孟静凡是太子党，此言分明就是想独揽功劳，为太子争名。可景王又岂是那般好糊弄打发的人？更何况人都已经亲临了，孟静凡竟还想独揽功劳，简直就是从老虎嘴边拔虎须。他不怕死，他还怕呢。剑拔弩张地对峙了片刻，孟静凡拱手道：修筑河堤脏污不堪，工人又都是粗鄙之人，恐冲撞了王爷。再则王爷身份贵重，亲临督工会令工人惶恐慌张，不利于事。不愧是御前朝臣，这一番话说得有理有据，漂亮又恭敬，赵仁贤佩服不已。果然，
玉征听闻此言后，面色缓和下来，拢眉沉吟道：“孟大人言之有理，但修筑河堤乃本王提出，又亲临至此，若出了半点差错，本王都难辞其咎。且孟大人事务繁多，总有不察之时，为防万一，就让周大人协助孟大人督察，必能万无一失。可周大人武功高强，是圣上特派来保护王爷安危的，若离了王爷左右，那王爷的安危……”孟静凡一脸黄忧。玉征负手扬眉：“本王有禁卫保护，孟大人不必担忧。再则孟大人身负要职，恐有人加害，周大人随同也能护孟大人周全。多谢王爷体恤下官。”话已至此，孟静凡找不出理由推拒，只能拱手作揖道谢。以保护之名行监视之时，且周伯旭什么都不用干，便能分走一半功劳。这场较量终究是景王棋高一招。周伯旭静立一旁，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更没有半分讶异，似是早便料到结局。孟大人既不用本王协助，那本王就不打扰孟大人了。玉征说完，抬步离开，没有半点留恋犹豫。孟静凡看着玉征潇洒离去的背影，紧抿着嘴，神色复杂难辨。他怀疑他中了玉征的圈套，但没有证据。孟大人可有什么需要下官做的？赵仁贤也想溜。孟静凡递了他一眼，沉声道：“赵大人召集好工人，明日便动工修筑。”是，下官这边去安排。赵仁贤应下后去了。屋中只剩下孟静凡和周伯旭，两人大眼瞪小眼。孟静凡深吸口气道：“这里是官邸，下官很安全，周大人可回去休息。”没关系，我不累。孟大人快开始吧，当我不存在就成。周伯旭拖了把椅子到角落坐下，闭目养神。孟静凡瞥了他一眼，憋着一肚子气，认命的在案前坐下，根据河堤图纸拟定修筑事宜。无事一身轻，玉征回屋后便让追云去寻暗卫，了解江叔的动向。看着面露笑意的玉征，竹峰挠着头问：“主子当真不管河堤修筑了吗？”竹峰不明白，玉征向来是以正事为先，今日怎的如此反常？玉征扫他一眼，唇角轻扯：“孟静凡是工部侍郎，修筑河堤乃他的职责和长项。我除了督工，并不会其他。管与不管重要吗？他为抢功独揽大权，那若出了差错，也要独担大责。是以他定然会格外谨慎，不敢有半点懈怠偷工。再说了，周大人不盯着他吗？别忘了，我们来此还有别的要事。”主子英明。竹峰听后敬佩的五体投地。天色渐暗，玉征站在窗前眺望远方，盼望着追云早些归来，护他安危也是他此行的要事之一。送走刘掌柜后，江叔和谭玉回客栈吃晚饭。谭玉鼓着腮帮子，边吃边问：“东家，我们明天还继续逛绸铺吗？”江叔咽下口中食物，摇头：“听说临安府有座灵隐寺特别灵验，我想去拜拜。东家是想求佛祖保佑老爷吗？”谭玉福至心灵：“还有娘和江宁，我希望他们都平平安安。”提起家人，江叔面色柔和带笑：“家人是他的软肋，他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次日一早，江叔和谭玉带了几名护卫，乘马车往灵隐寺去。灵隐寺位于西湖方向，上山的路上很是热闹，有坐马车牛车的，也有挎着香烛徒步的，有三三两两说话的，有独自一人面色悲戚的，有一脸贪婪欲望的，有面容平静欣赏沿途风景的。不论何种人，在佛前跪下祈求时，都是虔诚恭敬的。每个人心中都明白，佛祖保佑不了天下苍生，满足不了所有人的心愿，但佛前那一拜，能给予人信念和期盼，能赋予人在绝望无助时坚持下去的力量，这便是拜佛的真正意义。马车行驶到山门，江叔和谭玉下车，提着装满香烛的篮子，仰头看着长长的石阶，准备上去。然他们走了没两步，刚到石阶跟前，就被不知从何处窜出来的瘦弱少年狠狠撞了一下，香烛洒了一地。谭玉赶忙扶稳江叔，柳眉一竖，欲开口斥责：“你这……哎呦，我腿好疼啊，救命啊！”谭玉刚开口，撞他们的少年躺在地上，抱着腿大声哭嚎。主仆俩一愣，一时没弄明白情况。“哎呦，疼死我了！”衣衫破烂满身脏污的少年越嚎越大声。谭玉不可置信地睁大眼：“东家，方才分明是他撞的我们，我们都没事，他怎么会有事？所以他是装的，故意的，想讹我们。”江叔杏眸沉静地看着地上少年，思索着应对之策。许是做贼心虚，少年不敢与他们对视，别开了视线嚷嚷：“快来看啊，撞伤人不认账，可疼死我了哟！”少年演得十分逼真。江叔心中冷笑，正欲开口时，有人过来了。那是一名身怀大度的年轻美妇，在婢女的搀扶下缓慢走来。“你这泼皮，竟敢在灵隐寺前讹人，就不怕佛祖怪罪吗？”美妇当时认识少年，语气熟忍中带着无奈责备。少年见了他，先是一愣，随后满不在乎道：“佛祖要是真有灵，就该赏我口饭吃，不该让我被饿死。”美妇听后怜悯地摇了摇头：“
命婢女拿了串铜钱给他。起来吧，这钱够你吃几日了。少年拿了钱，利落地从地上起身，冲美妇嬉笑道谢，然后飞快地钻入旁边树丛，不见了身影。江叔和谭玉看得目瞪口呆。第103章，玉桥。少年动作灵活迅速，哪里像受伤的人，分明是只野猴子。两位公子勿怪，他也是没办法，俄人只是想活下去。美妇面色歉疚地向江叔和谭玉解释。江叔诧异问：夫人认识他？美妇点头，临安府的人几乎都认识他。灵隐寺前的台阶有53阶，美妇拒绝乘坐软轿，坚持亲自登阶，以示心诚。为避嫌江叔和谭玉落后2阶，同美妇一起缓慢登阶，听他讲那个少年。我夫家姓王，还未请教公子贵姓？王夫人语调轻柔，听着极其悦耳。江叔轻声道：我姓江，上京人士。江公子。王夫人莞笑颔首，缓声说起那个少年。他父母早亡，没人知道他的名字，见他身姿灵活似野猴，便都叫他小猴子，是临安府响当当的乞丐。响当当的乞丐？谭玉惊诧，没料到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乞丐。王夫人的婢女道：是呀，他可有名了，临安府的人几乎都认识他。难道是都被他讹过？江叔大胆猜测。王夫人眼唇轻笑，也可以这么说。他从小乞讨，因机灵嘴甜，总能讨到吃食铜板。渐渐的，有一些讨不到吃食的小乞丐就跟在他后面，可怜兮兮的叫他哥哥。小猴子心善，总是会将讨来的吃食分给他们。可一个人讨得哪够一窝孩子吃？无奈之下，他想出了讹人的法子。我们夫人也心善，没少被他讹。婢女有些气愤的插嘴。江叔和谭玉不由想起方才那幕。王夫人给钱时带着笑，是甘愿被小猴子讹的。时间一长，他在临安府出了名，便讹不到人了，只能将注意打到外地人身上。王夫人步履平稳，缓慢地上着台阶，面上始终挂着淡淡笑容，面目温和。有时候遇到心善的，会给他点钱；有时候运气不好遇到硬茬，就会被揍一顿，时常鼻青脸肿。唉，没爹没娘的孩子，想要活着可太艰难了。江叔和谭玉听得双双沉默，忽然就有些后悔，方才他们也该给小猴子点钱的。似是看出江叔心中所想，王夫人温声道：江公子不必内疚，所谓救急不救穷，管得了一时也管不了一世，个人有个命。夫人通透。江叔如醍醐灌顶，长舒了口气，不再自负于心。王夫人道：是公子心善，只有心善之人才会因为帮助他人而自责。江叔闻言一怔，随即失笑。登上10阶，进入灵隐寺后，王夫人微微俯身见了一礼，便同江叔分道而行了。看着他笨重的身影，江叔觉得王夫人当真是个极好的人。若佛祖真有灵，便该保佑他这样的人。东家，我们走这边。谭玉叫回走神的江叔。江叔收敛心神，同谭玉去了宝殿进香礼佛。跪在柔软的蒲团上，江叔仰头看着宝香庄严却又慈眉善目怜悯众生的佛像，心中一片虔诚敬畏。他闭上眼，在心中默念祈祷。谭玉受到感染，也学着江叔的模样参拜。灵隐寺除了香火灵验外，风景也十分独特秀美。主仆俩从宝殿出来后，便在寺中随意游逛，欣赏寺中美景。寺中有棵高大的七叶树，上面挂满了祈愿牌。东家，我们也挂一个吧。谭玉眼冒亮光，跃跃欲试。两人去找小僧领祈愿牌，提笔写愿。准备落笔时，江叔忽然犹豫了。方才他已在宝殿为爹娘和江宁祈福过了，做人不能太贪心，这个祈愿牌他要写点别的。写谁呢？江叔凝眉想了许久，除了爹娘和江宁，这世上值得他挂祈福牌的人。东家，我写完了，我们去挂吧。谭玉已经搁笔写好。江叔抿唇，你先去吧，我马上来。好。谭玉应了一声，拿着他写好的祈愿牌欢快走了。确认谭玉走远后，江叔落笔快速在祈愿牌上写愿。写好后，江叔拿起细条，确认无误后，朝七叶树走去。东家，你怎么才来？我都挂完了。谭玉指着树上随风飘摇的祈愿牌，略有些沮丧道：他们说挂得越高越灵，可惜了，我挂的不是太高。江叔温声宽慰，祈愿是心诚则灵，不必在意高低。也是。谭玉很听劝。见江叔迟迟不动，谭玉催促：东家快挂吧，挂完我们去别的地方瞧瞧。江叔轻咳一声，有些不自在道：我有些渴了，你去讨杯茶水来。谭玉不疑有他，立时便去了。支走谭玉后，江叔垂眸看了一眼手中木牌，走到七叶树下观察，怎么才能挂得高一些。七叶树长得枝繁叶茂，有些树枝甚至快垂到地面，接住了许多意外掉落的祈愿牌。找好位置后，江叔深吸口气，卯足了劲，扬手往上扔。然他力气终究不够，祈愿牌飞得并不是很高，且因力道过猛，祈愿牌没能挂到树上，而是穿过树梢落向了另一边。江叔杏眸一缩，
赶忙追去另一边，想在祈愿牌落地前接住他。咚！玉铮站在七叶树下，凝视手中木牌，忽然从树枝中落下一块祈愿牌，砸到了他头上。祈愿牌掉下的瞬间，玉铮下意识伸手接住。公子，对不住。江叔跑过去急声道歉，待看清男子面容后，他呆愣当场。王爷。江叔眨了眨眼，怀疑自己出现幻觉了。这是你的祈愿牌？玉铮拿着木牌问他。江叔愕然回神，突然想到什么，快步上前去拿祈愿牌，可不能叫他看见了。神色慌张地从玉铮手中拿回祈愿牌，确认玉铮来不及偷看后，江叔松了口气。王爷怎会在此？玉铮墨眸微闪，一本正经道：江南多发水患，我来此巡查修筑河堤。江叔一听肃然起敬，王爷真是勤政爱民，令人敬佩。玉铮千唇微笑，你为何也在此？听到这话后，在一旁的竹风翻了个白眼。我来此寻丝绸原商。江叔如实道。玉铮闻言面不改色，那真是遇巧。是啊，王爷也来挂祈愿牌吗？玉铮说着，扬手将手中木牌抛了出去。第104章共游。带着红色丝带的祈愿牌高高飞起，几乎挂在了树顶。王爷好厉害！江叔看得杏眸圆睁，艳羡不已。只可惜祈愿牌要自己挂才有意义。见他一直盯着树顶的祈愿牌，玉铮温声开解，不必在意高低，心诚即可。听到这句话，江叔面皮一红。罢了，左右他也扔不了玉铮那般高，顺其自然吧。江叔深吸口气，在玉铮的注视下，高扬起手臂，用力一扔，祈愿牌稳稳挂在树腰，已经很高了。玉铮夸赞，作为一个不会武功的寻常女子，这个高度的确不低了。事已定局，江叔不再纠结，释怀一笑道：王爷公务繁忙，怎会有空来此？河堤已巡查完，由工部侍郎督修。我听闻此处香火灵验，便来为家人祈福，顺道梯查民情。玉铮说完，又转问他：你呢？你的事可办妥了？办妥了一半，还需再耽搁几日。两人像是熟悉的老朋友般，互问近况，自在闲话。东家，东家。对面响起谭玉急切的呼唤声。江叔赶忙应声：我在这边。谭玉绕过来，看到江叔后松了口气，看到玉铮的口气又提了上来。王爷。谭玉的反应同之前的江叔如出一辙。竹风嗤笑出声：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婢女。玉铮墨眸冷扫，绕灵隐40圈。啊！竹风一脸痛苦，暗恼自己嘴贱。他在心里想想便是了，怎么就非得说出来呢？什么10圈？江叔不解。玉铮语气淡淡：没什么，主持说寺外有条冷泉，你可有赏过了？江叔摇头：我们刚来一会儿。湖上风光说灵隐，风光独在冷泉间，可要一道去有赏。玉铮附在身后的手紧捏成拳，心中略有些紧张，生怕他拒绝。江叔想着今日无甚要事，来一次灵隐寺也不能白跑，便欣然点头应允。他现在是男人，此地又无人认识他们，一道游玩并无甚不妥。得到肯定的回答，玉铮暗舒口气，抬不出寺往冷泉去。江叔迈步跟上，谭玉一回头，已不见竹风踪影。出了灵隐寺，玉铮同江叔直接往冷泉去。后在山门外的追云没有见到竹风，便跟上来问谭玉：竹风去哪了？谭玉道：王爷让他绕灵隐寺10圈，然后就没看见他了。追云一听心下了然，颇有些好奇道：他又说什么了？谭玉努力回想，他说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婢女。追云听完暗道一声该。两人落远一些，跟在江叔和玉铮后面。谭玉一边四处乱看，一边叽叽喳喳的同追云说话。追云话不多，大多时候都是谭玉说他听着，偶尔回应1-2句，眼睛时刻注意着前方的玉铮，留意周围动静。竹风不在，护卫也候在山门处，主子的安危落在他一人身上，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江叔同玉铮顺着冷泉缓步而行，不知不觉走进了山间。山中丹园绿树，意映幽森，石壁料峭，一泓凛然，凄清入耳，恍如人间秘境，世外桃源。置身于此地，两人抛开上京的诸多规矩和束缚，似寻常友人般一起游山玩水，闲话赏景。小半日时光悠然而过，竹风跑完10圈寻来时，已日近中天。江叔和玉铮折身往回走，回灵隐寺用斋饭。他刚赶来就回去。竹风如被雷劈中，石化当场。谭玉经过他身边时顺口道：走啊，你不吃午饭吗？姑姑。竹风的肚子抢先回答。噗！谭玉喷笑。竹风懊恼跺脚：不许笑！要不是他怎么会被罚跑10圈？肚子怎么会饿得咕咕叫？一行人回到寺中，借着玉铮的身份，得了一清幽禅院，单独用饭。难得与江叔相处1日，玉铮有些不舍，便问送斋饭的小沙弥：除了冷泉，还有何好风景？
小沙弥告诉他们，灵隐寺对面的灵鹫峰奇美秀丽，很值得一游。且今日阳光甚好，日薄西山时可登顶观赏西湖日落。江叔听闻日落2字，杏眸霎时亮了起来。玉征见状，心中一喜，问他饭后可要一起去登灵鹫峰。江叔对落日情有独钟，当即便点了头。于是用过斋饭后，他们便动身前往灵鹫峰。灵鹫峰地质独特，形成了许多溶洞，溶洞中千奇百怪、形状各异的钟乳石让江叔大开眼界。滴答滴答，水滴顺着倒挂的钟乳石滴落，交替砸进地面的水洼里，形成悦耳动听的乐曲。天下之大，当真是无奇不有，这简直是鬼斧神工造出来的天境。江叔睁大杏眸，看得目不暇接。追云逐风双手都举着火把走在前面，尽量将溶洞照得亮些，以便江叔观赏。洞中地面湿滑不平，光线又昏暗不明，江叔看得入迷，没留意脚下，往前走时一脚踩滑摔了下去。小心！玉征急忙伸手去拉他，然地面过于滑溜，他一时不察也踩滑了，两人不受控制的顺着斜坡滚了下去。东家，主子！谭玉着急想去扶江叔，没走2步就摔了。嗷！谭玉摔到了腿，疼得嗷嗷直叫。追云逐风拿着火把快速奔过去，一脚踩滑，连火把都摔灭了。这什么鬼地方，又滑又崎岖。逐风揉着摔成几瓣的屁股咒骂，他运气很不好，屁股摔在一块凸起的钟乳石上，疼得他一魂出窍，二魂升天，险些原地去世。追云也没好到哪里去，手臂磕在一块坚石上，直接破皮出血。只有江叔几乎毫发无损，因为摔下去的瞬间，玉征将他护在了怀里。王爷，你可还好？有没有伤到？江叔坐起身问玉征，语气中满是愧疚惶急。若不是他，玉征也不会摔。未免他担心自责，玉征咬牙忍下疼痛，心平气和道：我没事。听到他语气平缓，似是没有受伤，江叔松了口气。我们快出去吧，这里面太危险了。江叔惊魂未定地抚着胸口，这溶洞美则美矣，可惜太危险了些，难怪少有人来。玉征应了一声，扶着洞壁谨慎起身。纵然他满身武艺，但在这站不稳脚的溶洞中，也与普通人无异，让他失去把控，很没有安全感。追云逐风忍着疼，重新点燃火把，放低了些照清路面，一行人互相搀扶着，小心翼翼出了溶洞。第105章报复。重见天日，脚踏实地，几人不约而同松了口气。待眼睛适应明亮的光线后，江叔不放心地问：王爷，你当真没有伤到哪里吗？他听谭玉和追云逐风都摔出惨叫，玉征怎会一点事儿没有？玉征挺直脊背，俊脸从容自若，语气轻松平稳，只是摔疼了些，没有受伤。江叔虽心有疑虑，但也不好上下其手的检查，仔细观察见玉征神色无异，不像受了伤的模样后，他勉强放下心来。疼死我了，哎呦！逐风捂着屁股，疼得龇牙咧嘴。不远处的凸石上蹲了只猴子，学着逐风的模样，捂着屁股呲牙嚎叫。几人看得一怔，随即忍痛喷笑出声。死猴子，你敢学我！逐风气得随手捡了块石头丢过去，猴子闪身躲开，然后捡起那块石头，学着逐风的样子丢了回来。这猴子成精了吗？谭玉看得目瞪口呆，这是他们第一次看到野生猴子，从前都只在上京街头看过耍猴人驯养的猴子。猿猴类人擅长且喜欢模仿人的举动，最好不要理会他，否则被他缠上很是麻烦。追云说完，劝逐风不要再与猴子置气。行，我不跟一只畜生计较。逐风咬牙咽下气，坐到石头上歇息。但猴子却来了劲，又丢了一块石头过来，砸到了逐风脚上。死猴子，我今天非打死你！逐风气得顾不上疼，纵身跳进山林去抓猴子。追云见状摇了摇头，知道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我们先歇会儿。江叔找了块干净的大石头，让玉征过去坐。谭玉和追云也寻了地方坐下歇息，等逐风回来。呀，你受伤了？谭玉瞧见了追云胳膊上的血迹，低呼出声。追云扭头瞥了一眼，应称道：一点小伤，不碍事。还在流血呢，赶紧处理一下。谭玉说着，从袖中拿出一条干净绢帕。有江叔在，追云不便脱衣，便将袖子撕了条口子。谭玉擦干净伤口，准备用绢帕直接包扎时，追云递来一只小巧瓷瓶，这是金疮药。谭玉闻言惊愕，有药你还放任胳膊流血不管？追云低咳一声，不好意思道：逐风不在，不好麻烦你。这有什么麻烦的？谭玉拿过药，麻利地撒在伤处，然后用绢帕包好系紧。追云紧咬着牙，额头青筋凸起，冷汗涔涔，却愣是不吭一声。谭玉系好抬头，见他满头大汗，很是稀奇。这才4月，你就热成这样了？追云，幸好我带了2块帕子，来，我帮你擦擦，瞧给你热的。谭玉从袖中又抽出一块绢帕，
不由分说给追云擦汗。江叔远远瞧着，面上露出饶有兴味的笑。你笑什么？玉铮呐喊。江叔看着谭玉和追云，笑盈盈地问：追云还没娶亲吧？上尉，那你觉得谭玉配追云如何？玉铮沉默了。江叔心中一紧，你觉得谭玉配不上追云？见他误会了，玉铮赶忙道：不是。那是为何？江叔狐疑追问。玉铮拢眉抿唇，主子尚未成婚，属下岂有先娶亲的道理？江叔听得一愣，蹙眉道：那若是他们年纪比你大，也要等着你先成婚？倘若你不成婚，他们便一直不能娶亲。玉铮扭头看他，神色认真道：放心，我会成婚。听到这句话，江叔心头一颤，避开玉铮的视线道：那王爷婚期可定了？上尉。江叔莫名松了口气。玉铮注视到他的神色变化，欢喜地牵起唇角。不知王爷相中的是哪家闺秀？江叔看着风景，装作随意地问。他虽与上京闺秀不熟，但大都见过，玉铮相中的人，他应当认识。玉铮正思索着该如何作答，竹风回来了。一只死猴子也敢挑衅我，看我抓住他了！竹风将用藤条捆好的猴子扔到地上，满脸得意的炫耀。四人看着他，像看傻子一样。怎么了？竹风被他们看得莫名其妙。追云问他：你屁股不疼了？竹风一听，下意识捂住屁股，眉头紧皱，一脸痛苦：疼死了！叽叽叽！被扔在地上的猴子看着竹风咧嘴嘲笑：死猴子，你还敢笑话我！竹风气得狠狠踹了猴子屁股一脚。吱吱吱！猴子痛得发出怪叫，表情跟竹风一样痛苦。叫你笑话我，该！竹风出了口恶气，感觉屁股似乎没那么疼了。江叔几人看着一人一猴斗气，觉得比耍猴还精彩。歇够了继续上山时，竹风将猴子挂到了树上。死猴子，好好反省反省，等我下山再给你松绑。一行人缓步而行，边欣赏沿途风景边往山上走。走了约半个时辰，他们登上了灵鹫山山顶。站在山顶观赏四周，所有风景一览无遗，令人神清气爽，心胸豁然开朗。真美啊！谭玉胸无点墨，只能如此感叹。江叔看着远处如一块碧玉翡翠的西湖，寻了块石头坐下，静待日落。玉铮环顾一圈，走到江叔身旁坐下，和他一起看太阳西沉，落日融金晕染出万丈霞光，似一匹绚丽多彩的锦缎在西湖上飘扬。这是江叔看过最美的落日，震撼于心，沉静的连眼都舍不得眨。玉铮侧眸凝视，将他欣喜惊叹的俏脸尽收心底。这是他看过最美的风景。火红的落日彻底沉入西湖时，天色瞬间阴了下来。主子，该下山了。追云提醒。从日落到天黑，最多半个时辰，他们得抓紧下山。江叔从忘我中回神，恋恋不舍地起身往回走。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走了一会儿，江叔便觉双腿酸软，步履维艰。待走到之前休息的溶洞处时，天色已不甚清明。竹风去放挂在树上的猴子，却发现猴子不见了。咦，难不成他还能自己解开不成？竹风挠头，匪夷所思。玉铮沉声道：猴子聚群而居，定是同伴发现将其就走了，赶紧下山。是。竹风应了一声，回来跟在队伍后面。咚！竹风的后背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痛呼出声：哎呦！咚！又是一下砸在竹风腿上，听落在地上的声音像是石头。玉铮和追云警惕环顾四周，发现了几只猴子。快走，猴群报复来了！玉铮抓起江叔的手，拉着他快步下山。第106章情愫。追云有样学样，拉着谭玉快速往山下跑。竹风落在后面，猴群在树林中跳跃穿梭，拿石头追着他砸。哎呦，别砸我屁股啊！竹风捂着屁股，边躲边跑。若是一只猴子，他还可以跟他单挑，可一群猴子在昏暗不清的山中，他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哎，你们等等我啊！看着前方跑得快没影的几人，竹风欲哭无泪。人的潜能果真是无限的，原本走都走不动的江叔和谭玉，在猴群的追赶下，一口气跑下了山。呼呼！江叔和谭玉弯腰撑着双膝大喘气。还好吗？玉铮在一旁微喘着问。江叔说不出话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玉铮竟然看懂了，招手让车夫将马车赶了过来。江叔和谭玉哆嗦着腿爬上马车，直接瘫倒在车里。见到人群，追下山的猴子止了步，不敢再往前。竹风终于得救，可他的屁股被猴子砸开了花，坐也坐不得，躺也躺不得，只能趴在车辕上，一路颠下山。灵鹫峰的猴子也太野蛮凶残了，哎呦我的屁股！竹风的哀嚎声被马车颠出颤音，飘荡在沉寂昏暗的山道上，像极了鬼哭狼嚎。车内的玉铮阴沉着脸，忍无可忍的冷声呵斥：
再叫就把他扔下车去。竹风一听，赶紧闭上嘴装死。回去的路还远着，要是被扔下车，他怕是得走半夜。下了山，马车入城。玉征本想同江叔一道用晚饭，但见他满脸疲惫，两腿发软，走路都无力，便作罢了。分道而行时，玉征告诉江叔，他住在福音府，有事可去寻他。江叔点头应下，放下车帘后，马车行驶起来。他心中陡生出分别的不舍。江叔惶然捂住胸口，他这是怎么了？回到客栈，江叔和谭玉破天荒没有在大堂用饭，要了热水沐浴后在房内吃饭。见江叔神色萎靡，食欲不佳，谭玉担忧问：东家怎么了？可是太累了，我给你揉揉。谭玉说着便放下碗筷欲起身。江叔摇了摇头，有气无力道：今日你也累着了，赶紧吃完饭休息吧。东家你也多吃些，吃饱了力气才恢复得快。谭玉把江叔爱吃的菜都放到他面前。江叔点头，想着他此来临安府的目的，深吸一口气，收敛心神，认真吃饭。他要赶紧再寻一家园商，然后回上京去。江季还等着他打理，没有时间伤春悲秋，胡思乱想。累了一天，江叔浑身力气都耗光了，用过饭便歇下了。谭玉吹灭烛火，屋中陷入沉寂。江叔困倦地闭上眼，脑中不由自主浮现出白日在溶洞中的场景。他彩华带着玉征摔倒滚落后，玉征用紧实的双臂将他抱在怀里，宽大手掌托着他的后脑，将他护得严严实实。滚落到洞壁处，玉征的被撞在石壁上，他则撞进了玉征怀里。那一刻，两人呼吸相闻，紧密相拥，隔着衣裳能清晰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当时混乱又紧急，江叔并未多想，第一时间坐起身询问玉征伤势。现下回想起来，只觉旖旎缱绻，心如肋骨，面皮发烫。江叔想着想着，意识昏沉进入睡梦中，唇角微微翘起，带着淡淡笑意。明月高悬于空，柔和银辉轻洒大地。玉征沐浴完，擦干水珠，赤着上身让追云给他上药。主子这伤的也太狠了。追云看到玉征乌青紫黑的后背和手臂，惊得吸了口气。当时玉征表现得过于平静，追云当真以为玉征没有受伤。现下想想，简直荒谬。溶洞地面坚硬凹凸，玉征护着江叔翻滚了足有1丈远，怎么可能不受伤？只是他没有破皮流血，又极力隐藏，所以没有叫人瞧出端倪。赶紧上药！玉征低声催促，用满身淤伤换江叔无恙。玉征觉得很值。身为男人，若连自己在意的女人都保护不好，那还有和颜面谈喜欢？主子为江姑娘做了这么多，却又不叫她知晓，有何意义？追云不明白。身为属下，他抹药时看到玉征的淤伤都会心疼，若让江叔知晓，定会更心疼感动。还有上次请医赠药，定制蜀锦冬衣，甚至这次不远千里来临安府，这桩桩件件换成任何一个女子，也该感动的以身相许了。他安然无虞，平安喜乐便是最大的意义。玉征语气平缓沉静，却又带着坚不可摧的力量。我希望有朝一日他嫁于我，是因为真心爱慕，而不是出于愧疚感动。若无真挚之情，他娶她与上京其他闺秀有何区别？追云听完沉默良久，收起药盒时方才感叹：能得主子钟情，江姑娘真是三生有幸。抛开江叔出身低微不谈，仅是他的和离之身，与玉征便有着云泥之别。可玉征从未有过半分嫌弃，甚至待他如珠如宝，默默付出，从不求半点回报。跟随玉征多年，追云第一次见玉征如此待一个人，便知玉征是认定了江叔。看来他有必要提醒竹风，往后对江姑娘恭敬些，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夜色已深，追云收拾好药品，准备告退。玉征穿着礼衣问：竹风情况如何？追云道：臀部受了重伤，恐要几日才能下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玉征眷脸冷厉道：让他好好反省几日，若再犯此等低劣错误，便不用跟着我了。追云闻言心中大骇，头皮紧绷道：是。看来主子是真生气了。追云不敢为竹风求情，只能回去警醒竹风。竹风得知玉征的警告后，捏着拳愤愤捶床，都怪那只死猴子。追云递他一眼：你若还不知错，就做好离开主子的准备吧。竹风紧抿着嘴不说话，他知道错了还不行吗？就不能给他留点面子吗？见他噤了声，追云也不再多话，灭了烛火睡觉。满是寂静，玉征躺在床上，背上的疼痛让他难以入眠。他想侧身躺，手臂上的伤压着床后也疼得紧。玉征深吸口气，闭着眼，回想在溶洞中的情景。江叔纤细柔软的身子被他圈在怀中，让他忽略了滚落的疼痛。最后江叔撞在他怀里时，他的唇碰到了他的额头，温润陌生的触感萦绕在玉征心间，滋生出丝丝酥麻，掩盖了疼痛。第107章交易。翌日，玉征收拾妥当，准备出府。赵曼莹来了，听闻王爷昨日去了灵隐寺，怎么没叫曼莹作陪？赵曼莹一脸委屈，
为这事儿，他被赵仁贤好一顿骂。今日无论如何，他也得跟着玉征，否则赵仁贤不会放过他。瞥了一眼赵曼莹扭捏做作的模样，玉征嫌恶拧眉：“本王不喜人作陪，赵小姐不必在我身上费心思。”没料到玉征如此直白，赵曼莹愣了一下。见玉征满脸不耐，赵曼莹赶忙表明道：“实不相瞒，曼莹也并不想缠着王爷，都是迫于无奈。这是赵小姐的事，与本王无关。”玉征说着便要离开。赵曼莹赶忙道：“民女想和王爷做笔交易。”哦，玉征略生了点兴致，他倒要听听他能与他做什么交易。见成功引起了玉征的兴趣，赵曼莹眼眸扫向屋外，神情警惕。玉征催促道：“放心，追云在外面，无人能靠近偷听。”是。赵曼莹捏着手，正色道：“王爷奉公怜民，勤政爱民，定然容不得贪官污吏。”听到贪官污吏四个字，玉征墨眉微扬，继续说：“话已出口，再无退路。”赵曼莹鼓足勇气，抱着孤注一掷的决心道：“我知道我叔父和江南巡抚贪污受贿的证据，我想用此跟王爷换一样东西。”什么东西？玉征问。赵曼莹眸光晶亮，满含期冀，神情激动地说出他的要求。玉征听后没有犹豫，立时便答应了。赵曼莹又道：“曼莹还有一个请求，这几日能否让曼莹跟着王爷？否则叔父他会为难我。再则，曼莹跟在王爷身边，也能让他们放松警惕。”玉征一想觉得有理，赵曼莹的要求也不算过分，便应允了。你的要求本王都应了，但你说的最好都是真的，否则本王便告知你叔父，你背叛了他。听到这话，赵曼莹打了个冷战。玉征可真狠，若让赵仁贤知道他背叛了他，他定会被折磨得生不如死。走吧，我们去逛临安府。玉征迈步走出屋子，赵曼莹赶紧跟上。两人出府上马车离开，立即便有人去向赵仁贤禀报。赵仁贤听后露出淫笑：“我就说嘛，男人哪有一点都不好色的，更何况是送上门的美人。”赵曼莹是典型的江南美人，温婉雅致，水灵动人，没有男人能抗拒。若非是亲侄女，实在有违人伦，赵仁贤早便自己享用了。至于江南巡抚那个老东西，给他实在是暴殄天物，得不偿失。如此绝佳的一枚棋子，自然要让他发挥最大的价值，换取最高的利益。赵仁贤坚信赵曼莹一定能爬上玉征的床，成为他的注意。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能高升了。临安府府尹的位置，他委实坐够了，早该换了。春光明媚，草长莺飞，最适宜出游赏景。玉征同赵曼莹上午在西湖泛舟，下午去了南城喝茶。晚间回府后，赵仁贤细细盘问，赵曼莹如实回答。得知玉征竟喜欢游山玩水，两人相处甚欢后，赵仁贤放宽了心，让赵曼莹好生陪同玉征游玩，争取早日成为玉征的枕边人。赵曼莹恭顺应下，连步轻移告退。待他走后，赵仁贤的亲信进屋问：“大人，可还要暗中跟着？”“当然要跟，那可是景王，出一点差错，你我都没命。”赵仁贤面色阴冷狠厉。玉征威名在外，他可不敢放松警惕。接下来的几日，赵曼莹陪同玉征几乎将临安府逛了个遍。叔父生性多疑，并不会完全信任我，定会派人暗中跟随，我们要不动声色的找，否则他一旦有所察觉，必会立即转移。赵曼莹从小在赵仁贤跟前长大，对赵仁贤的脾气秉性了如指掌。相较于赵曼莹的谨小慎微，玉征却不甚在意。赵仁贤派人暗中跟着他，他也派了人暗中盯着赵仁贤。只要赵仁贤有异动，玉征立刻便会知晓，不怕他有动作，就怕他没动作。玉征深知赵仁贤混迹官场多年，定不会轻易露出破绽马脚，所以他只能耐着性子暗中寻找。一晃5日过去，这日傍晚，玉征同赵曼莹逛首饰铺时，追云忽然进来，凑到玉征耳边低声道：“主子，找到了。”玉征闻言眉头一紧，沉声道：“带路。”追云快步走在前面，玉征和赵曼莹紧跟其后。赵仁贤派来的人不远不近地跟着，待走进一条僻静巷子时，竹风从天而降，用虎头钩直接将那人抹了脖子。解决掉尾巴，玉征几人掉头往城北而去。天色渐沉，江叔和谭玉走在回客栈的路上，面色欣喜，很是高兴。东家，我们明日就会上京吗？谭玉兴致勃勃地问。昨日他们寻到一家绸庄，绸货品质很是不错。今日江叔约绸庄东家商谈，两人顺利达成了合作。他们来此的目的已完成，出来也有20多日了，的确该回上京了。想到玉征那日同他说的话，江叔觉得在走之前该给玉征送个信儿。大爷大娘行行好，给点钱吧，我3天没吃饭了。街上人来人往，江叔没留神被人挤了一下，不小心踩到了路边乞丐的碗。那碗本就破了角裂了缝，被江叔一踩，彻底碎成了几块。蓬头垢面的小乞丐看着碎成渣的碗，心疼哭了，抱着江叔的脚不撒手：“你赔我碗，赔我碗！不就是个破碗吗？
赔你就是，你先把我家主子放开。谭玉拿出钱袋，准备掏钱赔碗。抱着江叔的小乞丐见了，忽地伸手抢走谭玉手中的钱袋，一溜烟跑了。哎，你站住！谭玉拔腿就追，江叔无法，也只能跟着追。小乞丐年纪不大，约莫7、8岁的模样，身材瘦弱的仿佛风一吹就倒，但跑得却比兔子还快。就这速度，他说他3天没吃饭，谁信啊？谭玉边追边喊：臭小子，把钱袋还我，里面有我娘留给我的耳坠。若只是点散碎银子和铜钱，丢了便丢了，可钱袋里不仅有谭玉娘留给他的遗物，还有几张银票。他们追着小乞丐东弯西拐，最终在一条死巷停了下来。巷子里阴冷僻静，看上去有些吓人。东家，我们先去看看吧。跟上来的护卫道。江叔点头，让他们先去。主仆俩站在巷口等着，忽然身后响起一道诧异熟悉的声音：江姑娘，你们怎么在这儿？第108章钱儿。江叔和谭玉回头，看到追云、玉征几人，很是诧异。你们怎么在这儿？玉征走上前道：我们来此办点事儿，你为何在此？谭玉的钱袋被一个小乞丐抢了，我们跟着追来此处。江叔说完，瞥见了玉征身后的赵曼莹。这是江叔第一次见玉征身边有女子同行，难免心生好奇。尤其是这名女子身段婀娜，面容姣好，是难得一见的美人。杏眸暗了暗，江叔忽然觉得心口有些堵。没想到王爷在临安府还有朋友，只是听口音也是上京人。赵曼莹同样好奇地打量江叔，跟在玉征身边好几日，她还是头一次见玉征与人这般和颜悦色地说话。这个人与玉征的关系定不一般。此人生得眉清目秀，身形纤细，再结合追云那声江姑娘，赵曼莹心中已有猜测。与你无关。墨眸微冷地瞥了赵曼莹一眼，玉征语含警告，一句话表明了他同两人的关系，既让赵曼莹明白江叔的重要，也让江叔明白赵曼莹的不重要。赵曼莹讨了个没趣儿，识相的不再多言。这时探查的护卫回来了。东家，巷子里有5间荒宅，住的全都是乞儿。什么？江叔惊诧。临安府可真稀奇，乞儿遍地不说，还住在同一条巷子里。玉征几人同样诧异，决定一起去探个究竟。一行人走进巷子，从敞开的大门往里瞧，院中或坐或站或打闹的，全都是几岁到10几岁的乞儿。江叔看得满目震惊，不解道：临安府为何会有这么多乞儿？玉征也是第一次来临安府，对此事并不了解。一行人看向赵曼莹，赵曼莹叹气，神色不忍地看着院中场景道：江南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水患，他们都是在洪水中幸存下来，却又不幸失去爹娘亲人的孩子，只能以乞讨为生。我听人说临安府有条乞儿巷，以前是居民巷，后因此巷中发生了灭门惨案，住在里面的人都说闹鬼，便都搬走了。后来这些无家可归的乞儿都聚集到此，将鬼巷变成了乞儿巷。虽早有听闻，但赵曼莹今日也是第一次见，亲眼所见的震撼与轻描淡写的听闻全然不同。荒宅房屋破落，院中杂草丛生，没讨到吃食饿的无法忍受的孩子，随手扯了杂草放进嘴里咀嚼，试图以此来缓解饥饿。这些孩子衣不蔽体，蓬头垢面，有的甚至连鞋子都没有，打着赤脚跑来跑去。可他们却懂得抱团取暖，互相依偎。大孩子主动照顾小孩子，用讨来的银钱买来粮食，煮成粥一起分食。他们这么小，又是灾民，临安府府尹不管吗？江叔看得眼眶泛红，于心不忍。管啊，怎么不管？赵曼莹嘲讽道：这条乞儿巷就是府尹给他们的容身之所，每月还会给他们1袋赈灾粮。每月给1袋粮？谭玉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么多孩子，1袋粮能吃几天？难怪他们要去乞讨讹抢。赵曼莹唇边露出讥笑，于贪官污吏而言，能给他们1袋粮，一个容身之地，已经是莫大仁慈了。哪怕是发霉陈粮，哪怕是闹鬼的荒宅，对这些乞儿来说都是救命稻草。江叔走到巷子尽头的荒宅，看见了灵隐寺前讹他的小猴子，还有那个被他踩烂碗的小乞丐。他抬脚走进去，轻轻喊了一声：小猴子。正在生火煮粥的小猴子被吓了一跳，如惊弓之鸟般弹起身。坐在地上数钱的小乞丐也吓坏了，赶忙将钱袋揣进了怀里，死死护住。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小猴子用瘦削的身子挡在一群孩子面前，警惕戒备地盯着江叔一行人。乞儿巷平日少有人来，眼下江叔他们这么大一群人，再结合方才匆忙跑回来的小乞丐，小猴子心中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他自知不对，可为了活下去，别无他法。见小猴子等人慌张害怕，江叔尽量缓和了声音道：我不是来为难你们，只是那钱袋里有贵重东西，你们得还回来。小猴子听了这话，觉得十分好笑，钱袋里装的都是钱，能不贵重吗？打量了一番江叔几人的穿着，小猴子愤愤道：你们一看就出身富贵，那点钱对你们根本算不得什么，为什么不肯放过我们？都说了里面有重要东西，
你听不懂吗？谭玉可没江叔那般好脾气，他同情可怜这些小乞丐不假，可以将银钱都给他们，但他娘留给他的耳坠必须还回来。追云、竹风、玉征吩咐一声，两人立即上前，从做贼心虚紧护着胸口的小乞丐身上拿回了谭玉的钱袋。你们做什么？一群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还给我们！一群小乞丐见到手的钱袋飞走了，伤心愤怒，红着眼想从追云手上抢回钱袋。无奈之下，竹风抽出别在后腰的虎头钩，凶声吓唬，再动手动脚，别怪我不客气了。一群乞儿被吓住，缩在一起不敢再动。追云把钱袋递给谭玉，你看看东西可还在？谭玉将袋里的东西都倒出来，从一堆铜钱碎银子里挑出了一只银耳坠，还有几张银票，将耳坠和银票装回钱袋收好。谭玉把手中银钱都给了小猴子，耳坠是我娘留给我的遗物，钱袋是我姐姐给我绣的，不能给你们。还有银票，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你们根本兑换不了，拿着就是废纸一张。小猴子等人听了，面上的愤怒少了些，仍旧警惕地盯着他们。虽然你们其情可悯，情有可原，但讹人偷抢终究是不对的。江叔语重心长的劝诫，得亏遇到的是他们，否则他们定然又免不了一顿毒打。可小猴子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不服气道：我们只是想要活下去，有什么错？江叔张了张嘴，不知如何跟一群无亲无故、无人庇佑、无人教导，费尽心思只为果腹的孩子讲道理。他们的确没错，错的是这个世道，是那些贪官污吏。他本意是想提醒他们不要做危险的事，否则有可能丢掉性命。可转念一想，他们本就活不下去，何谈对错危险？第109章，万事道理千遍，不如实事一件。江叔转头吩咐护卫，让他们去买一车粮食来，分发给5间荒宅里的乞儿。一车粮食足够他们吃上1、2月，现下是梅雨季，再多也存放不了。暂时解决了乞儿们果腹的问题，江叔转而问玉征：王爷来此处作何？办点公务。玉征扫了一眼院中乞儿，问小猴子道：你可知这附近有位姓李的妇人？追云探到的消息，只知那妇人住在这附近，却不知具体是哪户。玉征想小猴子他们居住在此，或许认识。李婶，你们找他做什么？小猴子一脸警觉，他果真知晓，我们是来帮你们的，若你们不想再饿肚子，就带我们去。追云好言相劝。小猴子犹豫了一下，想着他们不仅没打他们，还给他们银钱，又买粮食给他们，应当不是坏人。我带你们去，但你们不要伤害李婶，他是个好人。小猴子迈脚往外走，玉征几人跟在他后面，出了乞儿巷，转头往另一条巷子去。你跟这个李婶很熟吗？赵曼银边走边探听。小猴子道：他经常给我们吃食，哪怕自家也过得艰难，每月送来的粮食他几乎都分给了我们。赵曼银抓住了重点，府尹大人每月也给他送粮。小猴子点头，府尹大人说李婶是衙门捕头的双父，捕头因公殉职，留下李婶孤儿寡母不容易，所以每月也会给他们送1袋粮，但李婶每次都分给了我们。这么说来，这个李婶当真是个好人。赵曼银意味深长。说话间，走在前面的小猴子停下脚步，指着面前的宅院道：这就是李婶家。多谢，你回去吧。追云从腰间扣出1块碎银子给小猴子，算是带路的谢礼。待小猴子走远后，追云才上前敲门。见他们如此慎重，江叔忐忑问：我们可要回避？不必。玉征紧盯着眼前大门，他已听到有脚步声靠近。谁啊？传入耳中的是道稚嫩少年声。追云沉声回：赵大人派我们来的。吱呀，紧闭的大门打开，约莫14、15岁的少年探出脑袋，好奇地打量他们。你们这么多人来做什么？少年有些戒备，从前都只来1、2个人，今日怎么来这么多？你娘在吗？赵大人有事交代他。追云不答反问。听着这外地口音，少年心生一动，你们到底是谁？找我娘干什么？他可不是3岁小孩，没那么好骗。然人已找到，门已打开，少年好不好骗已不重要。竹风懒得再与他废话，直接推门进去。你们干！少年欲大声嚷嚷，被竹风捂住嘴，擒住了双手。一行人快速进屋，反手拴上了门。进到院里，江书中于意识到玉征在办极其重要的大事，他怕自己和谭玉坏了玉征的事，拉着谭玉站到后面，低声嘱咐谭玉不要说话，也不要乱走动。谭玉也被这阵仗吓到，乖顺点头。轩儿，谁来了？厨房做饭的妇人听到动静，拿着锅铲走了出来，一身粗布衣衫，头上包着块素色头巾，腰间还系着围裙。即便如此，也难掩风韵秀丽。见到竹风捂着少年的嘴，再看到玉征一行人，妇人大惊失色。你就是李婶？追云问。儿子在人手上，妇人不敢说谎，
一脸惶恐的点了点头。能不能放了我儿子？有什么事冲我来。李婶颤声哀求。竹风看着少年警告道：我放了你，你别嚷嚷。少年点头，竹风松开了手。救命！少年出尔反尔，刚一得到自由就大声嚷嚷。竹风目光一冷，直接一记手刀劈在少年后颈，少年眼白一翻晕倒在地。轩儿，李婶害得丢掉锅铲，3两步奔过去抱住少年。放心吧，他没事，但你若跟他一样不好好说话，那我可就不敢保证了。竹风抽出虎头钩拿在手中威胁。李婶吓得直哆嗦。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别紧张，我家主子只是想问你几句话。追云安抚道。李婶目光憎怒又惶恐，警惕道：你们想问什么？你可是赵仁贤的外室。玉珍问。李婶眼珠转了转，酝酿着怎么回答。竹风把玩着虎头钩在一旁提醒，想清楚再说，你只有一次机会。李婶闻言惊得浑身冷汗，咬牙承认：是，我是赵仁贤的外室。得到想要的答案，玉珍又问：他与人来往的密信是否都放在你这里？听到这里，李婶终于明白玉珍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了。他们是来害赵仁贤的。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李婶下意识狡辩，回答错误。竹风握紧虎头钩，将钩尖对准晕倒的少年，作势欲刺下去。李婶害得目眦欲裂，急声道：我说，在我这里。虎头钩在离少年胸口几寸的地方及时停住。竹风收回手道：再有下次，我直接刺下去。李婶又惊又恐，猛咽了口水，恨不晕死过去。可他不敢晕，他怕这群人真会杀了他儿子。赵仁贤多年来贪污受贿的钱财都藏在何处？玉珍问出最后一个问题。从到临安府的第一天起，他就派人暗中将福音府翻了个遍，没找到任何证据和赃物。那时玉珍便知道赵仁贤定是将这些东西都藏到了别处。可临安府这么大，他要上何处去找？毫无头绪之际，赵曼莹找上门来，说要与他做个交易。他答应了赵曼莹的条件。赵曼莹告诉他，赵仁贤有个外室，将证据和赃物都放在外室那里，只要找到赵仁贤的外室，就能找到赵仁贤贪污受贿的证据和赃物，将他一举拿下。然赵曼莹知道的信息很有限，只是在赵仁贤同江南巡抚喝酒时，无意中偷听到了几句对话。那些东西你可得藏好，若叫人发现了，你我都得掉脑袋。江南巡抚提醒赵仁贤。赵仁贤借着酒劲自得的回：大人放心，我将他们放在外室那里，谁也不会知道。外室？当年那个姓李的寡妇？江南巡抚取笑。赵仁贤感慨道：这些年他跟着我，还给我生了个儿子，如今都已10多岁了。东西葬在外室那里，一个姓李的寡妇带着10几岁的儿子。这便是赵曼莹提供给玉珍的信息。这几日玉珍同赵曼莹游遍了临安府，就是在暗中寻找，终于让他们找到了。第110章狗官。见玉珍他们什么都知道，李婶面色灰败的瘫坐在地，明白赵仁贤完了，他们母子也完了。以赵仁贤所犯恶行，贪没的银两足以抄家灭族。思来想去，左右已无活路。李婶一脸绝望，心如死灰，什么也不肯再说。玉珍一瞧便知李婶心思，眷脸沉凝的睨着他，冷冽开口：即已知晓赃物在这宅院之中，掘地3尺必能找到，不过是费些功夫罢了。若你能主动交代，本王便算你戴罪立功，保你们母子不死。当真？李婶看到了希望，死寂的眼中闪现出7剂亮光。从帮赵仁贤藏匿罪证那天起，李婶便做好了誓败赴死的准备。可他的儿子不能死，我家主子乃景王，金口玉言，你大可放心。追云告知玉珍身份。李婶听后心中大震，相信玉珍能保下他母子的同时，也明白赵仁贤在劫难逃，再挣扎已是徒劳。在厨房柴火堆下面，李婶和盘托出，看在他识相的份上，竹风叫来一名侍卫，让他将地上的少年扛进屋扔到床上，严加看管。带路。竹风催促李婶。多年跟随玉珍的经验告诉竹风，要让李婶先行，以防有诈。虽然他们手上有人质，但小心驶得万年船。毕竟赵仁贤的外室子可远不及玉珍贵重。以防万一，竹风领着2名侍卫跟着李婶进了厨房，让追云保护玉珍先在外等候。不得不说，赵仁贤有颗聪明脑袋，只可惜全用来干坏事了。竹风看见李婶挪开柴火堆，扫开柴渣，扭动一个隐蔽到难以察觉的机关，打开了柴火堆下的暗门。是个地窖。侍卫探查后禀报。竹风点头，让侍卫点燃油灯，他压着李婶下去查看。地窖幽深静谧，竹风紧绷着身子，满心警惕。下了地窖，见到堆积成山的金银财宝后，他眼都看直了。饶是跟着玉珍见惯了各种大场面，竹风也还是头一次见到直接把财宝像石头一样堆在地上的，
火光一照，简直亮瞎他的眼。粗略用眼杖量了一下，地窖约有1丈深，2丈宽，宽敞的如一间地下暗室。可怕的是，这么大一间暗室，几乎快被金银珠宝堆满了。竹峰走路时没留意脚下，踩到了一串珍珠，险些摔跤。赵仁贤这个狗官是把临安府的钱财都贪了吗？确认地窖无机关危险后，竹峰带着李婶上去向玉征禀报。听闻有一地窖的财宝后，江叔都震惊了。知道是个贪官，但不知道贪得竟这般多。王爷不下去瞧瞧吗？赵曼莹道。他也很好奇，赵仁贤到底贪没了多少钱财。玉征回头见江叔也面露稀奇，便抬步进了厨房。几人相继下入地窖，亲眼见到地窖中的情景后，全都惊呆了。贪官满屋财，弃而腹中空，仅1项之隔，小猴子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李家的地窖中却堆满了金银财宝，且这个李婶还被小猴子他们奉为好人。如今想来，每月送到李婶家的粮食里，应当都藏着金银珠宝。李婶将粮袋里的财宝取出后，再将粮食分送给小猴子他们。如此一来，既赚了慷慨善良的好名声，又掩盖了偷运财宝事实，一举两得。竟然将贪污的钱财藏在乞儿巷旁边，借乞儿们来打掩护，当真是讽刺至极。这个狗官，抄家灭族都便宜他了。谭玉气得愤愤捏拳。江叔对此深表赞同。玉征随手捡起一锭银子，瞧见上面印有标记，是国库下拨的赈灾银。铁证如山，赵仁贤的好日子到头了。从地窖出来时，天色已黑。谭玉瞥见锅中烧糊的菜，才觉肚子饿了。主子，接下来怎么办？追云请示。玉征递着李婶道：“你亲自带人守在这，拿纸笔给他录供画押，等着赵仁贤自投罗网，人赃并获。福音府是赵仁贤的地盘，衙差侍卫恐都已被收买，若直接捉拿，定要费一番功夫，且还有一定风险。不如在此守株待兔，省却不少力气。”是。追云躬声应下。赵曼莹疑惑问：“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去？回府尹府吗？寻个酒楼吃饭？”玉征看向江叔，问他可用过饭了。江叔摇头。于是一行人就近寻了家酒楼，一同用饭。到雅间坐下等菜的功夫，赵曼莹为了缓和气氛，主动同江叔说话。得知赵曼莹竟是赵仁贤的亲侄女，江叔惊愕不已。赵姑娘仁心仁义，正直无私，令人钦佩。一介深闺女子，竟能为了临安府百姓大义灭亲，江叔由衷敬佩。赵曼莹闻言笑了，惭愧道：“我没那么伟大，只是为了自保而已。”江叔不解。赵曼莹轻叹一声，娓娓道来。他爹娘早亡，赵仁贤为了贪没他家的财产，便将他接到身边抚养。在外人眼里，这是大义至亲之举，但只有赵曼莹知道赵仁贤的真面目。可惜他太小，赵仁贤又有官身，他只能隐忍着长大。可长大又如何呢？她终究是个弱女子，赵仁贤的势力却越来越大，甚至勾结上了巡抚。在我叔父眼里，我从前是个累赘，现在是没妻子。我若不为自己寻条生路，待王爷一走，便要被他送给江南巡抚。你知道那巡抚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吗？赵曼莹笑着同江叔形容，他像一头烤猪。江叔瞥见他眼角有失意，听出他话中有哽咽，明白他也是个苦命人。我没有朋友，对江姑娘你一见如故，说多了些，你别介意。赵曼莹深吸一口气，将翻滚的情绪压下。江叔摇头，轻声安慰：“你再忍忍，等王爷抓了赵仁贤，你就自由了。”是啊，我要自由了。赵曼莹觉得这句话很是悦耳，宛如天籁。她向玉征要的东西就是自由。玉征一直静静听着他们说话，没有插嘴。饭菜上来后，赵曼莹吃得很开心，江叔却没什么胃口。怎么了？不合口味。玉征给他盛了一碗汤。江叔道：“不太饿，王爷多吃些，不用管我。”今日发生的事实再太多，又过于惊骇，导致江叔吃饭吃得心不在焉，分别时也忘了同玉征说他要回上京了。回到客栈，谭玉问江叔何时回京，他好收拾行囊。第111章捉鳖。江叔正欲作答，忽然听到屋外有雨声响起。先睡吧，等雨停再说。他答应过他娘，绝不在雨天赶路。夜黑风高，雨声淅淅。赵曼莹回府后，照例去向赵仁贤汇报。此时的赵仁贤因跟踪玉征的手下未归而满心疑窦，是以询问的格外仔细。赵曼莹按照玉征的吩咐，如实相告，只是跳过了他们去寻李婶那一段而已。景王遇到了有人，还一起吃了晚饭。赵仁贤心有怀疑。赵曼莹道：“是，那人也是从上京来的，来临安府做生意，我们在春江楼用的晚饭，只是个生意人。”是，除此之外无甚特别了。赵曼莹摇头。见问不出什么了，赵仁贤挥手让他回去。时间尚早，酒楼还未关门，
赵仁贤命人去酒楼打听，得到的消息与赵曼莹所说一致。心神不宁的歇下，赵仁贤却睡不着，一直等到半夜，派出去的人还未归来，赵仁贤躺不住了。来人，大人有何吩咐？侍卫推门进屋，躬身待命。赵仁贤边穿衣边吩咐，派几个人去寻吴芳，你带一队人随我出去一趟。吴芳就是跟踪玉珍未归的亲信。侍卫一愣，迟疑道：这么晚了又下着雨，大人有何事吩咐属下便是。赵仁贤满心烦躁，不悦道：让你去便去，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叫我做事了？大人息怒。侍卫不敢再多言，只能照做。怕惊动玉珍，赵仁贤不敢走正门，只能从后门偷偷出府。暗中盯梢的暗卫见赵仁贤上了马车离去，立即去禀报玉珍。玉珍立罗起身，披上竹峰递来的蓑衣斗笠，快步出府。一行人骑着马，冒雨往北城而去。以防万一，竹峰将周伯旭也叫了来，保护玉珍安危。快马踏过雨夜冷寂长街，带着凌厉肃杀之气，使这夜更冷了。砰砰砰！赵仁贤大力拍门，屋中闭目养神的追云听到声响，立时睁开了眼，点灯，让李婶去开门。砰砰砰！拍门声还在继续。李婶从昏沉中惊醒，被侍卫压着起身，哆嗦着往外走。三思而行，抓不到赵仁贤，你儿子就会没命。追云将伞递给李婶，提醒他。李婶心头一震，接过伞撑开，艰难迈步朝院门走去。手掌触上院门那一刻，李婶痛心挣扎。门外是他的夫，门内是他的儿，怎么选他都心如刀绞。丽娘，快开门！赵仁贤在外急声催促。李婶压下心中翻滚，深吸口气，换上如常面色，拉开门栓，打开了门。怎么这么久才开门？赵仁贤抱怨着跨进门槛，拉着李丽娘往屋中走。这大半夜的，赵郎怎么突然来了？李婶努力控制着情绪。赵仁贤没有发现异样，边往亮着灯的屋子走边道：我心中不安，来看看你们。近日临安府恐不太平，你们无事少。赵仁贤进屋看到追云几人，最后两个字卡在喉咙里，再也说不出口。赵大人，恭候多时了。追云从腰侧抽出两柄短剑。赵仁贤愣了一瞬，迅速回神后，拉着李婶便往屋外跑。轩儿还在他们手上。李婶急声提醒：先跑了再说。赵仁贤果决干脆，没有半分犹豫。那轩儿怎么办？李婶心焦如火烤。赵仁贤胸有成竹道：抓不到我，他们不会杀他。李婶闻言哀戚：赵郎，你可怪我，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赵仁贤看着敞开的院门，仿佛看到了生机。下一刻，一名护卫被踹进院里，紧接着其他护卫也都被逼进院中，边退边与人交战。前有拦路，后有围堵，赵仁贤明白今日怕是难以逃脱了。赵大人，我劝你束手就擒，还能少受些皮肉之苦，也可保你儿子无恙。竹峰手持虎头钩，雨水顺着他的斗笠蓑衣往下淌，一道雷电劈下，映照出他冷酷邪笑的脸，像极了索命修罗。玉珍站在竹峰身后，俊脸冷沉：你们是如何找到这里的？赵仁贤不甘询问。他自以为此处十分隐蔽，也无人知晓他与李丽娘的关系，玉珍究竟是如何查到的？若无人相助，查起来的确不易。多亏了赵大人将赵小姐送来协助本王。玉珍诚心道谢。赵仁贤听后气得跳脚：赵曼莹，她竟敢出卖我！不对，她是怎么知道的？赵仁贤很确信，他从未对赵曼莹提起过。玉珍只告诉了他8个字：百密一疏，言多必失。话落，玉珍不再浪费时间，沉声下令：拿下！追云逐风得令，带人前后夹击。自己躲好！赵仁贤一把甩开李丽娘，从护卫手中夺过长刀，朝玉珍袭去。擒贼先擒王，只要他挟持住玉珍，便还有一线生机。雨越下越大，玉珍披着蓑衣，面对赵仁贤的袭击，立在原地一动不动。赵仁贤见状面色一喜，以为玉珍不会武功，他的计划就要成功了。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赵仁贤的刀尖逼近玉珍，离他不过1尺距离时，玉珍身后忽然闪现出一人，用剑隔开了赵仁贤的刀。是同样披着蓑衣斗笠的周伯旭，由于夜色太黑，他站在玉珍身后，没被瞧见。铮铮锵锵，刀剑相接，周伯旭出招凌厉狠绝，逼得赵仁贤节节败退。一个只会皮毛防身的府尹，怎么可能会是殿前都指挥使的对手？不到10招，赵仁贤就败下阵来，被周伯旭刺伤手臂，一脚踹翻在地，长剑直指他脖颈。赵仁贤浑身湿透，捂着受伤的手臂倒在泥水中，狼狈不堪。即使如此，他也不甘就此被擒，颤抖着垂死挣扎道：王爷，只要您放我一条生路，我将所有财宝都给您。景王与太子相争，不论是培养势力还是结交人才，都需要大量银钱。赵仁贤认为他给出的条件足够诱人，玉珍一定会答应。玉珍闻言冷嗤出声：贿赂本王，
罪加一等。赵仁贤，他是不是脑子被雨淋进水了？堆积如山的财宝都不要。赵仁贤被抓，护卫失去了反抗的必要，纷纷束手就擒。赵郎，对不住，是我害了你。李丽娘扑到赵仁贤跟前哭诉。赵仁贤胸口起伏不定，咬了咬牙，正欲开口时，竹风拉开了李丽娘，带走，有什么话去牢里慢慢说吧。第112章折磨。走了2步，竹风又顿住脚提醒：哦，对了，还有屋里那个小的，一并带走。李丽娘一听，瞬间神情激愤：景王不是承诺过保我们母子不死吗？竹风嗤笑：主子说保你们不死，又没说免你们罪责。就你们干的那些天怒人怨的事儿，死几次都够了，你还想无罪脱身，做什么春秋大梦呢？李丽娘被噎得说不出话来。赵仁贤却听明白了李丽娘出卖的他的缘由，恨恼地骂了一句：愚蠢妇人。竹风善解人意道：赵大人放心，一会儿将你俩关一起，让你们夫妻好好叙话。赵仁贤冷哼一声，并不领情。因赵仁贤被擒入狱，且证据确凿，福音府的侍卫衙差都不敢生事，唯玉征之令是从。毕竟他们领的是朝廷俸禄，吃的是官家饭。凌晨时分，福音府中赵仁贤的家眷蒙头睡得正香，忽然就被从床上揪起来，丢入大牢。赵仁贤的长子回神后挣扎着嚷嚷：放开我！你知不知道我爹是谁？竟然敢抓本少爷！赵公子别急，你爹也在里面呢。竹风好心告知。赵公子一愣：我爹犯了什么事？你们凭什么抓我们？问你爹去吧。竹风一脚将他踹进了牢门。赵家女眷悲悲戚戚，哭哭啼啼，挤在一起六神无主，直到他们看到了隔壁牢房的赵仁贤和李丽娘。爹，这个女人是谁？你怎么跟她在一起？赵仁贤的女儿率先发问。赵仁贤带着镣铐，闷头坐着不吭声。李丽娘畏畏缩缩地靠着他，两人关系不言而喻。好啊，你竟真的养了外室！先前别人在我面前嚼舌根，我还不相信。赵夫人冲到两牢之间的隔柱前，指着赵仁贤和李丽娘破口大骂，语气之凶恶，言辞之污糟，听得看守侍卫直皱眉。这娘们骂的也太脏了，简直不堪入耳。赵仁贤气得咬牙切齿，终于明白竹风为何要好心将他和李丽娘关在一起了。不仅如此，竹风还特意将赵公子和赵轩关在同一间牢房，让他们兄弟相认，兄友弟恭，打得不可开交。啧啧，这家人真热闹。看守的侍卫瞧得饶有兴味。左边是赵夫人同几个小妾质问唾骂，右边是两个儿子互相殴打。赵仁贤坐在中间牢房，气得脸都青了。反正都是死，如此折磨，还不如给他个痛快。然他所犯罪行甚大，狱征并不会将他就地正法，而是要押往上京再行处置，且还要严刑审问同谋共犯。比如江南巡抚，雨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时大时小的变换，就是不肯停。江叔起身后推开窗户，看着窗外烟雨朦胧的景色，明白今日是走不了了。下雨不宜出行，街上行人甚少，乞丐们讨饭便会更难。幸好昨日傍晚让护卫给小猴子他们买了粮食。东家，早饭是在屋里吃还是下去吃？谭玉端来热水，事后江叔梳洗。江叔边洗脸边道：下去吃吧，闷在屋中也无所事事，不如下去听听趣闻热闹。主仆俩收拾妥当后下楼，在大堂随意找了张桌子坐下，一边吃早饭一边听其他食客闲话。真是人生无常，昨日还是临安府府尹，今日便沦为了阶下囚。可不是，这大起大落比戏台上的戏还难料，还是咱小老百姓的日子踏实。赵仁贤他活该，好好的清官不做，非要当贪官。江南水患害死多少人，抄家灭族都不足以平民愤。赵仁贤这么快就被抓了，什么时候的事儿？江叔赶忙向旁边几人打听，几人指向屋外道：客栈旁的墙上贴着告示呢，你去瞧瞧便知道了。说完，几人继续闲话。此次多亏了景王殿下，不仅亲临修筑河堤，还办了这狗官，真是大快人心。是啊，要是大招官员人人都如景王殿下这般，我们就有福了。江叔顾不得吃饭，起身跑到客栈外查看。东家，下着雨呢，伞。谭玉赶忙向掌柜借了伞，快步追了出去。细雨蒙蒙，江叔毫不在意，站在告示前逐字逐句看得十分认真。东家，谭玉赶来给江叔撑伞，生怕他淋病了。待看完告示上的内容，江叔长出口气，王爷的动作好快，昨晚怕是一晚没睡。谭玉道：办了这狗官，王爷他们就能心安无忧的好好睡了。回去吧。江叔转身，唇角泛起淡淡笑容。微雨飘飘，玉征一行人驾马出城，往上游河堤而去。忙了一夜，玉征刚歇口气，用早饭的功夫接到下人禀报，说有一处未来得及修筑的河堤决了堤，河水正在往外溢，但附近村民却不肯走。昨夜下了一夜的大雨，河水虽还未大涨到淹没村庄的地步，但雨还在下，
耽搁下去定会出人命。福尹已入狱，临安府暂无主事之人，玉征只能亲自前去。一路驾马冒雨疾行，赶到村庄时几乎浑身湿透。雨又变大了，玉征站在高处望着大雨冲刷下的村庄，看着缓缓流入村庄的河水，命追云拿着他的令牌去找村长，将村民全都集结到村长家。按照玉征的吩咐，追云命人将带来的银子放到桌上，摊开给村民看。景王有令，1个时辰内收拾好东西离开村子者，赏银10两。此话一出，村民立时炸开了锅。什么？给10两银子？真给吗？那我们走了还能回来吗？要回不来，这10两银子也不够建新房子啊。追云沉声道：工部侍郎孟大人已带人在抢修河堤，只要河堤修好，大家便可回来。性命攸关，暂时撤离也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我们在村口等着大家来领银子。话落，追云命侍卫连银子带桌子直接抬去了村口，披着蓑衣斗笠等村民撤离。白花花的银子谁不爱？有了村长带头，村民争先恐后的回去收拾贵重物品，牵牛赶猪，挑鸡备娃的撤离。10两银子，村民们勤勤恳恳种地1年，也换不了这么多钱，自然不会错过白拿的机会。小山堆似的银子很快见了底，追云却半点也不心疼，因为这些银子都从赵仁贤那超没来的。贪之于民，害之于民。第113章重审。有钱能使鬼推磨。在银子的驱使下，不到1个时辰，村民就全离开了村子。侍卫去清查，1个人都没落下。主子都离开了。追云向玉征禀报。玉征颔首，留1对牙叉在高地守着，以防有人偷回。是。追云吩咐下去，办妥后又同玉征去巡查河堤。忙完一切返回城里时已是下午。此时雨暂时停了，沉寂1天的街道上有了行人往来。玉征骑马踏过长街，俊脸疲惫沉凝地往福尹府而去。累了1夜1日，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只想回去洗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见雨停了，在客栈里闷了1天的江叔估摸着玉征休息够了，便想去问问赵仁贤被抓的具体情况。毕竟这事儿他们也算参与了一半，不弄明白另一半，心里总惦记着。主仆俩坐马车到了福尹府，下车后瞧见福尹府门前聚集了一群人，很是热闹。这肚子这么大，怕是得有8、9月了吧？景王怎么这般冷血无情？这妇人挺着孕身都跪了小半个时辰了，都不肯见一见。吵什么吵？值守侍卫高声呵斥围观百姓，末了皱眉不耐地看向跪在地上的孕妇，都说了景王殿下不在，让你回去。官爷，求你了，让我见见景王殿下，我夫君真的是被冤枉的。妇人痛哭着苦苦哀求。江叔和谭玉挤进人群，看清跪地妇人后，满脸惊诧。王夫人。跪在地上的孕妇不是旁人，正是那日在灵隐寺遇到的王夫人。江公子。王夫人也认出了江叔，美丽的脸上满是泪痕，神色凄楚悲怆。你怎么在这里？有什么话掀起来再说，地上还有雨水，当心着凉伤了身子。江叔让王夫人的婢女将她扶起。王夫人艰难起身，撑着腰哽咽道：我夫君前几日得罪了福尹大人的公子，被抓进牢狱，判了秋后处斩。今日上午，我听说福尹大人因贪污受贿等罪责，已被景王查处，所以来求景王放了我夫君。原本王夫人以为他夫君必死无疑，已做好了为他收尸守寡的准备，却不想今日得知赵仁贤罪行败露入狱，他又看到了希望。可无论他怎么跪地哀求，侍卫都不肯让他见景王，心中升起的那点希望又变成了绝望。听完王夫人的叙述，江叔问他：你夫君被定了什么罪名？杀人。江叔闻言一震：你确定你夫君是被冤枉的吗？杀人可不比旁的罪名，定是有人死了才会被定此罪。王夫人猛点头，尖声道：我夫君胆小得很，平日连血都怕，杀鸡都不敢看，绝没有胆量杀人。那如果这人不是王公子杀的，会是谁杀的？答案不言而喻。仔细说来，王夫人也算帮过江叔，看在他身怀大度又心地善良的份上，江叔决定也帮帮他。当然，江叔只是想请玉征查清此事。若王夫人夫君当真是被冤枉的，那理应还人清白。若罪名属实，江叔也并不会徇私求情。你先别急，我认识景王，我带你去见他。江叔温声安抚。王夫人听后，死寂的双眸一亮，满怀戚忌道：真的吗？多谢江公子。江叔走到侍卫跟前，请他通传景王，故人求见。侍卫上下打量了江叔几眼，不为所动道：景王殿下不在府中，便是圣上来了见不着。行，那我们就在此处等着，景王殿下总会回来的。江叔没有气馁，也没有争执，安静的在门前等着。围观人群也未散去，一来想看看景王到底如何处置此事，二来也想见见景王的庐山真面目。等了约莫1刻钟，街上有马蹄声响起，由远及近。江叔循声望去，
见到为首之人后，大喜过望地迎了上去。王爷！玉征微怔，勒停马后，利落翻身下马。你来多久了？玉征嗓音低哑，面色疲惫。江叔轻声道：不久。你们这是去哪儿了？玉征的衣服裤脚都还湿着，定是之前冒雨出门了。有些事不便在人前说，玉征便简短道：出城了一趟，发生何事了？府门前聚集了众多百姓，还有一名面色悲伤的孕妇，定是出了什么事。见江叔当真认识玉征，王夫人心宽了些，跪倒在玉征面前，将事实陈述了一遍。玉征听后，墨眉拢了拢，吩咐追云道：让竹风将2名案犯提到公堂，将案件卷宗人证都寻来。是。追云领命去了。玉征又对江叔道：你带王夫人去公堂坐着，我换身衣裳便来。江叔点头应下，让婢女扶着王夫人往公堂去。临安府府衙在福音府的北面，走过去不过半盏茶的功夫。听到案件要重审，围观百姓一窝蜂似的涌向府衙，站在衙门外候着。江叔陪着王夫人等半刻钟，玉征便来了。又等了一会儿，竹风提着王公子和赵公子来了。跪下！衙差将2人摁倒在地。夫君！王夫人情绪激动地奔过去，抱住蓬头垢面的王公子，拿绸帕擦干净王公子面上的脏污。夫人！王公子抬起头，俊秀的脸上布满恐惧惊慌。江叔和谭玉看见王公子的面容，呆立当场。这个王公子不就是同他们合作的王家绸庄的王公子吗？怎么会有这般巧的事？当初与王家合作时，江叔便觉王公子此人不靠谱，但怎么也没想到他离谱到如此境地。他们还未离开临安府呢，他就把自己折腾成阶下囚了。若非玉征查办了赵仁贤，王公子必死无疑。长叹口气，摇了摇头。江叔为王夫人感到惋惜不值。她那么好的人，怎么就嫁给了王公子这个纨绔？玉征不知江叔同王公子的渊源，垂手认真翻看着案件卷宗。竹风一拍惊堂木，让王夫人回到旁边坐好。案件开堂，王公子仔细讲述了事发经过。案发当晚，王公子到醉红楼喝酒，与赵公子因争抢一名姑娘大打出手。他们当时在3楼蓝轩处扭打时，赵公子踹了王公子一脚，王公子倒退时不慎将姑娘撞下了楼，当场身亡。赵公子见状，当即便让侍从抓了王公子。第2日，赵仁贤开堂审理，以杀人罪判决王公子秋后出斩。听完王公子的供述，江叔沉默了。有些无辜，但并不完全无辜。第114章真相。为证实王公子所言的真实性，玉征让衙差传唤了几名证人，证实王公子所言属实。他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这罪还真不好定。如此说来，这杀人罪你2人都有份。玉征默眸逆向赵公子。赵公子破罐子破摔道：王爷说的是，那就判我2人都秋后处斩吧。左右他受，他爹牵连活不了，能拉着王公子陪葬，心里也能痛快些。他想开了，王公子却想不开。不，王爷，草民冤枉，草民并无杀人之心，也无杀人之举，是赵宇故意踹我，将如烟姑娘撞下楼摔死的。赵宇他是恶意蓄谋，故意杀人。王公子愤声指责。案件出现莫大反转，玉征凝神沉声问：你有何证据？王公子道：赵宇踹我前说了一句：你们都去死吧。如烟姑娘与我是老相识，素来不喜赵宇。那日赵宇让如烟姑娘作陪被拒，转头见如烟姑娘在陪我，于是妒忌愤怒之下动起了手。扭打时如烟姑娘也一直在帮我，赵宇心生恼怒起了杀心，故意将我踹至蓝轩处，撞倒了如烟姑娘。对，我想起来了，当时赵宇的确说过这句话。证人随着王公子的话回忆，想起了赵宇说的话。几名人证言辞一致，赵宇眼见情势不对，急声狡辩。混乱之中，情急之下，一句妄言怎可当真？你们谁没有在与人争执时说过这种话？这几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玉征翻看手中卷宗，问：为何之前的卷宗只有你们看见王浩将如烟撞下楼的证词，没有今日所言？几人瞥了面目凶恶的赵宇一眼，叹气道：之前是赵大人审理，只问我们可有看见王公的撞人，并不让我们提及其他。好一个以偏概全，草菅人命！赵仁贤的罪名又多了一桩。玉征合上卷宗，肃声问：蓄意谋害杀人，嫁祸坑害王浩，赵宇你可知罪？不知，我与王浩一样，都是过失杀人，理当同罪。赵宇死咬着王浩不放，铁了心要拉他垫背。王浩气得浑身发抖，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寄希望于公堂之上的玉征明察秋毫，还他清白。卷宗记载，赵仁贤审理此案时，王浩拒不认罪，动用杖刑50，赵宇也按此例用刑。玉征说完，往椅背上一靠，疲惫地揉着额角。衙差上前压起赵宇，将他摁到刑凳上，实施杖刑。不，我没有蓄意杀人，你们不能对我用刑。赵宇打小娇生惯养，飞扬跋扈，从来都是他对别人严刑拷打，
何曾自己受过刑？衙差才试探着打了几仗，他就疼得受不了，哀嚎似杀猪，拿块抹布将他的嘴堵上。竹风下令，耳根终于清净了，只剩下板子落在皮肉上的声响，听得人畅快不已。毕竟是曾经的主子，衙差下手并不重，打得甚是敷衍。竹风看出来了，冷声呵斥：“你们若是不会行刑，就自个躺好，让我来给你们示范示范。”行刑衙差闻言头皮一紧，赶忙加重力道。末了见竹风一直冷眼盯着他们，浑身冷汗直冒，咬牙用力打得一下比一下重。50丈下来，赵宇的后背被打得皮开肉绽，血透衣衫，与当日的王浩一模一样。由于堵住了嘴不能喊叫，赵宇同王浩之前一般，硬生生疼晕了过去。颇醒，审讯继续。竹风吩咐。虽无公堂审案经验，但暗地里也审讯过不少人，且大多都是硬骨头，比赵宇难缠多了。是以竹风和玉征并未将赵宇放在眼里。一桶冷水下去，昏过去的赵宇被泼醒，背上火辣辣的疼痛几乎要了他半条命。蓄谋杀害如烟，嫁祸诬陷王浩，赵宇，你可认罪？玉征的声音冷冽如霜，眉宇间浮出几丝不耐。背上火辣钻心的疼痛让赵宇明白，他若拒不认罪，定然还要受刑。横竖都是死，赵宇不想再受活罪，哆嗦着认了罪。玉征墨眉舒展，沉声宣判：赵宇蓄意杀人，构陷王浩，判处斩刑。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王浩过失致人身亡，判处厚葬死者，徒1年。听到这个判决，王浩和王夫人心头一松，喜极而泣。从必死无疑到绝处逢生，王浩犹如重活了一次。夫君，你不会死了，能看到我们的孩子了。王夫人不顾笨重的身子，扑过去抱住王浩。王浩又喜又悲，可我还要1年才能回家，不能看到孩子降临了。王夫人温柔笑道：没关系，我和孩子在家等你回来。看着相拥的夫妻2人，江叔衷心劝告：王公子，生机来之不易，望你好自珍惜，莫要再像以前那般放纵无度，令亲者痛仇者快。是，多谢江老板相救。王浩感激涕零，江叔可真是他的贵人，不仅救了王家生意，也救了他性命。江叔道：你该感谢的是你的夫人，是她挺着孕身为你伸冤，是她行善积德广结善缘，你才能重获生机。王浩听完，看向美丽善良的王夫人，涕泪横泪的承诺：夫人，你等我回来，我一定痛改前非，绝不再让你失望。好，我等你回来。王夫人流着泪，却笑得欣慰。听到他们的对话，江叔长出一口气。若王浩当真能因此改过自新，那也算因祸得福了。好了，该收监了，有什么话下次探监再说。衙差强行拉走王浩。王浩前几日被打了50杖，背上的衣衫还透着斑斑血迹，重伤未愈。王夫人看得心疼不已，追出去给了1袋银子，托衙差给王浩请个大夫治伤。你来寻我就为此事？玉征起身走向江叔。江叔摇头解释道：我只是在福音府门前正好碰上，想着王夫人曾帮过我，便也顺手帮帮她。当然我并没有要王爷徇私的想法，只是查明真相秉公处理。玉征闻言墨眉微挑，负手一脸正色道：人命关天，我不会徇私。江叔对此深表赞同。不论是谁，恶意杀人都该以命偿命。所以你是专程来找我的？玉征再次询问，墨眸中有暗光浮动。第115章判他。江叔点头，正欲开口时，追云来报：主子，热水和饭菜都备好了。江叔闻言看向玉征，这才注意到他倦容满面。你快回去吃饭休息吧，我无甚要事。他不过是心中好奇，哪及得上玉征休息重要。原本他以为玉征白日在歇息，现下看来，他怕是一夜1日未合眼了。已近晚饭时间，你与我一起吃吧。玉征说完，不给江叔拒绝的机会，转身便走。江叔无法，只得跟上。虽未用午饭，但诸事烦忧于心，玉征并没什么胃口。可因着江叔在，他心情好了些许，比平日多吃了半碗饭。两人吃饭时并未说什么话，但只要江叔坐在他面前，玉征就觉得愉悦舒适。饭后，追云催促玉征去沐浴，以防着凉染上风寒。江叔闻言赶忙起身告辞：王爷早些歇歇，我回去了。天色已经快黑了，阴云层层的，似是又要下雨。玉征知道不能再留他，便道：你明日可否过来？我有事需你帮忙出出主意。玉征帮了他许多，却是头一次有求于他，江叔自然不会拒绝。好，我明日再来。回去的马车上，江叔一直在想，玉征能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出主意。啪嗒啪嗒，还未到客栈，雨点便等不及落了下来。看着渐沉的天色，江叔不由想到了昨夜，明日一定要去问问玉征，他们是如何擒住赵仁贤的。翌日一早，谭玉推开窗户，看着屋外的雨幕，狠狠皱起了眉。怎么还在下雨？一直这样下个不停，
我们怎么会上京？江叔眺望着远处被雨雾笼罩的屋舍，恍然惊觉道：江南的雨季来临了，他们一时半刻怕是走不了了。想到玉征昨日的话，江叔轻声道：等雨停了，我们去福音府。无所事事，江叔捧了本书瞧，时不时看一眼窗外等雨停。同一片雨幕下，玉征也拿着卷书坐在厅中等江叔来。临近午时，雨小了些，江叔放下书道：走吧，今日这雨怕是不会停了。哦，打瞌睡的谭玉起身，伸了个大大的懒腰。主仆俩顶着蒙蒙细雨，坐上马车往福音府去。宽敞的街道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却冷冷清清的，少有行人。出于生意人的本能，江叔看到此情此景，便联想到生意。街道两旁的店铺虽开着，但因下雨，几乎无人光顾。而江南的雨季通常持续1-2月，对生意影响极大。江叔望雨兴叹，也不知江记绸庄如何了。他们何时才能回上京？思绪纷飞之际，马车停了下来。东家到了。守门侍卫昨日见过江叔，又得过玉征吩咐，是以见到江叔后没有通报，直接放行让他进去。客院内，玉征翻完一本书，抬眸看向屋外。主子，今日一直在下雨，江姑娘怕是不会来了。追云换了壶热茶。玉征不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屋外。忽然，空荡的院子里出现了一把油纸伞，伞下有个清瘦身影正迈步而来。玉征墨眸一亮，放下书，正襟端坐。背对着门的追云听到脚步声，扭头看向屋外，欣喜道：江姑娘，你们可算来了。江叔收了伞，抬脚进屋，杏眸扑闪道：怎么，我们来晚了吗？不晚，江姑娘快请坐。追云赶忙又倒了杯热茶。江叔坐下后，玉征问他：可淋着雨了？江叔摇头，直奔正题：王爷让我来所谓何事？谭玉也很好奇，竖起了耳朵听。修长手指轻敲桌面，玉征缓声开口道：启儿像那些孩子，你觉得该如何安置妥当？江叔一怔，脑中想起那日见到的情形，明白这件事极为重要。正常的孩子都应该吃饱穿暖，然后读书识字明理。若有那不愿读书的，也该受人教导，明白为人处事之道。等孩子们再大些，便该学一技之长谋生。你与我想的一致。玉征墨眉微拧道：可要做到如此，并不容易。若是几个孩子带回上京，或者寻户人家收养都可，但几十上百个孩子，只能在临安府寻个地方安置。江叔凝眉思索良久，忽然想到了什么，杏眸一亮。我曾在民间异志录中看到，蜀地有座尼姑庵的师太心善，收留了一群无家可归的孩童，将他们悉心养大，还教他们读书明理。或许我们可以效仿。可去哪儿找愿意收留这么多孩子的尼姑庵？谭玉一脸苦恼的插嘴。江叔被他逗笑：傻谭玉，找不到可以自己建啊。谭玉恍然大悟，末了又发愁道：那心善的师太去那找？噗！江叔实在没忍住，被谭玉的一根筋逗乐了。追云和玉征也忍俊不禁。你们笑什么？谭玉清澈的眼中透着迷茫不解。追云低咳一声，敛了笑意道：江姑娘只是举个事例，有没有尼姑庵和师太并不重要，只要有个地方安置，有人抚养教导便可。谭玉听后终于反应过来，感觉自己蠢得没脸见人了。王爷以为如何？江叔征询玉征。玉征颔首：此法甚好，就以启儿像为止，稍加修葺改造，便是一座慈安院。顿了顿，玉征拢眉道：但看管之人必得寻一个心地善良，能真心对待孩子的人。江叔刚想说他对临安府不熟，没有认识的人，忽而想到了王夫人。王夫人是江叔见过最善良的人，他也并不嫌弃小猴子他们，且对他们带着同情与怜悯，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江叔将他的想法告诉玉征。玉征听后沉吟道：他夫家富裕，又身怀有孕，将要临盆，往后更要教养自己的孩子，怕是难以抽身。江叔听完陷入了沉默。主子，赵姑娘来了。门口的追云低声禀报。赵曼莹撑伞走到廊下，收了伞才看到谭玉和江叔。咦，江姑娘也在。赵曼莹脚步轻快地进屋，自来熟地坐到江叔身旁。玉征瞥了赵曼莹一眼，神色不渝地问：你来作何？赵家家眷都已入狱，只有赵曼莹安然无恙，但他们的交易已经结束，他还来寻他做什么？赵曼莹想起正事，躬声道：我来向王爷请辞，明日便离开临安府。你要离开临安府？江叔微讶。赵曼莹点头，轻叹道：福音府是我的噩梦，我一天都不想多待。那你离开后准备去哪儿？江叔关怀问。第116章重任。江叔同赵曼莹虽只见过一面，相识不深，却有一见如故之感。尤其是在得知赵曼莹的经历后，更多了几分同情。不知天大地大，走哪儿算哪儿吧。赵曼莹也很迷茫。从前她一心向往自由，可真得到了，
却又不知该往何处去，胸腔中满是茫然无措的空虚感。爹娘早逝，远方无亲，他既无去路，也无归途。他很羡慕江叔，家有爹娘亲人等候，外有良人相伴左右。你一个姑娘家，又生得这般貌美，出门在外定要多加小心。江叔语重心长的嘱咐。赵曼莹看着他眨了眨眼，俏皮道：“你这装扮不错，我也跟你学学。”江叔今日穿了一身浅绯色绸衫，如断乌发用一顶白玉冠高高竖起，刻意描错的浓眉和男子举止，让他看起来像个不染尘埃的贵公子。若非追云那声江姑娘，赵曼莹都要以为玉铮取向不正了。江叔被赵曼莹调侃的眼神看得面皮一红，轻咳道：“你是南方姑娘，比我娇柔温婉，扮起男子来恐不太像。那怎么办？你可还有别的法子？”赵曼莹着实苦恼，出门在外，安全为先。可她既不像江叔那般有钱，也没有护卫随从，就连她的婢女也有家人亲眷，不能随她离开。她只有这些年积攒下的微薄私房和孤身一人。问清楚她的情况后，江叔沉默良久，方道：“100来两银子便是再节省，最多也只能花销2、3年。你可有一技之长谋生？”赵曼莹摇头：“我会弹琴跳舞，但都算不得精。更重要的是，她也不可能去做这些营生。”思来想去，江叔斟酌道：“我觉得你不适合远行，倒有一个地方适合你。”“什么地方？”赵曼莹好奇追问。江叔去了一眼玉铮，狡黠道：“慈安院。”“慈安院在什么地方？”“就在临安府。”“我怎么没听过？”赵曼莹愕然，以为江叔骗她。江叔弯眼轻笑：“你自然没听过，他还没建成呢。”赵曼莹听得一头雾水。江叔将他和玉铮的想法告诉了赵曼莹。“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当慈安院的院长，管那群孩子？”赵曼莹满脸不可思议，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我不行，我都没生养过孩子，哪里会管孩子？更何况是那么大一群孩子。”仅是想想赵曼莹都觉得头疼，难堪重任。江叔握住他的手，循循善诱：“只是让你做院长，并非让你事事亲力亲为。做饭会请厨娘，洗衣会请换衣服，并且为了保护你和孩子们的安危，还会请2个护院。平日也可教孩子们练练防身术，帮着做些挑柴担水的粗活。总之，你只管大事，不用管小事，闲暇时叫姑娘们读读书，认认字便可。”江叔想得很周到，女子不能进学堂，想读书识字只能在家学。而赵曼莹恰好读过书，教他们正好。若那群孩子个个都能识文断字，将来不论做什么都如虎添翼。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解决眼前的温饱只是暂时的，让他们拥有自力更生的能力才最为重要。那他们不听话怎么办？赵曼莹略微有些心动。江叔果断道：“他们既归你管，那规矩自然由你来定。他们若不听话，你该怎么管教就怎么管教，不用心软顾虑，是吧，王爷？”江叔看向玉铮，征询他的意见。毕竟他只是帮忙出主意，最终决策人还是玉铮。看着他殷切期盼的眼神，玉铮牵唇颔首，心中生出丝丝酥麻暖意。他尽心为他盘算，又笑着与他商量的模样，让他很是喜爱。他理想中的王妃便该是此般模样。可养活这么多孩子，钱从来哪儿来？赵曼莹打断他们的眉目传情，问出重中之重。玉铮抿唇缓声道：“赵仁贤贪没的那些财宝，拿出1成便足够了。”赵曼莹睁大眼诧异道：“那些财宝都是赃款，不用上交给圣上吗？”玉铮递着他，语调淡漠：“父子一场，处置这么点赃款，圣上不会在意。”赵曼莹愣了。对啊，他怎么就把这茬给忘了？他眼里宇夺生杀、主宰天下的圣上是玉铮他爹啊。儿子跟爹还有什么不能解决的？尤其玉铮还备受宠爱。想明白后，赵曼莹眨着盈盈水眸，试探问：“那我有工钱吗？”“谁离了钱都活不了，他也一样。”玉铮别开眼，神色从容道：“1个月50两。”50两。赵曼莹脑袋飞快转动计算，他在福音府每个月的月例才10两，50两抵他5个月的月例了。吃住无忧，安全无虞，每个月还有银子拿。赵曼莹细细盘算一番，觉得这个院长能当。行，成交。听到他的回答，玉铮和江叔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牵起唇角。小猴子他们再也不用乞讨了，真好。说服赵曼莹后，3人便开始商讨细节。启儿巷的宅院破败的厉害，修葺改造最快也得1个月。那这1个月我和他们住哪？赵曼莹蹙眉，一脸苦恼。玉铮不会在临安府久留，等新任府尹一上任，这福音府便是赵曼莹也再住不得。凝眉思忖片刻，玉铮道：“李丽娘的宅院被查抄了，我将房契给你，你们可以暂住于那。”李丽娘的宅院虽只有3、4间屋子，但对于以乞讨为生的小猴子他们而言，已是豪宅，几亿几1个月很快便过去了。
所有问题都商议好后，赵曼莹道：“我还有一个疑问。”说。玉征言简意赅。赵曼莹盯着玉征问：“王爷为何要如此劳神费心的管一群乞儿？”玉征此来临安抚，修筑河堤，查办贪官，已然为百姓做了许多，深得敬仰称颂。一群无人在意的乞儿，玉征完全可以不管，也没人会说什么。可偏偏他管了。他们沦为乞儿，虽是贪官之错，却也是帝王失察。本王身为皇子，责无旁贷。玉征字字诚恳，句句深切，掷地有声。赵曼莹听后敛了眉眼，正色端声道：“王爷贤明仁厚，爱民如子，曼莹心悦臣服。仅凭玉征这番话，他也一定会做好慈安院的院长。匡扶弱小，人皆有责。”第117章情动。江书信眸清透明亮，定定地望着玉征，心绪激涌。不以善小而不为，为贤为德，这才是君王该有的人心。主子，午饭摆好了。追云低声禀报。膳食摆在旁边的花厅，须移步过去。玉征起身，默眸看向江书道：“走吧。”赵曼莹自觉起身，吃完我们再想想可有遗漏。玉征瞥他一眼，声音微冷：“回你自己院中去用饭，我这里只够2人吃。”赵曼莹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厚颜无耻道：“没关系，我吃的少。”追云。玉征懒得再与他废话。追云应声而来，伸出手道：“赵姑娘，请。”赵曼莹知道他要是再不识趣儿，恐怕就要被追云扔出去了。小妾。赵曼莹撇了撇嘴，不甘不愿地走了。换做之前，他定然不敢同玉征这般说话。可经过上次与江叔相处，他发现玉征在江叔面前温和许多，也不会轻易动怒责罚。再则便是今日玉征那番话，让赵曼莹明白玉征贤明仁厚，不会随意为难处罚百姓。他可是正儿八经的大招百姓。赵曼莹走后，江叔同玉征到旁边的花厅用饭。待看见满满一桌菜后，江叔抬眸看向玉征，大惑不解。这么多菜，别说3个人了，便是7、8个人吃也够了。他为何不让赵曼莹一同用饭？幽深墨眸对上澄澈杏眸，玉征看出江叔心中所想，眸光轻闪道：“快吃吧，一会儿该凉了。”他不说，江叔也不好追问，毕竟他只是客人，哪有质问主人的道理。今日的雨十分执着，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没有要停的意思。江叔本想吃完饭趁雨小回客栈去，可这雨却似乎有自己的脾气，说大便大了。哗哗啦啦，江叔望着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雨珠，平起了眉：“进来坐吧，一直站外面，衣衫会被溅湿。”玉征在厅中喊他：“这么大的雨，走是不可能走了。”江叔只能进屋等。见他坐立难安，频频看向屋外，似是很着急走。玉征便问他：“可是有什么急事要办？”江叔摇头：“只是怕耽搁王爷办正事。王爷若有公务，尽管去办，不用管我。等雨小歇，我便走。该办的事都已办妥，无甚要事，过几日便可回上京。”说到这里，玉征顺口问：“你预备何时回上京？”江叔指了指屋外的雨，等这场雨停了便回。他说的雨停，是指彻底停歇，不再下那种。玉征会意，看向屋外沉吟道：“瞧这天色，恐还要再下2日。等雨停了，我们可以一道回上京。”一道回上京？江叔杏眸微动，一丝喜悦在心底炸开，本就漂亮的双眸莹润生辉，亮得出奇。可忽然他又想到什么，秀眉轻蹙道：“王爷回上京定要押着赵仁贤一道，我们同行会不会不便？”玉征千唇道：“不会，你与我一道，既能说话解闷，遇事也能互相帮忙，再好不过。”听玉征如此说，江叔不再顾虑，点头应下。见他点头答应，玉征紧握成拳的手缓缓松开，激跳的心归于平静。对了，王爷，前夜下了一整夜的雨，你们是如何擒住赵仁贤的？江叔忽然想起这事，若不灭了这好奇心，他今日回去怕是睡不着觉。玉征一怔，恍然道：“你昨日来寻我就为这事？”是。江叔不好意思地承认。玉征暗叹口气，缓声讲起前夜擒拿赵仁贤的经过。当听到赵仁贤袭击玉征时，江叔心中一紧，打断玉征问：“王爷可有受伤？”正在讲述的玉征闻言微愣，旋即明白过来，他是在担心他，心中顿暖。没有，周大人是大内第一高手，有他在等闲之辈，伤不了我。况且我自己也会武功，足够自保。江叔听后放下心来，随即又红了脸道：“是我瞎操心了。玉征的武功他是见识过的，方才也不知怎地，竟忘了他会武功这事。你关心我，我很感动。”玉征墨眸翻涌，认真凝视江叔，那双墨眸中的情愫过于炙热，烫得江叔杏眸一颤，心慌地避开。见他逃避，玉征有些失望，却也并不逼他，继续讲述那晚的事。江叔脑袋发懵，心不在焉，压根没有听进去。玉征的声音平缓清冽，如山间清泉荡涤人心，
听着极为舒适悦耳。是以到最后，江叔只记得玉珍的声音很好听。讲了许久，玉珍有些口干舌燥，端起茶盏喝茶。江叔抬眸，一眼便瞧见了玉珍滚动的喉结，小山包似的喉结十分显眼，随着玉珍喝水的动作上下滑动，看得人心痒似猫挠，很想伸手摸一摸。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后，江叔刚缓下去的面皮瞬间又红了，赶忙收回视线，看向屋外的雨幕。玉珍喝完放下茶盏，瞥了一眼屋外的雨，问：“你可会下棋？”雨越下越大，甚合他意。略会一二。江叔不敢托大，答得很是委婉。追云，拿棋来。玉珍吩咐。追云的动作很快，不一会儿就将棋盘拿来摆在两人面前。两人各执一子，开始对弈。因为方才的事，江叔一直低着头，不敢去看玉珍。可他垂着眸子，目光便落在玉珍干净修长的手上。捻着黑色棋子的手，骨节分明，莹润如玉，可真好看啊！江叔不由看愣了神，半晌未有动作。该你了。玉珍温声提醒。江叔猛然回神，心虚的拿了一颗白子，随意落了个位置。玉珍看后拧眉：“你确定要下这里？”听出他语气不对，江叔赶忙凝神细看，发现自己下了步自觉生路的蠢棋。我下错了。江叔慌忙捡起棋子，斟酌后重新落子。玉珍看着他慌张红脸的模样，觉得分外可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王爷，到你了。江叔反过来轻声提醒。玉珍眸光一颤，强行收敛，心神观察棋局。这一局棋，两人都心神不宁，吓得错漏百出，拙劣不堪。一局结束，玉珍既然输了，江叔险胜一子。再来。玉珍并非不甘心，相反他输得乐意至极。只有在临安府，他和江叔才能如此相处。等回到上京，规矩礼教甚多，他们见一面都难。是以玉珍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想尽量与江叔多待片刻。若有可能，他真希望这场雨下的久一点，大一点。可雨再怎么下，也终有停歇的时候。第118章认定。临近傍晚，雨忽然停了。江叔落下最后一子道：“王爷赢了。”末了，江叔扭头望向屋外，长舒口气道：“雨停了，我该回去了。”江叔起身告辞，玉珍将他送至府门外，亲眼目送他上马车离去后，还久久矗立在原地不动。“主子！”追云试探地喊了一声。玉珍回神，转身进府。阴云沉沉，还未到傍晚，屋内已暗了下来。玉珍让追云将积压的公务都呈上来，秉烛处理，告诉竹风和周大人加快动作，一定要在这场雨停之前将所有事处理妥当。天一晴，立马回上京。还有慈安院一事，安排下去，尽快动工。是。追云应下，转身去了。如玉珍所料，这场雨又下了2、3日才彻底停歇。虽在下雨，但玉珍半点也没闲着，甚至比平日更忙。这日下午雨停后，玉珍同周伯旭带人去了牢狱，一行人在里面待了足有1个时辰。从牢狱出来后，玉珍和周伯旭回到福音府，商议明日押解赵仁贤及赃款回上京一事。此回上京，路上并不太平，多加小心。周伯旭沉声叮嘱。赵仁贤一案牵连甚广，押往上京的路上，背后之人定然会有所动作。玉珍颔首，计策虽无遗漏，但人算中不如天算，你也要当心。周伯旭喝了口茶，目光复杂地看向玉珍：“你如此着急启程回上京，是为了与江姑娘一道？”知道瞒不过，玉珍也不打算瞒，便点了点头。周伯旭沉叹一声，忧心道：“江姑娘出身低微，又是和离之身，与皇室则非标准，相差甚远。你若想娶她，怕是十分不易。”周伯旭此话说得委婉。玉珍并非普通皇子，他深受皇帝宠爱，在朝中呼声甚高，将来极有可能登上那至尊之位。是以他的正妃必定要慎重甄选，让所有人都满意。而江叔他并不合适。玉珍明白周伯旭在想什么，轻嗤道：“我这个身份有几件事是容易的，事在人为，人定胜天。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办不成事的人。”周伯旭闻言一怔，随后失笑：“好一个年少轻狂，比我有魄力。当年若是他也能如玉珍这般坚定决绝，那该多好。”见周伯旭面露悔恨痛苦之色，玉珍心知他在想什么，斟酌道：“你和我阿姐并非全无可能。”周伯旭沉痛摇头：“庄老夫人不会答应，我爹娘也不会答应。事在人为。”玉珍语气坚定。周伯旭深吸口气，压下喉间苦涩：“顺其自然吧。你阿姐已经很苦了，我不想她再受伤害。虽是私事，但因着玉兰长公主的身份以及庄家的特殊，掺杂太多牵扯甚广，处理不好便会使玉兰遭受万民非议。女子重欲，更何况玉兰还是长公主。”默眸深沉的
看了周伯旭一眼，玉珍不再多言。周伯旭什么都好，就是面对亲情感情时过于优柔寡断。他以为逃避能让他在乎的人都好过，殊不知他如此只会将伤害扩大加深。这些年他阿姐一点也不好过。周伯旭所谓的终身不娶，默默守护，于他阿姐而言是沉重的枷锁，让他恨不得、怨不得，又求不得。玉珍有心相帮，可周伯旭无意，什么都是徒劳。他阿姐毕竟是长公主，当年已被周伯旭气过一次，总不好再自降身份脸面去逼迫，便是痛苦挣扎，也只能藏于心底。时候不早了，你用过饭早些歇歇，明日我就不去送你了。周伯旭起身告辞。玉珍淡淡的应了一声，目送周伯旭离开。望着屋外渐沉的天色，玉珍走到案前，提笔写了一封信，让追云送去给江叔。他不是周伯旭，他认定了什么，就一定会拼尽全力争取。比起争取的不易，娶个不喜之人，互相厌恶的过一辈子更不容易。左右都不容易，为何不选自己想要的？便是最后结果不如所愿，至少不会遗憾后悔。阴雨连绵数日，天终于放晴。江叔站在窗前，眺望天边浅淡云霞。谭玉在忙着收拾东西，终于要回上京了。谭玉心情甚好，出门时被沿途风景吸引，觉得外面新奇有趣，一路心情欢欣愉悦。可当那股新鲜劲儿过了，便觉得外面也不过如此，开始想念熟悉的上京。叩叩，屋外有人敲门。谁啊？谭玉扯着嗓子问。追云。屋外传来熟悉的声音。谭玉闻言赶忙放下手中东西，快步跑去开门。江叔也闻声走了过来。谭玉打开门，看到追云后眼睛亮亮的，末了又探头往追云身后瞧了瞧。你一个人吗？追云点头，主子让我来送信。追云看到走来的江叔，将手中信件递给他。多谢。江叔接过，走回桌边坐下看信。谭玉送走追云走后关上门，走到江叔跟前。东家，王爷在信里说什么了？我们明日还一同回上京吗？这2、3日，主仆俩一直待在客栈里，左等右盼，玉珍却未送来半点消息。眼看着雨过天晴，他们东西都收拾好了，明日就要启程回上京了。玉珍终于来了信。江叔抽出信纸展开，心绪激荡地看了起来。谭玉安静等着，焦急都写到了脸上。江叔看完信，抬头瞅他一眼，笑道：你急什么？谭玉轻哼：东家不急，这2天魂不守舍，心不在焉，尤其是今日雨停后，一直盯着窗外，天都要被盯出个窟窿了。江叔被说得面皮通红，嗔道：再敢胡说八道，我就将你嫁出去。别！谭玉赶忙求饶，他可不想嫁人，只想跟着江叔一辈子。好东家，我错了，你就告诉我吧。谭玉好奇心作祟，急得抓耳挠腮。江叔将信收好，轻咳道：王爷让我们明日在城外会合。福音府和客栈不在一个方向，若他们先去福音府再出城，要绕一大圈。而玉珍他们押解着囚犯，队伍庞大不宜来客栈，只能在城外会合。那我们吃过饭早些睡，明日天一亮就起来。得到准信，谭玉放了心。江叔应了一声，想着明日就能见到玉珍，他有些期盼，又有些紧张，心有所思，夜难安枕。这一晚，江叔失眠了。第119章嫉妒。屋中沉寂漆黑，江叔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他一闭上眼，脑中便不由自主浮现出玉珍的模样，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搅得他心绪难平。猛然睁开眼坐起身，江叔拍拍自己发烫的脸，大口吸气。他这是怎么了？活了20多年，江叔头一次如此。这种煎熬甜蜜的感觉，让他觉得陌生又愉悦。想到明日要早起出城会合，江叔努力平复好心绪，重新躺了下去。他在心中默念：不要想，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可脑袋和心象是失去了控制，根本不听话。翻来覆去到后半夜，江叔才迷迷糊糊睡着。梦中他又见到了玉珍。玉珍一袭靛蓝色束绣锦衣，长身玉立站在七叶树下，闻声问他：你许了什么愿？江叔心中一抖，红着脸道：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这样啊，那我许的愿望也不能告诉你了。玉珍惋惜叹气，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江叔仰头望向树顶的祈愿牌，好奇心大起，很想知道玉珍的愿望是什么。东家，醒醒，天亮了，该起床了。谭玉一连叫了好几声，江叔才艰难睁眼。这么快天亮了吗？江叔看着大亮天光，神思恍惚。他感觉他才刚睡着，怎么一下就天亮了？再过一会儿太阳都该出来了。东家快起来洗漱吧，别叫景王殿下久等。谭玉给他拿来衣裳，催促他起身。听到景王殿下4个字，江叔打了个激灵，利索起床穿衣。若是平时倒也罢了，
今日玉征押解着囚犯等在城外，着实不成样子。主仆二人快速收拾妥当，下楼随意用了点早饭，找掌柜结完账，着急忙慌地坐上马车出城。此时街上也有许多行人，护卫骑马在前开路，马车跟在后面缓速行驶。怎么这么慢？江叔有些心急。谭玉撩开车帘看了一眼，道：“许是酒雨放晴的缘故，今日街上人特别多。东家别急，过了这条街就到城门口了，出了城便快了。”急也无用，江叔只能耐着性子，期盼快些出城。终于，马车驶过拥挤长街，到达了宽敞通畅的城门口。驾！车夫一挥马鞭，马车速度变快。江叔撩起车帘，看到了城外的风景。不知玉征他们可出城了？江叔四处搜寻，没有见到城外有车马等候。景王殿下他们怕是也跟我们一样，被行人阻路了。谭玉道。江叔闻言，让车夫将车赶到路边，停车等候。主仆俩下车，翘首以盼地望着城门口。约莫等了1刻钟，才见到追云逐风骑马出城，后面跟着马车和囚车。车夫勒马让马车停下，追云逐风领着囚车队伍往前缓慢行进。怎么停了2辆马车？谭玉纳闷。第1辆马车上下来的是玉征，第2辆马车上下来的是赵曼莹。见到赵曼莹，江叔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还穿成这样？”赵曼莹转了一圈，得意问：“怎么样？我为了送你特意穿的。”赵曼莹学着江叔的模样，穿上男装，竖起头发，还特意描错了眉毛。江叔看得失笑：“我从未见过这般美貌婉约的公子，一点都不像吗？”赵曼莹闻言有些失望。江叔道：“你若真想扮男子，除了装扮，更重要的是学习模仿男子的言行举止。”原来如此。赵曼莹恍然大悟，他就说怎么江叔扮起男子来，虽俊秀过人，却瞧着顺眼，原来是他抓住了精髓。画虎画皮难画骨，仿人仿形难仿神。长话短说，我们急着赶路。玉征在一旁提醒。赵曼莹抓着江叔的手哀叹：“这一别再难相见，真叫人不舍。你往后得空可去上京找我，我若再来临安府，也必定去寻你。”江叔轻声宽慰。赵曼莹点头，张开双臂道：“一报为定。”噗！江叔被他逗笑，刚升起离别的愁绪瞬间消散，两人深深拥抱，一切皆在不言中。一旁的玉征看着他们，莫名有些嫉妒。他们才认识多久？见过几次面？感情就这般好了？珍重，一路平安。赵曼莹说完，不舍得松开。你也是，一定要好好的，等我到了上京便给你写信。江叔杏眸微红，终究是染上了离别意。两人当着玉征的面一一惜别，看得玉征眷脸沉凝。上车离开后，江叔还从车窗探出头，向赵曼莹挥手。赵曼莹也冲他挥手告别，美目湿润。他没有朋友，江叔是第一个。直到马车走远，看不清人影后，江叔才收回视线。经过囚车队伍时，谭玉惊奇地睁大了眼。奇怪，囚车上怎么挂了那么多菜叶鸡蛋？江叔闻言看向囚车，惊愕之后顿悟，定是经过街道时百姓扔的。想必也正是因为如此，玉征他们才会这么晚出城。官道平坦宽阔，4月暖阳洒在大地上，朝气蓬勃。追云逐风在前领路，侍卫打马随行在玉征的马车两侧，江叔的马车护卫跟在玉征后面。再然后便是运送赃款的马车和囚车。队伍浩荡快速，往上京而行。一口气行了半日，队伍停在一片树林中歇息。前不着镇，后不着城，午饭只能吃干粮。逐风时来，柴火升起火堆，追云熟练地架起吊锅，煮了一锅肉菜汤。主子，江姑娘。追云盛了2碗汤端给他们。江叔接过吹了吹，浅尝一口后夸赞：“好厨艺。上次的烤鱼他虽没吃，但据谭玉说味道很不错。今日这汤他清尝过后，觉得谭玉所言不虚。”听到江叔夸赞追云，玉征墨眉微凝。他看了看碗中的汤，又看了看手中的饼，缓声道：“饼冷硬了，撕碎后放进汤里泡泡，会软和很多。”说着，玉征亲自做起了示范。江叔看着玉征的动作，跟着他学。冷硬的饼泡进滚烫的肉汤里，不仅饼变软了，汤也不那么烫了，一切刚刚好。王爷真厉害！江叔笑着赞叹。玉征闻言，微微牵唇。早上在城外可是等了许久。玉征边吃边问。江叔吞下口中的饼道：“没多久。”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一碗肉菜汤泡饼，愣是吃出了山珍海味的感觉。饭后，队伍休整妥当，重新上路。饱暖困意来，没睡好的江叔开始犯困，起身时险些没站稳。当心！玉征伸手扶住他。第120章异样。两臂相触，男子灼热的体温隔着薄薄衣料传来，烫得江叔心头一颤，不由想起了昨夜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画面，以及那个挠人心弦的梦。
我没事。江叔快速收回手，不敢去看玉珍，逃也似的上了马车。看着他慌张离去的身影，玉珍垂眸盯着手臂微愣。他做什么吓着他了？玉珍从头到尾的回想，在马车内想了一下午，也没能想明白。日薄西山时，队伍抵达了驿站。东家到了。谭玉轻拍江叔，江叔睡得迷迷糊糊、晕晕沉沉的问：到哪儿了？驿站。谭玉打开车门，江叔抬眼往外看，刚好看到玉珍下车，回眸往他这里瞧。四目相对，江叔想起自己刚睡醒，头发凌乱，睡眼惺忪，模样定然十分难看，赶忙伸手关上了车门。东家。准备下车的谭玉莫名不解。江叔道：快帮我整理一下仪容。哦。谭玉呆愣地应了一声，动手帮江叔整理。驿站前的玉珍看着紧闭的车门，脑中疑窦越来越多。凝眉思索片刻，玉珍朝江叔的马车走去。车内的江叔收拾妥当后，谭玉再次打开车门，率先下了车。江叔抬眼望去，见玉珍已经不在了，不由松了口气。他钻出马车，习惯性往旁边伸手，宽大温热的手掌接住他的纤纤素手，轻轻一握扶着他下车。谭玉的手怎么变大了？江叔落得站稳后一看，惊得说话都不利索。王爷。唰的一下抽回手，江叔想往后退拉开距离，脚后跟却踢到马凳，身体不受控制的往后倒去。江叔低呼一声，惊慌不已，伸手乱抓，想要抓住车辕，可惜他没抓住，只能认命的闭上眼，做好摔一屁股蹲的准备。情急之下，玉珍长臂一伸抓住了他乱舞的手，用力一拽，将他拽了回来。砰一声闷响，将书撞到玉珍胸膛上，整个人都跌进了他怀里。玉珍下意识搂住他的腰，扶着他站稳，两人紧密相贴。江叔听到了玉珍强有力却略快的心跳声，还有他自己的咚咚咚咚，两人的心都激跳不止，有一瞬的争冲。这一幕落在旁人眼里，俨然是热情相拥。追云逐风、谭玉三人都看呆了。你，玉珍刚开口，怀中人便猛然挣脱出他的怀抱，低着头跑了。东家。谭玉赶忙追上去。玉珍望着像只兽经小路般逃跑的江叔，心口发涩。他就这般抗拒他的靠近。从小受尽追捧，费尽心思同人保持距离的玉珍，在一刻大受重创。原来被人嫌恶拒绝这般难受。玉珍眷脸冷沉，唇瓣紧抿，面色难看的吓人。追云逐风一句话都不敢说。进了驿站安顿好后，江叔便一直躲在屋中不出去，就连晚饭也让谭玉端进屋里吃。玉珍在大堂独坐一桌，看着桌上的菜毫无胃口。入夜，驿站一片寂静。追云轻敲玉珍屋门，随后推门走了进去。主子，鱼已上钩。玉珍放下手中书卷，沉声道：不要打草惊蛇，尽量拖久一些。是，主子早些歇歇。追云躬身退下，关上屋门。玉珍沉叹一声，起身灭了烛火，脱衣上榻。可闭眼许久，玉珍却半点睡意也无，脑中想的全是江叔的态度和躲避他的动作，越想越心堵。这些年来，他面对各种明争暗斗，天下大事都不曾忧烦到失眠。可今日江叔的反应却让他忧躁不宁，无法入睡。漫漫长夜，同样辗转反侧睡不着的还有江叔。驿站条件有限，江叔和谭玉共住一屋，虽是2张床，但若动静大些，还是会惊扰到对方。是以江叔每次翻身都小心翼翼，生怕被谭玉察觉。他一合上眼，脑中便回想起玉珍的心跳声，震耳欲聋，还有玉珍胸膛的触感，手掌的温度令江叔面皮作烧。他一定是疯魔了。去年玉珍救他时也曾触碰过他，但那时他只觉于理不合，并未有其他想法。还有上元夜，玉珍牵他手时，他虽心绪微动，却尚能克制。再则便是灵隐寺那日，与玉珍同游溶洞时发生意外。细细想来，变化好像就是从那次开始。可那时的微末异样，江叔指当时男女授受不亲，未作细想。再后来，一次一面，一点一滴，悄无声息地积累变化着。直到今日，玉珍的触碰让江叔感觉到了明显异样。他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他往后要如何面对玉珍？江叔想不出答案，拉过被子蒙住头，选择了逃避。翌日一早，天刚亮，追云逐风就整装好队伍，准备上路。江叔起身洗漱后，匆忙吃了几口饭，避开玉珍上了马车。一晃半日过去，又到了午间休整。江叔下马车后发现不远处有条河，欢喜地跑了过去。河水干净清凉，江叔痛痛快快地洗了把脸，随后起身沿着河岸往树林走去。走了一段，江叔发现身后有人跟着，回身一看，竟是玉珍。王爷，你跟着我做什么？江叔弩立刻制着心绪，心平气和，神色如常地面对玉珍。墨眸凝视着眼前人，玉珍缓声道：不要走太远。不走远点他怎么如厕？江叔轻咳一声，
略有些不自然道：“我就去前面的密林待会，很快就回来。”玉铮道：“野外危机重重，尤其是密林，杀手昨夜就已经跟上了他们，此时必定藏匿在四周，而密林无疑是最危险的地方。”江叔默了默：“我会小心注意。”玉铮拧眉不解：“你为何一定要去密林？”下腹传来捶杖感，江叔忍不下去了，红着脸道：“我要去方便，不去密林很不方便。”说完，江叔转身快步跑进了密林。玉铮愕然，脑中回想着江叔的话，倦脸微红。迟疑了片刻，玉铮还是不放心，抬步走到密林边缘，低声道：“林中多野兽，我在这里守着。”江叔没有回应，实在没脸。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后，江叔冲到河边洗了洗手，然后快跑回休整地。玉铮远远跟在他后面，心绪复杂。东家，你跑这么快做什么？给追云打下手的谭玉见到江叔跑得脸红气喘，很是费解。江叔还未回答，添柴烧火的竹风纳闷道：“主子哪去了？你们看到主子了吗？”第121章灭口。不约而同的，三人抬头望向江叔。江叔被他们看得毛骨悚然，咽着口水道：“你们看我作何？”谭玉道：“我之前瞧见王爷跟东家一起往河边走的。江姑娘回来了，主子怎么没回来？”追云不解。江叔抿唇：“他又不归我管，我如何知晓？”语罢，江叔不想再同他们纠缠，转身欲走。好巧不巧，玉铮从河边回来了，刚好听见江叔方才的话，目光向处，江叔莫名心虚，别开眼走了。东家这2天怎么了？怎么怪怪的？谭玉一头雾水。玉铮没有说话，寻了个位置坐下，等着开饭。追云竹风见状，不再多言，赶忙做饭。驿站相隔100里以上才有一处，而他们这么多人又押解着囚犯，不适宜进镇进城。午间休整时，只能买了干粮食材自己做。行路捡时，追云煮了一锅肉粥，配上馒头和2个小菜，端给玉铮和江叔。因着菜量有限，江叔只能和玉铮一起用。两人相对坐，相顾无言，默默用饭。饭后队伍继续上路，赶往下一个驿站。江叔慵懒地将脑袋搁在车窗上，欣赏沿途风景。相隔不过半月，路边树木草丛都变得茂密葱郁了许多，各色野花争相盛开，鸟儿在林间飞来掠去，停在树梢枝头欢声歌唱。江叔正看得入神，前面马车上的玉铮也将头探出了窗外。于是江叔目之所及的风景里又多了一颗后脑勺。看着看着，江叔笑出了声：“东家看到什么有趣的了？”谭玉闻声凑了过来。江叔赶忙放下帘子道：“没什么。”谭玉不信，伸长了脖子往外瞧，却又没瞧出个所以然来。前方的玉铮忽然扭头往后看，正好看见谭玉，墨眸失望的收回。玉铮放下车帘，靠着车壁闭目养神。这几日尾随的杀手随时都有可能动手，他必须养足精神，严阵以待。江叔和谭玉并不知情，身心放松，怡然自得的赏景闲话。半日很快过去。夜里，江叔同谭玉洗沐后，躺在床上酣然入梦。追云和竹风在外轮流守夜，全神戒备，一夜无事。追云、竹风却并不觉得庆幸，反而更加警惕。队伍又行了1日，进入一片连绵山脉。落日西沉时，队伍离驿站尚远，只能加紧赶路。天色渐沉，追云、竹风领头进入山林。赶了1日路，众人都十分疲惫，只想快点抵达驿站休息。嗖嗖，一片箭雨骤然破空射来。追云、竹风迅速抽出武器格挡，勒马后冷声道：“有刺客，保护主子和江姑娘。”侍卫们得令，纷纷抽出刀剑，护在马车周围。杀！喊杀声大起，沉寂山林中跳出一群黑衣人，杀气腾腾的袭来。马车中打盹的江叔和谭玉被惊醒，从车窗看到密密麻麻的黑衣人冲过来，攻势凶猛。追云、竹风带着一队侍卫护在马车四周，不让黑衣人靠近。然黑衣人人多势众，见马车这边久攻不下，掉头攻向囚车。一开始江叔以为他们要劫囚，直到他看见黑衣人劈开囚车后，又将手中刀剑刺向囚车里的人，才知道他们是要杀人灭口。就在江叔担心赵仁贤会被杀掉时，囚车里的赵仁贤利落闪身避开砍来的刀，随后用力一挣，扯断镣铐，从囚车底部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跳下车与黑衣人斗在了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啊？江叔惊愕不已。有了先例，其他囚车里赵仁贤的家眷们也纷纷扯断镣铐，从车底抄出武器与黑衣人打斗。黑衣人比江叔还要震惊，一刀劈开装赃款的木箱，赫然发现里面装的是石头，根本不是财宝。中计了，撤！领头人大喊一声，想要抽身离开。想跑，做梦！追云、竹风飞身拦住黑衣人，招招凌厉，直击要害。守了2个晚上，警惕了2日2夜，终于等到他们现身，如何会放他们离开？杀！竹风厉喝一声，越战越勇。
黑衣人见走不掉，便再次攻向马车，更有人直接往车里放冷箭。嗖！冷箭穿透车壁射进车内，玉铮侧身避开，随后飞身出马车，手握长剑与黑衣人斗在一起。江叔的护卫也在同黑衣人缠斗，不一会儿功夫已倒下了2人。主仆俩躲在车内，紧张害怕的不行。忽然，一支冷箭射向江叔的马车，玉铮瞧见后，利落解决掉与他交手的黑衣人，纵身飞来砍掉了那支冷箭。趴在车底藏好，不要出来。玉铮贴着马车沉声道。车内的江叔和谭玉听闻此言，赶忙照做。马车底部有箱垄坐板挡着，箭射不进去，十分安全。玉铮守在车门处，将试图靠近马车的黑衣人全部格杀。铮铮锵锵，江叔和谭玉躲在车内，听着外面刀剑相接的声音和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倒地声，心中惊颤。不知过了多久，外面的打斗声停了。玉铮打开车门，告诉江叔：“没事了，别怕。”江叔闻言从车底起身，和谭玉战战兢兢地下了车。昏暗不明的天色下，囚车被砍了个稀巴烂，马车上插着几支羽箭，满地都是尸体和鲜血，有黑衣人的，也有玉铮的侍卫的，还有江叔的护卫的，触目惊心。主仆俩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交战，更未见过这么多尸体，一时难以接受。除了害怕，更多的是惶恐和畏惧。生命实在太脆弱了，瞬息之间便没了。追云在清点，竹峰在带人检查尸体，自然的像午时拾柴做饭那般。江叔明白，他们定是经历许多生死场面才会习以为常。别怕，我会护着你。玉铮看出江叔的惊惧，温声安抚。江叔扭头看他，发现他捂着手臂。你受伤了？江叔大惊。小伤，不碍事，到了驿站包扎一下便可。玉铮不以为意。江叔紧抿唇瓣，从怀中取出锦帕，先给玉铮做简单的包扎止血。此时天色已摸黑，追云竹峰留下一队人善后，护着玉铮和江叔先行赶往驿站。有几名侍卫和护卫受了重伤，不能骑马，江叔将他的马车让给了他们。他和谭玉去了玉铮的马车。待马车行驶起来后，江叔满腹疑惑地问玉铮：“到底怎么回事？”第122章互探。拔刀参战的囚犯变成石头的赃款，这反转实在太大，一时难以消化。若他们押解了3日的囚犯和赃款是假的，那真的又去了何处？玉铮靠着车壁缓声道：“囚犯和赃款都由周伯旭押解，走水路到上京。”江叔恍然。离开临安府时，他曾问玉铮为何没有见到周伯旭。玉铮说周伯旭办旁的事去了。当时江叔以为是何敌一事，现下才明白玉铮话中的深意。计划已经结束，杀手都已格杀，再没有隐瞒的必要。玉铮便都告诉了江叔。赵仁贤一案牵扯甚大，背后之人定然不会让他活着到上京，是以他和周伯旭商议后决定兵分2路。玉铮押解着侍卫假扮的囚犯和几车石头，光明正大的走官道回上京吸引注意。周伯旭则假意留在临安府修筑河堤，过1日等背后之人放松警惕后，在暗中押解着囚犯和赃款，包船走水路回上京。他们行了3日，周伯旭走水路也已行2日。前来灭口的杀手没有留下活口，待背后之人察觉到不对，至少还需2、3日。到那时，周伯旭已行了4、5日，背后之人便是知晓中计，再追也已来不及。如此，囚犯和赃款都能顺利押解到上京。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江叔和谭玉听完佩服得五体投地。可王爷以身作饵，委实太过冒险，万一不敌起步。江叔想到方才的凶险，心有余悸。玉铮明白他的心思，温声宽慰道：“我心中有数，若没有10成把握，绝不敢让你一起涉险。”在制定这个计划时，玉铮便考虑到了一切。最坏的结果是他们不敌，但追云逐风也能护着他们逃离。且最重要的是，杀手的目标是囚犯和赃款，并非玉铮。是以发现中计后，他们绝不会恋战。所以只要玉铮想，他定能安然无恙的抽身。王爷运筹帷幄，谋算再凶，是我多虑了。江叔喟叹一声，觉得他和玉铮差距实在太大。玉铮是心怀天下、胆略过人的王爷，而他只是个谨小慎微的商人。江叔忽然觉得很疲惫，靠着车壁不再说话。一番打斗又受了伤，玉铮也累了，默默刻上闭目养神。谭玉坐在角落，抿紧了嘴，不敢出声。到达驿站后，追云和竹峰安置伤员，检查车马等等，忙得不可开交。江叔见无人管玉铮，只好去给玉铮清理伤口，上药包扎。玉铮伤在上臂，刀口虽不深，却有1指多长。江叔先前给他系的锦帕早已被血染透，衣服上也布满血迹，有玉铮自己的，也有杀手的。想着左右要换衣服，玉铮索性脱了上衣，露出受伤的胳膊，以便包扎。头一次见男子赤身，江叔霎时红了脸，眼睛不敢乱瞟，只盯着玉铮受伤的胳膊。清洗，上药。
药粉撒上伤口时，玉铮闷哼出声，手臂上的肌肉微微鼓起。江叔抬眸望他，有些手足无措：“我是不是弄疼你了？”玉铮摇头，忍着疼痛道：“没有，你做得很好，是药粉的作用。”江叔闻言稍稍放了心，拿过棉布给他包扎。玉铮垂眸，见江叔系带的手微抖，小脸也有些白，不由心疼道：“抱歉，今日吓着你了。”他本不用掺和这些，不受这份惊慌，终究是他私心作祟，想与他多相处片刻，才将他卷了进来。江叔系带的手顿了顿，随后问道：“王爷是否时常经历这些？”玉铮颔首：“1年总有1-2次，我已习惯。”江叔闻言想起了10几年前他们出狱时，他也是遭遇刺杀受伤晕倒。王爷既知危险，为何还要做这些？江叔抬眸，定定地看着玉铮。他是皇帝最宠爱的儿子，若他不愿，全然可以什么都不管，只做个富贵清闲的王爷，又或者像太子那般，只在上京处理朝堂政务，都不会有这么多危险。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天下间的事总要有人去做。我身为皇子理应表率，这是我的责任。玉铮眷脸沉凝，语气认真，就像上阵杀敌的将士，明知战场九死一生，可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若没有他们的牺牲，又何来我们的安稳？又譬如你，明知女子经商万般艰难，可你也没有选择安于后宅，而是选择勇敢面对。墨眸深情地对上莹润杏眸，玉铮眼中全是赞赏和喜爱。江叔被夸得不好意思，眸光轻闪，羞惭道：“我只是为了自己，不敢同王爷和将士相提并论。”玉铮却道：“一个国家的繁荣安稳，离不开商人的贡献。商铺为百姓提供便利所需的同时，也为许多人提供了活计，撑起了他们的家户。还有将计每年上交的商税，也能养活诸多将士。”江叔听完一怔，他从未想过这些，但玉铮这么一说，他油然而生出一种使命感。在王爷眼中，商人竟这般重要吗？江叔试探地问。都说商人低微，再有钱也入不了高门显贵的眼，可玉铮他好像不这般认为。很重要。玉铮笃定不疑，目光直直地凝视着他。江叔闻言心头一颤，感觉心底有什么东西在冲破禁锢，滋生萌芽。若再遇到今日之事，你可还愿与我同行？玉铮收紧双手，心有忐忑。江叔蹙眉轻叹：“我手无缚鸡之力，与王爷同行只会成为王爷的负累。一直以来都是玉铮在帮助他保护他，而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你不是负累，我会保护好你。”玉铮情不自禁抬手，温柔抚平他蹙起的眉头，感受到眉间传来的温度。江叔眸眶微热，心绪触动。玉铮实在太好了，好到让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却又舍不得远离。黯然垂眸，目光不经意间落到玉铮光洁如玉的胸膛上。江叔只觉一股热气直冲而上，疼得涨红了脸。他慌忙挪开视线，却又不小心扫到了玉铮的腹部。那一块块均匀静美的腹肌，令人遐想连篇，移不开眼。这一夜，江叔闭眼睡觉时，脑中又浮现出玉铮的模样，在被窝里悄悄红了脸。第123章逃生。次日，队伍继续上路。江叔的马车给了伤患，便只能同玉铮共乘。玉铮的左臂受了伤，做起许多事来都多有不便，江叔自发照顾起他。玉铮十分享受，觉得这伤受的颇为值得。只可惜他伤的不重，几日便养好了，想装也装不下去。因为江叔每日早晚都给他换药，对他的伤势恢复情况了如指掌。眼看离上京越来越近，两人相处的时日所剩无多，玉铮有些不舍。这日出发前，天气阴郁沉翳，似要下雨。玉铮心中一喜，以下雨赶路不便且危险为由，在驿站多停留了1日。天公作美，玉铮做完决定不久，便下起了瓢泼大雨。没有公务在身，驿站又无其他消遣，玉铮叫上江叔对弈。两人一边下棋一边闲话，1日时光不知不觉便过去了。傍晚的时候，雨停了一会儿，到了夜里又下了起来。玉铮躺在床上，听着屋外淅沥雨声，期望能多下2日。然天不遂人愿，翌日起来时，雨已停歇，天边隐有日光浮现。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几名重伤侍卫的伤还未愈，江叔还能与他共乘一车。天虽已放晴，但路上仍旧泥泞，马车行驶的速度并不快。经过一处灵山道路时，路上滚落了许多石头，马车无法经过。队伍被迫停下，竹峰吩咐侍卫去将路面清理干净。追云下马，走到马车前，向玉铮禀明情况。需要多久？江叔问。追云扫了一眼，估摸道1刻钟左右。那下车透透气吧。江叔起身钻出马车，玉铮、谭玉也相继下车。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江叔走到路边，闭眼深嗅青草芬芳。这路好危险，路边竟然是山崖，崖下是河流。谭玉站在道路边缘，看着下方湍急的河流，惊呼：若是过往马车一不小心侧翻下崖，后果不堪设想。江叔听到隐隐水声，也走过去瞧。
轰隆一声巨响，所有人皆是一惊，转头朝声音传来的地方看去。不远处的山上，一层山体骤然滑落而下，树木、泥土还有滚石，似一匹巨大猛兽朝着他们奔腾扑来。是山体滑坡，快走！追云急喝出声，拔腿便跑。停在路中的马车率先被滚石砸中，侧翻在地，泥土树木迂滑而下，瞬息便将马车淹没。快走！玉铮抓起江叔的手，飞速逃离。谭玉吓懵了，脚有些不听使唤，跑了几步竟然摔倒了。谭玉！江叔回头大喊，急得满目通红。谭玉惊惶不已，追云一个纵身跃到他面前，将他拉起往前跑。看到谭玉被追云救起，江叔放了心，同玉铮一起快速奔跑。然山体滑坡的速度实在太过迅猛，他们根本无路可逃。情急之下，玉铮只能牵着江叔往崖边跑。跑到山崖边缘，玉铮看着下方的河流，果断道：“跳下去！我不会水。”江叔惶恐惊慌。玉铮回头瞧见滚石飞腾而来，没有时间犹豫了，相信我！玉铮抓紧江叔的手，纵身一跃。江叔不敢看下面，便回头往后看，匆匆一瞥，却令他惊愕不已。远处的山顶上似有人影攒动，来不及细看，他和玉铮已坠下山崖。跌入河中时，一块巴掌大的山石滚落下来，正好砸中玉铮的后背。重重闷哼一声，玉铮和江叔沉入河底。江叔完全不会水，一入水呛了几口水后意识渐沉。玉铮不顾后背疼痛，抓紧江叔的手，将他拉到跟前，赶忙给他渡了口气。来不及品味，渡完气，玉铮带着江叔奋力往水面游。嗨嗨！好不容易浮出水面，江叔狠咳了几下，大口呼吸。还未等他缓过来，湍急的河水席卷而来，让他们无法稳住身形，只能被拍打着随波逐流。江叔不会水，这样下去必然会溺水。玉铮一个人的力气有限，无法与自然之力抗衡。如此下去，他和江叔定然会被冲散开。玉铮快速思索应对之策，忽然瞥见河面飘来一棵大树，应当是山体滑坡掉下来的。天无绝人之路，玉铮半抱着江叔拼力往河中游，在大树飘过他们身边时，果断抓住。玉铮一手死死抱着大树，一手紧紧抱着江叔，两人一起半趴在树干上。江叔又呛了些水，意识昏昏沉沉，根本抱不住树干，全靠玉铮扶着他。这样下去可不行，他们不知还要飘多久，必须保持清醒，抱住大树。玉铮靠近江叔，深吸一口气，朝他的阴唇贴去，两唇相触，温润柔软的触感令玉铮心底一颤。方才在水底给江叔渡气时，过于匆忙急迫，根本无心体会，现下才知江叔的唇瓣是何种滋味，温温软软，像极了上元节那天吃的元宵。嗨嗨！玉铮给江叔渡了几口气，江叔终于清醒过来，抱紧树干，不要松手。玉铮沉声嘱咐。恢复意识的江叔赶忙用双手抱住大树，趴在树上喘息。不知过了多久，河水总算没那么急了，两人稍稍松了口气。又飘了一段后，河水平缓下来。玉铮放弃大树，带着江叔游上了岸。呼呼，两人仰面躺在河岸上，大口喘气。歇了一会儿，体力略微恢复后，玉铮起身打量周遭。此处是一片河谷，草木茂盛，野花遍地，景色极为优美。玉铮走了一圈，发现岸边有条小路，不知通往何处。他回到河岸边，问江叔可还好。江叔点头，我没有受伤，你呢？玉铮怕他担心，没有告诉他后背被石头砸中之事。再歇会儿吧，休息好了我们便走。江叔环顾四周，除了河流高山什么也没有，茫然问这是哪里？玉铮摇头，我也不知，那边有条路，我们沿着路走，总能走出去。江叔起身走了几步，发现野花遍地，蝴蝶翩跹，鸟语花香，仿若人间仙境，好美啊！江叔忍不住赞叹，尤其是刚经历了一场死里逃生，更觉眼前景色美丽珍贵。只可惜现在不是赏景的时候。眼看着太阳西斜，不多时便要落山，江叔催促道：“我们走吧。”两人浑身湿透，幸好天气已暖，又有太阳，并不觉得有多冷。但湿透的衣衫紧贴在身上，显露出玲珑身形，看得玉铮喉间发紧。第124章同眠。非礼勿视！玉铮别开眼，嗓音微哑道：“我走前面，恐有野兽出没。”江叔不疑有他，停步让玉铮上前。这下轮到江叔脸红了。男子的身形虽不似女子那般凹凸有致，但也能看出宽肩窄腰，翘臀长腿。江叔面皮一热，别开视线看向两旁风景，不敢再直视前方。恍然间，他也明白了玉铮为何要走前面，实在太羞耻了。好在玉铮没有回头，看不到他羞红的脸。两人沿着小道走过一段上坡路后，进入一片低矮山林。玉铮查看四周，
发现地上有被挖掘的痕迹和脚印，附近应当有村庄人烟，小心些，我们要穿过这片山林。玉征提醒江叔。江叔点头，亦步亦趋地跟在玉征身后。可他的体力远不如玉征，走了一半实在走不动了，扶着一棵树轻轻喘息。玉征察觉后寻了块石头，让他坐下歇息。天色微沉，太阳已经落山，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在天黑前找到村庄。走快点，天黑了野兽就出来了。正歇息间，听到树林中响起一道青涩少年声，两人对视一眼，江叔赶忙起身，朝声音传来的地方寻去。江叔体力不知跟不上，玉征朝他伸出手，江叔没有迟疑，将手放进了玉征掌心。玉征握紧，牵着他快步在林中穿梭。哥，你等等我！又有一道稚嫩童声响起，声音离得很近，就在前方不远处。玉征拉着江叔加快了脚步。终于，他们走出密林，看到了两个背着背篓的孩子正小跑着往前走。江叔杏眸一亮，急喊出声。两个孩子听到声音回头，看到他们满脸惊诧戒备。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大的约莫10多岁，小的不过7、8岁。你们是什么人？少年警惕质问，将弟弟护在身后。江叔深吸口气，缓声道：别怕，我们是不小心掉下山崖，被河水冲到这里的。见两人身上的衣裳皱皱巴巴，面目和善，不像坏人，少年相信了他们的话，将他们带回了村子。村子很小，只有10几户人家。少年叫胡子，家住在村尾，只有几间简易土屋。胡子的爹娘刚从地里劳作归来，得知江叔二人的遭遇后，爽快地将他们迎进了屋。终于找到留宿地，江叔看着沉下来的天色，松了口气。夜幕降临时，玉征和江叔同胡子一家共用晚饭。二位一看就出身富贵之家，乡下贫寒，招待不周，还请见谅。胡子爹娘有些局促窘迫。江叔扫了一眼桌上的饭食，一道腊肉炒野菜，一道野菜汤，还有一碟小咸菜。胡子兄弟二人盯着那盘腊肉，馋得直吞口水。江叔明白，这已经是胡子家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大嫂客气了，是我们叨扰你们了。江叔满怀歉疚，见他们没有嫌弃，胡子爹娘憨厚一笑，招呼他们吃饭。江叔拿起筷子，夹了一片汤里的野菜。胡子娘道：这野菜是胡子他们刚从山上采挖回来的，可鲜嫩了。江叔吃下后夸赞：胡子他们真能干，别光吃菜，来尝尝这腊肉，可香着呢。胡子爹热情地给玉征夹了一块。多谢。玉征礼貌道谢，细嚼慢咽地吃着。江叔瞥见胡子兄弟二人虽吃着饭，但目光却一直粘在腊肉上，明明很想吃，却并未伸手去夹。江叔反应过来，给胡子兄弟二人一人夹了一箸。快吃吧。兄弟二人高兴极了，吃得满面笑意。胡子爹娘面色赧然道：不用管他们，你们多吃些。那一盘腊肉拢共也不过12片，这一家盘里便没剩几块了。江叔管笑道：再吃呢，我们平日吃不到这么鲜嫩的野菜，可稀罕了。胡子娘听后松了口气，让江叔多吃些。我们这村子偏僻，一年到头都难见到外来客，今日真是高兴。胡子爹拿出他珍藏的酒水，给江叔和玉征倒上。两人端起酒碗，跟胡子爹轻碰后饮下。饭后，胡子端来热水，让江叔和玉征清洗。我们家就3间屋，你们兄弟二人今晚就睡胡子这屋。胡子娘抱来干净的被褥铺上。借宿本就多有打扰，胡子家也无多余床铺，江叔不好提要求，只能将就一晚。多谢大嫂，给你们添麻烦了。江叔轻声道谢，送走了胡子娘。关上门后，江叔回身撞上了玉征的墨眸，四目相对，孤男寡女，江叔忽地紧张起来。狭小的屋子，狭窄的床，到底该怎么睡？他慌忙移开眼扫视屋内，除了玉征坐着的那条板凳外，只有一只旧衣柜。床上只有一床薄被，地面是凹凸泥地，想打地铺都没法打。江叔咬唇，不知该如何是好。看穿他的心思，玉征出声道：你睡床，我靠着墙坐着睡。坐着怎么睡？今日在河中泡了那么久，又穿了许久湿衣，若夜里不盖被子，怕是会发热生病。看着那张狭窄的床铺，江叔声若蚊蝇，还是上床睡吧。你不怕？玉征墨眉微挑。江叔硬着头皮道：怕什么？王爷还能吃了我不成？玉征闻言眸光轻闪，不置可否。出门在外，事急从权。江叔脱鞋上床，缩到了最里面，留出一大片位置。玉征看着那片空位，抿唇道：你我同眠一榻，不怕损了名声吗？王爷不说，谁会知晓？江叔反问。好像是这么个理。玉征不再多言，起身灭了油灯，往床铺走去。黑暗中，江叔感觉到玉征在他身旁躺下，轻拉薄被，两人皆合衣而眠，守着最后的礼教。床铺实在狭窄，两人躺在上面，稍稍一动便会碰到对方，吓得江叔一动也不敢动。
玉珍听着他急促的呼吸声，便知他还是紧张害怕，尽量挪到床边，离他远些。察觉到玉珍的动作，江叔松了口气，疲惫地闭上眼。累了半日，他早已精疲力竭，明明很想睡觉，脑中却不由自主浮现出今日坠河后的场景。玉珍2次给他渡气，他都是有意识的，虽不清醒，但感知尚存。尤其是后面一次，玉珍接连给他渡了几口气，一次比一次感受清晰，两唇相触，温软轻柔，感觉奇异又美妙。江叔想着想着，脸开始坐烧。第125章寻医。想到玉珍就躺在他身侧，江叔羞臊不已，轻轻翻过身杯对着玉珍，暗吸口气。江叔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许是过于疲累，强行收敛心神后，江叔很快便睡着了。听着耳边逐渐平稳的呼吸声，玉珍微微牵唇，也跟着进入梦乡。这一夜，江叔睡得格外沉。至于玉珍，出门在外，身旁又无侍卫值守，他始终留着3分警觉。清晨天刚蒙蒙亮，胡子爹娘起来做活时，玉珍听到动静便醒了。江叔还在熟睡，玉珍便也磕上眼养神。待到屋中光线大亮时，玉珍缓缓睁开眼，凝地江叔的睡颜。光洁的额头下是2弯秀眉，浓密的睫毛纤长微翘，遮住了那双莹润杏眸。再往下便是玲珑翘鼻和绯色樱唇，细腻如玉的小脸泛着嫣红之色，像极了一颗熟透的桃，勾得人直咽口水。看着看着，玉珍觉得有些不对劲，好端端的，他脸怎么这么红？玉珍抬手附上江叔的额头，怎么这么烫？他发热了。玉珍急忙起身，穿鞋开门去寻胡子娘。大夫，我们村没有，得去10里外的镇上才有一家药铺，有一位坐堂大夫。胡子娘放下手中活计，去屋里翻出一包药。这是去年胡子发热时他爹去药铺抓的，还剩下一包，我熬了给你兄弟喝。去年的药？玉珍眼皮跳了跳，谢绝道：不用麻烦了，我带他去镇上看大夫，这里到镇上可远着里。胡子娘咂舌。玉珍道：无妨，我们本来也要离开，请问村中可有车马去镇上？胡子娘摇头，平日大家都很少去镇上，偶尔去一次也都是走路，只有村长家有个牛车，但现在正是农忙的时候，村长的牛怕似的下地干活，没空去镇上。玉珍闻言墨眸紧拧，询问道：走路大概要多久？少说也得半个多时辰。胡子娘皱眉：半个多时辰，还好。玉珍问清路线，谢过胡子娘后，进屋去叫江叔。江叔发着热，被叫醒后迷迷糊糊的，听到玉珍说要带他去镇上看病，江叔有气无力的点了点头。临走时，他取下头上发冠道：把这个给胡子娘，当做留宿的谢礼。江叔昨日带的是一只银冠，分为冠和簪2部分，他将银冠收起来留着看病用，将银簪作为谢礼。玉珍蹲身背上他，出去后将银簪给了胡子娘。使不得，使不得。胡子娘摆摆手不肯收。江叔伏在玉珍背上弱声道：大嫂，你就收下吧，你也说了我们出身富贵，这东西我们家中多的是，算不得什么，你若不收，我们反倒心中有愧。推脱不过，胡子娘只好收下。银簪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做工又十分精美，拿去当铺少说也能卖好几两银子，顶他们家1年的收入了。胡子娘心中过意不去，叫来胡子道：你领他们去镇上，免得他们走错路了。好。胡子欢快地答应一声，走在前面带路。玉珍背着江叔，跟着胡子前往镇上。胡子对路线很是熟悉，途中还领着他们去喝了次泉水。喝完水，玉珍再次蹲下身，让江叔趴上来。江叔神思恍惚，胳膊肘不小心撞到了玉珍背上。玉珍闷哼一声。江叔撞的位置刚好是他昨日被山石砸伤的地方。你怎么了？江叔听出不对，急声询问。玉珍咬牙道：没事，一点小伤。他什么时候受的伤？他怎么不知道？江叔正要追问，玉珍抢先道：我们先去镇上找大夫。对，找大夫，让大夫给他看伤。江叔不再耽搁，温顺地扶上玉珍的背。若有人扶着，他也能自己走，就是头晕乏力，走的实在太慢。玉珍是习武之人，身强体壮，背着清瘦的江叔步履如常，并不落后胡子多少。又走了半个时辰左右，终于看到了一座小镇。胡子将他们领到药堂，然后便准备回去。等等！江叔叫住胡子。此时已过了早饭时间，胡子却还未吃早饭。江叔拿出银冠递给玉珍，让他找个当铺换成银子，给胡子买点吃食，再买块肉让胡子带回去。玉珍让胡子留在药铺陪江叔看诊，他快步去了当铺。当铺掌柜瞧玉珍眼生的紧，不像是本地人，定然是来当东西的，于是便问：公子要当什么？玉珍取下腰间的玉佩，当他。昨日事发突然，他和江叔都未带银钱，只有一些随身之物。
这玉佩碧绿通透，莹润如水，品质绝佳，一瞧便知其贵重。掌柜看了许久，试探道：“公子想当多少？”1000两。玉铮道：“那是他的名佩，上面刻有他的封号，极其贵重，非银钱可衡量，当不了。”掌柜摇头，将玉佩还给玉铮。玉铮拧眉：“为何？”掌柜如实道：“太贵重了，我这小本生意做不起，公子可还有别的东西当？”玉铮默了默，拿出了江叔给他的银冠。他本不想当掉江叔的发冠，可他身上只有1枚玉佩，掌柜不收，他无计可施。这东西能当，公子早拿出来多好。掌柜瞧着银冠，喜笑颜开。玉铮抿唇不语。一番商讨后，掌柜给了玉铮10两银子。玉铮拿着银子，心情沉重地离开当铺，按江叔所言去买了吃食和肉。回到药铺时，大夫已给江叔看完诊，抓了药正在煎。胡子寸步不离地守在江叔跟前。见到玉铮回来，江叔强撑起精神道：“买什么了？好香。”玉铮将东西放到桌上，打开，是一包肉饼，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胡子看的眼睛都直了，猛吞口水。江叔温声道：“吃吧，管够。”胡子闻言，抓起肉饼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5个。“你怎么不吃啊？”玉铮问江叔。江叔蹙眉道：“我不想吃油荤，镇上可有粥卖？”玉铮起身道：“我去问问。小镇很小，1刻钟便能走个来回。”玉铮去寻了一圈，只找到一家卖豆花的，买了1碗回去给江叔。江叔见到后，杏眸一亮，食指大动，好久没吃豆花了，趁热吃，不够我再去买。见他喜欢，玉铮放了心。我要回去了，太晚了爹娘会担心的。胡子起身跟他们告别。玉铮将剩下的肉饼给了他，还有那块肉让他一并带回去。胡子开心的不行，直呼他们是大善人。江叔和玉铮听着有些心酸。第126章，照顾。大昭看似繁荣昌盛，可贫苦百姓却到处都是。先有临安府的乞儿，后有胡子一家，于他们而言，一顿饱饭和肉都是奢望，再不吃该冷了。玉铮凝声提醒。江叔听后收起感慨，一勺一勺吃起豆花。悲天悯人起不了任何作用，只有自己足够强大了，才能帮扶需要帮助的人。一碗豆花下肚，江叔肚中舒坦了，开始犯困。药堂后院有几间房，专供附近村子的人前来看病使用。玉铮租了一间，扶江叔上床歇息。睡吧，我就守在这儿。江叔闻言放了心，磕上沉重眼皮，昏昏入睡。药堂学徒柱子送来一盆清水，让玉铮拧了帕子，给江叔冷敷额头降温。第一次照顾人的玉铮虽有些手生，却十分细致耐心。他按照学徒所言，每隔1盏茶便换一次帕子。江叔正睡得浓沉时，药熬好了，玉铮叫了好几遍，江叔才艰难掀开眼皮。强撑着身子坐起来后，江叔伸手去端药碗，却酸软无力，险些将药打翻。别动，我喂你。玉铮温声制止，用木勺舀了药吹温后送到他唇边。江叔张嘴，秀眉紧皱地喝下，好苦，苦得他难以下咽。许是小镇药材有限，用的都是寻常药材，只为治病，不为顺口，是以喝起来格外苦。硬撑着喝了半碗后，江叔实在喝不下了。玉铮温声哄劝，让他喝完药去给他买蜜饯甜糖。仅存的理智提醒江叔，玉铮照顾他已十分不易，不应该再让他劳心费神，苦着脸喝完了剩下的药。见他终于喝完了药，玉铮松了口气，扶着他躺下后重新换了帕子。睡吧，我去给你买糖，很快回来。玉铮的声音过于温柔蛊惑，江叔听在耳中犹如催眠曲，一时渐沉。江叔昨日泡了水，又穿了许久湿衣，发热发得很是凶猛，玉铮不敢离开太久，匆匆买了点糖便回来了。江叔睡得很沉，但眉头却一直皱着，嘴里仍存着药的苦味。玉铮拿出一颗糖，轻轻塞入他口中，尝到糖的甜味，江叔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俏脸也不再绷着。玉铮见后微牵起唇角，换了盆清水，继续给他冷敷。临近午时，江叔退了热，面颊也不再泛红，只是出了一身汗，身上黏糊的紧，很不舒服。这镇上可有成衣店？江叔问玉铮。玉铮凝眉思索，有一间。江叔面色一喜，那我们去看看，买2身衣裳回来洗沐。昨日因着没有换洗衣服，便一直穿着脏衣，今日说什么也得换洗了。好，你身子虚弱，用了午饭再去。玉铮思虑周全，先前冯大夫媳妇马氏告知玉铮，在药铺养病他们会管饭，让他们不用去外面吃。眼瞅着午时过半，马氏终于送来了饭菜。着了吧，刚煮好的粥，还有馒头和炖肉，多吃些才好得快。1粥1馒头，1顿肉2炒菜，在这小镇上已算丰盛吃食。马氏也是瞧他们穿着不俗，问过玉铮后按要求所做。有劳马大娘了。江叔虚声道谢。马氏面庞带笑，
用围裙擦着手道：“不用客气，都是你兄长吩咐，拿钱办事，有什么需要再跟我说，我就不打扰你们兄弟用饭了。”江叔听后微愣，这才明白饭菜竟是要收钱的，随即一想也是，不收钱他们怎么生活？善良可填不饱肚子，快吃吧。玉珍将筷子递给江叔，江叔接过后问：“还剩多少银子，够用吗？”他那发冠虽做工精良，但毕竟只是银冠，又无银簪配套，在这偏僻小镇怕是卖不上什么价。诊费、药费、食宿费，还有先前买的那些吃食，恐已花了不少银子。玉珍给他加了块炖肉，缓声道：“小镇物价低廉，还剩许多，够用。”那就好。江叔松了口气，安心吃饭。玉珍一直给他夹菜，让他多吃些。饭后两人正要出门，柱子端来碗药，让江叔喝。江叔看到那黑乎乎的药汁，心里就发苦，蹙眉抗拒道：“我已退热了，不用再喝了。”柱子摇头：“先前那碗是退热的，这碗是固本驱寒的，不一样。一定要喝吗？”“一定要喝。”柱子执拗地举着碗。玉珍接过，欲为江叔喝。先前是烧得昏昏沉沉，又实在无力，现下神似清明，自己也有气力。江叔哪好意思再让玉珍喂，端过碗一口气硬喝了下去。那里不一样，分明一样苦啊！江叔苦得直吐舌头，一脸怨念地看着柱子。玉珍赶忙喂了颗糖给他。柱子不懂怜香惜玉，更何况江叔现在是个男人，于是接过空碗便走。江叔含着糖叫住他：“等等，帮我们烧锅热水洗沐用。”柱子回头一板一眼道：“那得另外加钱。”江叔有劳了。玉珍拿出半吊铜钱给柱子，作为这几日的杂费。冯大夫说了，风寒发热要治好，少说也得2、3日。柱子拿了钱，立时眉开眼笑：“我现在就去烧，要多少都管够。”江叔愕然失笑，有钱当真是能使鬼推磨。走吧，我们去成衣铺。玉珍拉着江叔出了药铺。成衣铺就在药铺斜对面，铺中都是些粗布麻衣，最好的面料也是细麻缎。两人一人挑了身细麻缎成衣，又要了棉帕等洗漱物。付了钱走出铺子后，江叔轻叹自嘲，头一次花钱这般心疼。玉珍听后极为羞愧，残声道：“是我不好。”此时他无比后悔，为何昨日没有带发冠，只用了绸带束发。若他能带些随身之物，今日也不会这般窘迫为难。听出玉珍语气不对，江叔赶忙道：“你已经很好了，若不是你细心发现，背着我来看大夫，我怕是已经烧糊涂了。还有昨日，若非你救我，我定然没命了。”江叔列举了一堆挽救玉珍的自尊。本来这事儿也怨不得他，谁能想到会突发这种意外。他一个王爷，能背着他来寻大夫，细心照料他已是难得。对了，你背上的伤可让大夫看过了？江叔忽然想起，之前他脑袋一直晕乎乎的，完全忘了这茬。只是擦伤，看了也无用，过几日便好了。玉珍敷衍，他们不知还要在外多久，能剩一点便是一点。昨日的山崩那般猛烈，也不知追云逐风他们可有逃脱。第127章吃糖。只是擦伤。江叔不信玉珍的话，回药铺后坚持让冯大夫给他看伤。玉珍拗不过，只能脱了衣让冯大夫看。仅是如此，江叔还不放心，怕玉珍串通大夫骗他，厚着脸皮亲自在一旁盯着。你大哥伤的可不轻，怕是得养上月余。冯大夫咂舌摇头，这兄弟俩一个伤一个病，当真是患难与共。听到这话，江叔心瞬间揪起，顾不得礼教凑过去细瞧。玉珍的右肩下有碗口大片淤伤，浓重的青紫色与周围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微微肿胀凸起，看得人触目惊心。都伤成这样了，他竟然还说没事，还想瞒着他。江叔有些气恼：“我开一点活血化瘀的药，让柱子蒸个药包，你给他热敷后抹上。”冯大夫叮嘱。江叔应下，让玉珍先去沐浴。抹完药，可就不能再碰水了。事已至此，玉珍也不再执拗，乖乖照做。洗沐后换上新衣，玉珍褪下半截上衣，趴躺在床上，任由江叔给他热敷。你趴好别动，我沐浴完就来给你抹药。玉珍低低的应了一声。他看出江叔面色不济，知晓他是担心他，心中泛着丝丝甜意。折腾了半日，玉珍有些疲倦，趴在床上等江叔时，竟不小心睡着了。江叔清洗完回来，看到玉珍睡着的俊脸，有些怔愣。平日里金贵灵素、令人望而生畏的男人，此刻安静温顺地趴睡在床上，衣衫半退，露出精壮宽阔的后背，散发着要命的诱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江叔坐在床前，盯着玉珍的侧脸瞧。刀削斧刻般的面庞上，墨眉浓密凌厉，长睫微卷，鼻峰高挺，微薄的唇瓣泛着健康的蜜粉色。江叔轻咽口水，竭力遏制住想要凑上去咬一口的冲动，伸手探了探玉珍的额头，确认她没有发热后，江叔松了口气，转而去摸玉珍背上的药包，发现已经没有温度了。轻轻拿走药包，
江叔将药膏抹在玉珍的伤处，用掌心轻柔推开。玉珍闷哼一声，睁开了眼。其实她早便醒了，只是察觉到进屋的人是江叔，所以才继续装睡。可药膏抹上伤处，揉搓时实在太疼，她咬碎了牙也装不去了。弄疼你了吗？我轻一点。江叔小心翼翼，如对待一件珍贵的易碎品。玉珍微睏着眼，感受江叔绵软的手掌在她背上游移。快把衣服穿好，当心染上风寒。江叔抹完药，给玉珍拉上衣服，出去净手。待他洗完手回来，玉珍已穿好衣服起身。想起方才玉珍趴在床上睡着的模样，江叔道：“你若是困了，便睡会儿。”他虽脑袋有些昏沉，但还能再坚持一会儿。我不困，你睡吧。玉珍已在椅子上坐定，江叔暂时不想睡，两人便坐着闲话。当说起昨日山崩，江叔告诉玉珍，坠河时我回头瞥了一眼，恍惚瞧见山上有人影攒动。有人？玉珍大惊，神色瞬间沉凝。江叔蹙眉，有意道：“隔得太远，又是匆匆一瞥，我不确定是不是看错了。无妨，查一查便知。”玉珍墨眉紧抿，心中已有打算。若是意外，算他们倒霉；若是人为，他必要查个明白，将背后之人揪出来。江叔也知道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攸关性命，定要查清楚才放心。两人又说了会儿话，江叔打起了哈欠，脑袋越来越昏沉。睡吧，我就在这儿，哪儿也不去。玉珍温声又哄。江叔撑不住了，上床躺下后，困倦地磕上了眸子。玉珍将被子往上拉了拉，给他盖好。屋中陷入沉寂，玉珍坐在床前，脑中思绪万千，将山崩之事从头到尾细想了一遍。最终他笃定江叔没有看错，这件事就是人为。昨日他下车时扫了一眼路上滚石，发现落石路面很长，且数量庞多，当时他便心生疑惑，却并未多想。现下想来，若那些石头都是自然滚落，那山体早便崩塌了。到底是谁想让他死？玉珍在脑中思索可疑之人。时间悄然流逝，转眼已是傍晚。江叔已睡了许久，见他毫无醒转之意，脸颊又泛起了绯色。玉珍心道不妙，抬手附上他额头，果然又发热了。玉珍赶忙叫来冯大夫。冯大夫诊查一番后道：发热通常反复几日，白日退热，傍晚复热。你先给他冷敷降温，我让柱子再兼贴退烧药。玉珍应下，打来冷水浸了帕子，给江叔冷敷。天快黑时，马氏送来饭菜。玉珍叫醒江叔，江叔却并不想吃饭。可不吃饭病哪里会好？玉珍软硬兼施，哄着他喝了半碗粥。江叔只觉脑袋似有千斤重，疼得快要炸了，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天彻底黑下来后，柱子煎好药送来了。江叔，醒醒，把药喝完再睡。玉珍温声轻唤。江叔意识不清的摇头，不满咕哝：不要喝药，好苦。不论玉珍怎么哄，神思不清的江叔都不肯喝药。玉珍摸了摸他酡红的脸，发现烫得吓人，这药必须得喝。玉珍用勺子舀了药汁，轻吹后喂给江叔。江叔十分抗拒，皱着眉闭紧了嘴不肯喝。玉珍试了几次，药汁都流到了下颌脖梗上，一滴喂进嘴里。此法不通，只能换一个。拿帕子擦干净留下的药汁后，玉珍端起药碗，自己喝了一大口。不怪江叔不肯喝，这药的确苦得让人难以下咽。玉珍拢眉，用手扶着江叔的脑袋，不让他乱动，俯身靠近，用嘴给他渡药。苦涩的药汁入口，江叔开始挣扎抗拒。玉珍强行稳住他，紧贴着他的唇，将药渡了进去。一口又一口，将一碗药都渡完后，玉珍松了口气，嘴里苦得不行。好苦！江叔委屈的呜咽。玉珍拿出一颗糖喂给他，看他唇瓣轻轻蠕动，玉珍喉头一滚，哑声道：我也苦怎么办？吃糖。江叔稍迷糊了，用贝齿轻咬着糖给玉珍看。玉珍墨眸一暗，不受控制的俯身凑了上去，两唇相贴，玉珍尝到了淡淡甜味，贪婪的想要更多。烧得晕晕乎乎的江叔感觉到有人抢走了他糖，潜意识便想抢回来。两人你争我夺之下，糖化得很快，嘴里的苦味渐渐淡去。一颗糖吃完，玉珍艳足的轻啄了一下眼前阴唇，眼角眉梢都是笑意。第128章负责。月上枝头，冯大夫几人都已睡下，药堂一片沉寂。玉珍刚换了一盆水进屋，准备继续给江叔冷敷。然冰凉的帕子刚放到江叔额头上，他立时便打了个冷战，缩着身子呢喃：冷，好冷。玉珍摸了摸他的脖梗，发现仍旧烫得吓人，但江叔却一直寒冷。玉珍明白，他不是真的冷，是烧出问题来了。他给他喂了半杯水，然后脱了外衣上床抱着他，用体温给他取暖。男人的身体温暖炙热，江叔仿佛找到了救命稻草，一个劲地往玉珍怀里钻。死！
玉珍被江叔滚烫的体温烫到，感觉皮肤似要烧着了。江叔却觉得极其舒适，整个人蜷缩进玉珍怀里，手还不安分地扯开了玉珍衣襟，将脸贴在玉珍紧实的胸膛上，想要汲取更多温暖。玉珍被灼烫的低吟一声，心中生出难耐的欢愉。墨眸低垂看着怀中人，玉珍拉过被子给他掖好，双臂环抱着他，却不敢入睡。不知过了多久，玉珍感觉热的血液都要沸腾起来时，江叔终于退热了。反复确认无误后，玉珍长舒口气，欲抱着他入睡。热。江叔咕哝着推开，转过身背对着玉珍，没良心的小东西。玉珍气恼不已。屋中虽只有一张床，但比胡子家的大上许多，足够2个人平躺。玉珍平复心绪后，拉过被子盖好，疲惫地磕上了眸子。翌日清晨，明亮的光线透过窗户照进屋中时，江叔醒了，浓密长睫轻颤，杏眸缓缓张开。玉珍熟睡的眷脸猝不及防撞入江叔眼中，让他心间一抖。他们昨晚又同床共眠了。看着近在咫尺的眷脸，江叔心砰砰直跳，眸光贪恋的从上往下流连，最终落在蜜色的唇瓣上。江叔面皮一热，欲掀开被子，悄悄起身。警醒的玉珍墨眸猛地睁开，吓了江叔一跳。我吵醒你了，对不住。江叔说着便要起身，让玉珍接着睡。玉珍长臂一伸，将人拉入怀中，在他光洁的额上落下一吻。江叔瞬间石化，惊愕的脑子都不会转了。玉珍怎么突然变得这般轻浮？昨夜脑袋烧成浆糊的江叔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是以今日面对玉珍的举动，他满心惊诧。王爷，你中邪了吗？玉珍听到这话一噎，旋即低笑道：中了你的邪啊。江叔不明所以。玉珍有些气闷，昨夜的事你都忘了？他们已亲密至此，这层窗户纸便该捅破了，不能再任由他逃避。昨夜什么事？江叔一脸茫然。修长手指勾起他的下颌，墨眸凝闭着诱人阴唇，玉珍俯身吻了上去，辗转轻准。杏眸愕然瞪大，唇上传来的温软触感渗透四肢百骸，直击心底，令江叔大脑一片空白。现在可想起了？玉珍抵着额头问他，嗓音低哑。江叔不敢看玉珍，眸光闪烁磕巴道：我该想起什么？他并非装傻，是真的不知道。玉珍凝视半晌，见他一脸猛然，全然不像撒谎，便知他是真不记得。惋惜的轻叹一声，玉珍温声缱绻道：昨夜你不肯喝药，我只好亲自喂你。那药真的太苦了，你为了回报我，要我同你一起吃糖。江叔听后感觉脑子都不会转了。什么叫亲自喂他？什么叫一起吃糖？玉珍好心提醒，就像方才那样。江叔闻言俏脸疼的一下就红了，拉过被子盖住脸，不敢面对玉珍。他虽毫无印象，但他知道玉珍不会骗他，所以他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天哪，他往后要怎么见人？江叔龟缩在被子里，恨不得闷死自己算了。怎么，你不想负责？玉珍拉开被子，不允许他逃避。江叔眼神闪躲，面如火烧。怎么负责？玉珍墨眉微挑，一本正经道：男女之间有了肌肤之亲，还能如何负责？自然是以身相许了。江叔一怔，咬唇羞骚道：我身份低微，又嫁过人，配不上王爷。便是他没有嫁过人，以他的出身入王府做个侧妃，都已是高攀。可他有自己的傲气，宁可不嫁也不愿为妾。你是出身商贾，也的确嫁过人，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说到此处，玉珍伸手扶起江叔的脸，迫使他与他对视。旁人可以因此看清你，但你不该妄自菲薄。江叔听完心底一震，莹润杏眸瞬间染上雾气。那你呢？你如何看我？江叔鼓起勇气问。玉珍眷脸凝肃认真，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在我眼里，你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你所经历的种种，都只是上天对你的考验。命运曾安排我们相遇，可我没能珍惜，错过了你。幸得上天眷顾，才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江叔，我心悦于你，你可愿与我执手？玉珍一口气说完，定定地看着他，忐忑紧张又满怀期待地等着他的答复。如此直白的陈情，令江叔心神大振。玉珍的话让他深受触动，喜悦不已，可他却不敢答应他。他们之间的阻碍实在太多，他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远。深吸口气，江叔红着眼眶问：我若与你执手，你以何名分待我？问完这句话，江叔藏在背中的手紧紧地揪着衣裳。他想给自己一个理由死心，却又害怕玉珍的话让他心痛，自然是正妃之位。玉珍神色沉凝，语气郑重。他知道他在想什么，是以果断回答，让他安心。江叔听后一愣，没料到玉珍会做此回答。王爷可知此话意味着什么？
江叔声音发颤，意味着我身悦于你，非你不娶。玉铮耐心回答，让他明白他的心意。江叔长睫一闪，有泪珠滚落而出。王爷身份尊贵，娶一个商户之女为正妃，圣上贵妃乃至满朝文武都不会同意。说完这话，江叔竟不住黯然神伤。玉铮太好，好到他不敢肖想。这是我的阻碍，我会解决，你无需忧心。你只要告诉我，你可愿嫁我？玉铮目光灼灼地盯着他，等他回答。第129章定情。江叔看着玉铮的眼睛，见他幽深墨眸中满是深情认真，他忽的就想赌一把。得之他幸，失之他命。江叔颔首，樱唇轻启，我愿。得到肯定的回答，玉铮紧绷的心一松，唇角牵起，露出喜意。他珍重地捧起江叔的脸，温柔吻掉他眼角泪水。别哭，我会心疼。好。江叔乖巧应声，欣喜地绽放出笑颜，霎时眸光潋滟生辉，俏脸明艳照人。玉铮看得心绪荡漾，将他紧紧拥在怀里。玉铮的怀抱温暖安心，令江叔眷恋不已。他靠在玉铮宽阔胸膛，深切感受这一刻的温情，忽的手里被塞入一个冰凉硬物。什么东西？江叔微诧，拿到眼前瞧，那是一块通体碧绿的翡翠玉佩，晶莹剔透如银有水，品质极佳，是所罕见。这是江叔惊疑不定。我的名佩。玉铮指尖轻点，指着玉佩中心道：这里有我的封号。江叔看着那个锦字，惊诧道：这般贵重的东西，你给我作何？这可不仅仅只是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它代表着玉铮的身份，拿着它等同于拥有了玉铮的权利。名佩定情，不可反悔。玉铮握住他的手，将玉佩攥紧在他手中。玉佩凉润的触感提醒江叔，玉铮对他情深意重，不可辜负。江叔深受触动，凝声允诺：君若不悔，我便不悔。两人深情相拥，情意绵绵之际，屋门被敲响。江公子，你兄弟可好些了？是冯大夫。出门在外，玉铮的身份不便暴露，旁人都将他当成江叔的兄长，他便索性跟着江叔姓。恋恋不舍地起身，玉铮穿上外衣，打开了屋门。冯大夫面色黄急道：有人得了疾病，我要出诊一趟，午后才回来，快让我瞧瞧你兄弟情况如何。有劳。玉铮侧身让冯大夫进屋。冯大夫快步走到床前，给江叔诊断。奇怪，明明已经退热了，脸怎么还这么红？江叔不好意思地缩在被窝里，不知该怎么回答。好在玉铮适时出声替他解围，睡觉时被子盖过头捂着了，憋红的。哦。冯大夫解了惑，探了探江叔的脉搏后道：应当已无大碍，再喝1日固本驱寒的药便可。看完诊，冯大夫将药配好交给柱子，便背着药箱匆匆走了。玉铮找柱子要来热水，拧了帕子给江叔擦脸。屋门敞开着，端着菜盆从门口经过的马氏见到此景，惊奇感叹：你们兄弟感情可真好。江叔听后面皮一热，抢过帕子道：我自己来。知他面皮薄，玉铮也不强求，只是唇角噙着淡淡笑意，表明他心情甚好。洗漱完，江叔去院中透气，同洗菜的马氏闲话：大娘，这里离上京还有多远？马氏摇头：不清楚，反正远着里。马氏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根本没到过上京，并不了解。江叔有些失望，一旁劈柴的柱子道：师傅说上京在那个方向，到了县城还要走几日。江叔和玉铮顺着柱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心中一沉。柱子指的是东边，而他们昨日也是从东边来的，也就是说他们走反了，离上京越来越远了。好在远的不是太离谱，1个时辰便能赶回去。深吸口气，江叔继续打听，从镇上到县城有多远？100来里路。那镇上可有车马去县城？以他们剩下的银子，想要买车马是不可能了，只能搭乘或租借。柱子劈着柴道：没有，但师傅过几日要去城里进购药材。江叔面色一喜，赶忙追问：你师傅有马车吗？没有。那你师傅怎么去县城？100来里路，就算能走着去，但总不能把药材硬背回来吧？师傅有牛车。柱子挥着斧头道。江叔听后一阵语塞，他怀疑柱子的心眼是实心的，气死人不偿命那种。好在总算打听清楚了重要讯息，现在就等冯大夫回来，同他商量什么时候去县城了。明媚的阳光照进院子里时，马氏做好了早饭。昨日晚饭只喝了半碗粥，江叔早便饿了，闻着饭菜的香味，馋得直咽口水。慢点吃。玉铮一边给他夹菜一边嘱咐。江叔咽下口中食物，羞赧道：你自己吃，不用管我。玉铮照顾得过于细致，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废物，有些微微窒息。察觉到他的异样，玉铮墨眸微闪，专心吃起了自己的饭。他知他与旁的女子不同，要他给足够的空间与尊重。见玉铮不再给他夹菜，
江叔松了口气，反手给玉珍夹了块肉。玉珍一愣，抬眸看他。江叔眨眼，冲他狡黠一笑。早饭后，柱子尽责地送来刚煎好的药。看着那黑乎乎的药汁，闻着那难闻的气味，江叔便觉口中生苦，开始故技重施。我的病已经好了，不用喝了。柱子翻了个白眼，良药苦口，得喝。江叔机敏辩解，是药3分毒，少喝。柱子看向玉珍，玉珍接过药，让他去忙，关上屋门后道：可是要我亲自喂你喝。玉珍本只是想吓吓江叔，好让他乖乖喝药。那只江叔听后眼珠一转，竟应允道：好啊。玉珍说昨夜亲自喂他喝了药，还同他一起吃了糖，可他全无记忆，很好奇到底是什么感受。左右都已经亲热过了，也无需故作矫情。突然的大胆让玉珍有些惊愕，不确定地问：当真要我喂你？江叔点头，神色娇羞又期待。如此要求，玉珍自然不会拒绝，端起药碗将药吹温后猛喝了一大口。随后玉珍逼近江叔，伸手扣住他的下颌抬起，俯身低头吻了上去。咕咕，苦涩的药汁从玉珍口中渡到江叔口中，他紧皱着眉头咽下。喂了几口后，江叔苦得受不住了，不想再喝。玉珍将碗中剩余药汁全喝进嘴里，将药碗搁到桌上，长臂一伸揽住江叔纤细柔软的腰肢，再次吻了上去。江叔蹙眉不肯张嘴，玉珍便用舌尖撬开他的齿关，强行将药渡了进去。江叔不肯吞咽，他便辗转深吻，迫使江叔吞下。江叔从不知道吻竟然这般苦，他推开玉珍，想去喝水。玉珍禁锢住他，拿出一颗糖放进嘴里，跟他一起吃。第130章加钱。玉珍用舌尖将糖抵到江叔嘴里，江叔尝到甜味后紧紧含住，不肯再还给玉珍。察觉到他的意图，玉珍唇舌并用，一番纠缠后将糖抢了回来。江叔嘤咛一声，终于知道什么叫一起吃糖了。听到这声婉转娇吟，玉珍一阵异动，只觉浑身气血都要沸腾了。继续吻下去怕收不住，玉珍赶忙将糖还给江叔，难耐地离开他绵软阴唇，伏在他肩头微微喘息。江叔含着糖，听着玉珍的低喘，灼热气息喷洒到他耳朵上，惹得他又麻又痒。玉珍紧拥着他，足足平息了半盏茶的时间，才恢复如常。柱子适时敲门：江公子，你的药包蒸好了。江叔这才想起玉珍后背还有淤伤，需要热敷抹药。你快上床趴好，我去拿药包。江叔轻推开玉珍，快步去开门。玉珍很听话，江叔拿着药包回来时，他已在床上趴好，衣衫半退。然江叔的注意力却不在玉珍精壮的背上，而是盯着那片淤伤，心疼不已。是不是很疼？江叔轻声询问，将温热的药包放了上去。玉珍微微拧眉，咬牙道：触碰的时候会有些疼，不碰还好。冯大夫说了，淤伤看似不打紧，实则恢复缓慢，万幸的是没有伤到骨头和脏腑，影响不大。想起那场山崩，江叔心有担忧，不知谭玉他们怎么样了。当时情况紧急，追云带着谭玉与他们分向而逃，不知可有脱险。别担心，追云会尽力护好谭玉。玉珍温声宽慰，心中却并没有底。山崩并非人力可抗，尤其那日崩塌极其猛烈，想要逃脱并非易事。然眼下不知具体情况，玉珍也只能如此安抚江叔。江叔稳住情绪，缓声道：等冯大夫回来，我们多给他点钱，请他明日便带我们进城。玉珍也有此意，多耽搁1日，事情便会严重几分。山崩便是再厉害，那么多侍卫也总有幸存者，定会四处寻找他们。若便寻不到，便会报至官府和上京，引起骚乱。药包冷掉后，江叔给玉珍抹药膏，未免江叔担心，玉珍一直咬牙忍耐，硬抗着没有发出呻吟。抹完药穿上衣服后，玉珍问江叔：可要出去走走？左右无事，待在屋中只会胡思乱想。江叔便同意了。小镇虽又小又偏，但景致却十分不错。江叔走着瞧着，心中的郁结消散了些。午饭后不久，冯大夫回来了。江叔和玉珍急忙同他商议：明日？不行，我还有很多事没处理完呢，最快也得大后天。冯大夫拒绝。江叔急了：我们加钱。这不是钱的事。冯大夫没有放在心上，端起杯子喝水。赶了半个时辰的路，渴死他了。我们给1两银子。江叔将银子放在桌上。冯大夫见后眼睛一亮，看着他二人道：什么事儿这么急？2天都等不了。1两银子抵他药铺几天的营收了，千辛万苦出诊一趟都赚不了这么多。我们真的很急，劳烦您了。江叔又加了1两。冯大夫看着桌上白花花的银子，皱眉妥协：行吧，明日一早去县城。江叔和玉珍闻言，重重松了口气。一共10两银子，他们已经所剩无几了。
到了县城，怕还要吃住花销，他们必须留一些。晚间，江叔给玉珍抹完药，两人躺在床上，盘算着明日进城后的打算。病体初愈，精神不济，江叔说着说着便睡着了。玉珍以长臂坐枕，将他揽在怀里，相拥而眠。这是他们同床共眠的最后一晚，玉珍格外珍惜。一夜好眠。翌日一早，两人便起来了，催促着平大夫上路。再急也得先吃饭啊！此去县城的走近一日，总不能饿着肚子赶路吧？冯大夫装着水囊道：“再说了，人不吃牛也得吃啊。”天刚蒙蒙亮，他就让柱子去放牛了，顺便割些草料备用。冯大夫句句在理，江叔和玉珍只好耐着性子等。朝阳升起，金色的阳光冲破天际时，柱子背着满满一背篓青草，牵着牛回来了。马氏也做好了早饭，三人赶紧用饭。吃完饭，给牛套上车架，准备上路。马氏拎来一个食盒，这里面都是刚蒸好的馒头，你们带着路上吃。江叔接过放到车上，冯大夫还在叮嘱柱子：“我不在的时候，有人来买药，你问清楚了，按着方子抓药。若有不确定的，便不要卖，等我回来。人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得记住了。”“是，师傅，都记下了。”柱子老实应声。“行了，快走吧，不过就去2-3日，有甚不放心的？”马氏挥手示意他们赶紧出发。冯大夫一挥鞭子，赶着牛车上路了。牛车行得没有马车快，但胜在耐力持久，怎么都比走路强。并不宽敞的车厢里放着2捆青草，占去了一半位置。江叔和玉珍挤挨在一起，被山路颠簸得摇摇晃晃。风寒方愈的江叔被晃得头晕，秀眉平起。玉珍见后，将他揽进怀里，让他靠在他的宽肩上。“可有好些？”玉珍温声问。江叔点头，轻声同他说话。一连赶了半日，午时停在路旁休息，让牛吃草喝水。“快吃吧，吃完继续赶路。”冯大夫将馒头和水递给他们。江叔接过馒头问：“此处离县城还有多远？”冯大夫啃着馒头道：“40-50里路，落日前能进城。”江叔闻言看向当空艳阳，明白还需半日，急也无用。给牛喂饱草和水后，继续上路。眼看着日头偏西，一点点下坠，江叔的心变得激动起来。“我们进城后直接去县衙吗？”江叔问。这是他们昨晚商量出来的计策。玉珍颔首，明配可证明我的身份。人生地不熟，让县官协助最好。如此一来，他们也不用再担心食宿问题。两人打定主意，进城后直奔县衙。可人算不如天算，牛车在城门口时被拦下了。把车门打开检查。守城士兵命令冯大夫。冯大夫赶忙打开车门，纳闷嘀咕：往常都不查，今日是出什么事了？玉珍和江叔端坐于车内，毫不畏惧地迎上守城士兵的目光。看到他们的模样，守城士兵一愣，随后拿起手中画像仔细对比，确认无误后厉声道：“就是他们，带走。”第131章故人。冯大夫吓得浑身一抖，不明白他们究竟犯了什么事，但有一点他明白，自古民不与官斗，这要是被抓去，不死也得脱层皮。哎，官爷，是不是弄错了？我们可都是良民。冯大夫拱手作揖求饶，心疼地奉上1两银子。早知如此，给多少银子他今日也不来县城。这下好了，能不能全虚全影的回去都不知道。士兵见钱眼开，拿了银子道：“你可以走，车上2人必须带走。反正县太爷也只说要抓画上2人，没说要抓同伙。”冯大夫回身看向玉珍和江叔，不知如何是好。“没事，您走吧。”江叔和玉珍下车，神色从容的同守城士兵走了。相较于冯大夫的惊惧，江叔和玉珍丝毫不慌。看到2人的画像，江叔猜测10之8九是追云逐风在寻找他们，只是这方式实在不敢苟同。2人被带到县衙，士兵兴冲冲的禀报：“大人，人找到了。”高位上处理公务的县太爷闻声猛然抬头，常怀。看清县太爷的那一瞬，江叔惊讶出声：“江公子，王爷！”沈长怀脱口而出欲叫江姑娘，又看到江叔做男装打扮，赶忙改了口：“下官沈长怀，见过景王殿下。”沈长怀起身快步走到玉珍跟前，跪地行礼。本想邀功的几名士兵听后，吓得腿都软了，跪成一片哆嗦行礼：“见过景王殿下。”老天爷，他们还以为是在秘密抓什么要犯，谁成想找的竟是当朝景王。完了，他们刚才那般无礼，还当着景王殿下的面收受贿赂，肯定完了。几人害得冷汗层层直冒，跪伏在地，大气都不敢出。“沈大人请起。”玉珍声音冷沉。沈长怀起身，躬身退到一旁：“王爷请上座。”玉珍没动，默谋逆着跪地的几名士兵道：“守城士兵收受贿赂，目无法纪，沈大人可知？”沈长怀闻言一惊：“下官不知。”
那沈大人现在知道了。是，下官一定严加处理，以正歪风。沈长怀拱手应下，沉声下令：来人，将他们带下去，容本官亲审。大人饶命，景王殿下饶命，小的们再也不敢了。几人磕头求饶。玉征不为所动，沈长怀赶紧让人将他们押走，以免触怒玉征。沈大人为何会寻本王？玉征递着沈长怀问。沈长怀躬声解释：是王爷的亲卫寻到县衙，让下官寻找王爷下落，得罪之处还请王爷见谅。追云侍卫说不能公示王爷的身份，以免给王爷带去危险，是以只能出此下策。果真如他们所料，玉征听后没有半点惊讶。听沈长怀提起追云竹风，江叔正欲开口，收到消息的竹风赶来了。主子见到玉征安然无恙，竹风激动不已。江叔见竹风无事，也很是激慨，直接问他：谭玉可还好？他没事，追云有事。竹风有些不忿，听出他话里有话，江叔愕然追问：可是谭玉给你们添麻烦了？岂止是麻烦，简直要命！竹风愤声道：追云为了救他，被山石砸断了手臂，后背也被砸成重伤。这江叔面浮愧色，明白竹风为何愤怒。他们现在何处？玉征问。一旁的沈长怀适时出声：就在县衙后宅。沈长怀亲自带路，将玉征和江叔带到了后宅客院。追云伤得很重，在客房里卧床休养。谭玉端着药碗，一勺一勺的给追云喂药。谭玉，江叔进屋，见到谭玉后喊了一声。谭玉听到声音，慌忙放下药碗，神情激动的跑了过来。东家，看到江叔平安无事，谭玉喜极而泣。东家没事，真是太好了，这几日可担心死我了。追云为救他受了重伤，令谭玉愧疚不已。江叔又下落不明，生死不知，让谭玉寝食难安。这几日，谭玉度日如年。主子，追云忍着伤痛下床，给玉征见礼。玉征拢眉，回去躺着。是。追云应声，谭玉扶着他坐躺回床上。看到追云吊着的胳膊，惨白的面色，江叔便知他当真伤得不轻。多谢你救了谭玉，连累你受这么重的伤，实在抱歉。江叔先道谢后致歉。追云受之有愧，赶忙道：江姑娘不必如此，我是心甘情愿的，便是没有主子的命令，他也会拼尽全力救谭玉，因为他喜欢他。一番问叙过后，沈长怀准备了客房，让玉征、江叔安置。赶了一日路，江叔和玉征的却累了，泡了个热水浴去乏后，同沈长怀一同用晚饭。席间，江叔好奇地问：长怀，你不是在衡州就任吗？怎么来祁县了？沈长怀回道：今年初方调任至此。沈长怀原本在衡州任的便是县官，那有调任还是县官的？江叔不懂官场，玉征却是一听就明白了。沈长怀定然是得罪了上头，名为调任实为惩治。若非他出身晋安侯府，怕就不止调任这般简单了。那月瑶和柳姨娘呢？江叔似故有般询问。沈长怀虽是沈长泽的庶弟，却与沈长泽截然不同，是个知恩明理的端正君子。是以便是同晋安侯府有过节，江叔也并不会迁怒于他。他相遇故人，是乐事。沈长怀看了一眼玉征，低声道：在主院带孩子，稍后我让婢女领你去。江叔点头应下。都到人家里了，怎么也该去见一见。被晾在一旁的玉征见江叔同沈长怀相谈甚欢，绷着脸有些不悦。他给江叔夹了一块排骨，抿唇提醒：菜要凉了。哦。江叔自然应声，止住话头，专心吃饭。沈长怀瞧见玉征给江叔夹菜的举动，心下大惊。前日见到谭玉时，他十分奇怪他怎么会同景王的侍卫一道。询问后得知江叔去江南跑商偶遇玉征，遂一道回上京。当时沈长怀便惊疑不已，不明白江叔怎么会认识景王，还同景王如此熟识。谭玉含糊其辞，不肯告知具体，他也不好追问。此时见到玉征同江叔亲近自如的相处模样，沈长怀恍然明白了什么。江叔和玉征绝不只是熟识那般简单。他震惊不解，却又不敢当着玉征的面询问，只能将疑惑压在心底，另寻机会再问江叔。第132章不惯。一顿饭下来，玉征同江叔吃得欢畅，沈长怀却食不知味。饭后，玉征同沈长怀去商议山崩之事，江叔随婢女去了主院。县衙后宅并不大，不过走了一小段路，穿过一道拱门，便到了沈长怀夫妻居住的主院。夜幕已临，王月瑶在内室轻摇着摇篮，哄孩子入睡。她屈坐在摇篮前，神色专注又温柔地凝视着摇篮中的孩子，面带笑意，轻哼着童谣，娴静娇美。月瑶，江叔看到这温情一幕，轻唤了声：大嫂。王月瑶听到声音，扭过头来，见到江叔一脸欣喜。当初她嫁给沈长怀，
虽只在晋安侯府住了2、3月，但江叔却待他极好。二人年龄相仿，性情相投，自然而然生了几丝情谊。后王月瑶随沈长怀离开上京，便再未见过江叔，很是想念。我还可以这样唤你吗？王月瑶起身握住江叔的手。江叔摇头，不可，我比你大几月，勉强唤我一声姐姐吧。是，江姐姐。王月瑶欢喜娇笑，拉着江叔到摇篮前坐下。江叔看到摇篮中的孩子，睁着黑溜溜的眼睛，伸手碰了碰他肉嘟嘟的脸。咦，你还没睡呢？半岁大的孩子被江叔一逗，盯着他咯咯直笑。王月瑶见了，也跟着笑起来。难怪幼灵今日不肯睡，感情是在等着看江姐姐呢。王月瑶说着，动作轻柔地将孩子抱起来，送到江叔怀里。江叔笨拙接过，小心谨慎地端捧着，如临大敌。噗！王月瑶被他滑稽的模样逗乐，温声指导他正确的抱娃姿势。小孩子抱在怀里软乎乎的，生得又浴血可爱。江叔神情不自觉变得柔软，看他如此，王月瑶在心中惋叹：江叔如此贤良能干，若沈长则能好好待他，与他生下子女，定能和美昌盛。可惜沈长则失了温婉贤妻，晋安侯府失了精明主母，他们也失了宽厚长嫂。两人说话间，柳姨娘闻讯赶来了。见到江叔，柳姨仿佛见到亲女儿般亲切。夫人。江叔笑着同她打招呼：姨娘可不能再如此唤了。是，江姑娘。柳姨娘自觉失言，赶紧改了口。当年江叔嫁入晋安侯府，不仅供养沈长怀读书，待他也极为和善宽容，且他后来能随沈长怀离京就任，也是江叔帮他说话，做主放他离开。沈长怀能考取功名，能取得贤淑娇妻，他能跟着儿子安享晚年，不困在侯府搓磨消弭，全是江叔的功劳。毫不夸张地说，江叔与他们母子有再造之恩，大恩大德，没齿也不敢忘。只可惜这般好的姑娘，再也不是他们的亲人了。柳姨娘的眼中全是感激和扼腕。江姐姐，你怎么一身男装打扮？王月瑶好奇询问。江叔轻咳一声，同他们说了他学商执掌江记一事。王月瑶听得瞪圆了眼，敬佩不已。江姐姐，你太厉害了！女子经商已是少有，做东家执掌商号的更为罕见。江叔也算得上是奇女子了。一辈子困在宅院倚仗他人而活的柳姨娘，被惊诧得说不出话来。她从未想过女子还能这般活。江叔的经历于后宅妇人而言，实在过于新奇。王月瑶和柳姨娘听聚精会神，满心敬佩。三人说着话，不觉时间掠过，直到婢女小声提醒他们，孩子在江叔怀里睡着了，三人才惊觉时候不早了。江姐姐今日也累了，快回去歇歇，明日我们再叙话。王月瑶抱回孩子，让婢女送江叔回客院。江叔的确有些倦了，回去的路上打了2个哈欠。东家回来了。谭玉照顾完追云，等在屋中侍候江叔。江叔瞥见玉征的屋子漆黑一片，随口问：王爷还没回来吗？还未，东家先睡吧。谭玉利落铺好床，江叔脱了鞋袜外衣，躺在柔软宽敞的床上，竟有些不习惯。谭玉灭灯离开后，江叔闭上眼，不由自主想起了玉征的怀抱，真是要命。用力甩了甩脑袋，江叔强迫自己静心凝神，摒弃杂念，安心睡觉。月上柳梢，玉征带着满身疲惫回到客院，见江叔的屋子一片沉寂，墨眸有些黯然。困倦地躺上床，玉征总觉得怀中空荡，似是少了什么。拥着被子辗转反侧数次后，玉征下定决心，一定要尽快把江叔娶回府，否则这觉他怕是一夜也睡不好。次日，江叔刚用过早饭，王月瑶便派婢女来请。畅谈至午前，沈长怀回来了。见到江叔，沈长怀神色复杂。江姑娘，我想同你说几句话。从前他虽唤江叔一声大嫂，实际上他却比江叔年长。是以江叔同沈长泽和离后，他无法像王月瑶那般唤他姐姐，只能唤江姑娘。好啊。江叔起身，同沈长怀去了花园凉亭。两人相对坐，沈长怀亲自给江叔斟茶。你想说什么？江叔开门见山。沈长怀犹豫道：你同景王是何关系？江叔轻笑：便是你看到的关系。他既已决定和玉征在一起，便不惧他人目光，也不想遮掩否认。听到他亲口承认，沈长怀吸了口气，忧心道：皇室不比侯府，以你的身份，若要嫁给景王，怕是艰难。江叔挑眉道：我也是如你这般想的，但王爷说那是他的阻碍，他会解决。沈长怀闻言一怔，旋即失笑：如释重负，看来景王待你极好。如此，他便放心了。玉征打花园过，远远瞧见江叔同沈长怀有说有笑，心口有些堵。他明白江叔同沈长怀只是故人，但看到他与旁的男人相处，他就是不愉。拧了拧眉，玉征沉声道：去准备准备，明日启程回上京。是。竹风领命去安排了。
他们此次离京已近1月，的确该回去了。午饭时，江叔同玉征一起用饭。玉征观察着他的神色道：“祁县已无甚要事，明日我们便会上京。”江叔点了点头，末了反应过来，又问：“山崩之事这么快就查清了？”“没有。”玉征咽下口中食物道：“我同沈大人梳理推论了大概，具体如何还需查证。我们先回上京，等他查清后，我来再处理。”“哦。”江叔了然。此时的江叔尚且不知这事会与他有关。第133章补偿。翌日，玉征同江叔启程离开，沈长怀亲送他们出城，目睹着马车远去。“兄长啊，兄长，不知你可曾后悔？”沈长怀摇头恶叹，衷心祝愿江叔能得偿所愿。艳阳高照，竹风骑马走在前头带路，身后跟着2辆马车。追云因受了重伤，身边需要人照顾，便让谭玉与他共乘一车，而江叔自然便与玉征一车。从这里到上京需几日功夫？江叔问玉征。玉征沉吟道：“行得快3日，慢一些4日。”早在出发前，玉征便以追云伤重，不宜过度颠簸为由，让队伍行慢些，是以他们到上京需4日。有了上次的教训，竹风变得格外谨慎，一路上都在观察四周，不敢放松半分。车内2人闲谈时，江叔问起山崩之事，玉征告诉他，他和沈长怀推断与祁县的一窝山匪有关。这窝山匪与寻常山匪不同，除了打家劫舍外，还接一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只要钱到位，他们什么事都敢做。那官府为何不剿灭他们？江叔不解。玉征抿唇，据说这群山匪武功高强，凶残狡诈，官府下令清剿了几次，皆伤亡惨重，连他们老巢都没寻着。老巢？难道他们有几个巢穴？江叔心中惊疑。玉征颔首，且看沈大人有几分能耐。江叔有些担心，长怀当年一心读书，武艺平平，会不会有危险？你担心他？玉征墨眸微沉。江叔点头，他虽比我大，但我一直拿他当弟弟。玉征心中的怒气腾的一下灭了，却仍旧不快。察觉到他的情绪变化，江叔狐疑道：“你不会在吃味吧？”玉征面色微恼，冷哼道：“他不是你弟弟，那也是故人和朋友，关心一下也是应当。他有妻室，用不着你关心。那你呢？你需要我关心吗？”江叔忽地凑近，杏眸盈盈地望着玉征。玉征瞧着他这副调皮模样，心中气闷，长臂一伸，将他捞进怀里。呀！江叔小声惊呼。玉征一手搂住他的腰，一手钳制着他的脖颈，俯身对着他的阴唇吻了下去。没料到他突然如此，江叔愕然睁大眼，随后又缓缓闭上。不同于之前温柔缱绻的吻，这个吻带着掠夺和惩罚的意味，吻得江叔差点喘不上气。一吻毕，江叔趴在玉征怀里微微喘息。玉征递着他这副诱人模样，喉间翻滚，嗓音暗哑：“真想早些将你娶回府。”江叔闻言俏脸泛红，娇羞道：“我方接手江记。”说实话，他并未做好嫁给玉征的准备。一来江宁年少，江父未育，江家根本离不开他；二来他与玉征刚剖白心意，感情方式不甚了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他已经历过一次，并不如意。是以这一次，他想等一切水到渠成再谈婚论嫁。玉征何其聪锐，只一句话便明白了江叔的心思。我只说要你嫁我，又没说不让你执掌江记。江叔听后惊愕抬头，可皇室王妃日日抛头露面，成何体统？便是他不介意，圣上贵妃乃至满朝文武也不会同意。皇室脸面岂能任他随意践踏？是有些难，但事在人为，你要相信我。玉征执起他的手，轻啄一口。江叔不语，总觉得此事没玉征说的那般简单。想到玉征方才因沈长怀而吃味，江叔便问：“我若一直执掌江记，定然避免不了同男子接触，你能容忍？”“不能。”玉征咬牙轻磨道：“所以我需要补偿。”“什么补偿？”江叔诚心发问。玉征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唇：“吻我。”江叔怔住，以为玉征在开玩笑。见他不动，玉征一脸认真道：“我知道不能阻止你，也不能困着你，但我也管不住自己的心，所以你得多哄哄我。”江叔听后心间一颤，没想到玉征能包容他到如此地步，感动之余同他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不能。”玉征坚定不移，俊脸不越像闹脾气的孩子。江叔无法，只好凑上去哄他。本只想蜻蜓点水的碰一下，却不想玉征伸手扣住他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江叔被吻得晕头转向，浑身酥软。玉征将唇移向他耳边，轻轻啃咬。江叔被他闹得羞臊不已，面皮似火烧。微风吹动车帘，阳光和风一起涌进车内，更添了几分旖旎。情之滋味，不碰还好，一碰便一发不可收拾。但玉征也知晓分寸，极力克制住自己，没有再行过分之举。晚间到了驿站，
待众人都卸下后，保护江叔的暗卫悄然现身，属下失职，请主子责罚。一身黑衣的暗卫跪地请罪。那日山崩玉征同江叔坠河后，暗卫第一时间顺河而下搜寻，可他怎么也没料到玉征和江叔会逆向而行，是以与他们错过，没能寻到。后玉征和江叔在祁县现身后，住在县衙后宅，人员纷杂，暗卫不便现身，一直拖到现在，他才寻到机会。此次事出突然，本王不予追究，但往后你要盯仔细些，万不能再出差错。玉征声音冷冽：是。暗卫沉声应下。玉征挥手，暗卫如一缕风影般消失在屋内。一连赶了3日，终于离上京只剩100里。最后1日即将进城时，玉征抱着江叔十分不舍，回了上京，再见你一面便难了。玉征抵着江叔的额头低语。江叔也很不舍，但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总会见面的。江叔温声安抚，末了又道：王爷是做大事的人，可不能拘泥于儿女情长。眼下他知道的便有审理赵仁贤一案，彻查山崩一事，这2件事办起来都不容易。玉征怕是有一阵忙了，好好等着，等我安排好一切娶你。玉征亲吻了下江叔的额头。前面马车里的2人难舍难分，后面马车里的2人也是依依不舍。你回去后一定要卧床静养，伤好透了才能做事，否则留下病根可是一辈子的事。谭玉不放心的反复叮嘱。追云不厌其烦的应声，目光一直盯着谭玉。谭玉被他看得不好意思，转过身撩起车帘看了一眼外面，男声道：快到江宅了。追云心中一紧，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第134章欢聚。阔别1月，回到熟悉的上京，江叔觉得亲切不已。眼下他和玉征的关系还不宜宣之于众，是以玉征将他送到江宅门口后便离去了，并未下车。而先前的马车毁于山崩，如今乘坐就是寻常马车，谁也瞧不出什么名堂，并未引起注意。爹娘，江叔直奔江父江母的院子。江父方午睡醒来不久，在院中树下晒太阳，江母在一旁给他剥核桃吃。叔儿见到江叔，江母欣喜过望，一把扔了手中核桃，起身朝江叔迎去。哎呦！江父被核桃砸到了嘴，一脸幽怨。母女俩一见，喷笑出声：叫你贪吃，老天爷都看不过眼了。江母打趣江父。江父胡子一抖，气哼哼道：吃什么补什么，你懂不懂？江母笑道：那你该吃猪脑子才对，你才吃猪脑子。江父回嘴。看到爹娘欢笑闹去，江叔觉得温馨又踏实，还有一丝羡慕。娘，我渴了。江叔抱着江母的手撒娇。江母赶忙拉着他到石桌旁坐下，给他倒了杯茶水。谢谢娘。江叔接过喝了个干净。你这一路可还好？江母满怀关切地问。江叔放茶杯的手一僵，他不想让爹娘担心，但有些事瞒也瞒不住，只能避重就轻地说。回上京的路上遇险2次，江叔只说了山崩。当听到路遇山崩，随行护卫死伤大半，江母的心都揪了起来，江父的神色也沉了下来。你可有受伤？江母急切询问，在江叔身上摸来摸去。江叔拉住江母的手，轻声道：我没事，多亏了景王相救。此次山崩若非玉征护着，他怕是真回不来了。没事就好，改日定要备份厚礼拜谢景王。江母松了口气。还有那些殒命的护卫，多补偿些银子给他们家人。江父一脸沉重。江叔点头，他心中也很是愧疚难过。父女俩接连出门遇上山崩，江母心中很是不安。尽管江叔一再安抚，江母还是不放心。寻个日子，我们去昭觉寺拜拜，替你求个平安，也给你爹和宁儿祈福。思来想去，江母觉得如此方能安心些许。江叔商量道：过些日子可行，近日我得忙一阵。他离开1月，江记定然积压了诸多事务，急需处理。行，等你忙完再去。江母答应。简单叙话后，江母让江叔回去梳洗换身衣裳，等江宁下学回来一同用晚饭。江叔回到书童院时，楚玉已细心准备好热水。姑娘，你可回来了。楚玉眼眶微红，自打跟了江叔起，从未分开过这般久，楚玉很是不惯。尤其听谭玉说了这一路的艰险后，楚玉心中更是难受。还是家里好啊。江叔看着楚玉感叹。那姑娘往后就少出门。楚玉扶着江叔进内室浴房，事后他梳洗。一路车马劳顿，江叔觉得骨头都透着疲惫，惬意地磕着眸子泡在浴池里，任由楚玉给他洗发按揉。晚间不用出门，楚玉便给江叔拿了套裙衫，擦干湿发后给他梳妆，随便弄弄就成。江叔提醒楚玉，这些日子习惯了男子打扮，江叔竟觉得梳妆甚是麻烦。楚玉边挽发边道：姑娘莫不是扮男子上瘾了？可江叔不自在地轻咳一声，算是默认。这可不行，姑娘还是得偶尔穿穿衣裙，
梳梳妆。说到此处，楚玉想起方才给江叔洗目，皱眉道：“姑娘的手和肌肤都没以前滑腻柔软了。”啊！江叔抬起手瞧了瞧，有些惶然。他要是变得皮糙肉厚了，玉珍可会嫌弃。不行不行，他扮男子可以，可不能真变成糙汉子。快去把凝肤露、玉肌膏都拿来，给我全身都抹上。江叔语气危急。楚玉听得好笑，他的小姐终于想起来自己是个娇柔姑娘了。除了凝肤露和玉肌膏，楚玉还拿来了头油，仔细给江叔养发。一番忙活下来，已是傍晚。阿姐，江宁下学归来，听闻江叔回来了，自己的院子都没回，直奔书童院而来。阿弟，江叔从铜镜前起身，笑脸相迎。薄施粉黛挽起发髻，佩戴上珠钗饰物的江叔，美的明艳夺目。许久不见江叔这裙装，江宁看呆了。阿姐好美。江宁惊叹，觉得江叔跟画里走出来的仙女没区别。是吗？江叔在江宁面前转了一圈，故意逗他：“我穿男装的时候不好看吗？”江宁拧眉，纠结道：“好看，但我更喜欢阿姐，不想要哥哥。”臭小子，竟学会取笑我了。江叔抬手拍了下江宁的脑袋，快14岁的少年早已比他高出一大截，他都有些够不着了。江宁一挺胸脯，傲然的一道：“那是当然，毕竟我现在可是秀才之身。”啊！江叔惊诧，江宁也诧异：“爹娘没跟你说吗？”没有。你当真考上秀才了？江叔惊喜不已，有些不敢置信。他不过就离开1月，回来弟弟就成秀才了，这怎么跟做梦似的？当然是真的，夫子还让我多多用功，明年参加乡试呢。江宁微扬起下巴，神气得很。江叔听后笑弯了眼，与有容焉道：“我阿弟真厉害，我阿姐也很厉害。”江宁回敬，姐弟俩静默一瞬，相视大笑。晚饭摆在江父江母的院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和乐融融。今日这般高兴，喝点酒吧。江母吩咐下人去拿酒。酒拿来后，江叔亲自斟酒，末了举杯道：“爹娘，阿弟考上了秀才，咱们可得敬敬他。”叔儿说的没错，宁儿往后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了。江父江母一脸欣慰，三人举杯，煞有其事的敬江宁。面皮薄的少年被说的不好意思，俊脸微红的同他们碰杯，欢饮尽杯中酒。一家人开始吃菜。江宁将盛虾的盘子端过去，耐心包好后放到江叔碗里。阿弟包的虾真好吃。江叔吃的眉开眼笑。江宁轻哼：“我才不听你的马屁。”嘴里这么说着，唇角却止不住上扬，眉眼都带着笑意。江叔看着言不由衷的别扭少年，心中欢喜又柔软，夹了一只丸子喂给他。这世间的情感有许多种，亲情最为珍贵，其他任何感情都无法替代。江叔很珍惜同家人相处的时光，因为他明白他早晚会出嫁离开，江宁也会长大娶妻，这种日子过一日便少一日。第135章密话。翌日，江叔一早便去了绸庄。刘掌柜虽早已带着丝绸回来，但绸庄具体情况如何，他还是要亲眼看看才放心。东家回来了。见到江叔，刘掌柜有些惊喜。时间尚早，绸庄才刚刚开门，伙计在整理摆放布匹，还未有顾客上门。江叔环视一眼，问起铺中情况。东家放心，咱们新进的绸货，别的铺子都没有，可受欢迎了。近日铺中生意都好得不得了。我正想着等东家回来，商量着赶紧再向王家要货呢。刘掌柜满脸喜色。江叔闻言松了口气，好卖就行，要货一事你看着来，我若不在你也可自行决定。当初与王家合作时，他还有些忐忑，如今看来这个决定是对的。做生意搏的就是眼光和胆量。盘查完绸庄，江叔又马不停蹄地去巡查其他铺子。一日下来，江叔累得腰酸背痛，回江宅后连江父都没去看，躺在软榻上歇息。姑娘这是怎么了？谭玉端来茶水，见江叔神色不对，忧心询问。楚玉道：“姑娘月事来了，操劳过度，身子不适，你让厨房煮碗乌梅红糖饮来，我给姑娘揉揉。”楚玉一直近身侍候江叔起居，今早还是他发现江叔小日子来了。哦，谭玉应声，赶忙去了。楚玉在软榻前蹲下，力道轻缓地给江叔按揉。姑娘可有觉得舒适些？还是你最懂我。江叔舒服地喟叹。楚玉心疼道：“姑娘这几日身子不适，不若在家中歇息2日。”楚玉不懂营商，他只关心江叔的身子。江叔轻叹：“歇不了，可多事了。可姑娘的身子更要紧。放心，我心中有数，会顾及身子的。”江叔必着眼享受。楚玉还是不放心，道：“从明日起让谭玉跟着姑娘，姑娘若不舒服了，随时让她侍候。”行。江叔想着谭玉在家中闲着也是闲着，便答应了。
身边有人侍候，总归是要好些。是以第二日，江叔出门时，谭玉就跟在了他身后。诚如楚玉所说，有人随时随地的侍候，会方便舒适许多。因此，便是月事完了，江叔也依然将谭玉带在身边。这日午间，江叔巡查铺子到翠云楼附近，想着反正要吃午饭，再加上许久未照面，便去了翠云楼。玉元几乎日日都守在翠云楼。江叔去时，他正在同几个世家公子喝酒谈天。玉世子从良经商，真是上京一大奇士。说什么呢？什么从良不从良？本世子一直都是正经人。是，正经的逛行院，喝花酒，斗蛐蛐。江叔站在门外，清晰听到屋内谈话，犹豫着要不要敲门。这些世家公子听起来都不像什么正经人，他还是不要与他们照面好了。思来想去，江叔转身去了雅间，叫了饭菜同谭玉吃饭。等他们吃完饭，那些世家公子也酒足饭饱，准备走了。玉世子，晚上搁几个老地方等你啊，不见不散。知道了，赶紧滚。玉元挥手不耐地送走他们。玉元转头从小二口中得知江叔来了，立马便寻去了。哟，真是稀奇啊，今儿吹的什么风，竟把江大东家吹来了。玉元推开门调侃。江叔也不在意，问他要不要坐下再吃点。玉元瞥了一眼桌上的残羹剩菜，冷哼道：你喂狗呢？噗！谭玉没忍住笑出声。玉元恶狠狠地瞪过去。江叔忍俊不禁道：这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没说。哼！玉元踹了脚椅子，一屁股坐下道：说吧，你来干什么？吃饭，顺便看望玉世子。江叔一本正经地答。玉元不置可否，主动同他说起了酒楼事宜。毕竟江叔才是翠云楼真正的主人。江叔上楼时见一楼二楼几乎座无虚席，雅间也所剩无几，便只剩一几好。至于其他的，有玉元坐镇，他半点也不担心。听玉元说完正事，江叔故作随意地问：景王近日可有来？他想来也没空。玉元摇着折扇道。江叔顺着他的话问：为何？他忙着审。话说到一半，玉元意识到什么，急忙改了口：他忙正事呢，近日都没空。这样啊。江叔心下了然，没有再追问。同玉元说完话下楼离开时，撞见了前来吃饭的方明旭。江老板。方明旭微压着打招呼。江叔瞧了一眼方明旭身后的妇人和孩子，皮笑肉不笑道：方老板的女儿长得真可爱，跟你一点也不像，挺好。方明旭身后的小女孩3、4岁的模样，秀眉大眼生得十分漂亮，同牵着她的妇人很是相像。方明旭闻言怔了怔，随即笑道：江老板真风趣。孩子嘛，既然随了母亲，那自然就不会像他。但这话从江叔口中说出，俨然变了味，好像这孩子不是他的一样。不打扰方老板一家吃饭了，借过。江叔不欲同方明旭多言，侧身下楼走了。方明旭望着江叔离开的背影，嘴角噙着意味不明的笑。先用妙计令绸庄起死回生，后又亲自跑商寻到货源，让绸庄生意更上一层。江叔此人当真是有些能耐，是他小瞧他了。想要江记，看来他得换个法子了。已是5月，天气一日一日热了起来。巍峨高耸的宫墙内，沉寂幽静，似是比外面冷上几分。后宫凤仪宫内，殿门紧闭，皇后正在同他胞弟兵部尚书曹谦密话。赵人嫌疑案由景王督办，他定会追根究底。你和父亲定要料理干净，万不能叫他抓住把柄。年近半百身着官服的曹谦点头道：姐姐放心，我和父亲也安排妥当，不会叫景王查到我们身上。皇后紧捏着的手松了松，那便好。臣儿刚正不阿，仁善过度，有些事便只能我们替他做，辛苦你和父亲了。曹谦一脸正色道：太子是曹家的希望，我和父亲都心甘情愿为他铺路。只有玉成稳坐太子之位，曹家才能荣盛不衰。如此浅显的道理，混迹官场几十年的曹谦自然明白。皇后叹息道：臣儿什么都好，就是太纯良了。此次江南修筑河堤一事，险些就让景王独揽功劳。幸好朝堂有你和父亲盯着，我才能放心。说来景王也真是命大，那样的山崩也能活着回来。说到此处，皇后怨恨咬牙，凤眸中全是不甘。第136章相思。皇后所忧，也是曹家所忧。尤其当年曹家那般相逼，皇帝定然早已记恨上曹家。这些年来，皇帝对太子态度冷淡，对景王却宠爱有加，实在让人惶忧。景王活着，曹家便难以安枕。可要我再行安排？曹谦请示。皇后摇头，面色幽黄。景王非蠢货，过于频繁也会引起圣上生疑，暂且不要动作。眼下最要紧的是明哲保身，不要让景王查到曹家身上。是。曹谦应声，两人又商谈了几句后离去。看着敞开的殿门，皇后揉着眉心轻叹。景王如今越来越强盛势大，
真叫人不安啊。5月天气多变，上午还是艳阳高照，下午忽然风云密布，傍晚前豆大的雨点便砸了下来。江叔坐在窗前，望着雨幕出神。前几次下雨，他都在同玉珍下棋谈天，可自打回了上京，他们连面都不曾见。掰着手指一算，已有10日，也不知此时玉珍在做什么，姑娘在想什么。楚玉挑开珠帘，轻步进屋。江叔回神，免笑道：“没什么，可是到饭时了。”“是，老爷夫人差人来请了。”楚玉取出油纸伞，走到门外撑开。江叔起身走过去，钻入伞下，缓步踏进雨中。因着心有所思，这顿饭江叔无甚食欲。到了夜里安歇时，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玉珍了。江叔抱着薄被，回想着两人相处的场景，至后半夜才沉沉睡去。翌日雨停放晴，江叔照例巡查铺子，只是午时特意巡到翠云楼附近，顺便去了翠云楼用饭。旁敲侧击之下，江叔从玉媛口中得知玉珍一直都不曾来，看来他的确很忙。江叔有些失落，下午巡铺时心不在焉，加之昨夜没有睡好，有些困倦。见他如此，掌柜劝道：“东家要是累了，就早些回去歇着吧，铺中也无甚要事。”江叔没有拒绝，揉着额角起身欲回江宅。然他还未踏出铺子，谭玉便神秘来报说竹峰来了。江叔顿时神情一震，快步奔出铺子，果然见到竹峰立在外面，主子在车里等。竹峰说完，转身带路。江叔同车夫说了一声，让他先回江宅报信，说他有事晚些回去。主仆俩跟着竹峰进了一条僻巷，巷中停着一辆马车，与往常玉珍所乘的相差无几。想到玉珍就在车内，江叔的心忽的激跳起来，欢喜又紧张。竹峰打开车门后退到一旁，江叔会意，踩着车凳钻进了马车。他刚入车厢，一条长臂便猛然伸来，将他捞进怀里。可有想我？玉珍低声问。江叔耳根一热，娇羞的点了点头。杏眸凝视着眼前人，江叔抬手抚上他的俊脸，心中相思有了着落，忽觉有些委屈。你可忙完了？他略带哽咽地问。玉珍摇头，抓着他的手道：“赵人嫌疑案牵扯甚广，一人扣一人，查清怕是还要些日子。”江叔听后心中一沉，那你一直都要这般忙吗？玉珍再次摇头，此案我已交由大理寺主理，我要去查山崩之事。已经有线索了吗？江叔也很关心此事。昨日收到沈长怀来信，说已大致确定山匪巢穴所在。玉珍说着话，手指却摩挲着江叔的唇瓣。那你此行是去？江叔话还未说完，玉珍猝不及防地吻了下来，两唇相触，酥麻感漾遍全身。江叔缓缓闭上了眼。多日不见，玉珍心中思念泛滥成灾，吻得缱绻又热烈。一番激吻后，玉珍抵着江叔的额头，气息灼热地吐出2字：剿匪。江叔愣了愣，回过神来后问：什么时候动身？明日。要去多久？江叔很是不舍。少则20日，多则1月。玉珍同样不舍，拥着江叔不肯撒手。此去祁县，带着军队行进缓慢，往返便要10数日，20日已是极限。江叔也明白，没有再多言。我带你去个地方。玉珍松开江叔，让谭玉上车。谭玉自觉坐在车门处，背对着两人，垂着脑袋，像个鹌鹑似的，努力将存在感降到最低。竹峰驾着马车驶过喧闹大街，往城西而去。出了城，又行驶了好一会儿，马车才缓缓停下。谭玉率先下车，抬眼一看，便被眼前的美景惊到了。此地是一处背山面水的山坡，时值5月，山坡上绿草丰盛，蝴蝶纷飞，一丛丛芍药争相盛放，将散布在山坡上的野花压了下去。西沉落日洒在粼粼河面，仿佛融了一层金。玉珍牵着江叔穿过芍药花丛，爬到坡顶眺望。可喜欢这里？玉珍俯身摘了一朵娇艳芍药给江叔，江叔拿在手中清嗅，闻着芍药的清香，点了点头。没想到上京竟也有这般美景。两人在山坡上坐下，欣赏落日花海，温声叙话。马车停在河边，马甩着尾巴悠闲吃草。竹峰屈腿倚坐在河边，嘴里叼着根草，盯着河中动静。他瞧了许久，确定河中有大鱼。追云他好些了吗？谭玉凑过去小声问。竹峰不悦地瞥了他一眼，轻斥道：没你祸害，他好得很。你……谭玉气得憋红了脸。追云的确是为了救他才受伤，可他也不是故意的呀。面对不讲道理的竹峰，谭玉跟他聊不下去，转身气冲冲走了。竹峰乐得清静，继续观察河里的鱼。橘色的太阳一点点落下，天际渐渐染上金黄，随后又染上蜜橙和橘红，像是被一抹火焰所点燃，绚丽又壮观。好美！江叔杏眸都看直了。玉珍扭头瞧见他澄澈的眼中盛满了落日晚霞，俏脸上迎着明媚笑意。好美！多日的忙碌疲惫
在这一刻顿消无踪，冷硬烦躁的心一寸寸变得平和柔软。暖金色的余晖落在江叔的阴唇上，泛起诱人光泽。玉铮看得喉头一滚，心念一动凑了过去，柔软的唇瓣相贴，似是打开了隐藏在心底的机括，奇异的愉悦感瞬间遍布全身。江叔拿着芍药的手动了动，脱力般松开了手中的花。玉铮一手撑地，一手托着江叔的后脑，以舌尖探开齿关，逐渐深入。江叔只觉浑身酥软，坐不稳似的，伸手勾住了玉铮脖颈，辗转撕磨吸吮追逐。第137章姻缘。微风轻抚吹动两人的发丝，亲密无间纠缠到一起。吻到深处，江叔情不自禁发出低吟。玉铮似受到鼓舞，攻势愈烈，似要将他揉进骨血。一直吻到江叔快喘不上气了，唇瓣都生疼发麻了，玉铮才不舍得放开他。江叔瘫软在玉铮怀里，见天边落日已没了踪影，只剩下一片绚烂晚霞。他还没瞧够呢。玉铮紧拥着他，嗓音暗哑：“等我回来再带你来瞧。”江叔软软应了声，伸手搂住了玉铮的腰。他一仰头，瞧见了玉铮小山包似的喉结，微微凑身亲了上去。玉铮一声闷哼，只觉浑身气血翻滚了起来。听到他的反应，江叔起了作弄心思，用贝齿轻轻啃咬。死！玉铮猛吸口凉气，反客为主，咬上了江叔耳垂。江叔被啃咬的面皮发烫，娇躯作烧，赶忙推开了玉铮。看着他比天边晚霞还要红的脸，玉铮噙着笑意问：“还皮吗？”江叔羞恼地瞪他一眼，起身道：“天快黑了，我要回去了。”玉铮瞥见掉在地上的芍药，捡起来拿在手里。两人下了山坡，走到河边，只见竹峰，不见谭玉。谭玉！江叔高喊了一声：“哎！”谭玉在他身后应声。江叔转头看去，瞧见谭玉抱了满怀芍药，什么颜色什么形态都有。噗！你做采花贼去了？江叔忍俊不禁的打趣儿。谭玉振振有词道：“这么多芍药开在这儿无人欣赏，过几日就凋零了，怪可惜的。”玉铮闻言墨眉微挑，眸光别有深意的睨着江叔道：“没错，好花堪折直须折。”说着，他将手中的芍药塞到江叔手里。江叔垂眸看着怀中芍药，回味着玉铮的话，悚然的吞了吞口水。回去的路上，谭玉坐在马车里，抱着一大捧芍药，像个花瓶。江叔看得好笑，恍然想，去年芍药花开时，他还在晋安侯府。世事可真是无常。马车在江宅停下时，天色已黑，路上行人无几。借着夜色的掩映，江叔和谭玉下车，没有引人注意。竹峰正要驾车走，谭玉犹豫数次，还是叫住了他：“能不能帮我给追云？”谭玉拿出一束芍药递给竹峰，语带请求：“真麻烦。”竹峰不耐的一把夺过，驾着马车扬长而去。谭玉心中无底，东家他会给追云的吧？江叔肯定道：“会的，王爷在车上呢。”谭玉一听，立时放了心。主仆俩一人拿着一支芍药，一人抱着一捧芍药，进了江宅。回到书童院，楚玉看着他们手中的花，惊奇问：“哪来这么多芍药？”“摘的。”谭玉喜滋滋的回。楚玉一看两人神色，便知别有内情。当着其他婢女的面，他没有多问，打算晚间歇息时再问谭玉。自从回了江家，江叔便少了许多顾忌，楚玉也渐渐知晓了他同玉铮的来往。只是江叔嘱咐他们，眼下还不是时候，万不能走漏出去。姐妹俩郑重保证，绝不辜负江叔的信任。毕竟这事儿连江父江母江宁都不知晓。江叔倒也不是有意瞒着他们，只是时机未到，说了怕他们担心，徒增烦忧。江叔让楚玉寻了只小巧瓷瓶，将芍药插好放在妆台上，每日一醒来便能瞧见。楚玉觉得一直有些单调，便问：“姑娘，我瞧谭玉那有许多，可要再拿些过来？”江叔摇头：“不用，养好这只便成。”玉铮折给他的这只芍药处处绽放，精心养护，还能开上几日。这一夜，江叔闻着芍药清香，睡得无比香甜。次日一早，江母来了江叔的院子：“你昨日做什么去了？听下人说天黑了才回来。”江母一脸忧心：“他怎么说也是个姑娘家，回来太晚总归不好。”江叔轻咳一声，眸子忽闪道：“没去哪儿，就在外面逛得晚了些。”江母也并非要追问他的去处，不过是担心他的安危罢了。“你可忙完了？明日宁儿放巡假，可在家照看你爹，我们正好去昭觉寺。”这才是江母来的主要目的。江叔一想，最近江记无甚要事，可得些空闲，便点头应下：“那就明日去吧。”得到准话，江母放了心，盘算道：“明日除了给你求平安，也顺道求求姻缘。”啊！江叔惊诧，江母以为他是不愿，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道：“你既已和离，便该放下过往，重新开始。”“不是，娘。”江叔欲解释，被江母亲打断：“你放心，这一次娘不会再逼你，也不会再强求，
一切顺其自然。江母一脸宽容。江叔扶额，他想说他的姻缘已有着落，不用再求，但江母却根本不给他机会，仍旧自顾自的劝说：“叔儿啊，娘知道你对男人很失望，可一个人遇事会茫然无措，两个人则会互相扶持。人这一生说短促又漫长，还是该寻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才有个依靠。”“是，娘说的对，我都听娘的。”江叔放弃了解释，选择顺从。反正他和玉贞也还未成事实，求一求，说不定更稳固呢。江母满意笑了，这才对，那你忙去吧，娘去准备明日上香事宜。对了，你明日可不能穿成这样，佛祖面前不可弄虚作假。临走前，江母特意嘱咐。江叔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男子装束，忽然有些心惊。他上次在灵隐寺上香时也是这副装扮，佛祖不会怪罪吧？因为江母的话，江叔一整日都有些恍惚。翌日去昭觉寺时，他听从江母的话，穿上裙衫薄施粉黛，做正经女儿家打扮，这才像个姑娘家该有的样子。江母见后连连点头，母女俩乘马车出城往昭觉寺去。初夏的天尚不炎热，贵女夫人们都抓住这个时间结伴去礼佛。江叔挑开车帘，还看到不少文人学子一路游玩赏景作诗。江母见后有些鄙薄，来佛寺路上吟诗作对，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叔笑了笑，轻声道：“若能结成良缘，也是美事。”诚如江母所言，这些文人学子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世人多爱才子雅士，昭觉寺又是上京贵人最爱的佛寺，是以这些读书人便瞅准时机，在路上佯装赏景作诗，显露才华与样貌，以引得贵女们青睐。有人迎着诗台某往车窗瞧来，江叔赶忙放下车帘。第138章晦气。看到那些可盼打量的眼神，江母摇了摇头。读书本是件高雅清流事儿，学有所成也能光宗耀祖，改变命运，他们却拿来当做攀龙附凤的捷径。江母对此等行径十分不耻，江叔却觉得这种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用不着耻笑谁。这些文人学子确然别有用心，但那些个富贵人家心思就单纯了吗？这世上之事本就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不过都是你情我愿罢了。母女俩说着话，昭觉寺很快就到了。许是吉日的缘故，今日来昭觉寺上香礼佛的人特别多，山门前停满了马车，好不热闹。高门贵女们大多戴着帷帽，瞧不见模样，但小门小户和寻常富贵之家没那么多讲究，可随意出入。至于江叔，他日日以男装抛头露面，早已没了顾忌。母女俩揣着一颗虔诚之心，登上寺前台阶，进入寺中宝殿诚心祈愿。进香礼佛完，母女俩又去求了签，求到的都是上千大吉，心情很是不错。尤其是江叔的姻缘签，令江母满意的合不拢嘴。风弄竹声，直到金佩响，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解签师傅说，这是上吉签，欲为好事将近。今日这一趟可是没白来。江母喜笑着，母女俩一同出寺。江叔俏脸含羞，浅笑不语。求签时他心中想着玉贞，师傅解签时他也念着玉贞。好事将近，定是说他和玉贞会水到渠成，一切顺遂。江叔心中欢喜，下阶时抬眸看路，瞧到一张熟悉脸庞，江老板。搀扶着母亲登阶的方明旭语气微疑，有些不敢确信。眼前女子一身春绿色芙蓉满开白羽纱裙，勾勒出窈窕身姿，乌发半挽披垂及腰，精致的发髻上佩戴着金镶玉步摇，面蕴浅笑，明艳生辉。这是方明旭第一次见江叔穿女装，梳妆后的江叔美若天仙，温婉端方，与男装时的他气质迥然不同，险些没认出来。可那张脸太过熟悉，方明旭瞧得移不开眼。方老板。江叔面上的笑意敛了下去，神色淡漠。方明旭头戴金冠，身着秋波蓝滚金边绸衣，腰佩玉带，手拿折扇，俊脸始终噙着三分笑意，一派温文儒雅随和的贵公子形象。可江叔深知这是一条阴险致命的毒蛇，不欲与方明旭多言，江叔挽着江母走了。方明旭回神，略有些遗憾。方母不明所以，还在一旁絮叨：“今日特来给你求姻缘，你可得心诚些。你已年近30，妾室生的丫头都4岁了，该娶妻了。”母亲说的是。方明旭应声，随后目光轻闪道：“母亲觉得方才那位姑娘如何？”方才那位。方母转身站在石阶上往下瞧。江叔同江母步下石阶，正往江家马车走去，背影娉婷袅娜，风姿绰约，一步一动端方合宜，挑不出半点错。那是谁家的千金？方母不知江叔身份，以为是哪个世家大族的闺秀。方明旭轻摇着折扇道：“江记的新任东家江叔，她就是江记的女东家。”方母惊愕不已。前些日子江叔接管江记，成了一代女东家，可是震惊了上京商圈。今日见到江叔，方母心中更是震撼。
如此一位娇俏姑娘，竟能掌管一家商号，属实精彩。可她是何离之身？方母微微皱眉。若是个清白姑娘，将计与方家结亲，倒也是门当户对。可嫁过人的女子，便是再好，也要低上几分，娶来做正妻，心里总归有些膈应。方明旭遥望着那抹倩影，眼神坚定。儿子不介意。这些年流连花丛，美妾成群，方明旭早便看透了。比起那些所谓清白的庸脂俗粉，独一无二的佳人才是难求。再则娶了江叔，便可不费力气的得到江锦，一举两得。你当真看上他了？方母捏着手问。方父早几年病逝，方明旭已是方家当家，他若下定了决心，便谁也拦不住了。方明旭正欲说话，忽然瞧见江叔似是与人起了争执。母亲稍后，我去看看。方明旭收起折扇，快步下街。停满马车的山门前，江叔同江母在谭玉和婢女的簇拥下，往江家马车走去。今日车马实在太多，挤得有些走不开道。江母的婢女险被一辆驶来的马车撞到，好在人没事，只是虚惊一场。江叔江母便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不留神得罪了贵人，惹上麻烦。正准备息事宁人的离开，车上的人挑开车帘，看见了他们，出声叫住：“江叔！”听到这耳熟的声音，江叔抬眼看去，对上了沈长泽惊喜的目光。真是晦气！车门打开，沈长泽同沈母从车中走了出来。亲家、叔儿，真是巧啊，你们也来上香。沈母满脸堆笑的同江母、江叔打招呼。母女俩对视一眼，不明白沈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有一点他们清楚，那就是他们不想再与靖安侯府扯上关系。沈太夫人自重，江家与侯府早无瓜葛。江母冷漠撇清，拉着江叔离开。沈长泽和沈母却拦着他们不让走。亲家别恼，咱们许久未见，寻个地方坐下好好说几句话。江叔听闻此言，被沈母的厚颜无耻惊到了。我与沈太夫人并不熟识，无话可说，还请让开。江母话语直白，将厌恶都写在了脸上。但凡要些脸皮的人，此时都应当会避开。可沈母今日也不知是中了什么邪，舔着笑脸就是不让。他捅了捅沈长泽的胳膊，示意他开口。沈长泽扫了一眼周围来往相客，攥着手硬着头皮道：“江叔，我有话同你说。”杏眸冷冽地递着沈长泽。江叔语带讥诮：“我与沈侯无话可说。”他不知沈长泽今日发了什么疯，但见好奇观望的人越来越多，他只想快点离开。面对江叔的不留情面，沈长泽面上有些挂不住，恼红了脸。他刚要开口，从江叔身后走出来一绸衣男子。沈侯爷贵人事忙，竟不忘孝道，陪母礼佛，实在令人敬佩。方明旭故意大声嚷嚷，公开沈长泽的身份，引得旁人注意。咦，当真是沈侯和沈太夫人，我还以为瞧错了。沈侯面前那姑娘好生眼熟，那不是前任侯夫人吗？这是怎么回事啊？都和离半年多了，沈侯还不肯放过。第139章俘获。一些参加过侯府寿宴，见过江叔且知晓和离丑闻的夫人闺秀，饶有兴味地看起了热闹。这下沈母和沈长泽便是脸皮再厚，也不好意思再纠缠下去，只能先行离开，再做打算。方明旭一句话帮江叔解了围。一码归一码，江叔之礼的朝方明旭微微欠身，多谢方老板。江老板客气。方明旭一抖折扇，笑得风度翩翩。江叔却瞧也不瞧，扶着江母上了马车。看着关上的车门，方明旭摇扇的手僵了僵，有些落寞。他心知江叔对他印象极差，想要的他青睐恐十分不易，但容易求得的女子，他方明旭也不稀罕。他已坐拥万贯家财，对官场也无甚兴趣，唯一所求便是得一良妻。目送着江叔的马车驶远后，方明旭才回到方母身旁。你当真喜欢那姑娘？方母问。知子莫若母，方才他瞧了半晌，方明旭的眼睛一直粘在江叔身上，他从未见他这般看过旁的女子。是，这么多年，他是唯一一个令我动了娶妻念头的人。方明旭坦言不讳。方母闻言便知他阻拦不了，索性欣然接受。管他什么身份，愿意娶妻总比不娶好，大不了娶回去后好好调教便是。看着动了真心的儿子，方母笑着打趣儿：“那你今日可得好好求求佛祖。”方明旭点头，头一次潜心拜佛。下山的马车上，江母问江叔：“方才帮我们那公子是何人？我瞧他长得俊朗非凡，一表人才，可娶妻成家了？”江母这话显然是看中方明旭了。江叔有些无语，抿唇道：“盐商方家的东家结了江记丝绸原商的方老板，他是否娶妻成家我不清楚，但他有个女儿3、4岁了。”江母听后一噎，不解道：“他为何要帮我们？既是对头，应当看笑话才是，怎么会帮他们解围？不知许氏又在打什么坏主意呢？”江叔对方明旭半丝好感也无。江母也质疑两家这关系，
家上方明婿已有子女，结亲是不可能了，便打消了念头，不再多问。想到沈长泽和沈母，江母忧心道：“沈侯母子拦住我们，怕是别有居心。从前两家还是姻亲时，沈母叫的都没今日这般亲热。事出反常必有妖。”江叔蹙眉道：“不管他们有什么谋算，我们不予理会便成。”江母赞同点头。晋安侯府再败落，也终究是勋爵官宦之家，江家一介商贾，无法与之硬抗。这趟礼佛，半是欢喜，半是烦忧，也不知究竟是福是祸。母女俩回到江宅，正是午饭时间，一家人坐在一起用饭。饭吃了一半，门房下人来了：“姑娘，孙府送来一张帖子。”那个孙府？江父不解。下人递上帖子回道：“大理寺卿孙大人家。”江父江母闻言一怔，有些受宠若惊。大理寺卿，多少人想攀交都攀不上的人家，竟主动给江家下了帖子。江叔也有些诧异，打开帖子一瞧，旋即笑了：“可是孙小姐给你下的帖子？”江母记得上次江家大宴，孙家小姐来过。江叔汉首应是5月18，孙小姐生辰宴，邀我过府参宴。今日已是12，已经没剩几天了，他得抓紧时间准备贺礼。你结交几位官家小姐也好，若遇事也能有人相帮一二。江父江母很是支持，他们清晰记得上次江父伤重垂危，便是景王和长公主出面，请来陈太医医治，又相赠珍贵药材，江父才能捡回性命。达官贵族家的小姐见过颇多世面，你可得精心备份贵礼。女儿家无不爱美，就送珠宝首饰吧。江父江母饭也不吃了，绞尽脑汁为江叔出谋划策。江叔被他们逗笑，轻声道：“我心中有数，不用爹娘费心，快吃饭吧。”想着江叔曾做过6年侯府主母，比他们更懂与贵族结交往来，江父江母将心放回了肚子里。江宁眼珠一转道：“阿姐，我下午无事，陪你去挑贺礼吧。”江叔杏眸一瞧，便知江宁是寻个由头想出去玩。细细想来，自打江父出事后，江宁得空便在家侍候陪伴，的确许久未上街玩了。毕竟是少年心性，哪有不贪玩的？行，你想去哪儿玩？江叔夹着菜问。江宁脱口而出：“看马戏杂耍。听说叔去翠云楼吃饭。”三人听后纷纷抬头注视。江宁一愣，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俊脸微红。三人瞧着他窘恼的模样，哈哈大笑。江宁面子挂不住，嘴硬道：“我是真的想陪阿姐去挑贺礼的，这些只是顺便。”说到最后，江宁的声音弱了下来：“没关系，阿姐也想去。”江叔给他夹了只鸡翅：“快吃吧，吃完我们就走。”江父江母看着相处和睦的姐弟两人，笑得一脸欣慰。孩子大了，是该出去多见见世面，总是闷在家中读书，读成书呆子也不好。午饭后，江母陪江父回屋喝药午睡，江叔则同江宁一道出门了。江叔带了谭玉、楚玉，江宁带了他的随身小厮，一辆马车险些坐不下。按江宁所言，他们先去了杂耍班子看杂耍，后去茶楼听说书。听完说书，时辰尚早，还不到晚饭时间，便去了玲珑阁挑贺礼。玲珑阁网罗天下奇珍异宝，亦有精美珠宝首饰出售，甚得上京贵人喜爱。姐弟俩进去时，阁中有不少顾客在选看。江宁爱看稀奇，拉着江叔逐渐欣赏把玩。伙计见他们看了半天也不买，心中十分不快，但又见两人衣着富贵，不敢得罪，只能忍耐。1楼瞧了个遍，没有什么稀罕物。江宁兴致缺缺道：“阿姐，我们去2楼吧。”常来玲珑阁的人都知道，真正稀罕贵重之物都在2楼和3楼，尤其是3楼，每一件物品都价值千金，珍贵非凡。2楼的东西果然比1楼好。江宁拿起一支青金石刻竹纹子毫笔，爱不释手。可想要？江叔明知故问。江宁点头如捣蒜，一脸讨好：“阿姐，你给我买这笔，我保证明年考中解元。”江家虽家财颇丰，但江宁只是个10几岁的半大孩子，能支配的钱财有限。可江叔就不一样了，他不仅是江继东家，自己也有带回的丰厚嫁妆，想买什么便买什么。江叔被江宁信誓旦旦的模样逗乐，正欲答应时，有人从江宁手中抽走了笔。第140章事故。姐弟俩一怔，抬眼看向来人。来人身量星长，容貌俊俏，手持折扇，一副吊儿郎当的纨绔模样。这笔不错，你小子有眼光。玉元将笔拿在手中细瞧了番，丢还给江宁。江宁小心接住，生怕掉地上摔坏了。这还没付银子呢，摔坏了算谁的？见是玉元，江叔松了口气，笑问道：“玉世子怎地有空来此？”“哼，你将酒楼丢给我，自己来逛玲珑阁，怎么？你能来我就不能来了？”对于江叔哄骗他入坑当甩手掌柜一事，玉元记恨在心，很是不满。尤其是江叔口口声声说他是忙，却又被他撞见在闲逛，玉元更气了。
江叔自知理亏，想送礼100瓶。这阁中之物玉柿子可有瞧上的？我送你。瞧上什么你都送？玉元挑眉试问，眼睛快速搜寻。江叔心中一咯噔，豁出去道：只要玉柿子喜欢。玉元闻言奸诈一笑，当真仔细挑选起来。看他这架势，江宁凑近江叔小声道：阿姐，他看起来不怀好意。江叔点头，我知道，你去瞧瞧，你可还有什么喜欢的？玉元此人虽蛮横恶劣了些，却守信重责，明辨是非黑白。玉铮能同他交好，便足以证明他自有过人之处。不过是花些银子罢了，就当是讨弟弟欢心了。玉元认真挑选许久，挑中了一把白玉折扇。玉柿子好眼光，这白玉扇扇骨为南洋白玉所制，上雕精美花纹。扇面上的山水图是大师亲手所画，独一无二，配玉柿子正好。伙计舔着笑脸，不遗余力的夸赞。玉元听得十分顺耳，展开折扇摇了摇，满意道：这扇子我要了。承蒙玉柿子惠顾，这白玉扇售价1800两。伙计笑得见牙不见眼。听到这价格，玉元心中抖了抖，手中的扇子险些拿不稳。荣王府虽是皇亲国戚，家产也算丰厚，但也没到如此铺张地步，每月给他的月例也不过150两。1800两，算上月例和翠云楼分例，也得一文不花的攒好几月。这要是他自己买，定然的心疼死。心虚的轻咳一声，玉元故作镇定的看向江叔。江叔莞尔一笑，大方道：我送玉柿子，1800两于江叔而言并不算什么，能与玉元深交，很划算。江叔乐意，江宁却不乐意。江家虽富裕，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能随随便便就给一个外人花这么多？虽心有不满，但江宁并没有说出口。他明白他阿姐如此做自有道理。谭玉，给钱。江叔吩咐谭玉先将玉扇的钱付了，好叫伙计和玉元放心。白的一玉扇，玉元喜不自胜，心中对江叔的怨气消失殆尽，将之前的扇子丢给小厮，摇着新扇子准备回去炫耀。玉柿子来此只为这把折扇。江叔疑惑出声。玉元一愣，这才想起自己来玲珑阁的目的，险些将正事给忘了。玉元收起折扇，一击掌心，望着架上宝物认真选看。江叔笑了笑，转而也同江宁挑选起贺礼来。咦，那鞭子不错，取下来本柿子瞧瞧。玉元选了半晌，没有中意的，无意间抬头一瞥，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鞭子。江叔江宁被玉元的精气声吸引，下意识扭头看去，那是一条黑色长鞭，手柄两端镶嵌着5色宝石，十分别致漂亮。只是这鞭子一瞧便是给姑娘家用的。江叔忍不住好奇，玉柿子可是要送姑娘家？玉元点头，拿着鞭子细细观摩。玉元出身皇族，所认识结交的姑娘也定然是高门贵族的闺秀，这长鞭是不是有些不合适？江叔怕玉元送错礼物，轻声提醒：送姑娘家为何不选珠宝首饰？我觉着她更喜欢这个。玉元瞧着手中长鞭，很是合意。听玉元如此说，想来他心中有数，江叔不再多言。阿姐，你瞧这个！江宁惊喜地喊。江叔收回视线，瞧见江宁捧着一只金镶红宝石手镯，特别精致漂亮。公子好眼力，这手镯上镶嵌的宝石是红玉珊瑚，不仅做工独特精致，设计更是巧妙，别有洞天。见识过江叔的财力后，伙计态度大变，小心拿过江宁手中的手镯给他们演示。此处有个暗扣，打开后可往手镯里放入香珠，戴在手腕上便体生香，妙不可言。难怪我闻着这镯子有香味，原来里面有香珠。江宁恍然，红玉珊瑚香珠手镯，江叔觉得这东西精巧独特，孙一君定会喜欢，便要了。从玲珑阁出来已是傍晚，江宁揉着肚子道：阿姐，我饿了，走吧，去翠云楼。江叔语气宠溺纵容。方及饭时，翠云楼已做客过半，姐弟俩直奔雅间，点了一桌菜。等菜的间歇，江宁同江叔闲话：阿姐，你为何要送玉柿子那般贵重的东西？江宁不知江叔与玉铮的关系，不懂江叔与玉元之间的渊源，心有疑惑，实属正常。看着有些吃味不满的少年，江叔贴近他耳边低声道：他可是世子，翠云楼全靠他顶着才没人敢闹事，且与他相熟，于江记也有利。经商光有脑子和眼光可不够，还得有人脉和靠山。江宁听完瘪嘴道：真麻烦。这便是他不愿从商的原因。江叔摸了摸少年的脑袋，轻声解释：这不是麻烦，是人情世故，不仅经商需要，做任何事都需要，便是官场也是如此。江宁虽年纪尚小，但心思灵活，一点就透。他想起上次江父伤重时，便是依靠江叔的关系才能请到太医。姐弟俩说着话，菜很快便上来了，都是江宁爱吃的，他已想了许久，吃得十分尽兴。一日时光转瞬而过，
次日，江叔又换上了男装打理江记。这日早间，他刚要出门，听到下人来报说沈长泽来了。他来做什么？江叔眉头立时皱起，不见，告诉他江家不欢迎他。是。下人领命去了。怕撞上沈长泽被他纠缠，江叔特意等了1刻钟才出门。可不料沈长泽竟还在外面，一见到江叔便凑了上来。江叔，我有话同你说。江叔眸光冰凉，语带讥讽：侯爷是要还钱？沈长泽一滞，略有些难堪道：不是。那我同侯爷便无话可说。江叔说着就要走，沈长泽急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第141章择婿。路上人来人往，见两人拉拉扯扯，不免心生好奇，驻足观望。江叔看到过往路人怪异的眼神，愤恼咬牙放开。他实在不想再同沈长泽扯上半点关系。侯爷，你再不松手，我可叫人了。谭玉做事欲喊江家下人。沈长泽见江叔面色冰寒，心中有些生怵，又怕谭玉当真叫人来赶，过于丢人，赶忙松开了手。祖母病重，想见见你。他语带祈求。江叔冷笑：侯爷祖母病重，与我有何干系？以后若无事，还请侯爷不要再来扰我家人清静。江叔说完，抬步便走。沈长泽追上去，拦在他面前，捏紧拳头道：江叔，我后悔了，我想重新求娶你。江叔闻言像是听到了什么极恶心的事儿，满脸嫌恶。开弓没有回头箭，沈长泽一鼓作气道：这些日子我过得很不好，侯府没了完全变了样，祖母母亲还有令姨，我们都很想念你。江叔听得好笑，冷嗤道：沈长泽，你拿我当什么？庙里的菩萨吗？你随便说几句话，我就该怜悯你原谅你。我告诉你，我没有菩萨的慈悲心，听到你过得不好，我很高兴。沈长泽面色青白交错，极其难堪，忍辱道：我知道从前是我不对，让你伤了心，我向你保证，我一定改。空口白话小孩都不信，侯爷若真有诚心，便先将银子还我再说其他，若再来无端骚扰，我便上报衙门告你扰民。江叔说完，绕开他上了马车。望着江叔决绝的背影，沈长泽目中满是沉痛。他是真的后悔了，真心来求他原谅，想要再次求娶，可奈何江叔根本不信，还百般羞辱。沈长泽面色涨红，只觉江叔将他的颜面踩在地上揉捻，羞愤欲绝。快走！谭玉关上车门，催促车夫驾车离开。沈长泽心痛颓然地站在原地，被路人指指点点。可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回侯府，随意寻了间酒肆买醉。霍冲一直跟着，见沈长泽喝了一坛又一坛，劝了几次都无用，只能等他喝醉后将他背回府。程景初被禁足在揽云院，霍冲知道沈长泽不想见他，便将他背去了松兰院。侯爷这是怎么了？怎么才上午就喝成这样？徐令仪被刺鼻酒味熏得受不住，用帕子掩住口鼻，带着3分艳嫌。霍冲将沈长泽放到床上，沉声道：侯爷去了江家，心情很不好。徐令仪闻言眸光微闪：夫人不肯原谅侯爷吗？霍冲点头，将沈长泽交给徐令仪后走了。望着床上醉成一滩烂泥的沈长泽，徐令仪命人去煮醒酒汤，又让婢女打来温水，忍着酒气给沈长泽擦洗。姨娘，让奴婢来吧，你身子刚好些。碧桃试图拿过徐令仪手中的帕子，徐令仪摇头，神色悲凉：夫人走了，这侯府我能倚仗的只有侯爷了。是以不管再怎么嫌恶，徐令仪都强忍着恶心，亲自照顾沈长泽。你去看着孩子，这里有我。是。碧桃领命去了。碧空如洗，阳光明媚，上京依旧热闹繁荣，不会因谁而悲切。5月18，楚玉给江叔精心装扮妥当，随他去孙府赴宴。大理寺卿孙鹤川官拜从3品，官阶虽不算很高，却执掌全国司法，尤其是涉及到官员的重大案件，都由大理寺主理，是以大小官员都想与之交好，不敢得罪。孙鹤川只得一个独女，宠爱有加，前来参宴的人都备了厚礼，想讨孙怡君欢心。江叔同玉兰坐在一旁，看孙怡君被一众夫人闺秀簇拥着，争相献礼，众星捧月，怡君怎么好像不太开心呢？玉兰悠闲的喝着茶看热闹。江叔顺着他的话道：他素来不喜与人虚与委蛇，今日也是委屈他了。玉兰轻笑，压低声音道：你猜怡君会选谁？什么？江叔不明所以。玉兰惊诧：你不知道？江叔莫名：我该知道什么？玉兰道：今日各家适婚公子都来了，午后有一场游园诗会，各家公子闺秀都会参与相看。江叔顿悟：怡君今日要择婿？玉兰点头：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孙怡君已年满19，孙家虽没有直接放话，但众人都心照不宣，明白今日这生辰宴实为择婿宴，因此各家都将适婚嫡子带来，
想与孙家结亲。那这些公子里可有宜君喜欢的？江叔看向被围绕着的孙宜君，有些担忧。孙宜君的身份摆在那，只能从世家大族的公子里择婿。若能挑一个喜欢之人还好，若不能，往后的日子怕也难熬。游园诗会时，瞧他与谁走得近，便知道了。玉兰也很好奇，孙宜君会选谁。两人说着话，孙宜君费力从人堆里抽身，朝他们走了过来。可吵死我了！孙宜君坐到他们面前，端起茶水喝了个干净。玉兰摇着团扇打趣儿：“今儿可是你的大日子，注意形象。”孙宜君撇嘴：“我才不要嫁人，谁要敢娶我，我定将他家闹得鸡犬不宁。这么多公子，就没一个你能瞧上的？”玉兰好奇探听。孙宜君轻哼：“不是纨绔，就是风流，再不然就是庸碌蛮横，没一个能入眼。景王殿下倒是很好，可惜太冷厉了，看着都害怕，哪里还敢生旁的心思？”听他提到玉贞，江叔心中一怔。玉贞冷厉吓人吗？他怎么不觉得？上京的贵公子有你说的这么差吗？玉兰微微皱眉。孙宜君点头，倒也有些能入眼的，可惜不是成亲就是定亲了。不想再说这个话题，孙宜君朝他们伸出手道：“我的生辰礼呢？”玉兰和江叔挥手，让随行婢女送上贺礼。孙宜君先打开玉兰的，是一只翡翠簪，这么贵重，我都怕带着磕坏了。玉兰笑道：“没关系，你明年还过生辰呢。”孙宜君听后也笑，随手将玉簪插在发间，拿起江叔送的锦盒打开。这镯子真漂亮。孙宜君说着就往手上套。玉兰鼻尖微动，狐疑道：“怎么有股香气，像是这镯子飘出的？镯子怎么会有香味？”孙宜君抬手将镯子凑到鼻前轻嗅，随后惊奇道：“真是镯子的香味。”江叔轻笑，正要告诉他们镯子的奥秘，有人走了过来。第142章，无耻。江叔正对着来人而坐，远远便瞧见了，当下秀眉紧蹙。见过长公主。沈母俯身给玉兰见礼。玉兰轻挥团扇，端声道：“沈太夫人寻我何事？”这一问将沈母给难住了，一时哑口无言。从前江叔在晋安侯府时，与平西将军府尚有些往来，可自打江叔离开侯府，又出了艳阳打伤庄运那祸事，两府便只剩下积怨。沈母来寻江叔，不过是出于身份尊卑，给玉兰见礼罢了。可玉兰既问了，他又不能不答。我那混孙伤了庄小公子，心中很是过意不去，不知庄小公子如今可好全了？沈母搜肠刮肚，憋出这么一句。玉兰当然知道沈母不是来寻他，他是故意的。江叔和孙宜君也心知肚明，好整以暇地坐着看戏。老沈太夫人挂心，我儿命大，已无碍了。只是我听说上元灯会，令孙还上街游玩了，晋安侯府可真是威风啊！玉兰轻飘飘一句话，吓得沈母冷汗涔涔。长公主恕罪，此事我并不知情，事后也已严厉训斥。沈母哆嗦着屈膝赔罪，生怕玉兰深究。这事虽已过去，但玉兰若要追究，谁也无法阻拦。更重要的是，私自出府，往轻了说是孩子贪玩，父母一时心软；往重了说，那可就是恃功生骄，蔑视皇威，后果极重。一次无心，二次便是有意，沈太夫人可要好生管束。若再有下次，怕就不是沈侯挨20板便能接过了。玉兰神色端严的警告。沈母赶忙应是，连声保证。玉兰搁下团扇喝茶，喝完见沈母还未走，便蹙眉道：“沈太夫人还有事儿？”沈母望向江叔，抢笑道：“我想同江姑娘说几句话。”“哦，那便赶紧说吧，我们还有事儿呢。”玉兰催促。沈母瞧向江叔，心想当着众人的面说也好，如此将话挑明闹开，江叔就别无选择了。“叔儿，你离开侯府后，老夫人便一病不起，天天念叨着你，长则时常去听竹楼哭坐，悔恨思念。”沈母说了一大堆，听得江叔几人皱起了眉。沈太夫人到底想说什么？江叔听不下去了，直截了当地问。沈母自顾自地在江叔身旁坐下，拉着他的手道：“叔儿，我们都念着你，长则他也心系于你。都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一日夫700日恩，你可否原谅长则，让他再次求娶？你放心，我们不会嫌弃你这男装日日抛头露面，也不约束你经商。只要你重回侯府，你想做什么都成。”江叔听得眉头打结，十分不耐地抽出手道：“沈太夫人还是嫌弃一下吧。”沈母一怔，不解其意。江叔俏脸冷凝道：“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与沈侯绝无可能。侯府若还顾忌几分脸面，便不要再来骚扰。”早便料到江叔会拒绝，沈母捏着手拔高了声音：“叔儿，你一个妇道人家，接掌商号做女东家，离经叛道，以男子装扮行商，换成其他世家大族定不能容忍。可我们非但不嫌弃，也不约束你，这已是莫大宽容。放眼上京，再找不出第二家。”
爱看热闹的众夫人闺秀瞥见沈母朝江叔走去时，便已竖起耳朵听动静。此时听到沈母说江叔接掌了江记，成了女东家，他们大惊失色。江记乃上京5大商号之一，江叔接掌了江记，岂不意味着江家的财富都在他手上了？这一消息令各家夫人震惊不已，当即便在心中盘算开来。见众人面上都露出惊骇之色，沈母以为他的话起了效用，暗自得意。只要被上京各家嫌弃，那江叔就别无选择，只能再嫁入晋安侯府。江叔气得娇躯微颤，面色冰寒如霜，声音冷冽道：“我便是无人敢娶，也绝不会再嫁入晋安侯府。”他倒不是在意沈母抖出这些事，而是气愤沈母的无耻行径，竟妄图以此下作手段来逼迫他，实在可恨。玉兰同孙怡君也没想到，堂堂侯府太夫人竟如此不要脸皮，实在令人鄙薄。沈太夫人，今日是我生辰，你若是来给我庆贺，便请你谨守为客之礼；你若是来寻衅闹事，便请你离开。孙怡君这话说得极不客气，任谁听了面上都挂不住。原本他就不想给晋安侯府下帖子，是他爹娘说明目张胆的针对不合适，这才不情不愿的给侯府送了帖子。被一个小辈这般驳斥，沈母面上一阵红一阵白烧的厉害，难看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捏着手将目光投向孙夫人等人求救，却无一人为他说话。最终是太子妃站了出来：“怡君，今日是你生辰，可别恼。”他先是笑着安抚了孙怡君，末了又对沈母道：“沈太夫人若身子不适，便回去歇着吧，孙夫人不会恼怪。”此话是在提醒沈母，若他适可而止，孙家看在他的份上不会计较；若他再闹下去，他也管不了。沈母看向愠怒的江叔，嘴唇动了动，犹疑片刻，起身，面色讪讪的走了。他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与他料想的全然不同，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自从去年寿宴后，晋安侯府越发不受人待见，太子妃也是受太子嘱托才照拂一二。沈母一走，各家夫人便涌向江叔，围着他说开了：“你们知道沈太夫人为何独自来赴宴吗？”江叔几人时有些好奇，如此重要的结交场合，程景初怎没露面？为何？被勾得心痒的孙怡君问：“我听说啊，晋安侯府内宅起火，沈侯夫人同妾侍斗的见了血。那徐姨娘虽是妾室，但也是正经官家小姐，深得徐大人疼爱。得知她在侯府被欺负的险些没命后，徐家上侯府兴师问罪了。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沈侯夫人因此被禁足，沈侯还承诺将来侯府家业分数子一半，徐家这才同意和解，没有将事闹开。沈侯夫人究竟做了什么？”孙怡君一贯好奇心重，不弄明白不甘心。有知情人道，沈侯夫人去年意外落了胎，不能再有孕，因此心性扭曲。在今年3月徐姨娘生产时，她买通稳婆接生时动了手脚，让徐姨娘也无法再有孕。这种阴损事儿本就极其危险，徐姨娘险些丧命。江叔几人听得心惊，没料到晋安侯府竟出了这种事。第143章合谋。难怪之前见到沈长泽时，他神色萎靡颓败，原是后院不平。如此也就能明白他们为何会舔着脸想要再次求娶了。这般阿杂门府，哪个好人家的姑娘会去跳这火坑？也就只有江叔曾嫁入过晋安侯府，还有一丝可能。江叔捏紧手心，深深的被恶心到了。徐家今日没来吗？玉兰扫视一圈问。孙怡君道：“听我娘说，徐夫人称身体有恙没来，只有徐大人来了。徐大人是男子，来了也是在前院，他们见不着。什么身体有恙？他那是在家盯着徐令轩呢。徐令轩又怎么了？”孙怡君近日忙着自己的生辰宴，甚少出门与人来往，感觉自己错过了很多热闹。有不喜徐令轩的闺秀道：“他早年与户部郎中郑大人的嫡子定了亲，郑公子一表人才，精明强干，如今已是从7品的内阁中书。徐令轩骄纵跋扈，时常欺压庶姐，打骂下人，与众闺秀也多有不睦，德行有失，早已引得郑家不满。前些日子徐令轩与有人外出游玩，大肆说到庶姐是非，怨毒咒骂嘲笑，恰巧被郑公子听见，惹得郑公子厌恶，想要退婚。那郑公子年轻有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徐家哪里肯退婚，便信誓旦旦的保证会在出嫁前教导好徐令轩。”孙怡君听得两眼发光，津津有味。他就是与徐令轩不睦的闺秀之一，这热闹听得他浑身舒畅。众人围着孙怡君3人闲话，从前不待见江叔的夫人闺秀，仿佛突然之间转了性，亲热地拉着他谈笑。江叔一脸莫名，玉兰却看透一切，了然于心。世家大族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实则大多都是入不敷出。江叔如今在他们眼中可是活生生的摇钱树，能不稀罕吗？若不是今日场合不对，怕是都要直接求娶了。沈母自以为是的逼迫，反倒让江叔成了各家争抢的对象，实在可笑。半日时光很快过去，
午宴后，闺秀们去了花园参加游园诗会，夫人们则去了后院戏台听戏。江叔本想留下来同玉兰一起听戏，却被孙一军硬拉去了花园。说是游园诗会，其实就是各家公子闺秀展露文才，互相相看罢了。当然，今日主要是孙一军相看各家公子。江叔从前在晋安侯府做主母时，依礼教不可与外男会面，是以从未见过这么多世家公子，一时之间竟有些生怯。看着一张张陌生面孔，江叔退缩道：“我不会作诗，就在此处坐着赏景，你去吧。”宜君，快点儿！有人呼唤孙宜君。孙宜君见江叔一脸不愿，也不好勉强。那行，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就来。江叔挥手送走孙宜君，走到一旁的凉亭落座。骄阳热烈，江叔又不与人相看，也懒得与人交道，独自一人乐得清凉自尽，悠闲的品茶赏景。为了增添乐趣，园中挂了许多诗谜，众公子闺秀边游园边猜谜，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公子闺秀打江叔跟前过，向他投来好奇打量的眼神。江叔只做不见，惬意的看他们猜谜斗诗。孙宜君方与人斗了2场诗，便被下人叫走了。到底谁要见我？搞得这般鬼祟。孙宜君有些不耐。今日宴会与往常不同，男女同游可随意见面说话，何须约见？是遇世子，他就在这假山后等小姐。婢女指明地点后，遂不离去。孙宜君带着疑惑走到假山后，果真瞧见了玉媛。玉媛一袭浅金色绣仙鹤绸衫，手持白玉扇立在阳光下，端地是清贵风雅，英俊倜傥。孙宜君怔了一瞬，走过去问：“你找我作何？”玉媛回神，从身后拿出一只锦盒道：“给你，生辰礼。”孙宜君喜穿红衣，今日也是一身红羽纱裙，上绣粉白色的缠枝牡丹，热烈中透着娇俏。与往日不同的是，孙宜君今日描眉涂脂，装扮十分精致，美的似一朵怒放红莲，摄人心神。饶是从小一起长大，玉媛也不免看呆了眼。这是鞭子。孙宜君打开锦盒，看到里面盘卷起来的物时，有些惊诧：“你试试可好用？”玉媛一脸期待。孙宜君拿在手中轻挥了几下，觉得轻巧灵便很是顺手，忍不住欣喜夸赞：“好东西！”玉媛闻言松了口气：“你喜欢就好。”孙宜君爱不释手，翻来覆去的欣赏把玩。假山外有人经过，谈论声传入他们耳中：“妹妹，方才凉亭里坐着的是哪家小姐？怎么从未见过？”“什么小姐？那是与晋安侯合离的江家商女。听说她接掌江既做了女东家，还穿男装经商，伤风败俗。原是晋安侯玩过的，可惜那副好样貌了。”孙宜君和玉媛听到这里，心中火气腾腾直冒。两人追出假山，瞧见2道走远的背影，是通政使司副使王家2兄妹。玉媛一眼认出，王延哲也是个出了名的纨绔子弟，时常同玉媛一道玩乐。与玉媛不同的是，此人极为好色，院中姬妾无数。他妹妹王延馨，孙宜君也认识，是个阴险自私之人，但不像徐令轩那般无脑，很有心计。听到他们方才诋毁激辱江叔的话，两人心中都很是气愤，想要为江叔出气，可直接冲上去质问，他们恐不会承认，且事情一旦闹开，江叔更丢脸。明亮眼珠一转，孙宜君计上心来：“你有没有见过一种青绿色毛茸茸的虫子，长得特别可爱？我小时候摸了一次，那滋味至今难忘。只要轻轻碰一下，皮肤就会红肿刺疼男人。你说要是放到他们衣服里会怎么样？”孙宜君试想了一下那感觉，禁不住打了个哆嗦。玉媛听得眼冒金光，这样会不会太下作了？去哪找？跟我来。孙宜君转身往后院走，来到一处僻静无人的院落，孙宜君指着院中的核桃树道：“就这树上，那虫子的祖宗8代都能找到。那还等什么？赶紧找啊！”玉媛将扇子别进腰间，迫不及待。孙宜君提醒：“你可小心些，别碰到，否则保管你终身难忘。”玉媛以飞快爬上树，在树叶间寻找。很快，玉媛便瞧见了一只嫩绿色、长满绒毛的小虫子，她连叶子一同摘下，问：“是这玩意儿吗？”第144章报应。站在树下的孙宜君定睛一看，立时跳出半丈远，神情激愤：“对对对，就是这玩意儿！”不知其厉害的玉媛凑近眼前细瞧边嘀咕：“确实长得很可爱，让人想要摸一摸。这么小看着又毫无危险的虫子，当真能教训到王家兄妹？”玉媛心生怀疑，伸手轻轻碰了碰。很快，震耳欲聋的惨叫自树上响起。啊！玉媛跳下树，甩着刺痛钻心的手满院跳脚哀嚎：“都跟你说了别碰别碰，你怎么不听劝呢？”哈哈！孙宜君捂着肚子笑疯了。玉媛一脸痛苦，五官都皱成了一团。这玩意儿这么小一只，威力怎地这般大？玉媛十分费解。孙宜君幸灾乐祸道：“我小时候也是看它可爱，
就摸了一次，至今难忘。你尝试一下也好，增长见识。哈哈哈！不行，我得往王延哲衣服里放2只。嗷！玉元甩着手，将怨愤都归咎到王延哲身上。剧烈的刺痛过后，玉元重新爬上树，小心翼翼地寻了几只，用树叶裹好。走，你放1只，我放2只。玉元兴奋的眉飞色舞，手仿佛也不疼了。孙一军小心拿在手里，两人鬼鬼祟祟往花园去。风和日丽，景色宜人，少男少女们难得欢聚一处，猜谜斗诗，欢声笑语一片。玉元和孙一军自然融入他们，不动声色将他们引到几棵大树下，寻机靠近目标，趁人不注意将虫子放进了王家兄妹衣领里。作案完，两人快速扔了手中树叶，若无其事地与众人一起吟诗赏景。啊啊！王家兄妹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众人被吓了一跳，有反应快的赶忙询问出了何事。不知道，好痛啊！王延兴只觉后背刺痛难当，却又不知是怎么回事。王延哲也是一样，前所未有的刺痛感让他抓心挠肺，摸又摸不着，碰又碰不到，急得面红耳赤，上蹿下跳。玉元和孙一军憋笑憋到快要爆炸，却还得装得跟众人一样惶然不知所措。怎么回事？他们这是怎么了？众人茫然焦急，生怕自己跟他们一样。啊！我感觉有虫子在背上爬。王延兴一脸惊恐，花容失色。听到这话，有头脑灵活的人道：初夏正是蚊虫繁衍茂盛之际，是不是树上虫子掉进衣服里了？众人闻言抬头看向头顶大树，心生后怕，快速远离此处。见折腾的差不多了，孙一军作为主人，适时出声道：来人，快带王公子王小姐去厢房检查检查，再请府医瞧瞧。王公子王小姐这边请。婢女引着王家兄妹往厢房去。一路上，兄妹俩惨嚎声不断，走路的姿势极其怪异。出了这档子事，众人没了游园斗诗的兴致，到长廊凉亭坐下议论纷纷。你们说，王家兄妹俩到底是怎么了？什么虫子能将人咬成那样？说来也怪，大家都站在树底下，怎地那虫子就只落到了他们兄妹身上？此话一出，众人顿觉蹊跷，可又说不出哪里不对。谁知道呢？许是老天有眼，报应不爽。玉元摇着折扇吊儿郎当的胡说，他被折的手仍有些刺痛，可又不能表露出来，只得将手背在身后捏着拳头，忍得很是辛苦。可一想到王家兄妹的惨状，玉元又觉得被折得直。后院听戏的孙夫人得知出了事，同王夫人一起来了花园。询问清楚后，王夫人急迫赶去厢房，孙夫人陪望。约莫过了1刻钟，孙夫人独自回来了。娘，怎么样了？孙一军明知故问。孙夫人摇头轻叹，王夫人领着王公子王小姐回去了。他们到底是怎么了？有人问。孙夫人道：府医说是被一种名为毛刺子的虫蛰咬，整个后背都红肿了，刺痛挠心，已给他们上过药了。真是被虫蛰的，这虫子也太厉害了。有人惊叹，更多的是好奇虫子长什么样。招待不周，扫了大家雅兴。孙夫人向众人致歉，方才她也向王夫人道了歉。子女被折伤成那样，王夫人自是心疼又愤怒。可这事是虫子所为，非孙家之过错，王夫人便是愤怒也无可奈何，只能自认倒霉。众人虽被扫了心，可也庆幸自己没被折。一番客套话后，男子回了前院，姑娘们则去了后院听戏。江叔一直坐在湖边凉亭中，见到孙一军等闺秀回后院，便也一同回去。戏台上的戏曲咿咿呀呀地唱着，戏台下孙一军压低了声音，同玉兰和江叔讲述方才的事。两人听完皆是一愣，疑惑怎么只有王家兄妹遭殃。刚要询问，便有下人匆匆跑来禀报：夫人，不好了，前院闹起来了。江叔几人就坐在孙夫人旁边，听到了下人的话，心中一咯噔，又出什么事了？孙夫人眼皮一跳，起身朝前院去。走，我们也去看看。孙一军拉上玉兰、江叔跟去看热闹。其余夫人闺秀虽也心生好奇，但前院都是男兵，他们不好前去，只能忍耐着回去后再问自家父兄夫君。前院此刻已乱作一团，曹谦正在斥责自家儿子：孽障，胡说什么？还不快给孙大人赔不是？我没有胡说，我亲眼所见，玉世子同孙小姐一同从后院出来，不是私会是什么？曹胜不服气的大喊。赶来的孙夫人几人听见这话，心神一震。天一暗，私会，这要是坐实，孙一军的名声可就全毁了。孙夫人惊怕的抚着胸口，急声问孙一军可有此事。孙一军捏紧了手，美目愤瞪着曹胜道：绝无此事。那曹公子所言是什么回事？孙鹤川问。玉元看向孙一军，生怕他将捉虫整王家兄妹之事说出，给孙家惹上麻烦。孙一军虽顽劣了些，可精明得很。他取下腰间鞭子道：今日是我生辰，玉世子同我自小一起长大，有着几分少时情谊，叫我去后院
只是想亲自送我生辰礼。可是如此？荣王问玉元。玉元点头，理直气壮道：是，那鞭子是我从玲珑阁所买，若不信可去查问。两方都言之凿凿，众人一时之间不知该信谁。第145章争取。江叔看到孙一军手中的鞭子，只觉眼熟的紧，回想起来后道：我可以证明，那日我去玲珑阁，正巧碰上玉世子，亲眼所见他买下此鞭。众人听闻此言，便知此事定然属实了，否则做伪证被揭穿，那江叔和孙一军以及玉元的名声都保不住了。曹胜一愣，争辩道：谁送生辰礼会去后院，摆明有鬼。去后院送生辰礼，违反大招那条律法了。今日孙府宾客众多，本世子想寻个没人的地方送不行吗？玉元挑衅地瞪着曹胜：混账，你可听清了，还不快给孙小姐赔罪！曹谦怒其不争地踹了曹胜一脚。今日来孙府赴宴，是抱着求娶孙一军的目的，特意让曹胜寻机接近孙一军，博取好感。可曹胜不喜孙一军，觉得他凶悍恶劣，简直是只母老虎。尤其是瞧见孙一军同玉元私会后，他更不想娶。回到前院同曹谦说明后，本以为可以摆脱孙一军这悍妇，哪知曹谦坚持要他求娶。曹胜明白，他爹要他娶的根本不是孙一军，而是孙家的权利，所以根本不在意孙一军是什么样的人，更不在意他的感受。可他认定了孙一军不守妇道，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便将此事闹开了来。不论此事到底是不是误会，已然闹成这般，曹胜索性破罐子破摔，想借机毁了两家结亲的可能。孙鹤川等了半晌，见曹胜毫无赔罪之意，沉着脸道：曹公子无端辱我女儿名声，委实过分，还请太子殿下为臣做主。语罢，孙鹤川直接对着玉成跪了下去。还有我的名声，皇兄你可得给我讨个公道。玉元不嫌事大，火上浇油：孙大人快请起。玉成卿扶起孙鹤川，颇为头疼。一边是舅舅表弟，一边是臣子堂弟，怎么处理都会得罪一方。知道玉成左右为难，曹谦主动请罪：殿下，此事是犬子过错，污了孙小姐名声，理当负责。负责？怎么负责？众人回过神来后，暗骂曹谦老奸巨猾。便是玉成也被曹谦此言惊得怔了怔。曹谦趁热打铁道：孙大人，犬子与令院年纪相仿，才貌般配，诚心求娶。听闻此言，曹胜将不愿都写在了脸上，欲开口搅黄亲事。表弟，不可再胡闹。玉成察觉到曹胜意图，出声制止。曹胜愤看着玉成，心中满是怨恨。他爹之所以要他求娶孙怡君，为的便是玉成。不止这一桩，自打他记事起，他爹和祖父所做之事，桩桩件件全是为了给玉成增添势力，为玉成铺路谋划。说什么曹家是皇后母族，与太子荣辱一体，为太子谋划便是为曹家谋划，全是狗屁。难道没了太子，曹家还不活了不成？曹胜受够了，不想连娶妻也是为了玉成。我不想娶她。曹胜攥紧拳头，大喊出声。本就不想答应的孙鹤川听到此话后面色愠怒，重重拂袖：我究竟何处得罪了曹大人，竟上门来这般羞辱？孙一军也羞愤冷哼：曹胜，你听清楚了，便是无人求娶，我宁去庙里做姑子，也绝不嫁你。父女俩此话一出，众人便知两家结亲无望，还要结仇。孽障！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竟被毁了。曹谦气得额上青筋突突直跳。婚姻大事，从来都是谨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时轮到你自己做主了？曹谦一脚将曹胜踹得跪地，舔着老脸试图挽救弥补。然孙鹤川并不买账，拱手怒声道：太子殿下既不肯为臣主持公道，那臣只好明日早朝请圣上明断。这话显然是将玉成架在火上烤，指摘玉成徇私包庇母族。今日孙府宴会，朝中官员来了大半，此刻全都盯着玉成，若处理不当，便要寒了臣心。女儿家清白名声重于性命，还请长公主为我女儿做主。孙夫人跪在玉兰面前，悲声哭请。玉成只觉头都要炸了，万般无奈之下，硬着头皮道：曹胜口出胡言，辱没孙小姐名声，又大闹孙小姐生辰，委实过分，罚他杖责30，必府思过半年。末了，玉成又朝孙鹤川拱手道：孙大人息怒，本宫替曹胜赔罪。孙大人若有不满，尽可提出。堂堂太子，纡尊降贵，给一个三品臣子致歉，实属难得。孙鹤川并非不辨是非之人，明白此事与玉成并无关系。只要玉成当众处置曹胜，全了孙一军的名声，他见好就收，不再追究。只有一点，他要求曹胜在孙府当众刑罚。玉成允了。曹胜跪在地上，眸子猩红地盯着地面，心中愤恨疯狂生长。此耻不报，他枉为人。孙府侍卫很快搬来长凳，将曹胜压在长凳上。拿棍杖来，我亲自打。曹谦道。
事已至此，不如做得诚恳狠绝些，赌注悠悠众口。曹谦乃兵部尚书，自是有功夫在身，又正值壮年，力气足得很。在众目睽睽的见证下，每一仗都打得结结实实，用力十足。刚开始，曹胜还死命咬着牙不出声，到后面牙都咬碎了，惨叫连连。打到27仗时，曹胜屁股上的衣衫已经尽出血，面色涨红，满头大汗，淋漓不止，眼一翻，生生疼晕了过去。曹谦没有停手，狠心打完了最后3仗。如此狠厉之举，令在场众人心惊，自叹不如。看着晕死过去的曹胜，曹谦皱眉道：“孙大人，今日实在对不住，我先带镊子回去治伤，改日再来登门赔罪。”曹谦此举做得实在太狠，孙鹤川一家若是再说什么，便是得理不饶人，过于小气欺人了。来人，送曹公子上马车。孙鹤川吩咐下人抬着不省人事的曹胜随曹谦离开。曹家父子走后，众人面面相觑，心中唏嘘不已。诸位，真是抱歉，让大家受惊了。孙鹤川拱手致歉，众人纷纷回礼，示意无妨。这时，荣王忽然出声道：“鹤川老弟，今日之事虽是误会，但宜君名声受损，无可挽回。此事我儿难脱责任，愿求娶宜君为世子妃。”好个坐收渔利！众人又是佩服又是气恼。孙鹤川为官正直，孙宜君品性端方，各家都想求娶，可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口，便被曹胜闹成这般，现下被荣王捡了便宜。这不知玉世子可有此意？孙鹤川看向玉元。第146章定亲。官家士族结亲，考量甚多，且大多为利。然孙鹤川为人廉政，不屑于此。加之只得一个独女，不愿用他的婚事做法，只愿他能嫁得个好夫婿，和满一生。玉元虽是个闲散纨绔世子，但品性端正，相貌堂堂，待孙宜君又宽容，加上两人自小长大的情谊，则为夫婿再合适不过。他可有意？他能无意吗？事情闹到这般地步，孙宜君已受了莫大羞辱。若他再拒婚，那孙宜君怕是真没脸见人，得去庙里做姑子了。得，衙役咬心一横，娶谁不是娶？好歹他和孙宜君性情相投，瞧他比其他闺秀顺眼多了。玉元深吸口气，看了眼面皮羞红的孙宜君，拱手作揖，端声道：“孙叔叔，我真心求娶宜君，望您应允。为表诚心，愿将皇室名佩赠与宜君，以此为证。”玉元说着，解下腰间名佩，双手捧到孙宜君面前。孙宜君盯着那枚名佩，俏脸飞似落日云霞。这枚玉佩他并不陌生，小时候跟玉元打赌，玉元曾将玉佩输给了他。当时他拿着赢来的玉佩可开心了，但他爹娘知晓后，喝水都给呛着了，赶紧带着他去荣王府归还。他很不情愿，在荣王府大哭了一场。荣王妃拿了好些东西跟他换，他才还给玉元。玉元因此被荣王暴揍了一顿，再也不敢拿玉佩做赌注。宜君，快收下！玉兰轻声提醒。江叔扭头望着孙宜君，见平日里爽利大咧的姑娘，此刻娇羞紧张。先前嚷嚷着上京公子没一个能入眼，现下满心满眼都是玉元，便知他心中早有所属。因有所属，才觉他人难以入眼。见孙宜君半天不接，玉元捧着名佩的手有些微抖，喉头机不可察地滚动了几下。他不会不要吧？那丢脸可就丢大了，明日他就成上京笑柄了。就在玉元忐忑不安时，孙宜君伸手拿走了玉元掌心的名佩。哈哈，鹤川老弟，以后咱俩就是亲家了。荣王拍着孙鹤川的肩膀，开怀大笑。孙鹤川松了口气，面上也露出喜悦笑意。宾客中有人失落，孙家这门亲没了。恭喜孙大人，恭喜王叔元弟。玉成衷心恭贺。对于孙宜君嫁给谁，玉成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朝臣没有党派之分，只有中间之别。有了玉成带头，其他人也纷纷拱手恭贺。孙鹤川和荣王笑着回应，气氛又恢复了热闹和谐。多谢多谢，下次就该到荣王府喝喜酒了。荣王笑得见牙不见眼。孙鹤川不服气道：“八字才刚得一撇呢，今日是我闺女生辰宴，我家的酒还没喝完呢。好说好说，今日大喜，咱们喝痛快些。前院是男宾之地，女眷不便久留。”孙夫人抹掉眼角失意，满面笑容地拉着孙宜君回后院。江叔和玉兰对视一眼，笑着跟上。玉元望着孙宜君的背影，明白今日不是叙话良机，只能压下心头千言万语，改日再说。走，与我下2局。玉成揽住玉元，往厅中摆着的棋盘走去。玉元收回思绪，专心同玉成下棋。众公子皆知玉成棋艺高超，玉元却是个臭棋篓子，纷纷跟去瞧热闹。孙夫人将与荣王府定亲的喜事带回后院，引得众夫人一阵惋惜，随后笑着道喜。孙宜君再次被闺秀们众星捧月般围着，你一言我一语的闹去。玉元虽是个纨绔，也无一官半职在身，但他是王府世子，又生得俊朗倜傥，也是个不错的郎君。
荣王妃从手腕间取下一只通体碧绿、莹润无瑕的玉镯，套到了孙一军手腕上。好孩子，我一直想让你做我儿媳妇，今日可算是得偿所愿了。孙一军听闻此话，羞赧垂头。他性格再怎么外向，也终究是个青涩姑娘，也会不好意思。玉兰看着娇俏的孙一军，美丽优雅的脸上浮现出艳羡笑意。宜君真幸福，这世上青梅竹马长大的男女多有，可能两心相许得成眷属的却少有。孙一军无疑是幸运的。江叔也由衷为孙一军感到高兴，可他一转头，看到玉兰眼中蕴藏着伤怀与遗憾。说来玉兰也实在可怜，她虽贵为公主，深得帝妃宠爱，可下嫁平西将军府不过1-2年，庄小将军便战死，留她带着幼子守寡。玉兰今年27岁，将女子最好的年华都耗在了守寡上。她享受了莫大尊荣，却也承受了难言痛楚。江叔看着神色忧郁的玉兰，不知该说什么，只能轻轻握住她的手，以示宽慰。怎么了？玉兰眸子闪了闪，压下外溢情绪，恢复如常。江叔没有揭穿她，温声道：我也羡慕宜君，你一定也会遇到自己的如意郎君的。玉兰笑得别有深意。江叔面皮一热，想到了玉贞。玉兰和玉贞是亲姐弟，也不知玉贞可有同玉兰说过他们的关系。江叔有些心虚，避开了玉兰的视线。孙府今日喜上加喜，晚宴时上了诸多美酒，就连众夫人闺秀也喝了不少。散宴时宾主尽欢，玉兰有些醉了，江叔将她送上马车，嘱咐婢女好生照看。姑娘，我们也快些回去吧。楚玉看了眼天色，明月已快上枝头了。江叔应声，上车回家。马车驶过主街时，仍有人声喧嚣。拐进江宅附近的旁街小道时，已无人影来往，一片寂静。江叔喝了酒，脑袋有些晕沉，靠在车壁上瞌眼休息。车夫看着熟悉的道路，想着马上就到江宅可以歇息了，神情放松，打了个哈欠。一流氓醉汉不知从哪儿窜出来，被行驶的马车撞倒在地。车夫吓得一激灵，赶紧勒停马车。怎么了？楚玉隔着车门问。车夫惊慌道：不小心撞到了人，我下去看看。车内的江叔被晃醒，正要出声询问，忽地听见一声惨叫。楚玉赶忙打开车门，借着明亮月光，瞧见车夫倒在了地上，而原本被撞倒的醉汉却缓缓站了起来。不仅如此，旁边巷口又涌出来几人，狞笑着朝马车逼近。楚玉只觉一股凉气从脚底直冲脑门，颤声道：姑娘，有歹人，快下车跑。第147章转机。江叔闻言浑身一震，酒意消了大半，正欲下车逃跑时，忽见从天而降一黑衣人落在车前。主仆俩心中一沉，明白走不了。看到突然出现的黑衣人，靠近马车的歹徒愕然一惊，厉声道：什么人？识相的赶紧滚开，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黑衣人没吭声，抽出一把匕首，动作迅速地朝几人攻去。找死！几名歹徒咒骂一声，同黑衣人打了起来。车门处的江叔和楚玉一愣，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是一起的？黑衣人是来救他们的。姑娘，要不我们悄悄跑吧？楚玉小声提议。江叔看着马道：跑太慢了，很容易被追上，我们驾车走。可我不会驾车。楚玉看着车辕上的缰绳，不知从何下手。我来。江叔钻出车门，学着车夫平日驾车的模样，一手握住缰绳，一手抓起马鞭。看着倒下过半的歹徒和手持匕首下手狠绝的黑衣人，江叔猛吞了口唾沫，捏紧马鞭，扬手欲抽在马屁股上。就在这时，黑衣人忽然回头，目光与江叔对上。他手中的匕首淌着血，在月光的映照下分外骇人。江叔扬鞭的手僵在半空，整个人如同石化了般动弹不得。姑娘，要不我们还是下车跑吧？楚玉伸手去拉江叔，害怕的染了哭腔。往哪跑？他们两个弱女子能跑过谁？江叔有些绝望，不知所措。趁黑衣人看着江叔愣神之际，仅剩的2名歹徒从他身后偷袭。江叔目睹着，心绪很是复杂。他不确定黑衣人是不是来救他的，纠结犹豫不定。小心！最终嘴比脑子快一步，做出了决定。黑衣人闻声回头，手中匕首利落划过一人脖颈，再迅速插进另一人胸膛。不过一眨眼功夫，2人就气绝身亡倒地。江叔和楚玉看呆了，彻底绝了逃跑的念头，听天由命。黑衣人拔出匕首，随意在歹徒衣服上擦掉血迹，然后朝主仆俩走来。在2人惊恐的注视下，黑衣人在他们面前几步远的地方顿脚，拱手行礼。江叔感觉脑子不会转了，这又是唱哪出？静默了一瞬，确定黑衣人不会伤害他后，江叔壮着胆子问：你是谁？为何要救我们？黑衣人迟疑了一瞬，冷声开口：主子让我暗中保护姑娘。听到这清丽的女声，江叔杏眸一亮，竟是个姑娘。你主子是谁？江叔好奇追问。黑衣人想起主子的吩咐，现身后若他问起，
可表明身份，以免引他不安。景王，竟是玉征！江叔一惊，随后又觉得合情合理。除了玉征，谁还会派人保护他？你叫什么名字？江叔放缓了声音，不再害怕。黑衣人有些意外，不太自然地答：冷星。冷星蒙着面，看不见样貌，只有一双眼睛特别明亮，仿佛星辰。他是暗卫，一直隐于暗处，除了玉征和追云逐风外，没人知道他叫什么。人如其名，你好厉害啊！江叔毫不吝啬地称赞。冷星心头一颤，没有作答，走去查看车夫死活。他还有气，马上就医还能活命。冷星说着，将车夫扛上了马车。楚玉被他的力气惊到了，慌忙让开位置。姑娘，你坐里面去，我来驾车。冷星从江叔手中抽走马鞭。江叔一言照做，让楚玉用锦帕摁住车夫腹部伤口止血。驾！冷星驾轻就熟，赶着马车往江宅而去。到了江宅门口，冷星将车停稳后，二话不说，飞身引入了黑暗中。哎！江叔一愣，望着空荡夜空，一阵无语。顾不上放车凳，楚玉直接跳下车去叫门。很快，大门打开，出来几名下人将车夫抬走。楚玉也扶着江叔进了江宅。得知江叔遇了歹人，江母害得险些晕过去。叔儿，你可有受伤？快让娘看看。江母不由分说，亲自把江叔全身上下都检查了一遍，才堪堪放下心来。我没事，暗中保护的人救了我。江叔拉着江母坐下。谁在暗中保护你？江宁问。江父江母也盯着江叔，满脸困惑。江叔脑袋快速转动，想了半天也没编出一个合理的谎言，索性实说了。他跟玉征既已决定在一起，早晚都要同他们坦白，今日倒是个好时机。暗中保护你的人是景王派的，你跟景王定情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们？三人听后接二连三提出疑问，目光定定地盯着江叔，不容他回避。就知道会这样。江叔撑着额头解释了半晌，末了一拍腿道：对了，那些歹人的尸体还在路上呢，得去报官。是得报官查查，到底是何人要害你。江父觉得江叔遇上的并非寻常歹徒，事关重大，江宁叫了护卫看住现场，亲自去府衙报官。刚卸下的何大人听闻是景王关照的江家出了事，立马从温柔乡里爬了起来。大人到了。江宁将何大人领到案发地，看着满地尸体和鲜血，何大人瞪大了眼，诧异问：他们是江家护卫杀的？江宁摇头，凑近何大人耳语了几句。得知歹徒是玉征的人杀的，何大人惊了惊，明白此事得慎重处理。知道的我都已相告，剩下的便有劳何大人了。江宁按照江父的嘱咐，将一袋银子塞进何大人手里。何大人手一沉，一脸正色道：江公子放心，本官定会查清此事，将背后之人揪出来，绳之以法。江宁带着护卫离开，将现场交给了何大人。这一夜，何大人忙到了天光破晓。朝阳升起时，江叔踏出屋门，抬头扫视了一圈四周。冷心说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江叔很好奇，他到底藏在哪里？姑娘，夫人让你出门时带几名护卫。楚玉提醒，对昨夜的事心有余悸。江叔也有些后怕，虽然暗中有冷心保护，但想着冷心轻易不会现身，还是带2名护卫方便，如此也可叫爹娘安心。马车经过昨夜那段路时，江叔特意掀开车帘瞧了瞧，路面干净如初，一丝血迹也无，就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但江叔知道昨夜凶险万分，若非冷心相救，后果不堪设想。第148章线索。江叔巡铺到绸庄时，遇见了江云。几月不见，江云以为人妇，梳起了妇人发髻。彼时江云正在铺中挑选绸料，林睿在一旁陪着。怎么都是些寻常货，我不要这些。听说你们绸庄有独家秘法织染的绸料，拿来我看看。江云挑了半天没有合意的，要求伙计拿新的来。伙计自是认识他，虽不欢迎，但还是抱来了几匹绸料。江云相中了2匹，询问价格，预定做2套下衣。然伙计告知价格后，江云柳眉一竖，拔尖了声音：这么贵，你们绸庄抢钱呢？铺中还有其他客人，听到这话，纷纷回头侧目，投去怪异的眼神，小声议论：夫人，这绸料是用最好的生丝和独门技法织造，全上京就我们绸庄有，高门贵族的夫人小姐都穿它。伙计耐着性子解释，江云却根本不听，在铺中闹了起来：把你们掌柜叫来。伙计拿江云没办法，又不能直接赶他走，叹了口气，正准备去叫掌柜时，江叔走了过来。东家。伙计眼睛一亮，如同看到了救星。背对着的林睿和江云回头，瞧见一身男装英姿俊秀的江叔，面上皆浮出金色。江云虽也有几分姿色，但与江叔比相差甚远。且江云脾气暴戾泼胡，明明自己什么也不会，却还瞧不起林睿，动辄斥骂，将他贬得一文不值。反观江叔，
精明能干，容色脱俗，性情温婉，明理实礼。如今又是江继东家，掌管庞大家业，简直就是男人梦寐以求的良妻。林睿眼中满是惊艳扼腕，只可惜这样的女子不属于他。你没事？江云看着毫发无损的江叔，跟见鬼似的。江叔敏锐察觉到他的异样，以及他话中深意，眉头一拧，试探道：“我该有什么事？”江云惊觉失言，神色慌张的遮掩：“这绸料卖这么贵，你脑子没事吧？”江叔轻轻一笑：“江记做生意向来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若觉得价格不合适，可看看其他的。”“你什么意思？嘲讽我买不起是吧？”江云气恼的面红耳赤，高声嚷嚷：“开门做生意，哪有你这般欺客辱客的？”江云这一闹，铺中客人都停止了挑选，看起了热闹。江云很满意他们的反应，挑衅地望着江叔，面上露出得意之色。确认江云故意找事儿，江叔却并不惊慌，神色从容道：“夫人若这般说，那便去府衙报官，请官差大人断个公道吧。”他实在懒得同无赖周旋，也想趁机炸一炸江云。果然，一听府衙官差几个字，江云神色立时变得慌乱，支支吾吾道：“哼，上京又不是只你一家绸铺，就你这般做法，早晚关门。”语罢，江云拉着林睿匆匆离去。林睿满腹疑惑，频频回头，不明白江云为何这般惊急慌。江叔看着江云落荒而逃的背影，心中生出揣测，昨夜之事极有可能是江云所为。思来想去，江叔决定亲去府衙一趟。临走时，他高声告诉铺中顾客，扰了大家兴致，十分抱歉，为表歉意，无论购买与否，皆送一条绸帕作为歉礼。此话一出，铺中客人欣喜不已，再没有半丝不快。人虽有贪图便宜之心，但也有廉耻之心，大多客人都会购买货品后才好意思领取赠品。如此算来，不亏反赚。刘掌柜得知此事，拿着算盘核算一番后，直夸江叔好头脑。艳阳高照，忙活了一夜睡得正香的何大人，听衙差禀报说江叔来了，强行睁开困顿双眼起床。何大人以为江叔是来追问进展，一见面就苦着脸道：“昨夜大伙忙活一夜，只查明了歹徒身份，尚未查到其他，江姑娘多容几日，本官一定全力追查。”若江叔只是个寻常商人，何大人自然不放在眼里，可他身后是景王，便不敢有丝毫怠慢。听到何大人的话，江叔一愣：“大人误会了，我是来给大人提供追查节线索方向的。”“哦。”何大人一听来了精神，立时就不困了。江叔如实将江云的话和异样告知。何大人听后果断道：“以本官断案多年的经验，此事定然与他有关。”何大人英明，那便有劳何大人了。江叔拱手恭维：“江姑娘客气，这是本官分内之事。”何大人捋着短须，摆出父母官的端正姿态。江叔笑着赞了几句，告辞离开。有道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江叔出府衙后没走几步，迎面遇上了方明旭。“江老板。”方明旭温笑着打招呼。“方老板。”江叔神色淡淡。方明旭并不在意，望向不远处的茶楼道：“相请不如偶遇，江老板可否赏脸一起喝壶茶？”江叔自是不想搭理他，可想到上次在昭觉寺前他毕竟帮了他，还是点了点头。两人一同上了茶楼，要了个清幽雅间。茶水上来后，方明旭殷勤地给江叔倒上。无事献殷勤，定是别有居心。江叔打起12分警惕。江记绸庄生意愈盛，江老板真是好手段。方明旭随意挑了个话头，看向江叔的眼中全是赞赏。可这话落在江叔耳中，以为方明旭又想打什么歪主意，当下神色变冷：“方老板非要跟江记过不去？”方明旭闻言一愕，明白他误会了，忙道：“非也，我是想跟江老板合作。”方老板真会说笑。江叔嗤笑一声，将不幸写在了脸上。心知他对自己偏见颇深，方明旭轻叹道：“为表诚意，我向江老板提供一件事。”江叔防备以待。令尊几月前遭遇的山体滑坡，很有可能不是意外。你说什么？江叔大惊，瞬间变了颜色。早料到他会有此反应，方明旭道：“我曾与江少华、江少和二人合作过，从他们口中听的一些话语，很是可疑。既是合作，方老板怎可出卖盟友？”江叔冷静下来，觉得方明旭此人狡诈诡谲，他的话不可全信。我说了，曾经合作过，前些日子我已同他们断了来往。方明旭坦诚相告。江叔蹙眉：“为何？”方明旭沉叹：“他们实在太蠢，不及江老板万一。”江叔冷哼：“方老板与他们合作是为了图谋江记，与我合作是想图谋什么？”你……方明旭直直地盯着江叔，目光灼热浓烈。第149章求取。淡金色的阳光从敞开的窗户投进屋内，映照着袅袅茶雾。两人对视片刻，方明旭极具侵略的目光让江叔很不喜，平眉起身：“今日这茶我请方老板了。”语落，江叔起身离开，头也不回。方明旭眸中的热烈褪去，
望着江叔未喝一口的茶，挫败感涌满胸腔。活了近30年，他第一次将真心捧在女子面前，可江叔却不屑一顾。方明旭气闷恼怒，平静下来后又生了决心不甘。轻易得到的东西不值得稀罕，越是难以求得才越珍贵。他就不信他征服不了一个女人。从茶楼出来后，江叔被扰得没了寻铺心思，索性回了江宅。回想起方明旭的话，江叔心中疑虑难安。他寻来当时同江父一同跑伤的几名护卫，仔细询问一番后，觉察到了疑点。你们跑一趟，去当地细细询问盘查，看可能找到线索证据。事隔几月，恐难再寻到痕迹，但总得试一试。是。几人领命。江叔让楚玉拿了袋银子给他们，让他们即刻动身。送走护卫后，楚玉轻声问：姑娘是怀疑老爷遇险重伤一事是人为？江叔点头，方明旭应该没有骗他。先不要告诉爹娘和江宁，免得他们无端忧心。江叔嘱咐。楚玉点头应下，知晓轻重。主仆俩正说着话，江母缓步进了屋。娘。江叔心中一惊，也不知他可有听见什么。江母走过来坐下，惊奇道：今日怎么回来这般早？可是昨夜吓着了？江叔杏眸微闪，点了点头。江母心疼不已，那便歇几日，铺中都有掌柜，不必日日巡查。好，都听娘的。江叔温顺应下。难得空闲，江叔在家陪着江父说话，下棋解闷，旁敲侧击地询问遇险一事。可江父当时坐在车中，遇险后当场昏迷，什么都不知道。老爷夫人姑娘，有人来了。下人慌急禀报。谁来了，将你吓成这样？江父疑惑。下人喘着气道：没人，有人上门来说亲。给谁说亲？江母诧异。他们夫妻只得一子一女，江宁尚且年少，还未到一亲年纪。姑娘。下人指着江叔。三人对视一眼，江母和江叔赶忙去了前厅。江父的腿还未好，不能下地走动，只能干着急。母女俩来到前院厅堂，果然瞧见有几人坐在厅中等候。这几人江母都不认识，但江叔却有些眼熟。江姑娘。江叔一进去，为首的妇人便起身迎来，热络地拉着他的手，态度十分亲切。江母猛然打量几人，媒人满脸堆笑地介绍道：这位是太常寺少卿家的杨夫人，这是杨二公子。杨二公子起身见礼，仪表堂堂。一番问礼后，双方落座。杨夫人先是同江叔江母闲话了几句，套了番近乎后，朝媒人示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瞧着二公子同江姑娘，当真是般配得很呐。媒人一脸喜笑。母女俩一听，便知正事来了。杨二公子看向江叔，眼神炙热。他本是家中庶子，因生母早逝，才记在郑氏夫人名下。虽得了个嫡子名头，但总归不是亲生，也非长子，家中基业于他干系不大。且他资质平平，虽有个贤侄在身，但也只是混混日子罢了，无甚前途。正因如此，官家大族的嫡女瞧不上他，可娶个庶女，他又不甘心。至于江叔，他虽是商贾之女，又是和离之身，但他接掌了江记，且生得花容月貌，比那些个庶女强多了。杨二公子对江叔很满意，杨夫人也很满意。当媒人说到求娶二字时，江叔秀眉一皱。江母知他不愿，便委婉回绝。杨夫人也不恼，让他们再考量考量。离开时，杨二公子回头瞧了江叔一眼，有些不舍和微恼。他都不嫌弃他嫁过人，他还嫌弃他不成？送走几人，母女俩松了口气，正准备回后院时，下人又领着三人来了。这回来的是都转盐运使司运使家的，为嫡子求娶正妻。江叔瞥了一眼那公子，五短身材，肚皮滚圆，走路都大喘气不停。别说江叔了，江母都看得眉头拧作一团。偏那公子看中了江叔，一门心思求娶。母女俩很费了一番口舌，终于打发走。今儿到底是什么日子？怎么排着队来上门提亲？江母纳闷。婢女道：今日是5月23，一嫁娶，纳采问名。似是为了印证这吉日，下午时又有人来了。来人风度翩翩，是中情伯爵府的公子，将来要承袭爵位的嫡长子，只是年纪比江叔大上许多，已30有2。先前的发妻病逝，膝下有一子，来求娶江叔做续弦。母女俩头疼不已，斟酌着遣词用语推拒。对方以为江叔是不好意思，又或者是多家求娶需要考量，便说回去等信儿。等什么信儿？他是绝对不会给他回信的。江叔愤愤咬牙。下学归来的江宁听闻江叔被争相求娶后，大赞求娶的人有眼光。我阿姐这么好，理该被争取。江叔气得拍了他一巴掌。你再笑我给你招亲了，我阿弟这般出众，也应当会有人争嫁。别，阿姐我错了。江宁赶忙求饶。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一家人怎么都没想到，接下来几日上门提亲的人更多了。江叔本想在家安静闲适的歇几日，却被搅得烦躁不宁。为了躲避，他穿上男装出了门，留江母一人应对。
江母虽头疼，却也无法，只能强笑着应付。这日，江叔巡铺到一半，家中下人匆匆寻来：“姑娘，你快回去一趟。”“怎么了？”江叔心中一咯噔。下人擦着汗道：“盐商方家的东家上门求娶，夫人怎么说他都不肯走，坚持要见姑娘。方明旭他有病吧？”江叔气恼回家，见到方明旭时，面色十分不愉。方老板究竟想做什么？方明旭真诚道：“求娶，我对方老板无意，请回吧。”江叔毫不犹豫地回绝。方明旭将他脸上的厌恶瞧在眼里，心中闷痛，但想到自己以前做的那些混账事儿，他都忍了，一脸正色道：“我知你对我多有不满，但可否心平气和地听我说几句？”“你想说什么？”江叔神色不耐。方明旭看了一眼江母，有些迟疑。江母识趣儿起身：“你爹该喝药了，我去侍候他喝药。”他跟方明旭耗坐了一个时辰，早就想走了。第150章讲理。方明旭心知江叔对他印象极差，他本想徐徐图之，一点一点改变江叔对他的看法，可不知怎么回事，近日上京官家贵族忽然争相求娶，江家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方明旭慌了，他怕他再不登门提亲，江叔就成了他人之妻，他再也没机会了。抿了抿唇，方明旭直言道：“我知这几日有多家上门求娶，可他们求娶皆是为礼，而我是一片真心，什么都不图，空口白牙的真心。”江叔挑眉冷嗤。方明旭一滞，从怀中取出几张铺契：“我愿以方家时间盐铺为聘求娶。盐业与其他行业不同，须得朝廷许可才能经营，为垄断式营生，极为暴利。时间盐铺的利润已相当于江记3层商铺营收。”方明旭此举的确是下血本了，可江叔只是扫了一眼他手中的铺契，满不在乎道：“我对方家的盐铺并无兴趣。江家产业庞大，只要经营得当，足够世代挥霍，又何须再插手盐业？他没方明旭那么贪心。再则夫妻一体，他若真嫁给方明旭，以方明旭唯利是图的性格，定然会让他协助他拓展其他行业。如此算来，方明旭怎么都不会亏。果真是个精明商人，打得一手好算盘。”望着江叔冷若冰霜、略带讥诮的面庞，方明旭心头一滞，明白江叔对他之前的作为十分介怀。他喉间滚了滚，艰难涩然道：“从前是我不对，我不知会遇上你。若早知如此，我定不会对江记下手。”江叔闻言拢眉：“你是后悔不该对江记下手，还是后悔自己不该用无耻手段？有区别吗？”方明旭不解：“当然有。”江叔杏眸明亮地看着他，俏脸肃然道：“若是前者，你只是因我而悔，并非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后对待其他人，你照样会行此手段。我可有说错？”江叔直视着方明旭的眼睛，不容他回避撒谎。方明旭手心一紧，无可反驳。在他看来，他对付江记的手段虽不光彩，却也并没有触及律法，无可厚非。沉默已是最好回答。江叔唇边浮起讽笑道：“仅凭这一点，我们的观念便大相径庭，不是一路人。不论是行商还是做人，都可以使用手段，但该光明磊落，不该龌龊无耻，更不该越过道德底线。我可以改。”方明旭咬牙妥协。江叔又问：“那你家中美妾子女呢？未娶正妻便有妾室已是不对，正妻进门前妾室已有子女，视为不敬。在你眼里，女子只是你的附属品，你没曾想过要尊重你的妻子。”方明旭听得正愣住。诚如江叔所言，他从未想过这些。面对江叔洞穿一切的眼神，方明旭只觉无处遁形。残默半晌，方明旭哑声微哽道：“你若不喜他们，我可以将他们送走。”江叔听得摇头，名声郑重道：“方老板，人的过往对错，不是视而不见便可抹灭的。不论何时何故何因，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承担后果。浪子应该回头，但并非他回头便一定该被原谅。”江叔所言字字句句如利剑般穿透方明旭的胸膛，令他哑口无言，心中锐痛不已。他望着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江叔，沉声问：“所以不管我怎么做，都得不到你的原谅吗？我原谅与否重要吗？你从来都是为你自己而活，没了我也还有其他女子。”江叔言语犀利，方明旭只觉胸口又被利剑洞穿，疼得他喘不上气。他明白，他永远都得不到江叔。既如此，那便给自己保留一分尊严，体面离开吧。打扰了。方明旭温笑拱手，起身离开。望着他高大坚挺却透着落寞的背影，江叔蹙眉道：“世间女子千千万，方老板会得玉主以你的家人。不论其他，方明旭今日是来诚心求娶的，他便是拒绝，也该给他几分得体。”方明旭闻言，身躯一震，温沉道：“多谢。”话落，方明旭快步离去，没有回头。江叔知道他不会再纠缠他了，长舒口气，江叔去了江父江母的院子。
卧床休养也有2、3月，江父躺的屁股都疼了，这会儿正趴在床上，嘟嚷着让江母给他按揉。屋中没有下人，江母一边给江父揉屁股，一边忧心念道：“方老板瞧着决心甚大，也不知舒儿能否打发走他。”江父哼声道：“他也有脸来，就凭他做的那些事儿，舒儿也不可能嫁给他。”营商多年，江父自是见过方明旭，长得虽清俊儒雅，温润如风，实际上却是只披着羊皮的狼。这样的人若成枕边人，怕是夜夜都难以安枕。爹娘，江叔进屋轻唤。趴在床上的江父一听，赶忙让江母停了手，红着老脸不好意思地翻过身。方老板走了？江母问。江叔点头，走了。你怎么打发走的？江母诧异，他嘴都说干了，方明旭也不肯走，怎么江叔这么快就解决了？看着江母期盼好奇的眼神，江叔阴唇轻启吐出2字：讲理。江母怎么讲的？江父也好奇，非要问个清楚。江叔无奈，只得相告。江父听后大为赞赏，我们说说的确有道理。江母也满心佩服，觉得女儿比他厉害多了。但想到江叔的终生大事，江母还是满心担忧。近日多家来提亲，连方老板也害怕你被抢走前来求娶，景王为何半点动静也无？是啊，舒儿，你说你们两情相悦，他承诺娶你为正妃，这几日闹出这般大的动静，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江父眉头紧皱，玉征救他性命于江家有恩不假，但一码归一码，他若真对江叔有情，便该拿出姿态。见爹娘对玉征颇有微词，江叔哭笑不得，他不再上京。这么重要的时候，他去哪儿了？江父抖着胡子表达不满。江叔轻叹一声道：“他领兵剿匪去了。”江父江母一听，心中那口气无声消了下去。玉征身为王爷，肩负万民苍生，理该以政务为重，无可智慧。顿了顿，江母追问道：“那他何时回来？”第151章夜会。他何时回来？江叔凝眉默算。玉征5月11离京，今日是5月29，怕是还要几天呢？10日左右。江叔不敢说太少，怕玉征到了时间没回来，江父江母又胡思乱想。几时回来不重要，重要的是玉征的态度。江父一脸凝重道：“终身大事不是儿戏，你可得考虑清楚，也得同他商量妥当。你爹说的没错，可不能不明不白受委屈。”江母也道：“他们的女儿可以不嫁皇室，可以不做王妃，但一定不能再受委屈。”望着一脸连词忧虑的爹娘，江叔颔首，抿唇道：“女儿明白。”晴了半月之久，6月初1下起了雨。近来铺中无要事，下雨天江叔便没有出门。2日后的傍晚，雨停放晴，天边出现绚丽云霞。江叔趴在窗前，不由想起了同玉征看过的2场落日。他想念落日，更想念玉征。上次玉征折给他的芍药早已开败，被他埋在院中成了花肥。如今已是6月，芍药花期已过，想要再赏，只能待明年了。江叔胡思乱想着，江宁悄声进屋，偷偷靠近，轻拍了下他的肩膀。啊！入神的江叔被吓了一跳。江宁没料到他反应这般大，也被吓得一抖。阿姐，你想什么呢？江叔回身瞪他一眼，抚着咚咚跳的胸口道：“不告诉你。”哦，我知道了，你定是在想情郎。江宁挤眉弄眼，一副什么都懂的模样。江叔被说中心事，俏脸霎时红透。咦，真在想情郎啊？江宁凑近调侃。江叔羞恼道：“你再说，我撵你出去了。可不止我出去，你也得出去。”江宁说着，伸手将他拽了起来。江叔猛然：“去哪儿？”江宁没好气道：“吃饭。光想情郎可想不饱。他的阿姐心里装满了情郎，怕是要不了多久就要出嫁，同他共处的日子没剩多少了。”江宁心里闷闷的有些难受。晚饭后，江宁拉着江叔下棋闲话，一直到江叔困得打哈欠了，才放他走。“你赶紧歇歇，明日还要早起上学呢。”江叔打着哈欠叮嘱。江宁冲他一笑：“明日书院开始放长假。”江叔怔了怔：“所以你是故意折腾我的，臭小子！”江叔嗔瞪了江宁一眼，气呼呼的往外走。江宁见笑着挥手：“阿姐慢走，睡个好觉，明日一早我去叫你起床。”江叔腿一哆嗦，险些摔倒。“姑娘小心。”谭玉提着灯笼在前引路。主仆俩回到书童院时，楚玉已备好热水，事后江叔沐浴。江叔困得不行，差点靠着浴池睡着。擦干水珠，穿上寝衣后，江叔上床就睡。楚玉灭了屋中烛火，带上门退下。夏日炎热，窗户敞开着，习习夜风吹进屋中，令江叔舒适的翻了个身。床正对着窗户，迷蒙的江叔听到一声轻微的落地声，半梦半醒的睁开了眼。一清瘦黑影缓步朝他走来。江叔猛然惊醒，吓得坐起了身。“姑娘别怕，是我。”冷心急忙出声。江叔脑袋晕晃晃的，
不明所以的问：“你翻窗做什么？”冷心平日从不现身，便是他叫也不出来，今夜是怎么了？冷心在床前顿脚，低声道：“主子回来了，想见姑娘。”啊！江叔闻言瞌睡瞬间没了，声音清醒危急地问：“他在哪儿？”冷心道：“江宅后面的僻巷，我带姑娘出去。”江叔下床穿鞋，走了2步才想起自己只穿了寝衣，又摸黑跑回去，拿了楚玉放在床头的外衣穿上。为了不惊动楚玉他们，冷心扶着江叔翻窗出去，末了又用轻功带着他飞过院墙，几个起落到了后巷。主子在车里等姑娘。冷心指了指巷中停着的马车，借着稀薄月光，江叔隐约瞧见了巷中马车，内心雀跃欢欣地走去。竹风坐在车沿上打瞌睡，听见江叔靠近的脚步声，唰的睁眼跳下车，放好车凳，打开车门后走到巷口，同冷心说话。江叔提起裙角，踩着车蹬上了马车。同上次一样，江叔刚钻进车门，便被一条强有力的臂膀扯了过去。熟悉的怀抱，熟悉的清冽雪松香，让江叔莫名想哭。你回来了。夜色太黑，车里又没点灯，江叔看不清玉铮的脸，只能伸手去摸。玉铮低沉地应了一声，任由他柔软温热的手在他脸上游走。抚摸到玉铮温软的唇瓣时，江叔只觉一股奇异热流从指尖涌向全身。玉铮抓住他的手，轻啄后拉到一旁，附上了他的娇软阴唇。两唇相触，一直在心底的情感和思念瞬间爆发。江叔主动环上玉铮脖颈，这一举动对玉铮而言是莫大鼓舞。他一手搂着他的腰，一搂托着他的后脑，逐渐深入。江叔娇躯颤了颤，发出一声嘤咛。这声娇吟极大的刺激到玉铮，吻得更凶狠了，似是要将怀中人拆吃入腹一般。娇嫩唇瓣被吮的生疼，江叔痛苦地推了推。玉铮不舍得放开他，抵着他的额头喘息。一番激吻，江叔也娇喘不止，好一会儿才道：“你是刚到上京吗？”以玉铮克己复礼的性子，若非深夜方回，定不会选择这么晚来见他。刚到。玉铮嗓音低哑，透着几分疲惫。前几日他收到追云的密信，得知江叔被各家争相求娶后，急得夜不能寐。他加快了计划，包饺匪窝，将后续事宜交由沈长怀和周伯旭处理，他则日夜兼程赶回上京。这一路上，他就到驿站歇过一夜，其余都是在车中度过。这一夜还是因为竹风和随行护卫撑不住了，不得已才去驿站休整。今夜连夜赶回上京，玉铮让护卫回王府歇整，他和竹风直接来了江宅。他想见他，半夜也不能等，可是累了。听出玉铮语中疲倦，江叔温声询问。玉铮拥紧他，将脸埋在他颈间道：“急着见你，一天一夜没睡了。路上虽有在车中打盹，但心绪不宁，并没有睡着，且马车颠簸，也根本睡不好。为何这么急？我又不会跑。”江叔心疼，又有些好笑。素日里内敛沉稳的玉铮，竟也有像孩子一般任性的时候。玉铮咬牙闷声道：“是不会跑，我要再不回来，你就该被人抢走了。”玉铮怎么都没想到，他就离金角个匪而已，媳妇儿差点没了。第152章情义。其实玉铮明白江叔不会被人抢走，可他认定了江叔是他的，便不容旁人觊觎。玉铮的话让江叔在黑暗中红了脸，小声道：“我又不是物品，他们抢不走，惦记也不行，你是我的。”玉铮轻咬了一口江叔脖颈，微疼酥痒的感觉让江叔一阵战栗，紧靠在玉铮胸膛。察觉到他的敏感，玉铮顺着纤长脖颈一路吻上，含住了小巧耳垂。啊！江叔难耐轻吟，报复似的咬上玉铮肩头。玉铮闷哼一声，只觉身体灼烧起来，一股难以言喻的欢愉传遍四肢百骸。修长手指抚上江叔滚烫小脸，找到唇瓣所在后，低头吻了下去。不似之前那般凶狠，这次玉铮吻的缱绻温柔，似是品尝珍馐美肴一般，一寸寸游移深入，将江叔的娇吟都吞入腹中。夏日衣衫单薄，两人的身躯紧密相贴，能清晰感受到彼此的体温和心跳，还有一些不可名状的变化。随着呼吸加重，体温攀升，玉铮的手变得不安分起来，顺着纤腰摩挲着往上游移。江叔脊背一僵，心砰砰激跳，脸似火烧。他知道继续下去意味着什么，惊惶慌张不已。好在玉铮知晓分寸，大掌克制地停在他背上，唇舌尽情纠缠后缓缓分开。江叔仿佛被抽干了力气，柔弱无骨地瘫软在玉铮怀里，似藤萝攀附着大树。车窗和车门都开着，清凉夜风徐徐涌入车厢，江叔却还是觉得热，后背已浮了一层薄汗。他动了动身子，想要挪到一旁去坐。别动，让我抱一会儿。玉铮搂住他，将下巴搁在他头顶，重重喘息。江叔靠在玉铮胸口，听到了他狂跳的心跳声，那一声声心跳传进江叔耳中，如同在悄悄诉说玉铮的情意。江叔觉得分外悦耳，唇角浮起甜蜜笑意，
闭上眼认真聆听。听着听着，意识逐渐模糊，心绪平复下来后，玉铮轻轻动了动，怀中人却毫无反应。叔儿，玉铮低唤了声。江叔呼吸平稳，靠在玉铮紧实宽阔的胸膛上，睡得香甜。玉铮哑然失笑，背靠着车壁，怀抱着江叔，疲倦地磕上了眸子。巷口的竹峰望了眼马车，哈欠连天的咕哝，怎么这么久还没出来？他们搁里面睡觉呢。冷心没有理会，仰头望着天上几若不见的峨眉月。竹峰顺着他的视线瞅了一眼，觉得无甚可看，没话找话道：这么晚了，你不困吗？冷心终于回应了，冷声吐出2字：不困。竹峰颓丧道：我快困死了，站着都要睡着了。冷心又不理他了。竹峰困得不行，靠说话来保持清醒。什么面见了这么久还没完，他们不会真睡着了吧？你去看看。冷心觉得竹峰实在聒噪。竹峰摇头：我可不想后半夜回王府跑圈。看了眼快到正空的月亮，竹峰抱着胳膊靠在墙上打瞌睡。不知过了多久，熟睡的江叔觉得不舒适，想换个姿势，一动发现脖子僵硬，腰身也被紧箍着，半边腿也麻了，很是难受。他睁开眼，望着玉铮模糊的轮廓，神思渐渐回笼。醒了。他一动，玉铮便跟着醒了。江叔拿开玉铮环在他腰间的手，坐到玉铮身旁，缓和发麻的腿。察觉到他的动作，玉铮哑声问：可是腿麻了？江叔点头，末了想起车里太黑，玉铮看不见，又应了一声。玉铮伸手将他的腿抬到自己膝上，修长食指来回按揉。强烈的麻痒感让江叔眉头紧皱，痛苦呻吟。玉铮握着他的脚腕，帮他拉伸缓解。片刻后，玉铮问：可好些了？好了。江叔缩回腿，有些羞耻。玉铮贵为皇子，今之玉叶之尊，却总是为他做一些微末小事，让他受之有愧。很晚了，回去歇息吧。玉铮起身钻出马车，然后扶江叔下车，牵着他的手往巷口走。到了巷口，两人止步。江叔轻声道：你也快回去歇息。明日50翠云楼见。玉铮将他交给冷心，目送他们飞身进了江宅。竹峰揉了揉困倦双眼，长舒口气，终于能回去睡觉了。夜色浓沉，长街寂寂。一辆马车悄然驶出窄巷，进入宽阔街道，直奔景王府而去。峨眉月高悬于空，无声地俯瞰着大地，直到天光破晓，他才不舍隐去身形，将逐渐明亮的天空交给太阳。清晨的阳光透进窗户，柔和地洒在江叔床前。床上的江叔盖着薄被，睡得香沉，被刺眼的光线照得往里翻了个身。阿姐，起床啦！少年嘹亮的声音隔着门传进屋内。江叔凝眉捂耳，只做不闻。江宁在外叫了半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少爷，姑娘昨夜睡得晚，且让她再睡会儿吧。楚玉轻声劝阻。我也睡得晚啊，阿姐怎么这么能睡？江宁不满地撇嘴。楚玉轻笑，女子生来体弱，不似男子精力充沛。好吧，我等会儿再来。江宁决定回去读会儿书。送走江宁后，楚玉也有些奇怪，江叔今日怎地这般能睡？一直到日上三竿，江叔才迷蒙睁眼，慵懒起身。楚玉。江叔穿好衣裳，轻唤了声。楚玉闻声进屋，端着洗漱用物。几时了？江叔问。楚玉放好水盆道：快40了。这么晚了？江叔惊诧。楚玉不解他的反应，姑娘今日是有什么要事吗？你快帮我收拾，我要出门。江叔有些急。为了方便，江叔还是做男装打扮。他刚收拾好准备出门时，江宁来了。阿姐，你要去巡铺吗？我跟你一起。江叔一脸正色道：天热，巡铺枯燥无趣，你在家陪爹娘吧。江宁道：我不怕热，正因为枯燥无趣，我才要陪着阿姐。真不用。江叔扶额，怎么劝说都无用。江宁铁了心要跟着他。江叔无法，只好带上他一起。离午时还早，江叔去巡查了翠云楼附近的几间铺子，临近午时才往翠云楼去。阿姐真好。江宁以为江叔是特意带他来翠云楼吃饭，笑得一脸灿烂。江叔杏眸轻闪，没有作声。第153章自毁。方至饭时，翠云楼还未满座。玉元见到江叔，觉得分外稀奇。怎么这要巧？征哥刚来，你也来了，跟约好似的。江叔闻言，杏眸微闪。王爷来了吗？刚到。玉元指了指楼上雅间。江叔压下心中情绪，若无其事道：我去打个招呼。玉元没有在意，江宁却有些纳闷，随即明白了什么。上楼时，江宁压低声音问：阿姐，你是特意来见景王的？重要吗？又不耽误你吃饭。江叔转移重心。江宁一想也是，跟未来姐夫一起吃饭，合情合理。雅间门被推开，玉铮抬眸瞧去，
见到江叔时，眼中盛满温润笑意。当看见跟进来的江宁后，他有些微愕。王爷，江叔走到玉珍身旁坐下，紧挨着他。玉珍下意识去看江宁的反应。江宁愕然道：“我阿姐都跟我们说了，不用装了。”玉珍，那你还来做什么？江叔轻咳一声，简单说明缘由。玉珍听后墨眉微挑，问江宁想吃什么？你请客吗？江宁双眸晶亮地问。玉珍道：“你阿姐说要请我吃一辈子饭。”江宁噎了噎，合着他也吃他阿姐呢。快点菜吧，否则一会儿人多了，可有得等。江叔赶忙圆场。江宁并不讨厌玉珍，再则玉珍的身份的摆在那儿，又曾对江家有恩，他知晓分寸。点完菜，江宁主动给玉珍倒茶，同他说话。阿姐说你带兵去剿匪了，成功了吗？玉珍点头，还算顺利。江宁又道：“你知不知道前些日子好多人上我们家提亲，求娶我阿姐？”玉珍再次点头，所以我才急赶回来。那你什么时候上我家提亲？江宁问出他最关心的事。他虽舍不得阿姐出嫁，但更希望她幸福。阿弟，江叔扯了扯江宁的袖子，俏脸羞红，不敢去看玉珍。这种事那有直接问的，多尴尬啊！玉珍与江宁对视，神色凝重道：“还需些日子。”为何？江宁不解。玉珍抿唇正色道：“我得让我父皇母妃心甘情愿，你阿姐才不会受委屈。”听起来很难啊。江宁愁得蹙眉。江叔家在他们中间插不上嘴，便提议道：“要不我换个座，你们坐近点聊。”不用，不用。两人异口同声。江叔望了他们一眼，正欲开口，玉元推门进来了。珍哥，咦，你们怎么还在？玉元拎着酒，一脸诧异。从玉元的表情和反应，江宁断定他还不知两人关系，于是故意道：“我们来吃饭啊，菜还没上呢，走哪儿去？”果然，玉元皱眉疑惑道：“你们吃饭就吃饭，跟我珍哥坐一起干什么？”因为他想跟我阿姐一起吃饭。啊！玉元睁大眼，在玉珍和江叔身上来回扫视。只见江叔一脸娇羞，玉珍看向江叔的眸中满是温情。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玉元觉得他们看起来很不清白。事已至此，再无隐瞒必要。玉珍牵起江叔的手，搁到桌上道：“如你所见。”玉元，所见什么所见？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勾搭到一起的？还是说他们一直在他眼皮子底下勾搭？玉元大受打击，快步冲到桌边坐下，给自己倒了杯酒，喃喃自语道：“不行，我得先喝杯酒压压惊。”压好了吗？有件事需你帮忙。玉珍道：“什么事？”玉元放下酒杯问。玉珍瞥了一眼江宁，迟疑道：“我们要说点大人之间的事，你先出去玩会儿。”江宁摇头挺胸：“我已经是大人了，不需要回避。”你确定？玉珍拧眉。江宁笃定点头：“确定。他已经长大了，没有什么是他不能听的。”单纯少年的江宁怎么都没想到，玉珍接下来说的事会震碎他的三观。见玉珍神情如此郑重其事，玉元生出不好的预感。江宁不想走，他想走。在三人好奇的注视下，玉珍缓声开口：“你帮我寻几名清官，让他们随侍我左右，再找人编排些流言、断袖、隐疾、龙阳之好，怎么过分怎么传。”玉元听完，整个人都石化了，回过神后哆嗦着手去拿酒壶：“我得再压压惊。哪有人自己造自己的谣言的？还是以这种极具侮辱的方式，这不是自毁吗？”连着3杯酒下肚，玉元勉强稳住了神。江宁端着茶往嘴里送，喝完才发觉是烫的，烫得他面红耳赤，直吐舌头。江叔比他们好上一些，咽着口水问：“你为何要坏自己名声？”多年来，玉珍同太子一样勤政爱民，心怀天下，深受百官赞扬拥护，万民称颂敬仰。再加上圣上宠爱，玉珍将来极有可能登那高位。可若他坏了名声，便无法同太子相争了。江叔不解，玉元也不解，江宁更是满脑懵。玉珍沉声道：“我想尽快求娶淑儿，这是最快最省事的办法。”此话一出，三人顿时明白了。世家贵族皆重玉，皇室尤甚。正常情况下，以玉珍和江叔的身份悬殊，便是圣上贵妃允准，江叔最多也只能为侧妃。可若玉珍坏了名声，圣上贵妃以为他有断袖之癖，无法正经娶妃，那便会降低则妃标准。到那时，江叔不仅能以正妃之名嫁给玉珍，圣上和贵妃还会因为心愧不予为难。此法虽管用，但实在太馊了。玉元垮着脸道：“珍哥就没别的办法了吗？”有，但太慢了，我等不了。玉珍握紧江叔的手，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急。江宁看在眼里，听在耳中，心中大为触动。堂堂王爷能牺牲清誉求娶，一定会待他阿姐好的。那你可想过后果？若被圣上知晓，会打断我的腿的。将来便是成亲，你也会被人诟病，拿此事做文章。
玉元苦口婆心相劝，玉征却道：“我不在乎。”玉元急了：“我在乎，圣上真会打断我的腿的。”玉征墨眸微凝，威胁道：“你若不肯，我现在便去告诉王叔，当年玉玺缺的那一脚是你磕掉的，那他父王今天就会打断他的腿。征哥，你是半点活路也不给我留啊！”玉元沉痛捶桌，后悔踏入这个门。玉征挑眉，动作快些，3日内我要见到人，半月内传出流言，1月内闹得满城风雨。玉元一震，他是真急啊！第154章清查。雅间里静默了一会儿，玉元瞪着江叔道：“他都疯成这样了，你不劝劝？”江叔闻言杏眸闪了闪，扭头看着玉征劝道：“再想想别的法子吧，也没那么急。玉征这般好的人，不论他心向何处，都不该自毁生命。可我想早些将你娶回府，省得旁人惦记。”玉征有些闷恼，生命本就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我并不在意。末了，玉征看向玉元道：“他的名声也不好，也不影响他逍遥快活。”玉元，他干什么了他？江叔摇头：“他是闲散士子，可你不同，你这样的人不该声名狼藉。”玉元忍不下去了：“你们俩什么意思？合起伙来攻击我？他招谁惹谁了？其实我倒有个主意。”沉默许久的江宁突然开口，3人齐刷刷看向他，以眼神询问。江宁轻咳道：“若王爷怜悯仁慈，一心向佛，有皈依佛门的迹象，圣上和贵妃会如何？会急得食不下咽，夜不能寐。”玉元道。江宁又道：“那此时王爷身边唯有我阿姐一人可近身，圣上和贵妃又会如何？会将你阿姐当作救命稻草，诚心纳娶。”玉元眼冒金光地看着江宁，啧啧咂舌：“妙啊，这主意比找清官传流言好太多了。”如此一来，玉征的名声既不会受损，反而还会因为仁善慈悲更受敬仰。而江叔作为拯救玉征的救星，只会被圣上贵妃乃至百官万民感激，哪里还会为难诟病？你小子是有点聪明头脑的。玉元拍着江宁的肩膀笑赞，大松口气：“他的腿保住了，真好。”玉征望向江宁的墨眸也满是赞许，倒不知你竟如此聪锐，这是算我欠你的。江宁被夸得耳根微红，故作镇定道：“我是为了我阿姐，你待她好就行。再则玉征先前为江家做了那么多，此次就当还情了。”正式商议妥当，饭菜也上桌了，4人斟满酒，提前庆祝。饭后，玉征同江叔姐弟离开翠云楼，去府衙过问江叔遇险一事。临走前，玉征提醒玉元：“嘴严些，否则我也会打断你的腿。”好不容易才商量出一个2全之法，若被玉元嘴漏给毁了，那玉征是当真饶不了他。挥手送别他们的玉元，闻言忽觉双腿一痛，扶着门框才站稳。“征哥放心，我已经将他烂在肚子里了，绝不会泄露半点。”玉元摸着腿保证。玉征扫了他的腿一眼，转身上了马车，往府衙而去。烈日灼灼，何大人刚用完午饭，惬意地躺在廊下阴凉处纳凉小憩。“大人，景王来了。”衙差匆匆来报。“谁来了？”何大人猛地睁开眼，险些从躺椅上摔下来。“景王殿下此刻就在前堂。”衙差重复。“娘的个乖乖，景王殿下一定是来兴师问罪的。完了！”何大人冷汗涔涔的起身，捞起鸡凳上的官帽，边走边往头上套。玉征坐在前堂上手，江叔、江宁坐在一旁。“下官见过王爷。”何大人一进屋，看着阵仗就知他们所谓何来。玉征也不拐弯抹角，只问道：“可查清楚了？”何大人颤声道：“回王爷，线索断了。”“线索断了，便另寻线索。不过一桩小案，你办不了。”玉征的声音沉了下来：“下官无能，王爷息怒。”何大人惶恐跪地，墨眸愠怒地递着跪在堂中的何大人。玉征冷声问：“是何情况？如实说来。”何大人急忙道：“下官根据江姑娘提供的线索去查到了江云的婢女身上，正要将那婢女捉拿回来审问，那婢女却失足跌入河水溺死了。此事江云并未亲自经手，物证都指证不了他，唯一的人证也死无对证，下官实在束手无策。那婢女何时死的？可下葬了？”玉征问。何大人道：“5月28，因无甚线索，天气太热不能久放，便让其家人领走下葬了。6月得天已十分炎热，尸体的确放不住。”玉征拧眉问：“他死于何处？”“城北的积玉河。”何大人答。玉征略微思忖后抿唇道：“将他家人找来，晚些时候本王再过来。今日正好是头七，是个不错的时机。”“是。”何大人不敢违逆。从府衙出来后，江叔问玉征：“你要清查此案？”玉征颔首：“胆敢害你，我定不会放过他。”江叔好奇问：“你预备如何做？”玉征望了眼头顶酷日，缓声道：“此时暑气灼热逼人，你先回去歇息，晚间我去江宅接你。”
既要让人知道江叔是唯一能近他身之人，便不用再刻意避嫌，可直接往来。我也要去。江宁凑了过来，他还没见过断案呢。玉珍瞥了他一眼，应允了。分开后，江叔同江宁回了江宅，玉珍回了王府，开始筹备。傍晚时分，江云在院中逗狗，林睿捏着一封信走来，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是给你的。谁给我的？江云狐疑接过打开。你以为春月死了就没人知道你干的恶事了吗？今晚亥时3刻，姬玉和拱桥见。待看清信上所写内容后，江云面色骤然一变，抓着林睿慌张问：这信是谁送来的？人在哪儿？林睿不明所以，不认识，已经走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林睿说着，好奇地去看江云手中的信。江云快速将信揉成一团，神色躲闪道：没什么。话落，江云快步进屋，找来火折子将信烧了。林睿在窗外瞧着，觉得江云定然有什么事瞒着他。入夜，林睿洗沐后上床，欲同江云亲热，却被江云嫌恶推开。天热一动就是一身汗，你脑子里就不能想点别的？没出息。江云说完，翻身背对着林睿。林睿被拒，还遭了一番羞辱，面皮作烧，很是屈辱难堪。江云闭着眼，却不敢睡，一直听着林睿的动静。等耳边传来平稳均匀的呼吸声，江云翻转过去，轻唤了2声。林睿没有回应，睡得很熟。江云起身，窸窸窣窣穿好外衣和鞋子，悄悄出门。门刚合上，本该熟睡的林睿立时便睁开了眼，快速下床，披上外衣，穿上鞋子，暗暗跟上江云。不能见人的密信，3更半夜偷摸出门，他倒要看看他是去会哪个野男人。第155章招认。月色稀薄，勉强能辨路。江云提着裙摆跌跌撞撞，胆颤心惊地来到姬玉河，望着不远处空无一人的拱桥，江云吞了吞口水，警惕地环顾四周，想要找出约见他的人。可夜色迷蒙沉郁，根本瞧不清楚。河岸边响起的怪异虫鸣，听起来有几分诡异，吓得江云哆哆嗦嗦。他没忘记今夜是春月的头七，若非逼不得已，他怎么也不会在今夜出门。提心吊胆地观察了一会儿，见没有什么异样动静，江云往拱桥走去。上桥前，江云确认过桥上无人，可等他登上桥，便瞧见桥上立了一人，悄无声息，似鬼影一般。江云吓了一跳，壮着胆子颤声问：你是谁？拱桥另一端的人影道：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买凶害人，又为了掩盖罪行杀死春月。两人离得有丈远距离，夜色又浓沉，那人还戴着斗笠，江云看不见他的模样，只知道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春月是自己失足落水溺亡的。江云怕有诈，决定先装傻充愣，探探对方虚实。男人冷笑了声：你嫉妒你堂姐，害她不成反自食恶果，因此怀恨于心，花钱买通城中恶棍，让他们去害你堂姐。没成想他们都死了，官府还查到了你身上，你怕事情败露，就杀了帮你买凶的春月灭口，我可有说错？你！江云瞪着面前的男人，惊惶问：你到底是谁？想干什么？这人知道的如此清楚，却没有上报官府，定然是有所图谋。今日是春月的头七，你可记得？男人突然鬼笑起来。江云猛咽唾沫，头皮发麻地盯着男人道：那又如何？男人阴恻恻道：春月他来找你索命了。话落，男人指了指旁边。江云转头看去，只见河面悬浮着一匹头散发，浑身湿淋淋的鬼影，伸着双手朝他飘来。我死得好惨啊，你为何要害我？一阵阴风吹来，江云害得面色煞白如纸，魂不附体，汗毛倒竖，腿软地往后退了几步，靠着拱桥围栏才勉强稳住身形。离得近了，江云看清鬼影身上穿的正是春月的衣裳，身形与声音也像极了春月。吓得六神无主的江云当下便认为当真是春月来找他索命了，哆嗦求饶：春月，你别找我，我也是没办法，你要不死，我们都得死。我给你多烧点纸钱，去寺里给你立往生牌位，你放过我好不好？春月飘上了桥，立在桥栏上滴着水道：放不了，李金虎他们也在下面等着你呢。李金虎是那几名恶棍的头子，算起来都是被江云害死，但江云却不认账，狡辩道：他们的死与我无关，是他们自己蠢，我让他们去害江叔，他们拿了钱没办成事就算了，还给我惹了一身骚。想起这事儿，江云就窝火，恨不得去刨了李金虎几人的坟。那我呢？我对你忠心耿耿，你为何要害我？春月陡然拔高了声音，尖利阴冷似鬼笑。见春月不肯放过他，江云颤抖着从怀中摸出一道符咒，放在身前豁出去道：忠心？你背着我勾搭林睿同他苟合，你还有脸跟我提忠心？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你要识相就赶紧滚回地府去，否则我叫你魂飞魄散。江云攥紧黄符，面目阴狠：好啊，你果真是你害死了我女儿。拱桥上突然窜上来一群人，
为首的正是春月父母。江云愕然一怔，不明白是什么情况，直到他看见江叔、江宁以及他们身后的官差。你们！江云恍然大悟，气急败坏道：“你们何起火来坑害我？”江云，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错。江叔轻声开口，对江云既痛恨又失望。他们怎么说也是亲堂姐妹，他竟三番几次的害他，半点血脉亲情也不念。事迹败露，江云知道躲不掉了，索性破罐子破摔，怨毒的咒骂将输出胸口恶气。玉铮听得皱眉，冷声下令将他拿下。是。衙差领命上前捉拿江云。江云自知被抓也是死路一条，且还会受尽屈辱折磨，不如干脆些。他丢掉手中符咒，快速转身翻过桥栏，尖叫着跳了下去。扑通！听到巨大的落水声，江叔等人赶紧跑到桥栏处往下看。刚下过几日雨，河水大涨，江云掉入河中后沉了下去，过了一会儿浮出水面，本能的扑腾着顺河而下。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玉铮沉声下令，一队衙差快步下桥，沿着河岸追去。冷心拨开遮脸长发，去另一端桥阶上拎上来一人，是林睿。他听见了江云所说的话，也算人证。将他交给竹峰后，冷心拧了拧衣服上的水，装溺死鬼可真难受，幸好是夏日，若是冬日就更遭罪了。还可以这样断案啊！江宁唏嘘不已。玉铮抿唇道：“什么法子不重要，管用就行。”江宁一听，深以为然。很晚了，我送你们回去。玉铮对江叔道。江叔点头，随玉铮一道下了桥。江宁赶忙跟上。竹峰摘了斗笠，将林睿丢给何大人，敲打道：“何大人，剩下的事交给你了。若再办不好，你就可以收拾东西回家养老了。”何大人连忙应下，说一定会办妥。他才40岁出头，谁家养老这么早啊？马车停得有些远，下了桥走过河岸，还要穿过一片树林。林中昏暗一片，有些看不清路，江疏险被石头绊倒。小心！玉铮扶稳他，自然地牵起他的手，拉着他走。走出树林后，光线亮了些，跟在后面的江宁瞧见两人交握的手，心情有些复杂。他既高兴他阿姐找到了疼护他的人，又觉得自己阿姐被人抢走了。回去的路上，江宁一语不发。察觉到他的反常，江叔不解问：“阿弟，你怎么了？”“困了。”江宁打了个哈欠，靠着车壁打瞌睡。江叔不疑有他，同玉铮道：“你能让冷心像普通护卫一样跟着我吗？这样我出门就不用再带其他护卫。”玉铮微讶：“你想让冷心贴身跟着你？”“江家的护卫都是男子，天天跟着总归有些不便。”玉铮一想也对，便答应了。身为暗卫的冷心怎么也没想到，他还有转名的一天。第156章跑路。江云死了，跟春月一样溺水而亡。有春月爹娘和林睿的证词，此案很快了结。江少和夫妇痛失独女，怨恨不甘，到江宅门口大闹，甚至把江云的棺材抬到江家门口放着，引得过往路人指指点点。江少和夫妇趁机颠倒黑白，说江父忘恩负义，过河拆桥，江叔不检点勾引林睿等等。江叔知道同他们说不清道理，直接让冷心去衙门请来了何大人。何大人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带人赶到江家。闹什么闹什么！民宅街道聚众闹事，诋毁摇辱他人，按律关押7日，杖15。何大人一声厉喝，身后衙差迅速将闹事的江少和夫妇围了起来。看到官差，江少和夫妇有些怵，但想到惨死的江云，又硬着头皮豁出去了。大人，您是百姓父母官，可要明察秋毫，不能受奸人蒙蔽。何大人为江云这案着急上火，遭了大罪，甚至险些丢了官。此时听到江少和夫妇的话，不由冷笑连连。江云买凶害人，杀害婢女灭口，皆证据确凿，且有你女婿亲自作证。你若还有不服，大可上衙门或大理寺击鼓鸣冤，跑来受害人家门口闹事，分明是自知理亏，胡乱攀咬。来人，将他们拿下！何大人一挥手，衙差立时上前捉拿。江少和夫妇慌了，见围观群众纷纷投来鄙夷目光，无人帮他们求情说话，只得跪地求饶。大人恕罪，求大人高抬贵手，我女儿还没下葬呢。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何大人不予理会。这时冷心到何大人身旁语了2句。何大人听后冷声道：“江姑娘念在至亲一场的份上，向本官求情，给你们2日时间操办江云后事。2日后，官差上门拿人。”江少和夫妇闻言松了口气，末了又恨红了眼。江叔害死江云，夺了他们手上的铺子，现在还假惺惺的装仁慈，心中愤恨万千。可江少和夫妇也不敢说出来，只能闷在心底。到如今，他们已然看清，江叔身后有官府撑腰，他们根本斗不过。在何大人和官差的威势下，江少和夫妇命下人抬走江云，扶着灵就灰头土脸的走了。
林瑞一家等在家中，见到他们回来，立马迎了上去。当初两家谈论婚事时，因江少和夫妇只得江云一个独女，不忍她去林家受苦，便将林瑞招赘上门。婚后，林瑞父母也搬到了江少和家居住。两家本是亲戚，又结了儿女亲家，虽闹了些不愉快，但相处的也还算和睦。可林瑞在公堂作证，指证江云罪行后，两家便彻底闹崩决裂了。江少和夫妇在江宅受了气，此时见到他们一家，登时怒火中烧，薄情寡义的东西！江少和重重一脚踹在林瑞身上。林瑞自知有愧，忍气吞声道：“我也是被逼的，我若不作证，他们便要将我关押入狱。左右江云都已经死了，又有春月父母指证和大人等一众衙差亲耳所闻，他做什么都抹灭不了江云的罪行，不如实话保全自身。再则江云害死春月，还时常辱骂他，死有余辜。林父林母也不觉自家儿子有错，在一旁哀声劝道：妹妹少和，事已至此，节哀顺变。瑞儿也是迫于无奈，你们放心，以后瑞儿定将你们当做亲生爹娘孝顺。他孝顺我们，图谋我们财产还差不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江少和冷哼，早已看穿林家人的心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江少和家虽大不如前，但比林家却好上数倍。林父林母目光闪了闪，心虚的狡辩：少和，你怎么会这么想？瑞儿她是真心实意的。江少和不买账，真心实意？他若立誓终生不娶，我便信他。这林父林母一脸为难，旁的都好说，林家的香火可不能断。再说了，林瑞如此年轻，怎么可能不娶？怎么做不到？那就给我滚出去！江少和叫来下人，将他们往外赶。妹妹，妹妹！林母看向江李氏，哀急呼喊，试图唤醒姐妹亲情。可江李氏痛失爱女，林瑞还亲自上堂指证，让江云死后也背上杀人罪名，受人唾弃，早已将他们恨入骨髓，哪还有什么姐妹之情？将他们的东西都扔出去，别脏了我的屋子！江李氏咬牙切齿地吩咐婢女。林瑞一家被强赶出门，被褥衣裳等物扔了一地，狼狈不堪。这可怎么办啊？林母跌坐在地极的哭天抹泪。他们之前住的房屋早已点卖，现下被扫地出门，根本无处可去。林父在一堆杂物里翻找，找到了一只旧木匣，如获至宝地抱在怀里。还好，他攒的银子没被发现，被一起丢了出来。悄悄打开木匣看了一眼，确认里面的银子还在，林父松了口气。行了，哭哭啼啼起什么用？赶紧把东西收拾了，找地方落脚。林瑞也知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无用，默默拾捡地上物品，另做打算。哭得伤心欲绝的林母见父子俩都在收拾东西，也只能接受现实，抹了眼泪跟着一起收拾。赶走林瑞一家后，江母无力地坐在江云灵柩旁，神色哀戚。夏日天热，我们快些择个地儿将云儿下葬吧，再放下去该臭了。江少和心不在焉道：这事儿你看着办，我出去一趟。你做什么去？江李氏不明白，眼下还有什么比安葬江云更重要？江少和皱眉道：卖了铺子跑路，难道你还真等着官差上门来抓不成？江李氏不明白，不过就关押7日杖15而已，又不要他们的性命，有何好跑的？但江少和却清楚，他和江少华做的那些事早晚会败露，不如趁还没被查出来前赶紧离开上京。天大地大，只要他们跑得够远，隐姓埋名，定能躲过。江李氏一脸茫然，江少和却没有过多解释，交代了几句便匆匆走了。天气一日比一日酷热，玉征一日比一日忙碌，既要隔三差五去昭觉寺论佛法听佛经，又要审问周伯旭押解回来的山匪，每日睡前还得抄写佛经。这日江叔派出查找线索的护卫回来了，告诉江叔周围村民曾见到有山匪出没过，他们在滑坡的山顶也找到了树木被砍伐的痕迹。江叔一听，立时便想起了他和玉征遭遇的那次山崩。怎么这要巧？第157章招供。觉得事有蹊跷，江叔决定去寻玉征。然他刚走出江宅，追云便赶着马车来了。江姑娘，主子有要事找你。见到追云，谭玉欣喜不已。追云，你伤都好了吗？都好了。追云点头，见到谭玉也很高兴，冷心打开车门，扶着江叔上车。他得了玉征的命令，由暗卫转为明卫，贴身保护江叔。只是在暗处一个人待久了，他很不习惯摘下面罩，光明正大的同人相处，尤其是像谭玉这般话多的，总在他耳边说个不停，让他觉得很吵。上车吧。见江叔和冷心都上了车，追云提醒谭玉。谭玉赶忙上车，追云关上车门后调转车头离开。江叔以为是往景王府去，可下车后才发现竟然是大理寺。我们来这做什么？江叔凝眉不解。追云道：主子在里面，将姑娘进去便知道了。追云将他们带到大理寺厅堂，
玉征和周伯旭以及孙鹤川坐于堂中，神情凝肃的议事。王爷、周大人、孙大人，江叔同他们见礼。江姑娘见到江叔，孙鹤川笑着打招呼，周伯旭只是淡淡颔首示意。玉征指了指身旁的位置，示意他坐。你让我来此做什么？江叔坐下后小声问。玉征缓声道：我们审讯祁县山匪，审出了另外几桩案件，有一桩同你父亲有关。江叔闻言心中一咯噔，抿唇道：我派出去的护卫查到，我爹出事前有人曾见到过附近有山匪出没，那便没错了。玉征略有些迟疑地问：你可要一同去狱中听审？江叔点头，事关他爹，他一定要弄清楚。一行人去了大理寺狱，外面烈阳酷日，暑热难挡，狱中却阴森幽冷，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行人到审讯室落座，狱卒将被抓的山匪带了一名过来，用铁链绑在刑柱上。那人蓬头乱发，身上囚衣血迹斑斑，显然已经受过刑了。2月23，你们在江都城外的制造的山体崩塌，是受何人指使？孙鹤川延声问。被绑的山匪望着他们嘲笑了声，无畏道：记不清了，都算我们头上好了。虱子多了不怕痒，反正他们必死无疑，多一桩罪少一桩罪无所谓，且还能给他们添堵，简直痛快。本官倒要看看你到底是嘴硬还是骨头硬。孙鹤川挥手让狱卒上刑，狱卒甩着浸了蜡油的鞭子狠狠抽打在山匪身上，狱中立时响起凄厉刺耳的惨叫声。江叔听得直皱眉，谭玉没见过这种场面，害得不敢看。至于冷心，他双眼直直地盯着，不为所动。玉征和周伯旭坐在前方，对狱中刑法司空见惯，平静无波。一轮鞭子下来，山匪活生生疼晕了过去，脏污的囚衣染上新的血迹。孙鹤川命人用冷水泼醒，继续审问。然山匪咬紧牙关，吐出一口血沫道：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记得。好，本官会让你想起来的。孙鹤川大怒，让狱卒换了刑具，继续用刑。等等，玉征忽然制止，他不记得没关系，几十个人里总会有人记得。再去押几人分开审讯，谁先想起来便给谁上止痛药，免去剩下刑罚。是，孙大人领命去了。匪徒一看这架势，便知自己再嘴硬只是活受罪，快速思虑后道：我说。孙鹤川折转回来，命人拿了纸笔录供。江都城外的山体崩塌，是上京2个江姓人买凶，他们给了我们500两，要我们制造意外，要了他们兄弟的命。听到这里，剩下的已不言而喻。但查案讲究实证，玉征让江叔画了江家叔伯的画像，拿给山匪指认。可是这2人，追云拿着画像问。山匪一见，猛然点头：是他们。玉征道：将证词拿给他画押，立即去拿人。是。孙鹤川应了一声，拿了画像，赶紧去安排。审讯结束，狱中阴冷潮臭，不宜久留。玉征起身，欲带江叔出牢狱去外面等。山匪忽然道：我若再招一桩，可能换些酒肉。自从被抓后，他便再也没见过酒肉，实在念得紧，想在死之前再尝尝酒肉滋味。你且说来听听，若本王听得满意，多与你几顿酒肉。玉征坐了回去。山匪看向江叔，咽着唾沫道：江姓兄弟2人后面又找过我们，让我们杀了这位姑娘。江叔听后一愣，满心震惊。玉征神色一凛，沉声追问：什么时候？山匪道：就祁县那次。一直没出声的周伯旭拧眉：祁县你们要杀的不是景王吗？谋害玉征之事，他们早已招认，只是幕后主使十分小心谨慎，并未暴露半点身份。是，但不全是。山匪痛皱着眉头，望着玉征和江叔道：这事儿说来也巧，我们最先接下的是江姓兄弟买凶谋害江姑娘的单，正商量着计划时，又有人找上门来。那人拿着景王的画像，出了黄金100两，让我们劫杀景王。接下这2单一调查，意外发现景王竟同江姑娘一道回上京，当时可把兄弟们高兴坏了。于是我们2单一起做，在祁县制造了那场山崩。本是万无一失的计划，谁料玉征和江叔命实在太大，竟跳河活了下来。所幸他们干这种买卖，也没人敢找他们退钱，只是损失了些声誉。但山匪嘛，生不生育的也不重要，他们便将此事抛到了脑后。直到沈长怀开始调查他们为了避风头躲回了老巢。若非玉征带着军队围剿，沈长怀根本奈何不了他们，等风声一过，依然能逍遥自在。只可惜他们惹上了玉征。山匪的话震得玉征几人好半晌才回过神来，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祁县那场山崩竟是2起阴谋。江少华、江少和2人当真是心思歹毒，害了江父又害江叔，是铁了心要让他们家破人亡。所幸从临安回上京时，玉征邀了江叔一道，否则江叔怕是很难逃脱。玉征攥紧手心，想起那场山崩后怕不已。江叔浑身发冷，冷得他止不住轻颤，血脉至亲，
同胞手足。江叔不敢想，若他爹知晓真相，会有多痛心失望。第158章，我招。6月的天，江叔却如坠冰窟，身心皆寒，俏脸苍白如纸。玉征牵着他走出牢狱，沐浴在暖阳之下，江叔才感觉逐渐暖和了起来。知他情绪不好，玉征将他带到厅堂坐下，让人奉上热茶。江叔双手捧着茶盏，小口小口的啜饮。一盏热茶喝完，他出了一层薄汗，却觉得舒畅无比。约莫等了1个时辰左右，孙鹤川回来了，和大人战战兢兢地跟在他身后。王爷，江少和夫妇跑了。孙鹤川重重拢眉。玉征闻言墨眉微挑，声音冷冽如冬日寒冰：跑了。王爷恕罪，此事是下官疏忽。何大人惶恐跪地，道出缘由。前几日江少和夫妇去江宅闹事，何大人按江叔所言给了他们2日时间安葬江云。可2日后他派人去江家拿人，却发现人走屋空。一打听才知江少和便卖了铺子屋产，悄悄离开了上京。何大人得知后立即派人去追，但江少和夫妇已跑了半日有余，且不知往何方而去，哪里还追得着。事后何大人虽震怒，但想着江少和夫妇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不值得耗费人力物力追捕，便作罢了。可谁想孙鹤川今日也去拿人，说江少和犯了大案。何大人这才知道自己一时疏忽犯下大错。听完始末，江叔看着战战兢兢的何大人，蹙眉道：此事不怪何大人，是我央何大人给了他们2日，才让他们有逃跑之机。那时江书上不知江少和做的事，只是念在血亲一场的份上，让他们回去安葬江云。墨眸看向自责痛心的江叔，玉征明白他是良善心软，先是给了江少和2日，现下又怕他责罚何大人，他的心思他岂会不懂？江少华呢？玉征问。孙鹤川道：他近日也在变卖铺子屋产，但没江少和那般急，落后一步已被捉拿入狱。玉征起身走到江叔面前，缓声道：你若不想再去狱中，便在此等我。江叔摇头：我去。他要亲口去问问江少华，他爹待他们那般好，他们为何要害他爹？一行人再次去到狱中，还是之前的审讯室。山匪上过止痛药后又被绑上刑柱，江少华就绑在他旁边，2人相隔不远。见到山匪那一瞬，江少华惊愕地瞪大了眼，满脸不可置信：你们不是远在祁县吗？怎么会被抓来上京？山匪打着哈欠道：惹上硬茬了呗，说来也有你的功劳。话落，山匪朝江叔的方向努了努嘴。狱中光线昏暗，江叔又坐在玉征身后，江少华并没有注意到。得了山匪的示意，江少华这才看见江叔。霎时江少华目光一厉，满是怨毒。玉征见此，墨眸一沉，吩咐道：上刑。是。狱卒领命，拿着抽过山匪的鞭子上前。那鞭子是何滋味，山匪可太清楚了，幸灾乐祸地看起戏来。2鞭子下去，江少华疼得龇牙咧嘴，急声道：我招，我招。你招什么？本王又没问。玉征示意狱卒继续。啊啊！一鞭又一鞭，鞭边破皮见血，鞭上那油渗透到破开的皮肉里，疼得江少华抖如筛糠。我说，问什么我都说。江少华祈求地看向玉征，期望他快点问。玉征手指缓慢轻击着椅子扶手，神色悠闲道：本王不急，抽完30鞭再问。照这抽法，30鞭抽完，他不得活活疼死。江少华惊恐万分，咬牙急声道：我和江少和一起2次买通山匪，谋害江少东和江叔。鞭子没有停，继续抽打在江少华身上。惨叫一声，换了口气。江少华又道：就旁边这山匪，当时就是他收的钱。山匪听乐了，啧啧道：头一次见这么急着招供的，真是个软骨头。江少华痛得满头大汗，根本没空搭理山匪，望着玉征连声求饶。玉征却不为所动，坚持让狱卒抽足了30鞭。好逸恶劳、闲散处优的江少华哪抗得住，2眼一翻昏死过去。泼刑！孙鹤川下令，一桶冰水下去，江少华被迫醒转，疼得直抽凉气。他望着玉征，有气无力道：我都已经招了，王爷还想问什么？只要不再用刑，让他招什么都行。横竖都是死，他实在不想再受多余的罪。江少和去哪了？玉征冷声问。江少华闻言一怔，迟疑着没有立即回答。玉征抬手，狱卒端着2只罐子朝他靠近。孙鹤川在一旁道：一只罐子里是蜂蜜，将它涂抹在伤口上，再把另一只罐子里的蚂蚁放上去，让他们沿着蜂蜜吸食你的皮肉，叫白蚁食心，滋味一绝。眼看狱卒已打开罐子，江少华害得头皮发麻，赶忙道：具体去哪儿他没说，只说往西走。狱卒扫兴地将罐子盖了回去。江少华大松口气，剧烈喘息。玉征问完了，侧眸看向江叔。江叔会意，起身走到江少华跟前质问：
大伯，我爹与你们乃至亲手足，一母同胞，你们为何要害他？哼，他若真将我们当至亲手足，就不会这么多年一直防着我们，只给那么点小恩小惠打发我们。江少华面上满是怨憎，面对江叔，江少华毫无畏惧，显露了本性。江叔呼吸一滞，只觉胸腔里堵得慌。10间铺子的营收足够他们一家衣食无忧，他竟说是小恩小惠。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错？江叔眸中蕴满失望。江少华恨声道：我当然后悔，我后悔找的人不靠谱，让你们父女都还活着。我后悔老三通知我的时候没当回事，跑慢了被你们抓了。生米恩斗米仇，人心不足蛇吞象。江叔没有再问，转身走了。玉征几人跟着起身出了牢狱。他们走后，山匪和江少华在狱中吵了起来。真没用！山匪看着江少华嗤之以鼻。江少华憋了一肚子火没处撒，忍痛怒瞪着山匪道：拿了钱没办成事儿，还把雇主给供出来，你还敢说我没用？你个无耻小人！呸！江少华气不过，朝山匪吐了一口唾沫。山匪一听这话气笑了，亲兄弟亲侄女都害，你他娘的还有脸说老子无耻小人？我呸！语罢，山匪反吐了一口更大的唾沫到江少华脸上。江少华被噎得哑口无言，怒目圆睁地瞪着耻笑他的山匪，一口气没上来绝了过去。第159章登门。回到厅堂，拿来地图，与周伯旭和孙鹤川商议后，玉征朗声道：追云逐风，属下在。追云逐风快步进屋，躬身待命。玉征沉声道：即刻带人往西分开追拿江少河，不得有误。是。追云逐风领命，转身去了。孙鹤川跟去安排人手，告知他们追捕方向。见此处事了，周伯旭起身道：我还有公务在身，先走了。玉征颔首，目送周伯旭出了厅堂。屋中寂静，偌大厅堂只剩下玉征和江叔2人，冷心和谭玉侯在屋外。望着神色悲戚、俏脸苍白的江叔，玉征走过去温声道：我送你回去。江叔闻言抬眸看着他道：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爹娘说。至亲兄弟的谋害于江父而言无疑是巨大打击，想到江父沉痛欲绝的模样，江叔便不知该怎么开口。可江少华已然入狱，此事便是想瞒也瞒不了多久。我来说。玉征伸手拉起他。江叔心中一震，颤声道：要去见我爹娘？这算什么？算正式登门见父母吗？说起来，玉征还未与江父江母正经照面过。去年晋安侯府寿宴，江父江母虽远远见过玉征，但并未说话，玉征怕是都不记得他们。而上次玉征去江家，江父昏迷着，江母一直守在江父床前，也未曾见到玉征。后来玉征虽送江叔回家过几次，但都没有下车进门。怎么，你爹娘不想见我？玉征心中一紧，生出一丝惊慌。江叔忙道：不是，他们早就想见你了。玉征闻言松了口气，牵着他的手道：走吧。追云走了，玉征便换了名侍卫驾车。冷心和谭玉一左一右坐在车门处，默契地盯着车门。玉征一直握着江叔的手，以无声陪伴，一点点驱散他心中的冰寒。到江宅时，江叔心中郁结已消散许多，想到玉征马上就要见他爹娘，变得紧张起来。下车进了江宅后，玉征也一直牵着江叔的手，丝毫不顾及江家下人的目光。已是午饭时间，江父江母同江宁坐在花厅，讨论着一会儿有什么菜，喝几碗粥。江父道：要我说，这么热的天饭后，还是得来碗绿豆汤解暑。江宁皱眉：日日都喝，蜀姐梅姐不知道，反正我是喝腻了。那今日换成酸梅饮吧。江母提议。三人正讨论着，江叔同玉征进了花厅。爹娘。江叔轻唤了声。江父江母闻声看去，见到江叔身旁的玉征时愣住了。这人身姿挺拔，玉冠锦衣，面容俊朗，气质金贵，看着有些面生，又有些眼熟，在哪儿见过来着？江宁豁然起身，惊诧道：王爷，你怎么来了？王爷？哪个王爷？景王的王。江父江母对视一眼，如梦初醒。见过王爷。江母起身见礼。江父慌忙去拿拐杖，玉拄着拐杖起身行礼。他的一条断腿还没好，需借着拐杖才能站立。玉征见状急忙制止，江叔腿脚不便，无需多礼。不知王爷大驾，有失礼数，还请见谅。江父面有惊惶，生怕玉征因此对江叔不满。玉征缓声道：是我冒昧造访，江叔江审勿怪。王爷快请坐。江母说完，低声吩咐婢女看茶，让厨房多做几个菜。玉征突然登门，江父江母半点准备也没有，心中难免紧张，害怕失了礼数让玉征看清。说来也的确不合规矩，竟在花厅饭桌见客。江母正犹豫着要不要换去厅堂，玉征已然撩了衣摆坐下，并不在意。
江叔坐在玉征身旁，抿唇道：“王爷今日来，是有件要事要同你们说。”江父江母一听，忙正襟端坐，神色肃然。江叔和玉征一瞧他们这架势，便知他们误会了。爹娘，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江叔羞红了脸，不敢去看玉征。不是他们想的那样。江父江母一脸莫名。玉征轻咳道：“我今日是来告知江叔2月遭遇山崩之事，不是意外，是人为。”什么？江父3人大为震惊，随后追问：“何人所为？”江少华与江少和他2人雇佣祁县一伙山匪，人为制造了一场山体崩塌，伪装成意外欲要江叔性命。顿了顿，玉征又道：“不仅如此，4月我和叔儿返回上京的途中，他2人再次买通山匪，如法炮制，想要害死叔儿和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江父3人听得面色大变，一头雾水。玉征缓声将事情始末讲述了一遍，果真如江叔所料那般。江父听完面无血色，痛心疾首的说不出话来。江母也惊了好一会儿，才骂道：“2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他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幸好爹和阿姐福大命大，没有让他们得逞。”江宁气怒捶桌。江父一直没说话，江母怕他气得背过气去，赶忙给他抚背顺气：“爹，你别难过，他们不值得。”江叔抓着江父颤抖的手劝慰。江母也道：“是啊，别气坏了身子，正好叫他们如意了。”江宁也跟着劝。缓了好一会儿，江父沉叹口气，痛声无力道：“我竟不知他们恨我至此，早知如此，当年我便不该将他们接来上京。”同胞手足的背叛谋害，于江父而言就像一把钝刀，猛然插进他心口，割得他钝痛不已。这是他2人之错，江叔不必苛责自身。玉征凝眉相劝。唉，江父摇头痛叹，喉中像堵了一把枯草，难受的说不出话来。江母为他喝了点水，他才觉得好过些。这时婢女端着菜进来了，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摆上桌，4人却都没有食欲。最终还是江父拿起筷子道：“吃吧，今日招待不周，怠慢王爷了。”玉征自是不会介意，拿起筷子给江叔夹了只鸡翅。见玉征看江叔的眼中满是柔情宠溺，江父江母微微宽了心，想来可笑。血脉至亲想尽办法想要他们的命，可毫无关系的玉征却尽心尽力的救他们性命。这世上的亲疏远近，当真是难说得很。只可惜今日时机不对，江叔同玉征的事只能下次再说。第160章相佛。一连跑了5日，已离上京很远，江少和稍稍放下心来。这日傍晚，江少和夫妇到了一座城镇，寻了间客栈，准备好好歇歇脚。从未长途跋涉过这般远，江少和夫妇都累得不行，用饭洗沐后便早早歇下了。夜色渐深，屋外明月被乌云遮盖，屋内江少和夫妇睡得浓沉。忽然，客栈的门被大力拍响，睡在耳房的小二被吵醒，睡眼惺忪的去开门。客官几位？要什么房？小二哈欠连天，习惯性的问。竹峰身旁的衙役亮出腰牌，肃声道：“大理寺办案，江少和夫妇住那间房。”小二闻言脑中一激灵，瞬间清醒过来。待看清大理寺的腰牌以及身着差服的一众人后，赶忙将他们让进屋内。官爷稍后，小的去查一下。小二快跑去柜台后，拿出入住录册翻看。快点，若出了岔子，你可担待不起。竹峰不耐催促，他们快马加鞭追了2日半，每晚都只睡了3个时辰，终于追查到此处。小二吓得手一抖，将册子递给竹峰，颤声道：“官爷，没有姓江的。”早便料到江少和会用假名，竹峰拿出画像道：“这人可见过？”小二一瞧，脑中有了印象，连连点头道：“见过，就住楼上左手边第3间，我带官爷去。他们这小城远离上京，哪见过大理寺的官差，自然不敢怠慢得罪。”砰！竹峰一脚踹开拴着的屋门，大理寺的衙役鱼贯而入，快速点燃屋中烛火。做着美梦的江少和夫妇被惊醒，坐起身看到床前持刀包围的衙役后，吓傻了眼。江理事不明白，他们就逃了7日羁押和15杖，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的追捕吗？江少和，你被捕了。衙役拿出大理寺的依捕令。江少和一看，便知雇凶杀人的事情败露了。怎么会这么快？江少和眼中闪过一抹痛恨之色，定是老大出卖了他。赶紧的，是想让我们来帮你们穿不成？衙役晃了晃手中的刀。江少和下床，哆嗦着披上外衣穿好鞋。江理事抱着被子屎红了脸，实在做不出在这么多男人面前穿衣的事。竹峰等人也并不想看他穿衣，押了江少和在屋外等。一盏茶后，江理事穿戴好出门，双手被带上镣铐。小二害得心神一震，娘的个乖乖，他们客栈竟然住了2名要犯，他们的马车在哪儿？竹峰问。小二赶忙道：“官爷去门前稍候，小人这就去牵来。”将江少和夫妇押进马车，
竹峰亲自驾车赶往城外的驿站歇脚。5日后，江少和夫妇被押回上京。江少和入了大理寺狱，孙鹤川命人抽了他30鞭，又给他上了白蚁10星之刑。江少和痛不欲生，什么都招了。孙鹤川按律判处他们秋后出斩。至于江李氏，他被何大人带走，由杖15改为杖30，关押15日。30仗打完，江李氏已然只剩下半条命。挨够15日出狱后，江李氏没有再逃离上京，而是重新买了处宅子，等着给江少和收尸。身为枕边人，江李氏压根不知道江少和曾买凶谋害江叔和江父。府议听闻时，他几度疑官差弄错了，直到江少和亲口承认，他如遭雷击。江云死了，江少和也快死了，好好的一家3口家破人亡，只剩下江李是孤零一人。一晃已是7月，江父萧晨痛心了许久，终于走了出来，一家人回归了正常生活。玉征努力坚持了1月，他潜心向佛的流言终于传开，飘进了宫中。这日早朝后，玉征被玉贵妃叫去，到了玉贵妃宫中，见到皇帝也在，玉征并无多大意外。父皇母妃，玉贵妃笑着朝玉征招手，快过来，陪你父皇下几局。玉征一言走过去坐下，直白子同皇帝对弈，玉贵妃摇着团扇在一旁观棋。父子俩你来我往的杀了几局，各有输赢，不下了，朕罚了。皇帝疲惫地揉着额角。玉贵妃给皇帝递给上茶，转头对玉征道：快50了，征儿留下一同用膳吧，正巧刚进贡了一批荔枝，你等会儿带些回去。好。玉征应下，3人坐在一起闲话。聊着聊着，皇帝提到了先皇明旦一事。按惯例，皇室要派人去皇陵诵经3日，还要提前抄写100卷佛经拿去焚烧。征儿觉得此事该交给谁？往年这种苦差都是交给一些没有官职在身、比较闲散的皇亲，比如荣王和玉元。今年皇帝特意提及，很明显是在试探玉征。墨眸划过一抹暗光，玉征一脸诚心道：儿臣去吧。你去？皇帝拧眉惊诧。玉征颔首道：儿臣近日读了许多佛经，也去昭觉寺同主持论过几次佛法，颇有感触，每日睡前都会抄写几篇佛经静心。正巧儿臣近日有些困惑，去皇陵陪皇爷爷几日，说不定还能得皇爷爷梦中指点。玉征说这话时，一脸虔诚认真，看得皇帝和玉贵妃心头直颤。外面的传言竟是真的，他们的儿子当真迷上了佛法，一心向佛。玉贵妃抚着胸口，试探问：你有何困惑需要你皇爷爷指点？玉贵妃不明白，什么是活人不能为他解惑，非得去找死人指点。玉征望着他们，抿唇迟疑道：儿臣前些日子去临安，见到许多百姓孤儿流离失所，心生怜悯，却无能为力。回上京的路上又遭遇刺杀，至今也没能查出是何人所为。儿臣觉得这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实在叫人疲累无力，唯有佛法能叫人静心。是以儿臣想参研佛法，以佛法度众生慰心安。玉贵妃听得心惊，美眸愕然睁大。皇帝震怒拍桌：荒唐！玉征低眉敛目，静默不语。你堂堂皇子，肩负大招重任，怎可生出遁入空门的心思？简直不像话！皇帝气得额头青筋直跳。玉贵妃甚少见皇帝发这么大火，赶忙轻抚皇帝的后背劝道：陛下息怒，征儿只是随口说说。玉征抬眸，默眸沉静地望着他们道：我朝先祖便有退位出家为僧之力，儿臣为何不可？皇帝一听，气得瞪圆了龙目。第161章荔枝。见皇帝当真动了怒，玉贵妃朝玉征递了个眼色，嗔道：征儿，别胡说，惹你父皇生气。玉征唇瓣紧抿，一言不发。好一个沉默以对。皇帝气得抄起手边茶盏扔到玉征身上，一声闷响，茶盏砸在玉征肩头，半盏茶水和着茶叶全都浇在了玉征身上。陛下！玉贵妃急了。哼！皇帝拂袖扭头，气得不看玉征。玉征自知再待下去矛盾只会更重，便起身告辞。玉贵妃没有留，因为她现在也没心情吃饭。踏出钟灵宫时，宫女快步追上来，递给玉征一只食盒。殿下，贵妃让你带回去。玉征接过打开一看，是冰镇着的荔枝。看着颗颗饱满红润的荔枝，玉征明白他母妃心里依然惦记着他。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玉征心有愧疚，决定以后多补偿补偿他母妃，比如多生2个孩子。盖上食盒，玉征拎着出宫回府，用了午饭换了身衣裳后，提着食盒去了江宅。近来天气炎热，江记生意又平稳，江叔便甚少去巡铺，多待在家中避暑。玉征突然造访，令江叔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准备武器的江叔从软榻上起身，捂着肚子问。这是玉征第一次踏进江叔的闺房，扫视一眼后，拎了拎手中食盒道：给你送荔枝。荔枝。江叔听得杏眸一亮。江家虽富庶，
但荔枝这东西实在过于稀罕，有钱也难买到。可偏生江叔喜欢吃。楚玉接过食盒打开瞧了一眼，好笑道：“姑娘便是再喜欢，这荔枝也吃不得。为何？”江叔不解。楚玉道：“这荔枝是冰镇着的，姑娘身子还未好呢。”江叔一听，委屈的瘪了嘴：“那你快拿去外面晒晒，不冰了再吃。”是是是。楚玉拿碟子捡了一碟，端到院里去晒。知道两人有话要说，楚玉识趣的没有再回屋，也让谭玉和其他婢女不要去打扰。江叔玉从软榻上起来，玉铮却快他一步走到榻边坐下。见他一直捂着肚子，结合楚玉方才的话，玉铮已然猜到。可是月事在身。江叔面皮蓦的一红，羞臊的点了点头。女子来月事是天经地义的事，玉铮并不觉得有何羞耻。想吃吗？玉铮看向桌上食盒问他。想。江叔诚实的舔了舔唇。玉铮起身过去，从食盒里拿了几颗荔枝回来。太冰了，我不能吃。江叔蹙眉提醒。玉铮没有理会，剥开后取出果核，然后放进了自己嘴里。江叔一整个看呆了，不明白玉铮此举何意，故意戏弄他，诱惑他。在江叔不解的注视下，玉铮将荔枝在口中暖热，然后忽地凑近江叔，对着他的阴唇贴了过去。江叔不明所以，直到玉铮用舌尖撬开他的齿关，将荔枝喂进他嘴里。清香的荔枝味道瞬间盈满口腔，江叔下意识地咀嚼起来。玉铮离开他的唇，继续剥下一颗。如法炮制喂了5颗，江叔吃得眯起了眼。吞下最后一颗后，江叔赞道：“这荔枝味道真不错。”是吗？我尝尝。玉铮墨眸微闪，再次俯身吻上他的阴唇。这一吻不再是轻触即止，而是辗转轻准，撕磨深入，追逐嬉戏。两人口中都充斥着荔枝的清甜，让这个吻比往日更令人沉醉。一番长吻下来，两人抵着额头，微张着嘴，轻轻喘息。一条细若游丝的银线悬垂在两人舌尖，被玉铮喘出的热气吹散，消失无踪。叔儿，玉铮将江叔揽进怀中，紧抱着他低喃：“再等等，就快了。”江叔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快了？玉铮道：“今日我已向父皇母妃表明了向佛之心，用不了多久，他们便会逼我那妃了。”江叔闻言有些担忧：“他们真会像我们预料那般吗？万一他们给玉铮相中的是其他闺秀，那该如何是好？”修长手指摩挲着江叔细软柔仪，玉铮凝声道：“我想娶的唯你一人，便只能是你。”听了这话，江叔放了心，紧靠在玉铮胸口听他的心跳。日子一日日过去，如玉铮他们所料那般，皇帝和玉贵妃在确认玉铮有向佛之心后，便开始打探他的素日生活以及结交往来，自然而然地打探到了江叔身上。探子将收集到的消息送回宫中，玉贵妃细细翻看，当看到玉铮时常与女扮男装的江叔往来，过从甚密后，玉贵妃美眸一亮。这么多年，总算有女子同玉铮来往亲近了。可得知江叔的身份后，玉贵妃犯了难。商贾之女便罢了，女扮男装行商也算了，她竟还是合离之身。玉贵妃愁得食不下咽，找来皇帝商议。江叔，皇帝拧眉，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玉贵妃道：“对，她曾是晋安侯夫人，去年与晋安侯合离了。”这一提醒，皇帝想起来了，去年那合离书上，他还盖了个玉印呢。这世界还真小，怎么玉铮偏偏就与他亲近了？皇帝皱眉思忖良久，沉声道：“铮儿的婚事事关朝堂，不可随性草率，朕得想想。”思虑良久，皇帝试探道：“要不让铮儿纳他做个侍妾侧妃，如此朝臣定不会过于反对。”玉铮今年已20有5，玉成在他这个年岁时，孩子都已有2个，而玉铮至今未婚，朝臣比皇帝还急。可急也没用，玉铮向来我行我素，没人能左右他的想法。近来玉铮迷上佛法，显露出向佛之心，更是叫朝臣着急上火，在早朝时上奏催促玉铮尽早纳妃成婚。玉铮以佛理论对，气得一众朝臣险要吐血。玉贵妃颦眉为难道：“以臣妾对铮儿的了解，他将江叔视作好友，恐不会以妾室侧妃辱没。那怎么办？他这身份总不能做正妃吧？”皇帝玉脑垂膝，江叔的身份实在与玉铮相差太远。堂堂景王，正妃竟是2嫁之妇，传出去定会叫人耻笑。玉贵妃揉着额角道：“臣妾也头疼呢，总不能指个大家闺秀，绑着铮儿成婚，压着铮儿同他生孩子吧？”你说的这叫什么话？皇帝一脸无语地瞪着玉贵妃。玉贵妃的话叫皇帝想起了自己当年他初登皇位，便是被逼着娶了皇后，同他生下太子玉成。这事儿一直是皇帝心里的一根刺，到现在也无法释怀。第162章相许。玉贵妃一句无心的话戳痛了皇帝的心，自己也难受不已。她与皇帝自少时起便两情相悦，当年皇帝曾立誓要娶她做皇后，可终究是事不由人，
被迫娶了他人为后。此事不仅让皇帝违背了誓言，自觉有愧于玉贵妃，更让皇帝失了男人尊严。被逼成婚，被迫生子，是皇帝一生的耻辱。因此这么多年来，便是玉成表现得再出众，皇帝对他也疼爱不起来。皇帝的痛玉贵妃感同身受。当年曹家逼迫要让皇后诞下嫡长子后，玉贵妃才能有孕。是以皇后怀孕生产的那一年，玉贵妃一直在喝避子药，直到皇后生下玉成立为太子，玉贵妃的避子药才停。此事不仅是皇帝的耻辱，也是玉贵妃的耻辱。两人想起这桩往事，都心痛难堪不已。殿中一时沉默，玉兰带着庄韵来了。父皇、母妃、外祖父、外祖母。庄韵躬声见礼。玉贵妃立时压下心头情绪，扬起笑脸道：“韵儿来了，快过来让外祖母瞧瞧。”庄韵依言过去，坐到玉贵妃身旁。玉兰见两人神色有些异样，关怀问：“父皇母妃这是怎么了？为阿征的是烦忧？”“可不是。”皇帝沉叹一声，让玉兰坐着说话。“父皇别恼，回头我骂他去。”玉兰一本正经的宽慰。皇帝没好气道：“你骂他顶什么用？能叫他回归正常娶妻生子吗？这儿臣可做不到。阿征打小就执拗得很。”玉兰撇嘴：“你跟母妃都劝不动，让二臣去劝，这不是故意为难儿臣吗？”皇帝被噎得说不出话来，郁闷地瞪着玉兰。玉兰早已习惯，不以为意。玉贵妃道：“兰儿既来了，便帮我们一起出出主意吧。”末了示意宫女带走庄韵，外祖母宫中又多了好些新鲜玩意，玉儿快去挑挑。庄韵起身道：“你们又要说小孩不能听的话了，我明白，我走。”噗！三人被庄韵少年老成的话逗笑，心情好了些许。待庄韵走后，玉贵妃将她和皇帝先前说的话同玉兰说了一遍。玉兰听后提出重点：“儿臣觉得现在最关键的不是给什么名分，而是阿征愿不愿意娶，江淑愿不愿意嫁。”这……玉贵妃和皇帝对视一眼，他们倒忘了这茬。皇帝拧眉道：“他们俩人不是关系亲近吗？怎么会不愿意嫁娶？”玉兰纠正道：“那是朋友之间的亲近，江淑还同玉媛也亲近呢，两人还合伙开了翠云楼。”皇帝说不出话了。玉贵妃有些急：“那怎么办？现在他可是征儿唯一的救星了。”皇帝道：“我记得你同江淑交情颇深，你去劝劝她。女子嘛，总归是要嫁人的，嫁给征儿怎么也比嫁给别人好。”玉兰一脸为难：“我同她却有几分相熟，可也不好劝人做妾吧。且我知晓她的脾性，不论嫁与何人，她是绝技不可能为妾的。前些日子她被各家争相求娶，都一一推拒了，可见她并不贪慕虚荣，也不想随意再嫁。”皇帝和玉贵妃对视一眼，咬牙道：“那就许她正妃之位，这合适吗？满朝文武会同意吗？”玉兰微讶，言有忧虑。皇帝哼声道：“朕最烦的便是娶妻这种私事，还要经过满朝文武许可。这一次朕偏要先斩后奏，看他们能奈朕何。”玉兰劝道：“父皇，你可要深思熟虑，别逞一时之气啊。”玉兰越劝，皇帝越坚定：“哼，你只管去问江淑意愿，只要他愿意，朕便下旨赐婚。”玉兰迟疑道：“儿臣觉得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得先问问阿征的意愿，否则到时候他不娶怎么办？自己儿子的脾性，两人甚是清楚，当下派人出宫去请玉征，趁着今日玉兰在，还能从旁帮着劝一劝。”等玉征来的空隙，三人细细商量了一番，怎么引玉征同意。临近午时，玉征来了，见到玉兰，玉征墨眉微挑：“阿姐也在。”玉贵妃笑道：“是啊，咱们一家人许久没一起吃过团圆饭了，今日都留下一道用膳。母妃叫臣来，就只为用膳。”玉征在玉兰身旁坐下，三人对视一眼，玉贵妃闪着美眸道：“倒也还有点别的事儿。”皇帝虽已退步，但终究拉不下脸来，便只能由玉贵妃来说：“我听兰儿说你同江淑十分亲近，待她很是不同，你可是心悦她？”玉征闻言，面不改色道：“只是好友，那为何独与她亲近交好？”玉贵妃追问。玉征道：“她与旁人不同。”“有何不同？”“她曾经救过我。”玉贵妃和皇帝大为惊讶，问起其中缘由。玉征如实托出。玉贵妃听后唏嘘不已，没成想你们竟还有这般渊源，救命之恩重于山，你可得好好报答。如此，玉贵妃和皇帝觉得江淑再合适不过了。玉征点头：“母妃放心，儿臣已竭力相报。”看着不上道的儿子，玉贵妃颦眉道：“其实对于姑娘家而言，最好的报答是以身相许。母妃的意思是让我娶她？”玉征墨眉微拧，违心道：“可儿臣并无娶妻心思，且她身份低微，又是和离之身，还着男装经商，于皇家规矩里较大为相悖。”听玉征这话，当真是没有半点想娶江淑的意思。玉贵妃不由急了：“这都是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我朝先祖也曾娶二嫁女为妃，既有先例，你大可效仿。”这玉征犹疑地看向皇帝，
父皇以为呢？可……皇帝轻咳一声：“你母妃说的对。”玉征皱眉，便是儿臣同意，朝臣们怕是也不会答应，还是罢了。否管他们，只要你点头，朕直接下旨，不给他们反对的机会。皇帝大手一挥，豪气甘云。玉征有些愕然，随后道：“可江叔若不愿呢？”玉贵妃道：“听你阿姐说，她拒了多家求娶，只与你颇为亲近，定然是愿意嫁你的。此乃终身大事，儿臣觉着还是得去亲口问问她。”玉征一脸凝重：“这可不行，好不容易让他松了点口，万一江叔表露出些许不愿，此事怕又得黄。”玉贵妃捏着手道：“女子面皮薄，你直接去问她，定然羞于开口。且她先前嫁的是靖安侯府，往后若低嫁，定会叫人耻笑。你娶她为妃，才能真正护她一生无虞。”玉征沉默了一瞬，似是有些动摇，问玉兰道：“若换做阿姐，会愿意吗？”玉贵妃和皇帝急忙给玉兰递眼色，玉兰硬着头皮点了点头。第163章赐婚。见至亲之人意见一致，玉征思忖良久后，终是点了点头。玉贵妃和皇帝大松口气，末了四事怕玉征反悔，皇帝当即便让进士拿来圣旨玉玺，趁热打铁下旨赐婚。玉贵妃亲似笔墨，玉玺落下那一刻，她同皇帝相视而笑，心中惦记许久的大事落定，玉贵妃舒了心，午膳时高兴地吃了一满晚饭。事后的宫女在一旁惊喜道：“娘娘好久没这般好胃口了。”玉征一听，心中愧疚不已。玉兰瞧出他的心思，凑到他耳边小声道：“行了，成婚后早些生个孩子，就是对母妃最好的补偿和宽慰了。”“我也这么想。”玉征低声回应。玉兰听后面上露出笑意，也多吃了半碗饭。抛开他和江叔的私交不谈，玉征也的确该娶妃了。当然，他娶的人是江叔，那就再好不过了。毕竟那可是玉征记挂多年的人，他们姐弟总要有一个人得偿所愿。7月的天很热，午后江叔躺在软榻上，享受着冰剑带来的丝丝清凉，昏昏欲睡。姑娘，他又来了。谭玉匆匆跑进屋，累出满头细汗。江叔被惊醒，严手打着哈欠问：“谁又来了？”楚玉也在一旁道：“慌慌张张做什么？”谭玉急声道：“靖安侯，他又来了。”江叔闻言秀眉瞬间蹙起，神色不耐道：“让他走，不见。已经赶过好几次了，他喝醉了，死活都不肯走，一定要见姑娘。”谭玉跺脚，没见过这般无耻死缠烂打的人。从前在靖安侯府时，总是一副高高在上，趾高气昂，对他们姑娘不屑一顾，爱搭不理的模样。现如今和离了，又不要脸皮3番5次来纠缠，真叫人恶心。他到底想干什么？江叔气恼起身，烦不胜烦。醉酒的沈长则赖在江宅门口胡闹，碍于他的身份，江家下人又不敢对他动手，很是头疼。见到江叔，下人如同见到救星，让他进来。江叔面色十分不济，再让沈长则在门口闹下去，怕是又要胡乱传出流言。夫人，我错了，你随我回府好不好？沈长则一见到江叔就朝他扑了过去，想要抱住他。闻讯赶来的江宁猛地一把推开沈长则道：“离我阿姐远点。”江叔退开2步，望着醉醺醺的沈长则，冷声嫌恶道：“我同你早已和离，靖安侯自重。”“不，我不要和离，我后悔了。”沈长则眸子猩红地望着江叔，满面痛苦懊悔。可他便是将长子都悔清了，江叔也无半丝回转之意。“你还有脸来？你可还记得我说过的话？”江宁拎着沈长则的衣襟怒问。沈长则怔了怔，想起后道：“你打我吧，我绝不还手。这可是你说的。”江宁挥起拳头，照着沈长则的脸重重砸了下去。他早就想打他了，一直忍着事，怕给家里惹麻烦，但现在有了玉征这个未来姐夫，他就不怕了。便是他将沈长则打个半死，也有玉征给他撑腰。想到此，江宁下了狠手，将沈长则好一顿揍。最后还是江叔怕他把沈长则打出个好歹来，将他劝停。江宁粗喘道：“这你是欠我阿姐的，现在我们扯平了。你要还是个男人，就别再来纠缠我阿姐。”被揍得鼻青脸肿，靠在廊柱上的沈长则哑声辩解：“我不是纠缠，我是真心求娶，我不可能再嫁你。”江叔声寒如冰：“沈长则，你好歹是个将军，给自己留几分颜面吧，别让我瞧不起你。”沈长则闻言浑身一震，酒醒了大半。他望着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的江叔，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江叔面上毫不掩饰的憎恶，深深刺痛了他。赶紧走！江宁接过下人准备好的黑狗血，泼了沈长则满头。江叔杏眸愕然睁大，莫料到江宁会有此举。狗血淋头！沈长则从未如此狼狈过，当下无再颜面对江叔，失魂落魄的离开。他刚走出江宅，便瞧见一辆马车停了下来。车上下来3名公士，
为首之人是皇帝进士高公公，手中托着一名黄卷轴，那东西很眼熟，沈长则一眼认出是圣旨。沈长则形容过于狼狈，又站在街角，高公公并没有认出他，直接进了江宅。高公公为何会进江家宣旨？沈长则满腹疑惑，却不敢上去问，只好等在江宅外。刚轰走沈长则，姐弟俩正欲回屋说话，便听身后下人低声道：“姑娘，少爷，宫中贵人来了。”姐弟俩闻声回头，瞧见高公公手持圣旨走来。这位可是江姑娘？高公公温声询问。江叔挺直了脊背，微微俯身道：“是，民女江叔见过公公。”高公公侧身避开，黄声道：“奴才可受不起，江姑娘快请令遵令堂来接旨吧。”公公请随我来。江叔将高公公三人带到前厅，命婢女奉上茶水。江宁去叫江父江母，楚玉则受江叔之意去准备赏钱。高公公一盏茶喝完，江宁背着江父同江母一道来了。不知贵人驾临，有失远迎。第一次见到宫中内侍，江父江母有些惶恐。高公公道：“江老爷客气，咱家奉圣上之命，特来宣旨。”语罢，高公公起身走到厅中站定，缓缓展开圣旨。江叔接旨。江叔几人合着屋内外婢女下人全都跪下。江父因腿脚不便，皇帝特允他坐着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江家有女江叔，贤良仁德，端方之礼，品貌出众，朕与贵妃公闻之甚悦。如与景王情投意合，郎才女貌，堪称良配，未成佳人之美，特将如许配景王为王妃。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钦天监监正共同操办，则良辰吉日完婚。布告中外，贤使闻之。钦此。高公公对合上圣旨，恭呈给江叔。江叔双手举过头顶，恭敬接过，握着手中圣旨，江叔微微颤抖。正妃之位，圣旨赐婚。玉正他真的做到了。楚玉将他扶起身，递给他一袋金叶子。江叔亲手塞给高公公，这般热的天，辛苦公公跑这一趟，请公公吃盏茶。高公公没有推辞，笑容满面的收下，说了几句恭贺话后离去。第164章悔恨。送走高公公三人，江父江母对视静默许久，还是觉得如同做梦一般。他们的女儿乃和离之身，竟得了圣旨赐婚为正妃，这简直匪夷所思，说出去都没人敢信。阿姐，让我瞧瞧圣旨长什么样。江宁少年心性，接受能力比较强，眼睛晶亮地盯着江叔手中的圣旨。江叔递给他，轻声嘱咐：小心些，别弄坏了。弄坏圣旨可是大罪。知道了，不会的。江宁一把接过，拿去江父江母面前展开，三人一起瞧。明黄色的绫锦上以祥云瑞鹤为底纹，两端绣着翻飞的银色巨龙，玉轴握在手里沉甸甸的。三人逐字逐句将皇帝御笔亲书的旨意读完，终是信了。这难如登天的事，竟真让玉征做到了。由此可见，他对江叔确然是情真意切。哎，阿姐又要嫁人了。江宁合上圣旨惋叹。江父照着他脑袋拍了一掌：你阿姐嫁人是喜事，你叹什么气？江宁摸着脑袋道：我舍不得阿姐呀，难道你们舍得？江父江母互看一眼，自然是舍不得的。可女大不中留，再不舍也总归是要出嫁的。江母抹了抹眼角，欣喜失意，高兴道：吩咐下去，今日府中大喜，府中上下各赏银10两。是。管家应了一声，笑容满面的去安排了。很快，赏银的消息传遍府中各处，连门房下人也知道了。以后咱们江家也是皇亲国戚了。江家下人扬眉吐气，与有荣焉。是啊，景王殿下与咱们姑娘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躲在墙角的沈长则听到江家下人的对话，神情激动地冲过去问：你们刚才说什么？下人早就瞧沈长则不顺眼，十分不耐，又趾高气昂道：圣上将我们姑娘赐婚景王为正妃，靖安侯再来骚扰，景王殿下可不会放过。什么？沈长则心中大骇，江叔竟然被赐婚给了景王，这怎么可能？他一介和离之身，怎么可能高嫁皇室？沈长则不能置信，可方才他又是亲眼所见，高公公拿着圣旨入了江家，帝王尽是亲宣的旨意，可非寻常。江叔当真被赐婚景王，他再也没有机会了。沈长则喉中一滚，如吞了烙铁般烧灼难受，顶着一头一身干透的黑狗血，似地狱恶鬼般丢魂失魄的在街上游荡。跌跌撞撞回到侯府时，侯府下人被沈长则的模样吓了一跳，险些没认出来。侯爷这是怎么了？望着沈长则进府远去的背影，下人小声议论。另一人摇头叹气，鬼知道，自从夫人走后，这府里就一团污糟，没一个正常人。松兰院里，徐令仪抱着午睡方醒的孩子，温声诱哄。侯爷见到沈长则，徐令仪吓了一跳，忙将孩子交给碧桃照顾。
一靠近沈长泽，徐令仪便被他身上的腥臭味熏到，眼鼻吩咐：“来人，快去备水给侯爷沐浴。”徐令仪事后沈长泽洗了3遍，仍有淡淡腥臭。他点了熏香给沈长泽熏，沈长泽却一言不发起身走了。侯爷，徐令仪莫名一连唤了几声，沈长泽却恍若未闻。沈长泽的状态很不对，徐令仪好奇发生了何事，起身跟了上去。沈长泽沿着熟悉的小路径直走进了听竹楼。这些日子，沈长泽时常来听竹楼枯坐出神，有时甚至还在听竹楼里喝闷酒。为了方便顺眼，沈长泽还命人在江叔从前住的屋里置了床榻和桌椅。每次他想江叔时，便来听竹楼坐坐。沈长泽上了楼，如往常一般坐在屋中愣怔回想江叔从前在这屋中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徐令仪轻脚走过去，柔声问：“侯爷又想夫人了？”沈长泽眸眶一红，哑声哽咽道：“他被赐婚景王了。”江叔被赐婚景王？徐令仪只觉不可思议，再三追问，得到沈长泽肯定的回答后，他大为震惊地扶着桌子坐下。这怎么可能呢？徐令仪喃喃自语。他自小长在上京，从未听说过和黎之深还能再嫁皇室。更离谱的是，景王是何等尊贵之人，便是清清白白的上京贵女，也不敢轻易肖想。江叔他是如何攀上的？他再也不属于我了。沈长泽双手掩面，悲声痛泪。徐令仪瞧见有泪水从他指缝间溢出，便知他爱惨了江叔，悔痛至极。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徐令仪静看着，并没有出声相劝。他也想念江叔，但不会像沈长泽这般没出息。令仪，我好痛苦，给我拿几坛酒来。沈长泽双目通红，脸上一片如湿。徐令仪一言去了。不一会儿酒来了，徐令仪拿了酒杯欲给沈长泽倒，沈长泽却直接抱起一坛灌了起来。看着清亮酒水一半倒进沈长泽嘴里，一半洒到他的衣襟上，徐令仪面露嫌弃：“酒多伤身，侯爷少喝些，我回去看孩子了。”随意嘱咐了2句，徐令仪起身走了。现在的沈长泽已不是当初他所仰慕的那个少年，可他没法像江叔那般抽身离开，只能同府中其他人一起烂在这府里。徐令仪刚走不久，隔壁揽云院的程景初得知沈长泽在听竹楼，悄悄用轻功翻墙过来。自从徐家人上门问罪后，程景初便被禁了足，日日被关在揽云院中，哪儿也去不了。他已有3个月没见沈长泽了，今日实在是忍不住了，便趁下人不留意翻了墙。自打江叔走后，听竹楼便一直空置，院中下人也被派遣去了别处，是以无人发现程景初。他很顺利地上楼进屋。埋头喝酒的沈长泽听到脚步声，以为是徐令仪，醉声道：“令仪，你回来陪我喝酒吗？”“夫君，我来陪你喝。”程景初走到桌边坐下，给自己倒了杯酒。沈长泽已有几分醉意，但尚能分辨识人。见来人是程景初，他冷了面色道：“你来做什么？”“我来陪夫君。”程景初端起酒杯，扬起笑脸。沈长泽挥手一把扶掉他手中酒杯，啪一声脆响，白瓷酒杯掉到地上，摔成碎片，清冽酒水淌了一地，如同沈长泽同程景初的感情，碎裂成片，只剩泪水。程景初有些错愕，怔怔地低头看着脚边碎片。“走，这是他的屋子，他不喜欢你。”沈长泽声音嘶哑冷厉。第165章官宣。程景初抬头，不敢相信沈长泽对他绝情至此。“夫君，我是景初啊，你忘了我们在边关生死相依的感情了吗？你忘了我是艳阳艳欢的母亲了吗？”程景初声泪俱下的质问。“我只是犯了一点小错，你便抹灭了过往情谊，不要我了吗？”程景初认为他只是让徐令仪不能再生育，又没要他的命，也没害他的孩子，算不得多狠毒。沈长泽冷哼一声，痛恨道：“若不是你步步相逼，江叔也不会离开侯府。可你非但不知错，竟还敢去害令仪，让他险些没命。我从不知你竟如此恶毒。早知如此，他便不去边关，宁愿庸碌一辈子，在上京守着江叔过安稳日子，也好过如今。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一切都不可能重来。”沈长泽面上的嫌恶和冰冷话语，如一支支利剑穿透程景初的心口，剧痛之下生出几分惶恐。他在上京无亲无故，唯有沈长泽一人可依靠。若失去沈长泽的爱，那他便无立足之地了。惶然抓住沈长泽的手，程景初痛哭哀求：“我只是太爱你了，怕你被他们抢走。夫君，你原谅我，我再也不会了，我发誓。”程景初举着手，一脸的信誓旦旦。可不管真假，沈长泽都不耐再听，抽出手道：“离开这里，别弄脏他的屋子。你放心，往后只要你安分守己，你永远都是侯府夫人，可以尊荣淑贵的过一辈子。那你呢？艳阳艳欢呢？我已许久未见他。”闷了。
程景初满心不甘，期望沈长泽能顾念子女之情。沈长泽浓眉紧皱，艳阳艳欢有祖母和母亲教养，你管好自身便可。程景初咬牙，他们都是我10月怀胎生的，你不能剥夺我教养他们的权利。你教养？将他们教得同你一般恶毒吗？沈长泽双目赤红的嘶吼。程景初从未见过沈长泽这般，当下心中绞痛难当，被噎得说不出话来。好半晌，程景初才哀声问：夫君，你当真对我如此无情？这都是你咎由自取。沈长泽闭了眼，不愿再看他。江叔离开侯府后，他也曾想过同程景初守着孩子好好过日子，可这一切都让程景初亲手毁了。程景初不仅害了徐令仪，也将沈老夫人气得一病不起，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沈长泽如今对程景初只剩下厌恶失望，再无半丝眷恋疼爱。一番痛彻心扉的对话让程景初彻底寒了心，起身摇摇欲坠的离开。听到脚步声，沈长泽睁开眼，望着程景初伤心欲绝的背影，沉声道：以后不要再踏足听竹楼。程景初闻言，心像被斧子生生劈开，豁了个大洞，疼得他喘不上气。沈长泽起身，亲眼目睹程景初翻墙回了揽云院后，高声叫来下人：侯爷有何吩咐？下人立在院中询问。沈长泽指着连接揽云院的围墙道：将这面墙加高半丈，再安排几人来听竹楼事后，将我的东西都搬来此处，往后我常住听竹楼。下人闻言大惊，怀疑沈长泽是喝醉了胡言乱语，便佯装应下，转身去禀报沈母。沈母在叫艳阳艳欢10字，听到下人禀报后，诧异起身，匆匆往听竹楼去。沈母进屋时，沈长泽还在喝酒，地上已滚了好几只空酒坛。照这般喝下去，可不得喝死人啊！沈母目光一紧，冲过去夺下沈长泽的酒坛。长泽，你不能再喝了。母亲，给我不喝心里难受。沈长泽伸手去抢。沈母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你这般消沉？之前沈长泽虽也喝酒买醉，但尚有几分分寸，不会往死里灌。今日这般，像是得了失心疯不要命了一样，吓人的紧。他可是侯府唯一的支柱，他若有个3长2短，这侯府上下老小，孤儿寡母可怎么活？沈长泽告诉沈母，江叔被赐婚景王，再也不会回来了。噼啪，沈母手中的酒坛摔在地上，酒水溅了他满脚。沈母一直认为好女不二嫁，江叔早晚会回侯府的，可沈长泽的话让沈母如遭雷击。他不愿相信，却又不得不信。既然盼望江叔无望，那就只能将希望都压在沈长泽身上了。可沈母劝了半晌，嘴都说干了，沈长泽根本听不进去。无奈之下，沈母只好回去给沈长怀写了一封信，期望沈长怀能劝动他。翌日早朝，皇帝当众宣布了赐婚一事，威严肃穆的朝堂瞬间炸开了锅。景王党纷纷进言劝谏，太子党则乐见其成，欲争取一个无权无势之女为妃，还是和离之身，失了莫大注意不说，还会惹人耻笑。总不能将来他登了高位，立一个2嫁女为后吧？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哼！朕圣旨已下，岂有收回的道理？金龙玉座上的皇帝一脸凌肃，众臣面面相觑，一时语塞。皇帝心腹周太傅出声，解释了皇帝赐婚的缘由。末了他道：景王殿下本欲向佛，因报江姑娘之恩才答应成婚，你们竟还反对，难不成是劝景王殿下向佛吗？这众臣看着眷脸清冷，一身凛然凡尘脱俗的玉贞说不出话来。诚如周太傅所说，娶江叔总比向佛好。钦天监已算过，江姑娘就是天赐贵人，与景王殿下是命中注定的一对。周太傅一本正经道。众臣当即询问钦天监监正，监正颔首证实，他昨夜的确卜过一卦，卦象显示江叔与玉贞就是天作之合。曹谦等人见状立即道：如此便是天意，不可违。圣旨已下，太子党又极力促成，周太傅等人也不反对，剩下一小部分人便也只能接受。此事论定，众臣忽而想起什么，纷纷看向沈长泽。江叔先前可是沈侯夫人，如今她再嫁景王，沈长泽是何感想？沈长泽低垂着头，仍觉那些目光刺人的紧，只想快些下朝逃离。景王年岁已不小，婚事需尽快。从即日起，礼部暂缓其他事宜，同钦天监全力操办大婚事宜。皇帝一声令下，礼部尚书和钦天监监正赶忙应下。玉贞全程都没说话，更没看沈长泽一眼，下朝后第一个离开。一些想看沈长泽笑话的官员特意去同沈长泽说话，观察他的反应。沈长泽明知他们意图，却又怒不得骂不得，只能咬牙捏紧拳头走快些。第166章怨憎。宫门前，沈长泽望着玉贞上马车的身影，蓦然想起那次玉贞送江叔回静安侯府。当时沈长泽便觉得
玉征轻扶江叔下车有些怪异，且还为了江叔亲自与他密谈叮嘱。今日才知他们竟早有渊源，可笑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当初他曾逼问过江叔，也因此同江叔生了嫌隙。如今看来，他们怕是早有了往来。难怪江叔铁了心要和离，难怪他能求洞长公主。这一切的一切，皆是因为玉征。沈长则不甘心，快步冲去缓缓启动的马车前，拦下马车。追云紧急勒停马车，面色不愉道：“靖安侯何意？我有几句话想问王爷。”沈长则胸腔里憋了一团火，眼中是熊熊怒意。追云请示玉征，得到允准后打开车门。玉征一身朝服，端坐于车中，居高临下的递着拦路的沈长则，墨眸微拧。靖安侯想问什么？沈长则胸膛起伏道：“王爷是否一直同江叔有暗中往来？”无。玉征心知他在想什么，沉声道：“本王与江叔从前素无往来，他也不知本王身份。你与他和离也与本王无关，是你自己不知珍惜。你不必怀疑他，他在做靖安侯夫人时，从不曾背叛过你。你若不信，可自去查证。但有一点，本王提醒你，她如今是本王的未婚妻，你若诋毁辱没她半分，休怪本王不留情面。”玉征墨眸冷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和压迫。沈长则心头一震，心中生出惶恐之意，更多的是难堪。话已说完，追云关上车门，神情冷然道：“烦请靖安侯让路。”沈长则闻言，沉着脸退避到一旁。马车缓缓驶远，沈长则呆立在原地半晌没动。艳阳照进微微宫墙，玉成沿着寂寥宫道缓步到了永宁宫。殿下，宫人恭敬见礼。玉成抬脚迈进殿内，宫女刚好扶着皇后从内室出来。母后。玉成行礼问安。皇后应了一声，让玉成坐下说话。年近50的皇后身着绛红色宫装，头上佩戴着代表身份的凤钗，雍容典雅中透着庄严端方。虽已极力保养，但面容上还是有了岁月的痕迹。今日可是有什么新鲜事儿？皇后不动声色地探问。玉成说了皇帝给玉征赐婚一事。皇后听完很是讶异，景王竟要娶一个商贾之女做王妃，还是和离之身？前些日子还一心向佛，今日又突然要娶妃，娶的还是个毫无注意的二嫁女。玉征此举着实叫人看不懂。更费解的是，皇帝和玉贵妃竟也纵着他，由着他胡来。皇后凤眸微眯，心中疑虑万千。玉成道：“儿臣也瞧不透，但父皇圣旨已下，满朝皆知，此事应当不会有变。且礼部和钦天监已在着手筹备大婚。”皇后点头，不论他们有何种阴谋，此事对我们来说总归是件好事。这些年皇后最担心的便是玉征娶权势贵女为妃，那可就如虎添翼，更难对付了。听到皇后的话，玉成默了默，拢眉道：“儿臣觉得他并不想同儿臣争什么，母后不必如此忧虑。”自打玉成记事起，皇后就时常反复的同他说，一定要防着玉征，比过玉征，赢过玉征，否则将来他的太子之位会被玉征抢走。他不断努力，小心提防了这么多年，却从未见玉征同他争抢过什么。渐渐的，玉成开始质疑皇后的话：“他不争，你父皇也会帮他争，你怎可放松警惕？”皇后语气陡然加重，怒其不争。这些年你父皇是怎么对我们母子，又是怎么对他们母子，你看不见吗？都说帝王无情，可你父皇同玉贵妃却像寻常夫妻一般，同寝同眠，将他们母子三人宠上了天。你再瞧瞧我这永宁宫，你父皇来过几回，同我说过几句话？身为女人，最让皇后不能容忍的耻辱是，自打生下玉成后，皇帝便再也没碰过她，让她从双10年华守活寡到如今。可这种隐私至极难以启齿的事，她无法同任何人说，只能咬牙藏在心底，夜深人静时独自躲在被子里流泪。她恨皇帝，更恨玉贵妃独占了皇帝。总有一天，她要让他们为她这些年受的耻辱和委屈付出代价。玉成明白皇后心中酸苦，可夫妻之事旁人无法左右，他只能尽量宽慰。然玉成刚一开口，皇后又将矛头引到了他身上：“你自小人善谦和，事事出众，哪样都比玉征好，可你父皇却从不在意，连一句赞赏一个笑容都吝啬。帝王的确无情，他将无情都用在了我们母子身上。”皇后手中的绸帕搅得变了形，凤眸中流露出浓烈愤恨怨憎。玉成看得俊脸沉凝，心情沉重复杂。小时候他也哭过闹过伤心过，不明白都是父皇的孩子，皇帝为何只抱玉征，只夸玉征，只对玉征笑。后来随着他渐渐长大，慢慢习惯了。再后来他成年了，拥有了自己的属下势力，知晓了一些陈年旧事，在愕然中明白了一切。同为男人，同为父亲，同样遭遇，他逐渐明白理解了皇帝。曹家虽无反叛之心，但有些事做得的确太过。他本心悦于相辅千金，
与其也是身份相当。可曹家为了巩固地位，软硬兼施，让他娶了曹家表妹为太子妃，且生下嫡长子。皇帝当年的遭遇，玉成亲身体会了一遍，感同身受。母后既觉帝王无情，又为何要让我成为帝王？玉成盯着皇后的眼睛问。皇后一怔，理所当然道：“你是太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注定要做帝王。可母后并非生来就要做皇后，又为何会选这条路呢？”玉成又问：“你什么意思啊？是想说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吗？”皇后大怒，拂袖打翻了几上茶盏。他的好儿子竟然不向着他！玉成忙道：“母后息怒，儿臣绝无此意。那你是什么意思？”皇后恼怒不已，心痛如绞。玉成缓声道：“儿臣只是觉得母后当年进宫是自己选择的，应当料到会有如此后果，便不该再作茧自缚，徒增痛苦。”玉成的话非但没有让皇后缓和心中怒气，反而怒火更盛。母子俩吵了几句，闹了个不欢而散。第167章规矩。玉贞回府换了身常服，命追云逐风备了厚礼，光明正大去了江宅。圣旨昨日虽已送到江宅，但他并未亲去，是以今日前去江宅，意为提亲求娶。江家下人都已认识玉贞，见到他的车驾，当即进去通报，将玉贞恭迎进门。姑娘，景王殿下来了。下人兴高采烈的禀报。拨着算盘核对账册的江叔闻言搁笔起身，匆匆往前厅走去。玉贞一身墨紫色绸衣，端坐于厅内左侧，带来的礼品堆满了厅中几桌。江叔在门外站定，深吸口气，缓和了激荡心绪后，才迈步进屋。王爷。江叔俏脸微红，似3月桃花，带着几分女子羞涩。玉贞瞧得墨眸一亮，让他坐到身旁说话。两人刚说了没几句，江宁背着江父同江母来了。玉贞身份贵重，按规矩该让他坐上手，但今日他为求娶而来，便让江父江母上座。待两人坐定后，玉贞起身走到厅中，拱手躬身，缓声开口：“我心悦恋爱已久，今诚心求娶。交付钟馗，眼似繁茂，携手一生，定不相负。”江父江母听得眼眶发热，连连点头：“好，好，我们便将淑儿托付给王爷了。”圣旨已下，玉贞本不用来这一趟，但他特意来了，便是表明他对江叔足够重视。江叔感受到玉贞真挚炙热的心意，杏眸微微泛红，眸中水光盈盈。如此氛围，江宁这般纯粹热烈的少年也禁不住哽了喉，红着眼问：“王爷，我阿姐嫁去王府后，还能时常回家吗？我们能常去王府看她吗？”这是江宁最在意、最关心的事。之前江叔嫁去晋安侯府，侯府甚少让他回娘家不说，也不让他们随意去探望，说什么与理不合，规矩不对，江宁听得甚是厌恶。同为弟弟，玉贞明白江宁的心思感受，郑重承诺道：“可以，她只是嫁与我，并非被圈禁，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她不仅可随意回江家，也能如往常一般出门行商巡铺。当然，王府的大门也会随时为你们敞开。”江宁一愣，没料到玉贞如此宽容，不会不合规矩礼数吗？按道理讲，皇室王府可比一个没落侯府更重规矩。规矩？玉贞负手挺立，飒然一笑：“我父皇母妃身居宫中，轻易不会踏足王府，所以在王府，我和你阿姐便是规矩。”经玉贞一提醒，江母才陡然想起，江叔嫁去王府后，既不用侍候公婆，也不用受婆母管制，只要玉贞准允，她便可以畅所欲为。再加上玉贞的包容和疼惜，江叔嫁去王府便是落进了福窝啊！放眼整个上京，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想到此，江母打心底里为江叔感到高兴。江叔听着玉贞的话十分动容，只觉胸腔生热，被感动和欣喜所挤满。原本不舍的江父和江宁听后也大为震触，再没有半丝惶然难过。江母试了试眼角湿润，嘱咐道：“王爷也不必太纵着淑儿，该有的规矩还是得有，可不能丢了圣上和贵妃的脸面。皇帝和贵妃虽轻易不会出宫，但宫外的事也瞒不过他们的耳目。若过于越矩，引起他们不悦，定会让玉贞为难，也会对江叔生出不满。这桩婚事本就是他们高攀了，可不能再惹皇帝和贵妃不快，给玉贞添麻烦。人贵有自知之明，自重者他重，自轻者他贱。江婶不必担忧，淑儿会有分寸的。”玉贞明白，江叔并非恃宠生骄的人。江叔听着他们的言语，只觉无比窝心。玉贞想起要是又到这几日，宫中便会来人纳采问名，然后由钦天监定下吉日，在随聘里一同送来，这般紧迫吗？江父江母有些意外，自来世家贵族大婚都会准备许久，更何况是皇室。玉贞低咳一声，墨眸微闪道：“我年岁已不小，父皇母妃有些着急，还请见谅。都是为人父母，江父江母自然能理解。”当下便道：“早些也好，我们也想抱外孙呢。”玉贞闻言，心中的那点一侧顿消无踪。
去岁江疏被林睿骚扰时，他曾对林睿说他不能生育，当时玉征便猜测是诓骗之言，但并不能确定。后来与江疏接触相处，乃至谈婚论嫁，江疏都从未提过此事，玉征心中的疑虑便所剩无几。而江父江母作为爹娘，定是知晓江疏身体状况，他们方才此言彻底打消了玉征心底最后一丝疑虑。爹，你说什么呢？我这还没成婚呢，哪来的孩子？江疏臊的面皮通红滚烫，两只手搅在一起，不敢去看玉征。行，爹不说，留着贵妃说去。江父笑得开怀，江疏的脸更红了，比7月熟透的桃还要艳上几分，看得玉征喉间轻滚。今日实在高兴，王爷可能同我下几局？江父搓着手，一脸期待。都说其品见人品，江父也想借机多了解了解玉征。好，玉征欣然应下。江宁跳起来道：“我也要下，我也要下。”他还没同玉征下过棋呢。见他们兴致勃勃，江母赶忙让下人拿来棋具摆好，让出位置，拉着江疏走了。母女俩先是吩咐厨房做一桌丰盛席面，随后去了江疏屋中说提计划。玉征虽贵为王爷，但面对江父江宁时，却无半点架子不耐，神色认真的同他们下了一局又一局，三人言谈甚欢。一晃到了午饭时间，厨房做了满满一桌珍馐美肴，一家人坐在一起举杯畅饮。今日做了虾，江宁习惯性的端到自个面前，放下筷子上手剥。玉征见了有些微讶，江父江母怕失礼，急忙劝阻：“宁儿，王爷在呢，不可如此。”江宁不明所以：“王爷在，我就不能给阿姐剥虾了吗？他是包给江疏的。”玉征更讶，眸光扫向江疏。江疏有些不好意思：“阿弟，别包了。”玉征知晓他们是顾及他在，便道：“无妨，我也爱吃虾。”江宁，他这话什么意思？拿他当剥虾工了？为了化解他们的不自在，玉征伸筷夹了江宁包好的虾放到江疏碗中，末了自己也吃了一只。江宁，江疏被玉征的举动逗乐，忍笑道：“阿弟，你快些剥完吃饭。”江宁望着恩爱吃虾的两人，突然就不想剥了。本以为是多了个靠山姐夫，没成想是多了个剥虾对象，这弟弟也太难当了。第168章取舍。饭后，江父江母回了屋中喝药武器，江疏同玉征回了书童院。江宁本也吵着要去，被江母揪走了。烈日当空，屋外仍旧酷热，然屋中置了冰剑，清凉舒爽。两人坐在屋中叙话。楚玉送上一壶茶水后，自觉退出屋子。谭玉同追云在廊下说话，不知说了什么，谭玉的面皮疼得红了起来。竹峰闲着没事，看到冷心立于院角树下乘凉，目光一亮走了过去。冷心靠着树干闭目养神，听到脚步声后睁眼，见是竹峰，倩眉微皱。竹峰倚到树下，细细打量冷心道：“没想到你除了面纱，竟生得这般清秀，只是这身打扮不太好，跟楼里的清官似的。”冷心虽由暗卫转成了明卫，但仍旧一身紧身黑衣，乌发高束做男子装束，本是飒爽冷酷的打扮，落在竹峰口中，简直就是狗嘴里吐出不像牙来。冷心随手摘下树上叶子，当作暗器朝竹峰的嘴射去。竹峰毫无防备，被树叶打了个正着，嘴唇立时泛红生疼。“你做什么？想打架？”竹峰惊瞪着冷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冷心斜睨着他，将厌烦都写在了脸上。若不是竹峰身份比他高，他受他和追云管制，他真想将他暴揍一顿。想到竹峰方才的话，冷心用古怪的眼神看着他道：“你经常逛楼子，癖好这么独特，主子知道吗？玉征要知道，定会将他有多远扔多远。”“你胡说什么？我可是正正经经的爷们，纯的。”竹峰拍着胸脯证明。冷心懒得理会，一个纵身躲上了树。可竹峰就跟块狗皮膏药似的，不依不饶地跟上了树，聒噪不停，比树上的蝉还烦人。冷心很想将他打下去。屋中一片详静，玉征从袖中取出一只巴掌大的锦盒，递到江疏面前。“这是什么？”江疏接过好奇打开，锦盒里躺着一把白玉书，边缘镶着黄金缠花，十分精致漂亮。江疏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的瞧着，爱不释手。玉征道：“这是金玉良缘书，往后便用它书法。”玉征说着，从江疏手中拿过玉书，起身走到江疏身后，动作轻缓地给他梳理披背断发。这种轻缓如流水的温柔，令江疏心间一颤，欢喜不已。这是玉征送他的第3件礼物了，他该送什么做回礼才好？江疏绞尽脑汁，想到玉征离开，也没能想到。是夜，东宫，圆月高挂，清辉洒地。玉成处理完政务，习惯性的去了侧妃院中。侧妃乃是襄府千金谢婉若，与玉成情投意合，为了玉成甘愿入宫为侧妃。玉成进屋时，谢婉若刚沐浴完不久，湿发半干，拿了本书给3岁的儿子讲故事哄睡。殿下。屋中宫婢行礼问安。谢婉若闻声侧眸，见到玉成后露出温婉笑容，
似和风流云般，令人心情舒畅。父王，软榻上的孩子一咕噜起身下榻，鞋也不穿，扑向玉成。玉成弯身将他抱起，走到榻边坐下，一家三口轻笑着说话。我想听父王讲故事。软糯童音飘进玉成耳中，只觉悦耳无比，一日疲累烦闷顿扫而空。行，父王给你讲。玉成接过谢婉若手中的书，缓声讲了起来。谢婉若知玉成忙了一日，定是坚硬臂酸，食指先给玉成按揉放松。一家人相处的其乐融融，屋中阴满温馨。宫婢挑了珠帘进来，不忍打破道：“殿下，太子妃遣人来问，殿下何时过去安置？”玉成闻言一愣，眉头立时皱起。今日15了。谢婉若点头：“是，殿下早些过去吧。”玉成不爱去太子妃院中留宿，但每月初1、15是定例，他不得不去。瞥了一眼榻上孩子，玉成抿唇道：“告诉太子妃，本宫将浩林哄睡就过去。”是。宫婢俯身退下，去转告太子妃的宫婢。玉成接着方才的故事继续讲。1刻钟后，榻上孩子缓闭上眼，进入梦乡酣睡。谢婉若轻唤了声，外室宫婢轻脚进来，动作轻缓地抱走了玉浩林。玉成放下书，微微后仰，将脑袋靠近谢婉若怀中，磕上眼，任由她给自己按头。约莫过了盏茶时间，玉成睁眼坐定，伸手将谢婉若拉入怀中，坐于她膝上。殿下。谢婉若交换，藕臂轻勾住玉成脖颈。玉成拥着她，嗅着她身上清香，半点也不想离开。瞧着眼前水润红唇，玉成喉间一滚，轻声吻了过去。两人情愫浓沉，一番缠吻下来，异动不已。可今夜玉成要去太子妃院中，谢婉若压下心中滚烫，懂事道：“殿下快去吧，否则太子妃该等急了。”太子妃曹慕雪知书达理，每次有何不快时，并不会直接同玉成闹，而是会去永宁宫告状，明里暗里的折腾谢婉若。曹慕雪很有分寸，不会做得太过分，一切都有理可循，让人挑不出错来，拿他无可奈何。玉成不想让谢婉若和玉浩林受委屈搓磨，便是心中不愿，也只能起身离开。送走玉成后，谢婉若坐到妆台前，让宫婢给她抹头油养发。宫婢是谢婉若的陪嫁婢女应容，谢婉若同她十分亲近，无话不谈。娘娘可觉得委屈？应容有些心疼自家小姐，明明是相府千金，才貌双全，与玉成身份相当，本该为正妃，却硬生生被曹慕雪横插一脚，只能屈居于侧。就连每月的初1、15，也必得忍着不舍，劝玉成去曹慕雪院中。怎么会委屈呢？殿下的心在我这呢。谢婉若对镜浅笑，并不计较。可太子妃仗着有皇后撑腰，时常寻衅折腾娘娘，实在过分。应容愤愤不平。谢婉若笑道：“你觉得玉贵妃可委屈？”应容一怔，随后摇头道：“玉贵妃独得圣上专宠，怎会委屈？”谢婉若道：“那你觉得我同玉贵妃有何不同？”应容恍然。谢婉若继续道：“殿下如今羽翼未丰，难免受人掣肘，可他总有一天会登位，皇后也终会老去。到那时，曹慕雪便是能留得后位，也只是同如今的皇后一般，空有虚名罢了。”这些年，谢婉若早已想透，女子以夫为天，名分只是空有其表，夫君宠爱才是实质。就像玉贵妃，她除了没有得到皇后之位外，什么都拥有了。物极必反，人不能太贪心。第169章，跪求。江叔一直记挂着给玉贞回礼的事，最终在楚玉的提议下，决定亲手绣制香囊。楚玉说，香囊、响囊是女子送男子最好的定情相思之物。因着楚玉这话，江叔和谭玉都拿起针线，挑了花样绣了起来。看着江叔专注认真的模样，添茶的楚玉轻声道：“姑娘的心意都绣进去了，王爷收到后定会十分欢喜。”江叔闻言，唇角微弯，想象着玉贞收到香囊后的模样，唇边的笑容越来越大，满心期待。其实江叔少时不爱针线，女工做的并不好，可在晋安侯府那几年，他困在侯府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时见楚玉做绣活，便也跟着打发时间。几年下来，竟也学得小有所成，绣出来的东西虽比不上专业绣娘，但也绝对能拿出手。这日江叔正在屋中绣香囊，下人匆匆来报：“姑娘，宫里来人了。”江叔一听，赶忙放下手中针线，起身去见。如玉贞所说，是来问名的。拿到江叔的生辰八字后，没有多留，立时便走了。许氏皇帝和贵妃当真着急，问明没几日，钦天监便择定了吉日，礼部按规制备好聘礼。玉贵妃和玉贞又添置了一些，浩浩荡荡送来江宅。饶是江家大妇见到那堆满前院，走路都需绕道的聘礼，还是被惊到恶眼。这规格，怕是太子娶妃也不过如此了。礼部尚书亲奉上礼书，钦天监正送上大婚吉日。这一日，江家门前看热闹的人经久不散，江家下人搬运规整聘礼，直至落日黄昏。晚饭桌上，一家人高兴的闲话，江宁提到了婚期。10月15，
阿姐只能在家待2个多月了。江宁叹了口气，惆怅地戳着碗中米饭。虽然玉征说过江叔可随意回江家，他们也可随时去王府，但总归不住在一处，不可能日日见面。江父也心生感慨，一晃你阿姐就要出嫁了，这1年过得可真快。他恍惚觉得江叔才归家没多久呢，你俩还有时间长吁短叹，就剩下2个多月了，可得赶紧着手准备嫁妆。江母瞪了父子俩一眼，有些着急。提起这事儿，江父霎时正色起来，拿出父亲的态度道：是得准备，我这腿脚不便，就只能由你和宁儿来办了。江叔羞赧道：爹娘不必如此，我院中那些嫁妆便够了。去年和黎归家带回来的嫁妆，江父江母并没有收纳，仍旧让江叔自己留着，足足堆满了江叔的小库。那可不行，你先前嫁的是侯府，这次嫁的皇室王府，嫁妆怎么也得翻一翻。江父一脸郑重。再则王爷和贵妃特意添聘，送来如此丰厚的聘礼，咱们也得回以诚意才行。江宁也道：对，阿姐一定要风风光光的出嫁，叫那些不看好的人呕吐血去。瞧着少年意气风发的模样，江叔逗他：可我若是将家里的财产都带走了，你往后娶媳妇怎么办？江宁挺着胸脯道：我会自己挣的，再说了，江记的铺子会一直生钱，等我娶妻时又是家财满库。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够用就行，一家人不必分得那般清楚。且江宁很明白，江家的铺子现在都由江叔掌管经营，钱都是江叔挣的，理应归他。一家人温馨地说着话，管家来了：老爷姑娘，江理事他们来了，跪在门外不肯走。管家知晓江父江叔他们不愿见，已极力劝说许久，可他们死活都不肯走，甚至直接跪在了门口。此时天还未黑，路上还有行人经过，看到江宅门前跪着2妇人，不由惹人注目非议。他们又想做什么？江母皱着眉头，一脸不悦。江叔和江父对视一眼，心中已然猜到。我去打发他们走。江叔起身。江母道：我同你一道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江母又不傻，江叔和江父能猜到的事，他也能猜到。江叔一个晚辈去见2个不要脸的泼妇，恐会吃亏。我也去保护阿姐和娘。江宁豁然起身。3人一道，气势汹汹的去了。为防江里是他们撒泼胡闹引人围观，江叔让人将他们带进来，在前廊说话。一见面，江李氏2人就跪了下来，悲声哭求：以前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不对，叔儿，求你看在亲人一场的份上，救救你大伯三叔吧。语罢，2人直接对着江叔磕头。江叔侧身避开不受。江母冷声道：他们犯的是死罪，谋害的还是叔儿和他爹，你们竟还有脸来求叔儿救他们，简直可笑。别说叔儿救不了，便是救得了，也绝不会救。江李氏2人闻言，直觉颜面无光，但还是忍着屈辱哀求：少和少华只是一时糊涂，才会酿下大错，他们已经知错悔改了，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叔儿马上就是景王妃了，只要他去求景王，一定能救他们的。悔改？江叔听到这2个字，唇边泛起讥诮：你们不用诓骗我，当初在大理寺狱，我曾亲口问过三叔，他并无半丝悔错，只恨时不与他，没能害死我和我爹，没能早些逃走。江李氏2人不知江叔曾去过狱中，听了这话被惊到，随后赶忙找补。可不论他们怎么说，江叔江母都不为所动，甚至江宁听得烦恶了，还反骂了他们几句。见他们油盐不进，江李氏2人知道此路不通，便站起往江家里面冲。江宁愣了一下，旋即吩咐下人拦住他们。下人快速将2人拦下：放开，我们要见少东，我要去问问他，是不是真那般狠心无情，连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也不救。他们爹娘在天有灵，知晓他对亲兄弟见死不救，定不会饶过他。骂完江父，2人又转头斥骂江叔：你个丧门星，都是因为你他们3兄弟才闹到决裂，你回来之前一切都好好的，我们都给你跪下磕头了，你还这般冷心冷血，你害死了江云还不够，还要逼死你大伯三叔，难道夜里不会不安，良心不会痛吗？你别以为你使了狐媚手段勾搭上景王，便可目中无人，肆意妄为了。早晚有一天，景王会看清你的蛇蝎面目，将你厌恶休弃。第170章来信。听到2人怨毒咒骂的话，江叔杏眸冰冷地地着他们，从容应对。祖父祖母的却在天有灵，才保佑我和我爹平安无事，将2个罔顾手足亲情的豺狼送进了牢狱。你们既知我将成为景王妃，便该心存敬畏，言行三思，否则便是我不追究，景王也不会放过你们。就你们方才那些话，若传到景王耳中，足够你们全家一起上路了。江叔俏脸冷沉，声音冰寒，气势慑人，害得江李氏2人心头一颤，猛生出几分惶恐惧意。他们想救江少和江少华不假，可也不能把自己搭进去，那可就得不偿失了。2人对视一眼，生了犹豫迟疑。江宁趁机道：你们走不走？不走我可让人去王府了。别，我们走，
我们走。江李氏二人神色狼狈的落荒而逃。看着他们惶急慌张的背影，江宁觉得很是解气，故意大声吩咐门房下人道：往后他们再来，直接去景王府，让景王抓他们下大狱。江李氏两人听后身形一颤，跑得更快了。带出了江家大门，两人走到街角，遥望着暮色昏沉下的江宅二字，心有不甘，然更多的是畏惧。咱们就这么走了吗？不然你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攀上了景王，我们根本惹不起，总不能当真一起上路吧？若真是那样，死了连给他们收尸的人都没有，只能被丢去乱葬岗喂野狗。他们也太狠心了，血脉相连的亲人都见死不救。哼，等着瞧吧，他们会遭报应的。江云和他爹做鬼也不会放过他们。真是白跪了这么久，膝盖都磨破皮了，疼死了。江李氏咒骂抱怨着，一瘸一拐地扶着墙走了。江宅内，江叔三人回到饭桌，江父还坐等着，碗中饭才吃了小半，但一家人都没了继续用饭的胃口。江父拧眉问了几句，江宁道：放心吧爹，他们不敢再来了。江父便没有再问，左右也不过是那些话。叹了口气，江父沉声道：你过几日便要去学堂了，趁这几日闲暇在家，赶紧陪你娘将嫁妆备好。知道了爹。江宁应下。江父又对江叔道：皇室规矩森严，景王虽对你格外宽容，但咱们自己也要懂分寸，识大体。往后不必要的事就交给掌柜们去做，尽量少抛头露面。好，女儿记下了。江叔温顺应声。三人心知江父是因江李氏二人来闹，又想起了江少和同江少华，心中难受，故意没话找话，不想叫他们担心。说起来，江少和江少华被判秋后处斩，也没剩多少日子了。毕竟是一母同胞血浓于水的亲兄弟，待到江少和二人处斩时，江父怕是又要难受些日子。好在有江叔即将出嫁这桩喜事压着，江父的情绪尚算稳定。接下来的日子，江叔听江父所言，无要是不再出门，在家中绣香囊待嫁。7月29，宫中来了2名嬷嬷和3名绣娘，来给江叔量身做喜服。若嫁寻常高门，嫁衣都由女主自行准备，可皇室王府喜服都由宫中司衣局准备。姑娘的身段可真好，待大婚日穿上贡锦所制的喜服，定然冠绝上京。嬷嬷和绣娘一边给江叔量身，一边笑容满面的夸赞。江母听得高兴，走时给了他们1人1袋银子。几人拿着沉甸甸的银袋子，欢喜而来，高兴而走。被折腾了半天，江叔长舒口气，正准备回去将香囊收尾时，下人送来一张邀帖，是玉兰邀他同孙怡君过府小聚，就是今日。正巧近日在家中待得有些憋闷，江叔回去换了身衣裳，带着谭玉冷心去了平西将军府。孙怡君比江叔早一步到，江叔进去时，他已经在同玉兰品茶了。桌上摆着各色点心小食，果铺水果，玉兰泡了好几种茶叶，请他们一一品尝。三人松散慵懒地说着话，吃着点心品茶，好不惬意。10月15大婚，你们怎地这般急？我和玉媛还在你们前面定亲呢。孙怡君有些诧然。江叔听了这话，面皮微红，不知如何作答。玉兰瞥了江叔一眼，笑道：可不是他们急，是我父皇母妃急。孙怡君说不出话了。江叔顺口问道：你和玉世子的婚期定得何时？明年3月。孙怡君撇嘴：我觉得有些早了，不想这么快嫁人，可没人听我的。江叔和玉兰闻言对视一眼，笑而不语。他们心中都清楚，以孙怡君的脾性，若他真不同意，这婚期压根定不下来。他如此说，不过是女儿家的娇羞罢了。你我是好友，阿征又是我亲弟，你们大婚，我可得好好备份大礼。玉兰说这话时，笑望着江叔，美眸中透着狡黠的光。江叔头皮一紧，有不好的预感。孙怡君眸光晶亮地凑近玉兰，好奇叹道：什么大礼？以他对玉兰的了解，这里只怕不太正常。保密。末了，玉兰又道：放心，等你大婚时，我也会给你备份厚礼。孙怡君的心立时紧了起来，连连摆手：其实不用这般客气。玉兰一本正经道：这可不是客气，是礼数。孙怡君，这礼数真叫人害怕，大可不必。江叔抿唇浅笑，有孙怡君一起，他突然就没那般忐忑了。落日西沉，沈长泽踏着残阳余晖回了晋安侯府。自从上次问过玉征后，沈长泽便一直在查江叔这些年与人的往来，可查来查去，只查到玉兰对江叔格外照顾。沈长泽猜测是玉征受益，可除此之外，江叔同玉征并无往来。沈长泽坐在听竹楼中，有些颓败茫然。难道当真是他做错了？江叔对他失望透顶，心灰意冷才离开的吗？侯爷，二公子来信了。霍冲城上刚收到的信件。沈长泽从争冲中回神，接过信撕开查看。沈长怀并无要事，信中只写了寥寥几语，皆是劝诫。其中有一句话叫沈长泽颇为震触：男儿志在天下，兄长若想叫江姑娘高看几分，
便该振作起来，做出一番功勋伟业。喉间滚了滚，沈长则捏紧手中信纸，起身抱起桌上酒坛，狠灌了一口后，走到屋外，重重将酒坛砸下楼。第171章赏月。8月初1开始，景王府上下都忙开了。除了当年开府宴请过一次，景王府在未办过旁的宴会，府中已有多年没这般热闹，兴师动众了。管家管事各司其职，带领府中下人将前庭后院、房顶屋内从里到外由下至下全都打扫修葺一新，就连府中养着捕鼠的一窝猫都挨个被抓着洗了澡。8月15，中秋家宴，皇帝龙心大悦，让后宫嫔妃和文武百官都出席参宴，还在御花园设了游园赏月会，一直热闹到月上枝头才散宴。玉征离宫后坐上马车，却并没有回王府，而是往江宅而去。经过崇明主街时，听到车外喧嚣不断，玉征撩起车帘，一脚往外瞧。与平日不同，今日的大街灯火通明，到此时仍旧热闹非凡。百姓们手中提着各色花灯，三三两两的结伴猜谜，或一家人出行，逛着街边摊铺，欢声笑语一片。玉征很喜欢这种场景，百姓脸上的笑容是一个国家强盛与否的最好证明。国安家财安。马车驶过喧闹大街，拐进江宅附近的僻街，四周陡然安静下来。约莫过了盏茶时间，马车缓缓停下，追云打开车门：“主子，到了。”玉征钻出车门下车，抬步往敞开的大门走。追云逐风跟在他身后，一人拎着一只食盒，一人提着一只花灯。门房下人殷勤带路：“王爷请随小的来，姑娘他们在花园赏月。”明月当空，银辉铺地。玉征踏着月光到花园时，江叔几人正在玩蒙眼抓人的游戏。刚好轮到江叔抓人。见到玉征，江宁灵机一动，冲谭玉几人做了个噤声手势，让他们悄悄退到边上。阿弟，你们在哪儿呢？怎么没声音了？蒙着眼的江叔竖起耳朵听着周围动静，双臂张开四下搜寻。阿姐，我在这儿呢。江宁边喊边往玉征的方向挪。江叔循声追过去，直直撞进了玉征怀里。玲珑峭鼻撞到玉征紧实胸膛上，疼得江叔有些发猛。玉征也低低闷哼了一声，下意识伸出长臂环住江叔腰身，以防他跌倒。察觉到不对，江叔脑中一激灵，赶忙扯下蒙眼绸帕，抬眸一瞧，杏眸对上墨眸，江叔又惊又喜。你什么时候来的？玉征抬手替他理了理脸上碎发，缓声道：“刚到就被你抓住了。”咦？江宁听不下去了，走去桌旁喝茶解酸。玉征牵起江叔的手，跟着过去同江父江母打招呼：“王爷。”江母起身见礼。玉征虽不日就要成为他们女婿，然身份实在过于尊贵，不论何时他们都得见礼。不必多礼。玉征同江叔坐下，追云将食盒放到桌上打开，端出里面的东西，是几样宫中点心以及一碟挑好的蟹肉。江叔看得杏眸一亮，接过玉征递来的小银勺，舀了往嘴里送。我也要吃。江宁拿喝甜汤的白瓷勺，狠挖了一大勺。江家晚饭桌上也有螃蟹，姐弟也吃过，但谁能拒绝一碟挑好的蟹肉呢？江宁倒也不是嘴馋，就是故意报复上次玉征吃他包的虾。玉征扫了江宁一眼，将江宁写在脸上的心思尽收眼底。这碟蟹肉是玉征在宫宴上一只一只、一点一点亲手挑的，他足挑了5只才得这么一碟。好在江宁知晓分寸，没有再挖了第二勺。这是宫中御厨做的点心和乐团。玉征将几碟点心放到桌子中间，让江父他们品尝。江宁一听来了兴致，好奇宫中御厨做的点心究竟有何不同。江父江母也未尝过宫食物，都拿了一块尝起来。真好吃，比酒香斋的还好吃。江宁吃完一块赞不绝口，将手伸向另一种。江父江母也赞，确实美味，宫中之物果然不凡。江叔吃着碟中蟹肉，眸光却盯着桌上点心，纳闷到底有多好吃，才叫他们连声称赞。终于吃完最后一口蟹肉，江叔放下空碟，拿了糕点品尝。龙须酥、宫廷桃酥、乐团。江叔挨个尝了个遍，觉得乐团有些甜腻，龙须酥入口即化，桃酥香脆化渣，说不出哪里不同，但就是比宫外的点心好吃几分。难怪都说天下好物皆在皇宫，看来此言不虚。江父江母一样尝了一块，同玉征说了几句话，借口罚了回屋休息，想留点时间让江叔同玉征独处。可偏偏江宁不识趣儿，铁了心赖着不走，说要同他们一起赏月，3个人更热闹，对吧？江宁假装征求玉征意见。玉征墨眸凝了凝，唯心点头。没关系，他再忍2个月，便日日都能同江叔独处了。如此想着，心中郁结顿消。玉征挥手，竹峰城上提了许久的花灯。你做的？江叔接过玉征递来的兔子花灯，左瞧右看喜欢的紧。玉征轻咳一声，不是，宫中匠人做的。顿了顿，玉征又道：
你若喜欢，明年我们可以一起做。明年他们便能一起过中秋，一同入宫参宴了。日同食，夜同寝。轻轻咀嚼着这6个字，玉珍心中生出圣蜜甜意，期待不已。江叔江宁不知玉珍心中所想，两人凑在一起研究花灯。宫里的花灯难道也跟宫外的不一样？江宁上手将花灯摸索个遍，不知碰到了何处，兔身一侧出现了嫦娥奔月的剪影，另一侧则出现了月宫剪影。咦，真不一样！江宁很是惊奇，江叔也觉着新奇，招呼楚玉、谭玉上前来瞧。玉珍有些意外，早知他们喜欢花灯，他便从宫里多拿几只了，不过顺手的事儿。玉珍静坐良久，江宁终于玩够了花灯，打着哈欠走了。你们赏吧，我明日还要去学堂。江宁走后，楚玉拉着谭玉也退远了些。此时圆月如盘，银辉玉盛，照得园中明亮幽静，微风轻拂树叶，发出沙沙声，似在奏乐。坐了许久，两人起身沿着园中小径漫步，边走边轻声说话。忽然江叔想起什么，回身叫来谭玉耳语了2句。谭玉听后瞧了一眼追云，匆匆回了书童院。很快谭玉小跑着回来了，轻唤江叔到一旁，将拿来的东西悄悄塞到江叔手里。玉珍墨眸微拧，不解他们在做什么。第172章香囊。待江叔回来，玉珍望着不远处的屋顶问他，可想站高点赏月？江叔顺着玉珍的视线看去，略微思索后道，想。两人走到房屋前，玉珍长臂一伸，箍紧江叔纤细腰肢，带着他纵身飞上屋顶。江叔不会武功，落地时有些站不稳，生怕摔下去，紧紧地抓着玉珍。别怕。玉珍牵着他的手，带着他走向最高的屋脊处。高处不胜寒，江叔感觉所有的夜风都吹到了他们身上。可高处视野辽阔，不仅能更好的赏月，也能俯瞰整个花园景色。两人仰头望着天上明月，只觉满心愉悦欢喜。年年岁岁月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景色，而是一起赏景的人。瞧了一会儿，江叔捏紧手中之物，紧张地送到玉珍面前。给你。玉珍接过，墨眸惊喜不已。你绣的？江叔娇羞点头。这只香囊他绣了半月，今日才寻着机会送给玉珍。你可喜欢？杏眸忐忑地看着玉珍，江叔有些惶然，生怕玉珍不喜。然玉珍怎么可能不喜？这是他心爱女子亲手所绣，珍贵无比。你摸摸看。玉珍直起江叔纤细柔仪，至于他心口处，让江叔亲手感触他激跳的心，将他心中狂喜直接传递于他。咚咚咚咚，薄薄衣衫下藏在胸腔里的那颗心强有力的激跳着，一下又一下撞击着江叔手心，令他生出一丝酥痒之感，快速蔓延至心底，诱着他的心也跟着加快跳动。他怎么跳得这般厉害？江叔甚至怀疑玉珍的心随时都会破胸而出。玉珍弯唇低笑道，因为他心悦你，感受到你也心悦他，很高兴很高兴。如此直白的情话，江叔听得面皮发烫，玉珍深情凝视的眼神更令他如心如肋骨。但他可不敢让玉珍摸他的心。清冷月光打在江叔脸上，将他的小脸映得银白如玉，美丽杏眸中盛满似水柔情，看得玉珍心间发颤，喉间微滚。叔儿。玉珍难耐的低唤一声，修长手指衔起江叔下颌，低头吻了下去。情到浓时，必得做些什么来宣泄，否则越积越盛，浑身难受，坐卧不安。考虑到屋顶不甚平稳，玉珍没有深吻，仅限于唇瓣，辗转厮磨。吻着吻着，江叔的手从玉珍胸口移到后背，紧紧地抱着玉珍。得到回应，玉珍欣喜愉悦不已，吻得越发温柔缱绻，像对待一件稀世珍宝般怜惜。一吻毕，玉珍轻喘着吻了下江叔光洁额头，哑声克制道：“还有2个月。”什么2个月？江叔脑子被吻懵了，一时没反应过来。玉珍低笑道：“还有2个月，你便是我的妻，可以做些别的了。”江叔闻言，终于回过味儿来，霎时羞红了脸，连耳根都烧了起来。他这反应，玉珍看得很是喜欢，拉着他在屋脊上坐下，将他轻拥在怀里，享受这一刻的宁静温情。屋顶下，花园中，谭玉将追云叫到凉亭，羞赧地拿出香囊送到追云面前。追云很是意外，接过香囊在身上摸了一圈，什么也没摸到，恼窘道：“我没有东西送你。”谭玉咬唇，这又不是交换礼物，没说一定要你送。追云握着手中香囊，凑到鼻尖嗅了嗅，好香。谭玉道：“这是我从姑娘那顺的香料，随配于身，可提神香身。”追云从未佩戴过香囊，听谭玉如此说，又凑近闻了闻，一股清凉之气钻入鼻中，直冲脑门，却有醒神之效。多谢，我很喜欢。追云迟疑了一瞬，试探着伸手将谭玉揽进怀里。谭玉浑身一僵，却并没有推开。
圆月缓移，夜色渐深，玉征明白该走了，不舍得松开怀中人。玉征带着江叔下了屋顶。江叔知道他要走了，轻声道：“我送你。”好。两人牵着手，一道往大门走。竹风、追云几人赶忙跟上，目送着玉征上了马车离去后，江叔折身进门，回书童院歇息。这一晚，江叔同谭玉心情舒畅，睡得很是香甜。而另一边，玉征同追云得了香囊，回府后对着烛火瞧了许久。青色的锦缎上一朵粉芍怒放，露出点点黄蕊，花甚美，就是这针脚略有些不足，但这是江叔亲手所绣，韵满心意，玉征便觉无甚不好。侍卫房中，追云细瞧着手中香囊，越看越喜。蓝色锦缎上一朵白芍处处绽放，像娇美的少女，纯洁无瑕。追云很意外，没想到谭玉女工竟这般好，绣出的芍药栩栩如生，很是精致。翌日，玉征同追云都将香囊挂在了腰间，两人看见对方身上的香囊，同时一怔，随即了悟，心照不宣。竹风闻到了味儿，狐疑道：“主子这香囊怎么跟追云的长得差不多？一个地方买的？”同追云共事多年，竹风还是头一次见他配香囊，觉得很是稀奇。然追云和玉征都没有同他解释，径直出了门。竹风不解挠头，满头雾水。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已是8月27。这一日天气晴好，一年一度的秋显开始了。皇帝换下龙袍，穿了一身旗装，同皇亲臣子一道去围场秋猎。围场位于京郊大营不远处，需进行2天1夜。养了1年，围场里的猎物十分丰富肥硕。众人兴致高涨，在皇帝的带领下，骑马冲进围场，争相竞猎。玉征带着第一次进围场的庄韵，耐心教他瞄准射猎。庄韵觉得很有趣儿，学得很是认真。云卷云舒，日落月升，2日时间一晃而过。第2日下午回上京后，玉征将他猎到的猎物送了一半去江宅。江叔得到禀报，去招待玉征。追云同竹风将猎物搬去厨房，眸光瞥见玉征腰间的香囊，江叔平眉道：“这只香囊。”玉征低头瞧了一眼，解释道：“放心，没有弄脏，我狩猎时没有佩戴。”不是。江叔不解道：“这不是谭玉绣的那只吗？怎么在你身上？”什么？谭玉绣的？玉征一愕，脑中怔了一瞬，随后快速思索回忆。那天晚上，他记得谭玉跑得很匆忙，月色虽明亮，但终究不是白日，也没有烛火清晰。玉征又想起追云身上那只香囊，同他这只极为相似，怕是谭玉没留心弄混了。第173章清洗。江叔回想起那晚的事，也很快想明白了这其中弯绕，赶忙让人去叫谭玉和追云来。谭玉刚将追云、竹风带到厨院，还未放置好猎物，便得知玉征和江叔传唤他们，慌忙去了。谭玉，这可是你绣的那只香囊？江叔将玉征配了10几日的香囊递给谭玉，谭玉茫然接过，查看一番，确认是他绣的那只，转头望着追云狐疑道：“我送你的香囊怎么在姑娘这儿？”追云他一时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你那只香囊在哪儿？玉征盯着追云问。追云从怀中摸出，呈到玉征面前。方才搬运猎物，他怕弄脏，就将香囊收进了怀里。蓝锦白芍，是我绣的那只。江叔一眼认出，语气笃定。追云闻言，只觉脑袋啪的一声炸开了。看着追云手中绣工精致的香囊，玉征墨眸冷凝，从追云手中拿回后，紧抿着唇，一言不发。这是怎么回事啊？谭玉一头雾水，还不知自己犯了大错。江叔深吸口气，简单解释了来龙去脉。谭玉听完，这才知道自己弄错了，赶忙认错赔罪。得知自己竟将江叔所绣的香囊配了10几日，追云头皮紧绷，心中直打鼓，不敢去看玉征。好在有江叔在，又临近大婚，玉征并没有动怒为难，只是一直沉着脸。玉征本就通身端贵，气势迫人，一生气更是冷厉慑人的紧，谭玉害得大气都不敢出。一直到玉征离开江家，谭玉才松了口气。姑娘，对不住。谭玉再次向江叔请罪，眼眶泛红，快要哭了。江叔望着他，俏脸沉凝道：“罚你半年例，引长长记性。往后若是去了王府，还这般粗心冒失，犯了错，我孔也保不了你。”楚玉和谭玉跟随他多年，定然是要随他陪嫁去王府的。从这1年的接触来看，玉征平日御下极严，是以往后去了王府，他们也得遵守王府规矩，一视同仁。楚玉、谭玉明白这个道理，回屋后，楚玉又耳提面命的警戒了谭玉许久。谭玉自知有错，不敢反驳，牢记于心。落日西沉，马车回到王府时已是傍晚。玉征进府回主院歇息，进屋前沉默一路的他忽然问追云：“你对这香囊做过什么？”追云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心瞬间提起，惶恐拱手道：“属下什么也没做，
就是正常佩戴。竹风，他又能对一只香囊做什么？凝地良久，玉铮冷声道：“往后让谭玉仔细些，再有下次，你便绕王府50圈。”是。追云谨声应下，后背已尽出冷汗。竹风不解，挠着头问追云：“谭玉犯错，为何要罚你？”追云瞥了他一眼，低声道：“你再说下去，咱俩今日就得跑圈。”竹风一听，立时闭紧了嘴，他还是将疑惑留着晚上下饭吧。玉铮回屋，命婢女打来清水，将香囊里的香料倒出来后，亲自清洗香囊。这香囊被追云佩戴过，还揣在怀里过，已然不干净了。可这是江叔送他的第一件礼物，且是亲手所绣，珍贵非凡，多洗几遍还是得要。王爷，奴婢来洗吧。婢女瑞雪上前伸手，欲拿过玉铮手中的香囊。玉铮避开，声音冷冽：“不必，多打几盆水来。”是。另一婢女双华应声，拉着瑞雪走了。出了屋子，瑞雪小声咕哝：“不过一只香囊，王爷竟要亲自洗。”双华道：“那香囊是准王妃亲手绣的，意义非凡。他们每日侍候玉铮起居，自是知晓。”瑞雪浑不在意：“那又如何？还不就是只香囊？一只香囊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他也会绣。”玉铮一连清洗了10遍，双华提醒他再洗下去该褪色磨损了，他才作罢。拿去晾干，好生照看着，不可出半点差错。玉铮将香囊交给双华，双华做事素来稳妥负责，玉铮比较放心。是。双华将香囊晾挂在院中，亲自盯着。瑞雪借口陪双华盯着香囊瞧了半晌，将模样牢牢记在心里。看到玉铮的反应和阴沉的脸，追云决定将谭玉绣的香囊珍藏起来，再也不要出现在玉铮面前。接下来的几日下了一场连绵秋雨。雨停放晴时，便是江少和江少华同一众山匪以及赵仁贤等人的行刑之期。江里是几人等在刑场外待行刑结束后，哀声悲哭着给江少和2人收尸。至于赵仁贤等人和那些山匪，无人收尸，则由牙叉统一将尸体收敛，丢去了乱葬岗。得玉铮承诺存活下来的李丽娘母子，被发配去了苦寒之地，连给赵仁贤收尸的机会都没有。江里是几人痛恨江叔到了极点，故意将丧事大办了几日，以此恶心晦气江叔。江叔没有被晦气到，江父却低沉了好一段时日，甚至还病了一场。一直临近江叔大婚，在江母的劝说下，江父才渐渐恢复如常。10月初7，宫中送来了大婚喜服和凤冠。凤冠主体为纯金花冠，上镶红色宝石和东海珍珠，又贵又重。工人让江叔氏戴了一下，重的超出江叔想象，压得他抬头都费力。宫中贡锦所制的喜服，前面绣着祥云团服，后背则绣了一只展翅金凤，尾羽长托于地，华丽又美丽。饶是江家金银绸装成衣，给人定做嫁衣无数，也没见过这般华美精致的嫁衣。江母几人都看呆了。宫中嬷嬷和绣娘争相夸赞，这喜服尺寸合适，姑娘穿着正正好。是姑娘身段好，瞧着身后的金凤，似被姑娘衬活了一般。江叔听红了脸，欣喜如蜜，让楚玉多给了些赏钱，确认喜服凤冠尺寸都合适，无需更改后，几人拿着赏钱高高兴兴回宫复命了。江母嘱咐楚玉将喜服和凤冠收好，大婚将近，可来不及再做第2套，不能出半点差错。是。楚玉将喜服收整好，同凤冠锁进了柜子里。翌日，玉兰带着一队人声势浩大的去了景王府，直奔玉铮住的主院。玉铮见后墨眉微拧：“阿姐，你带这么多人来做什么？给你们一份新婚大礼。”玉兰狡黠一笑，挥手让他带来的匠人进主屋。阿姐，玉铮不知他要做什么，有些不安。放心，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这几日你先睡书房。玉兰说完，提裙进屋去布置他的大礼。玉铮清楚玉兰的性子，阻拦不了，便只能由着他去。左右是亲姐，总不会害他。第174章出嫁。玉兰带人在王府主院忙活折腾了5日，终于完成了他的大礼。这里他从2月前便开始准备，终于赶在玉铮大婚前大功告成。站远了些瞧着自己的成果，玉兰十分满意。睡了几日书房的玉铮见到玉兰的杰作后，眷脸神色复杂。怎么样，喜欢吗？玉兰献宝显摆地问。他能说不喜欢吗？玉铮微叹道：“这未免太大了些。大才好呢，尽情尽兴。”玉兰蹙霞挑眉。玉铮说不出话了，沉默以对。玉兰拍拍手道：“再有2日就是大婚了，江叔见到一定会很惊喜，真期待。”提到大婚，玉铮的神色缓和下来，唇角不自觉地微微上扬。他也很期待。新人成婚前1月不能见面，他与江叔已有1月未见了。这1个月忍得他甚是辛苦，好几次夜里失眠，入梦全是江叔。2日，再有2日，
他便不用受相思折磨了。晚间，玉筝准备安歇时，瑞雪支开双滑，拿出一只香囊。王爷，这是奴婢昨夜刚绣好的，与江姑娘那只一样。瑞雪满怀期待地将香囊捧到玉筝面前，面带娇羞地望着玉筝。玉筝瞥了一眼，墨眸瞬间凝起，冷声质问：谁让你绣的？这香囊的确与江叔那只极其相似，一样的蓝颈，一样的白手。瑞雪若不说，玉筝还以为他偷拿了他的香囊。瑞雪一怔，没料到玉筝是这般反应，磕巴道：奴婢见王爷甚是喜爱江姑娘绣的香囊，便照着绣了一只，拿走，往后不要再让它出现在本王面前。玉筝不屑一顾，没有半点喜色，更没有多瞧一眼。瑞雪懵了，不甘追问道：王爷为何不要？他自认为他绣的并不比江叔差。玉筝冷声道：本王只喜他绣的。知晓瑞雪心思，玉筝警醒道：你同双华服侍我多年，清楚我的脾性。若你想继续留在王府，便收起不该有的心思，安分守己。若你不甘只做婢女，本王也可放你离府嫁人。听到这话，瑞雪面色霎时白了下来，捧着香囊的手止不住颤抖，望着玉筝神情冷肃，半点不留情面的眷恋。瑞雪咬唇道：奴婢不想离开王府，那便谨守本分，别生他念。玉筝说完，挥手让他退下。瑞雪捏紧手中香囊，回屋后扑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双华不明所以，劝慰了半天也不知他为何哭。瑞雪什么也没说，哭完抹干眼泪，睡了一觉。第二日起来，又同往常一样，同双华一起侍候玉筝起居。玉筝神色无异，似是昨晚的事儿没发生过一般。只是穿衣这等近身之事，都让双华一人来做。双华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却不敢多问，只能照做。婚期将至，王府越发忙碌起来。宫中御厨提前2日来到王府，准备婚宴所需食材。各种采买送货车从侧门鱼贯进入王府，将厨院堆得满满当当。府中下人做着最后清扫，摆放宴桌张贴喜字，忙得不可开交。同样忙得脚不沾地的还有江家。此次嫁女，江父江母大操大办，府中上下洒扫一新，各处廊下挂满大红灯笼，贴满喜字。中岳和翠云楼另一大厨受邀承办江家宴席。江叔在书童院也没闲着，反复地练习着大婚礼仪。楚玉和谭玉拿冷心练手，已给冷心梳了好几日头发。冷心一见他们就害怕，他这辈子都没梳过这么多头，感觉头皮都要扯掉了。10月14晚，楚玉事后江叔早早睡下，叮嘱他明日卯时便要起身沐浴焚香后梳妆，让他一定要养足精神。道理都懂，可江叔躺在床上，想到明日便要嫁给玉筝，心绪激愤的怎么都睡不着，辗转反侧，直至夜半。江叔爬起来，从床头暗格里拿出玉筝的名佩，紧握在手里。10月的天已经很冷了，玉佩握在手中冰凉透骨，那股凉意直击江叔心底，抚平了他心中燥热，使得浮躁不宁的心逐渐安定下来，沉沉入睡。江叔做了一个梦，梦还未完，他就被楚玉叫醒了。姑娘，姑娘，该起了。江叔艰难睁眼，感觉自己才刚睡着一会儿，困顿的紧。楚玉和谭玉一左一右，把江叔从床上扒起来，扶去放好热水的浴池沐浴，然后焚香梳妆。上口之前，中岳送来早饭：鲜肉馄饨、小煎饺、浓豆浆、百合莲子羹，还有几样点心，让谭玉带着江叔饿了吃。姑娘，我身无长物，只能以此送你。中岳说着，眼眶忍不住红了。江叔于他除了主仆之情外，还有一丝友情，更有知遇之恩。中岳很感念江叔，让他得以留在翠云楼，实现他的梦想。如今江叔得嫁良人，中岳打心底里为他高兴。可他想了许久，也不知该送点什么，好像江叔什么都不缺。最后中岳决定为江叔做了一顿早饭。他知道江叔爱吃，便希望江叔吃了他做的早饭，能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出嫁。多谢，我很喜欢。江叔坐到桌前，将一整碗馄饨吃光，又喝了半碗豆浆，尝了2只煎饺。姑娘，再喝点这个。中岳将百合莲子羹端给江叔。江叔明白他的心意，虽然已经吃饱，但他还是喝了半碗。吃饱喝足，江叔笑着对中岳道：你今日可比我更忙，快去吧，我这儿有楚玉他们，不用担心。祝姑娘与景王恩爱白头，子孙满堂。中岳说完，端着碗盘走了。江叔起身伸了个懒腰，漱口后让楚玉、谭玉给他换喜服、上口脂、戴凤冠。一切收拾妥当，楚玉又细细检查了几遍，确认无误后，同谭玉收拾东西，等着玉筝来迎亲。江叔坐在铜镜前，望着镜中的自己，看着看着便笑了。噼里啪啦，忽然鞭炮声响起，玉筝来了。江叔心头一颤，赶忙捏手端坐。楚玉拿过喜帕给江叔盖上。王爷。没多一会儿，屋外传来行礼声。玉筝身份贵重，
寻常人不敢拦他，只有江宁在玉征进门时要求做诗作，被刁难了一番。可玉征师从周太傅，所学东西远，比江宁广泛，又岂会被难到？不过盏茶时间便进门了。王爷见到玉征进屋，楚玉、谭玉一同行礼。江叔闻言，两只手脚在一起，竖起耳朵去听玉征的脚步。看着那抹红色身影，玉征的眼中再容不下其他，步履坚定地朝他走去。第175章大婚。江叔垂眸盯着地面，一双云靴出现在喜帕下的方寸之地，紧接着一只宽大手掌伸到他眼前，修长手指根根如玉。叔儿，我来接你了。玉征嗓音温润如风，如珠落玉盘，带着掩不住的笑意。江叔听得跟着咧了嘴角，缓缓抬手放入玉征掌中。玉征紧握住，牵着他起身出屋，去厅堂给江父江母敬茶拜别。江父江母穿着喜气新衣，端坐在厅内，满目欣慰地瞧着玉征同江叔携手而来。带走到江父江母跟前，玉征让江叔站定，自己则接过婢女奉来的热茶，向上手的江父江母敬茶。岳父大人，请饮小婿新茶。江父笑容满面地接过，喜滋滋地喝了一口，高兴又不舍地叮嘱江叔：你深得王爷爱重，自也当敬重王爷，望你们如墨白首，恩爱不移，眼似繁茂。是，女儿记下了。江叔轻声应下。末了，玉征又接了婢女奉来的茶，向江母敬茶。岳母大人，请饮小婿新茶。江母喜笑着接过，欢喜地饮了一口后放下，温声嘱咐江叔：王爷是难得良婿，你嫁去王府后，凡事当与王爷有商有量，和睦携手，美满一生。说着说着，江母眸眶泛红，语带哽咽。江叔受到感染，喜帕下的杏眸也染上水雾，声音微哽。离别之绪瞬间蔓延开来，江父江母强忍不舍，让江宁快些送江叔出门，高高兴兴出嫁。江叔是高价，以玉征的身份，本可不用向江父江母敬茶，可玉征敬了，便是告诉世人他对江叔有多爱重。也正因如此，江父江母才全然放心的将江叔交给玉征，江宁也才觉玉征可靠。姑娘出门了。随着喜娘的高喊，屋外立时响起了吹奏声。江宅外的人听到奏乐，便也知新娘子要出来了，全都踮起脚尖，伸长了脖子，翘首以盼。高堂上的江父江母望着江叔离去的身影，终是忍不住落下泪来。天下父母心，既盼女儿觅嫁良人，又不舍女儿嫁人。可男婚女嫁，理之自然，便是不舍也无法阻拦。短暂感伤后，江母擦掉眼泪，同江父一起招呼客人。江宁送江叔出门，当江叔的脚踏出江家大门时，他有些惶急的张口唤了一声：阿姐。江叔浅应。江宁咽下喉中梗塞，扯出笑容道：阿姐往后定要时常回来，我也会常去王府看你。好。江叔笑着答应。江宁驻足，看玉征牵着江叔往等候多时的花轿走去。新娘子来了，快看！围观群众兴奋不已，争抢着瞧上一眼。可江叔盖着喜帕，根本瞧不见脸，只能欣赏嫁衣身姿。便是如此，也都争挤着瞧稀奇。站在人群后方角落里的沈长泽凝望着那抹红色倩影，眼眶赤红生涩，如烈火灼喉般难受。这本是他的妻，如今却穿上嫁衣另嫁他人，而他像个见不得光的老鼠，只能躲在人群中偷瞧。耳畔的欢喜乐声以及满目的大红喜色，让沈长泽晃想7年前，当年他也是这般将江叔迎出江家，送上喜轿，骑着高头大马将江疏影娶回靖安侯府。如今场景再现，只是迎娶江疏的人不再是他。往事一幕幕如岩浆般涌来，灼烫的沈长则说不出话来，心痛如火炙刀绞。起轿！一声高喊，一丈开路，喜乐齐鸣。玉征骑马领着身后花轿，热热闹闹的回景王府。沈长则目送花轿远去，待瞧不见了，黯然转身离开。此次玉征大婚，宴请了满朝文武，却唯独没有请沈长泽。是以沈长泽没法去王府观礼，只能来江宅外瞧上一眼，是送别，也是告别。往后若再见，他便得换景王妃，行跪拜礼了。喧闹人群无人留意沈长泽，津津乐道地谈论着那系着红绸花、绵延数里的嫁妆。天，这么多嫁妆，几辈子也花不完了。7年前江家嫁女时，我也曾见过，当时好像没这般多嫁妆。那是自然，从前嫁的那是靖安侯府，如今嫁的是景王府，自是不一样。先有聘礼，后有嫁妆，景王下聘时送来的聘礼，比靖安侯府当年多出数倍，根本没得比。这倒也是。沈长泽虽已离开，但这些话还是随着风飘进了他耳朵，令他自惭形秽，无言反驳。暖阳高照，沈长泽却觉遍体生寒。微风和煦，沈长泽却觉呼啸的胸膛空腾。可无人在意他的悲喜，所有人都在欢笑。今日玉征大喜，所过之处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玉征备了诸多喜糖红包，沿途撒放，全城共欢。迎亲队伍一路热闹到景王府时，已近吉时。玉征下马，将江叔牵出喜轿，喜娘把千金递到他们手中，江叔同玉征各牵一头，在楚玉的搀扶下进入王府。皇室大婚礼仪规矩繁多，江叔的脑子被耳边喧嚣吵得懵懵的，只知道跟着玉征走，按喜娘的提示做。两人走进喜堂，皇帝与玉贵妃高坐上首，下手两旁或坐或站，挤满了观里的皇亲百官。拜完天地拜高堂，随着礼官的那声拜父母，婢女送上红蒲团，玉征同江叔跪下，向皇帝和玉贵妃行拜礼。见玉征终于成婚，皇帝和玉贵妃满面微笑，记挂多年的心事终于了却，两人只觉舒畅无比。拜过父母，接下来便是夫妻对拜。莫谋凝视着顶着喜帕的江叔，玉征欣喜如蜜，俯首对拜。礼成，送入洞房。礼官高唱，玉征用红绸千金引着江叔，在喜娘的搀扶下，一路往主院新房而去。玉兰、玉媛等人欢笑着跟进新房，看他们共饮喝景酒，满怀期待地等着玉征挑开喜帕看新娘子。终于喝景酒喝完，玉征拿过喜称，轻挑开喜帕。随着喜帕揭开，江叔的面容显露于众人眼中，面若桃花，肤如之玉，眉似远山，眸若星辰，玲珑俏鼻下，阴唇微弯，含着如蜜笑意，皎若云间月。凤冠映衬下的江叔，美帝射目夺魄，令人看呆了眼。一时之间，新房中鸦雀无声。玉征知道今日的江叔会很美，但没想到这般美，美帝他想将她藏起来，不给任何人看。没了喜帕的遮挡，江叔终于能瞧见玉征了。他轻轻转头望向身侧的玉征。第176章身份。今日的玉征与往日很不相同，金冠东珠束发，眷脸郎若高山雪峰，剑眉飞扬，墨眸银辉，一身红色喜服衬得他风姿卓绝，俊若雪巅松。然他面上萦绕着喜气，眸中盛着温情笑意，便如晴光映雪，雪松化冰，一眼入心，令江叔的心跳漏跳了几下，随后又猛烈激跳起来。真是一对璧人。玉兰赞叹，孙怡君等人也回过神来，纷纷祝福称赞，艳羡不已。饺子来了。喜娘端来一碗饺子，夹起一只喂给江叔。多双眼睛注视下，江叔张嘴轻轻咬了一口。喜娘忙问：生不生？江叔面皮一热，羞赧道：生。新娘子说声百子千孙，多子多福。随着喜娘的话，婢女往床上撒了几把红枣花生桂圆莲子。哈哈，生生生，3年抱俩，一胎双子。玉媛等人起哄，闹起了洞房。然玉征的脾性摆在那，他们也不敢大闹，象征性闹了闹，便拉着玉征去喝酒了。玉兰和孙怡君留在新房，陪着江叔说话。喜娘同婢女们得了喜钱，按吩咐退下后，新房里安静了下来。江叔长舒口气，抬眼打量四周，当看到他所坐的新床时，愕然睁大了眼，好半晌没回过神来。怎么样？惊喜吗？喜欢吗？玉兰凑过去，一脸得意。江叔一听这话，便知是玉兰的杰作，回眸望着玉兰，无语道：哪来这么大的床？这床有多大呢？以江叔的目测来瞧，足有丈宽，躺5、6个人都绰绰有余。这是要做什么？让他每天和玉征从床头滚到床尾吗？我特意寻人定做的，怎么样？这里够大吧？玉兰一脸求夸奖的模样。哈哈，确实够大，大的不能再大了。孙怡君实在忍不住了，捧着肚子笑出声。他一笑，江叔原本紧张忐忑的心陡然放松下来。阿姐这里可真是别出心裁。江叔改了口，随玉征唤玉兰阿姐。玉兰十分受用，听得喜笑颜开。3人在新房中说着话，你一言我一语，东拉西扯，缓和江叔到陌生环境的惶然。从玉兰口中，江叔也了解了一些王府事宜，比如王府有多大，有多少人，主院有2个1等婢女，是玉贵妃从宫中指派而来，服侍玉征多年。一直聊到日落，婢女来请玉兰和孙怡君吃喜宴，3人才结束谈话。送走2人没多久，王府下人也给江叔送来了席面。楚玉、谭玉侍候着江叔用了膳，又服侍他漱口清洁，为晚上的洞房做准备。双华、瑞雪立在一旁，一同侍候江叔。先前人多，江叔并未注意到他们，此时屋内就他们几人，他的目光自然落到了他们身上。你们叫什么名字？江叔缓声问。奴婢双华，奴婢瑞雪，见过王妃。2人齐声行礼。2人都穿着杏粉色婢女服，腰间系着红锦带，身形纤细窈窕，面容姣好。只是双华略高半头，脸型微圆，眉目清秀，对着江叔时低眉脸目，很是恭敬。瑞雪生了一张鹅蛋脸，眉眼妩媚，胸脯饱满，虽也垂着眼，却时不时偷偷打量江叔。你们便是母妃指派来服侍王爷的？江叔笑问。双华、瑞雪听后一怔，随即点了点头，是。他们没想到江叔才刚进王府，
便已知晓他们身份来历。与王府其他婢女不同，她二人是玉征成年开府时玉贵妃亲自挑选，从宫中指派来王府的。说是服侍，实则是给玉征做通房侍妾，只是玉征端持手里，从未碰过他们。王府中人心知肚明他二人的身份，平日对他们便敬上几分。可玉征一日未收他们，他们便还是婢女之身。如今江叔进府，他们的处境便有些尴尬。江叔没有再多问，缓声道：“我这里不用侍候，你们下去吃席吧。今日王府喜宴，下人亦可吃上一桌酒席。”江叔已吃饱喝足，暂且不需要人侍候，让楚玉、谭玉也一并去了。暮色渐沉，江叔昨夜没睡好，此时清静下来，只觉得困倦的紧，靠着床柱打起了瞌睡。不知过了多久，房门被推开，江叔听到动静，立时睁眼，抬眸望去，修长玉手轻挑开内饰珠帘，身着喜服的玉征缓步走了进来。见到凝望等待他的江叔，玉征心头一滞，喉间微滚，嗓音温雅地唤了一声：“叔儿。”江叔娇羞回应：“王爷。”听着温软似猫吟的声音，玉征只觉耳中酥痒一片，快步走到床前，在江叔身旁坐下。两人离得极近，江叔闻到了他身上淡淡酒气，可是喝了很多酒，头可难受。江叔关怀问，思索着可要叫人给他弄碗醒酒汤。想来今日天赐良机，会有很多人想灌玉征酒，也不知他喝了多少。玉征长吸口气道：“没喝多少，大多都让玉元和周伯续替我喝了。今日大喜，他可不敢喝多，怕误了正事。”暖黄烛光下，江叔的脸被笼上一层暖色光晕，美丽温柔似水，让人心神荡漾。江叔扶了扶头上凤冠，纤细脖颈被压了一整日，十分酸痛。玉征见状，伸手给他摘了下来。凤冠落在手中那一刻，玉征也被他的重量惊到了，才知江叔戴了一日有多辛苦。放下凤冠，仔细一瞧，江叔光洁的额头都被压出了红印，怎么不早些将它摘下来？玉征心疼的用指腹轻抚他额上痕印。江叔抿唇道：“要你摘，新娘的凤冠新郎摘，这是规矩。”玉征闻言自责道：“怪我回来太晚，让你受累了。”不打紧。玉征目光灼灼，似粘在了江叔脸上，看得江叔说话都不利索了。这一月，你可想我？玉征又坐近了些，牵着江叔的手细细摩挲。江叔点头，坦诚道：“想。”玉征听后，唇角上扬，温笑道：“我也想，很想很想你。叔儿，你终于是我的妻了。这一天，我等了好久。”玉征说着，长臂一伸，将江叔揽入怀中，在他额上轻落下一吻，以慰相思。唇瓣独有的温软触感，令江叔心间一颤，一股奇异之感传遍全身。想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江叔吞了吞口水，紧张的手都不知往哪放。第177章，花烛，红烛摇曳，美人在怀。墨眸凝视着眼前人，玉征抬手轻触上江叔发髻，动作温柔地替他散了发。3000青丝倾泻而下，如流水般落进玉征心底。骨节分明的手指抚上小巧耳垂，为他摘下耳坠。江叔明白，玉征做的每一步都是铺垫，很快就要进入正题了。他有些紧张地唤了一声：“王爷。”玉征不喜这个称呼，修长手指衔起江叔下颌，嗓音温雅又哄：“叫夫君。”江叔一听，霎时红了脸，软声道：“夫君。”酒意微醺的玉征听到这声温软娇柔的夫君，看到江叔含羞带怯的模样，只觉心口一紧，浑身气血都翻涌了起来。拇指指腹摩挲过诱人阴唇，玉征墨眸一凝，俯身吻了下去。两唇相触，轻准辗转撕磨，一番温柔缠绵后，玉征以舌尖探路，撬开背齿，寻找到江叔的软舌，邀他一起共舞嬉戏。许是如今身份不同，境地不同，这个吻同以往很不一样，带着浓烈的攻略占有，似要将江叔拆翅入腹一般。叔儿，玉征低喃一声，获得通行许可的他再没有任何顾忌，炙热的唇沿着耳廓缓移，肆无忌惮地游走。江叔只觉玉征的唇像烙铁一般，触碰到他娇嫩的肌肤上，灼烫不已。至唇所过之处，如星火燎原，惹得他浑身都跟着烫了起来。一声娇吟，江叔身仰着脖颈，玉征墨眸暗红，扫了一眼江叔此刻模样，喉间猛然滚了滚，手指摸索到腰际，解了他和江叔的腰带，褪去繁重喜服。玉征将江叔抱到宽敞的新床上，放下床幔，隔绝出一方隐秘之地。烛光透过层层红幔，给江叔皙白如玉的肌肤镀上一层蜜粉色，生出一种朦胧曼妙的美。两人贴得极近，玉征有什么变化，江叔立时便感受到了，骚得闭上眼不敢看他。他这副不谙世事的娇羞模样，惹得玉征越发心痒难耐。玉征低头顺着江叔紧闭的眸子一路吻下，江叔轻咬唇瓣，却还是抑制不住发出声音，落在玉征耳中宛如天籁。叔儿，别怕，只有我能听见。玉征轻吻着江叔唇角面颊，
试图缓解抚慰江叔的紧张。江叔不说话，杏眸微颤着睁开，凝望着玉铮染玉俊脸。稍轻察觉到江叔不似之前那般僵硬紧绷后，玉铮松了口气。可玉铮刚一动，江叔秀眉顿时蹙起，俏脸露出金黄之色。玉铮轻哄着他，循循善诱。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袭来，江叔痛呼出声，神色痛苦难忍，下意识伸手阻止。叔儿！玉铮愕然，俊脸上浮现出惊诧狂喜之色。他从未料到江叔竟还是完璧之身，这实在太让他意外，惊喜到无以复加。强烈的不适和疼痛让江叔十分难受，他眼睫轻颤地望着玉铮，软声祈求：“夫君，等一下。”好。玉铮强忍着冲动渴望，俯首亲吻安抚。不过片刻功夫，玉铮额间尽出细汗，显然忍得很是辛苦。片刻后，江叔纤细藕臂勾缠住玉铮脖颈，无声邀请。玉铮墨眸霎时一亮，欢欣雀跃不已。前所未有又难以言喻的欢愉感渗透两人身心，奇异又陌生，难耐又愉悦。叔儿，你从前唤我什么？玉铮嗓音低哑地问。杏眸忽闪，江叔在脑中思索一番，试探道：“阿铮哥哥。”连起来唤。玉铮轻啄了下他的唇瓣。江叔娇软道：“阿铮哥哥。”再唤：“阿铮哥哥，阿铮哥哥。”一声又一声，玉铮却只觉听不够，越听越喜欢。唤到最后，江叔已连不成声，破碎的娇吟揉杂其中，令玉铮心绪激荡，额上汗滴越来越密。长夜漫漫，春宵苦短，鸾凤锦被翻红浪，红烛跳动，纱帐飘摇，娇吟声声，低喘不断。屋外圆月移过枝头时，屋中云雨中歇。玉铮低头，一颗饱满汗滴落雪颠，惹得他唇角上扬，眼角眉梢都是笑意。江叔早已累瘫，疲惫的磕着眼，昏昏欲睡。玉铮歇了一会儿，掀开锦被起身，拿喜服裹了江叔，抱他去清洗。内室往里还有一道小门，推开进去有一眼温泉池。玉铮抱着江叔缓步步入池中，抱着他泡在池中解乏。温润的舒适感让江叔睁开眼，微讶道：“这是温泉？”玉铮应了一声，缓声道：“当年建府时，工人意外挖出一眼温泉，我便决定将主院建于此，用这眼温泉做浴池，真是绝妙。”江叔惊叹：“温泉属天才地宝，可遇不可求，实属珍贵难得。你若喜欢，往后每日都可泡泡，养肤去乏。”玉铮说着，动手帮江叔按揉清洗。我自己来。江叔按住玉铮的手，臊得面皮通红。虽然他们已是夫妻，也已行过夫妻之实，但面对这些亲密之事，他还是羞赧得紧。玉铮低笑：“你还有力气吗？”江叔：“放心，我不乱来，正经洗身。”玉铮温声诱哄着，利落给江叔和自己清洗干净。拿放置在池边的帕子擦干水珠后，玉铮再次用喜服裹着江叔，抱他回床榻歇息。考虑到江叔累了一日，又是第一次，明日还要进宫请安，玉铮隐忍克制着，没有再折腾他。玉铮以臂为枕，将江叔拥在怀中，心满意足地入睡。明月当空，清辉寂冷。沈长则独坐屋中，喝了一坛又一坛酒，脚边滚满了空酒坛。烈酒灼喉，沈长则却半点感觉都没有，一口又一口的猛灌。一想到此刻玉铮在同江叔洞房花烛，交颈缠绵，沈长则就决心如刀绞油烹，疼得他喘不上气来。他悔，他恨，却什么也改变不了。望着熟悉的屋子，醉酒的沈长则恍想起从前江叔在这屋中生活的一幕幕，面上露出迷离笑容。恍然间，他瞧见江叔站在窗边朝他招手。沈长则欢喜起身，跌跌撞撞地奔过去。他刚要到碰到江叔，江叔却调皮地跳到了窗外。沈长则不管不顾地追过去。啊！只听一声惨叫，沈长则翻窗跌下了楼。第178章请安。一夜好眠。翌日清晨，明亮光线透进屋中时，玉铮先醒了过来，侧眸看着躺在他怀中熟睡的江叔，玉铮微微牵唇，幸甚之哉。修长手指轻抚开江叔脸上发丝，玉铮在他额间落下一吻，轻如红雨。江叔被扬醒，长睫轻颤着睁开。玉铮温笑着问他：“睡得可好？”江叔迷蒙地应了一声，手臂一动，才惊觉两人都赤着身子，他方才也不知碰到了什么地方。玉铮闷哼一声，哑声调侃：“现在可不行，得进宫请安了。”“我不是，我没有。”江叔羞急解释。玉铮胸膛轻震，愉悦低笑。两人在床上笑闹着温存了一阵，玉铮朗声朝屋外喊了一声。双华、瑞雪、楚玉、谭玉四人端着洗漱用物进到屋中，放下水盆后，赶忙去橱柜中给玉铮和江叔取衣。先前宫中给江叔做喜服时，也顺道给他做了几身长服，还有一身王妃正装，直接送来了王府。双华取来衣裳放到床头小机，楚玉、谭玉撩开床幔挂好。
王爷王妃请起。四人齐声恭请。躲在锦被里只露出一颗脑袋的江叔，想到背下两人不着寸缕，羞臊道：“你们先去外室等着，我穿好再叫你们。”不仅是他害羞，玉贞也光着呢，总不能让他们瞧了去。是。四人应了一声，退到外室候着。快起！江叔推了一把玉贞，催促他穿衣。温香软玉在怀，玉贞不舍得轻叹一声，掀开锦被起身，拿过两人衣物。待穿好里衣后，江叔才让楚玉几人进屋来帮他穿外长梳妆。玉贞洗漱完梳好发离开了一会，再回来时婢女刚好送来早膳，两人一同用了膳，坐上马车往宫里去。昨日虽已拜过皇帝玉贵妃，但当时蒙着喜帕，并没有瞧见人。今日算是第一次拜见公婆，江叔心有忐忑，毕竟他的出身过往摆在那儿，无法更改抹灭。玉贞瞧出他的不安，握着他的手温声安抚：“别怕，有我在。”他知江叔心中所忧，但他不会放他一人面对。马车到宫门停下，两人下车后步行入宫。早朝已过，皇帝坐在钟灵宫里，皱着眉头同玉贵妃私话，猜测江叔昨夜有没有勾动玉贞烦心。这婚虽成了，可若玉贞不实质行动，那也是白搭。王爷、王妃，宫婢朝两人见礼。殿内的皇帝和玉贵妃听到动静，赶忙正襟端坐，装出一副庄重长辈模样。第一次见儿媳，可得留个好印象，这样才能早些抱上孙子。玉贞同江叔进殿，依礼跪拜：“儿臣给父皇母妃请安。”“起来吧。”玉贵妃抬手，宫婢奉上茶水，江叔端了给皇帝敬茶。“父皇请喝茶。”江叔凝声道：“皇帝沉应一声，接了茶盏喝了一口。江叔移步到玉贵妃面前，恭敬道：“母妃请喝茶。”“好。”玉贵妃欢喜接过，浅饮一口后放下，朝一旁的宫婢挥了挥手：“这是我与你的见面礼，你看可喜欢？”宫婢呈来一红色托盘，盘中放着一整套金镶玉并蒂莲首饰，从头面到手镯戒指耳坠一样不落。谢母妃，儿臣很喜欢。江叔明白，长者赐不可辞，尤其是婆母第一次给的见面礼，怎么也得收下。好孩子，坐下说话吧。玉贵妃笑得一脸温和，两人依言坐到一旁。这也是皇帝和玉贵妃第一次见到江叔面目，不由细细打量。江叔生的明艳大气，一身华紫色王妃正装，云鬓高挽，佩戴着红宝石东珠头冠，双手交叠于身前，挺身端坐，恭谨守礼。玉贵妃瞧着十分满意，留两人一同用午膳。江叔公顺应下，悄悄打量皇帝和玉贵妃。皇帝年逾50，面色红润，五官俊朗，一身明黄龙袍，威严凛凛。坐在他身旁的玉贵妃也已近50，然保养得宜，半点瞧不出年纪。一张标致的鹅蛋脸上，美目流转，巧笑倩兮，是个温婉柔和的美人。难怪玉兰同玉贞都这般好容貌，原是承袭了父母。几人正说着话，玉兰来了。“父皇母妃。”玉兰笑着见礼。“皇帝你没？你怎么来了？”玉兰面不改色道：“儿臣想父皇母妃了。”“呵！”皇帝嗤笑一声，不置可否。昨日才见过，他这么快就想他们了？骗鬼呢！皇帝同江叔没什么好说的，有他在，他们说话也多有不便，索性叫了玉贞对议。玉贵妃会意，让玉兰同江叔跟他到偏殿说话。玉贞本有些不放心，但玉兰给他递了个眼色，他才安心留下跟皇帝下棋。头一次入宫见公婆，江叔本十分紧张不安，但有玉兰陪着，他稍松口气。三人在偏殿吃着果点闲话，气氛融洽闲适。话题引到庄韵身上时，玉贵妃借机道：“如今你同贞儿已成婚，且年岁都不小了，可得抓紧些，别跟月儿差太多了。”“是。”江叔红着脸应下，他也喜欢孩子，想尽早生一个。见江叔没有不快，应得十分干脆，玉贵妃暗松口气，看来这孙子有指望了。三人又聊了会儿别的，时间一晃而过，宫人来禀，午膳已备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明明只多一人，玉贵妃却觉热闹圆满许多，一顿饭吃得很是高兴。膳后，江叔三人一道离宫。临走前，玉贵妃拉着江叔的手道：“往后得空同贞儿兰儿多来宫中坐坐，我一个人也寂寞得很，多来陪我说说话。”江叔点头答应。出了宫门，同玉兰分开，两人坐上马车回王府。“可还好？”玉贞问他。江叔长舒口气，轻笑道：“父皇母妃都很和善，想象中的不满刁难都没发生。”江叔有些意外。玉贞牵着他的手道：“放心，他们不会为难你。”顿了顿，玉贞含笑道：“他们还指着你抱孙子呢。”江叔见玉贞一脸调笑，江叔咬牙道：“这种事光指着我一个人可不行。”玉贞闻言墨眉轻挑，低笑道：“王妃说的是，看来回去后我得多多努力才行。”“努力？”江叔不由想到了昨晚，羞窘不已。他真蠢，竟然自己给自己挖坑。玉贞觉着江叔娇羞的模样实在可爱，忍不住继续逗他：“
王妃觉着我昨夜可还行？可还行？她能说不行吗？第179章奖励。江叔杏眸一转，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故意道：“夫君是说酒量吗？你昨夜微醉，却又说没喝多少，显然酒量是不太行。”玉铮墨眸盯着江叔瞧了一会儿，玉铮捏着他的手咬牙道：“你当真听不懂？听懂什么？”江叔眨了眨眼，一脸无辜。玉铮气笑了，低头在他耳边温声道：“你若是听不懂，那回去我便做到你懂。”温热气息喷洒在耳廓，江叔只觉心头一紧，猛然打了个寒战。他现在说懂了还来得及吗？扫了一眼玉铮笑怒的倦脸，江叔吞了吞口水，别过头撩起车帘，假装看窗外。玉铮也不恼，由着他装傻，宽大手掌握着纤细柔仪，静待日落月升。回到王府，摘下沉重珠冠，换下繁琐王妃正装，换了身简便长服的江叔眼唇打了个哈欠，躺到床上午睡。然他刚闭上眼，忽觉身侧有人躺了下来。他睁眼扭头看着玉铮，惊诧道：“夫君也要睡？”“养精蓄锐。”玉铮说着，拉过锦被盖上。江叔听得头皮发麻，不敢去想玉铮话中深意。许是昨夜太累，今日进宫神情又紧绷了许久。江叔这一觉睡了许久，醒来时太阳已在落山。下意识往身旁瞧了瞧，身侧空空如也，玉铮已不在床上。江叔愕然，起身撩开床幔。外室的楚玉、双华听到动静，进屋来侍候。“王爷呢？”江叔穿着鞋问。双华躬声道：“王爷去书房了，可要奴婢去请？”“不必了。”江叔摇头，他只是问问，并要无事。坐到妆台前，整理好发髻仪容，江叔决定去院中走走。往后要在王府生活，总得熟悉熟悉地形格局。双华引路，楚玉、谭玉也跟着一道，4人往花园去。王府花园分为前后2处，现下我们逛的是前花园，后花园颇为宽广，改日奴婢再带王妃去瞧。双华边走边轻声介绍。正值菊花盛开的时节，园中各色各类菊花竞相盛放。江叔瞧见一片大如碗口的橙红色菊花，远远瞧去像极了绚丽晚霞，不由驻足观赏。正瞧得入神，玉铮来了。“王爷。”双华几人见礼。江叔闻声回头，见到玉铮唇边漾起浅笑：“忙完了吗？”玉铮去书房，定是处理公务。缓步走到江叔身旁，玉铮颔首道：“这几日休沐，无甚要事。”语罢，玉铮的目光落在眼前菊花上，了然问：“可是又想瞧日落了？”江叔点头，这菊花远瞧着同落日晚霞很像，近观却终究不是。玉铮抬眸望向天际落日，思忖道：“明日天气应当不错，可赏落日。今日天气也晴好，可时间已晚，便是现在出发也来不及了。明日就去吗？”江叔有些正讶惊喜。玉铮如此，是不是太惯着他了些？玉铮道：“好景不等人，赏落日得看天意，明日不赏，后日或许就变天了。”江叔一听，的确是这么个理，便欣然应下。好。玉铮牵起他的手，边逛园子边问：“你可还有想去的地方，或想做的事？正好这2日休沐无事，你想去哪里，我们便去哪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听了这话，江叔认真思索起来。现下已是初冬，再往后天气一日日变冷，便不适宜出游了。可一时之间，江叔也不知该去哪儿。他凝眉苦想，直到被玉铮牵回主院，终于想到了。听闻香云山的红叶很美，你可瞧过？玉铮点头，去过一次，确然不错。那明日我们就去香云山看红叶可好？江叔满眼期冀。好。玉铮温笑着应下，牵着他进屋。冬日的天晨的早，婢女送来晚膳时，天色已黑。2人用过晚膳，歇了片刻。双华、楚玉备好寝衣，事后他们沐浴。待2人洗沐完，熏干头发，已是月上枝头，该安置了。江叔磨蹭道：“我白日睡太久了，还不困，夫君先睡吧，我瞧会儿书。”玉铮闻言，墨眸轻挑：“无妨，我陪你瞧。”语罢，玉铮带江叔到书架前，问他想看什么书。有他陪着，江叔哪里看得进去，随意拿了一本《诗经》，坐到软榻上翻开。玉铮在他身旁坐下，将他拉到怀中，同他一起瞧。杯上传来的温度烫的江叔心神不宁，咽着口水道：“2人瞧一本不方便，这本给你，我再去拿一本。”话落，他将书册给玉铮，便要起身。玉铮一把拉住他，温声道：“不用，你念给我听。”他才不想念，多难为情啊！见他不愿，玉铮又道：“那我念给你听。”念不行，听可以。江叔眸光一亮，立时答应：“好。”玉铮拥着他倚在榻上，左腿屈起单，手执书缓念：“君子怀忧去，千公里乐采。金星皆实践，书史尽通该。”玉铮的嗓音清冽如山中冷泉，念起书来似清泉击石，十分悦耳。江叔听得很是享受。
玉珍念完一篇，江叔主动帮他翻页，让他接着念。玉珍见此低笑问：“叔儿喜欢听我念书？”江叔惬意点头，像只慵懒的猫。墨眸微闪，玉珍沉吟道：“那我念了可有奖励？你想要什么奖励？”江叔正然。玉珍拿书指了指唇。江叔面皮一红，在玉珍期待的目光下，他微微轻身亲了一下玉珍蜜色唇瓣，蜻蜓点水的一个吻，玉珍来不及品味便已结束。他有些遗憾，又觉得分外有趣，拿着书继续念。江叔靠在玉珍怀里，杏眸同玉珍一同望着书卷，认真聆听。又一篇念完，玉珍停顿下来，默默凝视着怀中人。江叔会意，双手微撑着玉珍胸腹借力，轻身去吻她。本想同之前一样点吻一下便离开，然将书亲完欲走时，玉珍松了手中书卷，一手扣着他的后脑，一手揽着他的纤腰，加深了这个吻。温软娇吟飘进玉珍耳中，刺得他腰腹一紧，眸色渐深。温热手掌不安分地在江叔背上游移，至唇含住玲珑耳垂，轻咬吸吮。初经人事的江叔哪经得起他这般挑弄，只觉全身骨头都酥软了，娇柔无力地趴在玉珍胸膛。叔儿，玉珍嗓音低哑，已然情动。江叔睁眸看他，见他素日清冷，眷脸染上玉色，如霜雪映日，似谪仙落凡。第180章直问。屋内红烛轻晃，将两人的身影投在地上，形成了一幅交颈鸳鸯图。夫君，江叔被玉珍吻得浑身酥痒，难耐的仰长脖颈。玉珍一路往下，轻咬开江叔衣襟系带，肌肤暴露到空气中时，江叔被冷意激回一丝理智，咬唇道：“别在这儿。”玉珍顿住，深吸口气，抱着他去了床榻。层层红帐落下，气氛氤氲旖旎。玉珍低唤着江叔，快速除了两人寝衣，拉过锦被盖上。阿珍哥哥。江叔紧攀着玉珍肩颈，只觉脑袋混沌一片，身子轻飘飘的，似在云端。不知飘了多久，脑中猛然一空时，终于缓缓坠地。江叔轻喘着，还未从方才的欢愉中缓过神来。叔儿觉着可还行？玉珍粗喘着在他耳边问。江叔愣了愣，回味过来后，霎时红了脸，骚得说不出话来。等了半晌，见他不语，玉珍惩罚似的轻咬着他耳朵道：“你不满意，那我就继续。长夜漫漫，他有的是时间让他满意。”觉察到玉珍话中危险，江叔悚然一惊，他几时说他不满意了？惶然瞪大杏眸，江叔刚要说话，玉珍却堵住了他的唇。这一次，玉珍不急着进入正题，温柔亲吻缠绵，至唇几乎落遍了江叔全身。江叔被吻得浑身绵软，似着火了一般，说出口的话都成了旖旎情音，听得玉珍越发心绪激昂。江叔感觉自己就像砧板上呼吸困难的鱼，只能任人宰割。待吻够了，玉珍从后拥着江叔。屋外明月高悬，夜风灌进树梢，带着枝叶摇晃共舞，奏出靡靡夜音。风轻月柔，夜凉如水，明月静静地俯瞰着大地。屋内红烛淌泪，已积满烛台。红纱帐中，鸾凤背下，两人紧密相依。极致的欢愉后是极致的疲倦，江叔软躺在玉珍怀中，一动也不想动。玉珍轻啄了下他的额头，执着问：“叔儿觉着可行？”江叔：“行，行得不得了。”虽疲累到不想说话，但江叔明白，他要是不说，玉珍定然不会罢休。再来一次，他明日还怎么去香云山赏红叶？思量之下，江叔忍着羞赧妥协道：“行，夫君最厉害了。”虽然这事儿没法对比，但从他被折腾的程度来看，玉珍定然是厉害无疑的。这个回答令玉珍十分满意，唇角上扬着，决定今晚到此为止。来日方长，不急一时。江叔松了口气，磕上眼，昏昏欲睡。清洗完再睡。玉珍将他捞起，拿他的寝衣裹着他，抱他去浴池。江叔本不想挪动，但当疲软身子泡在温泉池中时，他只觉浑身气孔都张开了，舒爽无比。浅泡了一会儿，玉珍帮他清洗干净擦干，复将他抱回床上，相拥而眠。长夜寂寂，同床共枕，安然好梦。翌日清晨，玉珍醒来时，只觉通身舒畅，精神抖擞。江叔没他这般好体魄，身子绵软着起不来，眼皮也困顿的睁不开。那你再睡会儿。玉珍轻抚着江叔后背，哄他睡觉。颈背下的两人都不着寸缕，温热肌肤亲密相贴，触感奇异又美妙，扰得玉珍激扬不已。江叔舒适的翻了个身，感觉臀后有东西硌着他了，下意识的挪远了些。玉珍难耐的闷哼一声，这声闷哼落在江叔耳中，似一记闷雷，劈得他瞬间反应过来。江叔臊得面皮滚烫，将脑袋缩进背中，嗡声道：“我不是故意的。”玉珍轻拍了下他，没好气的问：“还睡得着？”
江叔拉开被子，带着几分委屈道：“睡不着了。”被这么一下，残存的睡意顿消无踪，哪还睡得着？那就起身，用过膳早些出发。玉珍掀开被子去拿衣物，江叔探出脑袋道：“这么早去吗？”玉珍一边穿衣一边道：“香曲山在城北50里外，需1个多时辰，赏完半日红叶，正好到山顶去瞧落日。”听玉珍已将行程安排好，江叔不再多问，乖乖起身穿衣。得到传唤，双华、楚玉事后两人梳洗用膳，瑞雪、谭玉去收拾床铺。待瞧见偌大一张床被两人滚得入单凌乱不堪时，瑞雪眸光一暗，嫉妒之心顿起。他和双华跟了玉珍5年，玉珍从未碰过他们，原以为是玉珍不好女色，可如今一瞧，分明不是如此。瑞雪不明白，他们便是比不得江叔好相貌，但也算美人，玉珍为何从不碰他们？寻常男人尚且3妻4妾，以玉珍的身份，姬妾成群不是理所当然吗？他不甘心，可玉珍前几日方警告过他，瑞雪不敢造次，只能将情绪压在心底，觅得良机再做打算。此去1日，山中又比城中要冷上一些，双华细心的备了披风，楚玉则让厨房多备了些吃食糕点。新婚燕尔，玉珍不想被打扰，同江叔独坐一辆，让谭玉、冷心共乘一辆。马车驶出城时，江叔撩开车帘，只觉城外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已是初冬，许多树叶都被冻得变了色，五彩斑斓的煞是好看。江叔瞧得高兴，杏眸亮晶晶的。玉珍望着他的笑颜，也跟着弯了唇角。走过一段平坦大道，马车驶进弯绕山道，车速变慢了些，略有些颠簸。待行到香云山脚时，已过去了1个多时辰。此时已临近午时，山上没有食宿店，玉珍便决定在山脚的小店用了饭再上山。正值赏红叶的最佳时期，有不少文人学子来此赏景，见到玉珍同江叔时，纷纷投来目光。两人衣着精致不俗，气质金贵端方，一瞧便不是寻常人。掌柜亲自接待，推荐店中好酒好菜。江叔没要酒，只点了几道菜，让掌柜上2桌。他和玉珍一桌，追云、谭玉几人一桌。掌柜听后喜笑颜开得去了。小店虽小，但厨子手艺却很好，做出的山野之味别具一格，偶然食之竟有些惊艳。江叔食欲大开，吃了不少。饭后，一行人上车继续前行。香云山虽不算高，但若从山脚开始爬，得走1个时辰，是以玉珍让马车行到半山腰才下车步行。江叔早便等不及了，一下车就欢快地轻跑起来。山道清幽，红叶漫山，美不胜收。美人在前，言笑动人，心甚愉之。第181章，稳诺。第一次见漫山红叶的江叔，新奇的像个孩子，兴奋地捡起地上落叶，凑到眼前细瞧。真神奇啊！一片叶子上有5、6种颜色，像一幅天然画作。江叔捡的这片落叶，上端是红色，然后由橘红过渡成红褐色，下端黄绿交相辉映，像极了一幅落日沉山图。玉珍走近，瞧见江叔手里的落叶，也觉惊奇。他去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落叶，也曾来过香云山，但从未认真去看过一片树叶，不知普普通通的树叶竟还有如此趣味。夫君，好看吗？江叔拿到玉珍眼前问他。玉珍点头应了一声。你帮我拿着，我再找找其他图样的。江叔把落叶交给玉珍，玉珍抬手接过，跟在他身后缓步而行。江叔兴味盎然，一边欣赏红叶风景，一边拾捡特别的落叶。发现什么有趣的东西后，江叔便回头同玉珍分享，让他帮他拿着。玉珍不厌其烦地听着，才走了1刻钟，手里已拿了好几片落叶，甚至还有一颗石头。这颗石头除了圆一些红一些，并无甚特别，但江叔捡了，玉珍便也拿着。牵着马车跟在后面的竹风瞧见这一幕觉得古怪，思索良久后咕哝道：“主子这怎么跟带孩子似的？”追云冷心听后惊了一瞬，不约而同看向前方2人。还别说，挺形象。但追云还是以全底唇低声提醒：“言多必失，江姑娘如今可是王妃了，若让主子听到，怕是会罚得更多。”竹风真想给自己毒哑算了，否则早晚累死。你们在说什么？谭玉拿着一把花花绿绿的落叶凑过来问。追云3人看着他，脑中不约而同浮现出一句话：有其主必有其仆。他们可算是明白江叔外出为何总带谭玉了，这主仆俩性味相投，干什么都能乐到一起去。可没什么，你捡的落叶很好看。追云遮掩过去。竹风和冷心闻言齐齐看向他，神色很是古怪。是吧？这里的落叶都好美，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树叶。谭玉兴冲冲地同追云分享。追云牵着马耐心听着，面上带着淡淡笑意。果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竹风和冷心对视一眼，默默地落后了几步。越往山顶走，温度越低，树叶便也越红。但现下是白日，又有太阳，江叔走出了一身薄汗。然他兴致高涨，
越玩越兴奋，丝毫不觉得累。一路由赏快到山顶时，太阳已微微西沉。走了许久，江叔有些累了，寻了处宽阔的歇息。谭玉从车上拿出备好的蒲团，让江叔同玉珍坐着休息，又拿出一张矮机，摆上茶水果点，让他们食用。爬山极耗体力，江叔吃着点心，喝着茶水，准备补充体力后继续前行。他正吃得高兴，忽听有清脆歌谣传来，循声望去，见一小姑娘背着背篓从山中而来，手里拿着一把野花，边走边哼着乡野歌谣。更惹人注目的是，小姑娘头上戴了一顶五彩缤纷的帽子，是由树叶做成，鲜艳夺目，很是漂亮。头一次见树叶帽，江叔觉得很是稀奇。待小姑娘走近，江叔起身询问树叶帽的做法。小姑娘道：“很简单的，我们村子里的人都会。”江叔杏眸闪了闪：“你可以教我做吗？我请你吃点心。”江叔指了指不远处的矮几，小姑娘顺着看去，被矮几上摆放的几盘点心诱得吞了吞口水。她仔细打量江叔几人，见他们衣着华贵，面目和善，又有马车，一看就是贵人出游，应当不是拐子。那我教你的话，点心可以随便吃吗？小姑娘直勾勾地盯着矮几。她早饭后便上山来采药，带的一个窝窝头早就吃了，根本不顶饿。此时看到那几盘诱人的点心，馋得直吞口水。可以，江叔爽快答应。同小姑娘谈好后，江叔让小姑娘先吃点心，命冷心竹风去摘树上干净的树叶。竹风很是无语，可又不得不去。小姑娘吃着点心，见竹风冷心用轻功飞上树摘树叶，一整个惊到了。他们会飞？江叔被逗乐，笑道：“对，所以你得吃快些，他们很快就摘回来了。”小姑娘一听，赶忙往嘴里塞。谭玉怕她噎着，给她倒了杯茶水。果不其然，不消一刻钟，竹风冷心就摘了2大兜树叶回来了。哥，小姑娘吃饱喝足，抹了把嘴，开始教江叔做树叶帽。江叔学得很认真，加之心灵手巧，一次便成功了。红澄澄的树叶帽绚烂漂亮，江叔很是喜爱。夫君，我给你戴上试试。江叔迫不及待。玉珍轻咳一声，墨眸瞥向望着他们的小姑娘。江叔会意，让谭玉将剩下的点心都打包送给小姑娘，让她早些下山，以免天黑了不安全。小姑娘走远后，玉珍才微低下头，让江叔给她戴树叶帽。真好看。江叔左右打量，十分满意。竹风几人瞧着玉珍头上那顶红帽子，选择了闭嘴。虽然不丑，但总觉得他们主子戴着有些奇怪。好在也没有旁人看到，不至于丢脸。玉珍自己也觉这帽子与她不太搭，是戴了一会儿便摘下来了。夫君不喜欢吗？江叔问。玉珍将帽子翻过来，指着里面密密麻麻的树梗道：“扎头，此帽只适合欣赏，不适宜佩戴。”江叔恍然，微叹道：“好吧，那就带回去收起来，留作纪念。”玉珍应了一声，让追云拿去车里放好。歇息够了，谭玉收好东西，一行人继续往山上走。装点心的食盒空了，正好拿来装落叶。江叔祖捡了一满盒。终于到达山顶时，落日已西沉，不久便可见晚霞了。山顶风大，此时又开始降温。谭玉拿出披风给2人披上，寻了处视野开阔的地方，玉珍同江叔相依而坐，静待日落。约莫等了2-3刻钟，落日坠山，天边迸射出绚丽晚霞，似9天云锦，美丽又震撼。真美啊！江叔惊叹，杏眸盈辉。玉珍揽着他的肩，侧眸温声道：“往后的朝阳落日，我都陪你赏。朝阳落日，朝朝暮暮。”听懂玉珍的话，江叔微红了脸，心绪激荡道：“好，朝朝暮暮，岁岁年年，与君共赏，只与卿赏。”玉珍弯唇，在他额间落下一吻，温柔至极。第182章主动。冬日的天黑得极快，还未到山脚，天色便暗了下来。追云逐风在车前挂了风灯，放缓了车速。尽兴地玩了半日，江叔疲累得紧，靠在玉珍怀里睡着了。为了让他睡得舒适些，玉珍几乎将他整个抱在怀中，拿自己给他做垫子，温暖舒适还减震。待回到王府时，已是月上枝头。江叔睡了一路，下车时迷迷蒙蒙的，玉珍索性将他抱回主院。双华几人瞧见时，还以为江叔受了伤，忙让人去请了府医来。江叔什么事儿也没有，闹了个大红脸，但来都来了，也不能白跑一趟，便给江叔请了个平安脉。送走府医后，双华跪地请罪。江叔赧然道：“不怪你，你也是好心，去催饭菜吧，我饿了。”是。双华起身去了。此时早已过了晚膳时间，午膳又吃得早，江叔玉珍都饿了。好在厨房给他们备了饭菜，很快便送来了。2人用完已是很晚，但江叔睡了一路，此时并不困，且只漱了口，还未沐浴。双华给2人备好寝衣，领命退下。屋中只剩下玉珍同江叔2人。歇了一会儿，江叔问玉珍谁先洗。
玉铮墨眸轻闪，抿唇道：“一起。”啊！江叔闻言，脸立时红了。虽然每次换浴后玉铮都抱他一起洗，但江叔还是觉得难为情。尤其是现在是正常沐浴，一起洗便意味着他得在玉铮面前脱衣服。走吧。玉铮上前，神色自然地牵着他往浴房走。到了浴池边，玉铮率先解了腰带，除了衣物。末了见江叔不动，他挑眉问：“可是要我帮你？”江叔摆手拒绝：“不用，你先下去，我自己来。”玉铮知他羞臊，也不逼他。进浴池后，特意背对着他。江叔见状松了口气，三两下脱了衣服，步入浴池，将身子泡进水中。玉铮拿过棉帕，进了水给江叔擦洗后背。江叔颤了颤，脑中警铃大作。然他惊慌了许久，玉铮却什么也没做，当真只是给他擦洗后背而已。哗啦，玉铮转身带动池水：“叔儿帮我也擦擦可好？”玉铮将棉帕递给江叔，江叔接过，认真给玉铮擦洗。玉铮的后背宽阔结实，两侧手臂肌肉危显，充满了力量美感。杏眸肆无忌惮地盯视欣赏，绵软柔仪上下游走，不可避免地触碰到玉铮背上肌肤。玉铮闷哼一声，闭了闭眼。他并非重欲之人，但情欲这东西一旦碰了，便一发不可收拾。尤其是面对心爱之人，极难克制。强忍到江叔给他洗完后背，玉铮猛然转身，将他拉入怀中。夫君！江叔一惊，双手撑着玉铮胸膛，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叔儿！玉铮抬手轻抚过江叔阴唇，眸中玉色呼之欲出。江叔杏眸一亮，很爱看玉铮眷恋染玉的模样，左右躲不过。江叔心念一转，决定逗逗玉铮。纤细双手游移到玉铮颈间，轻勾住玉铮后，主动凑上去，亲吻玉铮墨眸。玉铮微讶，但很喜欢江叔这般，磕上眸子尽情享受。阴唇顺着眉眼一路吻下，到唇边时逗留了一会儿，又沿着下颌游移。看着那小山包似的喉结，江叔眸子忽闪，调皮的吻咬。玉铮被他挑弄得气血翻涌，忍无可忍地搂住水中纤腰，化被动为主动。吻上作乱阴唇后，玉铮却不甘于此，渴望更多，火舌开路，灵敏撬开江叔齿关，迫使他与他缠绵共舞。屋外夜凉如水，屋内却一片火热。不知泡了多久，江叔觉得头昏脑胀，胸闷气短，十分难受。玉铮才抱着他上去，一番折腾，江叔俏脸绯红，让玉铮想起了香云山的红叶。精疲力尽的江叔软绵绵地躺在玉铮怀里，任由他给他擦干水珠，用寝衣裹着他回床榻。今夜的玉铮心情甚好，躺上床后紧拥着江叔，几乎让江叔整个趴躺在他身上。偌大一张床，两人愣是只用了一小片。夜里冷凉，江叔也乐得躺在玉铮温暖怀中，脑袋像只小猫似的拱了拱，寻了个舒服姿势，沉沉睡去。玉铮给江叔掖好被角，抱着他餍足的闭上了眼。一夜无梦，两人都睡得踏实香甜。只是次日早上醒来时，玉铮的半边腿和手都被压麻了，嘶，微微一动便直吸冷气。叔儿，给我揉揉。玉铮哑声哄求。江叔自知有愧，认真的给他揉捏。麻痒难耐，玉铮墨眉紧皱，神色痛苦。江叔羞惭道：“夫君，对不住，以后我不这样睡了。”玉铮睁开眸子，低笑道：“可我喜欢你这样睡。”江叔咬唇，不知该说什么好。揉了许久，玉铮的手和腿终于缓和过来，不再难受。今日是他们成婚的第3日，是三朝回门的日子。玉铮早已命管事备好厚礼，早膳后同江叔直奔江宅。江家下人已恭候多时，远远见到王府马车，赶忙点燃了门前悬挂的鞭炮，噼噼啪啪，爆竹声声炸开，喜气洋洋。宅内的江宁一听便知江叔他们到了，欢喜地跑出来迎接。阿姐！江宁跑出大门，马车刚好停稳，车门打开，玉铮率先钻出车门下车。姐夫！江宁高兴地唤了一声。玉铮颔首应声，欲扶江叔下车。江宁挤了过来，眼睛晶亮道：“我来扶阿姐。”玉铮墨眸微闪，让开了位置。他与江叔如今日同时，夜同寝，委实没必要同江宁争这片刻。江叔钻出车门，瞧见车外2个男人等着扶他，心底滋生出一股幸福甜蜜之感。这才是他理想中的家人模样。阿姐！江宁伸长手，一脸欢欣地扶江叔下车。阿弟！江叔笑着将手放进江宁掌心，轻声问：“可是等许久了？”江宁摇头：“没多久，我本就起得早，也就读了1个时辰的书，阿姐便到了。”江叔闻言，又是心疼又是好笑，边走边问：“爹娘呢？不会也同你一样起这般早吧？”“没事，他们睡得早。”3人说着话，很快便到了前厅。江父因腿脚不便，江母便扶着他在厅前迎接。见到江叔容光满面的同玉铮相携而来，
两人皆放了心，面上露出欣慰笑容。第183章，归宁。三人缓步谈笑而来，江叔走在中间，左边是玉铮，右边是江宁，两人都比江叔高出一大截。他站在中间，像被保护疼宠的小姑娘。见到江父江母，江叔言笑晏晏地喊：“爹娘，我回来了。”江父江母笑着点头，末了领着下人行礼：“见过王爷王妃。”岳父岳母快请起，自家人不必多礼。玉铮快步上前扶起江父。江父肃然道：“虽是一家人，但该守的礼数还是得守，不过是见个礼罢了，累不着我们。他们本就是寻常商贾之家，本就遭人瞧不上眼。如今江叔高嫁了王府，若他们不守规矩礼数，定会叫人耻骂指摘。行个礼而已，又不会少块肉，没必要为了这事给江叔惹麻烦。”“是啊，行礼是应该的，进去说话吧。”江母拉着江叔的手，江宁扶着江父进厅。“王爷王妃请上座。”江父江母道。玉铮的身份实在过于贵重，便是子婿，江父江母也不敢坐上手。皇室与平民天差地别，玉铮心中清明，便也不做推诿，同江叔上座。江父江母坐在下手，看着上手的玉铮和江叔，心中没有半点委屈不快，反而欣喜宽慰的紧。身为父母，见到女儿拥有尊贵殊荣，只会庆幸高兴。一家人叙话了一阵，江宁嚷着要同玉铮下棋，江叔便同江母去了花园。前2日迎亲堵门时，江宁见识过玉铮学问，心存敬佩，下棋的同时还时不时同玉铮讨教学问。玉铮有问必答，知无不言，款款而谈。江宁认真听着，眼中崇敬玉胜。他觉得玉铮要是去考科举，那状元一定非他莫属。也幸亏他生在皇室，不用参加科举，给了其他人更多机会。江叔同江母闲散而行，到凉亭坐下后，江母挥退婢女，同江叔说起了私密话：“你同王爷可圆房了？”江母眼有黄忧。江叔面皮微红，羞臊点头。江母见此松了口气，抚着胸口道：“圆了就好。”虽然玉铮待江叔的态度他们都看在眼里，但江叔先前嫁与沈长泽，多年都未圆房，这事儿在江母心里留下了阴影，便有些担忧，怕江叔不懂男女之事。“我瞧着王爷待你极好，你们年岁都不小了，早些要孩子吧。”江母语重心长的嘱咐。出京人事，江叔还有些羞涩：“娘，我这刚成婚呢，哪那么快？我只是让你上点心，王爷待你再好，你也要有孩子傍身才行。再者，王爷待你好，你更应该为他开枝散叶才对。”江母忧心，以玉铮的身份，将来定是要纳侧妃侍妾的，所以江叔一定要先生下嫡长子，吃过的亏绝不能再吃第二遍。江叔并非无知少女，江母说的他都懂。抿唇认真道：“我明白，但这种事急也急不来，只能顺其自然。若有了，我一定好好生下来，你心中有数就行。”江母稍稍放下心来。江叔明明才离家2、3日，江母却觉他走了许久，心中有说不完的话。该叮嘱的都叮嘱完后，江母问起进宫请安的情况：“圣上贵妃对你可如意？”江叔点头：“我原以为以我的身份会被轻视责难，再不济也该训话几句。可父皇母妃宽和慈爱，只是什么？”江母的心提了起来。江叔道：“只是让我抓紧些。”江母一听，瞬间明白过来，随即笑道：“这是应该的，为人父母心都是一样的，他们都待你宽容便好，如此我和你爹便放心了。先前江叔嫁去晋安侯府，尚且要受婆家管制，稍有不对便会训斥管束。如今高嫁皇室，江母捏紧了心。可让他意外的是，皇帝贵妃待江叔很是宽容，让他大松口气。我很好，娘和爹不用担心我，好好照顾自己是正经。”江叔拉着江母的手，想到往后不能常伴爹娘膝下，有些伤怀。江母也不舍他，可以知儿女长大成家是理之自然，是喜事好事。强人哽咽宽慰道：“家中奴仆众多，又有您儿在，我们好得很，不用挂心。且王爷也说了，你们可时常回来，我们想你了，也可去王府。”江叔眸眶微热的应了一声，将泪意憋了回去。母女俩又闲话了一会儿，下人来禀说席面备好了，走吧，去瞧瞧他们战况如何。江母起身，母女俩笑着往前听去。到我了，你都下了好几盘了，轮也该轮到我了。江父拿拐杖赶江宁，让他让位。江宁不甘道：“我还没下够呢，我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呢。”玉铮拾捡着棋子，静看他们争执。江父的性情同皇帝有些相似，玉铮面对江父有一种面对他父皇的感觉。是以同江父江宁相处，玉铮并不觉得尴尬无趣，从容自然的很。你们争什么呢？江母进屋不解询问。方才他们还在厅外，便听见了厅中争执。待问亲父子俩因何争执后，母女俩哭笑不得。行了，都不用争了，席面备好了，先吃饭。
走吧，夫君。江叔过去，笑拉起玉珍。休养了半年多，江父的腿已好了大半，拄着拐杖已能短距离行走。一家人到花厅花下共进午饭，婢女给几人斟好酒。江父介绍道：“这酒是江记酒坊自酿的桂花酒，与冬日甚是相配，王爷尝尝可合口？”听到这熟悉的话，玉珍墨眸微闪，端起酒杯清秀，别有深意地望了江叔一眼。江叔瞬间想起去年他赠玉珍桂花酒的事，现下想来真是恍若隔世。时隔1年，同样的酒，同样的人，只是他们的关系却不一样了。如何？江父不知其中渊源，一脸期待地问玉珍。玉珍咽下喉中酒水，颔首道：“醇厚柔和，余香长久，略带甘甜，的确很适合冬日暖身。”江叔这话听着真是耳熟。别光顾着喝酒，先吃菜。江母给江父夹了一只鸡腿，江叔有样学样，也给玉珍夹了一只。江宁把碗一伸：“我呢？没人管我吗？”江母江叔瞥了江宁一眼，同时给江宁夹了鸡腿，放他碗里。够吗？不够都给你。江母嗔问。江宁啃着鸡腿道：“不要了，我还要留着肚子吃别的。”几人听了这话，忍俊不禁。第184章远虑。席间，江父一见玉珍酒杯空了，便让婢女给玉珍斟酒，两人相饮甚欢。江母掐了他一把道：“酒多伤身，少喝点。”江父道：“桂花酒甜淡，伤不了。”江母瞪他，没好气的低声道：“会影响孩子。”孩子？什么孩子？江父下意识看向江宁，江宁正端着酒杯往嘴里送。江父刚想说江宁这么大了，喝一点不碍事，就见江母看着江叔和玉珍朝他使眼色。是的，少喝点。江父立时回过味来，不再劝玉珍饮酒。吃了个半饱后，江宁放下筷子，开始剥虾。江叔嫁人了，往后给他剥虾的日子便少了。江宁想着，竟有些难过。阿姐，多吃些，往后就没人给你剥了。江宁将剥好的虾放到江叔面前。玉珍听后，墨眸微拧，默默放下筷子，拿了只虾剥起来。剥完后，他直接喂给江叔，用实际行动证明江叔往后也有人剥虾。江宁看呆了，没料到玉珍会来这一出。江父江母会心一笑，给江宁盛了碗鸡汤道：“这下你可放心了。”江宁看着面前的汤，笑着喝了起来。他阿姐一辈子都有人疼了，真好。因玉珍一些细微举动，江父江母江宁瞧出了他对江叔的真心实意，很放心的将江叔交给他。饭后，江父抢占先机，拉着玉珍继续下棋。江宁落后一步，只能站在一旁观棋，顺便请教玉珍学问。江母同江叔坐远了些，说着闲话家常。天黑前，玉珍同江叔便要回府，能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婢女换了几次茶，不知不觉时间流逝，落日西沉，天色渐暗下来。便是再不舍，江叔同玉珍也应走了。江母起身送他们。爹娘，保重身体。江叔抱住江母，喉中微哽。好，你照顾好自己和王爷，不用挂念我们。江母笑着轻拍江叔后背。末了，江母对江宁道：“宁儿，送你阿姐和姐夫。”江叔闻言松开江母，同玉珍往外走，一步三回头。江父江母温笑着朝他挥手。待江叔走远瞧不见后，江父江母面上的笑容敛去，瞬间红了眼眶。别哭，叔儿还会回来的。江父拍着江母的手安慰。江母咽下哽咽，擦掉眼角失意。早上出府相迎时的江宁，脚步轻快如飞。现下送江叔和玉珍离开，脚下却似有千斤重，每挪一步都艰难。将江叔扶上马车后，江宁终是忍不住红了眼。阿姐，你常回来。好，你好好读书照顾爹娘，我得空便回来。江叔受到感染，也跟着红了眸子。我会的，阿姐放心。江宁退后几步，示意竹风驾车启程。直到马车驶远瞧不见后，江叔才放下车帘。玉珍伸手将他揽进怀中安抚，温柔拭掉他眼角泪珠。别伤心，你什么时候想他们了，我们便回来。好。江叔点头，轻靠在玉珍胸膛，听着玉珍平稳有力的心跳声，觉得分外安心。两人回到王府时，天刚擦黑，厨房已备好晚膳，两人一回主院双华，便命人传膳。午饭吃得饱，江叔并不太饿，随意吃了几口便放了筷子。怎么了？摸胃口。玉珍以为他还在为与家人分别伤怀。江叔摇头，午饭吃了一盘虾，不饿。听他这么说，玉珍放了心。还有一日休沐，饭后饮茶歇息时，玉珍问江叔可还有想去的地方。江叔道：“你难得休沐，在府中好生歇息一日吧。来日方长，以后再去也不迟。”来日方长。玉珍很喜欢这4个字，便道：“好，明日我带你逛逛府中后园。”江叔点头。他既嫁了玉珍，便要接管王府庶务，
不仅要熟悉王府，还要面见府中管事。接下来的一段时日，且有的忙。沐浴后，江叔拿了本书，到软榻上相依而坐，听玉筝念书。日月忽其不淹兮，春雨秋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江叔今日拿的是《楚辞》，知江叔心绪不佳，玉筝没有再要奖励，一本正经地念了一篇又一篇，一直念到江叔眼唇哈欠，玉筝才放下书，抱他去床榻安歇。这一夜，两人什么都没做，穿着寝衣相拥而眠。翌日，天气半阴半晴，两人睡饱后起身梳洗，用过早膳，玉筝带江叔去逛后园。大婚那日，曾听玉兰提过一嘴，说王府后园很大，但江叔没想到这般大。玉筝牵着他走了半个时辰，才将后园绕了一圈。诚然他们走得很慢，但也足以证明后园之大。除了花园外，后园还有一片梅林和一片荷塘，池中荷花已尽，只剩下枯枝败叶残立水面，但不难想象夏日时这片荷塘有多美。更为绝妙的是，有一处凉亭立于湖中，不论是冬日赏湖雪，还是夏日赏荷景，都很是惬意。江叔撑着凉亭柱栏往湖中瞧，瞧见成群锦鲤从眼前游过。玉筝问他：府中风景布局你可喜欢？若有不喜，可让人改建。江叔忙道：我很喜欢，不用改。他刚来王府，可不能大兴土木，否则会惹人闲话。皇帝和玉贵妃虽待他宽容，但他也要知情识趣，不能惹他们不悦，更不能让玉筝受人指摘。只是有一点江叔不解，你一个人住，为何要建这般大的府邸？大典虽景致好，但也难免孤寂。玉筝道：我本不欲建这般大，是父皇母妃坚持，说王府将来人口繁多，建大些一劳永逸。江叔听后眸光轻闪，父皇母妃深谋远虑。人口繁多，这4个字表明了皇帝同玉贵妃的心思。作为父母，他们自是希望玉筝后院繁荣，子嗣丰茂。可一想到玉筝将来妻妾成群，还要同旁人生孩子，江叔就觉心口堵得慌。怎么了？玉筝敏锐察觉出他神色不对。江叔望着他，深吸口气道：若是将来我善妒该怎么办？你会不会不高兴？世家大族之妇，善妒是大忌。玉筝闻言一怔，不明所以。你为何要善妒？妒忌谁？江叔脚着手，羞惭道：你的侧妃姬妾，我知我不该妒忌，但我管不住自己的心。如今玉筝还没有侧妃姬妾，但仅是想想，江叔就觉得心口闷痛。由此可见，等将来有了，他定会更难受。第185章甚爱。侧妃姬妾。玉筝听了江叔陡然不高兴的缘由，哑然失笑。你笑什么？笑我小心眼，笑我小气不大度。江叔嘴一扁，委屈的杏眸都红了。玉筝无奈低叹一声，长臂一伸，将人拉入怀中，亲吻了一下额头后道：放心，不会有那一天的。什么意思啊？江叔不解，仰头看他。玉筝缓声道：因为我永远都不会有侧妃姬妾，他若要那侧妃姬妾，早便纳了，又何至于等以后？江叔惊诧：你乃皇室王爷，怎可不纳侧妃姬妾？皇帝再宠爱玉贵妃，也有佳丽3000，儿女成群，玉筝又怎么可能只有他一人？如此甚爱专宠，江叔想都不敢想。望着江叔诧异小脸，玉筝叹道：人人都道我母妃宠冠6宫，羡煞世人，可我自小便时常见她黯然垂泪，她过得并没有旁人眼中那般开心。为何？江叔想不明白，玉贵妃有何不开心？玉筝抿唇，说起了一些往事。当年我父皇为了稳固皇位，被逼无奈娶了曹氏女为后，母妃虽体谅他，但心中终究是不愿的。后来我父皇又因各种原因纳了满宫佳丽，同他人生儿育女。我母妃虽谅解，但并非心甘情愿。天底下没有哪个男人能容忍自己的女人心有他人，也没有哪个女人愿同他人分享一个男人。所谓的宽容大度，不过是别无选择委曲求全罢了。这么多年他母妃受的委屈，流的眼泪，玉筝全都记在心里。不仅如此，还有一件事对玉筝影响颇深。你可知我阿姐为何下嫁庄家？江叔摇头。玉兰长他5岁，又与他身份悬殊，他哪里会知晓他的过往？玉筝道：我阿姐自幼与周伯旭一同长大，算是青梅竹马，与我姐夫却是素不相识。以周伯旭的出身才能，与我阿姐堪称良配。原本他2人是要携手成婚的，可那年西南战乱，庄将军父子镇守西南多年，是平乱的不二人选。然庄家3代单传已无族亲，庄恒尚未娶妻，庄将军便请求将我阿姐下嫁，为庄家留下子嗣和倚仗，如此他父子才能安心平乱。江叔听得一惊，唏嘘道：那周大人他……周伯旭也算年少有为，为了娶我阿姐，他请指出征西南。然战场凶险，九死一生，周家也仅他一个独子，周夫人以死相逼阻拦。玉筝喟叹：所以我阿姐别无选择，
只能下嫁庄家。战场的确凶险，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庄将军父子都双双殒命，更遑论毫无作战经验、只有一腔孤勇的周伯旭。此事怨不得周夫人，只怪天意弄人。若是西南战事起得晚一些，或许周伯旭同玉兰已然大婚，便没有这档子事了。那阿姐这些年过得也太苦了。江疏语带哽咽，心疼不已。他从不知玉兰下嫁庄家的背后藏着如此心酸。玉珍颔首，所以我不会那侧妃姬妾，也不向往那高位。我不想让你难过，也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面对此般无奈。身处高位，身不由己，有些无奈是无可避免的。江疏听得心头一震，张了张嘴，却说不出话来。玉珍今日所言实在过于震撼，他有千言万语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思索良久，江疏憋出一句：“那父皇母妃盼望的人口繁多怎么办？”玉珍墨眸一闪，佯装无奈道：“那就只能靠你了，可不能让他们失望。”江疏听得面皮发烫，轻捶了一下玉珍胸口。玉珍趁机捉住他的手道：“虽然我不会有侧妃姬妾，但你能善妒，我很高兴。”江疏瞪着他娇嗔道：“这有什么好高兴的？你善妒，说明你心中有我，且爱得极深。由爱才生忧，由爱才生妒。疏儿，我真的很高兴。”玉珍垂眸凝视着怀中人，眼角眉梢都是笑意。江疏羞恼不已，正欲开口说话，下颌忽地被抬起，玉珍的眷脸在他眼中放大。猝不及防的吻让江疏脑袋一空，停止了思考，要说什么话全都忘了个干净。许是真的高兴，玉珍吻的温柔又深情，缱绻又浓烈。很多时候言语过于单薄，无法表达所有爱意，只能用肢体行动来传达。江疏感受到了玉珍的浓情，双手缠上她脖颈，给予回应。他和玉珍对彼此的爱意不分轻重，只论生死。湖对面经过的瑞雪远远看到两人拥吻，嫉妒的快要发狂。午膳后，玉珍问江疏可要武器。江疏摇头，早上睡够了才起，今日又没费什么精力，并不困倦。玉珍沉吟片刻，带他去了书房。玉珍的书房中存放着诸多重要文书，属府中重地，随意不可进出，平日打扫都由追云逐风负责。便是双华瑞雪也没有进过书房。是以听到玉珍要带江疏去书房时，双华瑞雪很是震惊。江疏不知这些，坦然地跟着玉珍去了。玉珍的书房很大，外面有侍卫值守，里面还藏着机括。江疏进去后不敢乱动，生怕不小心触碰到了机关，拿了本书老老实实坐着。这几日积压了一些文书，玉珍坐在书案后埋手处理，江疏坐在他对面安静看书。玉珍处理完一本文书的间隙，抬眸瞧一眼江疏，唇角微弯着继续翻看下一本。这种感觉前所未有，玉珍很是喜欢，觉着手中枯燥文书都顺眼了许多。江疏翻完手中书，又不敢随意走动，便支疑凝望玉珍。玉冠束发，眷脸沉凝，神情端肃认真，一笔一画决策千里。这样的玉珍充斥着杀伐决断的魅力，叫人铭刻心间，移不开眼。江疏不由看呆了，直到玉珍将文书处理完起身，他还未回过神来。想什么呢？玉珍走到他跟前问。江疏眨了眨眼，轻咳道：“没想什么，你忙完了吗？”玉珍牵着他起身，带他将手中看完的书放回书架，再寻别的书看。在层层书架翻找时，江疏翻到了几本经书，经书下方是厚厚几叠抄写的佛经。这是你抄的？江疏微讶，拿出来细瞧。玉珍应声，既借了佛祖名义行事，理当心存虔诚敬畏。每一章每一句每个字都书写得十分工整，没有半点敷衍。江疏看着手中佛经，心绪震颤不已。玉珍的虔诚佛祖有没有看到他不知道，但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第186章护长。手中佛经似有千般重，同玉珍的爱意一样压进江疏心底。江疏抬眸望着玉珍，杏眸泛红，水光盈盈。我何德何能，能得夫君如此爱重？玉珍为他做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而他为玉珍做的却寥寥无几，实在羞惭。见他面色愧重，玉珍半是正经半是玩笑道：“谁叫你救过我的命呢？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能以身相许。”语罢，玉珍拿过他手中佛经搁下，将他拥入怀中，轻声抚慰。我知你善算账，可这世间有许多账是算不清的，比如我和你都与对方有救命之恩，只能以身护长。江疏听了这话，哭笑不得。他明白玉珍是不想他心愧，故意如此说。然玉珍说的也没错，这世间有些账是算不清的。江疏深吸口气，不再介怀。这一日，江疏知道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每每望向玉珍的眼神充满了暖意浓情。玉珍面上不显，心中却甜如蜜糖。晚间洗沐后，玉珍照例给江疏念书。江疏躺在他怀里，纤细藕臂环着玉珍静腰，心绪涌动。玉珍察觉到他今日不同，
也不挑破，故作正经地念了一篇又一篇。当念到第5篇时，江叔忍不住了，仰头疑惑问他：“夫君今日不要奖励了吗？”玉贞闻言眉梢微挑，垂眸瞧着他沉吟道：“我想念完要个大的。”杏眸狐疑地闪了闪，江叔不解道：“什么大的？”“就像那日在浴池。”玉贞想起前夜，看江叔的目光逐渐灼热起来。江叔恍然，随即红了脸。看到他这副模样，玉贞喉间微滚，哪还念得下去？他知江叔害羞，喜欢隐秘空间，便抱着他去了床榻，放下床幔。江叔明白玉贞想要什么，红着脸主动吻上了玉贞，从眉眼到唇瓣，顺着喉结往下，于颈式胸膛停留许久，继续游移，将玉贞的每块腹肌都吻了个遍，惹得玉贞低喘不止。叔儿，玉贞哪经得起这般撩拨，一个翻身反客为主。阿贞哥哥，江叔娇柔轻唤，双臂缠上玉贞脖颈。玉贞眷脸染玉，墨眸翻涌，俯手吻上了诱人阴唇。啪嗒啪嗒，屋外忽然落起了雨点。四欢歌，四奏乐，雨点由小变大，由稀变密，哗哗啦啦下了起来，彻底掩盖了屋中娇吟。许是剖白心悸，两人都情浓无处宣泄，吻了一次又一次，一直折腾到半夜，榨干江叔最后一点力气，玉贞才拥着他沉沉睡去。一夜大雨，一夜酣睡。天还未亮时，玉贞悄然掀开被子起身，穿好朝服到外间洗漱。临走时，玉贞低声叮嘱双华：“王妃昨夜累着了，你们动作轻些，莫要吵到她。”双华闻言，面色微惊。雨还在下，追云撑了伞，接玉贞去上朝。双华掩了屋门退下，不敢扰江叔睡觉。疲倦至极的江叔睡得很是浓沉，丝毫没有察觉到玉贞走了。待玉贞下朝回来时，他还在睡。玉贞换下沾水朝服和靴子，轻掀开床幔，看到江叔嫣红小脸，玉贞弯唇凑上去亲吻阴唇。江叔被吻醒，杏眸迷蒙。玉贞抬手将他脸上发丝别到耳后，温声道：“起来吃早膳了。”江叔蹙了蹙眉，猛然想起什么，惊诧道：“你今天不是该上朝了吗？不会是他们昨夜折腾得太晚，影响到玉贞上朝了吧？那他可成红颜祸水，罪该万死了。”江叔一个机灵，脑袋瞬间清醒。上了，我刚下朝回来。玉贞将他捞起，拿了衣裳给他。江叔闻言大松口气，快速穿好下床洗漱，同玉贞去用早膳。天光大亮，雨渐渐停了。早膳后，双华请示江叔，可要今日面见府中管事。江叔点头，让双华去知会府中管事，半个时辰后在偏厅会见。方才起得急，江叔还未梳妆，此时赶忙让楚玉、谭玉给他梳发上妆。玉贞在一旁等着，今日是江叔第一次见府中管事，他自然要陪他一道。半个时辰后，玉贞同江叔出现在偏厅，候了许久的众人立即躬身见礼。见过王爷王妃。在王府生活了几日，厅中这些人，江叔却只见过管家一人。同样的，众人也是第一次见江叔，不由暗暗好奇打量。府中管事有男有女，共有20人，掌管府中各项事宜。待两人在上手坐定后，管家抬步上前，自报姓名职责。前日江叔回门，管家准备回门礼时，虽见过江叔一面，但并未叙话，今日才算正式会见。小人莫良，为王府管家，给王妃请安。其他人有样学样，依次上前自报。小人吴谦，为王府账房，给王妃请安。江叔认真听着看着，将每个人的名字和脸都记在心底。从前王府无主母，府中账册和库房钥匙都由管家莫良打理，偶尔呈给玉贞过目一次。如今江叔嫁来王府，这些东西自然是要交由他掌管。这是府中各处账册和府库钥匙，请王妃过目。莫良呈上厚厚一叠账册以及一串钥匙。江叔扫了一眼，凝声吩咐楚玉收好。末了他望着莫良道：“今日下雨，不宜盘查库房，等天晴后，我再与莫管事、吴管事一同盘查。王府过去的账册，不论对与不对，都无甚可查，完全可以从即日起重新造册。但库房不一样，必得盘查核对清楚，他才能接手，否则一旦出了问题，可全是他的责任。”这莫良迟疑道：“库房进出开支都详细记录在册，王妃查看路薄便可，不必如此麻烦。王府库房满满当当，盘查起来可很要费番功夫。他们知晓江叔曾做过6年侯府主母，也知晓他经商一事，是以这几个月的账册做得滴水不漏，保管叫江叔挑不出错漏。可他们万没有料到，江叔竟直接提出盘查库房，是很麻烦。”江叔眸光沉静地望着莫良，抿唇道：“可今日莫管事将府库钥匙交于我，若不盘查清楚，将来出了乱子，算谁的过错？府中众多庶务，说到底都归于一个钱字，只要钱算清楚了，其他的便错不到那去，反之则都是枉然。”莫良被堵得说不出话来。玉贞从未想理过府中庶务，
对此不甚了解，但他知道江叔如此坚持，定然有他的道理。于是沉声道：“一切按王妃吩咐来办，若有不从，按为命逆主论处。”是。玉征此话一出，无人再敢异议。玉征警醒众人后，江叔又道：“这些账册我带回去翻看，从今日起，各管事重新造册，每月核查。”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的对视一眼，躬声应下。第187章秦钟。面见完府中管事，玉征同江叔去了书房。玉征在书案后处理公务文书，江叔则在他对面查看府中账册，温馨又和谐。江叔一边翻看账册，一边拨弄算盘，认真查看核算了几本，没有发现任何错漏，便知剩下账册看与不看无甚区别。玉征批完一本文书，抬头见江叔秀眉紧蹙地盯着面前账册，神情凝肃，不由墨眉一挑：“怎么了？可是有何不对？”江叔摇头：“就是太对了，反而有些反常。”顿了顿，江叔又道：“他们呈给我的账册，只有最近3个月的账目全都做得滴水不漏。可若大王府，尤其近日府中是多开支庞大，怎么可能半点差错都没有？”玉征虽不懂内宅事务，但他不傻，听江叔这么一说，顿时明白了。岂止这几个月，恐怕过去几年的账册都有问题，只是他未察觉而已。依你之见，该当如何？玉征拧眉问。江叔望着他，不答反问：“夫君觉得府中众管事如何？”玉征抿唇思忖道：“尽职尽忠，公谦有度。王府这么多年，未出过什么乱子。”江叔闻言，心中已有计量。有道是水至清则无鱼，凡事不能太计较。信谋扫了一眼桌上账册，江叔深吸口气道：“那就既往不咎，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切重新开始。若有再犯者，严惩不贷。”玉征也明白其中道理，当下颔首道：“都听你的，内宅事务我不甚懂，往后便都仰仗你了。”他是皇室王爷，自小学的便是安邦定国，治理天下，从未涉足过宅院事务，在这方面确然不如江叔。江叔凝然正色道：“这是我分内之事。自古夫妻之道，便是男主外，女主内。玉征在外为他撑起了一片天，他自当理清宅院，让他后顾无忧。夫妻携手，互相扶持，方能长久。”玉征闻言心头一暖，招手让江叔过去。江叔不明所以，起身走到玉征身旁。玉征侧身将他拉入怀中，坐于他腿上，把下颌搁在他颈窝道：“只恨娶你太晚，但又幸好终是娶到了你。他曾经错过了他，本以为此生无缘，可又得上天眷顾，又给予了他一次机会。”玉征这话带着曾经错失的遗憾，又充满了失而复得的庆幸，令江叔心间轻颤，产生共鸣。他们能走到一起，属实不易。品味着玉征的话，江叔狐疑问：“你是从何时想要娶我的？”这些年，他同玉征只见过匆匆几面，并无过多交集，情从何来？玉征静默了一瞬，怅然道：“很久很久以前，我本打算等你及笄，再与你相认，然后寻个妥当法子娶你过门。可没想到你如此恨嫁，方一及笄就嫁人了。”成年开府前，玉征还只是个少年皇子，羽翼未丰，与江叔相认的时机尚不成熟。我才没有恨嫁，是晋安侯府求娶心切。我爹娘当时以为会是桩好姻缘，才顺从晋安侯府，尽快完婚。江叔红着脸解释完，末了又问：“你当初为何没来寻我？倘若玉征与他相认，阻止他嫁给沈长泽，他一定会答应的。”玉征重叹一声，痛声扼腕道：“我那时不在上京，受父皇之命寻访大招。等我收到消息时，你已与晋安侯定下婚约。等我赶回上京时，你即将出嫁。”当时玉征虽觉遗憾，但毕竟情感不深，只要江叔过得好，他也能接受。若换成如今，他便是当众抢婚，也定要阻止。竟是如此。江叔听完玉征的话，只觉天意弄人。好在上天垂怜，搓磨7年兜兜转转，他们终是得成眷属。阿征哥哥，江叔回抱住玉征，心绪大为触动。回想过往，玉征也觉怅惘难平，千言万语无从诉说，修长如玉的手捧起江叔小脸，心绪翻涌地吻了上去。失而复得，更懂弥足珍贵。同以往的吻不同，这个吻充斥着痛惋怜悔，庆幸珍惜，时而温柔缱绻，时而又浓烈蚀骨。激吻过后，两人微微分开，牵出一条银线。玉征喘出一口热气，消弭不见。江叔因唇红润微肿，带着丝丝痛麻，却觉酣畅淋漓。阿征哥哥，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江叔靠在玉征胸口，心口闷痛生涩，只差一点，他便与玉征终生错过。对此，玉征也是心有余悸，双臂紧拥着怀中人道：“除了生死，这世上再没有什么能将我们分开。生同寝，死同穴。”江叔仰头望着玉征，杏眸中蕴满浓情，玉眸垂眸与他对视，墨眸中也皆是眷眷深情。在这既冷冬雨日，两人紧密相拥，互诉情衷，两颗心贴在一起，牵引共振。午膳后，
雨还在断断续续的下着。玉铮昨夜没睡足，略有些困倦，左右无事，便拥着江叔午睡。然江叔早上睡够了，此时毫无困意，枕在玉铮怀里，定定的瞧着玉铮，怎么都瞧不够。阿铮哥哥，江叔轻唤一声，吻着了一下玉铮蜜色唇瓣。科眼歇息的玉铮没有动，似是睡着了。江叔瞧着他，又凑上去亲吻，一下又一下。江叔似在品尝珍馐美肴般，怎么都亲不够。见玉铮一直没有反应，江叔更大胆了些，停留在他唇上辗转吮吻。如此这般挑逗，玉铮哪里睡得着，忍无可忍地搂住江叔腰肢，一个翻身将江叔抱到他身上。夫君，你不睡了吗？江叔微诧，有种做坏事被抓包的羞窘。玉铮轻拍了一下他娇臀，咬牙道：“你既不让我睡，那就做点别的。”做什么？江叔眼神飘忽，不敢与玉铮对视。玉铮笑了下，没有说话，直接伸手包了江叔衣裳。江叔一惊，下意识望向门口。玉铮揉捏着道：“放心，他们不敢进来。”语罢，玉铮快速除了自身衣裳，两人隔着颈背坦诚相对。叔儿，我有些倦，你来。玉铮扶着他的腰，温声诱哄。江叔咬唇，俏脸羞得快要滴血。这青天白日的，也太难为情了。好在层层纱帐隔绝了大半光线，帐内半昏半暗，形成一方隐秘空间。屋外雨声淅淅沥沥，屋内吟喘断断续续，与清冷雨声柔和道一声，谱成一曲冬日欢歌。第188章打压。风停雨歇之时，屋内也归于沉寂。雨天白日纵情，别有一番滋味。两人共赴了一场极致欢愉。江叔疲软地躺在玉铮臂弯，低低喘息。玉铮一脸艳足，食髓知味地问：“可能睡觉了？”江叔细若蚊蝇地应了声，面上满是欢愉刚劲的潮红。玉铮素日清冷的俊脸也泛着红晕，疲倦中裹挟着满足。酣畅淋漓后，两人睡了一个浓甜午觉，一直睡到天色将黑才起身。白日睡够了，晚间自然就睡不着了。洗沐后，江叔拿了府中下人丽营录册，认真翻看。当看到双华瑞雪每月丽营时，江叔眉头一皱，问一旁的玉铮道：“你可知府中一等婢女月例多少？”玉铮摇头：“怎么了？有问题吗？”江叔指着录册给他看，府中各管事月例10两，莫管事身为管家也才20两，可双华瑞雪为一等婢女，月例竟高达30两，这很不合理。玉铮一听便懂了，拧眉沉吟道：“这事是我疏忽。”江叔凝眸望他，等他解释。玉铮长叹一声，如实招来，双华和瑞雪不是寻常婢女，她们是我开府10母妃从宫中指派而来，给我做通房侍妾。说到此处，玉铮望着江叔，怕他心生误会，略有些惶急地补充道：“但我从未碰过他们，也未有将他们收房的心思。”然府中下人不知他的打算，暗自将双华瑞雪奉为半个主子，给了侍妾月例。玉铮从未留意过，今日若不是江叔告知，他仍旧蒙在鼓里。你既无意，为何不将他们送回去？江叔不怀疑玉铮的话，只是有些不解。玉兰先前虽未与他明说，但他从双华瑞雪的反应，也猜到了他们来王府的目的。是以玉铮此时说出，他并未有多大惊讶，只是疑惑玉铮为何留着他们。玉铮沉声道：“皇子成年开府，由皇后或其母妃指派宫婢暖床，乃是惯例。他们代表着父皇母妃的恩赐，若无大过，不能送回。且若犯了大错，宫中也不会再收纳他们，只有死路一条。左右需要婢女服侍，玉铮便留下了他们。没有旁的办法了吗？”江叔听完震讶不已，此事颇为头疼，叔儿可有妙计？玉铮揉着江叔绵软小手，诚心发问。江叔凝眉思索许久，轻叹道：“我先将他们的月例降为正经婢女月例，探探他们反应再做打算。便是双华瑞雪心思不纯，然他们也没有过错，罪不至死。可若留下他们，又名不正言不顺，也是白白耽误。他既与玉铮互相表明了心意，便不会再假装大度，让他收了双华瑞雪。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两全之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全凭你做主。”玉铮相信江叔能处理好。头疼的揉了揉额角，江叔将脑袋枕在玉铮腿上，让他念书给他听。待听倦了，两人便回床榻安歇。翌日天还未亮，玉铮照例起身上朝。江叔被扰醒，起身亲自给玉铮穿衣系腰带。这还是江叔第一次见玉铮穿朝服的模样，一身凛然正气，冷肃端正，让人敬而生畏。收拾妥当后，江叔亲送玉铮出门：“再去睡会儿吧。”临走前，玉铮在他额间落下一吻。江叔确实还困着，送走玉铮躺回床上睡了个回笼觉。待他睡醒起身时，玉铮刚好下朝回府。用过早膳后，玉铮说他要出去一趟。江叔知他政务繁忙，懂事的点了点头。玉铮走后，江叔望着阴郁天气，
让双华去请莫管事。不知王妃有何吩咐？莫良有些惶然，不知江叔独叫他一人作何。江叔瞥了一眼双华瑞雪，端声问莫管事：“按府中规矩，一等婢女月例多少？”莫管事心头一咯噔，下意识看向双华瑞雪，忐忑道：“与管事一样，10两。”江叔翻出路册道：“既如此，那为何这上面记载的是30两？”这莫管事低头，不知如何作答。有些事大家心知肚明，可却不好说出来。一旁的双华瑞雪小心翼翼看向江叔，不明白他要做什么。江叔并没有过多为难，只是吩咐道：“从前王爷未详理过府中庶务，不知这些。昨夜我已与王爷商议妥当，从这月起，双华瑞雪同楚玉、谭玉一样，领一等婢女月例10两。”此话一出，莫管事同双华瑞雪皆是一惊。江叔此举降的可不是月例，而是双华瑞雪的身份。主母擅妒打压妾室，实乃正常，可如江叔这般明目张胆、急不可耐的，当真是头一回见。要知道，双华瑞雪可是玉贵妃的人。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江叔当真是有些不留情面了。瑞雪气不过，当即便要理论，被双华拉住了。事后回到屋中，瑞雪怒火中烧的质问：“你为何要拦我？”双华低声道：“你没听王妃说吗？这是她昨夜与王爷商议后的决定。她想做什么？仗着王爷宠爱打压我们，想独占专宠。”瑞雪觉得江叔简直是在痴心妄想。便是没有他们，往后也还会有其他人。这王府后院总不会只有他江叔一人。既如此，为何偏偏容不下他们？我不甘心，明明是我们先来王府的，我们本就是王爷的女人，他凭什么这么对我们？望着气急败坏的瑞雪，双华抿唇道：“你我服侍王爷多年，却一直未能侍寝，便已然说明一切。王爷对我们压根无益，那又怎样？只要能做王爷的女人，只要我们心里有王爷便行。”瑞雪本就没奢望过玉贞能对她有情，她只想要玉贞的宠幸。玉贞这般天人之姿又身份贵重的男子，能做她的侍妾，她别无所求。可她恼恨的是，玉贞从不给她机会。双华沉叹：“王爷心中只有王妃，对我们没有这份心思，你怎么就不明白呢？”玉贞这般样样出众的男子，双华自也是心目的。可他也知事事强求不得，尤其是他们身份低微，本就无从选择，只能被人选择。玉贞没有选择他们，他们便只能安分守己，断了心中妄想。然瑞雪执迷不悟，铁了心要做玉贞的人。第189章盘查。过了2日，天彻底放晴。早膳过后，江叔叫上莫管事和吴管事，带上几名稳重下人，一同去清点库房。开库前，莫管事同吴管事对视一眼，出声道：“王妃，府库甚丰，只我们几人，怕是1日也清点不完，不如将府中其余管事也叫来帮忙，这样方能在落日前完成盘点。此事事关重大，可不能只让他2人承担。”江叔闻言，瞬间便洞悉了2人心思，颔首道：“莫管事所言有理，那便由你去将各管事请来，一同盘点。”是。莫良领命，赶忙去了。当然，他不会说是他出的主意，只说是奉王妃之命，接手掌家盘查库房，肃立规矩，本就是件得罪人的事。江叔也不在意多这一件。待莫良将所有管事都叫来后，吴谦打开库房，众人一同进去盘点。进去前，江叔已有心理准备，然进去后，他还是被惊到了。王府库房竟是由好几间屋子组成，每间屋中存放的东西各不相同。进库后，首先映入眼中的是各种名贵家具物实，如黄花梨木椅、金丝楠木书案、紫檀木屏风等等，整整齐齐地陈列着，摆满了厅堂般大的头库。两侧各有小门，右侧门进去存放的是裘皮、贡缎等衣料，左侧门进去是数架壁柜，摆放着紫砂茶壶、青玉杯盘等器皿，还有一些珍稀药材。头库往里走，还有3扇门，一间屋中存放的是古玩字画、笔墨纸砚，一间屋中陈列的是珍品兵器，有刀剑，有弓箭，有长枪，有短鞭等等。推开最中间的一扇门进去，是最大的主库——银库。王府所有银钱进出都来自此处。银库中码放着许多漆木箱，有白银，有黄金，有珠宝玉石，还有散碎银子和铜钱。墙边还有一排壁柜，摆放着一只只大小不一的锦盒。江叔随意打开一只，里面躺着一只束发金冠。江叔了然，想来这些锦盒里装的全是金玉饰物。王妃，先从何处盘点？如何盘点？莫管事躬声询问。江叔凝声道：“分2波盘点，由你和吴管事领头，从家具和布料开始，重新造册记录。”重新造册？莫管事微讶，其余众管事听了也皆是一惊。江叔沉眸望着他们，肃声道：“王府过去几年账目繁多，无从核算，是以从今日起重新造册记录，过往一切不予追究。”莫管事等人一听，震惊之下满心侥幸。江叔将他们的神色尽收眼底，没有再多说什么，
命楚玉、谭玉跟随莫良、吴谦与他们一起造册记录。江叔亲自督工，命剩下的人负责盘点清查。半日功夫下来，堪堪清点完4库，还剩下银库和兵器库。用过午饭后，一行人继续清点。兵器库中物实较少，不多时便清点造册完毕。所有人都去银库帮忙，齐心协力忙活一下午，终于在日落前点完最后一箱铜钱。王妃，库中所有物品都已记录在册，请王妃过目。莫良和吴谦呈上录册，这册上的每一笔都是在楚玉、谭玉的盯梢下记录，绝无半点出入。江叔十分放心，命楚玉收起册子带回去查看。大伙儿都辛苦了，我已命厨房今晚给大伙儿加菜上酒，以作犒劳。众人一听，欣喜行礼，谢王妃。早便听闻江叔从前在晋安侯府做主母时，待下人宽和温善，今日一见，果真如此。送走江叔后，众人高高兴兴地回了下人院，准备尽兴的好吃好喝一顿。诚如江叔所言，天擦黑时，厨房送来丰盛酒席，众人开怀畅饮。莫良、吴谦等人围坐在一起，酒过3巡，菜过5味后，渐渐打开了话匣子。原以为今日王妃会给我们一个下马威，没成想竟赏了我们一桌酒席。我有个表亲在晋安侯府做事，听他说王妃性子温和，待下人极为宽厚，是个难得的好主母。什么温和宽厚？我瞧他就是手段有限，到底不是世家大族出来的，除了会算账，旁的怕是一窍不通。他以嫁妆供养晋安侯府的事，满城皆知，仅凭这一点便可看出不是个精明的。这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下定论还为之过早，且再瞧一段时日吧，小心使得万年传。纵管是你一言我一语，仗着此处是下人院，偏厅的门又关着，无所畏忌。夜黑风高，弦月孤悬。主院里，江叔沐浴完，翻开录册，还未来得及看，便被玉珍抽走。你怎地比我还忙？别累坏了身子，明日再看。江叔今日确然有些累，顺从地躺到了玉珍腿上。玉珍搅弄着他如瀑青丝，温声问起白日盘查府库之事。江叔反问他：你可知府中库房有多大？里面有多少东西？玉珍抿唇道：去过一次，已有几年未去，里面很多东西吗？江叔沉叹：像你这般几年不去看一次，也不想理府中事务，底下的人贪没多少，你都浑然不知。玉珍也叹：我平日事忙，实在无暇顾及这些。与国体民生比起来，王府事务着实不值一提。然而志在天下，不在宅院。江叔明白此事怪不得玉珍，他只是有些心疼他。往后府中事务由你打理，我便放心了。玉珍长舒口气，满心信赖。江叔仰望着他，秀眉微蹙。今日我已同他们表明态度，但他们若胆敢再犯，定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你看着来，王妃御印我已给你备好，往后你可直接行事。若有不从者，直接命侍卫拿下，绝不姑息。玉珍也知这府中风气是该速整速整了。末了，玉珍又道：府库中的东西，你皆可随意处置，不用过问我。过问他也没用，他压根不知库房中到底有什么。江叔闻言，杏眸流转，故意道：你就不怕我也贪没，将你的库房都搬空吗？玉珍弯唇低笑，夫妻一体，我的便是你的，你高兴就好。突如其来的宠溺之言，听得江叔面皮一热，露出几分娇羞之态。玉珍见了，墨眸一暗，屈膝俯首，吻上莹润阴唇。随着玉珍的动作，脑后墨发披泻而下，与江叔的乌发交缠在一起，难分你我。第190章自重。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便是冬月。每月初1，按规矩要进宫给玉贵妃请安。这日追云逐风送玉珍上朝后，又返回王府来接江叔。楚玉给江叔梳妆完，在江叔起身欲走时，低声提醒：王妃，这几日该是你的小日子，可得留一些。江叔一听，瞬间头皮一紧。他近日忙着料理府中事务，完全忘了这茬。若非楚玉提醒，他压根没想起来。为了以防万一，江叔道：去拿月事带来，有备无患。进宫请安可是件大事，极有可能皇帝也在，可不能在帝王面前出这等差错。楚玉依言拿来月事带，给江叔用上。整理好衣裙，江叔大松口气，放心地坐上马车进宫。追云估摸好散朝时间，马车到宫门口等了盏茶时间，玉珍便下朝出来了。怕江叔紧张，玉珍特意出来接他一起去钟灵宫请安。叔儿，玉珍在车外唤了一声，江叔钻出车门，扶着他的手下车。两人走了没2步，迎面撞上一对出宫朝臣。见过景王殿下，见过景王妃。第一次见江叔，众人都行了跪拜大礼。好巧不巧，沈长泽也在其中。身着朝服的沈长泽跪在一众朝臣身后，委实觉得有些没脸，低垂着头，不想让江叔发现他。江叔并没有留意，玉珍命众人起身后，他便随着玉珍往宫门走了。沈长泽终是没忍住，
在玉征和江叔经过他面前时，偷偷抬眼打量。江叔身着贡锦华服，傲然立于玉征身侧，与玉征极为般配，俨然是一对璧人。沈长则望着两人相携同行，鸾凤和鸣的身影被深深刺痛。许是他的目光过于明显，玉征察觉后微微侧身，眸光冷冷扫来。靖安侯自重，不轻不重却冷冽如寒风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众人注意，纷纷看向沈长则。就连江叔也回头瞥了一眼。沈长则羞愤难当，赶忙低下了头，垂于身侧的手紧握成拳。待玉征同江叔走远，进入宫门后，他才抬起头，神色颓然地往侯府马车走去。侯爷，霍冲扶着他上车，目露担忧。前些日子沈长则夜里醉酒摔伤了腿，在床上躺了10多日才好。今日撞见江叔，沈长则这般模样，回府后怕是又要醉酒。沈长则确然心情不好，但他却并不想再酗酒，而是因强烈的耻辱感滋生出志气。他要勤奋上进，加官进爵，让所有人都瞧得起他，尤其是江叔。至于膝上的拳头攥紧，沈长则咬牙下定决心振作。宫墙巍巍，甬道深深。玉征同江叔到钟灵宫时，皇帝果然也在。儿臣给父皇母妃请安。两人躬身见礼。玉贵妃笑道：“你们来得正好。皇帝每下朝后都会到钟灵宫用早膳，今日玉征江叔来请安，4人便一同用膳。早膳后，几人又回到殿中喝茶闲话。看出江叔面对皇帝的拘谨不自在，玉贵妃拉了他到偏殿说话。玉征有些不放心，起身想跟上去。皇帝见了没好气道：“你母妃不吃人。”玉征闻言只好坐了回去。皇帝拧眉不解道：“你先前不是固执得很，一心向佛不肯娶妃吗？怎么如今又紧张成这样？”玉征的前后反差实在太大，不由让人生疑。听到皇帝的质问，玉征墨眸微闪，镇定从容道：“不娶便不用负责，既娶了自然要负责。”末了玉征还补了一句：“这便是娶妻的麻烦之处，父皇不这么觉得吗？”皇帝拧眉不语。娶妻的麻烦之处，普天之下可没有人比他体会得更透彻了。这6宫佳丽，只有玉贵妃是他真心想娶，其余皆是迫不得已。诚如玉征所说，娶了便要负责，身不由己。便是再不愿，每月初1、15，他也要去永宁宫与皇后共用晚膳，在永宁宫留宿。而其他妃嫔呢，他也要时不时去做一做，传他们事情。父子俩对视一眼，心照不宣，转而说起了朝堂政事。偏殿里点着暖香，令人神情放松。玉贵妃问江叔在王府可还习惯，府中下人对他可还恭敬。江叔一一作答，随后想到霜华瑞雪，他凝声道：“有一事我想请示母妃。”玉贵妃一听便知有正事，当即正色道：“何事？”江叔小心道：“我知霜华瑞雪是母妃赐给王爷的侍妾，但王爷对他2人无意，已担得他们多年。若继续留在王府，恐也只能做个婢女。霜华瑞雪毕竟是玉贵妃的人，不论如何都该知会玉贵妃一声，征询她的意见，以免将来出了什么事，玉贵妃因此心生嫌隙。能宠冠6宫，玉贵妃何等聪慧，江叔3言2语，他便全都明白了。5年时间还未能侍寝，足以证明玉征确实无意。眼下江叔同玉征新婚燕尔，没必要为了2个无足轻重的婢女令他们不睦。玉贵妃思索一番，道：“不过是2个宫婢，征儿既不喜，就当婢女用着吧。若他2人犯了什么过错，你是景王妃，自当由你处置。”玉贵妃此言便已明确态度。江叔听后心头一松，随即起身跪下道：“多谢母妃体恤。”玉贵妃能如此体谅，江叔不胜感激。同为女人，玉贵妃明白江叔的心情，将他扶起道：“你若真想谢我，就早些为征儿诞下子嗣。眼下这是玉贵妃最挂心的事，只要江叔能为玉征开枝散叶，旁的事他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听玉贵妃又提到孩子，江叔头皮一紧，觉得压力甚大。瞧出他的紧张，玉贵妃温笑着安抚了几句，便同他出去了。玉征早已等候多时，见江叔出来，立时起身告退。望着2人并肩离去的背影，皇帝皱眉道：“朕怎么觉得这2人不像报恩将救，倒像是两情相悦呢？”玉贵妃笑道：“事到如今，这还重要吗？”皇帝抿唇不说话了。知子莫若父母，玉征什么脾性，他们如何能不知？先前种种不过是给天下人一个理由，名正言顺迎娶江叔罢了。他们之所以顺水推舟，也是清楚玉征脾性，知他如此大费周章，定然是势在必得。罢了，儿孙自有儿孙福，由他们去吧。皇帝长叹一声，同玉贵妃相视而笑，商量着玉征的嫡长子取个什么名字好。第191章能力。因着江叔的吩咐，王府各管事重新造册，于月初合账。
从宫中回府后，江叔坐于厅堂，同府中管事一一核账。10月只有10来日的账目，核算起来十分简单，不多时便核算完了。确认无误后，江叔命吴谦出账，给府中下人发放月例。所有人领到月例都很高兴，只有双华瑞雪神色低沉。领了5年的30两月例，忽然变成10两。瑞雪只觉众人看他的眼神充满讽刺嘲笑，令他羞愤难当。回到屋中，瑞雪将银子狠狠砸在地上。这哪是月例，分明就是耻辱！你这是做什么？双华慌忙关上屋门，替他将银子捡了起来。瑞雪这般做派，若是让有心人瞧见，传到王爷王妃那里，可就成了对主子不敬不满，要受惩处了。太欺负人了！瑞雪气红了眼，满脸愤怒道：“你方才没瞧见那些人看我们的眼神吗？全是嘲讽。他这般作践我们，往后在这府中，我们还有何脸面见人？从前在这府中，他2人不论走到哪里，府中人都要恭敬有礼的唤他们一声瑞雪、双华姑娘，便是莫管事也对他们礼敬几分。可今日领月例时，府中人对他们的态度明显大为转变，拿他们当寻常婢女对待，除了丽银，其他待遇也跟着削减，完全与楚玉、谭玉一样。如此巨大反差，瑞雪接受不了。你我2人只有这般命，便只能认命，往后就谨守本分，做好分内之事，别再想其他了。双华苦口婆心相劝。其实在王府做婢女也没什么不好，相较于宫中，王府人口简单，王爷王妃也宽容和善，规矩也不似宫中那般严苛。瑞雪听了越发气恼，她才不要一辈子只做个婢女。心知双华与她心思不一，瑞雪深深看了她一眼，将情绪都埋在心底。晚间，玉贞照例念书给江叔听，然江叔却蹙着眉头，心不在焉。何事烦心？玉贞放了书问他，修长手指轻轻抚平紧皱秀眉。江叔望了他一眼，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这种女子私事实在不适合同玉贞说。于是江叔另扯了个由头道：今日进宫请安，母妃说起子嗣之事，我有些烦忧，怕令他们失望。玉贞闻言，抱起他走向床榻，放下床幔道：与其烦忧，不如多多努力。然玉贞的手刚碰上江叔衣襟，便被江叔抓住。怎么了？玉贞不解挑眉。这还是江叔第一次拒绝他。江叔无法，吞吞吐吐道：我这几日月事该来了，不方便。玉贞听后怔了怔：已经来了吗？江叔摇头，烦乱道：本应今日来的，但不知为何迟了。正因为迟了，才令他坐卧难安。他今日用了1日的月事带防患，却什么都没有。可若不用月事带，又生怕什么时候没注意就来了，沾染到衣上入单上。也正如此，他不敢与玉贞亲密，怕半途尴尬。墨眸凝视他许久，玉贞忽而低笑道：你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来不了了？江叔一听，瞬间明白了玉贞话中深意，愕然道：怎么可能这么快？他们才堪堪成婚半月，10日未免太短了些。玉贞挑眉：为何不可能？你在质疑我的能力？江叔这话叫他如何反驳？见他沉默不语，玉贞抿唇道：让双华请府医来瞧瞧。瞧什么？证明他的能力吗？江叔虽未有孕过，但他见过别人有孕啊。短短半月，便是真有孕了也诊不出来，怎么也得1月以后。急忙拉住玉起身去吩咐双华的玉贞。江叔低声道：10日尚短，诊不出来。这大晚上的，兴师动众将府医叫来，又什么都诊不出来，岂不是平白无故闹笑话？那得多久？玉贞对此毫无经验。江叔道：少则1月，多则2月。去年徐令仪诊出有孕后，他曾问过方医女，方医女便是如此同他说的。玉贞拧眉：那就再等半月。江叔点头，躺下歇息。因江叔顾虑烦扰于心，玉贞也不强迫，只是拥着他入睡。忐忑不安的过了2、3日，江叔的月事还是没有来。楚玉小声猜测道：王妃月事素来很准，这月迟迟未来，怕是有了。江叔凝眉，还未确定，先不要声张，以免闹出笑话。是。楚玉谨声应下，知晓轻重。仅凭月事推迟揣测，本就做不得准。加之玉贵妃对此事十分在意，江叔更是不敢随意定论，定要等府医确诊后才敢让人知晓。夜里安歇时，玉贞轻啄着江叔的阴唇问：可来了？江叔知道他在问什么，面皮一红道：没有。玉贞闻言扬眉一笑，信心十足道：他来不了了，别等了。江叔趁他正神之际，玉贞快速包了他的寝衣，附身吻上。已有几日未亲近，玉贞想念的紧，嗓音暗哑，不停在江叔耳边低唤：叔儿。由上至下落满玉贞绵密亲吻，至唇所过之处，似星火蔓延般烧灼起来。阿贞哥哥，江叔难耐娇吟，先必紧攀着玉贞。玉贞爱极了江叔情动时的声音，
只觉宛如天籁，听得身心皆愉。叔儿，再换！阿征哥哥，阿征哥哥！玉征听得气血翻涌，越发异动。一番尽兴纵情后，玉征厌足地拥着江叔入眠。江叔浑身疲软，像只猫似的蜷在他怀中。天气一日日变冷，江叔也变得不爱动弹。每日处理完府中事务，便是看书等玉征一起用膳。这日玉兰过府来同江叔叙话，经他提醒，江叔才想起玉征生辰快到了。送候玉兰后，江叔为生辰礼发起了愁，绞尽脑汁想了许久。江叔忽地想起之前在香云山捡的落叶，脑中浮出一个想法。谭玉，香云山捡的落叶可还在？谭玉道：在的，奴婢按王妃吩咐，将它们洗干净，放在书中夹干，一直未动过。江叔杏眸一亮，去拿来。是。谭玉依言去了。江叔又吩咐双华道：去寻张控白画卷来，还有剪刀封胶。双华不明白江叔要作何，但他没有多问，按吩咐拿来江叔要的东西。第192章愉悦。在长案上将画卷铺展开，江叔先用笔勾画出大致形态，然后用剪刀将干透后仍保留着鲜艳色彩的落叶裁剪成需要的形状，用封胶粘到画卷上。楚玉、双华欲要帮忙，被江叔拒绝了。这是他给玉征的生辰礼，定要亲自完成，方显心意。为了给玉征一份惊喜，江叔特意嘱咐几人不要告诉玉征。趁玉征白日忙政务时，江叔背着他偷偷忙活了几日，终于大功告成。让楚玉、谭玉撑开画卷，江叔离远了些，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笑了。玉征一定会喜欢的。欣赏完，江叔将画卷卷好收起来，静待玉征生辰。冬月初10，将记各铺合账的日子。江叔思来想去，觉得还是不能把江家生意带进王府，于是同玉征商量后，决定每月初10回江家处理江记事宜，顺道回去探望家人，一举两得。两人一同用过早膳后，江叔回了江家，玉征则去忙政务。江叔到江家时，收到消息的各铺掌柜已坐等于厅中。叔儿，你回来了。江母匆匆而来，在厅外拉住江叔的手。娘，你们近日可好？见到江母，江叔十分欢喜。江母点头，都好都好。你忙完后留下吃个饭再回王府。好。江叔温声应下。江母迟疑了一瞬，问王爷怎么没起来？江叔道：他忙完便来。江母听后放了心，笑道：你快进去吧，我去吩咐厨房夹菜。江叔抬步进厅，众掌柜立即起身行跪拜礼。见过王妃。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江叔可不单单只是他们的东家，更是景王妃。也正因如此，近来江记的生意越发红火顺遂，令他们都少操心不少。想想也是，景王何等身份，那个不长眼的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不是想提前投胎吗？不必多礼，坐着说话吧。江叔走到上首坐下，开始合账。一开始众掌柜还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可接触下来，他们发现东家还是从前的东家，并没有因成了王妃便端起架子摆谱。众掌柜长舒口气，像以往一般平和商讨铺中事宜，只是心中多了几分敬畏。江叔可以随和，但他们不能不敬。不知不觉已近午时，景王府中，玉征处理完紧急文书，准备去江家。收整文书时没留意碰到了毛笔，惜宝墨汁的笔滚掉到玉征身上，在他腰间画下一撇墨迹。玉征垂眸盯着那撇墨迹，皱了皱眉，起身回主院更衣。王爷。见玉征突然回主院，瑞雪有些意外。得知玉征意图后，双华进屋侍候玉征更衣。楚玉、谭玉跟着江叔回了江家，粗使婢女忙完活计都已退下，院中再无旁人。瑞雪眼珠一转，心知机会来了，赶忙去了水房沏茶。待玉征更衣完，双华抱着换下的衣物拿去清洗时，瑞雪端着茶水进屋。玉征整理妥当，准备出门。瑞雪奉上茶水道：天气寒冷，王爷喝盏热茶暖暖身，再走也不迟。玉征确然有些渴了，当下不疑有他，接过茶水喝了起来。一盏热茶入喉，身子果然暖和了许多。玉征将空盏递给瑞雪，抬步欲走。王爷。瑞雪慌张叫住玉征。玉征顿步回头，墨眸不耐凝起，还有何事？已临近午时，他再不出门，不敢犯了。瑞雪绞尽脑汁，搜肠刮肚道：王爷可知这几日王妃在做什么？玉征已喝下茶水，现在要做的便是尽量拖住他，等要起效。听他提到江叔，玉征折回身问：他在做什么？瑞雪故意拖延道：王爷生辰将近，王妃在偷偷给王爷准备惊喜。惊喜？生辰礼？玉征闻言墨眸微挑。瑞雪观察着玉征的神色道：王爷不好奇王妃准备的是何惊喜吗？玉征扫了他一眼，抿唇不悦道：既是惊喜，便不该由你来提前告知，你逾矩了。他自是好奇江叔给他准备的生辰礼，
但他只想从江叔口中得知。默谋不语地递着瑞雪，玉铮冷声警告：罚立营3月，若再犯错，便不用在主院侍候了。玉铮说完，抬步便走。然他刚走出内室，便察觉到了不对劲，头脑莫名昏沉，腹中陡然而生出一股灼烈，很是难受。敏锐如玉铮，第一时间便想到那杯茶水有问题。他转头怒问瑞雪：你给本王喝了什么？瑞雪一听便知要起笑了，当即眼睛一亮，顶着玉铮的怒火，咽着口水道：绕指柔。什么？玉铮只觉脑中啪的一声炸开。绕指柔乃宫中禁药，瑞雪竟胆敢用在他身上。王妃不在，奴婢来赴侍王爷。瑞雪搁下茶盏，脸红心跳地靠近玉铮。事情做到这一步，他已然没了退路，只能殊死一搏。成了，便是主子败了。不，他不会败。绕指柔无药可解，玉铮只能同他交合。瑞雪满怀信心，伸手去解玉铮腰带。玉铮抬起一脚，盛怒地踹向瑞雪腹部，将她踹飞至门口，重跌于地。啊！瑞雪惨叫出声，一手撑得一手捂腹，不甘地望着玉铮。主子！听到动静赶来的追云逐风，见到屋中一幕后满头雾水。玉铮撑着内室门框，咬牙强稳心神道：将他带下去关起来，快马去江家接王妃回来，我中了绕指柔。追云逐风熟知各类迷药毒药，自然也知绕指柔这种媚药，当下便分头行动。逐风嫌恶地带走瑞雪，追云则骑了快马去江家。送完衣物的双华回来，见到玉铮倦脸潮红，站立不稳，大惊失色。王爷！双华尚不知发生了何事。玉铮重重喘息道：去打冷水来，要快。是。双华立时转身出去，快步去唤来几名下人，提了冷水倒进浴房空池。主屋浴房有2方浴池，一方是温泉池，一方是普通浴池。天热不宜泡温泉时，便用普通浴池洗沐。浴池有些大，下人一桶一桶的提水，甚是缓慢。玉铮等不及了，合衣坐进浴池中，让下人将提来的冷水直接浇到他身上，借此来缓和体内滚热。双华在一旁看着，害得心惊肉跳。瑞雪不见了，再结合玉铮此般模样，他隐隐猜到了什么。第193章解救。一桶接一桶冰冷刺骨的凉水浇下去，玉铮体内灼热被压下些许，神情难耐的仰靠在池壁上。玉铮重重喘息，几名下人接连提水，一盏茶后，终于将浴池灌了半满。王爷！双华黄声开口，不知所措。听到女子轻柔声音，玉铮狠狠拧眉，只觉腹中暂时消停的燥热又翻滚了起来。他紧闭着眼，暴怒道：滚出去！除了王妃，谁也不许进来！从未见玉铮如此震怒过，双华害得浑身一抖，赶忙出了屋子。玉铮滑入池中，将整个身子都浸泡在透骨冷水中，借此来压制绕指柔发作。已是午时，江叔与众掌柜合帐商讨完，同江父江母坐于厅中等玉铮。等了片刻，追云竟直接驾马冲进了江家，引起轩然大波。你这是做什么？守在厅外的冷心拦下追云的马。追云翻身下马，来不及同冷心解释，急声问：王妃呢？在里面。谭玉指了指厅堂。厅堂里的江叔听到动静，同江母走了出来，见到院中骏马，江叔不明所以，出什么事儿了？王爷呢？追云几步走到江叔跟前，压低声音道：主子中了媚药，王妃快随冷心回去。什么？江叔一听，只觉脑子瞬间一空。离他近的江母也听见了，满脸震惊不可思议。末了，追云又同冷心讲了句：主子中了绕指柔，赶快带王妃回府。听到绕指柔3个字，冷心神情一凛，当即知晓了事情的严重性，快步上前拉过江叔，将他托举上马，紧跟着自己也翻身上马，调转马头回王府。绕指柔乃宫中禁药，药性猛烈，无药可解，不及时解药会对身体造成巨大影响。玉铮乃皇室王爷，尚未有子嗣，他的身体若出了问题，帝王一怒，他们都将成为被殃及的池鱼。事态紧急，刻不容缓。冷心带着江叔加马一路疾行，路上几次险些撞上行人，然冷心顾不上许多，一路高声厉喝开路，马蹄飞踏。江叔虽不知绕指柔厉害，但见冷心如此着急，便知事态严重，双手紧箍着冷心腰肢，阴唇紧抿，一言不发。竹风命王府门房敞门相迎，令府中下人挪开一切障碍，以便冷心驾马直通主院。王府同江宅隔着崇明主街和几条旁街，平日乘马车往返一趟，少说也得半个多时辰。而今日追云和冷心快马疾行，愣是只用了2刻钟。到达主院时，马累得吭哧吭哧直喷气。王妃！冷心将江叔扶下马，江叔落得站稳后，提起裙摆，快步进院往主屋去。王妃！见到江叔，双华惊惶迎上。王爷呢？江叔蹙着眉头，边走边问。双华头皮紧绷道：在御房。江叔听后，
进屋直奔御房而去。知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双华关上主屋房门，站远了些候着。夫君，江叔急跑进御房，见到泡在冷水里的玉珍，心疼不已。寒冬之天，水冷刺骨，他不敢想玉珍泡在里面有多难受。叔儿，玉珍粗喘着，撑着池壁起身，墨眸赤红地盯着江叔，似一头将要失去理智、凶恶扑食的豹子。江叔被他这眼神惊得心头一抖，下意识咽了咽口水。玉珍水灵灵的步出浴池，3两下解了腰带，除了湿衣，长臂一伸将江叔拽进怀里。强忍了2刻多钟，玉珍已然到了极限，眷脸涨红如血，顾不得温柔相待，玉珍着急忙慌地包了江叔衣裳，迫不及待。江叔被玉珍的模样吓到，颤声道：“夫君，我可能有孕了，你轻点。”玉珍闻言，墨眉拧作一团，残存的理智快速思考，眸光落到江叔如玉长腿上时，他隐忍克制的哑声道：“把腿并拢。”他实在忍不住了，只觉胸腹被烈火灼烧，快要爆体喷发了。两人肌肤相贴，又冷又热。江叔从不知夫妻亲密竟会这般难受痛苦，失去衣物臂体冷得他直哆嗦，可玉珍的灼烫又烫得他发颤。憋了许久，玉珍难受不已，释放一番后稍稍缓解了些，重喘着抱起江叔去了床榻。叔儿，帮帮我！玉珍难耐地吻上江叔阴唇，抓着他的手求助。一次又一次，江叔指绝腿和手都要废了，玉珍的面色才逐渐恢复正常，不再涨红的吓人。然玉珍虽恢复了理智，但药效并未全退，她仍旧难受得紧，只是不再似之前那般急不可耐，能缓下来亲吻江叔，待他做好准备后再共赴。守在屋外院中的冷心几人听到屋中喘吟由大渐弱，看到天边落日缓缓西沉，在心中暗叹绕指柔之强劲霸道。双华听得面红耳赤，却又胆颤心惊。他心知瑞雪是被竹风带走了，但他却半点也不敢问。事到如今，一切都显而易见。玉珍的绕指柔是瑞雪下的，待玉珍解完药，便要处置瑞雪了。胆敢对玉珍下此等阴损媚药，瑞雪怕是性命难保。驾着马车赶回王府的追云几人，同样守在院中等着玉珍传唤。楚玉檀玉得知瑞雪干的事儿后，气红了眼直磨牙，低声唾骂了瑞雪一下午。双华听在耳中，完全不敢搭腔辩驳。云雨中歇，偌大床榻被滚得凌乱不堪。江叔瘫软在床上，像条搁浅的鱼，呼吸艰难。玉珍躺在他身侧，精疲力尽地喘息着。不知躺了多久，玉珍恢复了几分力气，朝屋外喊了一声，后在屋外的几人应声而动。双华习惯性的欲推门进去侍候，却被谭玉一把推开。你跟瑞雪情同姐妹，谁知道你藏着什么心？双华闻言张了张嘴，百口莫辩。谭玉让追云看着双华，他和楚玉进屋侍候。经此一事，追云几人也对双华没底，甚至他们都不确定此事是否与双华有关。双华知道他现在说什么都没人信，捏紧了手，站在院角等着玉珍审问。楚玉檀玉进屋后，按玉珍吩咐备了干净衣裳放进浴房，收走地上脏衣，退出内室。待玉珍将江叔抱进温泉泡浴后，两人再次进去，利落收拾床榻，换上干净被褥。叔儿，对不起。玉珍一边给江叔清洗，一边愧声道歉。江叔有气无力地凝望着玉珍眷脸，嘘声问：“你可好了？”“委屈你了。”玉珍颔首，自责地将江叔拥进怀中。第194章处置。玉珍知道他今日很急躁粗鲁，令江叔极其难受，可他没办法，情势所迫，只能如此。江叔也知玉珍心中苦楚，柔声道：“不委屈，夫妻一体，本该福祸共成，且这并非你的过错。他今日的确很痛苦，但他明白玉珍比他更痛苦。”叔儿。玉珍埋首在江叔颈窝，一滴热泪滚落到江叔身上，烫得江叔心间一颤。今日之事于玉珍而言是莫大耻辱。夫君，我在。江叔柔声回应，费力地环抱住玉珍。玉珍轻啄着他的眉眼唇瓣，动作温柔至极，满是怜惜喟疼。略泡了一会儿，清洗干净后，玉珍给江叔擦干水珠，细致给他穿好衣裳，将他抱回床榻歇息。一下午的狠力折腾，江叔双腿被磨到红肿，生疼得紧，两只手腕也似累折了一般，抬举都吃力，茶盏都捧不住。我喂你。玉珍端着茶盏，体贴温柔地喂江叔喝水。已是晚膳时间，两人没吃午饭，又耗费尽了体力，只觉腹中饥肠辘辘。江叔的手委实使不上力，晚饭也只能让人喂着吃。楚玉谭玉本要侍候江叔用膳，被玉珍拒绝了，坚持自己亲喂。一碗饭，玉珍给江叔喂一口，自己吃一口，桌上的菜亦如是。实在是饿狠了，两人共吃了4碗饭，喝了2碗汤，盘中菜肴也吃去大半。吃饱喝足后，江叔觉得自己又活了过来，疲懒地躺到软榻上休息。楚玉谭玉给他按揉酸软手腕。
玉征让追云逐风带上双华，一同去审讯瑞雪。瑞雪被关在王府处置下人的暗室，从午时至此水米未进。见到玉征，瑞雪瞳孔骤然放大，目光瞥见一旁的双华时，瑞雪眉头狠狠皱起，目眦欲裂地盯着双华。瑞雪满心怨毒不甘道：“我竟给你做了嫁衣！”一句话听得玉征几人一愣。待回过味来，玉征愠怒道：“掌嘴！”逐风上前抽了胡言乱语的瑞雪几巴掌。双华跪立于地，诚惶诚恐。瑞雪当真是不知死活，什么话都敢说。他可没有他那个胆，敢肖想亵渎玉征。追云逐风也没料到瑞雪会这般想，竟还敢说出来，当真是嫌命长。说：“绕指柔从何处得来？”玉征冷声质问。若非想问出供人之人，玉征压根不会来见瑞雪，直接处置了事。瑞雪跪在冰冷地上，绝望又疯狂地望着玉征，不肯说出给他绕指柔的人。玉征没耐心陪他耗，冷声下令将他带出去，用冷水浇身，直到他肯说为止。是。追云逐风拉走瑞雪，打了冷水从到头到脚往他身上浇。冬月的夜本就冷得动人，刺骨冷水浇透全身，寒风一吹，只觉冷进入骨。瑞雪抱着胳膊抖如筛糠，牙齿直打颤。他不说，追云逐风便一直浇。太冷了，实在太冷了。瑞雪只觉浑身血肉冻得失去知觉，不复存在，寒冷夜风直往骨头缝里灌。瑞雪冷得直打摆，实在忍不住了，牙关磕碰着开口：“我说是从叶廷福公公所买。”玉征闻言望向双华，眸光冰冷：“此事你可有参与知晓？”双华一听，猛然磕头，黄声道：“王爷明鉴，奴婢毫不知情，从不敢生此等心思。”事到如今，双华没必要撒谎，也不敢撒谎。玉征信了他，转而问道：“留在王府只能做个婢女，你可甘愿？”双华恭谨惶恐道：“奴婢甘愿，绝无非分之想。”此话是双华的心里话。她只是个婢女，去哪儿都是侍候人，相较于其他地方，王府要好上许多。且她毕竟是以侍妾身份入的王府，无法再返回宫中，又知晓王府中事，若心怀一心想离开王府，便只有死路一条。这些年来，双华的确安分守己，从无逾越之举。玉征也并非残暴无礼之人，警醒一番后，让他回主院侍候。离开此地时，双华听玉征吩咐逐风将从他房中搜出的绕指柔分成2份，一份给他服下，另一份从低等下人中寻个自愿的服下，再去下人院寻间屋子，将他2人锁在屋中，让所有人都听着，以示警醒。只是如此吗？逐风问，觉得惩罚过轻，太便宜瑞雪了。玉征冷声道：“明日当众杖毙，以儆效尤。此等恶婢，今日敢给他下绕指柔，他日就敢毒害江疏，他必杀之，永绝后患。”双华听得心头一颤，半句求情的话都不敢说，匆匆离开。瑞雪听到玉征对他的处置，方觉后怕起来，不停地磕头求饶：“王爷，奴婢错了，奴婢再也不敢。”玉征看他一眼都嫌脏，阔步离开，毫不心软。追云逐风对瑞雪也同情不起来，按玉征吩咐将他带到下人院，寻了间空屋，给他服下1半绕指柔，又寻了1年过半百未娶上媳妇的粗使下人，服下另1半绕指柔。妥了。逐风将2人关进屋，上了3把锁，又命几名侍卫看守，确认万无一失。你不走？逐风走了2步，见追云没动，诧异回头。追云轻咳一声，抬步跟上。他当然要走，谁耐烦听这等肮脏事儿？他们走了，住在下人院里的下人却无处可去，只能盯着那道门。不多时，屋内便传出了声响，听得人面红耳热。瑞雪虽已20有1，但却未经过人事。面对年过半百又丑又老的粗使下人，他嫌恶反感至极。可绕指柔一经发作起来，他心中只剩下渴望，全然失去了神智。无为一生未娶上媳妇的老仆，怎么也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享用瑞雪这般年轻貌美的姑娘，简直就是天上砸馅饼了。能与瑞雪一夜春宵，他这辈子死也无憾了。老仆望着娇媚可人的瑞雪，搓着手邪笑靠近。一开始瑞雪十分抗拒，不停地打骂，但绕指柔一发作，他便失了反抗之力，任人蹂躏。屋外众人听到从屋中传出的秽乱之音，有惋惜，有艳羡，有嫌恶，有惶恐，有害怕。尤其是年轻婢女曾妄想过的玉征青睐的，此时纷纷打消了心中妄念，再不敢生半分亵渎之心。夜沉如水，一片阴云遮住本就不甚明亮的月亮，使得夜色越发黑了，浓沉如墨。玉征回到主院，进到屋中，挥手让楚玉檀玉退下。第195章自尽。屋中很安静，只有烛火轻轻跳动。江疏眉头微蹙，已在榻上睡着了，睡梦中都蹙着眉抿着唇，足以证明他有多难受。玉征蹲下身，自责心疼，抬手用温热指腹抚平江疏皱着的眉头。江疏被扰醒，
睁眼瞧见玉贞，轻声道：“处置妥当了。”身心皆疲没睡醒的江叔，嗓音轻柔中带着几丝被懒的嘶哑，似猫爪挠心，听得玉贞心口微痒。玉贞喉间轻滚的应声。江叔没有问他如何处置的瑞雪，他相信玉贞自有分寸。玉贞也不愿与他说这等污秽血腥之事，眸光扫向江叔双腿问：“可还疼？”江叔面皮发热的点头。一下午的时间，不管是哪里都受不住这般撕磨，何况是娇嫩软肉。玉贞从袖中取出一只小巧瓷罐，温声道：“这是止痛消肿的药膏，我给你抹上。”他一直记挂着江叔腿间红肿，回来时绕道去了府医处，拿了最好的药膏。玉贞将药膏放到一旁小机上，动作轻柔地褪下江叔裤子，柔嫩雪肤暴露在寒冷冬夜中，冷得江叔打了个战栗，按住玉贞的手道：“我自己抹。”两人虽亲密无间，但这地方委实过于私密，江叔还是不好意思。玉贞看着他拿着药罐哆嗦的手，无奈低叹：“我来，你我之间还有何不能？”语罢，玉贞果断从江叔手中拿过药膏，拧开，用中指弯了一坨指尖大小的药膏，轻抹于江叔双腿红肿处。冰凉的药膏在滑嫩肌肤上晕开，带着玉贞指尖的温度，令江叔娇躯轻颤，情不自禁溢出一声轻吟。玉贞听得眉梢一挑，抬眸望了眼江叔，俯身吻了下修长玉腿。这一吻惹得江叔心间一抖，俏脸飞如3月桃花。玉贞低笑：“叔儿喜欢，那他可记住了。”杏眸娇嗔地瞪了一眼，江叔拉起裤子道：“我困了，要睡觉了。”玉贞闻言，收起药膏，将他抱回床榻，随后灭了烛火，脱去鞋袜外衣，跟着上床。拉过锦被隔好后，玉贞宽大手掌轻抚于江叔小腹，略有些惊讶问：“我们当真有孩子了？”他没做过父王，难免有些亢奋，只是猜测，尚不能确定。江叔怕他失望，不敢笃定。玉贞温声含笑道：“无妨，再过些时日便能诊出来了。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蕴满了无限期盼和爱意，注定与众不同。”想到下午的颠疼，玉贞担心伤到孩子，忧心问：“可有觉得不适？”“没有。”江叔打了个哈欠。玉贞虽中了药，但理智尚存，十分克制小心，除了腿和手外，江叔没有感觉到其他不适。玉贞听后放了心，熟练地吻了下江叔额头，温声道：“睡吧。”黑暗中，江叔枕在玉贞臂弯，玉贞轻抚着他的后背，哄他入眠。翌日，天气沉郁阴冷，玉贞早朝后去了钟灵宫，同玉贵妃和皇帝说了绕指柔一事。宫中竟有人私买这等禁药，玉贵妃大吃一惊，皇帝也很意外，当即让玉贵妃彻查。玉贵妃迟疑道：“皇后才是6宫之主，按理该由她查处。”皇帝冷哼：“他素来瞧不惯你，更不喜贞儿，此事交由他查，最后怕是敷衍了事，弄不好还会挟私报复，恶意败坏贞儿名声。”玉贵妃听完重重拧眉，以皇后这些年的性情处事来看，这事儿她的确干得出来。行了，你敬不敬她都不可能同你和睦共处，何必曲意逢迎？这事儿就由你查。皇帝一语定音：“是，臣妾遵旨。”玉贵妃端声应下。此事关乎到玉贞，也顾不得逾越惹皇后不悦了，定要查个清楚明白。凡为人父母者，孩子都是不可触碰的底线。听闻那绕指柔强悍霸道，你身体可还好？玉贵妃满脸黄忧地问玉贞。玉贞绷着脸道：“无碍，儿臣府中还有事要处理，先行告退。”皇帝和玉贵妃没有留。出宫后，玉贞直接回了王府，然刚进府中，他便觉察到气氛不对。出什么事了？玉贞问莫管事。莫管事诚惶诚恐道：“出人命了。”玉贞闻言，墨眸立时一沉，冷声问：“怎么回事？”莫管事黄声道：“今日一早，侍卫开门欲放丁老汉出来，却发现丁老汉浑身赤痰倒在地上，淌了一地血，已死去多时。丁老汉便是昨日自愿服下绕指柔，同瑞雪春宵一夜的老仆。瑞雪呢？”玉贞眸中盈满杀气怒意。莫管事道：“死了，他砸碎茶盏，用碎片杀了丁老汉后，也刺穿脖颈自尽了。”玉贞怒问：“守在屋外的侍卫都是干什么吃的？摔杯这般大动静没听见？”莫管事治了治，如实道：“我们进屋查看时，发现床上残留着碎瓷片，瑞雪应当是将茶盏裹在被子里砸碎的。如此几乎没有声响，屋外的侍卫自然听不见动静。根据丁老汉尸体冰凉程度推断，应当死于破晓之前。丁老汉累了半夜，那时正处于沉睡中，在熟睡中被杀，死得无知无觉。屋外侍卫守了一夜，难免疏懒失察。待早上开门进去时，屋中两人早已凉透。”“哼，他倒是聪明。”玉贞怒哼一声，神色难辨。莫管事躬身尽力，不敢出声。片刻后，玉贞问：“此事王妃可知晓？”莫管事道：“小人未禀明王妃。”玉贞眉头松开，沉声道：“取500两给丁老汉家人，
将其好生安葬。一个低等下人，1月月例不过2两，500两已是一笔巨款。再者，昨夜是他自愿的，500两。听到这个数字，莫管事目光闪烁，躬声应下，是。末了又问：那瑞雪？玉征嫌恶拧眉，葬远些。说完，玉征抬步回了主院。江叔已起身梳洗完，正等着玉征回来用早膳。见到玉征一脸沉肃的进屋，江叔问：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玉征道：下朝后去了趟母妃那，耽搁了一会儿。两人说着话进了内室，江叔拿来常服给玉征换上。听玉征说绕指柔牵扯到宫中，已交由玉贵妃查办，江叔微有些惊诧。一个瑞雪竟牵连出宫中禁药案，当真是细思极恐。第196章有喜。换好衣裳后，玉征牵着江叔出内室，让楚玉摆膳。可等饿了？江叔摇头，不饿，昨日晚膳吃得很饱。两人在桌前坐下，见玉征神色沉肃，江叔问：可是出什么事儿了？玉征沉声道：瑞雪自尽了。提着食盒进来的双华闻言脚下一抖，玉征抬眸瞥了他一眼，双华赶忙收敛心神，同楚玉将早膳摆上桌。江叔轻叹：险中求取，失败自尽，倒有几分傲骨。双华听了此言，心中豁然明朗。是啊，瑞雪已然活不了了，自尽总比张碧好，死得干脆也干净，还能免留一丝尊严。因遭事扰心，玉征和江叔都没什么胃口，随意用了些便放了快。望着屋外阴郁天气，江叔道：我想回江家一趟，昨日我突然离开，爹娘定担忧不安。玉征颔首：我陪你回去。昨日之事实不光彩，他不能让江叔一人面对，理该由他去解释。你不用处理公务吗？江叔怕耽误他的正事。玉征淡然道：无妨，下午回来再处理也来得及。听玉征如此说，江叔没有再多言，两人一同回了江家。如江叔所料，江父江母担忧不已，寝食难安。放巡假在家的江宁得知后，嚷嚷着要去王府问清楚。幸好你们回来的及时，否则他真跑王府去了。江母一脸无奈。玉征道：江宁随时都可去王府，不打紧。昨日到底怎么回事？江父皱着眉头问。玉征抿唇，将昨日之事简短说了一遍。三人听后大为震惊，这婢女胆子也太肥了，简直该死。江宁气愤捶桌。江叔道：他已经死了。江宁闻言瞪大了眼，无话可说。玉征处事沉稳老练，手腕铁血凌厉，江父江母对此并不担心。考虑到玉征和江叔的颜面，江父道：这事儿既已过去，便不提了。你们今日可能留下来用午饭。江母眼含戚忌，只想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玉征点头：好。他和江叔本也有此打算。江母听后面色一喜，赶忙吩咐婢女：快去通知厨房，照昨日的席面做。是。婢女领命去了。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起了旁的话题。午饭后，江叔同玉征回了王府。因着丁老汉和瑞雪的死，府中一片黄寂，冷沉的有些压抑。傍晚时分，天空阴云密布，寒风呼啸，吹落了树梢，最后击片黄叶。谭玉关上门窗，搓着手道：要下雨了，好冷。江叔未冷，楚玉已给他揣上了汤婆子。玉征忙完回屋时，外衣上落了些许雨点，带着一身冰冷进来。江叔缩着脖子道：寒冬来了。玉征拍着袖上雨点道：你若是冷，就让他们将炭火烧上。玉征多年习武身强体壮，不似常人畏冷，往年只有下雪时才用几日炭火，可如今有了江叔，这炭火怕是得提前用上了。寒风一吹，冷雨一落，气温陡然降了许多。夜里安歇时，江叔将汤婆子揣进了被窝。玉征拥他时被汤婆子硌到，伸手拿走，随后将江叔拉进怀里道：我比他好使。江叔起初不信，可当他发现玉征从头到脚都是暖的，且温软不硌人后，他信了。夫君，你好暖。江叔脑袋拱了拱，嫌床榻冰凉，整个人半趴在玉征身上。玉征笑问：我好使还是汤婆子好使？江叔道：都好使。玉征挑高了声音。江叔狡黠道：床上你好使，床下汤婆子好使。玉征闻言噎了噎，竟说不出反驳的话来。怎么，你不会连汤婆子的味儿也吃吧？江叔仰头轻啄了一下玉征喉结，闷笑不止。玉征惩罚似的拍了下他玉臀，哑声道：老实些，否则后果自负。江叔紧贴着玉征，已然感受到了他的触动，当下不敢再调戏他，老实睡觉。他才抹了2日药，腿还没好呢。玉征也知他昨日累狠了，得歇上一段时日，没有生意念。这场冬雨断断续续下了4、5日，每日一开门窗，冷意就直往屋里灌。江叔受不住，让楚玉烧上了炭火。天变冷了，玉征却忙了，有时一离府便是一整日，
忙到天黑才回府。江叔每日必做的事，便是揣着汤婆子等玉珍回来一起用膳。这日玉珍回来晚了，江叔等得有些饿了，便吃了几块糕点，喝了盏热茶。待玉珍回来共用晚膳时，江叔又不怎么吃得下了，且还有些犯恶心。见他如此，玉珍想到什么，命人请来了府医。府医细细诊脉后，一脸喜色道：“恭喜王爷，王妃有喜了。”玉珍闻言，颈悬的心一松，眷脸露出喜意：“可诊清楚了？”为防万一，玉珍追问。府医拱手道：“小人已反复诊查数遍，确认无疑。”不用玉珍警醒，府医也知此事事关重大，不敢误断。玉珍彻底放了心，神情愉悦道：“赏，谢王爷。”府医躬声应下，同楚玉、谭玉交代注意事宜。江叔轻抚小腹，明艳小脸上露出温柔笑意。他当真要做母亲了。虽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府医确认时，还是难掩心绪激动。他和玉珍有孩子了。想起近日自己是忙回来的晚，玉珍嘱咐道：“往后我若回来晚了，不必等我，你和孩子先吃。”好。江叔没有矫情。玉珍喜难自抑道：“明日早朝后，我便去钟灵宫将此事告知父皇母妃，他们一定很高兴。还有阿姐，也得派人告知她。”江叔凝望着洗昏了头的玉珍，轻笑道：“还有爹娘和阿宁，我明日亲自写信回去。”好。玉珍轻拥着江叔，欣喜地吻了吻他眉心。楚玉几人也很高兴，面上都洋溢着喜笑。双华望着从未如此开怀的玉珍，心中释然。玉珍从来都不属于他和瑞雪，只属于江叔。便是玉珍收他们做了侍妾，也不过是独守空房罢了。与其如此，不如放过自己。只可惜瑞雪执迷不悟，最终害得自己丢了性命。只盼她下辈子别再如此执着，做个寻常姑娘，嫁个寻常夫婿，安安稳稳过一生。第197章礼物。今夜的玉珍心情甚好，喜难自禁，不论做什么都压不住上扬唇角。安歇时，她将江叔拥在怀中，温声同他说着话，时不时亲吻一下他。江叔被他亲得满脸都是润湿，哭笑不得。虽然他也很高兴，但玉珍这般表现也着实太夸张了些。夜色已深，江叔打了个小小的哈欠，睡意朦胧间忽然想起一件事。明日是冬月19，玉珍生辰。想到家人还未来过王府，又恰逢府中喜事，江叔便问：“夫君，明日是你生辰，可否能请爹娘阿宁过府给你庆生，也让他们分享这份喜悦？”玉珍这几日忙昏了头，完全忘了自己生辰。江叔一说，他才猛然惊觉。自是可以，你的家人便是我的家人。自我们成婚起，你便是王府主子，往后你可随时请他们来，不必过问我。玉珍实在欣喜，忍不住又啄了下江叔唇瓣。一番话听得江叔触动不已，回亲了下玉珍道：“我备了份生辰礼，明日一早拿给你。”好。玉珍愉悦应下。末了，他抬手轻抚上江叔小腹，在他耳边低语道：“其实你已给了我世上最好的生辰礼，不仅是孩子，你也是上天给我最珍贵的礼物。”江叔闻言，心中一片柔软温暖。于玉珍而言，他和孩子是这世上最好的礼物，而在他心里，玉珍和孩子是命运馈赠，上天恩赐。这一夜，两人欣喜甚余，睡着后面上的笑意都未消散。翌日，玉珍照例起身上朝。江叔惦记着要第一个给玉珍送上生辰礼，挣扎着欲从温暖被窝里起身。玉珍按住他道：“别起，趁暖和再睡会儿，我走了可没人给你暖床了。我想拿生辰礼给你。”江叔秀眉轻蹙。玉珍温笑道：“不急，下朝回来再瞧也一样。”他已期待多日，不急于这一时。然江叔拥着锦被，眼巴巴地看着他。玉珍无奈，妥协道：“你告诉我放在何处，我自己去拿可行？”江叔眉头瞬间舒展开，心笑着告诉玉珍生辰礼放在何处。玉珍依言寻道，瞧见是一卷画时，他微有些惊诧。更让他讶异的是，这幅画拿在手中质感有些奇怪。找到了吗？江叔伸长脖子问。玉珍应了一声，将画卷拿到床前。江叔抓住一头画轴，让玉珍将画卷展开。6尺长3尺宽的硕大画卷拉开，一幅落日晚霞图映入玉珍眼中。更让他震撼的是，这幅图是用落叶所画，色彩明丽，很是逼真。这是香云山的落日景。玉珍又惊又喜。江叔点头，一脸期待地问：“夫君可喜欢？”“我亲手做的。”玉珍想起那日瑞雪说的话，勾唇颔首：“我很喜欢。这是他偷偷做了几日为他准备的生辰礼，他如何会不喜欢？”亲耳听到玉珍说喜欢，江叔满意笑了：“夫君上朝去吧，我在家等你回来。”“好。”玉珍仔细收起画卷放好，俯身吻了下江叔额头。临出门时，玉珍吩咐楚玉给江叔放只汤婆子进被窝。
方才这一折腾，被窝里的热乎气怕是所剩无几了。冬日的天亮的迟，玉筝下朝后才天光大亮。他到钟灵宫时，玉贵妃方起身不久，堪堪梳洗完，这儿来了。玉贵妃并不意外，因为今日是玉筝生辰，按宫中惯例，皇子生辰都要入宫拜安。皇帝落后玉筝一步，此时方才进殿。待两人坐定后，玉筝依礼向两人行了跪拜礼，敬谢生养之恩。父皇母妃，昨夜府医诊出书儿有喜了。玉筝唇角微扬，难掩心中喜悦。当真？玉贵妃和皇帝霎时喜上眉梢。玉筝起身点头，已经反复确诊无疑。皇帝算了算时间，扬眉道：“成婚方月余，你小子很行啊。”玉贵妃眼唇喜笑，今日刚好是筝儿生辰，这孩子很会挑时候，定是个有福的。此时玉贵妃也方才明白，今日江叔为何没来了。玉贵妃非但不恼，反而还耐心叮嘱，有孕初期胎相不稳，不宜过多走动，这几月就免了进宫请安，待坐稳了再进宫来让我瞧瞧。儿臣知道了。玉筝认真记下。三人又说了几句话，玉贵妃命宫人呈上给玉筝备的生辰礼道：“行了，你如今府中有妻儿等候，我就不留你了，早些回去吧。儿臣告退。”玉筝起身，带着生辰礼离开。瞧着他欢急的脚步背影，皇帝摇头轻叹，成了家果，真不一样。从前的玉筝也无处不好，只是清冷淡漠的不似凡俗人。可自打娶妃后，她日渐变化，沾染了凡尘气，似是多了血肉般，变得更加真实鲜活，这才像活着。玉贵妃心叹，人生来就与万物不同，就该拥有七情六欲，娶妻生子才是天道自然。行了，想想孩子该叫个什么名儿吧。皇帝一脸肃然，玉筝的第一个孩子，他要亲自赐名。玉贵妃轻笑，还不知是男是女呢。皇帝从善如流道：“那就一样取一个，都备着。”行，都听陛下的，不过还是先用早膳吧。玉贵妃招手，命人传膳。取名是件大事，非一两日之功，急不来。太阳缓缓升起，尽力将光芒洒向上京每个角落，驱散些许寒冷。玉筝回到王府时，江疏已起身，正在梳妆。王爷见到玉筝进屋，楚玉檀玉服身行礼。玉筝望向妆台前的江疏，温声问：“还要多久？可饿了？”江疏诚实道：“有一点。”他昨夜晚膳没吃多少，此时却有些饿了。玉筝扫向梳妆的楚玉，楚玉赶忙道：“就剩下描眉了，很快就好。”玉筝听后墨眸轻闪，上前道：“把眉带给我，你们去传膳。”是。楚玉不敢违逆，将眉带恭递给玉筝后，快步去了。两人走后，江疏仰望着玉筝惊疑问：“夫君会画眉？”玉筝一本正经道：“不会，但我丹青描得尚可，想来两者差不多。”江疏听得眉头一抖，可想着今日是玉筝生辰，不好扫他的心，只得硬着头皮道：“那夫君试试吧，若不行，早膳后他再让楚玉重画好了。”玉筝拉过几凳坐下，如玉手指捻捏着青黑色的眉带，左手轻抚着江疏额角，认真给他画眉。第198章道理。暖金色的阳光透过雕花窗格跳进屋中，在地上投下羽毛状的光影。玉筝墨眸微凝，拿着眉带沿着江疏眉形一笔一笔描绘。盏茶过后，玉筝收手道：“好了。”江疏暗松口气，转身照镜。本以为玉筝会给他画得惨不忍睹，可当他看清镜中人的秀眉时，杏眸霎时一亮。“夫君当真是第一次画眉？”江疏有些惊诧。“画得不好吗？”玉筝仔细瞧了瞧，觉着与往日没什么不同。江疏道：“很好，所以才不敢相信夫君是第一次画。别说男子了，便是女子也需练习许久，才能熟练画眉。玉筝这技艺当真是令人惊讶。”得到夸奖，玉筝挑眉：“我说了，我丹青描得不错。”他确实没画过眉，但他日日与江疏相处，早已将他的眉眼刻进心间，平心而动，再顺着眉形轮廓，很容易画出来。再次听玉筝说他丹青很好，江疏杏眸忽闪道：“那夫君得空给我做幅画像可好？”他还未见过玉筝作画呢。你想做多少都行，现在先去用膳。玉筝牵起他往外走。江疏瞥见他身上朝服，抿唇笑道：“夫君，你还未更衣呢。”玉筝听后垂眸一瞧，顿住了脚步，当真是欣喜过甚，竟连衣裳都忘了换。“我帮夫君更衣。”江疏说着，伸手去解玉筝腰带。玉筝很享受，张开双臂，任由江疏给他脱衣穿衣。待他们收拾好出去时，楚玉檀玉已将早膳摆好。豆腐脑。江疏瞧见清甜爽口、银白如雪的豆腐脑，食欲大开。王妃小心烫。楚玉端到江疏面前，低声提醒。江疏舀了一勺，凑近嘴边吹了吹，然后送入口中，微眯着眼，一脸满足。玉筝瞧着，给他夹了只包子，温声道：“
吃点主食，否则一会儿便饿了。江叔拿起筷子吃了2口包子后，又吃起了豆腐脑。玉珍无奈，只得嘱咐楚玉，吩咐厨房多备些吃食，随饿随吃。是。楚玉笑着应下，转身去了。早膳后，江叔说要给家人写信，正巧玉珍也要给玉兰写，便让他一道去书房。想起早上搁在床边几桌上的话，玉珍进内室拿了出来。江叔不解，夫君要拿去哪里？玉珍道：拿去书房挂起来，日日都能瞧见。江叔闻言，心中欢喜。玉珍此举足以表明他当真喜爱他送的生辰礼。到书房后，玉珍将画交给追云，让他同竹风把画挂在书案后的墙面上。江叔言琢磨，让玉珍先写。玉珍不爱赘述，寥寥几语写明重点，放到一旁晾干墨迹。轮到江叔写家书时，玉珍思忖道：不如由我来写。江叔听后一怔，随即欣然应允。女子出嫁从夫，说到底，玉珍才是景王府主人。由玉珍写信邀请，自然是再好不过。同写给玉兰的随信不同，玉珍写给江家的是一张邀贴。江叔见了，心绪涌动，眸眶微热。玉珍是真拿他的家人当家人了，给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与敬诚。写好晾干墨迹后，玉珍将信和请帖交给追云，让他派人送往平西、将军府和江家。两人写信的功夫，落日图已挂好。江叔欣赏片刻后道：夫君的书房清冷沉寂，添上这幅绚丽的落日图正正好。绚烂的落日图给冷寂书房添上一抹亮丽色彩，如同明艳。江叔给清冷玉珍增了血肉生气。玉珍瞧着十分满意，心情甚愉。今日生辰，玉珍将不重要的事都推了，留在府中处理些紧急文书。江叔未冷，书房中没有烧炭火，他便回了主院，也好让玉珍安心处理公务。回到屋中后，江叔寻了本书，遇到软榻上瞧，落座时发现榻上搁了只锦盒。谭玉道：这是先前王爷带回来的。江叔了然，应当是玉贵妃给玉珍的生辰礼，收到妆台上去，等王爷回来再处置。是。谭玉将锦盒拿走。诚如玉珍所料，豆腐脑不顶饿，江叔瞧了半个时辰的书，便觉腹中空空，有些饿了。楚玉端来厨房刚做好的糕点和肉粥，让江叔用些垫垫肚子。待江叔吃完，楚玉道：此时阳光正暖，王妃可要去园中走走。前几日下雨阴沉，江叔已在屋中闷了好几日，难得今日天气暖和，却该去透透气。刘双华在屋中收拾，楚玉、谭玉陪着江叔去逛园子。前花园的菊花已败，下人修剪后只剩下片片绿叶，但茶花花苞已显色，有着急的已抢先绽放，在冬日暖阳下展现出娇美身姿，真漂亮，跟以前看到的不一样。谭玉眨眼惊叹。江叔瞧着树梢顶部粉嫩娇柔的花朵道：这应当是宫中贡品，数量少有，自是不常见。放眼王府花园，这品种也只有2棵。当然，王府花园还有别的品种，有见过的，有没见过的，都名贵非凡。虽只是几株茶花，但也透着浅显易见的道理。在这世上，光有钱不够，还得有权，否则这些珍稀罕见的茶花，再有钱也买不到，瞧不着。也因此，江叔更坚定了支持江宁考取功名、做官入仕的心。玉珍会护着江家不假，但江家也该自己立起来，不能世代仰仗于人。身靠大树，自己也当成长为大树，互相依偎遮挡风雨，如此方能长久不衰。王妃，回去吧，别累着了。见逛的差不多了，楚玉轻声提醒。江叔如今身怀有孕，可得小心看护，不能出半点差错。江叔也很重惜腹中孩子，不敢久逛，缓步往回走。主仆3人走到主院门口时，玉珍也从书房回来了。两房遇上，玉珍快走几步到江叔跟前问：去哪儿了？去花园透了透气。江叔眨眼答。玉珍问：可冻着了？江叔摇头：我穿着披风呢，手里还抱着汤婆子，不冷。玉珍闻言放了心，牵着他进屋。屋里烧着炭火，比外面暖和许多。楚玉给江叔解了披风。两人进到内室，江叔将妆台上的锦盒拿给玉珍：这可是母妃给你的。玉珍颔首接过。是什么？江叔略有些好奇。玉珍若有似无的叹了声，道：每年都一样。玉珍不用看，都知道锦盒里是什么。第199章开窍。本就心生好奇的江叔，听玉珍如此说，越发心痒了，催促玉珍快打开。玉珍弯唇笑了笑，在江叔眸光灼灼的注视下，打开了锦盒。一只黄色的平安符竟躺在盒中，轻飘飘又沉甸甸。这是平安符。江叔微诧，全然出乎意料。玉珍伸手取出，熟练地放入怀中。江叔杏眸轻闪，带着几分疑惑道：母妃每年都送你平安符做生辰礼，这当真是有些别具一格。玉珍颔首解释：
自打我13岁那年出宫遇刺，险些没命后，母妃便会在生辰时送一只平安符给我，年年如此。末了，玉铮又道：“这平安符是母妃亲去护国寺求得。”江叔闻言，瞬间明了，这哪是平安符，分明是慈母心啊！玉贵妃虽宠冠六宫，尊贵无比，但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她也只是个寻常母亲，一心只盼孩子平安无虞。母妃有心了。江叔如今有孕在身，特别能理解玉贵妃的心情。玉铮自也明白，抿唇道：“她在宫里，我在宫外，我带着她才能安心。”两人在内室说着话，谭玉在外小声禀报：“王爷、王妃，该用午膳了，走吧。”玉铮搁下空盒，牵着江叔去外室用膳。有了早上的教训，午膳时江叔不敢再任性，硬是吃了大半碗饭。午后闲暇无事，玉铮陪着江叔小憩了半个时辰。两人刚起身不久，追云来报：“主子，周大人来了。”周伯旭。玉铮闻言，同江叔说了一声，起身去了书房。江叔懒懒地倚在软榻上，拿了本书瞧了一会儿，江叔忽觉内急，匆匆起身去如厕。待他再回到屋中时，玉兰和孙怡君坐在外室桌边，笑盈盈地看着他。江叔懵了一瞬，随即笑问：“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玉兰道：“刚来不久，阿征写信说你有孕了，碰巧今日阿征生辰，便想着来瞧瞧你，顺道给阿征庆生。”江叔望向孙怡君，不明白他是怎么同玉兰走到一起的。人多热闹，怡君今日正好去寻我，便一道来了。玉兰解释：“那可太好了，我正闷去呢。”江叔开怀一笑，吩咐楚玉、双华去备果点茶水。冬日天冷，为了能随时喝上热茶，双华弄了只红泥小炉，用紫砂茶壶注了沸水，加了茶叶，放到炉上煮着。忘了眼桌上的松子、核桃和果点，孙怡君道：“冬日该吃糖炒栗子才是。”江叔一听，忙让谭玉命人去买，顺便再买几串糖葫芦。孙怡君听得眼睛一亮：“还是你懂我，糖葫芦和糖炒栗子都不稀罕，可他们身为大家闺秀，衣食都有讲究规矩，不可随意贪食。真羡慕你，既无父母约束，也无公婆管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孙怡君一脸艳羡。来年3月，她便要嫁去荣王府，荣王和荣王妃人虽宽和，但总归要数管她一些，不似江叔这般自在。当然，孙怡君也很知足，相较于上京其他大家士族，荣王夫妇已是很好。孙怡君伸手拿点心，江叔嗅到了他腕间镯子飘出的清甜果香，微讶道：“你换香珠了？”他之前送他时，镯子里的香珠是花香。我喜欢果香。孙怡君转了转号腕上的镯子，眉眼欢心道：“这镯子妙得很，香囊都省得带了。江叔这里深得他心，你喜欢就好。”江叔也很欢喜。三人一边饮茶吃果点，一边闲话，只觉惬意闲适，舒懒欢畅。待下人将糖葫芦和糖炒栗子买回来时，三人已吃了个半饱。然看着色泽红艳、晶莹透亮如红宝石般的糖葫芦，江叔同孙怡君同时咽了咽口水。两人各拿一串，迫不及待咬下一颗品尝。外脆里沙，酸甜适口，江叔吞入腹中，只觉舒爽的紧，忍住吃了一颗又一颗。就是这个味儿，真好吃。孙怡君脸颊鼓鼓的，半眯着眼，一脸满足。江叔见玉兰包着栗子没吃糖葫芦，不由奇怪：“阿姐怎么不吃？”玉兰道：“我不爱吃酸的，玉儿爱吃炒栗子，我包些给她留着。今日玉铮生辰，她留在王府用晚膳，庄韵下学后定也是要来的。玉儿下学还要一会儿，阿姐趁热自己先吃些吧。”江叔说着，又咬下一颗糖葫芦。今年冬日，他还是第一次吃糖葫芦。这东西并不稀奇，也不名贵，往年他也并没有多喜欢，可今日不怎地，莫名觉得很好吃。玉兰见江叔吃得欢快，倒了一杯热茶给他，又端了一碟他包好的栗子放江叔面前。喝点茶，吃点栗子，有孕不宜吃山楂，吃2颗解解馋便可。若实在想吃酸，便吃橘子吧。多谢阿姐。江叔有些受宠若惊，赶忙放下手中糖葫芦。若放在以前，玉兰给他包栗子，他是万万不敢吃的。然今时不同往日，现在他们是一家人，无形之中亲近了许多。孙怡君喝了口茶，又咬一颗果子进嘴里，眼睛盯着江叔道：“都说酸儿大女，你这般喜酸，怀的定是小柿子吧？”正吃着栗子，江叔一愣，眸光看向桌上的糖葫芦，迟疑不定。经孙怡君一提醒，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口味是因有孕而发生的变化。末了，他看向对面的玉兰问：“阿姐怀孕的时候也喜酸吗？”玉兰回想了下，还好，不怎么喜，这只是个说法，当不得真。也是，怡君也喜酸呢。江叔恍然，不再多想。孙怡君，她爱吃酸有错吗？光芒渐弱的太阳在三人的闲话中一点点西沉。书房的门打开，玉铮与周伯旭走了出来。主子，长公主和孙小姐来了，在主院同王妃叙话。
追云轻声禀报。往外走的周伯旭一听，顿住了脚步。天色已沉，玉兰和孙怡君这个时候还没走，定然是要留下来用晚膳的。周伯旭在脑中一思索，想起了今儿是什么日子，侧目望向玉征道：“今日王府宴客。”玉征不喜热闹寒暄，往年生辰从不宴客，是以周伯旭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他来找玉征，纯属公事。玉征瞥了他一眼，淡声道：“不宴，只有几位亲友。”周伯旭道：“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怎么也算是交好友吧？”玉征望着他，忽地笑了。榆木多年，他总算开窍了。第200章决心。因无外人，自是没那么多讲究。玉征直接带着周伯旭去了主院。围坐在桌边的三人吃饱喝足，懒洋洋地支着脑袋，有一句没一句的闲话。周伯旭见到玉兰这副模样，不由想起多年前玉兰便总是如此。下学后拉着他躲起来吃零嘴，吃饱后便撑着脑袋懒洋洋地同他说话。一晃多年，他已记不清有多久没再见到他此般模样了。周伯旭眸光一沉，望着近在眼前的玉兰，心绪涌动。这是他朝思暮想多年的人，此刻就在他眼前，上前几步一伸手就能碰到。夫君，周大人。江叔最先看到门外两人，讶异出声。孙怡君和玉兰闻声回头，见到玉征同周伯旭时，神色各异。孙怡君是吓了一跳，赶紧正身端坐，整理容表。周伯旭一身暗蓝色束袖锦衣，银冠束发，面容冷肃，长身而立，似寒风中的劲挺松柏。玉兰定定瞧着，有些不敢相信眼前所见。这些年来，他们虽同在上京，却甚少见面，每次见面也只是远远的一瞥，并无过多交集。乍然离这般近，两人目光相接，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堵在喉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竟是相顾无言。玉征扫了他们一眼，问孙怡君道：“可要叫玉元来？”孙怡君一听，又看了周伯旭一眼，道：“他这会儿定是在翠云楼，我坐马车去接他。”也可。玉征侧身让路。孙怡君赶忙起身，快步走了。落日将沉，庄韵和江宁都下学了，不多时便要来王府了。玉征缓声道：“去前厅吧。”江叔醒过神来，杏眸忽闪道：“我衣裳脏了的换身，夫君你等等我，阿姐和周大人先行一步。”好。周伯旭应了一声，转身抬步。玉兰望了玉征一眼，起身跟上。玉兰和周伯旭都认识府中道路，便没有下人跟着。两人从后院缓步去往前厅，隔着丈远距离，很是生疏。走到前院花园时，前方的周伯旭忽地停下了脚步。玉兰一怔，跟着顿了脚。周伯旭折身望着玉兰金错小脸，躬声道：“论尊礼，该公主在前。”玉兰闻言，只觉一口气堵上心头，美眸似嗔似怨地瞪了周伯旭一眼，奋步上前。时隔多年，他还是这副德性，总将礼数尊卑挂在嘴边。玉兰从周伯旭跟前过时，带起一股凉风，冷得周伯旭目光一缩。他好像生气了。他为什么生气？不想见到他。周伯旭皱眉，微垂着头跟在玉兰后面，就像从前一般，他也总是弄不明白玉兰为何气恼，只能默默跟着他，陪着他。王府下人早已将前厅收拾妥当，两人到前厅落座后，婢女立时奉上热茶。玉兰已喝了一下午，此时看到茶水就蹙眉，实在喝不下了。婢女退下后，厅中再无旁人，周伯旭盯着玉兰瞧了半晌，犹一开口：“近日城中出了一大盗，不仅劫财，有时还劫色，公主出行多加小心。”末了，周伯旭又补了一句道：“以防万一，今晚我送公主回去。”周大人还真是尽职尽责。玉兰神色淡淡，略带讥讽。周伯旭知他怨他，并不在意，只是不知该如何讨他欢心。他们好不容易碰见一次，可不能白白浪费此良机。公主这些年过得可好？周伯旭说这话时，喉间微哑，目光灼灼地盯着玉兰。玉兰心中翻滚，意味不明道：“你说呢？”她生下庄韵那年才19，不到20便开始守寡，一晃便是8年。这8年是一个女子最美好的年华，她全用来守寡了，她竟还问她好不好？玉兰只觉可笑，唇边泛起一抹讽笑。这笑落在周伯旭眼中，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哑声歉疚道：“对不起，是我负了你。”玉兰道：“我从未因此怪过你。当年的事，他没得选，周伯旭也没得选，是以他不怪他。倘若没有周夫人以死阻拦，周伯旭请旨去了战场，根本不可能活着回来。这世上早已查无此人。他真正怪的是这些年周伯旭的疏冷，自以为是的默默守护。”我知道。周伯旭隔空凝望着玉兰，四下定了某种决心道：“往后我不会再退缩了。”在临安府得知玉征意图时，周伯旭满心震撼，觉得玉征不可能达成所愿。然短短几月过去，玉征不仅如愿以偿，还有了孩子。周伯旭不由想起了玉征当日曾说的话：“事在人为，
人定胜天，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办不成事的人。这段时日，他一直在想，终于想明白了。他想娶玉兰，这辈子也只想娶玉兰。若不能得偿所愿，他便是死了也难以瞑目。他已悔痛多年，不想余生继续在悔痛中度过。过去的错无法更改，只能及时醒悟，别再一错到底。骤然听到周伯旭如此说，玉兰心中震颤，脑中有一瞬间的空白。待回过神来后，玉兰眸眶微红地问他：“周夫人同意了？”周伯旭摇头，语气坚定：“我娘还不知，但同样的事不会再发生第二次。”玉兰看着眼前男子，竟觉着有些陌生。在他的记忆里，周伯旭是个沉默寡言的固执少年。他文武双全，高大俊朗，深情专一，满足了玉兰对男子所有的美好想象。可如今的周伯旭褪去少年的声色桀骜，变得沉稳持重，闷郁冷峻，眉头总是微拧着，让人一瞧便知他不快乐。他不快乐，他也不快乐，他们为何会变成这样？你当真想好了？玉兰捏着手，红着眼问。周伯旭郑重点头。玉兰心绪激涌，带着几分惶然，微哽道：“若这次你再抛下我，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会再原谅你了。”他可以有不得已，但他也自有傲骨。不会的，我就是死，也绝不会再放开你。周伯旭说着，欲起身靠近玉兰。母亲，庄韵的声音从厅外传来。周伯旭闻声，只得坐回去，转头看向门口。玉兰用锦帕快速擦干眼角失意，扬起笑脸：“韵儿。”庄韵进到厅中，见到周伯旭，有些诧然：“庄小公子。”周伯旭朝他问礼。庄韵回礼后，走到玉兰跟前，敏锐地发现玉兰神色不对：“母亲，你哭了？”庄韵抬眼看向周伯旭，意味明显。厅中只有他们两人，若玉兰哭了，那定然与周伯旭有关。